皇城上下的天都是黑压压的，似是酝酿一场暴雨。一道冲洗的圣旨从皇宫送去幕府，完了，这下全完了。穆夫人哭哭啼啼，被穆正一脚掀翻。哭哭哭，你有什么脸在这里哭？你把女儿宠得无法无天，又引狼入室，将你那下贱的侄子接到家里，才让两人不知廉耻的厮混苟合。这下完了，全家都得遭殃。穆夫人狠狠撞上身后的柱子，她又疼又凄苦。老爷，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月儿？太子重伤昏迷不醒，都说他凶多吉少，快死了。是，皇上早想把月儿赐给太子，可一没婚书，二没许诺，当年只是随口一提，谁敢当真？皇上也早后悔了，看不上咱们穆家，都去别家挑太子妃了。如今太子在战场上出了事，又想到了我们，月儿心里苦啊，他如何能甘心当寡妇？这才一时没想开，做了错事。穆夫人气啊！闭嘴！穆正暴跳如雷，他是离不开男人吗？何人私通都干得出来？你那个侄儿真是好本事，借住家中才多久，就把他骗得清白都不要了。也不怪他气急攻心，毕竟一个时辰前他亲手在榻上捉了奸，眼下穆如月已不是处子之身，如何同皇家交代？真是天要亡他穆家。穆夫人毫不在意，老爷怕什么？太子都快死了，他还有力气能圆房吗？蠢货！皇家承亲你当儿戏，宫里是有嬷嬷来验女儿身的，这可是欺君之罪。穆正又急又气，从屋里抽出一把剑来，就要往外冲。我去杀了那个孽障！老爷，不可！穆夫人扑过去，跪在地上，眼里含泪，死死哀求：月儿是您最疼的骨肉啊！她生得美，又最会勾人，每次娇娇一哭，穆正都要酥了半边骨头。当初他就是这样跪在他面前，哭得梨花带雨，嗓音娇媚楚楚：老爷，妾无处可去，您就收了我吧。男人有几个能不被美色蛊惑？穆正背着快要生的原配，每日抓心挠肝的，恨不得力气都使在这个外室身上。原配一死，穆正就迫不及待把外室接回府中，夜夜欢好。他这才成了续弦。穆夫人死死抱着穆正，不让他走。穆正急上心头，抬脚对着妇人心口又是一踹，怒吼：死了一了百了，好过来祸害全家。这孽障要什么我不给啊？从小到大，我缺他吃的还是穿的，请最好的先生费尽心思的栽培，可他呢？他就是这么报恩的。说着，他一把提起穆夫人的衣领，像是要吃人的妖怪。你还好意思哭？都是你侄子做的孽。当初我就说家里女眷到了出嫁的年纪，他过来借住实在不方便，你非要一意孤行。穆夫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他是理亏的，他娘家条件不好，侄子又一事无成，只知道偷鸡摸狗，婚事没有着落。他当姑姑的着急，就想着将府上的庶女嫁给他。庶女只是赔钱货，侄子嘴甜，没准几天就把人搞到手了。可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侄子搞的不是孙姨娘生的穆如晴，而是他的女儿如月。他很后悔接人过来小住，害了女儿的一生。这里除了他们二人，还有个孙姨娘月儿，她也是一时糊涂。孙姨娘后在一旁，见穆夫人挨打也没去拦，甚至巴不得穆正把人打死。狗屁一时糊涂，那穆如月可是要死要活闹着只嫁表哥呢。孙姨娘眼里闪过算计，她上前拜了一拜，浅浅一笑，意有所指：老爷急糊涂了，怎么就忘了您还有个女儿？穆夫人气的想抓破她的脸。孙姨娘，你家如莲已出嫁，如晴又是个庶出，模样不出挑，性子也愚钝，最不会讨人欢心。你想做飞黄腾达的梦，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命。穆正却仿若未闻，他深思片刻，踌躇问：你指的是子涵？穆子涵？穆夫人听到这个名字，脸色大变，当急恼的数落：孙姨娘，你这是什么破法子？不成，我不同意。见他态度异常激烈，孙姨娘眼底闪过不屑，她用帕子捂着嘴笑了笑：子涵是先夫人生的，那就是正正经经的嫡女。是，她是比如月小1岁，可前夫人还在时没同意你进门，你们母女没在穆家祠堂磕过头，更没上宗谱，这是穆夫人永远的痛。当初先夫人不同意她进门，甚至指着她的脸骂：老爷从妓院赎回来的，我嫌脏，害得她当了3年没名没分的外室。穆子涵很少出门，时间久了，世人早就忘了穆家还有这么个嫡出姑娘。所有人眼里，穆大小姐的就是她女儿如月。如果这个身份保不住的话，岂不是公昭天下？她这个记事不检点，早早就和穆正滚一起了。穆正是男人，顶多背负一句风流，在这个世道可算不得贬低。可她是女人，名节大过天，以后她肯定少不了被指指点点。不，她不要，她不想听，孙姨娘偏偏要讲给她听。那时候
子涵一出生就是穆家的嫡出大小姐，当时老太太还在，最疼我们大小姐了。病逝前还舍不得地拉着大小姐的手，对着所有人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照顾好她的心肝。至于如月小姐，老太太当初看都不看一眼呢。第二章，糟蹋。没钱你看什么病？滚滚滚！不要耽搁店里做生意。京城里面最有名的药铺当属慈春堂，这里坐诊的大夫医术精湛，看病也最费钱。可即便如此，慈春堂日日还是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看向被驱逐的少女。她梳着最简单的发髻，戴着面纱，看不清容貌，露出来的眼睛却灵动可人。哥哥病重，我来得及，手里的银子不够，不如先赊账，回头我就送来。不行，今儿让你赊账，明儿再给别人赊账，药铺还开不开了？小二哼了一声，鄙夷道：“你这样占便宜的穷酸货色我见多了。”木子涵红着眼，边上的人见他可怜，难免指了个方向。这条街尽头也有一家药铺，价格便宜，你不如去哪里看看。木子涵摇头，难堪和无助让他浑身战栗。有些药只有慈春堂才有，别处买不到。我还想请李大夫过去给哥哥把把脉。小二一听这话，嘲讽的笑了。李大夫是我们慈春堂的活招牌，等闲不会外出坐诊，你倒是谎话连篇。他是刚被召来的伙计，在这里当差，富贵人家的赏银就是不菲的收入，也就养了心高气傲的毛病。怎么还不滚？脸皮这么厚啊！见他不识趣，小二黑了脸，而木子涵的视线落在背着药箱刚进来的老人身上，面纱下的脸绽开喜悦。小二也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哎呦，您回来了，药箱小的给您提着。在外面就听到你吵嚷，发生什么事了？这不是有人过来闹事吗？李大夫您瞧，就那个常年冷着脸的老人看过去，他定神一看，难掩激动。是穆小姐吗？不等穆子涵回应，他就急急道：穆将军可是又病了？我这就过去看看。您先别急。他离开前不忘了冷冷看向小二，你这种人慈春堂用不起，明日不用过来了。周围看戏的人回过神来，原来是穆将军的妹妹，倒也不足为奇了。是啊，穆将军对李大夫有恩。说起来这对兄妹可怜啊。两人快马加鞭的回了穆府，一路都没耽搁。哥哥一早吐了3回血，睡下后到现在都没醒。李大夫细细把脉，收回手，老朽无能，不敢开方。将军这些年吃的药，还是3年前宫里太医开的药方。他不忍道：只怕也就这几个月了，小姐还得多做打算。这对穆子涵而言无疑是打击。送走李大夫，他哭了一顿。孙姨娘是这时候过来的。大小姐，你这是怎么了？穆子涵擦擦眼泪就要回屋，却被孙姨娘笑着拉住。是老爷让我过来传话，给您说喜的。喜事？何喜之有？宫里下了赐婚圣旨，小姐过不了多久就是太子妃了。孙姨娘笑盈盈，当了太子妃，日后太子登基，您就是皇后，咱们穆家这是出了一只金凤凰。穆子涵的脸却沉了下来。大小姐的婚事怎么成了我的？一听这话，孙姨娘有些讪讪。您这是说气话了？当初皇上提出婚约，还是咱们大少爷救驾有功，拿命换来的。说起这事，穆子涵一阵恍惚，他好像又回到了3年前。那时将军牧眼中毒，皇上体恤臣子，命他回京调养，更特地办了宫宴接风洗尘。可谁能料到，好好的接风宴偏偏有奸细行刺，穆衍替皇上挨了那么一剑，旧毒加新伤，险些没熬过去。穆衍倒下，边境动乱，这也有了后面太子周景领兵出战的事。孙姨娘提到此事，依旧唏嘘。大少爷没中毒前是多能耐的人啊！全京城谁不羡慕五品通政司参议的穆正生了个好儿子？那么多的人，只有我们少爷拼了命去挨刀子。这事中，皇上心疼臣子，有意将公主许配，大少爷不敢耽误公主婉拒，这才有了后头皇上允诺太子和我们大小姐的事。穆子涵不语。孙姨娘话音一转：你是大少爷的亲妹妹，穆如月可不是。这婚事哪有到外人头上的道理？她算什么？这对母女也不撒泡尿照照，整天白日做梦。孙姨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宫里那位身份尊贵，能力学识都是拔尖的。我们这位夫人也不是我埋汰，之前当过外室，靠着狐媚手段上位，她生的女儿怎么敢肖想太子？太子出征的这3年，她这些年可一直顶着未来太子妃的身份招摇。但人在做天在看，您的婚事谁都抢不走。穆子涵似笑非笑：穆如月不当寡妇，这是推我出去当？穆子涵一针见血，当初没有爹点头，他们母女又怎么敢惦记太子？孙姨娘笑容僵硬，这件事的确不地道。穆衍和穆子涵是穆正和先妻柳氏生的。说起穆正和柳氏，
那可是一段好姻缘。两人也恩爱过，可男人哪里不偷腥？穆正总以公务忙为借口，跑去和偷偷摸摸养的外室抵死缠绵。柳氏得知此事，受不了打击，提前早产，生下穆子涵就撒手人寰了。而穆正带回抱着孩子的外室，将5岁的穆衍叫到身侧。孙姨娘还记得她当时说的话有多虚伪：你母亲没了，为父也难受，可人总要朝前看，过来见见你继母还有妹妹。月儿比子涵大1岁，论着年纪，这辈分得重心排，她才是府上的大姑娘，子涵排第2。可记住了，也不怪5岁的穆衍同穆正离了心，亲手带大哇哇啼哭的妹妹。他那么拼命的建功立业，无非是清楚穆正不可靠，他得为了穆子涵闯下一片天来。其中艰辛不提，他也的确做到了，偏偏是不如人愿。穆衍中了毒，至今难解，一招跌落成了地上的泥。为什么当初皇上提出赐婚时，穆正最先想到的是穆如月？那是因为许多年前，他领着抱着穆如月的穆夫人回府，有云游的道士在府外停留，留下一句：这府里的女娃娃长大后是有造化的，大富大贵的命。大富大贵的当然是穆如月了。而穆子涵，穆正一向不喜，只觉得他是不祥之人。在他看来，柳氏就是被穆子涵克死的，和他没关系。第3章，太子周瑾并非良配。穆子涵因为穆衍的事本来焦灼不安，一口火气不知怎么发泄。他这会儿沉了脸，姨娘整日在卢燕面前上赶着献殷勤，怎么如今跑我这里是和他闹掰了？说着，他唇瓣一动，看我这记性，险些忘了孙姨娘生的大儿子前不久被卢燕做主定了婚事，你心里不满意他说得清，自然要怀恨在心的。如燕就是穆夫人，要我说，姨娘也别太斤斤计较了。那姑娘虽是个哑巴，可还没嫌弃你儿子长得丑呢。这么一想，你儿子是占了大便宜的。孙姨娘整个人就不好了。她忍着怒意，以前她对穆夫人毕恭毕敬，无非是想让她在儿女婚事上多多上心。可穆夫人吹着老爷的枕边风，让她女儿如莲嫁给了老头，转头还想让她儿子娶个哑巴，还说那姑娘的父亲和老爷同个官阶，你儿子是个庶子，还想娶京城的名门贵女不成？姑娘是有残缺，可两人的事成了，有老爷扶持，岳家扶持，你儿子以后还能差了？哑巴怎么了？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以后还没本事和你吵。婆媳没矛盾，多亲近。呸！你怎么不说把你女儿嫁个哑巴？为了这件事，他求穆正，偏偏穆夫人卢燕好一手哄人的手段，穆正转头斥责他不懂奉献。卢燕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算计来算计去，还想算计他的女儿如情嫁他侄子。这种做过外事的勾引人的手段比青楼还厉害，娘家卢家会是什么正经人家？穆子涵可不管他心里怎么想，开始赶人了。出去！卢燕不是东西，你整日围着他打转，也不见得是好的。他正要拿扫帚赶人，就有人从外面进来。小姐，是阿吴，他是哥哥从战场上就回来的，非要报恩，回来后一直尽心尽力照顾穆衍。几日前阿吴生父作寿，穆衍准了他几天的假，所以现在才回来。阿吴手里提着点心，是家里做的，拿过来给小姐少爷尝尝鲜。就在这时，屋内茶具不小心摔碎的动静，穆子涵和阿吴连忙进屋，地上一片狼藉。穆衍伏在床前，他虚弱的笑着解释想喝水，可手里没劲儿。他看向穆子涵，低叹：哭了没有？穆子涵低下头，眼角被碰了碰。穆衍叹气，这儿都肿了。他不知李大夫来过一趟，这会儿温声细语，哥哥就是太困了，睡得有点久，不必担心。孙姨娘哪里舍得就这么走了，也跟着进去。大少爷，他突然挤开穆子涵和阿吴，屋里一股子浓郁的药味。孙姨娘心下惋惜，忙说：太子前脚刚回，后脚赐婚圣旨就到了，所以老爷让我跑一趟。穆衍的脸黑了，他和太子周瑾打过交道，那是个深不可测的人，常年含笑待人，骨子里却比谁都凉薄。那对母女惦记不该惦记的东西，如今见情况不对，就畏缩了，想把子涵推出去。穆衍怎能不怒？他也没多久的日子了，就盼着穆子涵能找个好人家托付终身。可周瑾并非良配，皇家本就复杂，何况太子周瑾还是个半死人。可我是明白了，前院的人好事全想占，见情况不对了，全往别人身上揽。嗨嗨，他们嗨嗨！穆衍一激动起来，就咳嗽个不停，喉咙里痒得干涩。穆子涵心下一惊，忙去端水，水里面加了他自制的枇杷露。穆衍抿了几口，在枇杷露的滋润下，瘙痒得到片刻的缓解，这才讥讽地扯出一个笑来。他穆如月以大小姐的身份自居10余年，往前张扬得很，如今倒愿意让给小妹了。怎么，
卢燕为了这个女儿，竟愿意将她外室上位的遮羞布给掀了。这话，孙姨娘一时之间竟不知道怎么接。穆衍道：“这京城里官大压死人，别说太子不行了，就是他如今死了，下葬了，嫁过去那也是皇家人，在穆正这种唯利是图的人眼里，照样是香饽饽。”穆子涵也察觉出不对劲，有画面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也是奇了怪了。穆正不送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过去，却挑了我。上回见时，他辞严厉色得很，生怕多看一眼就能克了他的命。这期间肯定有问题。穆子涵似笑非笑，事出反常必有妖。我思来想去，问题只怕出在了慕如月身上。孙姨娘一时语塞，明明她来前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这时候却派不上用场。孙姨娘，穆子涵走近，被冻得红彤彤的手搭在孙姨娘肩上，让孙姨娘一个机灵。那卢家子刚来穆家，对如晴妹妹最是殷勤，你说奇不奇怪？他突然间，杨凤因为背着卢燕，将那些哄骗姑娘的手段使在了慕如月身上。孙姨娘瞳孔巨缩。穆子涵当然不奇怪，毕竟1月前后花园假山前，我可是亲耳听你怂恿他的。孙姨娘哪里还敢说一个字？穆子涵怎么知道的？明明他很小心了，故意在晚上大家都睡下了的时候，是他做的怎么了？卢燕敢算计他，就要接受被反噬的事实。你那也说？穆子涵学着孙姨娘的语气，卢家侄子，你可不能犯糊涂。我家如晴是庶女，慕如月可是花容月貌的嫡女，娶了她的好处可比如晴多得多。这话是姨娘说的吧？说着，她声音低了下来。孙姨娘，我厌恶那对母女，你只怕不比我少。你我虽不在一条船上，可你为了让她难堪，转眼自作聪明拉我下水，这可不地道。第4章，她对自己一向够狠。孙姨娘实在出得慌。穆子涵如果把她算计慕如月的事抖出去，她也就彻底完了，没人会放过她。好端端的，你抖什么？穆子涵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意有所指说：“姨娘该庆幸啊，不是她慕如月，只怕和卢家侄子不清不白的，就是如晴妹妹了。”别说了，孙姨娘真怕隔墙有耳，事情败露，她不敢久留，匆匆找了个借口就溜了。回去的路上，孙姨娘甚至在想，穆府只怕从今往后不得安宁了。凭着穆子涵那唬人的本事，若要哄她上花轿，怕是难。穆正那边饭也没吃，只顾着等孙姨娘的消息。最后等到了一脸愁苦的孙姨娘。如何了？孙姨娘只能把自己摘去。老爷，恕妾无能，本以为夫人和大小姐之间不和，可念着到底是一家人，故托大去当个中间人，好缓和。穆夫人没想到唯唯诺诺的孙姨娘今日一直和她作对。她站起来气急反笑，她是不愿意，还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故意拿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皇上的意思，老爷也做主了，由得了他不愿意？他个不识好歹的，果然是没有母亲教养的人。孙姨娘忙上眼药，她瞥穆夫人一眼：“夫人，妾是没法子了。眼下这个节骨眼，若不能取得大小姐原谅，咱们穆家就真的大难临头了。穆子涵那个刺头，且让穆夫人头疼去吧。”穆夫人气得够呛，那件事她也的确受委屈了，她不痛快，使小性子也在所难免。穆正又说：“你赔礼也好，道歉也罢，务必不能让这婚事出半点差池，不然我可饶不了你。”俨然忘了那件事上他也是帮凶。皇宫巍峨壮观，金砖铺地，太医们在东宫战战兢兢跪了一地，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砰的一声响，茶杯被狠狠摔在地上，碎瓷片溅了一地。殿内的奴才吓得全部跪到地上。皇上息怒，端墨皇蓦然起身，一国之主身上的威压必不可避。一群废物，朕不听什么束手无策，只要太子无虞。都记住了，他若有个好歹，你们都得陪葬。太医们叫苦不迭，周景伤成那样，没有及时处理，又一路舟车劳顿，能有一口气已经是命大了。他们摸出来的脉象也实在古怪，只怕大罗神仙来了，无力回天。可面对帝王的震怒，他们到底不敢多说一个字。谁让那里面躺着的是端墨皇朝的太子？皇后凤袍加身，精致而雍容，这会儿眉目愁苦，从内寝殿出来。自从得知周景有恙后，他就没睡过几个安稳觉。他手里捏着刻有梵文的佛珠，怕扰了里殿的周景，嗓音压得很低。穆家那边可有不满？穆家胆敢不满？说起这件事就来气。宣读圣旨的公公过来回话，说那穆家上下都在强颜欢笑。公公还没走远，就听见那穆夫人的哭声。端墨皇浑身都是上位者的压迫，要不是灵通寺庙尹大师给太子批了命，指明要穆家小姐，朕怎么可能放着重臣女兔儿去求其次？公主许给穆衍，当初他刚说完就已经后悔了。他是君，穆衍是臣，穆衍救他理所应当。如果穆衍身体无碍，公主嫁过去也是好姻缘。可如果有爱呢？他可舍不得。
好在穆言有自知之明，自知不配婉拒了。而太子周景，3年前周景出征时，妙影为他算了一卦，说此番只怕凶险，提出将穆家女的事定为太子妃的事，端墨皇这才有了口头允诺。这3年一直没有赐婚彻底定下，无非是思来想去，穆衍无法再成气后，穆家如大厦倾斜，那穆家大小姐没有强力的母族，如何配得上太子妃一职？皇上后悔了，就想着周景平安回来后，这件事还有反悔的余地。别扯什么君无戏言，他可是天子，谁敢不服？可偏偏周景出了事，他哪里还会再去在意那些？穆正是个糊涂人，就盼着他家的女儿是个懂事的。若是景儿身子好转，那朕也绝对不会亏待了她。不过她是穆衍的妹妹，应当不会拆。皇后说，穆家丫头我只见过一回，就是3年前的那次宫宴。那时穆子涵跟着穆衍，明明他们身侧还有几个穆家姑娘，但皇后一眼看中了穆子涵。兄妹2人生得太像了，也唯有穆子涵生的最娇俏，皮肤嫩的能掐出水来。穆子涵和穆衍走得最近，笑得娇憨，直到其中一个打扮得格外珠光宝气，死皮赖脸的小姐往穆衍身上贴，哥哥的叫着，语气好不亲密。不少人以为她是穆衍的亲妹妹，但皇后从嬷嬷嘴里得知，那是穆正后娶的夫人生的女儿。皇后觉得她心眼多，随意看了一眼，压根没放在心上。穆如月也不值得她多花心思。她很快又去看穆子涵，念及此，她感叹，这几年过去，也不知出落得何等标致，只盼是个好姑娘。2人又在东宫待了许久，直至夜幕降临，四下静谧。东宫伺候的奴才全都退到殿外，太医轮流守夜，留下医术最精湛的蒙太医，其余的怕掉脑袋，忧心忡忡回了太医院翻查医书古籍，想从中找出差不多的症状，没一个人敢懈怠。丑时，寒风强势吹开了窗子，冷气刮进来，冻得人一个机灵。蒙太医打了个喷嚏，起身去关窗，嘎呀一声，杜绝了外头天气的恶劣。榻上的人也在这时候睁开了眼，没有初醒的愣神，反倒凛冽而狠厉。他永远保持清醒和理智。熟悉的场景，这是东宫。周景撑起身子，青丝如墨，身形清瘦，为方便上药，上身并未穿衣，而是缠了绷带。回来的途中颠簸，即便重新处理了伤口，绷带还是染了血。如玉结实的胸膛，性感的锁骨，细腻匀称的肌理线条紧实。殿下总算醒了，您要是再躺一晚上，皇上怕是要把整个太医院给拆了。周景没说话，他耳边仿佛还有士兵的呐喊，战马的嘶鸣，一地硝烟。周景在斩下蛮夷首领头颅前，在他不可置信的视线下，带领对方那执着大刀的手，没有犹豫地朝自己胸口去。在所有人眼里，他是被伤的，可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是计划下他自己捅的。皮肉被撕开，鲜血淋漓，稍一偏离就是心脏。他对自己一向够狠。第5章，你要是2腿一蹬，彻底醒不来呢。蒙太医见他醒来，眼睛一亮，倒没在第一时间过去把脉，也没急着把周景醒的消息放出去。他继续抱怨，帝王一怒，我这回膝盖还疼着，可怜那张御医70多的高龄了，也一同跪了大半日，最后是让人搀着离开东宫的。周景没问自己的病情，没有情绪的哼笑一声，取纸笔来。蒙太医这才闭了嘴，将桌上开药方的纸连同沾了墨汁的毛笔送过去，也敛了神情。这3年他瘦了也黑了，可仍旧没常入病，神韵独超。他吃力地支起身子，期间扯到了伤口，也没在意。沉思片刻，手腕使不上劲儿，写出来的字不同以往的苍劲有力，但仍旧很好看。让你准备的药呢？许久没说话，就连声音也嘶哑。蒙时登时凝重，殿下，那药性烈得很，这路上您不听劝阻服用1颗，就已昏迷了半月，可不能再吃了。周景身上的伤是真，而太医摸出来的脉也是真，他服用的哪里是药，分明是毒。他们这位殿下身体总是恢复的比寻常人好，嫌自己伤得不够重呢。本来就有伤，如今身子亏空的厉害，这再吃下去，只怕……周景沉沉看着他，随即闪过嘲弄之色。太医院那帮老东西不好糊弄，没了药，只怕过不了多久，他就能下床走路了。蒙时咬咬牙，败下阵来，从怀里掏出药，犹豫地递上前。只有2粒了。他正想开口让周景省着吃，就见榻上一脸病态的男子倒出2粒，他挑了挑眉，没有犹豫，全部扔进嘴里，细嚼慢咽，很苦，一满口腔。他眉头紧皱，可周景却笑了出声，并不开怀，而是充斥着疯批的压抑。殿下，你怎么都吃了？蒙时听得毛骨悚然，却又不敢多看周景，而周景只是随意的瞥他一眼，还是改不了你这大呼小叫的毛病。好在这东宫上下都是自己的人，
他躺好，还有心思打趣，怪不得你父亲总说你不够稳重。蒙石服了，现在还不忘说教他是吧？就听周瑾吩咐，信，你让季期送出去，尽快。要进很快，他眼皮越来越重，声音也越来越孱弱，却有夹杂的难掩的兴奋，其余的等1月后孤醒了再议。蒙石，你要是两腿一蹬，彻底醒不来呢。疯子！等等，他有没有告诉殿下，这次皇上火急火燎是赐婚冲喜了，时间就在下个月，醒来再议。醒来你就当新郎官了。他抓耳挠腮，烦得要命。就在这时，有人从外面进来。蒙石正襟危坐，撤下所有的表情，装模作样的拧干棉布给疯子擦手。是我。季期出声。蒙石不装了，转头去看他，你身上怎么有血腥味？不浓，很淡，但他身为太医，鼻子灵敏。季期解决了几个不听话的东西，蒙石也就没再问。季期是周瑾身边伺候的，所以能光明正大从外面走进来。他看向榻上的周瑾，语气很不好，爷还没醒吗？不对啊，今日正满半个月，你不是说……蒙石没好气，把信扔到他怀里，醒了。季期收好。那怎么？他不放心。先前太医院那些人七嘴八舌讨论周瑾的病情，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毕竟只有蒙石真正清楚周瑾的情况，本来死不了。蒙石黑着脸，现在不好说了。太子醒来片刻，再度昏迷，脉象混乱的更加严重。太医顾不得体面，连滚带爬的冲向东宫，得上面准许后，全在这里住下。每隔一盏茶的功夫，就有公公将周瑾的情况上报端墨皇。宫里混乱，幕府也是。穆衍为此很头疼，他甚至想先斩后奏，这几日就把穆子涵嫁出去。至于穆家会不会惹怒天颜，他已无力顾及。他就这么一个亲妹妹，自然要为他谋划考虑。我之前身边有个副将，年纪比你大上许多，可至今未婚，为人倒不拘小节。我对他有恩，只要你点头，我去信一封，便把他叫到家里来，让你相看相看。小妹，是我对不住你。穆子涵打断他，哥哥，我若嫁了人，穆家上下就是欺君之罪，那些人的死活我不在乎，可你……他知道穆衍心里想什么，无非是他已是一副残躯，死了就死了，只要穆子涵嫁出去，就是别人的人，株连九族都不会祸及出嫁女。毕竟外头的人都当大小姐是穆如月，宫里也只能吃这哑巴亏。他咬着嘴唇，眼圈红红的瞪着穆衍，你是想给我找好下家，能安心的走吗？你想抛下我了，对不对？穆衍被他猜中心思，又沉默的不开口。正如穆子涵所言，他想抛下他了。他的身子他清楚，所以他只想用最后的时间找一个能护穆子涵一世无忧之人。可是穆子涵这会儿将他的心思挑明，他甚至有些茫然。你若不愿意的话，哥哥还认识个人，早些年倒有往来，后来我闭门不出，也不遇见客，也有3年没见他了。可他逢年过节仍旧送些南巡的要送过来。他说得很慢，也有些喘气，忍着喉咙的痒意，继续说，那个人叫做蒙石，如今大抵在太医院当值，是个信得过的人。不过咱们家是笔烂账，只怕交情不够深，他不愿掺和。哥哥还是倾向前头说的副将。就在这时，有人从外头跑进来，是阿吴。少爷小姐，老爷和季夫人朝这边来了。他声音刚落，外面就有了动静。兄妹两人对视一眼，双双都没再说话。穆正和穆夫人卢燕就走了进来。穆正走在前面，不过在他抬脚跨门槛的时候，脚步却慢了很多。他精明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转了一圈，最后落在这一双儿女身上。穆子涵不受管教，那张脸却足够明艳，只是实在削瘦，瞧着显小。要是养胖点就更好了。再看穆衍，比他记忆里还要憔悴。穆正闪过惋惜，如果穆衍没中毒，他哪里舍得把人丢弃到这里？当时宫宴那么多武将，他穆衍逞什么呢？落到这个下场是命，可他这次过来是当慈父的。穆正适时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第6章赔不是。明儿就是你的生辰，我和你娘想为你办一回生辰宴，眼儿觉得如何呀？他口吻亲昵，就像是个慈父，打起了感情牌。为父记得你年幼10岁。穆衍却冷笑，有话不如直说，没必要拐弯抹角。以前也没见穆正对他的生辰上过心，这里的人都不欢迎穆正，没人添茶，也没人请安，就连儿女身后的奴才阿吴看着他都一脸警惕。穆正忍了，难得没有去计较。你身子弱，凡事别动怒，可得养仔细点。这几天冷得厉害，倒在院里的水瞬间都能冻成冰。你们2人注意保暖，为父瞧着，今日穿得过于单薄了，那就得问问继母了。穆衍将帕子压在唇角，轻轻咳嗽。年关将至，各房都添置了冬衣，家里的奴才也没落下。我和小妹身上穿的确实就长，棉花也不厚实，
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层。我倒无所谓穿什么，左右哪天闭眼去了，免得浪费银子。可怜我小妹，别家小姐绫罗绸缎，钗环珠佩，她身上的首饰却都是过了时的。慕言轻扯唇瓣，怎么家里竟穷酸成这个地步了？他说话是真没客气，也没给穆正台阶下。穆正不管他们，可从没想过苛待他们。他有眼睛，也知道这两人的日子不好过，只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愿去追究罢了。可现在用得着穆子涵，他当然愿意摆出态度。他开始发问穆夫人：怎么回事？你就是这样当家的？卢燕身旁的老婆子连忙弯下身体：哎呦，夫人怎么可能会漏了少爷和小姐？他早早就吩咐了老奴，请人过来给两位量尺寸。说着，他给自己打了一嘴巴：是老婆子我年纪大了，竟然把这事给忘了。说着，他甚至跪到地上求饶：是婆子老糊涂啊，求老爷责罚，真是养了个好心腹。穆子涵都要夸他好演技了。卢燕适时骂他，自然要罚，还得重重的罚。你这老东西，这么重要的事竟然也能忘，好在少爷小姐是懂事的，这才不至于怨我。不知情的还以为我这个继母歹毒，克扣他们兄妹。这一唱一和的，实在无耻。卢燕还要说什么，就对上穆正警告的视线，他心下一凛，不得不低头。他露出个愧疚的笑意，说到底还是怨我，咱们府上事忙，难免有些疏忽。之前我也魔怔犯浑，想着如月她大子涵1岁，何该为她先张罗婚事，左右是亲姐妹，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不论是谁上花轿当太子妃，都是咱们穆家的姑娘，不用太计较别的。这种话说出来，他不害臊，穆子涵都要为他害臊了。他甚至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合着他卢燕顾全大局，是穆子涵小肚鸡肠了？你们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吗？没见过，没关系，现在见到了。卢燕继续他的表演，娘给你们赔个不是，是我疏忽，你们怨我也是应该的。可老爷是你们的父亲，他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为此也狠狠让斥责，让我莫痴心妄想了。太子是娶子涵的这点，谁也改变不了。孩子，你们可不能因为我的一时糊涂去迁怒于他。卢燕也自以为伏低做小了，这话却没一个字是穆子涵爱听的。他扑哧一声笑开：卢燕，怎么了？穆子涵才不吃他这一套，继母这张嘴也实在厉害，都能去佛堂开光了。也不难怪年轻那会儿把我爹迷得神魂颠倒，家都不愿回，一心和你厮混。如今没法了，又求到他跟前，脸都不要了。穆子涵可不会帮着拾起来，什么孝顺他也顾不得了。这层遮羞的窗户纸被穆子涵狠狠戳破。他说：原来如月妹妹不自爱，婚前失贞，是继承了继母的衣钵。穆子涵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穆衍根本来不及拦他，索性也不拦了。而穆正和善的伪装也彻底褪去。他是老子私下那点事，是穆子涵这个小辈能说3道4的吗？他彻底沉下脸：你娘已经倒不是了，还要他跪下来道歉吗？果然疏于管教，言行如此大逆不道。他这次过来，本想着穆子涵好好谈，嫁妆什么的绝对不会亏待他，会让他风风光光的出嫁。可穆子涵却蹬鼻子上脸了。穆正说一不二的威严被侵犯，他怒，可这里有人比他还怒。疏于管教，爹这是指责我。穆衍还记得娘亲柳氏得知穆正养外事后，提前早产，生下小妹血崩。那时穆府上下全乱了套，没一个能做主来掌管局面。偏偏穆正这个罪魁祸首还在外面风流快活。柳氏倒在血泊里，脸上失去血色，却笑着让眼泪糊了整张脸的自己上前。他温柔的穆衍搂在怀里：你记住，娘的私产全锁在了柜子里，不多，是这些年攒下来的。开柜的钥匙在我最喜欢的那根簪子里藏着。野儿，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2个。柳氏是陪穆正穷过来的，当初他认定了家徒4壁的穷酸书生穆正，非要嫁他，不惜和娘家闹掰。这些年尝试联系他们，甚至多次生了回娘家看望二老的念头。偏偏事与愿违，穆正考中后被派遣外地上任，每3年换个地方，路途迢迢的同时，他后来又怀了穆衍。生下穆衍后，孩子又离不开娘，穆正这边又需要他照拂，以至于临死前也没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眼里流下晶莹的泪珠。他这一生真是可悲，为了一个穆正背弃了一切。隐隐烛火下，他的气息越来越弱，却努力的想要多看穆衍一眼，那一眼包含着爱意和羞愧。可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唇艰难的动着，再也发不出一个声，唇形却能认出。柳氏无助的在说：阿衍，娘的阿衍。穆衍到现在都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柳氏断了气后，身体越来越僵硬，而他再也哭不出来。所以这里最没资格说穆子涵的就是穆正。穆衍站起来，他的手按在桌上支撑，再不是穿着铠甲身子挺直的威风凛凛，
而是虚弱的弯下脊背。可即便如此，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也要为穆子涵撑起一片天来。第7章，我是你爹，还能害你？府上那几个小姐，谁都有教养嬷嬷，他们识字是先生一笔一画教出来的。子涵呢？穆衍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他识字，可作诗绘画却不行。他能教穆子涵什么？他们弹琴作画时，小妹不是在主要，就是在催着账房早些发放利银。柳氏留下来的钱，他没动，想留给穆子涵傍身。他带兵时得到的赏赐，多数刻着皇家烙印，无法卖了变现。府里每月发放的利银更是一再缩减。他吃的药可都不便宜，更别说那些不菲的补品，手头也紧了起来。穆子涵背着他，将柳氏留下来的那些全都换成了银票。那次是他第一次对穆子涵发怒，可他说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哥哥吃了有用，便是再贵也值得。他一个铜板恨不得分成2个用，可穆家下人私下议论，穆子涵是掉钱眼里了。一个小姐日日追去账房要钱，实在丢了体面。而这些都是穆正的不作为。穆衍讥讽说，你当时反复确认我身体是彻底坏了，就以此处清静适合养伤的借口，任由这个女人把我和小妹从原先的院子赶到这里，不留余地，却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她之前的院子是穆家采光最好也最气派的院子，如今是穆如月住着，扔到此处，对我们兄妹彻底不管不问。他这么一提，穆正哪里还有脸摆脸色？可穆如月非看上穆衍的院子，他有什么办法？都是妹妹，穆衍总不能只疼穆子涵一个人。可这件事自己心里清楚是一回事，被人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大夫说了，你身子需要静养。穆衍，够了。他像只奄奄一息但野性难驯，随时都能咬人一口的狮子。静养？刚搬进来的时候，这里连下人房都不如，一下雨屋顶还会漏水，窗户纸也是破的，遍地蜘蛛网和灰尘，哪里是能住人的地方？他朝不保夕，大宅院里的肮脏事多如牛毛。他怕无法事事都能护住穆子涵，更怕哪一日自己去了，留下小姑娘一个人。他也清楚来到此处就是背弃，可也有好处。他其实大有骨气，带穆子涵去外面生存，可这样面临的只会更多。他死了呢，穆子涵安危都是问题。他也可以去求助那些认识的人，可人情如何还？至少穆府不被人在意的一方天地下，能护他周全，无人打扰，也无人算计。这3年，除了手头拘谨，也都相安无事。可直到今日，换得这些人的变本加厉。穆衍不是泥人，他也有脾气。现在又想利用我小妹，我告诉你穆正，不能够，大不了与你鱼死网破。穆正被挑衅了，他一拍桌子，砰的一声，好啊，可真是兄妹情深。既然明面上的和平维持不住，他也彻底没了耐心，也不得不采取别的手段。穆正冷声吩咐下人，来人，将院子围起来，严加看守，没我准许，谁也不准出入。我倒要看看他们拿什么和我犟。被穆衍护在身后的穆子涵红着眼，听着这句话后，心里一个咯噔，又见穆正大步朝外走出去，再也顾及不了别的，他快步去追。小妹，别去！身后穆衍的急急呼喊也没让他止步。穆衍看着穆子涵单薄的背影消失在视线里，他怔怔，身子无力往下滑。阿无眼疾手快的去接，少爷。这边穆子涵堵住穆正的路，他指尖都在发颤，不可置信的发问，你可知我每隔7日就要去药房抓药，哥哥断了药，他没准会死的，会死的。再如何，他也是你的骨肉。穆正的声音轻而易举盖过了穆子涵，他眼里蹦出愤怒的火花，想吃吞吃生血的野兽。穆家都要遭殃了，我难道还要管他死活？他的儿子可不止穆衍一人，以后能撑起门楣的也不会是他。见穆子涵失控，穆正反倒平静了下来，他笑了笑，形如蛇蝎却用安抚说教的口吻道，孩子，你得清楚，不是我把他害死的，是你。可怜小眼，从小护着你，却养出了个白眼狼。我也想疼他，可你得老老实实的听话才行。穆子涵如坠入冰窖一样冷，他清楚穆正的意思，若穆正不如愿，他绝对不会让他们兄妹好过。那曾经为天下立过功劳的将军穆衍，也只是辉煌过，而他的陨落彻底让他整日的捧着药罐子的废物。没人在意他，就算死了，也没人会记起他。穆衍的软肋是穆子涵，穆子涵的软肋又何尝不是穆衍？穆正就是利用这一点，威逼利用。只是他漏算了一点，穆子涵若真成了太子妃，绝不会再受桎梏于他，那时候的就是他拿捏整个穆家了。太子短命又怎么了？她嫁过去就是皇家的人，婆婆是皇后，谁敢苛待？要知道，寡妇也分3、6、9等的。而且周瑾的身体都这样了，哪里会有精力去那小妾膈应人？
穆子涵是穆家人，儿女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没出这件事，焉知穆正以后会给他安排什么货色？穆如晴的庶姐穆如莲也是孙姨娘所生，府里的几个姐妹唯穆如月最大，然后是穆子涵，再是穆如莲。可那人却在年前被穆正做主，给50多岁的大人做记事，那大人的儿子年纪都比穆如莲大了。这么一想，周瑾倒是良配，总归再差，情况也不会比现在还差了。你也不用担心嫁去东宫，你哥哥没人照顾，别说换院子，他要什么，爹会不给？你得知道，家里好了，你哥哥才会好。穆正还要说什么，就见穆子涵静静地看过来，他眼睛很干净，让他的算计哽在喉咙。我说的，你好生思量，反正这花轿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他很有气势地放下话。好，他的声音轻若银蚊。见他说的干脆利落，穆正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穆子涵缓缓抬头，对上穆正的眼睛，他说得很慢，唇色有些白。我说好。穆正大喜，这才像话，我是你爹，还能害你？第8章，不争气的东西，饿死了算了。他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很多，无非都是维系父女关系的。见穆子涵心不在焉，也就止了嘴，反正目的也已经达到。他哪里还记得不久前说的给穆衍庆生？穆正喜笑颜开，前脚刚走，后脚卢燕嘴角也有了真情实意的笑。他高贵的出声，顺着老爷的意，你们兄妹才有安生日子。你呀，前面非要闹一闹，这是何必呢？穆子涵顾及穆正，但不会给卢燕好脸色。他转身拿了角落的扫把，就朝卢燕身上打去。你是个什么东西？滚！卢燕没想他会发疯。你这是大不敬。没错，你大可去找爹哭诉，看他会不会给你做主。眼瞅着扫把要落在身上，卢燕只好一退再退。等退出大院后，穆子涵就重重地关门上了锁。砰！他冷声道：季夫人，我处境再狼狈，可别忘了，这件事也是你有求于我，哪里轮得上卢燕来奚落？阿吴是这时候来的，他见大门紧锁，焦急不已，只能劝少爷说他会想办法，您莫动肝火。穆子涵手里的扫帚被阿吴接过去，他失魂落魄地低头去看足尖，最后低低道：可我不愿阿兄弯下腰去求人。吃了闭门羹，卢燕差点又被门撞了鼻子。他沉着脸。这时穆正还没走远，听见动静又走了回来，还莫等卢燕委屈抱怨，就得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他好不容易点了头，这就行了，你还上赶着找晦气，活该被赶。卢燕是真委屈了，偏偏穆正副手，你身为主母，对这门婚事多多上心。他去了东宫，一切都要打点，少不了花钱，嫁妆必不能少，免得让外人见了以为我们是在卖女儿。穆正说着，不由开始埋怨卢燕，后宅的事都是妇人料理，家里却还要让她插手。这么一埋怨，又想起先夫人柳氏的好，那位贤惠端庄，日子苦的时候从没嫌弃她半分，日日鼓励她，家里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可从没让她操过心。既然不得她待见，往后需要出面找她的事，让孙姨娘来，别再闹出笑话，让府上的下人静着那边，不然婚事出了异变，我要你好看。吕燕养尊处优，被穆正疼爱多年，现在被这样对待，就和吞下一只苍蝇那样恶心，她也足够丢脸。讪讪告别了穆正，卢燕边走边骂，她自然不敢骂穆正的，也就逮着穆子涵，一个早就死了亲娘，哥哥又随时能死的人，他穆子涵有什么可傲的？也不想想他如今的处境，在娘家有个短命的哥哥，嫁了人又摊上的短命丈夫，以后有他好看的。就在这时，有丫鬟跑过来，穿着厚实的棉裙，头上别着一根金簪，是一等大丫鬟的打扮，是卢燕从自己手底下刚拨过去照顾穆如月的。毕竟穆正将穆如月的阿扎氏藏得很好，至今没透露半点声，可却在一夜之间，他屋里伺候的中仆是被抬着去乱葬岗的，其余院里的奴才全给发卖了。丫鬟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夫人，求你去看看小姐。卢燕心烦达到了巅峰，他又整什么幺蛾子？不省心东西，嘴里这么说，可到底挂念女儿。毕竟他这么多年肚子不争气，就生了一儿一女，一个是穆如月，一个是3岁就夭折的儿子。反倒是那孙姨娘，生了2个庶女，2个庶子，一个庶女已经出嫁，剩下的另一个庶女就是穆如晴。那2个庶子年纪稍微小些，都还没成家。虽说是庶子，可却是老爷的心尖尖。不过在卢燕看来，一个赛一个的没出息。孙姨娘真是猪一样会生，让她实在嫉妒得很。走进穆如月的屋子，就听里头不依不饶的哭闹声，还有瓷器被砸碎的声音。爹爹不是说最疼我吗？他凭什么把我锁在屋里？表哥待我是真心的，比那病重太子可好了1000倍万倍。
我只嫁表哥。我听说宫里下了圣旨，皇上身为天子，还能强迫我嫁不成？让穆子涵去，他没什么见识，没准还得对我感恩戴德。慕如月正闹着，饭也不吃，谁也不喝，绝食2日了，下巴也瘦得尖尖的。他生得像芦燕，弱柳扶风，最容易让人激发保护欲。他没有丁点心虚和后悔。可卢燕听得气急败坏，这次一点也不心疼。他闯进去，在慕如月愣神的片刻，扬起手朝着那漂亮脸蛋狠狠打过去。你当太子是什么？想要就要，不想要就扔。啪！一声脆响，慕如月右脸很快肿起。不争气的东西，饿死了算了。卢燕气得胸脯起伏。他卢慎给你吃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连礼义廉耻都丢了？卢燕很失望，他对这个女儿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就算没有太子，他也盼着慕如月嫁给位高权重的男人。可慕如月挑了挑去，挑了卢慎那个玩意，还闹出丑事。他还要再打，手扬在空中，被身后的婆子急急劝下：夫人，你可别动怒，咱们小姐耳根子软，只怕是受了表少爷的蛊惑。说着，婆子忧心忡忡，老奴打心里不安心。大小姐那边松了口，可就怕太子哪一日痊愈，她得是会报复。报复？卢燕对婆子说的丝毫不在意。他哥哥这条命还在老爷手上拿捏，他敢吗？还太子痊愈？穆子涵有这个命吗？他专门打听过了，太子醒过一次又晕了，只怕撑不过半年。卢燕是认定了穆子涵会当寡妇，不然他更得气死。慕如月疼得眼冒金光，这么多年卢燕宠他，别说是打了，就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别说卢燕了，就连穆正也对他格外疼惜。毕竟穆正常言，倒是说他是有福气的人。当初卢燕带他入穆家后，穆正就连连高升，以至于他要风的风，要雨得雨。见他还不知悔改，卢燕气得大声道：卢家这几年日子好了，是住上了好房子，又买了丫鬟伺候，你当那是卢家子似有出息？错了，一个个都是吸我的血。他们的房契铺子全是我私下补贴的，没有他，卢家还得穷得响叮当。第9章爱路。你这个表哥没有少爷命，却有少爷病，就想着钱从天上最好能掉落到他脚下。他游手好闲，就是个废物。我本想把如晴那个庶女嫁给他，也算打发了娘家人。你倒好，没长眼了。你看上他？没发生这件事，外甥在他眼里千好万好，可出了这事，卢燕哪里还会满意？他还想再打，慕如月却捂着脸往后退。那些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在他眼里，卢燕就是狠心要拆散他和表哥。表哥的确有不足，可在他最无助时，是他陪伴照顾他的情绪，眼里心里只有他。上回欢爱时就允诺会考取功名，让他过好日子。慕如月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我已经是表哥的人了，没准肚子里还怀了他的骨肉。女儿豁出去了，娘亲和爹爹只能同意我和他的事，除了表哥，我谁都不要。听听，这是一个小姐能说的话吗？卢燕的脸黑了下来。她当初勾当穆正时，都知道见不得光，得遮遮掩掩，直到入了穆家家谱后，这才扬眉吐气。慕如月倒好，恨不得人尽皆知。这些年真是白叫了。现在因为一道圣旨，全家都紧张了起来。穆正急的嘴角磨出了泡，哪还有心力来先料理慕如月？只把他关了，又让人把卢慎捆了，扔在柴房，等穆子涵出嫁后再等候发落。卢燕都不敢插手。你不说我倒差点气忘了，确保万无一失。王婆子，你去找药给他喂下，切记掩人耳目，别让人生疑。未婚有子，说出去那还得了？娘，我绝不会喝的。你别说话。卢燕在屋里来来回回的走，神色狰狞。你若再闹出是非来，我也保不了你。可慕如月为表决心，抵死不喝药，趁着几个下人不防，将王婆子手里好不容易取来的药碗扔了出去窗户。另一边，在穆正的示意下，穆家门槛险些被登门给穆眼看病的大夫踩踏。紧接着，数不清的补品、胭脂、首饰朝偏僻的小院送去。第2日清晨，天刚泛起鱼肚白，街道静谧，不见半个人影。穆子涵就早起了。自他记事起，就记得哥哥生辰这日是要吃面的。阿吴说过，先夫人在时会亲自下厨。如今夫人不在了，生辰总要有个生辰的样子。再后来都是他亲自下厨。天冷，又下了一夜的雪，他刚出门就打了个寒战，将手送至唇角处，哈了口气。小姐。阿吴听到动静跑过来，哥哥昨夜咳得厉害吗？还是老样子。阿吴说，雪天路滑，小的送您过去，你留在这里照顾哥哥，我才放心。穆子涵拢了拢披风，迎着凛冽的寒风走着，一脚踩上去，只听咯吱咯吱的轻响，就像踩到了铁板上。阿吴这才不说什么，
不过到底打算送穆子涵出院子。他一边走一边抱怨，这几年小姐去借用厨房，那里面的奴才哪回不说风凉话，哪里还记得我们少爷胜券正浓时，他们嘴脸多谄媚，一个个都见风使舵。穆子涵嘴角一弯，没有面对嫌恶之人的不快，他的声线温温柔柔的，平心静气下来，整个人温柔可人。今日不会。阿吴一愣，穆子涵，这穆家的天已经变了。阿吴刚开院门，就见外头站了不少人。孙姨娘带头，笑得有些不自然。大小姐醒了。她一开头，身后的人都齐齐行礼。孙姨娘脉好，怕惊动你和少爷好眠，我等特地在外面等着。乔大小姐的气色可比昨儿好了不少。这天寒地冻的，我想着雪下了厚厚一层，就特地一早让奴才拆出一条路来，免得湿了鞋袜。厨房那边也准备好了各种食材，就等您过去。伸手不打笑脸人。穆子涵笑了笑，姨娘有心了。一听这话，孙姨娘提着的心总算落地。她试探地问：大小姐准备何时搬回去？眼见穆子涵皱眉，她忙说：以前的院子随时能腾出来，如果小姐你想换别处，都好说。不换。那院子穆如月住过，她还嫌隔硬呢。这院子3年住下来，麻雀虽小，可五脏六腑俱全，都是她精心打扫整理的。孙姨娘是个聪明人，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这里离厨房有些距离，冬日送饭若不走快些，只怕到了饭菜都会冷。我就想着隔壁的院子也空着，不如将墙给推了，2间院子打通，再批出1间小厨房，安排厨子，每日也让人送新鲜的菜过来。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夜里饿了还能煮些宵夜，给少爷煎药也方便。孙姨娘其实恨不得离这些事飞远一点，偏偏穆正下了令，让他哄着穆子涵这边。别出意外，如燕那个蠢货不是很有本事吗？怎么这种事要让一个妾来出面？哄，把柄被抓着，他敢不哄吗？他提出这个意见，一来是让穆子涵舒心，二来院子宽敞了不少，趁着机会将2处重新修葺，再添置各种珍贵物件，穆子涵从这里出嫁，才不会让宾客见了看笑话。他在穆正那里也有了交代，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穆子涵从来不推辞，他只是做迟疑状。哥哥绝钱。孙姨娘果然上当，她忙体贴周到地说：懂得懂得，这闹出的动静可不小，我们等大少爷醒了再忙活。说着，她对着身后的奴才警告：都听见了吗？吵着少爷撕了你们的皮。该说不说，得了特权，能命令全府奴才行事，孙姨娘是爽的。如果一直都这样就好了，最好她办事得当，被穆正看中，将钟馗交到他手上。心里美滋滋地想着，就见要去厨房的穆子涵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孙姨娘嘴角的笑意开始僵硬，她突然有些慌。怎么了？遗憾而已。穆子涵，姨娘你这种面面俱到的人物，不当正是可惜了。孙姨娘眉心一跳，她想，这话没错，要是没有继母，爹大抵是扶姨娘当夫人的。这么看来，继母真是爱了你的路。第10章，他若欺负你，你就老实受着。可不是吗？他还为老爷生了2个儿子。姨娘如果是夫人，想必如莲能嫁给好人家，至少年纪相当，如情也不用矮别人一头。孙姨娘越听心跳越快，对如燕恨意增添。谁说不是呢？她是府里的老人，当初先夫人的后事也是她一手操办的，偏偏冒出个如燕。她胆战心惊地想，如果如燕死了……穆子涵仿佛这才看到孙姨娘身后脸色铁青的人，这不是继母身边的周婆子吗？你怎么也来了？沾沾自喜的头都要抬到天上去的孙姨娘登时慌了神。周婆子朝孙姨娘冷冷哼一声，这才冲穆子涵憋出一个笑来。夫人怕孙姨娘不知轻重，特地让小的过来帮忙，免得她冲撞了您。穆子涵没再说什么，朝厨房走去。他不喜欢如燕没错，可同样不喜欢仗着有几分小聪明，为达某种目的算计他的孙姨娘。面做好后，天也彻底亮了。厨房婆子帮忙提的。回去时，那些奴才已忙开，穆衍坐在屋前的椅子上，神色难辨。孙姨娘有意攀谈，她只有冷眼，直到瞧见穆子涵，穆衍的眉眼这才柔和起来，缓缓起身。穆子涵小跑上前，挽着她的胳膊，将人往里带。阿吴接过婆子手里的食盒，跟着进屋，直接锁了门。面还温热着，穆衍其实没什么胃口，可见妹妹的手冷得跟冰块似的，他低着头全吃了，和阿娘的手艺一样好。穆子涵眉眼弯弯，他没见过柳氏，可也喜欢听自己和那个女子很像。刚准备去煎药，被穆衍叫住：你可知皇宫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知道。穆衍叹了口气：我思来想去，还是找人速送你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才好。哥哥，你分明比谁都清楚，皇家要的是我，天涯海角，他又能逃到哪里？
哥哥若真挂念我安危，不如多费心思再活几载。穆衍久久不言，他的背脊却彻底弯了下去。光线洒在他身上，却像极了日薄西山，察觉不出半点暖意。哥哥，他又喊了一句：“等你身子好些，我们替阿娘去见见外祖父外祖母吧。”其实很早之前，穆衍就照着柳氏留下来的地址找过人，可当时闹了饥荒，那带的百姓全往东边迁。他过去时扑了个空，后来总算有消息后，他又中了毒。穆衍总不能给年迈的二老添麻烦，也就一直没去认亲。他的唇动了又动，最后闭眼说：“好。”穆子涵鼻尖酸涩，可却比任何时候还雀跃。穆衍摸了摸他的头，我琢磨着，穆如月的事不简单。他原先想着穆如月和卢慎私下看对了眼，又不愿嫁去东宫受蹉跎，就让阿吴私下去打听，才知道这件事另有隐情。哥哥何意？穆衍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府上知情的那些人嘴一个比一个严，可却在一夜之间，他屋里伺候的不少中仆被抬着去乱葬岗，其余院里的奴才全给发卖了。昨儿卢燕去他那边又起了争执，具体缘由不知。王婆子又鬼鬼祟祟去门房那边走了一趟。门房？穆子涵知道这门房是卢燕的亲信，早些年是卖草药的。阿吴在穆如月的窗户底下采集了点药汁，拿出去找大夫问了问。什么药？堕胎药。穆子涵倏然起身，难怪卢家的人，我记得个个难缠。穆衍知道他要做什么。爹总说我是哥哥，底下的妹妹不能厚此薄彼，不能总把你事事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能？他为什么放着亲妹妹不去疼，去疼别的女人生的？这一次总要帮穆如月一把，让她如愿。这件事穆家想兜着，可凭什么？总要闹得人尽皆知才好，将穆正最看重的脸面彻底踩在脚下。他眼里闪着细碎的光，很温柔，我来安排。后面的几日没再发生别的事。院子收拾妥善后，各地焕然一新。厨子是外面刚买的，卖身契由穆子涵手里攥着，自己的人用着才安心。也在这一日，穆正下了早朝回来，官服都没脱，匆匆赶过来。人还没进，声音却先传了过来：“快给小姐梳妆打扮。”穆子涵听到他又激动又是紧张地说：“皇后娘娘点名要见你。”穆子涵被按到梳妆台前。在穆正看来，穆子涵没有规矩，也没有嬷嬷教导过，去了皇宫肯定要出错。然后他发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穆子涵竟然没有几身得体的衣裳。我不是早早吩咐了，让你出门多挑几件衣裙，往贵了挑，这银子家里出。毕竟穆子涵那一身实在寒酸，这丢的是他的脸。没功夫。穆正他看穆子涵分明显得很，他却不好同他争辩。没功夫你也该和孙姨娘说一声，他们会去办。穆子涵竟还有看戏的清闲，不急不缓的说了：“怎么能看你这急得要跳脚的德行？我往后气人的事只多不少，爹总要习惯。爹的年纪也不小了，倒不如我哥哥沉稳。穆正能如何？就怕这祖宗甩脸不认人了。”他只好供着他，一句重话也不敢说，让下人跑着去铺子买衣服。然后又和穆子涵说：“进宫后你必须规矩行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你应该清楚。皇后娘娘就是见你一见，见了也就把你打发回来了。她雍容华贵，你若不出错，娘娘也不会特地来找茬。”穆子涵听得不算认真，但还是紧张的。上回去皇宫，身边有穆衍，他偷偷瞅过高位上的皇后娘娘，不敢多看，只觉得很高贵威严。至于太子周景，那次他并不在，穆子涵对他没有印象。太子只一个嫡亲姐姐，是少阳公主，她的脾气不好，至今没出嫁，却格外受宠。去年和丞相千金犯了口舌，不过数日，那丞相千金就摔断了一条腿，都说和他脱不了干系。京城的小姐都躲着，你最好也避着些。可又能怎么避？娘娘让穆子涵进宫，公主也会在，只怕会为难穆子涵。毕竟这个女儿她都瞧不上，更何况公主。他想了想，很没担当地叮嘱穆子涵：她若欺负你，你就老实受着；若我有理呢？女子嫁进婆家，哪个不受委屈？更何况你是高嫁，更要学会看他们脸色。第11章，年纪大了会疼人。去皇宫的路上，穆正还在叮嘱为父说的话也许不中听，可之前如莲嫁人，我也是这般教他的。你大可去打听，他现在日子过得可不差。卖女求荣的玩意，说起这事还挺得意。穆子涵听得心烦，爹你也好意提如莲，她那丈夫都快60了，你懂什么？年纪大了会疼人。这样啊。穆子涵很少辞言厉色，他说话大多都是轻声轻气的，也不知如莲该喊他爷爷还是喊他丈夫。穆正觉得
这话没法讲下去了。眼前的人注定不是老实的穆如莲，这次进宫不会捧着贵人的脚舔。轿子在宫门前停下，早有宫人等候。穆小姐，娘娘早已等候多时，您随奴婢来。穆子涵谢过，劳烦嬷嬷。嬷嬷点了点头，对穆正道：大人止步。前不久嘴巴就没停过的穆正只能摆出一个大大的笑，点头哈腰是，然后抓心挠肝的目送穆子涵进去。他还想和穆子涵使眼色，让他注意着点，后者却都没看他一眼。嬷嬷是皇后身边伺候的人，一路上很严肃，没再说一个字，可心思都在留意身后的人，暗暗打量穆子涵到底年轻，没见过大场面。他低垂着眼，捏着帕子的手微微收紧，没有四处张望。走了很长一段路，这才到了交房殿。嬷嬷先入殿通传，得了准许后，这才让他进去。不过进去前，他轻声说了一句：宫里的几位娘娘得知你过来，就不请自来凑了热闹。一句不请自来，透露的信息可太多了。比如殿内的人不是娘娘请来的，娘娘也不喜得很。毕竟端墨皇后要看未来儿媳，他们这些妃嫔上赶着来凑什么热闹？无非是来看东宫的笑话。能做出这种事和一国之母叫嚣的后宫嫔妃，带头的也只有熹贵妃了。这是在告诉穆子涵，皇后只是见他，没有借着别人的手来刁难他。穆子涵冲嬷嬷感激一笑，见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嬷嬷不由多看他一眼。穆子涵一走进去，就对上4、5双不怀好意的眼，他脚步微微一顿，压下不安，很快上前请安。还没等高位的端墨皇后发话，就有人出声：你是穆家大小姐？有人娇笑，看来3年前我是留意错了人。自然有人追问怎么了，那人也就又说，就那次宫宴，穆家女眷一并入宫，若没记错，那是位粉妆姑娘跟在穆将军身旁，添茶又倒水的。不少名门闺秀同她打招呼，喊她穆大姑娘。该来的终究会来的，这不就是穆正卢燕的生死局吗？穆子涵身为穆家女，倒不好直接在外人面前说3道4，她为难的抿抿唇，像是有苦难言，最后红着脸支支吾吾的小声道：娘娘说的那应当是家中姐妹，本来只是随便问问，这些娘娘也没真放在心上。可穆子涵的反应很不对劲。这不对啊，你是长女，哪家当妹妹的会顶着家里老大的名头在外招摇逛市？穆大人怎么不管管？真是乱了辈分。穆子涵眼神闪烁，却什么也不说了。越这样心里越有鬼。妃嫔们对视一眼，他们在宫里无聊得很，恨不得立马去打听，碍于皇后到底没有追根究底，于是打起了哈哈。嫔妾记得皇上曾说过，穆将军是个俊俏的少年郎，原先是不信的，毕竟行军打仗的都是粗人，这见了穆小姐，一语未完就被人冷冷打断：如贵人不会说话，不如把本宫赐杯毒酒，把你毒哑了。正红色宫装的女子从外面走进来，气势逼人。粗人？她走过去，居高临下的质问：没有这些人，哪有你的安生日子？眼比天高的东西，仗着几分恩宠，真把自己当人物了。你是说保家卫国、护我疆土的将士粗鄙，还是说本宫的皇帝带兵打仗粗鄙？不如去父皇那里说上一说。如贵人吓得额间冒汗，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嫔妾却无此意。哼，别以为本宫不知道，如今皇帝重伤在身，你们一个个存的什么心思？懂事的今日绝不会来此，我母后仁慈，不愿同你们计较，你们就蹬鼻子上脸了不成？这么一弄，所有人都看向了如贵人。有帮忙求情的，公主莫恼，如贵人一向嘴笨；有看笑话不嫌事大的，嘴笨，我看他是没脑子。他父亲是文官，这文官一向看不起武将。如贵人吓得抽泣，他看向熹贵妃，想让她出面，可熹贵妃只低着头玩刚涂上的指甲，丝毫不被外界影响。你哭什么？听着晦气。少阳怒，行了，吵得无头疼。终于皇后发话了：如贵人起来吧，瞧着眼泪流的，不知情的还以为交房殿把你怎么了。少阳你也是脾气说来就来。他轻拿轻放，显然不把刚才的发生的当回事。穆子涵规规矩矩地站在一处，低头去看脚下的绣花鞋，耳朵却竖起来听。子涵，上前来。就听皇后叫他。穆子涵迟疑上前，被皇后拉到身旁坐下，紧接着一枚碧绿通透的手镯戴到他腕上，这是吾和皇上成亲时太后所赠，如今吾再把它送给你，见面礼很贵重。皇后的态度摆在这里，这是她给穆子涵做脸面，在场的人看穆子涵的眼神都变了。很快，一片红色的衣角闯入他的视线，是少阳公主。他盯着穆子涵看了很久，然后翻了个白眼：你倒是小家子气，把头抬起来。这交房殿是母后的宫殿，外人来了都恨不得当自个儿家了，揽着不走。你倒好，拘谨什么？这是在骂那些不速之客呢。妃嫔们可不敢和少阳对上，
熹贵妃也总算有了动静。她嗤笑一声，架子十足，凉凉出声：“公主这是在点本宫呢？”硝烟弥漫，少阳公主丝毫不惧，不敢。贵妃是父皇最看重的妃子，御书房去得，养心殿去得，区交房殿又算什么？第12章狐媚手段。殿内气氛冷凝，所有人都放轻了呼吸。一个是公主，一个是宠妃，他们哪个都不敢得罪。他们又不免想起一桩笑谈：熹家大公子对少阳倾慕许久，多次进宫求姑姑熹贵妃牵姻缘，一颗真心只有被少阳践踏的份。熹贵妃和皇后娘娘不和，毕竟她也有儿子，虽然不及周瑾，但谁不想当太子？她很疼这个侄子，一直都有求必应。被磨得没办法了，只好向端墨皇吹起了枕边风，亲上加亲。这件事传到了少阳耳里，气得指着熹大公子的脸，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时闹得可不好看。这会儿别说吵起来，少阳朝熹贵妃动手都有可能。公主，你对本宫若有意见，大可直说。儿女亲家做不成，可低头不见还抬头见呢。本宫的侄子刚中解元，以后前途似锦不可限量。本宫不同你争执，你若拿着这件事不放，我本宫也是有理的，皇上也会为本宫做主。别拿父皇压我，整日就知道耍些狐媚手段，我可不吃你这套。这是穆子涵能听的吗？他的心跟着提起来。熹贵妃哪里受得了这个气？之前少阳就对他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自从有了侄子的事后，少阳愈发胆大包天了。偏偏太子每次出面当和事佬，皇上虽疼他，可最在意的却是太子。哼，周瑾死了后，看谁还能护着他。他恼怒地站起身子：娘娘，别怪臣妾不提醒您，和公主同龄的姑娘都当娘了，她这个年纪还没出嫁，性子若不改，日后议亲都难。皇后娘娘好像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即便有人气的窝火，可她还是云淡风轻的模样。公主被吴疼坏了，还望贵妃看在她尚且年幼的份上，别计较。没嫁人就年幼是吧？不过贵妃到底多虑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只有她不想嫁，没有她嫁不了一说。比如你侄子，整日厚着脸皮献殷勤，少阳都看不上。眼看着剑拔弩张，穆子涵都下意识坐直了身体。果然当正宫皇后的都不简单，这就是大老婆和小老婆的区别。熹贵妃冷冷一笑，在她看来，端墨皇后也嚣张不了多久。周瑾一死，就是她的皇儿出头之日。至于这赐婚的穆子涵，不过是个五品官员之后，胆小得很，进殿一直弱小存在感，瞧着也不机灵，可见构成不了威胁。哼，真是好得很。他气得胸脯上下浮动，一甩衣袖，大步朝外去。熹贵妃一走，那些被他强迫一同过来的娘娘哪里敢多留，连忙站起身，讪讪行礼告辞。等人都走光了，皇后这才嗔了少阳一眼：你呀。少阳不吭声了，坐下，精致的妆容格外绮丽。宫女重新上茶点。皇后不经意间转头说：你哥哥如今可好？穆子涵眉心一动，正整理措辞，就听一声沈笑。他朝声源处看过去，少阳态度恶劣：看什么看？穆子涵抿唇：劳娘娘挂念，哥哥一切都好，今早还同我约定，等他身子骨再好些，就去外祖家磕头。这个脸儿，他整日窝在家里，就是没病也得熬出病来。你哥哥多出去走走是好的。穆子涵轻浅一笑：今日入宫，哥哥还让我向娘娘问好。少阳重重搁下手里的茶盏，刻意的闹出动静，无非是他不满意这个弟媳。他阴阳怪气，中毒这么多年，你哥哥倒是命大活到了现在，就是不知能撑多久。穆子涵做足了准备，少阳也许会下绊子，也许会辱骂他不配嫁给周瑾，他都会面不改色。可偏偏少阳触及了他的逆鳞，穆子涵嘴角的笑淡去。宫女送上的茶盏，他一时没接稳，滚烫茶水全倒在裙上。奴婢该死！宫女吓得跪到地上。穆子涵被烫得站起身子：不怪你，是我手抖。娘娘，容我殿前失仪，可否寻一处换身干净的衣裳？女儿家出门都有准备另一套衣裳放在马车内，以便不时之需。皇后也不至于去为难她，允了。她一走，皇后警告地瞪了少阳一眼：提起木眼，你就犯脾气。当初公主里头，唯你到了适婚年纪，她婉拒赐婚，是对你好。少阳别过脸去：谁要她好？母后提这个作甚？她嘴硬，父皇这几年迟迟不定皇帝的婚事，我还想着他另有打算。皇帝为储君，日后是要当皇帝的，他的妻子不能拆。可左等右等，却还是穆子涵。如果穆也没出事，我绝无二话。可如今穆家已落魄，皇帝又这样，朝中大臣心思一个比一个活络。不说别的，二皇子的未婚妻熹贵妃在相看，三皇子的婚事，其母德妃相中的人家也不差。孩儿如何能甘心？要不是清楚端墨皇对周瑾的疼爱远胜别的皇子，
他都要以为父皇对皇帝不满了。二皇子就是熹贵妃的儿子，这对母子这会儿别提多得意了，没准等着皇帝早些闭眼，他好继承储君之位。端墨皇后沉默。少阳，你应当知道子涵是妙隐大师钦定的人选。大师，妙隐如今都圆寂了，何况母后，你又不信佛，那无能如何？小景的伤，太医束手难策，他只能寄希望于此。万一呢？冲喜有用呢？死马当做活马医，只要对周景吼，他都愿意去信。少阳，你好好反省刚才什么态度，有什么脾气你找木眼去发，朝他妹妹犯什么浑？木子涵罗裙换得很快，等他再回去。皇后又开始问他，平时爱吃什么，都读过什么书？木子涵都一一答了，不挑食，不爱看书，这是实话。皇后身上上位者的气息过于浓烈，木子涵实在不敢对他扯谎，毕竟他的事只要一查就能清楚。会写字就好。子涵啊，实不相瞒，吾召你入宫，一是见你，二是国师既然说木子涵是良配，那定有他的道理。他笑，若让你为太子抄写佛经，你可愿否？木子涵不愿意，他讨厌写字，可又不敢拒绝。毕竟周景死了后，他一个死了男人的太子妃，若想要有好日子，得和皇后打好交道，婆媳关系，他可以。第13章，他是有多不正经，吾就知道你是好孩子。未婚夫妻要顾及的规矩很多，不能入男方的寝殿。你们情况不一样，你过去是去探病的。小景还至今未醒，无人敢多说什么。皇后又说了些提己话，见木子涵颇有些坐立难安，只当他心系周景，恨不得现在就过去相见。他满意，大手一挥，让少阳带他去东宫。木子涵路上，少阳依旧不冷不热的，可到底没有黑脸。皇帝平易近人，最是良善。去年街上捡到一条瘸了腿的犬，见他可怜，都抱回东宫亲自养着。他意有所指，京城的公子哥贪恋美色的不在少数，皇帝却洁身自好，光有美貌是入不了他的眼的。光有美貌的木子涵，他深吸一口气，人畜无害，谢公主夸赞。少阳一梗，没夸你，是让你认清现实，认清皇帝就算娶了你，也不会看上你。丞相女儿的事，你应当听过。刚从穆正嘴里知道。少阳抬着下巴，也是他不知所谓，借着胆子勾引我皇帝，还丞相之女，光会耍些见不得人的伎俩。木子涵没有和他说话的欲望，皇帝正人君子，不愿让他失了名声，我可忍不了。于是他就断了一条腿，如今走路一瘸一拐的，也就不再出门丢人现眼了。其实是他吓唬几声，丞相之女吓得瑟瑟发抖，一个没站稳，从高楼摔了下来。少阳斜睨木子涵，冷冷道：所以你别仗着和皇帝有婚约在身，趁着写经文接近他，试图做不轨的事。本公主一旦知晓，也绝对不会饶过你。木子涵服了。公主，太子重伤在身，他是有多不正经，连快死的人都不放过。少阳，现在的女子在皇帝面前忍住矜持的有几个？他皇帝魅力很大的。少阳，本宫为此十分困扰。你是魔鬼吧？也许这条还没走到东宫，帝控少阳又开始情不自禁夸起周景。本宫的皇帝尊师重道，是个君子。太医蒙时听到动静出来迎接，就听到这么一句，他嘴角一抽，君子，这是什么可怕言辞？皇帝品性高洁，德性兼备，是出了名的。蒙时是吧？蒙时面不改色，是。木子涵以为少阳会带他去厢房抄书，却不想去的是周景的寝殿。笔墨纸砚早就备好，适合姑娘家的案桌挨着窗户，应该是临时搬过来的。案桌的对面就是床榻，隔着长而拖地的幔帐，依稀能见里面躺了个人，隐隐约约看不真切。殿内是熟悉的药香味，浓而烈。这还是除了木眼外，木子头一回进男子的住所，他有点不自在。少阳一进来就关心周景，皇帝今日如何？蒙时不动声色地打量木子涵，容貌严厉，可比那断了腿的丞相之女貌美多了，就是不知道她的腿骨头容不容易断。丞相之女遇到公主责罚，太子没有出手，是她幸运。可木子涵就不好说了，毕竟他们太子并非怜香惜玉的主。蒙时开始胡说八道，昨儿夜里吐了回泻，少阳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怎么没收到消息？太子上回醒时还迷糊着，却心心念念就叮嘱周景的贤明也有蒙时的一份力。太子说了，他的身体也就这样了，为人子为人弟，却回回兴师动众，让公主娘娘担忧，实在不孝。少阳又难过又感动，木子涵被触动，她这短命丈夫的确是君子。少阳是带着伤心离开的，他一走，
穆子涵觉得周围空气都清新了不少。他翻开经文，毛笔沾了墨汁，准备静心抄写。就听蒙石说：“穆家妹妹，你可能不认得我，我和你哥哥算是旧相识。”认得。穆子涵心说：“我哥哥都想把我嫁给你。”蒙石是知道穆子涵的，往前他和穆言往来时，他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妹妹。可惜了，一枝鲜花插在了周瑾这个牛粪上。就穆子涵这个长相，嫁去别人家里，丈夫只怕疼爱的很。可周瑾，算了，不提也罢。穆子涵很娇小，静静坐在那里，有着江南水乡的端庄，眼眸流转间还有她不自知的属于少女的幼态妩媚。她坐在那里，指尖蜷起，身体却绷得笔直，很僵硬，眉眼闪过疲惫。她再厉害，也只是个姑娘，在这个陌生的皇宫也会无措，会害怕。之前在交房殿，她将情绪隐藏得很好，如今在东宫，太子昏迷，蒙石和哥哥相识，穆子涵也能稍稍喘口气。在蒙石眼里，她就像一只绵羊来到了虎穴。蒙石没忍住，安慰他：“太子瞧着严重，可没准阎王爷都不敢收他，哪日就能活蹦乱跳了。毕竟是装的。周瑾如果能活，穆子涵又怎么会判他死？”在蒙石的注视下，穆子涵勉强地扯了个笑：“多谢蒙大人宽慰。”蒙石也不好再同他说什么。周瑾没醒，他作为外男可不能留在这里和穆子涵共处一室。很快，他退到殿外，屋内就剩下穆子涵和周瑾。穆子涵心无杂念，低头抄经文，等手写酸了，又忍不住地朝对面的床发了会儿呆。那里躺着的人是太子，也是他日后的枕边人。穆子涵见四下无人，也不会有人进来，他突然很想看看这个君子到底有多俊美。有的念头一旦升起来，就没法熄灭。就看一眼，他就看一眼。他蹑手蹑脚地靠近，踌躇片刻，伸手拉开幔帐。砰的一声，房门被外面的人推开。少阳的声音传了过来：“本宫实在信不过那穆家小姐，所以他打算监督，死死盯着她，不让她有逾矩的行为。”穆子涵心下一慌，下意识要回去坐好，慌乱间踩到了裙摆，人不受控制的朝一处摔去。那个方向是床，准确来说是床上的周瑾。被砸中的男人被砸得伤口裂开，嘴里真的吐出一口血来。嗑药的周瑾被疼醒了。第14章，你个疯批懂什么？穆子涵颤颤巍巍，他想周瑾即便没死，也被他砸死了。他脑中一片凌乱，紧张的爬起来去看床上的人。周瑾脸色惨白如雪，虚弱让他愈发的惊心动魄，青丝如墨，姿色绝艳。穆子涵的心凉了，尤其见他嘴角的血浓稠泛黑。还不等他惊慌去寻蒙时，就听少阳刻薄暴怒的声音：“你在做什么？”他一进门就见穆子涵往周瑾怀里扑，要是晚来一步，穆子涵是不是得爬皇帝的床啊？他快步上前，一把攥住穆子涵的手：“饿狼扑食吗？毫无半点分寸！皇帝若被你压得3长2短，你穆家都得陪葬！”他正要慈颜厉色的骂，却见穆子涵傻愣愣地看着一处，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他孱弱的皇帝醒了。少阳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上穆子涵？他在榻前坐下，欣喜若狂：“太医，快叫太医！”蒙石从外头跑进来，和周瑾对视一眼，傻眼：“您怎么醒了？”整个太医院早就搬进了东宫，得了信儿全都蜂拥而至，里3圈外3圈的把人包围住，轮番把脉。70高龄的张太医向匆匆赶来的端木皇禀报：“太子脉象依旧乱，可瞧着有好转的趋势。”少阳焦急，可他吐血了，血的颜色像是中毒，可太子并无中毒征兆。如今人清醒着，老臣看来这血吐的反倒好。至于是什么原因，他们还得继续检查。很快，太子醒的消息传开，穆子涵心有余悸的被挤到了角落。领他进宫的嬷嬷这时走了过来，严肃的脸色难得有了笑意：“穆小姐，今日辛苦你了，娘娘让老奴送您出宫。”穆子涵听到这句话是松了口气的，他跟在嬷嬷身后，离开时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边的周瑾正巧也抬眸看了过来，四目相对。他依旧沉默平淡，对这个突然冒出来陌生的人没有半点想要窥探的欲望，而他猝不及防的心跳慢了一拍。穆子涵局促的转过头，这个男人真是让人多看一眼都心痒痒，而且是他的。这种想法在脑中一闪而过，穆子涵走路都是飘的。在见周瑾前，他想过周瑾死后，他定恪守妇道，安守本分，再借着太子妃的身份让穆正好看。可见了周瑾后，他改了想法，长得这么勾人，死了就太可惜了。他恪守妇道的同时，还会追悼亡夫。而殿内，太医扎破周瑾指尖，取了血去研究。河宫的娘娘、皇子、公主、闻讯全都过来表示关切。
端木皇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顾忌：“小景，你可不能有事，朕的江山只有交到你手上才最安心。”边上的二皇子眸光一闪，是嫉妒。明明他没差周景多少，为什么父皇眼里只有他？他的母妃熹贵妃却是黑了脸。他甚至觉得这句话皇上是说给他们母子听的。周景不卑不亢的笑，十分谦谦君子。父皇，我的身体是变数，二弟、三弟同样才学兼并，尤其二弟上回雍州水患他处理得极好，儿子自愧不如。皇家人哪有什么兄友弟恭？熹贵妃心想，太子好是好，就是太蠢了。治理水患明明周景自己可以去，偏偏把机会让出来，给了他华儿出头的机会。三皇子周成是个闷葫芦，和德妃一个德性，低着头不说话。二皇子周玉忍着得意，连忙道：“皇兄抬举了。”他想，周景这种人聪明是聪明，可储君不能妇人之人，只有杀伐果断才能统治天下。周景明显得不配位，只有他。正想着，就见周景朝他浅笑。他刚要回个笑，他的确是抬举你。端木皇冷不丁道：“你有自知之明是好的。”目睹周玉瞬间僵硬不可置信的脸，周景眼里的笑意更明显了。可他得忍啊，有的人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不吃点教训怎么行？端木皇环视一周，相当不耐烦。小景要静养，你们都回去。真担心太子不如学着穆家小姐为太子抄写经文祈福，别在朕眼皮子底下正表现。他说的话很不客气，但谁敢说一句怨言？毕竟他是天子，就算砍了谁的脑袋，那人也得跪在他面前，高呼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天子一发话，所有人讪讪告辞。端木皇他们也没久留，很快屋内只留下周景和蒙石。男人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最后乐不可支的笑出声。他像是很痛快，可眼里的悲哀却越来越明显。重新被包扎好的伤口裂开了，也不能阻止他。蒙石见他笑得开怀，被感染的上前，正要附和扯出一个笑容，前一秒还在大笑的男人，笑声变得诡异幽怖，让人不寒而栗。孤睡了几日？蒙石面色一僵，7日，很好。他直勾勾地盯着蒙石，阴恻恻地问：“你解释解释，1月的药效，姑怎么7日就醒了？”蒙石知道才见鬼了，他磕磕绊绊：“殿下，您相信奇迹吗？尊都假都？姑不信，但姑信明年的今日是你的忌日，你信吗？”蒙石有点喘不过气来。殿下，他真的服了。我方才正在殿外，屋里就您和穆小姐，您可别难为我，里头发生了什么，我是真不知情。您不如去问问少阳公主，没准她清楚。周景微微拧眉，谁？他这么一问，蒙石压力更大了。穆小姐就是穆衍的妹妹。周景古怪地问：“方才角落站着的那个矮子，你高了不起？人家分明是娇小，你个疯批懂什么？”这些话他只敢在心里腹诽。蒙石的头越埋越低。妙影大师曾给殿下算过一卦，殿下忘了吗？周景眼眸漆黑如墨，他停顿片刻，语气像是讥讽，更像是空洞。那和尚死了都不忘算计姑。蒙石委婉：“亲事已定，恭喜殿下，贺喜殿下，咱们东宫也要有女主人了。”第15章，他的事还是少管。穆子涵一回府，宫里的赏赐就到了，是端木皇身边得脸的公公亲自送来的。名贵的首饰、珠宝、玉器，一件跟着一件。他亲手扶起跪在地上谢恩的穆子涵：“穆小姐，皇上的意思是，您这几日都入宫为太子抄写经文。太子早不醒晚不醒，穆子涵去了就醒了，多多少少是有点玄学在身上的，让人不信也得信。”如今周景身体依旧虚弱，太医院并未察觉出病因，到底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穆正忙道：“这是应该的，应该的。”公公看他的眼神不如看穆子涵的亲昵，少了点笑意，笑：“宫里会派人来接送。穆大人，你养了个好女儿。”宫里的皇上娘娘很满意。穆正笑的嘴都要裂开了。穆夫人卢燕见过不少宝贝，可到底只是个五品夫人，眼界有限，还是被这些赏赐迷了眼。本来这些都是女儿穆如月的，如今她只有眼馋的份。想到这里，她就心肝疼。什么冲喜有用？她反正觉得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毕竟穆子涵一生下来就克死了亲娘，她分明是灾星。她揪着帕子，恨不得将这些赏赐全搬到自己屋里。等公公一走，果然原形毕露。子涵啊，这么多赏赐，想必你也用不完。继母看上哪样了？眼看他这么好说话，卢燕当下一喜。可下一秒，穆子涵就变了脸色。想要那一样，我都不给。把这些都送我院子里，这些药材千金难买，我日日给哥哥炖着吃。继母要是想吃，大可去找你那姑爷。真是哪壶不提开哪壶。卢燕下意识去看穆正，
果然，他的脸黑了。你胡说什么？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家如月尚未婚配，哪来的姑爷？如慎和他之间可没什么，真是蠢到不打自招了。穆子涵无辜，我未曾提及如慎，继母好端端提他作甚？要不是知道如月妹妹心比天高，寻常男子瞧不上，我还以为这是掩人耳目了。说着，他惊讶地捂住唇，可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不会吧？难不成？话音未落，没有。如燕眼神闪躲。穆正怒，好了。他对穆子涵扯出一个笑，你先回去，这些是皇上赏的，放心，谁也动不得。你继母也是。穆子涵行礼，温柔懂事，谢过爹爹。等他走远，穆正对如燕哪里还会有好脸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面对他时只有疲倦。明明刚开始，他不顾别人的眼光看法，千难万难也要迎这个人进门。是如燕变了，还是他变了？定然是如燕，他变得贪婪丑陋，欲望永远也填不满。坏他好事！老爷，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着子涵还小，帮忙保管。穆正一甩衣袖，你并非他的生母，他的事还是少管。他脑子里都是如燕这么蠢，穆如月又像是被下了蛊，这对母女没一个是省心的。3岁看小，7岁看老，如慎这个人不会有出息，在官场不会给他助力，反而会拖累他。这种亲事，他怎么可能同意？如慎这种后患，绝对不能留了。想到这里，他眼里闪过杀意。穆子涵回了院子，就去屋子里看穆衍。外面冷，他身上又落了一层的雪。屋内暖和，雪很快融化成水。穆子涵脱去厚重的披风，哈了口气，这才入内。哥哥。穆衍放下刻刀，他手里有一枚雕了一半的象牙鬼弓球，精美又复杂，内里层层套嵌，耗费3年还没完工，也是他平时唯一的消遣。见穆子涵嘴里噙着笑，他心里的不安也平了大半。穆衍招呼他坐静，将怀里的暖手炉送到他膝盖腿上。我听说少阳公主。他停顿片刻，依旧温和。也入宫了，他可曾为难你？在别人面前，穆子涵需要伪装，可在穆衍面前，他不会。他皱皱眉，要不是先前不认识，我都要怀疑他在针对我。说话也难听，显得刻薄。哥哥是没瞧见，他今儿在交房店将熹贵妃对得狗血淋头，那嚣张模样，也不怪别人说他不好相处。熹贵妃气得够呛，皇后娘娘却坐在高位上看着，等闹得厉害时，这才轻飘飘地说几句话，平息了风波。穆衍应了一声，他很少和穆子涵说起皇宫的事，现在却不得不说。熹贵妃的母家显贵煊赫，这也是他在宫里有底气同皇后叫板的资本。而皇后娘娘的母家荣德侯府，穆子涵听到他说，在周景刚出生那一年，老侯爷通敌叛国，被判流放千里，家中女眷送入教坊司为娼妓。许是自知罪孽深重，也许是他不愿让女眷受尽凌辱，在刑部的人来之前，所有人服毒自尽，无一活口。后一把大火将侯府烧了个干净，几百号人尸身都没留下。皇上仁德，倒没有因为这件事废除皇后，他对太子依旧寄予厚望。荣德侯府的事也再无人谈及。穆衍不说，穆子涵也不会知情。他努力消化着，皇宫的人不可信，娘娘身份不可撼动，可见他的本事。不过好在他会护你。至于公主，穆衍嗓音依旧平和，他大抵不是针对你，是对他有怨。穆子涵了然的点点头，他谁都要针对一下。穆衍嘴角上扬，倒没再解释。而就在这时，他朝着柴房那个方向看去。柴房关着卢慎。怎么了？穆子涵顺着他看到地方看去，左右最后穆正会同意他们的婚事。穆子涵，穆衍笑他还是不懂人性险恶。穆如月嫁不了门当户对的人家，尸身也无法再攀高枝，你穆正如何能甘心？至于穆如月，他只怕会是第二个穆如莲。穆子涵呼吸一顿，哥哥的意思是，他会让人去柴房封口？什么人嘴巴什么时候最严？当然是死人。穆衍猜测罢了。第16章，我会烧纸钱每币，逢年过节缅怀殿下。不过卢慎怎么了？又和他何干？穆衍没让人去留意穆正的动静。这天晚上也没有任何事发生。第二天一早，宫里就来了人，属下季期接您入宫。穆子涵早饭都没来得及用，他只好揣了2个青团到兜里，最后坐在步辇里吃的。步辇没在皇宫门口停留，而是一路朝东宫抬。穆子涵伸手撩开幔帐，看了一眼，觉得不妥，蹙眉，这不合规矩。这是殿下下的令，东宫隔得远，穆小姐腿都得走酸，1日也罢，这长期下来如何吃得消？殿下这是体恤您呢。周瑾真的是太体贴了。他心里一暖，轻声问：太子可还好？
季期沉默1秒，好，计划被穆子涵打断。昨儿夜里发了一通火，都想杀人了。殿下已经好得想怎么折磨你了。不过实话他不能说，只好笑面虎回复：小姐见了也就知道了。东宫，周瑾吃了太医送来的药，为了避免身体恢复，面不改色地吃下相克的药丸，胃里翻滚，难受的想吐。穆子涵到时，男人正立在窗前，他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衣服，墨发披散，凛冽的东风呼啸，吹动发丝，宽大的袖摆跟着鼓起，他却像是不会冷一样，一动不动的，眉眼间像是享受。对比穆子涵，他披着厚重的披风，手上裹着狐皮手衣，还围了一条毛绒围脖，一个是夏天，一个是冬天，两个人之间好像隔了整个秋季。季期把人送到，就退了下去。穆子涵请安，他没反应。不冷吗？许是照顾穆言有了经验，眼前的男人即便还陌生，可穆子涵仍旧皱着眉说。转头一看，屋内竟然连个炭盆都没有，冷冰冰的，像是在外面。要不是清楚他多受宠，穆子涵都要怀疑他是快被废的太子。您重伤在身，若再得了风寒，可就麻烦了。穆子涵这次没有欣赏他的美色，而是快步上前，关了窗户。殿下尽量莫走动，在榻上躺着养伤才好。周瑾眼里闪着光，阴郁而戏谑，像是碰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看着穆子涵在他的地盘做他的主，以下犯上。他抬手，你来。穆子涵心狐疑，我可以吗？周瑾堵了他的话，你不是姑的未婚妻？穆子涵想想也是，周瑾是病患，他以后也得照顾他的，提前适应也好。他有点别扭，纠结的小步朝他挪过去，好像随时能后悔。人矮，走路也像蜗牛爬。周瑾等得不耐烦，又看不上女儿家的扭捏，他抬步走过去，有伤在身，走得不稳。穆子涵一看，生怕他摔去，连忙小跑过去。他一靠近，男人就朝他这边倾斜，整个人都靠了过来，没长腿似的，全压在穆子涵身上。这个力道让穆子涵一个踉跄，憋红了脸，努力站直。殿下，他小腿发抖，走不动路。很奇怪，他明明只穿了这么少，又吹了很久的风，应该冷成冰雕，可压在肩膀的脑袋成功的将温度传递在他的脖颈，还有他的鼻息吐气。穆子涵被烫得灼热，他从没和外男这么亲近过，这是陌生的感觉。他甚至愣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周瑾很高，这个姿势对他来说其实很不舒服，还别说伤口又在隐隐作痛。他这个未婚妻弱得不堪一击，弱到他只要稍稍使劲就能将他的脖子扭断。端木黄却说他会是储君的福星，可笑，要不是昨天季期拦着，他都要去挖那死和尚的祖坟了。您能站直吗？他费劲地吐出一句话。不能。他回答得干脆。周瑾怎么可能配合他？他好整以暇地问。嫌我重？穆子涵点头。就听男人愧疚地叹了口气。那我以后少吃点。不行。一听这话，穆子涵忙道，您可不能饿着自己。有些病，太医再厉害，病人不配合也无济于事。不要，药膳顿顿不能落，吃得好了才有利于伤势恢复。在穆子涵看不见的角度，周瑾眼里闪过讥讽。别人的关怀在他看来就是别有用心，毕竟只有他好了，穆子涵以后只会荣华富贵。季期没和穆小姐说吗？一听周瑾悠悠叹息，他的心提了起来。什么？姑刚回京城，太医就诊断姑活不了半年。周瑾脸色冷冰冰的，说的话却依旧亲和温柔。即便醒了，可伤了要害。这里，他点了穆子涵的左边的心脏处。疯批男人丝毫没顾及那边姣好饱满的隆起，就是这个位置，姑在战场上就是被刀剑横穿了身体。他说着话，血从嘴角流了下来，滴落在他的脖颈，然后没入衣领。穆子涵留意到那抹刺眼的红，颤抖出声：殿下。他嘴里的殿下却歪着头像是为他考虑。我死后另立太子，你就不再是太子妃。皇宫的奴才个个趋炎附势，我外祖家早已落魄，母后和熹贵妃形如仇敌。毫不夸张地说，一旦失势，他只怕自身难保。你在冷冰冰的宫殿里日复一日，哪日病了死了，只怕都没人来过问。穆小姐，姑是将死之人，不该拖累你，姑会向父皇言明，将婚约作废。你大可找个健全的人嫁了，一世安稳。他想穆子涵肯定会答应。人啊，最自私。殿下不该说丧气的话。穆子涵听着难受。您活半年，我便照顾您半年。你去后，他当然不可能陪葬。他说的认真。我定会为您多多烧点纸钱和美币，逢年过节缅怀殿下。周瑾的脸色在一瞬间凝固，他怪异到了极点。姑
若半年活不了，撑不到成婚那日呢？那我也嫁，总好过被穆正卖了。周瑾一言难尽，很想问他，你是不是有病？路都给你挑好了，还不知死活的往他这里撞，把你脖子扭断信不信？他却倔强地低着头，小声嘀咕，反正我认定您了。第17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屋内静悄悄的，只有小女子的呼吸声。他言辞大胆，说完还心虚地瞥他一眼，被周瑾逮了个正着，连忙又转回去。穆子涵没有得到他的回应，也不气馁，心意已决，他咬咬牙，殿下也挪挪腿，我扶您去歇下。他调整姿势，红着脸把手搭在周瑾腰间。过于紧张，他没察觉出男人身体一刹那间的紧绷。这些年有阿吴做重活，可穆子涵也不至于十指不沾阳春水。他的手比不上别的小姐那样细腻，可冬日抹的高脂10两一盒，可不便宜，保养的还算不错。周瑾有那么一瞬间想掐断他的脖子，还没等他出手，就见穆子涵使上吃奶的劲儿，也移动不了他半分，很滑稽。周瑾突然又高兴了，他恶劣的又加了点压在他身上的力道。穆子涵本来就累得要死，被这么一弄，腿一软，带着他朝地面摔去。周瑾可不怕死，他甚至期待他摔了后，这件事端莫黄得知后会怎么处理。他等待和地面的亲密接触，可就在落地的那一瞬间，一股力像是爆发似的把他扯过去。落地的那一刻，穆子涵死死护着他，砰的一声着地，后背撞向地面，后脑勺也磕到了。他疼得浑身骨头都断了，只能痛苦地呻吟一声。被迫埋在他柔软胸脯的周瑾有过片刻的困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那是近乎本能的举动。殿下，您能起身吗？身下的女人像是没有骨头，很软，哪哪都软。她身上的味道也好香甜。周瑾没起来，在他眼里，人只分2种，只有活人和死人，可没什么男女之别。他凑近闻了闻，低声问，用的是哪种熏香？穆子涵疼痛之余羞耻至极，更被他这梦浪的举动浑身都热了起来。裸露在外的肌肤，他的脸红了，耳朵红了，脖子也红了，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周瑾问，你话呢？没用。他的声音轻到不能再轻。家里有病人，他从不用熏香，就连香料也很少碰。周瑾也没有一定要知道答案的念头。见他不愿意透露，觉得没趣，翻了个身，手枕着脑袋，在穆子涵身旁躺了下来，懒得多看穆子涵一眼，说的话却依旧克制斯文温柔。可要照太医给你看看。穆子涵如今的这副模样实在没法看，头上的珠花要掉不掉，发髻也乱了，漂亮精致的裙子更被周瑾弄得褶皱，眼角水润，睫毛也染上诗意。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和周瑾在屋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何能见人？穆子涵吸着气，忍着哽咽，不用了，民女缓缓就好。即便如此，他还在担忧他。地上凉，殿下躺着不好，您能起来吗？周瑾看着天花板，口吻慢悠悠的，不能。穆子涵只能踌躇，对不住，是我不好，等我缓好了，就去请外头的工人进来扶他。穆子涵可不能继续自不量力了。好在这次周瑾没事，若不然想到可怕的后果，穆子涵甚至都抖了一下。没等他说完，周瑾像是很为穆子涵思量，等你缓好了再背我起来。什么？你在开玩笑吗？穆子涵一听背字，眼睛都瞪大了。他扭头去看周瑾，他脸上可没半点开玩笑的意思。背？周瑾面露哀伤，是姑为难你了。是啊，他背得动吗？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这些话却哽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他欲言又止，最后相当委婉地说，殿下，我力气小，怕是不能，为了您好，还是让季期过来。穆小姐。周瑾坚持己见，温声说，你现在不看太医，是怕让外人笑话，姑又何尝不是？他的话穆子涵找不出半点漏洞。姑为储君，受世人追捧，太师太傅教我识文断字，皇家死士督促我学武，如今却深陷泥潭，落到这个地步，只能靠着汤药度日。他说着说着都要把自己骗过去了，俨然忘了昨儿夜里是谁不顾季期劝阻，半夜爬上屋檐赏月，惊动了整个东宫。穆子涵听得呼吸一滞，那种悲怆仿若能共鸣。周瑾说的话让他鼻尖一酸，他想起了哥哥，多么炙手可热的少年郎，却被身子拖垮，理想抱负全部断送。哥哥如此，周瑾也如此。周瑾见他没有回应，只以为他是不信了，当即没去，也懒得做戏，就要起身，可旁边却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下一瞬，他的手被人冒犯抓住。殿下。他笑得勉强，却也明媚，一切都会好的，我从不信好人不会长命，就像他不愿承认穆言哪一日会离他而去。他说的虔诚
双手相贴的那一处温柔柔软。周瑾神色一怔，竟忘了甩开他。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女人？说什么他都信。他想要嘲笑他，下一秒却是勾唇：“好人偿命。”小姑娘坚定的点头。周瑾笑得乐不可支，甚至眉眼深处隐含癫狂。可惜了，这句话对他没用。他呀，从不是好人。后头，穆子涵忍着痛楚从地上起来，他顾不上收拾自己，就朝周瑾弯下身子。也许觉得欺负他没意思，也许是他良心发现。周瑾没再为难他，他倦怠起身，迈开长腿，朝拔步床过去。穆子涵愣在原地，亲眼看着周瑾躺好，隔好被褥，留给他一个后脑勺。按照周瑾的谦谦公子作风，绝对不可能是耍他玩，思来想去，定然是怕他累着。他抿唇走近：“殿下，那我抄经文了，有什么事您吩咐？”等了半晌，没见他出声，穆子涵轻车熟路去对面案桌坐下，就着昨天的进程接着往下写。闭眼假寐的男人这时用鼻子轻哼：“好好抄，昨天写的有3个错字，字歪歪扭扭，还很难看，实在一言难尽。”倒是句句有回应。穆子涵听到他说话，不免绽开一抹笑来。他轻轻道：“好。”第18章，能害他的只有他自己。这次回去坐的是马车，厚实的布帘遮挡住严冬的凛冽，可比早间的布帘暖和多了。穆子涵想，可能是周瑾的安排，就算不是他，也是手下的人揣度他的意思安排的。到了幕府，他从马车下来，雪很大，府里的奴仆用扫帚扫了雪，可道上很快又积了厚厚一层，怕滑，他走得很小心，也没人看出他行动间的异常。小姐，阿吴笑着喊。少爷刚睡下，算着时间，惦记小姐快回来了，就让小的在您屋里点了炭火。穆子涵表示知道了，从阿吴那里要了伤药，吩咐他别声张。回屋后，他一直强撑的笑意垮了下来，先是摸了摸鼓起一个包的后脑勺，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包的缘故，他有些晕眩，也有点想吐。穆子涵又脱下披风、毛绒长被子、腰间的系带，一件一件沿着纤细单薄的肩胛往下滑，最后是内衫露出后背的淤青。他那一摔落下不轻的伤，可他却没在人前吭上一句。穆子涵轻轻叹了口气，倒出药瓶，忍着疼艰难的上药。除了后背，还有前胸，那里还在发育，有些时候他自己碰到都不舒服，何况被周瑾重重磕了一下。想到那张美感的脸埋在他怀里，明明他穿了很多，可他薄唇带来的温度好像能钻进心里。这个画面，穆子涵险些没拿稳手里的药。他捂着脸，不愿多想。穆家安安静静的，以前这个院子被遗忘，而现在奴才路过这里都下意识放轻脚步。阿吴在木眼门外打着瞌睡，厨师在小厨房里准备晚上的菜肴，一切都很正常。可到了晚上，外面传来卢燕悲凄撕心裂肺的哭声，听得人后背一凉。卢燕听到卢慎打晕看门的奴才偷跑出去，夜里打滑掉入水池的消息，就从床上爬了起来。赶过去时，穆家的下人正在打捞尸体，被捞出来的卢慎早就断了气。卢燕眼前一黑，扑到卢慎身上，痛不欲生。他恨卢慎毁了女儿，可从没想过让他死。他卢家就这一个独苗苗，这是彻底绝后了啊！想到这里，卢燕难受的直抽抽。非不信邪的，请太医登门。大夫背着药箱，只看了一眼：“夫人，表少爷气息已绝，请您节哀。”卢燕眼睛通红，怒骂：“庸医！”卢慎身体一向很好，除了年少轻狂贪恋美色，肾有点毛病。卢燕急红了眼，一脚踹在看守柴房的奴才身上，说：“你是怎么看表少爷的？”看守柴房的是一对兄弟。午间，卢慎还躺在床上，裹着被子，像个大爷一样，不满意这里，挑剔那里。你们对本少爷态度好点，我可不是死囚犯，不然等我出去，第一个就是处置你们。怎么又是一盘青菜，肉都没一粒，这是人吃的吗？该死的奴才，竟然这样苛待我！他们当然没当回事，毕竟管家安排他们过来看守时就放话，这畜生玩意不用照顾他。夫人，表少爷是趁我们兄弟送饭时发了疯，无故用木棍砸晕了我弟弟，偷跑出去的。小的没拦住，一路追，表少爷却越跑越急，这才失足掉了池子。这池子深得很，又结了一层的冰，卢慎掉下去，就算会划水，四肢被冻得僵硬，哪还有力气？尸体能捞出来都是万幸。奴才该死！卢燕不听这些，他更不会怪卢慎自讨苦吃，只听他尖叫一声：“你们的确该死！”够了！穆正出声。穆正大步走进来，一挥手，管家领着所有的奴才离开。凉风呼呼地吹着，刮得脸疼。一轮月挂在天上，冷冷清清。入夜很黑，刚才为了照明，地上放着很多灯笼。穆正眼底没有任何温度。穆正绕过浑身湿漉漉卢慎的尸体，负手而立。
卢燕哭哭啼啼：“老爷，我就这么一个侄子，他来时好好的，我可如何向卢家交差？”这边没别的人，穆正也不用顾忌，冷冷笑：“那你猜猜，他离开柴房是去寻你求情，还是找谁？”卢燕想，只会是去找穆如月。他微微俯下身子，一手捏住卢燕的下巴：“我给如月定好了亲事，是方大人。方大人最喜年轻的姑娘，不介意她婚前失贞。你如果坏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卢燕哭声一顿：“方大人，那个有床子怪癖，刑房喜欢用鞭子抽打女人助兴的方大人。据说那些青楼里的妖艳贱货都不接他的单。方大人比穆如莲丈夫年轻，可和穆正差不多年纪，不还是个糟老头？他家如月身子娇，哪里受得了这个折腾？早知如此，早知如此，还不如嫁他侄子。不行，老爷，如月是您女儿，您怎么忍心害她？能害她的只有她自己，还不是穆如月不要脸，好好的路不走，非要南强壮。方大人和吏部尚书交情颇深，有这个关系在，我升职在望。我可不是来让你点头的，卢燕，你得清楚，我是在通知你。说着，他丝毫不掩饰这件事和他有关。所以，你这个好侄子必须死。卢燕哭声一顿，灵光一闪间，一种不敢深思的猜测升起，如一脚踩空，浑身坠入冰窖。他两眼发直，手心全是汗。他好端端怎么会打晕下人？是听了什么话，还是见了什么人？还是在挣扎，想要求生？是你，他的死是你。不知所谓的东西，卢燕，放聪明点。你只有依靠我，才能有好日子。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卢家子，还能有穆家女重要？往前，我愿意尊重你，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你补贴娘家。可你别忘了，你是穆家妇。说着，他像是为卢慎伤感。这孩子是在穆家出世的，不如就在穆家入殓。我身为姑父，也会给足他体面，将这后事办风风光光。他想得很完美，毕竟卢家远在成州，赶过来也得1、2日的功夫。天虽然冷，可尸体放久了也会臭，谁还会开棺让仵作来验尸？第19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风呼啸着，似在讥讽悲鸣。穆家这一晚并不太平，小院隔得远，也就占了好处，听不到半点动静。阿吴一身寒气从外面进来，踌躇的在木掩屋外站了会，脚步退缩，转头去了还亮着灯的隔壁。咯咯，敲门声响起。往常这个时辰，穆子涵早就歇下了，可摔了后疼的睡不着，听见动静，披上外衣出了屋。阿武连忙禀报：“小姐，柴房那边出事了。”老爷身边的管家白日支开了看守柴房的人，见过卢慎，也不知说了什么，才有了卢慎发疯打人，还有后头落水的事。眼下卢慎死了，府上张罗着人去外头订棺材、采买白烛、丧幡，这还要在卢慎之前住的厢房置办丧堂。穆子涵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打了个寒战。意外吗？也不算，可就是有唇亡齿寒的悲凉。这件事只怕穆正脱不了干系。他来回走着，想起一件事：卢家人什么时候能到？阿吴笑了，估摸着天亮，早市城门一开就到了，就能打穆正一个猝不及防。穆子涵算了算，现在离天亮只有2个时辰，快了。天一亮，那些妖魔鬼魂都得现身。他现在还记得卢家人的泼辣劲，卢燕的母亲卢氏、嫂子卢母可都不是好惹的。穆子涵还记得去年他们一大家子过来打秋风，卢氏穿着富太太的衣服，头上别着粗大的金簪，俗不可耐。他高傲的仰着头，自以为了不得。先夫人柳氏死的早也是好的，一个病秧子儿子，一个命硬的女儿，不然势必要被这双儿女拖累。你就是穆子涵，记住了，你是要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的，老实点，要知道你不过是个赔钱货。还有那小卢氏，眼睛一直在他身上游离，长得倒不错。他很警惕，生怕穆子涵看上他儿子，勾引他儿子。别仗着有几分姿色就在我面前转，正经人家娶妻娶贤，你这种的可配不上他。这2人若是来了，知道他们的命根子死了，不知道得闹成什么样。还有卢燕，枕边人是杀人凶手，他选择当帮凶，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不会夜夜梦魇。穆子涵垂眸，去睡吧，天亮怕是有的闹腾。是。天蒙蒙亮，一辆简单的马车慢悠悠地朝通往京城的官道上开。外面冷得刺骨，外头驾马的男人冷得直哈气。车里陈设也简单，寻常布帘遮挡不住寒气，里面的人盖着厚厚的棉被，还是被冷得直打哆嗦。卢母心疼赶马的男人，当家的不如停下，你进来暖暖身子。上了年纪的老卢氏裹着花袄，长途跋涉过来，吃得不好，穿得不暖，眼睛都凹了进去，面相愈发刻薄。一听这话，他呸了一口，嗓门比谁都大。就你知道心疼男人，合着我不疼儿子？停什么停？这一路都停了几回了。你个黑心肝的妇人，
没瞧见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我不求你过来给我揉肩，但得马上去穆家喝壶热茶。再这么下去，人没到，我就得下去见你们死去的爹了。他整日逮着卢母就骂，已是常态。外面的卢府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毕竟卢氏一直告诉他，娘只有一个，媳妇死了可以再娶。卢母忙赔不是，不敢再说话。卢氏骂骂咧咧如战胜的公鸡，又开始念叨卢慎。许久没见我那乖孙，我实在想得紧。我们这次过去应该是商谈婚事了。虽然那是个庶女，和我乖孙不太匹配，我原先是不乐意的。可燕儿这个做姑姑说了，若还不满意，大不了以后休了再娶。卢母唯唯诺诺间，眼底也闪过欣喜若狂。五品官员家里的庶女识文断字，养的可比他们镇上员外家的小姐还细皮嫩肉。娘，那孙姨娘可宝贝这个女儿，只怕她不愿意。卢氏冷哼，三角眼轻蔑。燕儿这个当家主母都做主了，她一个做小的哪有说话的份？若姑爷，卢氏很自信，这就更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官老爷对燕儿体贴得很，他原先那个原配夫人模样比燕儿好，可没咱们燕儿骚。男人嘛，就喜欢背着女人外头偷吃。再说了，咱们事儿以后是有出息的，他给姑爷当女婿，是姑爷的前世修来的福气。卢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她狗腿的给卢氏捶腿。娘说的是，就是不知这聘礼该拿多少。结亲家是天大的喜事，谈什么钱，俗不俗气？卢氏是打算空手套白狼的。外面赶车的卢父也不觉得羞愧，反倒得意的笑了。他好像也不冷了，抽动缰绳，希望马儿跑快些。城门大开，马车很快开了进去，直直朝穆家而去。而穆家，穆子涵出府前特地绕了原路，没往桑堂那边凑。刚跨出穆家门槛，他一眼就看见了继妻。穆子涵正要走过去，就在这时，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穆子涵心里有了数，卢父停好马车，恭恭敬敬地请卢氏下来。也许女儿嫁得好，卢氏的谱儿摆得很大，学着那些名门望族的老祖宗的做派，举止却是东施效颦，惹人笑话。卢氏也不嫌头上的簪子重，反倒很嘚瑟。哟，这不是子涵那丫头吗？这打算出门。他高傲地抬着下巴，等着穆子涵过来给他请安。穆子涵没理他，长辈给他说话呢，有没有规矩？看来是卢燕太纵容了。卢母正要上前去拦，可下一瞬，刀光闪过，一把匕首抵上他脖子。滚！继妻冷冷道。他虽然不觉得穆子涵真能做太子妃，可现在在别人眼里，他是太子的人，还能被一个老婆子欺负了。窝里横的卢氏当下后退几步，而这时穆家的奴才出来，将白灯笼挂起。卢氏看见了，卢母卢父也看见了，他们都皱了皱眉。卢氏眼珠子一转，家里这是出事了。穆子涵上了马车，听到这句话，转头似笑非笑，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第20章，孤闻着难受。卢燕得知娘家人过来的消息时，大吃一惊，冷汗涔涔。他火急火燎，让人去请出门任职的穆正，又调整情绪，亲自过去接。这时，卢氏已经领着儿子儿媳大摇大摆进门。卢氏为穆子涵轻视他而皱着眉，嘴里说的话更是难听。往前穆子涵看见我就回避，今天试了不得了，那黑衣提剑的人也不知是不是他的姘头，凶得让老婆子怵得慌。卢母的关注点却在别的身上，她一路看着高挂的白绫，捂嘴嫌弃，也不知死的是谁。早不死晚不死，让我们给撞上了，实在晦气。他们可是过来谈婚事的，还能是谁？你个蠢东西！卢氏斩钉截铁，别忘了，这府里可有一个病秧子，除了穆衍还会是谁？穆子涵就是死了哥哥，这才对我不敬的。他嘴里说着可惜，那大少爷还没娶妻，连个后都没。惨啊！不过原配的儿子死了，这样也好。他女儿卢燕至今可没为穆家诞下儿子，这是卢氏的心病。毕竟他的算盘打得叮当响，有了儿子就能继承家业，穆衍一走，卢燕再生一个，这以后穆家的可不就是卢家的，卢家的就是他乖孙的。娘，你们怎么就来了？卢燕过来的时候就听到他们的对话，她神情憔悴，一闭眼就是卢慎从水里捞出来的样子。她喊着：姑姑，水里好冷，你不是最疼我了吗？不是你早早写了信催我们来的？卢燕，她什么时候给娘家人写信了？卢氏笑着拉着她的手，好燕儿，娘最近看上一家铺面，就是手头有点紧，你给我100两，我盘下来，等赚到钱了再还给你。一张嘴又是要钱，前前后后卢燕都不知道给了多少钱，可每次都是打水漂。见他不说话，卢氏只以为他不愿意，马上又开始哭穷。家里苦啊，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不找个营生，只能坐等山空。不像你当个官太太，是不得了的体面，你得帮衬帮衬你兄弟，事儿才会把你当半个娘啊。一听他谈到卢慎，卢燕就一个咯噔。娘，有件事我得同你说。
是儿他。话音未落就被打断。啊，鬼！身后的卢母突然一声刺耳尖叫，做贼心虚的卢燕吓得一个哆嗦，朝卢母看的方向看过去，是慕言。他坐在轮椅上，阿吴在身后推着。卢氏本来要骂卢母的，可看到慕言，他有过片刻的错愕。死的不是慕言，那是谁？心里这么想，这话他也问出了口。卢燕嘴哆嗦着，就听到慕言出声：这么大的事，怎么卢婶子还不知情？你们过来，难道不是送卢家表弟下葬的？可惜了，他正值大好年华，不曾娶妻，不曾留子，卢家的香火是彻底断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望诸位节哀。卢燕痛苦地闭上眼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哪里敢透露穆正半个字？雪下得更大了，飘飘扬扬地洒下来，周围一片静谧，听不到别的声响。那三个人傻愣愣地消化这句话，没有半点反应。还是卢母最先反应过来，她痛哭悲啼：老天爷啊，我的儿子！他冲上去，一把扯住卢燕的头发。卢燕，我好好的儿子怎么没了？这事你不给我一个交代，咱俩没完。穆衍垂下眼帘，他看了阿吴一眼，阿吴会意，推着他回去。一路上没人，身后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好像和他无关。只听穆衍问穆如月那边有什么动静，老爷瞒着那边，只怕不打算让他现身。穆衍低头去看手里的鬼宫球，他清楚一点，穆正骨子里是险恶的人，这种人手里要是没点他的把柄，以后小妹的路不会通畅。他在尽自己所能为他清除障碍，传个信让他知道，穆子涵惦记家里抄写经文也心不在焉的。周景是不想搭理他的，可见他心不在焉，转头让人把案桌移过来，就这么盯着他写。都这样了，他倒好，写了几个字，眼神游移，又开始开小差，视线里多了只骨节分明的手。周景点了点他抄到一半的经书，这句经文重复了2次。啊！穆子涵看过去，他轻声道：是我没注意。男人却突然凑近，对着他闻了闻。穆子涵下意识后仰，后背跟着疼了起来。而这时周景撤离，他依旧谦公子，昨天伤着了。穆子涵担心他愧疚，忙道：无碍的，谁关心你有没有事？你身上擦的药酒很难闻。他鼻子灵敏，穆子涵又坐在面前，他嫌弃的不行，又让季妻把案桌搬远。偏偏做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孤闻着难受，穆小姐应该不会怪罪吧？穆子涵被折腾了2次，倒没半点生气。他贤淑道：一切以殿下身子为重。果然如母后所言，你是个识大体的好姑娘。穆子涵被夸得心间一颤，不敢直视周景真诚的眼。可他不知，在他垂下眼时，周景的视线变得冰冷，心里存着事，毛笔上的墨汁滴落，弄得一团黑，写的这一张纸又彻底毁了。穆子涵微微一顿，周景病态的脸上笑意不达眼底，让人发怵。穆小姐心不在焉，要是不愿写，不如回去。真的吗？穆子涵的心的确不在这儿。既然周景提出让他离开，他也不愿推辞。他站起来朝他行礼：谢殿下体恤。周景，他眉头紧抿，险些气笑出声，黑眸沉沉地锁定他，里头是风雨欲来的暴力。穆子涵的态度让他十分不喜，是个聪明的，难道不该道歉吗？给他祈福如此偷奸耍滑，不诚心。果然，昨天的一切都在逢场作戏。穆子涵并未察觉他的情绪波动，他收拾好了笔墨纸砚，就准备告辞。而这时蒙石端了药过来，他一入内就察觉不对，偏偏穆小姐不自知。蒙石试探出声：殿下，该喝药了，送他走。第21章，你缺不缺德呀？穆子涵如愿出了宫后，周景的脸色肉眼可见变得阴沉扭曲。殿下，一是赐婚的事，二算是故友。蒙石对穆家还算关注，直接就把知道的说出来。穆家昨儿夜里死了人，是穆夫人的亲侄儿。穆小姐心善，只怕惦记家里。何况您的身体，只要自己不糟蹋，就不会出事。什么经文不经文的，小姑娘也不容易，您就少折腾她一天。蒙石越说越大声，我在外头可是听得真真切切的，一下子让她搬进，一下子又嫌她身上药膏味把人赶远，她可没嫌弃你。人家穆衍腾在掌心的妹妹，您倒好，3番4次的折腾她。周景下了拔步床，赤足走在坚硬地板上，来到窗前，那边已经没有了穆子涵的影子，只有白雪覆盖的角落一处躺了只瘸了的恶狗。皇宫除了后妃和公主，养了宠物的只有他和二皇子周玉。周玉养的是只兔子，毛色雪白。5年前，他抱着兔子来到作画的周景面前：皇兄，你看我的兔子多可爱啊！皇兄不如也养一只，这殿内不至于太冷清。周景没看出有什么可爱的，
因为那只兔子从周玉怀里跳出来，将他耗费了数月准备给太后做寿的话留下一个脏兮兮的脚印。对不起，小兔不是故意的。皇兄罪人善，应该不会怪罪这只畜生的，对吗？你恶不恶心啊？畜生的确不是故意的，人才是故意的。所以啊，周瑾听了他的意见，养了这只脾气难驯服的犬。在周玉散发圣洁光芒，想让狗和兔和平相处时，这只狗当场扑过去，活生生的吞吃了他的兔子，连根毛都没剩。他到现在还记得周玉的脸色多难看，可那时的周瑾却无比畅快。他做惋惜状，让人把狗关起来，要是扔给周玉，这只畜生不知轻重，我就不为他狡辩了，任凭皇帝处置。这么一弄，周玉连告状的机会都没了，吃了一个哑巴亏，偏偏又被扔下一个难题：处置了狗，就会被认为气性小，不敬兄长；不处置，他心里又得气死。而周瑾走到哪里都是好名声，捡了个瘸腿狗是心善，把狗生死交给他是看重兄弟情，合着好处都让他占了。二皇子周玉敢怎么样？所以这条狗至今还好好的留在了东宫。周瑾一手撑在窗边，穆夫人的侄子。想到之前让人查到的消息，他轻蔑这个穆夫人，在他眼里连外头那条狗都不是，一个外室不干不净的货色，运气好当了继夫人，转头心比天高，还以为他生的女儿能嫁入皇宫，让他是什么破烂都收吗？这个破烂就更有意思了。这3年来，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穆大小姐，等着做人上人。见他出了事，又后悔了，和这个侄子好上了。穆家以为一手遮天，这才将穆衍的妹妹送过来，真以为他周瑾好糊弄啊？是啊。蒙时叹气，穆衍体弱，穆小姐可不得担心那些个不长眼的货色冲撞了他哥哥，他怪不是滋味的。等等，殿下，你去哪儿？周瑾烦，不痛快。他不痛快，那谁也别想痛快。许久没见姑的二皇帝了。蒙时，你昨天才见过。周瑾语气温柔，姑的犬走失，二皇帝应当要帮忙送回的，你缺不缺德呀？不过好在遭殃的不是穆家妹妹。蒙时，是，我知道了，你别乱动，我就这让下面的人把狗送去二皇子府，行了吧？这边穆子涵回来的途中，竟然碰见了穆如莲身边伺候的丫头。丫头蓬头盖脸的，手里提着药，焦急的一路小跑，却踩到了裙摆，摔了个狗吃屎。她扑在地上没有爬起来，突然间抱头痛哭。穆如莲和穆子涵算不上亲近，也没什么来往，可穆如莲那么生性懦弱胆小的人，成婚那日偷偷将怀里揣热，还带着他体温的钱袋送到他手上。大姐姐，这是我这些年传的，我知道要贵，这些远远不够，但我也想为大哥哥尽一份力。我也就这样了，不过是认命，可大哥哥不能，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永远都是。钱穆子涵没收，毕竟穆如莲出嫁后哪里都需要打点，但这些年这个苦命的人是唯一一个对兄妹俩善意的人。穆子涵让马车停下，撩开布帘问：子渊，你这是怎么了？子渊听到声音看过来，大小姐。穆子涵抿唇，心有不忍，这药是给谁抓的？子渊眼里闪过希冀，猛地朝他磕头，砰砰砰，听着就疼，很快就磕出血来。大小姐，您现在身份非比寻常，求求你救救我们小姐。穆子涵沉眸，先让子渊上了马车，也从子渊嘴里得知了穆如莲的事。要是给穆如莲抓的，前段时间他才小产，小产的原因是那老男人的儿子怕有人争夺家产，在他的吃食里面下的手脚。可怜我们小姐6个月的身子，孩子都成型了，就这么没了。我们小姐也险些没保住，奴婢去看了，流出来扔到铜盆里头一团血肉，是男孩。可陈家那一家子的人都在包庇，毕竟小姐的孩子已经死了，他们怎么可能为了一个死人将杀人凶手绳之以法？为母则刚，穆如莲苦苦哀求，却被陈家斥骂，说她不过小产，别蹬鼻子上脸。不同她的哭诉，穆子涵很平静地看着她磕破的额头问：不怕留疤？奴婢是下人，没那么金贵，要是大小姐愿意帮我们小姐，那就知道了。穆子涵摇头，我用什么身份出面？你该知道，两家联姻，出了事出头的该是穆家的当家人。子渊捂着脸哽咽，奴婢求了咱们老爷，求他去陈家为小姐撑腰。见他这样，穆子涵已经能猜到他后面要说什么。果然，老爷不愿意。子渊带着恨意，他说是小姐没有用，才会被算计。第22章，他要为这个男人生孩子，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爹？孙姨娘可知道此事？小姐为了这事狠狠哭了一顿。她说姨娘只是个妾室，寻常连说话的份都没，本来就难。告诉她只会白白担心，就不让奴婢去寻。还有，老爷已下重令，
门房不会让奴婢见孙姨娘。上回奴婢背着小姐偷偷去了，门都没进就被赶了出去。难怪孙姨娘这几天在卢燕的憔悴下被衬托的春风得意，半点没有焦急的样子。原来是没听到半点风声。也是，陈家要脸，穆正也要脸，索性他懒得管。不，现在可不一定。紫渊一愣，他安抚的笑了笑，这种事你同我说有什么用？你若肯信我，就同我一道回府吧，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而这时桑堂那边闹得正凶，卢氏在地上撒泼打滚，哭自己的乖孙。我不管，你们不给我个交代，这是没法善了。失足？我不信，棺材谁让你们盯上的？我还没见他最后一眼，你们就盯上了。他可不听半点解释，谁要去拉他，他就又打又骂。被又捶又打的卢燕很崩溃。娘，你这是闹什么？哥哥嫂嫂还不把娘拉起来？卢母黑着脸，别叫我嫂嫂，你个贱货，要不是你，我儿子还好好的。卢父怒火中烧，我儿子都死了，娘还不能哭了。卢燕，你好狠的心肠，从我们进来一滴泪都没掉过。卢氏一听这话，愈发不得了，力大如牛把他扑倒，恶狠狠地扭他胳膊，又扭他的腿。黑心肝的呀，你前脚答应的好好的，说要让那庶女嫁我乖孙，他亲近你这个姑姑，跑过来等你张罗，满打满算住了才多久啊？事没办成，却把命交在这里了。就是你看管不力，你是穆家的夫人，为什么没给他安排奴才照顾？就是你害得他。卢燕疼得哇哇直叫，哪里还有夫人的体面？卢氏可不心疼。我不管，事儿没娶媳妇，孤零零的可怜啊。那庶女叫慕如秦氏嘛，事儿是为她来的，可不能两手空空发走。她还是要嫁给事儿的，冥婚也好，陪葬也行，反正你看着办。卢燕尖叫，疼死了！孙姨娘还不找人把他们分开？孙姨娘场面活一向做得漂亮，这会儿却是当场黑着脸。我一个姨娘，人微言轻，哪里敢拦亲家太太？我家如秦是庶女，可夫人你要是敢祸害她，我绝对和你拼命！呸！他一甩袖子，怒气冲冲的走。他管个屁！没一个是好东西。什么人啊？活着惦记他女儿，死了还惦记，怎么不找慕如月？他可是要死要活也要和表哥长相厮守呢。卢燕没想到，在他面前永远唯唯诺诺的孙姨娘这样大不敬。他头发又被揪出一撮，疼得头皮发麻。他开始骂边上那些傻了眼的奴才，都是死人啊，还不过来救我！穆正得了消息，匆匆从通政司回来，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一幕。他的夫人被压在地上打，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进贼了。穆正大步走过去，让人拉住失控的场面。如甚的是，岳母大哥，你们受不了刺激，是人之常情。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他安生的走。你们过不了心里的坎，可日子还得继续过。卢燕笑得勉强。是啊，娘，你不是说看中了铺面吗？我出钱，另外再给几千两，就当替事儿给你们尽孝了。以后我和老爷为你养老送终。事儿走了，我当姑姑的怎么不心疼？昨儿我眼泪都要流干了。说着，他一改语气，丝毫不避讳。娘，你刚才说的话是要和我离心啊？若伤了情分，非要闹得女儿不痛快，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卢氏觉得他被威胁了，金山银山也换不了他的命根子。打发谁呢？卢母赖到地上，双腿蹬着。我就要我儿子，我要他活过来，不然我就去衙门告你们，你们一个个都去坐牢。大嫂，你这话可不中听了，又不是我们害的，你当衙门老爷是瞎的。而就在这时，有人疯了似的跑过来，嘴里悲痛的喊着：表哥，是慕如月。穆正眼皮猛地一跳。慕如月憔悴不已，这几日他已经被关得没脾气了。他用绝食、自尽这种自残的方式宣泄不满，屋里能砸的都砸了，没效果，但他感动了自己。真让他死，他又哪里舍得？屋内有一个婆子时时刻刻地盯着他，而外面看守的奴才就有20多人，虽然又不是练家子，可时时刻刻巡逻，只怕一只虫子都飞不进来。他很绝望。慕如月怨天尤人，无时无刻不思念表哥。他一直没向穆正低头，畅想着和卢慎恩爱的日子。他要为这个男人生孩子，他爱他啊！而就在刚刚，在婆子出去拿饭的空档，屋檐传来一阵轻微的声响，很快有什么从上面扔了下来，是一张被绑起来的字条。他摊开看了一眼，如遭雷劈。不，他疯了的跑出屋子。也是奇怪，那些看守他的人竟然全不在，甚至这一路跑过来通畅无阻，这一定的爱情在作祟。慕如月踉踉跄跄，眼里只有那一口棺材。他悲戚伸出尔康手，表哥。穆正阴沉着脸，难看的要命，把小姐带下去。他一下令，很快管家就捂住了慕如月的嘴，按着他就要走。
慕如月挣扎，呜呜，可他再挣扎又怎么能逃得了管家的禁锢？就在他绝望之际，又一次的被神明眷顾。管家膝盖一疼，他猛地一个踉跄，给了慕如月机会，他连滚带爬，扑到棺材上，哭得说不出一个字来。很快就被穆正亲自带了下去。卢氏觉得不对劲，因为之前慕如月眼高于顶，谁也入不了他的眼，对这个表哥更是挑三拣四，现在却绝望成这样，可他注定无法在卢燕嘴里找到答案。第23章，劝你老实做人。府内的奴才穿着下人统一素衣，腰间绑着一根白色系带，他们脚步轻慢，低头做着手上的事。百灯笼被风刮得激烈摇曳，四季常青的树叶沙沙弹唱着乐章。下了2天2夜的大雪，总算停歇。孙姨娘刚回院子，肚子存了一口气，无处发泄。慕如琴给她倒了杯热茶。娘这是又在那边受了气？不等孙姨娘回应，就有婆子从外面大步跑进来。姨娘，大小姐朝咱们这边来了。话音刚落，就听外头说话的声音。穆子涵一脚踏进来，又不是毒蛇猛兽，姨娘这边倒是对我颇多防备。这哪里的话，大小姐过来，妾高兴着呢。孙姨娘过来迎接。子曰，你怎么在此？慕如琴眼尖的看清他身后的人，可是我姐姐出了什么事？孙姨娘心猛地下沉。子渊嚎啕大哭，将和穆子涵说的话又复述一遍。欺人太甚！孙姨娘气得浑身发抖，她真的要被逼疯了。前脚有人惦记小女儿嫁给死人，后脚又知道她乖顺的大女儿被虐待到这个地步，当娘的怎么不心疼？这是在剜她的肉啊！慕如情急的来回走动。娘，我要去看姐姐。孙姨娘又何尝不想？穆子涵却找了个位置坐下，给她泼冷水。大户人家有大户人家的规矩，想要去看如莲，得让陈家收了你递过去的拜帖，得了准许你才能登门。慕如情急的眼泪打转。永宁伯府的女儿嫁给荣安侯世子不过半月，肚子还没信儿，就有妾室检查出了身孕。永宁伯夫人是武将出身，提着刀去荣安侯府邸，大肆闹了一通撑腰。为何我们不能闯？你也说了，那是永宁伯夫人。穆子涵实话实说，你的姨娘只是姨娘，能比得上当家主母？两者分量本就不同，如何能比？慕如情顿觉无望咽泪，爹爹不可靠，夫人也不会为我们出面，我和姨娘又哪里来的办法？姐姐可怎么办？听她哭，穆子涵却轻笑一声，他意味深长地看向孙姨娘，办法总是有的，就看姨娘能不能豁出去。姨娘育有2男2女，如莲如情就不提了，2个弟弟，一个到了该娶妻的年纪，小的全根还年幼。府里的男丁就这2人，季夫人肚子没有动静，只要她想，随时能将全根抱到自己膝下养。姨娘只能忍受骨肉分离之苦。慕如情颤抖着唇不说话，她知道，即便卢彦部提出这事，穆正也会，他需要一个嫡子，身体健全的嫡子。孙姨娘不是蠢人，她比谁都大胆。先前穆子涵说的话还历历在目。姨娘你这种面面俱到的人物，不当正是可惜了。姨娘如果是夫人，想必如莲能嫁给好人家，至少年纪相当。如情也不用矮别人一头。她的心突突的跳，一下快过一下。对啊，要是她是穆家夫人呢，那一切都不一样了。至少卢家人那些穷酸货色不能在她头上撒野。嫡女的分量不是庶女能比的。穆正要面子，怎么可能任由嫡女被欺负的骨头都不剩？当然，除非这个嫡女像慕如月一样作死。人的野心都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年他忍辱负重已经够多了，可换来的是什么？我可以吗？一个外室都能，姨娘还是别妄自菲薄。孙姨娘猛然看向穆子涵，你和我说这些是要帮我，你有什么意图？他浅笑依然，抬脚朝外去，帮？姨娘高看我了，我没那个本事。你没？你都想让我篡位了，现在拍拍屁股说和你没关。孙姨娘一口血堵在喉咙眼。不过她也清楚，穆子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这些日子她都要入宫，顾不上照顾穆衍那边，更遑论出嫁后了。不过这次她到底感激穆子涵。回头大小姐的嫁妆，皇家的聘礼只多不少，足以在京城买一座宅子，等银子足够了，宅子地契到手，届时大少爷找个理由搬出去住，再花钱寻些会手脚功夫的。老爷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另一边，卢家人还在推搡。穆正本来想顾及2家人的颜面，让他们闹一闹，闹够了也就过去了。可他发现这卢家人竟然过不去，银子票子他们要，还要府里的庶女给死人当媳妇，嚷嚷着说这是穆家欠他们的，他们配吗？好在卢氏上了年纪，最后晕过去了，最厉害的一倒下，另外2个也安分了不少。不然穆正真想把这些人全都灭口了。就在这时，阿吴突然出现，老爷，大少爷请你过去。
看在他有个太子妃妹妹的份上，穆正愿意走这一趟。他没想过穆衍见他是为了压制他，所以去了穆衍那里后，他随意瞥了废物儿子一眼，很快摆出长辈的姿态。你是来找我低头的，有什么话快说，家里忙得很。魏父不像你，整日闲得没事干。穆衍坐在木凳上，闻言没有任何气恼，他的情绪一直很稳定，3年前也是如此，恐怖的稳定。他不想多看这个恶心男人一眼。昨天管家去见卢慎前，采购了大量的良蓉，良蓉本身能麻醉神经，止痛也能兴奋发狂，产生恐怖的幻觉。卢慎无故伤人，跑出柴房，本就是疑点。他想要活下来，可是呢，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出事的那个时辰，管家并不在屋里，落水是失足还是有人推的，就不得而知了。穆正勃然大怒，证据呢？你在威胁我？怪他，竟然忘了穆衍本身就是一匹狼。我和小妹一直以来都选择明哲保身。这话卢家人听了，报官是他们的事，找证据是衙门办案。害死人偿命这种话，在高门显贵里面就是笑话，走走关系就能压下，而你只是五品小官。穆正急红了眼，我出事，你可以不在意，你就不怕穆子涵被我牵连？怕什么？婚事有变故，最怕的可不是我，是你。所以这天他下来了，不怕没人称。他态度温和谦逊。儿子如今手无缚鸡之力，也就衙门刑部认识几个人，能做什么？无非劝爹你老实做人。第24章，假的，他装的。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没有停的趋势。风吹开窗户，室内温度骤降。穆子涵是被冷醒的。外面的天已经亮了，一道道冰柱形态各异的挂在屋檐上，光滑如镜，晶莹剔透。他也不准备再睡，收拾收拾，磨蹭一会儿就得入宫。不是头一回来东宫了，穆子涵也少了头遭的提心吊胆。这次接他的不是继妻，是个面生的公公。喜公公能沿山倒看，努力在未来太子妃面前表现。咱们东宫后院的腊梅一夜之间全开了，殿下这会儿还在用早膳，小姐不妨先去看看。这么一提，穆子涵来了兴趣。去了后院，刚一踏足，浓郁清淡、媚而不俗的腊梅清香涌入鼻尖。这后院的腊梅是殿下刚出生那年皇上亲自栽种的。说起这事，喜公公骄傲地挺起身板，别的皇子那里可没有，咱们这里是独一份的荣宠。小姐，你瞧瞧，开得多好，的确很美。一片望不了边，雪景下，枝头的叶子密密麻麻，花瓣白里透红的艳如朝霞，漂亮的让人流连忘返。那边有人。他依稀听到远处模糊的说话声。喜公公忙道：是公主传话过来，令我们折梅，说是她晚些要给各宫的娘娘都送上几只，摆在屋里，图个新鲜。少阳公主有这么体贴？穆子涵怎么这么不幸呢？当然，公主特地吩咐了，熹贵妃那边不送。好了，现在她信了，针对的明明白白。穆子涵赏完腊梅，又点着脚折了几只他够得到又开的正盛的腊梅，抱着去找周景。他没想过路上会碰上二皇子周玉。穆子涵一愣，尤其见他阴沉着脸，身后的奴才牵扯狗绳。他看过去，狗一瘸一拐的，和他之前在东宫看见的那条很像。二皇子安。他压下困惑，周到的请安行礼。周玉在看见他后，连忙摆上一副天真无害的脸。穆小姐不必多礼，再过1个月，你就是我的皇嫂。就是他给穆子涵请安了，礼不可废，反正不吃亏。回头周玉的还回来的。周玉这次没拦他，正好我去找皇兄，穆小姐不如一道。穆子涵不好拒绝，只能应下。在他看来，周景看重兄弟情，也许这两人私下关系很好，但周玉的母妃明显不是善茬，所以他很注意分寸，也有意和周玉保持距离。这几日穆小姐辛苦了，是我该做的，哪有什么该不该的，没有谁就该付出。能娶到你是皇兄的福气。这话倒是怪，不过是心诚动动笔，二皇子言重了。这话不是这么说的，我要是皇兄应当不舍的，不过这是母后下的令，皇兄一向尊敬孝顺，他看在眼里，日后只会加倍对你好。穆子涵不吭声了，他什么人没见过？穆家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大有人在。这周玉一开嗓子，他就知道这玩意不是个好鸟。他隐隐有些愤怒，周玉这种人也配周景对他好？他还记得上回周景在端墨皇面前为周玉说话，而周玉呢就来挑拨离间了。他扼腕不已，周景他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戒备心？周玉其实很想杀了这条狗，但这个时候他笑眯眯地接过来身后奴才手里的绳子，牵着狗走。这是皇兄的狗，也不知怎么了，跑去我的宫殿一顿撒泼，我亲自送他回来。他以为穆子涵会问一问，那他就能继续上一上眼药。可穆子涵
只是意外的看了狗一眼，然后收回目光，去看怀里的腊梅。哦，周瑾早膳没用几口就让人撤了，毕竟周玉会来，他怕吃多了会吐。可他没想过穆子涵是和周玉一起来的，还有说有笑的。当然是周玉一直有说有笑，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一起进来了。刺眼！皇兄！周瑾半坐在拔布床上，眼皮底下青黑一片。药物相冲，副作用也很大，伤口的痛楚剧增，他已经好几夜没睡了，根本不需要涂粉。他的脸色白的像是随时能下去见阎王。周玉很伤感，几日不见，皇兄怎么瞧着更严重了？穆子涵知道周瑾不能出门，只能整天待在床上，于是就将腊梅插到他桌上的井口花瓶上，又加了水，确保对面的周瑾一抬眼就能看到。做这个事的时候，他竖起耳朵去听两人的对话，反正周瑾没让他避嫌，他就厚着脸皮待着。周瑾安抚这个弟弟，我无碍。他嘘嘘道，一早就听说这畜生又不知跑哪里去了，原来又给你添麻烦了。的确麻烦，这狗东西在他和宫女酱酱酿酿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闯了进来，一个飞跃跳上他的床，目光炯炯的一阵犬吠，他吓得差点软了。可这种话他不能说。皇兄说的什么话？你的狗就是我的狗？周瑾，真的吗？真的。穆子涵，假的。他装的。周玉在边上坐下，关心周瑾的同时，很不经意的将话题往自己身上引。这几日我都该在这里照顾皇兄的，可朝堂的事忙，最近江南水患严重，京城来了不少流民，我和三皇帝被父皇派去管赈灾放粮的事，每日忙得脚不沾地，这一入手，难免又手忙脚乱，就怕做得不好。不过几位尚书一直帮衬，虽比不上皇兄您，也不至于丢了皇家的脸，这是炫耀他现在能干呢。所以周瑾一倒下，父皇嘴里嫌他，可也要培养下一个太子，所以重用出身最好的他和三皇子。当然三皇子哪里比得过他。皇兄，你会为我高兴的，对吗？他说这些的时候，周瑾的余光一直落在穆子涵身上。穆子涵希望周瑾能看出此等宵小的别有用心，他气得不行，死死捏着帕子，腮帮子鼓起来，留意他的反应。周瑾眼里的暴力散去，他轻笑，当然有你为父皇分担，我才安心。第25章，你未孤。殿内摆设冰冰冷冷的，那几只腊梅红反倒夺目亮眼，添了暖色。周玉一走，穆子涵脸就垮了下来，他没写字，只是慢吞吞来到他跟前，欲言又止。殿下。周瑾抬眼，温润如玉，怎么了？熹贵妃和咱们这边不和，您怎么和二皇子？我知你要问什么。这话皇姐先前也问过。他微笑，皇家子弟感情一向稀薄，为了那个位子互相残杀的更不在少数。是啊是啊，你知道就好。穆子涵心里猛地点头。可二皇帝与那些人不同。穆子涵神情一致，我年幼时就与他交好，他也一直将我视为亲兄长。穆小姐不知，早些年他视为心头肉的兔儿被我养的狗害了，都没有埋怨我，我为此很是愧疚。所以熹贵妃是熹贵妃，她是她，不能混为一谈。穆子涵见他这股信任劲儿，愈发的埋怨周玉的心机。您就不怕有朝一日兄弟反目？周瑾语气笃定，别人也许会，他绝对不会。且不说我时日无多，就算活得长久，如果那天他真看上了，让给他就是，这个天下还是姓周。这么重感情的男人，周玉去死去死。穆子涵心想，这样可不行，他想要揭开周玉的真面目。故沉吟道，先前我是和二皇子一道来的，他也好意思提。周玉是外男，他和他走在一起，成何体统？周玉那种人，只怕逮着机会就要在人前丑化他。可看穆子涵这样，却好似不吃这一套。可是他有哪里做的不周到的？二皇子念我日日辛苦，说为殿下操劳不是我的本分，他要是殿下，绝对不会让我抄写经文。他所言之意够明显了。一个男人背地当着即将成为他嫂嫂的女人说这种心疼的话，也不知背地里藏的什么心思。说完，穆子涵希冀地望着他。周瑾指尖一动，啊，的确是这个会收买人心的好皇帝会做的事。只是他不明白穆子涵为什么要告诉他，表忠心，还是想看看他的反应。他垂下眼，挡住了讥笑的神色，语气虚弱弱的，像是随时能晕死过去。他真这么说？是。穆子涵以为他是听进去了，当下宽慰，所以臣女觉得一语未完。他说的对。啊！穆子涵不可置信。周瑾这才又抬头，俊脸上温和又体谅，是姑考虑不着。这天冷，日日让你过来，连睡个好觉都不安稳。给殿下祈福，我没说什么，
殿下你也没说什么，这是我和殿下的事，更别提宫里的赏赐无数，我自个儿愿意。二皇子这种话却对臣女说了。殿内燃着炭火，穆子涵从喜公公嘴里得知，周瑾从来没有在屋里用炭的习惯，而在第一天他说冷后，后面就一直备着。不同季期那张嘴严得撬不开，喜公公是不用他问，就将所有的都交代清了。喜公公一直是外殿伺候的人，近身伺候周瑾的只有季期，如今还多了个蒙太医，而这些话是蒙太医告诉他的，他又故作聪明的告诉了穆子涵。他说是周瑾特地为他备的，怕他着凉，因为每回他一走，炭盆就让人送了出去，早上也是在季期出去接人时才点上的。这样的男人可比那些虚伪的人好上了千倍百倍。他有勇有谋，被天下人称赞，却被周玉耍得团团转，只怕哪天断了呼吸，还把周玉当成亲弟弟。穆子涵如何忍心他被蒙蔽？殿下就没觉得这里头哪里不对劲吗？他先前那番得皇上重用的话，您就不气吗？周瑾轻轻咳嗽，同我成婚本就是欺负你，他心思是比较多，可其实人不坏，想表现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不过同你说这些的确不应该，姑思来想去，是怕嫁给我你心中有怨，故此探你的口风。合着他好说歹说，周玉都是他的好弟弟。穆子涵深深地叹了口气，再说也没意思，毕竟周瑾和周玉自幼相处，而他和周瑾才认识几天，如何能比？只怕他再说，周瑾都要觉得他是别有用心。穆子涵想，只能以后找机会。他打起精神，这才去对面坐下，看他一脸挫败痛苦之色，周瑾被周玉恶心的心情才得到缓解。他丝毫不慌，那个恶心玩意在朝堂大展拳脚后能将他取代，只有捧他站得越高，才能摔得越惨。不过一睁眼就是对面的女人，他娴静地低着头，手中执笔，腰板挺得笔直，是相当标准坐姿。可周瑾却有些恍神，在此之前他从未留意过别人，并不清楚别的姑娘是不是和他一样，胸口的衣襟绷得鼓鼓的，弧度饱满。至于那处有多软，他深有体会。那双桃花眼没有情欲，更没有男人对女人该有的垂涎。周瑾止不住的在想，他是吃什么才长成这样的？穆子涵察觉身上的那道视线，他疑惑的抬头去看他。周瑾没有狼狈闪躲，姑渴了。穆子涵连忙起来，我这就给殿下倒。他做这种事干脆利落，端着温水递给他。能指挥别人，周瑾从不动手，手里没劲儿。穆子涵俯身坐下，将茶盏贴近他的唇，随着动作他也跟着挨近，容色严厉，胜而不俗。周瑾这才后知后觉，他的长相应该算是不错的。茶盏被送到唇边，周瑾抿了一口，他已经想好了，穆子涵喂得不好，他就有了抓辫子的机会，水温控制不好，就让他重新倒。可温度竟然被他控制得刚刚好，周瑾挑不出半点错来。一杯水喝完，竟然没有洒出来一滴。擅长折腾人的周瑾笑得意味深长，再来一杯。穆子涵去了，喂完还渴，周而复始，他没有半点抱怨，只是诧异周瑾怎么比水牛还能喝。周瑾喝到后面倒没喝吐，他微微坐直身体，殿下怎么了？喝多了。想要戏耍他恼怒的周瑾脸色苍白，硬挤出来几个字：如厕。第26章，有了媳妇果然不一样。按着规矩，家里死了人需要停尸3日，也不知卢烨用了什么方法，让卢家那些人安分了不少。眼看着2日过去，孙姨娘那边却迟迟没有动作，难不成是退缩了？外头的天彻底黑了，屋内的灯光泛黄。穆子涵想得正出神，碗里却多了一夹子菜。这道酱肉是我让厨子做的，你尝尝。米饭上的酱肉色泽鲜明，肉细面润。穆子涵中午在东宫也有这道菜。在想什么？穆衍的唇抿了抿，周瑾吗？不是。他忙道，是少阳公主。少阳公主今天去东宫用膳了。瞧东宫下人的反应，早就见怪不怪。宫里的碗碟比寻常人家的要精致小巧，一盘子菜里面也就几筷子的菜，当然这样菜品也多。而那一盘酱肉在里面却是异类，盘子要稍微大些，像是怕不够，还堆得满满的，就放在少阳眼皮子底下。公主就吃那道菜，别的碰也不碰。很快就没剩下多少，周瑾将最后一块给了穆子涵。少阳为此阴阳怪气许久，这是对穆子涵说的。这么多的菜，你非同我抢，是什么意思？无辜中枪的穆子涵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还是周瑾解围。皇姐，那是我给他的，乐不得了，有了媳妇，果然不一样，是吗？而穆衍情绪淡了下来，穆子涵察觉他的异常，狐疑的看过去。哥哥，他深吸一口气，你不会。穆衍拿着筷子的手不由一顿，
也被少阳针对过吧？哥哥，你这么好脾气的人，少阳都不放过。木衍无奈，敲了敲桌子，吃饭。第3日出殡，一大早，唢呐的动静吹吹停停。木子涵以木衍身子不好为由，没让他出面。卢氏知道他现在身份不一样，也就只敢背地里骂一句：身子不好怎么了？这不还没死吗？当今太子的小舅子可真了不起。除了木衍，穆家人都到齐了。穆如晴站在孙姨娘身后，神色畏惧。卢燕笑盈盈地拉她的手：孩子，我就知道你是顾全大局的人，眼下孙姨娘也答应了，正好皆大欢喜。你放心，主要是安安老人家的心，什么鬼神的，咱们不信这个。下人都被我喊出去了，这里也只有自家人。等今日过去，卢家人不会再找你，母亲也定给你找个好人家。穆如晴不哭不闹，由他拉着。卢母走过来，挑剔的上下打量他一眼。都答应和我儿子冥婚了，也好意思想着再嫁别人，不要脸的贱货。我告诉你，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你后面再嫁也没用，下去后还是我儿子的人。卢父去拉他，行了，少说一句。卢氏苍老了很多，他不耐烦冲穆如晴呵斥道：愣着作甚，还不去给你男人磕个头？事已至此，穆子涵还有什么看不懂的？他微微蹙眉，视线从灵堂这里站着的人一个个看过去。穆正负手而立，不发一言，明显这件事是替他认可的。毕竟只是让穆如晴受点委屈，这件事也就过去了。等今日过后再另外婚配，卢家那边保证了不会再生事端，也没什么。卢燕笑容多多少少带着得意，见穆如晴唯唯诺诺、渲然欲泣的可怜模样，他可没有手软，反正不是他亲生的。他甚至还推了穆如晴一把，瞧，还害羞了。穆如晴死死拉住孙姨娘的胳膊：姨娘。孙姨娘这个时候总算将人拦在身后，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做迟疑状，低头想抚开穆如晴，咬咬牙又舍不得。去求穆正，老爷，非要如此吗？穆正不语，他将背影留给孙姨娘。如燕，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如晴是咱们穆家的人，老爷亲闺女，还会亏待了她？他说完，身后的婆子笑盈盈的将一匣子递了过来。孙姨娘，你要的钱都在里面，夫人答应你的，一个子都不会少。穆如晴死死抓着他：姨娘是要我死吗？姐姐你不管，你也不管。孙姨娘接过盒子，安抚她：如晴啊，你也要为姨娘考虑，你2个弟弟以后是要娶媳妇的，我得给他们多多攒钱。穆子涵挑眉，他有些困的打了个哈欠。管家就让人送了椅子过来，低声下气道：小姐这几日劳累，不如坐下歇歇，您身子骨金贵。他能这么做是穆正授意的，穆子涵也不至于真亏待了自己。他刚坐下，就听卢母挤出一句话来：长辈都站着，有没有规矩了？在他看来，穆子涵也要给儿子上香的。规矩？穆子涵不会和这种无赖留面子，伯母有本事不如也找个太子嫁嫁，再来教我规矩也不迟。他眼眸微微一眯：我能来是给爹面子，你当我是给卢慎的，还是给你的？穆正本来觉得穆子涵说这话不像话，都这样了，息事宁人，早点把棺材下葬才是正事。可一听未来太子妃是给他面子，他不由站直身体。这么一比，穆子涵比穆衍懂得尊重他这个爹。也是，他以后是要娘家帮衬的，穆衍能给他什么？就在这时，有人跑了过来：老爷，二小姐上吊了。是看守穆如月的婆子。她跑过来的时候，扑通一声跪到所有人面前。卢燕面色骤变，她如何了？被救下来了。穆正，既然没死，你来做什么？下去。婆子老泪纵横：小姐和表少爷彼此恩爱，为何老爷夫人非要拆散这对苦命的鸳鸯？二小姐才是表少爷心尖尖的人，如晴小姐凭什么代替？我们小姐心里苦啊！求老爷开恩，求老爷开恩！住嘴！穆正阴沉着脸大步走过来，抬脚重重踢他。卢氏一听炸毛了，什么意思啊？给我说清楚了。卢母也不逮着穆如晴嫌弃了，她心思转得飞快，很快冷笑：好得很啊！我说呢，这次过来，你穆家为何关着如月？上回还不惜说她疯了，难怪我说要如晴，你想也不想答应了。原来我儿子喜欢如月，你们这对豺狼虎豹的夫妻，来一个庶女搪塞我卢家，还五品府邸，干的有一件事人事吗？呸！穆如月呢？让他来。第27章，他从小鬼精得很，这恶毒婆子说的是假的，你们万万不可信。卢燕着急忙慌，生怕事情败露，不敢去看卢家人脸色，他上前打了婆子一巴掌，辞颜厉色，说是拿了谁的好处被收买，这般陷害如月。他们兄妹俩清清白白，绝无逾矩之举，女儿家的名声不能毁，你是听谁教唆的？亏我平日这般抬举你！婆子被重重倒地，她视线不着痕迹的和孙姨娘对视一眼，见她小幅度的点头，
他深吸一口气，老奴是夫人拨过去照顾小姐的，当然是夫人的人。这些年的忠心天地可见，只是小姐可怜啊，不吃不喝，有情人还是被分散。老奴看着她长大，哪里舍得她夜夜落泪。他高呼一声：“我愿以死证清白，以上种种，从未说一句假话，只盼小姐如愿，那也是死得其所了。”说完，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婆子朝棺材撞去，血花四溅，身体彻底软了下去，惊呼声不断。穆子涵哪里见过这种血腥场面，他皱眉，下意识撇过头，不由对孙姨娘的认知又多了一层。不管这婆子是孙姨娘早早留在卢燕身边的眼线，还是最近被她买通的，都是孙姨娘的手段。如今死无对证，还能将自己摘出来，毕竟她上演了一出卖女求荣的戏码，选择了要钱。她没在这里多过停留，走出灵堂，凄厉的哭声和卢家层出不穷的唾骂声被遗落在身后。京城的冬天和雪相辅相成，也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滴落在手背，有点凉。大姐姐，慕如晴追了出来，姨娘会照顾她的家人，这个她是谁，不言而喻。见她没有说话，慕如晴不安道：“我来灵堂就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姨娘都和我说了，到底一条人命我也不想的。但如果我不做，就……你同我说这些干什么？”穆子涵平静地看着他，仿若能洞悉他心中所想。是心不够硬，受不了谴责，还是想让我附和你，至少能得那么丁点安慰？可这有什么亏心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宅院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而想要活得长久，只能往上爬。多少人手里是干净的？这是悲哀，也是事实。没想到穆子涵说的那么直白，慕如晴面色一白。这件事，你也是受害者。如果一味退却，只会被伤得遍体鳞伤。你姐姐如莲就是例子。慕如晴，你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姨娘。慕如晴轻声喊：“大姐姐。”揭发卢慎死因的事，姨娘怕是不会做。要真闹得衙门面前，穆家的名声坏了，杀人偿命，爹也许会坐牢，那是他的报应。可穆家的子嗣会被拖累。孙姨娘孩子多，所以这件事只怕……穆子涵了解了。慕如月道：“大姐姐也有个好母亲，我听姨娘说过，先夫人是个极好的人。”穆子涵这才有了极淡的笑容。他的娘怎么可能会不好？在他离开后，慕如晴的肩膀被人一拍：“娘，你怎么把匣子拿出来了？”孙姨娘扬眉吐气：“里面的钱得让紫渊拿去给你姐姐买人餐吃。小产最伤身体，陈家哪些人哪里会管他死活？这一匣子钱是如燕那边出了问题，他又不是不配合，这个钱如燕好意思要吗？就算要了，穆正也不见得会帮他。孙姨娘看什么呢？这么入神还不走，免得又撞见卢家那些玩意。妾室的好处就来了，出了事他不用留着主持大局。照卢家的尿性，势必要见穆如月。他要是再点一把火，算了，想要的已经得到，人不能太贪心，一次性什么都做了，反而容易被反噬。再看大姐姐，她和印象里的很不一样。是孙姨娘，她从小鬼精的很，你当她日日去账房要钱是白要的，只怕早就对穆家账面上有多少银子，府邸的开支了如指掌。娘，穆如月真的上吊了吗？孙姨娘斜眼，她呀，蠢得要命。这边卢家要求蠢得要命的穆如月来冥婚，卢燕张嘴闭嘴不答应，甚至不惜和娘家人撕破脸，说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今日过后另行婚配。我女儿是一个死人，能沾染的吗？卢氏，那你们掩掩藏藏做什么？穆正一巴掌扇过去，卢燕砸到柱子上，两眼冒星光。他明面上的和气也不打算维持了。送葬，晦气！等等，我们的要求。穆正冷冷看过去，像是随时要杀人。卢母他们不甘心啊，可这里都是穆家的奴才，当然听命穆正，抬棺材的抬棺材，吹唢呐的吹唢呐，就要把人送出去。卢家人要反抗，没人理他们；卢家人要打人，然后被穆家奴才揍了一顿，他们才后知后觉，原来前面穆家已经够给他们脸了，可他们一再挑衅个，已经让穆正忍无可忍。在权势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卢母追上去，眼瞅着队伍出了穆家大门，一家办喜事或者丧事，外面都有不少人看热闹。他们就看见一个样貌刻薄的老妇人，一下子坐到地上，挡路！我命苦啊！队伍停下来，唢呐声只好也跟着停下来。白发人送黑发人，女儿女婿又都不是东西，当官就是了不起。他想到婆子死前说的，睁眼张嘴就来。你们二小姐和我孙子都做了夫妻，身子早就不干净了，凭什么我孙子死了？管家上前冷冷道：“你们也别太过分，知道太子妃之位怎么会换人吗？”人群安静片刻，他们其实也想知道，
管家却低声威胁卢家人：“是你们的好儿子哄骗二小姐，害得她非要退婚。老爷只好把表少爷关进柴房，让他反省。老爷没找你们算账，无非念着他是小辈，张罗后事，以示仁至义尽。你们要真是蹬鼻子上脸，污蔑我们府上小姐清白，一个个都是无赖，就别怪穆家不客气了。”卢家一听这话，这才消停了。当夜，慕如月脖子间的泪痕触目惊心，虽觉眼角的泪花却没断过。天黑漆漆的，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打断了寂静，一道黑影站在床边站了很久。慕如月察觉不对，刚睁眼就对上一张倏然放大的脸阴森森的，他喉咙刚要尖叫，下一瞬脖子就被穆正死死掐住。第28章，怎么，这个太子妃给你当？慕如月呼吸不畅，眼里闪过惊恐，他疯狂的挣扎，却无济于事。爹！他艰难地喊着，想要唤起他的怜悯。贱货！穆正把人从床上拖起来，也不管他会磕了碰了，粗鲁的一路往外带。慕如月穿得少，早就冷得牙齿咯咯作响，恐惧疯狂滋生。最后穆正停下。这些年他胖了不少，可还是能从眉眼间看出年轻那时容貌不错，不然先夫人柳氏也不会看上他。他整张脸阴沉沉的，不是为他要死要活吗？慕如月被扔到了地上，他的身体被埋到了雪里。爹，我错了，我错了，他就是这里死的，你不如下去陪他。慕如月的脸被按到池水里，冰冷又窒息，他第一次感知了死亡，让人畏怯。以前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慕如月后知后觉，他舍不得死。池水被他用力拍打，溅起无数水花，月色皎洁映在池面，寒风卷袭周遭的树叶，沙沙作响，像是一场祭祀晚宴。穆正这才畅快些，眼见他的挣扎越来越小，这才松了手。慕如月狼狈地趴在地上，水在脸上凝结成霜，这才得到喘气的资格。他大口大口的呼吸，因为害怕身体剧烈的抖动。就听头顶冰冷冷的声音问：“怕了吗，我的好女儿？”无人察觉，远处有什么一闪而过。阿吴回了院子，将那边的事禀报。穆衍还在刻鬼攻求，他做事细致，吹去碎屑，以后不必留意那边。阿吴耿耿于怀，真是可惜了，要是请了仵作验尸，一报官，穆正怎么可能逃今日了这一劫？穆衍问：“在你心里，卢慎是什么人？”阿吴没反应过来。穆衍帮他说：“好色，强占了不少良家女。据我所知，其中就有个刚死了丈夫的貌美寡妇，那寡妇不堪受辱，后来上吊自尽了。这件事还是卢燕出面平息的。”穆子涵从外面走进来，现在想想，这种畜生死了也是活该。卢家上下没一个是好的，他们自己没察觉异常，那为什么要帮他报仇？而拖累自己，孙姨娘做的并无过错，要是他做的多了，被穆正察觉，那才是得不偿失。既然这件事最后没把穆如晴牵扯进去，至于他怎么死的，冤不冤，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慕如月以后的日子势必不会好，有的人活着比死更绝望。他的一番话让阿吴浑身一怔。哥哥，穆子涵想起一事，转头问：“你和二皇子熟吗？”那次从皇宫回来，他越想越不放心。他突然问这个，穆言有些意外。有过来往，之前为了公务，我和周瑾共事过，每次二皇子都跟着，是个会察言观色的，也没什么皇子架子。不过穆子涵一听这话就知道有转折，忙追问：“不过什么？这种人伪装的再好也表里不一，又擅长笼络人心。先前我正的是他张嘴闭嘴的穆将军，我出了事后，不等我交出兵符，就开始一催再催。次日他舅舅就顶了我的职，你问他做什么？可是这几天入宫，他欺负你了？”穆子涵摇头，没多说。我就是问问。这件事过后，穆子涵没再见到卢家人。听说穆正已下令，卢家不能再登穆家的门，而卢燕也没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机会。这次婆子闹这么一出，在穆正看来，就是卢燕管理无能。他甚至怀疑是卢燕故意安排的。孙姨娘，以后由你掌家。掌家之权彻底到了孙姨娘手里，他开始大规模的笼络人心。这些暂不提。这天，穆子涵坐在来接他的马车里，经过京城最热闹的大街时，正打着瞌睡，就听到外面的议论声。仔细一听，说的就是穆家。那日穆家门前的事都听说了吗？说的是穆家二小姐。可不是，卢氏就是他亲外祖母，张嘴闭嘴说他和表哥有染啊，还官家小姐出身呢。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这穆二小姐最爱出门，这些时日却没见她，可别是真的吧？8成真的，她躲在家里不就是没脸见人吗？保不齐是养胎。轻点说，不然穆家人找上门了，亲岳母都能扔出京城，何况你我？人群一片嬉笑，他们本来就喜欢东家长西家短的。
说来也忘了，但慕如月的名声是彻底坏了。穆子涵这才察觉，这条街不是去皇宫的路。穿过喧嚣的大街，又行了1个多时辰，七拐八拐的，在一处僻静的宅子门前停下。宅子门匾上龙飞凤舞的写着2个字：成园。喜公公在一旁喜笑颜开。这是殿下名下的宅子，门匾上的字是他14岁写的。我们殿下的字连太傅见了都要夸上一夸的。穆子涵看了眼周围，这里他没来过，也就不清楚此处的位置。事实上，京城很多地方他都没到过。殿下在里面？是。殿下每月总有几日不宿东宫，就会来这里。穆小姐小心台阶，奴才给您带路。宅子很大，有点像是徽派建筑的风格，亭台楼阁，抄手游廊，看着就悠闲舒畅。胡闹！穆子涵却没心思留意成园的景色，他的身体哪里经得住这种折腾？宫里娘娘和皇上怎么不拦着点？喜公公也为难，拦了。可殿下坚持说成园适合静养，这也是实话。宫里到底人多眼杂的，娘娘和皇上哪里射得不应？说着，他讨好道：“这样也好，此处的路程比皇宫近，小姐每日可以晚起半个时辰。”这倒是实话。穆子涵现在就挺困的，婚期一日日缩减，府上孙姨娘忙前忙后，皇宫又有皇后操持，他和周瑾反倒成了没事人。周瑾每天吃药吃药，他每天佛经佛经。正说着话，就见蒙石朝这边走过来。殿下这会儿正忙，穆小姐是先进去，还是在外面等等？当然在外面等。他是有眼力见的人。穆子涵嘴角抿出得体的笑，不知是谁来了。蒙石眼珠子一转，还能是谁？他压低声音：“是二皇子，一大早就来了，匆匆忙忙的，瞧着有事。”穆子涵深吸一口气，周玉怎么又来了？真是阴魂不散，都要比他还勤了。怎么，这个太子妃给你当？第29章，好南风。蒙石又及时地说：“这些年二皇子遇着事就来找殿下，1次2次还好，可多了我瞧着就烦。”说着就开始举例子，每次殿下善后，他丝毫不知羞耻，拿着结果跑去皇上面前立功劳。穆妹妹，我也不瞒你了，上次二皇子治理水患有功，你应当也是听说的。其实这件事也是殿下背后帮了忙，不然哪有这么顺利？帮到忙也是帮。周玉何德何能让周瑾去专门去针对啊？还有太后寿诞那日，二皇子毁了我们殿下的祝寿图，谁曾想转头送了一副一模一样的，事后还处在那里装无辜，说是凑巧撞了。穆子涵一梗：“你们殿下信了他的胡说八道是吧？”是。蒙石绝口不提，太后这老巫婆对殿下从没有过好脸，这幅图殿下也从没真的想送出去，计划着让周玉来破坏的。世上有不透风的墙，除非殿下有意透露，所以他的孝心端莫皇知道。开玩笑，一个老巫婆，他们殿下是热脸贴冷屁股的人吗？图画了，心思花了，样子做做也就差不多了。二皇子的确有本事不错，可到底和被皇上带在身边，从小耳濡目染处理国事的殿下差远了。蒙石现在还猜不透周瑾捅自己一刀后的计划被穆子涵打乱后又做了什么打算。每次穆子涵过来，他都为他擦一把汗。周瑾那人绝对是最危险的存在，这么多年他把二皇子耍得团团转，可见他对付一个人时有绝对的耐心，他也享受其中的快感。周玉最会讨女人欢心，和他走得近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上次没出事也是穆子涵走运，没生一心。于是蒙石他时时刻刻贬低周玉，他又说也就我们殿下傻，真把他当兄弟。穆妹妹可能也不知道，二皇子私下作风不太行，是青楼楚馆座上宾。男人去青楼其实算不了什么。蒙石张嘴就来，反正没人会去求证，可他从不点姑娘，私下见的都是长相秀气俊朗的小官。二皇子好南风呢？穆子涵惊愕，可看蒙石又不像说谎。其实早在几年前，二皇子还喜欢姑娘，就是那丞相的千金。穆子涵问：先前那个摔断了腿的？不，摔断腿是相府二小姐，二皇子喜欢的是她姐姐，只是那大小姐后来得了一场病死了。二皇子就说姐姐死了，娶妹妹也行，两人长得还像。二小姐哪里愿意，她不愿当替代品，又对我们殿下。穆子涵听得有些膈应，可是注定二皇子和丞相府无缘二小姐勾引殿下，无果断了腿后，这件事才不了了之。蒙石得出结论，所以他情路不顺，就爱上了男人。屋内的陈设和东宫一样，周瑾神情倦怠，低头喝药。边上的周玉急得成热锅上的蚂蚁。皇兄，赈灾的事你得出面帮帮我，要是父皇知道我就完了。向周瑾低头，自认为能独当一面的周玉特别难受，
可现在情况紧急，那些从外商手里买来的米，我明明亲自检查过，都是品质好的细米，没有问题。可谁能想到，只存放了几晚，不少米仓的米都发了霉。发霉的米是要吃死人的。他连忙压下此事，有问题的米是不敢让刘明吃了。可施粥的事不能拖，保存妥善的米却没多少，只好花钱大量采购新米。可京城米铺的米远远不够。周瑾装模作样，怎会如此？京城各大米行囤积的米，怎会解不了燃眉之急？再不济过渡10几日是够的，以后的也能趁着这段时日从外头调来。只是到底是你搞砸了，钱是不能再去户部取了，得自己填上。如果不够，我这边给。一说起这个，周玉就来气，不知是谁提前一步买了去。他跑遍所有的米行，连1袋米都凑不齐，谁敢信？一定有人故意陷害他，就想让他在这件事上摔跟头。刘明跋山涉水过来，无非是天子脚下想要活命，却喝不上粥，连1粒米都见不到。要是闹起来，后果无法想象。赈灾这么重要的事，他都办砸了，指那些大臣指不定怎么看他。季期这几日忙的都是暗中收购米的事，这也是欢喜公公接送穆子涵的原因。周瑾仓库里的米可太多了。周瑾面露焦急，三皇帝呢？周玉脸色更难看了，他为了表现自己，就一手包揽了一切，最后给三皇子安排了个在米棚里面和侍卫一同给百姓施粥的工作。出了事后，三皇子这个蠢东西连忙庆幸说：“二皇兄，我只负责送粥，别的可不管，出了这件事和我无关。”一点没有担当。周玉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米怎么会有问题？可怕的是那些外商一夜之间也没了踪迹，而那些对他和颜悦色的尚书们更是齐齐变了嘴脸。来的路上他就一直在想，到底是谁的手笔？那些尚书又是谁的人？只会是和他有利益冲突的。首当前冲的是三皇子，不，他蠢又怕事，哪有这个本事？那会是谁？他可没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周瑾看着他抓耳挠腮的蠢样，眼眸亮了亮，却还是保持忧心忡忡的姿态。赈灾银是你从户部那边取的，粮食是你用户部给的银子买的，看守粮食的又是你的人，如今出了事，你让姑如何兜？这么一句让周玉他突然一个机灵，眼睛锐利地盯着周瑾。眼前的这个人有这个实力，可周瑾不是个好哄骗的二货吗？如果是他，那他的城府就太可怕了。明明都要死了，他后背一凉，万一伤是假的呢？整个太医院陪他演戏。周玉迫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他不愿相信周瑾有2副面孔。二弟，你看着姑作甚？周瑾温和地看着他，无人察觉里面星星点点的疯狂。人啊，一旦有了猜忌，就迫切想到答案。周玉走近，皇兄，你就真的？他佯装腿下一滑，手朝周瑾缠着绷带的胸口重重按过去。穆子涵刚进来，在他的角度就看见周玉迫不及待地朝周瑾扑过去，耳边回荡起一句话：“二皇子好南风呢。”穆子涵难得变了脸色：“你们在做什么？”第30章，殿下这朵娇花的确让人怜惜。周瑾眼皮子动都没动，嘴角的笑意不变。在他稳稳当当被砸了个满怀，然后顺势摔下贵妃椅，2个人都摔了去。皇兄，你没事吧？周玉这个狗东西手忙脚乱地从他身上爬起来，他演技很好，刚站起半个身子，又踩了100，再度摔了过去，手有意无意在伤口处重重碾压。与此同时，他听到愈合的伤口再度裂开的声音。周瑾身上缠着的纱布被血染透，瞳孔一缩，血色全湿。看来这个太子爷是真的伤得严重，是他多虑了。周玉狠狠地松了口气，这才爬起来，开始装模作样地表达愧疚。周瑾余光去瞥跑过来的穆子涵，他虚弱地闷哼一声，头晕。穆子涵在一旁焦急，流了这么多血，怎么会不晕？我扶兄长起来。周玉刚走近，就被人拦下。穆子涵警惕不已，不用麻烦二皇子。他大声喊来蒙石、喜公公。蒙石听到召唤，就知道殿下搞事了。喜公公不知道啊，所以他一进来就一惊一乍的。殿下，您这是怎么了？是谁害的您？周瑾，二皇帝不是故意的。喜公公和蒙石扶着周瑾去床上，转身就掐着嗓音质问：二皇子，我们殿下好好的，请您解释解释了，这是怎么了？算起来他是皇后拨给周瑾的，只是之前一直安排在殿外不受重用，如今被季期提拔了，他当然有这个底气。殿下才出宫就出了事，二皇子不妨说说，奴才该怎么和娘娘交代？周玉如梦初醒，后背冒起冷汗，他这才后知后觉，周瑾是储君，即便好欺负，可他冒犯不得。要是出了事，是我没站稳，这才酿成大错。蒙太医，皇兄会没事吧？穆子涵难得冷脸，他有没有事？二皇子瞧不见吗？没站稳，
二皇子一连没站稳2次，是伤了腿吗？是我的不对。不过皇兄一向吉人自有天相。周瑾听到每日被他折腾，都任劳任怨软包子一个的女人冷笑，还不是拜二皇子所赐。穆子涵是真的生气了，他这几天小心的照顾周瑾，一点差错都不敢犯，毕生的耐心都用在他身上。身心疲累的同时，可周瑾还有呼吸，他也生出一种满足感。别说二皇子还不是好人，就算是穆子涵也不会给他台阶。周玉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他沉声：“穆小姐。”他刚起了个头就被打断：“庶民女顶撞，您留在此处，亦不是大夫，二只会添乱。我要是二皇子，这会儿早就该去宫里请罪了。谁不知殿下要静养，平时娘娘和皇上都极少来东宫，生怕殿下休息不好。二皇子倒好，比谁来的都勤快。这次为了什么民女不敢过问，可我们殿下身子骨差，什么忙都帮不了，还请您看在他是皇兄的份上，放过他，饶他清静。”周瑾意外地抬了抬眼皮，直勾勾地看着他，他竟然也有脾气，还是对周玉这个恶心玩意。他像是发现新大陆，内心有多波澜起伏，嘴角的笑容愈发温和。穆子涵被他盯得发毛，以为说这些让周瑾不高兴了，他把头往边上一转。周玉被数落的脸一块青一块紫，这穆家女儿还没嫁入东宫，就该对他大吼大叫，以后还了得？周瑾虚弱，既然错了，不如想着补救，施粥的事不可耽误，少一袋米就能饿死几个人，人命关天的事，你求姑没用。这句话刚落，周玉能察觉到落在他身上的3道视线带着鄙夷。天啊天啊，几日前还嚣张的去东宫炫耀，被委以重任，这才过去几天啊，就搞砸了。这次换药，穆子涵没回避，就见蒙石解开绷带，那里有个窟窿，血肉模糊黏哒哒的厉害。干布润湿去擦血迹，很快又冒出来，怎么也擦不完。蒙石止不住，神情变得凝重，突然想起来，昨日殿下从他手里要了不少活血化瘀的药材。很好，这个疯子怕是算计到了周玉会来。殿下，你要臣的小命直言便是，今日出点事，明日又出点事，不如将臣一刀了结了，也好过日日提心吊胆。周瑾无辜的说话断断续续的，让你费心了。事故不好。猛石，救命！周瑾这样真是比杀了他还可怕。他嘴角一抽，低头施针止血，好不容易止了血，在场的人全都松了一口气。再试上药又包扎。穆子涵擦了擦额间的汗，总算松了口气。周玉放松下来，我又被打断。周瑾，可嗨。周玉，穆子涵，你简直放肆。周瑾吐出一口血。周玉，这。穆子涵就听到周瑾带着圣人光芒，二皇帝放心，姑不怪你。说完这句话，他晕了过去。屋内大乱。蒙太医，殿下怎么了？他装的，都可以去登台唱戏了。蒙石唉声叹气，殿下本来就丢了半条命，就算是好好养也没多少时日。穆小姐不知，他昨儿就发了热，这会儿还没退下。穆子涵明白了，周玉那么一弄，没准加速他当寡妇了。他现在已经顾不得去思索周玉对周瑾到底存什么心思，想除他还是爱慕他，反正这个人不顺眼。他用手背去摸周瑾的额头，果然滚烫滚烫的，总算忍不住从牙缝挤出一句话：喜公公，送客。屋内少了人，蒙石又去煎药，很快安静下来。他在床前坐下，守着周瑾。周瑾又闻到他身上香甜的味道，他已经很久没有个安稳觉了，现在竟然困了，也真的睡了过去。他无害的静静躺在那里，脸色苍白，嘴角却因为吐血沾了血迹，墨发披散在枕头上，估计又脆弱。这样的人，只要不提出无理的要求，穆子涵都会满足。所以平时他给他端茶送水，又算什么？穆子涵迟疑片刻，给他盖好被子。别说周玉会不会生出可怕的心思，就连他看多了都。殿下这朵娇花的确让人怜惜。第31章，你当姑在意。今天是难得的艳阳天，可还是驱不走冬日的寒。砂锅里咕噜咕噜煮着药，掌握好火候，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熬好，倒出黑乎乎的药汁。蒙石这才端着往回走，门没关严守，半掩不掩的。他刚要推门进屋，却透过缝隙瞧见里面的情景。这淡黄色罗裙的姑娘趴在床前，睡得真香。穆衍这个妹妹真是一点没有防备之心，也不怕睡着被那疯子掐死。蒙石一个激动，又猝不及防地对上了周瑾的眼，那双眼里阴狠而乖戾。对视的那一秒，周瑾朝他扬了扬眉。蒙石险些没拿稳药，他猛地掉头回去。季期风尘仆仆过来，打算禀报梁氏的事。这是殿下的药，我一并拿进去。你不怕死你就进去。蒙石，殿下反正不想好全，多喝一顿少喝一顿也没什么。季期一听这话，没再坚持。那些粮食，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季期冷漠，少打听，好歹我也是殿下身边的人，嘴巴该严的时候，他可是比谁都严。殿下，季期忽而请安，就见该在拔步床上的人，这会儿没有骨头似的靠着门，他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了。周瑾没有情绪的悠悠出声，梁氏让手底下的人出面高价卖给周玉。孟石，你还要知道什么？孟石哪敢问什么，当下装傻充愣。然而周瑾脸上却有了浓郁的笑容，他施恩说，瞧他刚刚那六神无主快哭了的表情，到底是锦衣玉食从来没吃过苦的，遇着事就知道装可怜，姑这种好皇兄哪里看得了这个？有病啊，抢来又卖出去，卖多少？季期在身后比了个数。蒙石，多少？你个疯子，怎么不去抢？这么多银子，二皇子哪里拿得出来？周瑾抬头去看苍穹，像他这种人是在刀尖上谋生的，在官场上，尤其为了那把龙椅，银子是小事，梁氏一事闹大了，得了个德不配位的蠢货的名号是大事。他相当恶劣，周玉的母妃熹贵妃就这么一个儿子，周瑾的外祖熹家，姨母康家，想想法子总能凑够的。明白了，周玉简直就是个冤大头。周瑾去看季期，人呢？押去了地室。姑去瞧瞧。书房藏着一条通道，直接连通地室。周瑾过去时，他要见的人早就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的，身上的蓝衣也在打斗中弄得破破烂烂。那人奄奄一息，偏偏又留着最后一口气，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得。一入内就是浓重的血腥味。周瑾面不改色。地室昏暗，只有壁灯发着微弱的灯光。墙壁上除了壁灯，就是各种刑具，甲兵、斧钺、刀具、钻凿、鞭扑，应有尽有。季期搬来一张椅子，周瑾随意拿了一把鹰嘴钩刀，形如弯镰。这种刑具在战场上也经常用，捅进身体，猛地一割就能撕开一大口子。钩刀被磨得锋利，周瑾轻轻一划，指腹就刮出一道血痕。其实仔细看，他的血并没有寻常人那样鲜艳，反而有些暗淡，这是服用药物后的原因。周瑾把手凑到唇角，亲准。他坐下，然后撑着下巴，眼睛半眯着。季期冷着脸说，为何背叛殿下？随着他说话，匕首也一寸寸一凌迟的慢动作刺入蓝衣人的腹部。有本事你杀了我！蓝衣人姓魏，单名一个字，明。魏明是周瑾手下的二把手。你投靠了谁？季期眼里的杀意怎么也藏不住。二皇子、太后，还是谁？魏明疼得抽搐，却一个字也不透露。魏明，殿下待你不薄。不薄？魏明猛地大笑，眼角掺着血和泪。他这种只会落井下石的宵小，凭什么要我效忠？当初我妻子明明可以不死的，是他不顾我苦苦哀求，一箭射死了他。季期皱眉，说了多少回了，那是前朝余孽，他接近你目的本就不纯，为的就是杀害太子。他到底念在这么多年的手足之情，手下动作停了下来。魏明，你若交代了，我向殿下求情，看在你这些年尽心尽力的份上，饶你一命。魏明却是狂笑，饶我？他一个冒牌货，当了这么多年的太子，还真以为自己血统纯正了。季期心下大骇，这种事魏明怎么可以提？啪嗒的一声，周瑾手里的鹰嘴钩刀脱落。他停顿片刻，像是才回过神来。他温柔说，再说一次。魏明知道周瑾的手段，有过片刻的畏惧，最后选择别过头。只听一声冷笑，周瑾一脚踢开鹰嘴钩刀，大步朝魏明而去。他一靠近，季期连忙退开。我让你再说一次。周瑾转动刀柄，搅动血肉，这种痛可比刚才强烈了数倍。魏明疼得要死。周瑾，你不如杀了我。周瑾哪里能让他如愿？你早就暴露了，姑给过你3次机会。他动作很慢，说的也慢。第一次是在边境，姑曾问你可对许静的事对姑生有怨怼，许静就是魏明的妻子，你说没有。第二次是在回京的路上，你亲手端了毒茶。自从怀疑他，周瑾的计划也一直瞒着他。姑说人无回头路，你有什么话同姑说吗？魏明也说没有。那碗毒茶他为了周瑾喝下，周瑾喝了，反正操心的是蒙石。眼下是第3次。魏明，周瑾，你如今这样也迟早丧命，我怕什么？黄泉路上不孤单。这京城里头想让你死的可太多了，你一个个猜去吧。哈哈哈！周瑾抬手抽出他腹中的匕首，鲜血溅了出来，又狠狠地刺了进去。做完这些，他接过季期送上来的帕子，擦了擦手。魏明眼睛还惊恐地张着，呼吸停止。季期冷眼旁观，在他看来，殿下有无数个折磨魏明的方法，可他选择了这一种，终究还是留了情的。所以魏明注定听不到周瑾低低的笑，有落寞，也有疯狂。蠢东西，你当姑在意？
都说了，他过来只是给他第3次机会。第32章，娶我，殿下不亏的。那明黄色的身子趴在床前，腰身纤细。穆子涵很少做梦，可此时却陷入梦境，脱不了身。他的眉紧紧皱起，与其说是梦境，倒不如说是记忆。他以上帝的视角看着那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蹲在地上数着蚂蚁。小姑娘看着不过8、9岁的模样。突然有人跑过来，一脚踹飞她手里用杨柳制折的花环。小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以后一定不学好。那人穿着华贵的襦裙，好不骄傲地抬着脑袋。是幼年的慕如月。他把花环扔到地上，用力地踩。明明年纪很小，却说着恶毒的话。穆子涵，大哥哥已经去当兵了，没有人在护着你了，看你还怎么和我傲。我娘说了，战场刀剑无眼，大哥哥不老实在家里讨好父亲，非要出去当兵，没准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你就是个扫把星，克死了你娘，又轮到大哥哥了。小姑娘也就是小时候的穆子涵，眼里含着泪，要掉不掉的样子，让人看着都心疼。他还记得穆衍出发前特地笑着对他说，哥哥努力往上爬，这样谁也不能欺负我们小涵了。你胡说！他猛地扑到慕如月身上，我让你胡说。穆家的2个姑娘打架，边上的奴才帮的当然是慕如月，而穆子涵最后被赶来的穆正打了一巴掌。你这小畜生，若是伤着我如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画面一转，多年后是穆衍从战场上回来，端墨王朝重文轻武，能打得老将军年迈，一败再败的割地赔款，这一次总算扬眉吐气，而里面竟然有小兵穆衍的功劳。老将军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穆衍推到端墨皇面前，端墨皇大喜，封赏穆衍。穆子涵站在穆家门口，欣喜若狂地盼着，穆家的人也都站在边上。这可是大喜事，我一早就说小眼相老爷是有出息的。如燕一改嘴脸，夸完这个又夸那个，最后还不忘将从不待见的穆子涵叫到边上。小涵，娘和你爹这些年没亏待你是吧？穆子涵扬眉吐气的语出惊人，你们对我非打即骂，我能等到哥哥回来，是阿娘在天之灵庇佑。哥哥一回来，我就要告诉他，你们都怎么欺负我，我要让哥哥分家，不和你们住一起。这话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打你也是为了管教你，你这孩子怎么好赖不分呢？穆正是真的怕，毕竟穆衍从不给他好脸色看。如果穆子涵说起分家，那兔崽子如今毛长齐了，可能真要分。你哥哥如今风光了，他最惦记的就是你。你要是告了什么状，说了不中听的话，气得你哥哥非要和我闹，要是外头的人知道了，皇上知道了，可是要怀疑他人品，说他不孝的。慕如月好姐妹的挽住他的手，大哥哥在外面拼死拼活，算起来你在家已经是享福了。为了你去断送前程，值不值得？这话显然唬到了穆子涵。忤逆不孝是大罪。穆衍从皇宫回来，他翻身下马，第一件事就是大步走向穆子涵。鲜衣怒马少年郎，那时的他要多意气风发有多意气风发。他把穆子涵里里外外的打量了遍，最后笑，小妹长高了。穆子涵也笑了，可有人笑不出来。穆正觉得很掉面子，毕竟穆衍多年没回来，竟然不是向他请安。小衍啊，这些年你在外面，为父整日提心吊胆的，宫里没有你们用饭，你娘知道了，特地去厨房张罗，做了一桌你爱吃的菜。你我父子多年未见，不如小酌几杯。穆衍的笑意淡了很多，他牵着穆子涵的手，不必麻烦，我刚回来，要去娘牌位面前磕头。他身上的盔甲还没卸，威风凛凛。爹和继母有意见吗？继母2个字，他加重了语气。穆正敢说没意见吗？当初穆衍离开时，他就发话，死外面也好，如今立功回来，以后前途无量。他这个当爹的可不得巴结。没，怪我，你舟车劳顿辛苦，就该回去休息，等养好了精气神，全家在一起吃饭也不迟。这下穆衍没反对。等刚回屋，他就问穆子涵，这些年哥哥不在，可受委屈？穆子涵想点头，他想告诉穆衍，全家的人都欺负他，就连府上的奴才也轻视他。他也想告诉穆衍，这几年他在穆家过得如履薄冰，穆衍走时给他留下的钱早就被慕如月抢走了。渴望着穆衍关切的眼神，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穆子涵故作无所谓的摇头，我好着呢，真的。他们不管我，可总不至于少我一碗饭吃。倒是哥哥每次寄信回来，从来报喜不报忧。再然后画面又是一转，老将军看中穆衍，一直尽心提拔他。死后穆衍又打了一次胜仗归来，宫里为他举办了庆功宴。也是那天，噩耗降临，他为救驾中了毒，毒素蔓延，武功全废，一直不见好。穆子涵差点哭瞎了眼睛。再后来，兄妹俩被赶到小破烂院子住下，荣耀辉煌全都不剩。账房先生，
求你再支我50两，不，30两也成，哥哥吃的药不能断。被拒绝了，穷途末路下，他只能将娘亲留给他们的东西全都典当了换钱。而慕如月被众星捧月，他一到账房，对穆子涵爱答不理的账房先生连忙笑着去迎。慕如月，最近我看上一副头面，给我200两。是，小的这就给您拿。慕如月这才看见角落里的穆子涵，他高高在上的说：“你像个叫花子，就知道要钱。大哥哥又是病秧子，家里哪里经得起你们这么造？穆子涵，你若跪地上求我，没准我看着都是穆家女儿的份上，赏你50两。”画面定格是慕如月鄙视的嘴脸。穆子涵呼吸急促，冷汗涔涔，猛地睁开眼，梦境的无助却一下比一下猛烈。做噩梦了。刚回来的周瑾近在咫尺，他朝他弯下身子，从地势回来，他周身上下笼着阴霾，离得很近。穆子涵从他漂亮的桃花眼里看到了里面小小的自己。殿下。周瑾心情不好，没应他。穆子涵却虔诚的开口：“慕如月哪里都不如我，娶我，殿下不亏的。”第33章，还没嫁给他，就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他的嗓音还有刚睡醒的低软。女子半跪在地上，一手压在厚实的被子上，鼻子翘挺，朱唇娇艳。从周瑾这个角度能看到她因仰头而露出的脖颈，银白似玉。也不知梦到了什么，眼角竟然还含着泪，看得周瑾莫名有些燥。好在这种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亏，他像是听到了有趣的笑话。穆子涵还以为他不知道穆家原先的算盘，反正这件事不是秘密，与其从别人嘴里得知，还不如他来说。先前穆家想把慕如月嫁给殿下，她是我继母的女儿。他含糊道，算起来她年长我1岁。穆正的亲女儿。穆子涵，我爹私生活不端，让殿下消化了。后面的话他红着脸，其实我比慕如月稳重，也比她明事理，长得，她声音更低了，应当也比她美。她的容貌拿出去，只怕京城没有几个能比肩的。穆子涵可没有说假话，只是他到底有点不好意思。听他说这个，周瑾想说，你心血还比他白。他没见过慕如月，但至少在宫里，周瑾就没见过比穆子涵还白的人。屋内烤着炭火，他身上的寒气都被驱散了不少。周瑾是个多体贴的疯子啊！地上凉，还不起来？他甚至很上心，黄姐在店内就不爱穿鞋，就准备了厚厚的毛毯，回头我也在屋里备上。穆子涵想说不用破费，他不会在这里脱鞋光着脚，毕竟不规矩，他也没这个习惯，更不会没事坐在地上。他扶着拔步床站起来，可拒绝的话在对上周瑾柔和的眼后又咽了下去。周瑾的体贴他受着就行，男人对女人好，没必要推三阻四，反倒伤害了感情。他应该习惯，寻常夫妻应该也是这样相处的，他们就当提前培养感情了。殿下方才是出门了？没有，周瑾只是口渴了，下来喝杯茶。穆子涵一听这话，那你应该叫我的。周瑾轻声，这哪里好意思，以前倒个茶让他跑5、6趟，也没见周瑾不好意思。穆子涵有些狐疑，可又觉得他不至于骗他。他踮起脚尖，用手背去摸周瑾的额，没先前那么烫了，但还是烧着。他的靠近是那么理所当然，周瑾有那么一瞬间想把他扔出去。穆子涵瞅他一眼，这才就着前面的话又继续说，其实也没什么好瞒殿下的，我爹在外面惹了风流债，身为丈夫他没有责任，作为父亲他也不够格。周瑾眼里的温度其实忽明忽暗，不真实的就那么薄薄的一层，随时可以和人撕破脸。说这些是想让姑为你出气，他怀疑他是在恃宠而骄。穆子涵忙摇头，不是，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所以殿下要是哪日他来您这边要好处，不用顾忌我，直接拒了。他担心周瑾会看在要和穆家结亲的份上，让穆正占了便宜。从没让人占过便宜的周瑾有些意外，这女人还没嫁给他，就已经胳膊肘往外拐了。午间，两人是一同用饭的。往常吃饭，两人都是面对面坐着，多数时不言请不语，只能听到筷子轻微撞击碗碟发出的清脆声响。除了少阳公主一起用饭那次，成员的厨子烧得一手好菜。周瑾是病人，他入嘴的饭食一个比一个清淡，在东宫，穆子涵都是陪着一起吃的。周瑾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也许被饿过，所以他对这些从来不挑，何况再清淡的饭菜被宫里的厨子烧出来，味道也很不错。但今日不一样了，桌子上的菜色泾渭分明，穆子涵眼前的都是色香味俱全的。远一点周瑾吃的和东宫的差不多，不对比倒没什么，一对比就没法入眼了。光是眼前浓郁香味的羊肉汤，穆子涵就喝了2碗，一点也不腥。冬天吃羊肉汤最好了。周瑾却没了胃口。成员的厨子真的是活够了。其实也不能怪厨子，
毕竟成员从未有女子踏足，如今来了要给殿下冲喜的穆子涵，又是以后的世子妃，可不得好好张罗饭菜。那道樱桃肉是厨子的拿手菜，你尝尝。听他这么说，穆子涵看向右手边的菜，夹了一块。樱桃肉瘦肉鲜嫩，油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足够让人惊艳。好吃吗？周瑾悠悠出声。穆子涵刚要点头，很快又生了吃独食的不好意思。见周瑾放下筷子，殿下，不如我去别处吃吧。不必。周瑾说的毫无负担，也足够不要脸，本来就是姑安排下去的。多吃点，你太瘦了。张张嘴都是他的功劳。他越这样，穆子涵心里越甜。宫里的绣娘为了赶制嫁衣前给我量过尺寸，穆子涵从那以后就一直控制饮食。谁不想漂漂亮亮的出嫁？如果嫁衣紧了，让他们再改就是。你身体重要。周瑾说着，十分难得的给穆子涵夹了一筷子清蒸鱼，是他吃的病号餐。今日何时回去？啊，姑安排了白玉堂的人，今日送些首饰过来，你挑些喜欢的。白玉堂是京城出了名的首饰店。不用了，我首饰够用。周瑾笑，不必为我省钱。再拒绝就显得矫情了。谢殿下。穆子涵其实也有鱼，被厨子做成了牡丹鱼片，鱼肉做成了牡丹花的样子，肉质酥脆，十分讲究。他看看牡丹鱼片，又看看周瑾送到他碗里清汤寡水的清蒸鱼，沉默几秒，他低头吃下。刚吃完，准备吃摆盘漂亮的烧鸡，再尝尝这道清蒸笋，又是一筷子病号餐。殿下自己吃吧，我自己能夹。周瑾，这几日你辛苦了，不然刚才也不会睡着。说着，又是一筷子病号餐。穆子涵语塞，他踌躇很久，说得十分委婉。这些菜，殿下身体再好些，就能吃了。周瑾微笑，笑容很假，姑不馋。第34章，无耻啊！吃了午饭，穆子涵又抄了佛经。每天写的佛经都会被送到皇后那里，所以他写得很仔细。字不好看，至少心诚来凑。白玉堂这次是掌柜亲自来的，是个中年妇人，她身后跟着10几名年轻女子，个个手里捧着用红绸盖着的托盘，是蒙石领他们过来的。他经常去首饰铺给蒙家女眷买首饰，和这掌柜倒算相熟。掌柜有意打听，这穆家小姐到的太子爷欢心。蒙石心里冷笑，狗屁欢心，那个男人压根不懂爱，他都要担心这位爷哪日不高兴，将婚事搅黄了，或者就算和穆妹妹当了夫妻，没准新婚夜都是自己睡自己的。周瑾不喜和人相处太近，这个狗东西没准会让穆子涵打地铺，毕竟他一个病人不能睡地上，穆子涵这种人肯定宠着他。想到这里，蒙石就有点心虚，毕竟3年没见的穆衍昨天见他，旁敲侧击打听周瑾，他只能说我们殿下可好了，对穆妹妹照顾得很，给你当妹夫准没错。什么你觉得殿下是个笑面虎？我们殿下本来就是个温柔爱笑的，什么又城府深了？他站在那个位置，有点大智慧怎么了？聪明人才能照顾好你妹妹。他很违心。掌柜又打听，这穆家小姐听说还得了宫里不少赏赐，以后可不得了。是啊，所以你等会小心伺候着，没准太子爷大手笔把这些全买下来了。掌柜一喜，入了屋，他领着众人跪下来请安。蒙石因为愧疚，所以他对待穆子涵比以往都要热情。穆妹妹，姑娘家的首饰永远不嫌多，所以他特地安排了这些事，为此还得了周瑾的冷眼，是他就知道瞎折腾。可话没说完，昨天嫌他事多的周瑾打断他，去看看，喜欢吗？殿下安排的自然都是好的。什么？蒙石，无耻啊！他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是的呢，殿下昨儿亲自挑了花色，派人去问你爱白玉还是翡翠，平时用簪子还是钗子。周瑾面不改色，他坐在贵妃椅上，姿态有些懒散，发白的唇张开，轻轻斥，这种小事不必多提。穆子涵心下一暖，他其实不喜欢那种做了事就说出来的，显得刻意。周瑾这样从不说付出了多少，花费了多少心思，反倒让人觉得用心，就好像他对这门婚事是很重视的。那他是不是还要对他再好些？他对周瑾的感情其实很复杂，他希望他活着，这样他也能日子好过些，所以他愿意照顾他。其实算起来，他出发点也是自私的。选好首饰，他留在了成员，懒得麻烦拿回来，出嫁又得一并带回去，还不如等成了亲后再带。他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怎么样才算好呢？对待至亲哥哥一样，那他还做不到。毕竟满打满算，他和周瑾认识不过7天。走在穆府，就听有人在身后喊：“大姐姐！”穆子涵有点无奈，何事？穆如晴大步追上来：“紫渊今日回来一趟，说姐姐吃了姨娘送过去的餐，气色好多了，
还嘱托我一定要替他亲自和你道谢。穆子涵闻言浅笑点点头，身为穆家女，是她受罪了。也许慕如晴嘴角的笑过于灿烂，又也许这段时日孙姨娘长家后，她生活质量明显上涨了一个高度。穆子涵沉吟片刻，陈家还没收你送去的拜帖。说起这个，慕如晴嘴角垮了下来。没有，陈家人不让我见姐姐。她虽是庶女，却是慕如莲的亲妹妹，于情于理，陈家不该不让她见人。整个陈家就像强盗一样，姐姐闹着要个交代，陈家竟然说她再闹就休了她。我是庶女，可到底是亲妹妹，却见不了；姨娘只是姨娘，更加见不了，只能靠着紫渊偷偷摸摸来传话。大姐姐，你不知道陈家姐夫有多无耻，他昨儿来姐姐屋里，差点当着姐姐的面强要了紫渊。穆子涵沉下脸，等会儿有空吗？有。慕如晴也知道他说的多了，穆子涵总是寡言少语的，他当下讪讪，怕惹了大姐姐不高兴。踌躇，大姐姐有事吩咐吗？准备，我带你去陈家。穆子涵说的轻飘飘的，却让慕如晴眼里一亮。不过我不确定会让你见到人，但试试也无妨。自从上次的事后，慕如晴对穆子涵就莫名的崇拜，大姐姐一定可以的。于是穆子涵又转身出了府。穆家和陈家隔得有点远，等他们赶到时，已经接近黄昏，天边的彩霞满天，漂亮又夺目。街边的商贩全都在整理摊位，准备回家了。忙忙碌碌的路人也是，所以这会儿人比中午还多。慕如晴想到身后有穆子涵，她身板都直了。让我进去，我要见姐姐。陈家当下没好脸，怎么又是你？走，主人家没收拜帖，穆家的姑娘却见天过来，这么连点规矩都不懂。拜帖我日日都送，你们却全给我退回了。那是因为夫人要敬仰，你当妹妹的怎么不知道心疼她？慕如晴气得不行，她只能无助地看着穆子涵。穆子涵出声问：敬仰？你家夫人为何敬仰？自然因为小产。因何小产？门房不说话了。他不知穆子涵是谁，可觉得来者不善。穆子涵冷笑，却不愿和狗仗人势的东西费口舌，他大步往里闯，拦住他。放肆！皇上钦点的太子妃，哪个不长眼的敢碰我？这么一声，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看了过来。你们夫人是我们穆家的女儿，出了事死活不让我们见人。里头的猫腻我们没来得及和陈家计较，真当穆家一个个都是软柿子了。陈家真是好大的威风啊！穆子涵扔下一句话，告诉你们老夫人，他要是不怕事情败露，只管接着包庇接着横。第35章，不得了，这张嘴不得了。陈家祖上3代都是当官的，到底被京城权贵熏陶，宅子的摆设透着雅致，仔细去看还有几分贵气。特别是陈老夫人住的院子，她是个很会享受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老夫人，大少爷昨儿一宿都没回来，大少奶奶在屋里砸了好几个花瓶。陈老夫人一听这话，那还得了，她猛地一拍桌子，不省心的东西，整日就知道吃醋，有本事别让自己男人被青楼那些妖精勾走。她冷冷一哼，在她看来，男人风流点也不是什么大事，也就这个孙媳妇揪着这一点不放，推小家子也不学她。慕如月肚子里孩子没了，是个男婴，她都不舍得怪孙子。说着，她问那边可有在闹事？算了，就算闹，她也没法把天捅她了。说着，她嗤笑一声，涂满粉的脸有些狰狞和恶毒。她也蠢，娘家人都不管她了，只能依附我们陈家，这时候还敢说大少爷害她，他爹那穆大人就是个怂货。当初老爷看上他，穆大人恨不得把他送到老爷床上服侍，别说小产，就是他死了，穆家一个屁都不敢放。当初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慕如月的年纪都能当他孙女了，可儿子就喜欢年纪小的，说嫩，还能怎么办？正抱怨着，就见下人气喘吁吁的跑进来，猛地跪到地上。老夫人不好了，穆家来人了。他生气，又来，赶走。这种小事还要过问我？这次不一样，是穆大小姐。说着，忙把穆子涵说的话复述一遍。陈老夫人蓦然沉了脸。外面的对峙没有保持太久，通风报信的奴才回来，在管家面前俯身说了几句。管家看穆子涵一眼，皮笑肉不笑：穆小姐，我们老夫人要见你，这边请。见他这样，慕如晴一个哆嗦，再看穆子涵，他站得笔直，丝毫不见慌乱，那淡定的样子也安抚了他。大姐姐过来是给姐姐要公道的，她可不能拖后腿。也是，陈老夫人是长辈，我的确应该先去探望她。这话还算中听。然后下一句，穆子涵也顺便问问他是不是仗着年纪大倚老卖老。管家脸色很不好看，在他看来，穆子涵就是借着太子妃的身份来甩威风的，但到底不能得罪。可到底年轻，将不如老的辣。等老夫人出面
三言两语还不得把他收拾了。门口的人眼看着没戏看了，却没散。我记得陈夫人那肚子很大了，又不是前3个月坐胎不稳，好端端小产本来就古怪，谁说不是呢？我日日在这里摆摊，那穆家庶女日日过来，每次都是被哭着轰走的，就猜到其中只怕有隐情。都说什么呢？滚滚滚，一群刁民嚼什么舌根？没好戏看了，又得驱赶，众人一哄而散。不过有不少人私下传播，一个看门狗就这么嚣张，呸！难怪穆小姐上门要公道了，这陈家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肮脏事。陈老夫人的院子足够奢华，穆子涵在门口就听到里面瓷器被砸碎的声响。老夫人饶命，奴婢手没拿稳。一个年轻丫鬟打扮的丫头跪在地上，这是老夫人最喜欢的茶具，让你端个茶你都能摔了，年纪轻轻手残了。老夫人多么尊贵的人，是你一个丫头能冒犯的？没等陈老夫人开口，她身边的婆子就骂。门口的穆子涵眼眸一闪，年轻冒犯，只怕陈老夫人这是给她下马威呢。门口的奴婢撩开布帘请她进去，穆子涵一入内，那哭着求饶想奴婢还是跪在地上抖着身体不敢说话。再看主位上的陈老夫人，嚯，一头白发，精神气却很好，可人品嘛就不好说了。陈老夫人像是才看见她，她先是冷漠的让人把婢女拖出去打板子，然后端起茶水喝了一口。穆大姑娘来了，怎么不让人通传一声？我陈家最有待客之道。孩子，你有什么不满的和老身说，再不行让你父亲穆大人来找老身，你却在我陈家外头闹泼脏水，意欲何为啊？他提到穆正，无非是警醒穆子涵。穆子涵笑，也不想和他掰扯。我听说如莲腹中的孩子是贵府少爷在他吃的饭菜里下药害的，你这是什么话？又是哪里听说的？陈老夫人绝不会认，外头那些胡言乱语怎么能信？我孙子可是把如莲当亲娘呢，如莲这个儿媳我也是格外看重的。穆子涵也没说信不信，我就说嘛，陈家是体面人家，陈老夫人最是吃斋念佛，怎么可能礼数都不要了，为难小辈，门房不让进，百般刁难，想来是陈家下人阳奉阴违了。这一番对话让陈老夫人看她的眼神都变得犀利。我家如莲年轻，嫁过来不到半年就有了身子，老夫人体恤心疼她，不让她去费心神，也就拿着管家要是不松手，继续统管全家。后宅的事都是您一人料理的，如今上了年纪，难免力不从心，也难怪下面会偷奸耍滑不懂事。这样可不成，穆家是亲家，得了下人的冷眼也没什么，可换成别家是要笑咱们陈府没规矩的。不得了不得了，这张嘴不得了，这是什么意思？指责他不放权吗？穆如莲也配？穆子涵，不过这孩子到底是你们陈家的骨肉，既然和大公子无关，总要调查清楚到底是哪个畜生害的。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了，6个月的妇人实在莽撞。陈老夫人差点笑容维持不住。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所以怪我没照顾好你姐姐。如莲她出了事，我又何尝不难受？只是啊，孩子，你如今还没嫁入皇家，就过来指桑骂槐得罪人，总归不好。我也就算了，到底沾亲。不过陈家不是达官显贵，可还是有些底气和人脉的。穆子涵一怔，陈老夫人以为镇住他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黄毛丫头，不成气候。毕竟她一个嫡女，何必为了庶女四处树敌？就听他问，可我记得陈老爷我那个妹夫，她只是个从四品小官啊。第36章，对于穆子涵盲目崇拜。你，陈老夫人到底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她不气反笑，异常和蔼，好像面对的是不懂事莽撞的小辈，还能和他吵？你这孩子，不让你见，反倒显得我是个恶婆婆了。绝口不提不收拜帖的事。你姐姐性子软弱，身份也低了些，说出去是高攀了我，但全家可没半点瞧不起她。眼下又伤了根本，陈家上下都小心伺候着，谁敢让她不如意啊？大夫都说静养静养，等她身体养好了，就算你们不来，她也要回娘家的，让你们看看我陈家照顾的周不周到。本来你来，我是万般欢喜的，也该留你吃顿饭喝口茶，可你也罢，我说什么你都不信，凡事都要眼见为实才好。如婆子，你领他们过去。说着，他和婆子对视一眼，婆子会意，连忙不热不淡的走过来。穆小姐，请。穆子涵见好就收，老夫人是敞亮之人，能体恤我等。我先前也是急了，可这事换成谁也都要急眼的。要是别人，陈老夫人可不会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比如穆如晴，从进来后，她都没施舍对方一个眼神。可穆子涵，他也把不甘只能往肚里咽，维持这表面上的平静。即便两个人都在装，也知道对方什么心思，可也得装得漂亮。毕竟再过些时日，穆家东宫办了喜事，穆子涵再来，他是要跪下磕头的。去吧，知道你们姐妹许久没见，我就不留你了。这个点过去，恰好能陪如莲用晚饭。哪个正经人家
会上赶着饭点过来，还是晚上？这天怕是等会都要黑了。穆子涵却像是没听懂样，早些10日就听说了，陈家的厨子是江南那边请来的，我自然要叨扰了。慕如晴哪里见过这么高端的对话，毕竟卢燕这个主母挺蠢的，出事了只会嚷嚷，要么就是哭啼啼。他心里对穆子涵更加崇拜了。他的心思穆子涵是不知道的。去见木然如莲的路上，风一吹，他才察觉后背出了不少汗。他心里叹了口气，如婆子把人送到这里就是了。慕如晴红着眼跑进去，屋内就点了几盏灯，很暗，药的味道浓郁。穆子涵慢他一步，还没来得及打量四周，就听到慕如晴低低的啜泣声。不是说吃了人参好多了吗？姐姐怎么瘦成这样？看见亲妹妹，床上的慕如莲意外极了，又见她哭，想要安慰说自己没事，可到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跟着哭。她难受啊，这几天像是被人架到火上煎一样，可却找不到人诉苦。紫渊抹着眼泪，四小姐，你是没见我们姑娘之前那才叫。她的话倏然停下，惊恐不已，因为看到了如婆子，受是经历了丧子之痛，还能是什么？如婆子没离开，她甚至关心地走到床边，找出帕子亲自给慕如莲擦。哎呦，夫人您可别哭，小产哭多了是要瞎眼睛的。如今姐妹来看你，您要是哭了，可不得让人生疑。您在陈家受了天大的委屈，这穆大小姐就是放心不下，又不知从那个贱蹄子嘴里听说你小产是被害的，我们老太太怎么解释都不信，看她多在意你，非要见了才能安心。说着，她冷冷看了紫渊一眼，您啊，只管安心养身体才对。慕如莲脸色更苍白了，她甚至害怕的牙齿打颤。婆母这是在警告她，要是她说了什么，以后指不定如何被搓磨。慕如莲仓皇的身子往后缩，又被如婆子按住。如婆子，如今孩子没了，可大少爷也喊你一声娘。夫人忧愁什么？您可不算膝下无子，咱们陈家的可断不了。您说是不是？他嗓音带着抖，是，可眼泪怎么擦也擦不完。一抬头就看见站在灯光下的女子，那个被全家欺负声儿都不敢吭的大姐姐，如今能独当一面了。而她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大姐姐，我没事，你别担心。慕如莲哽咽着。如婆子问夫人哭什么？我是见了亲人喜极而泣。如婆子心里冷笑，更没把慕如莲当回事。而慕如晴恨得牙痒痒，有大姐姐在，是能有人撑腰的。姐姐，你肩上多了一只手，她转身去看，是穆子涵。她突然说，屋里那扇屏风瞧着不错。如婆子意味深长，上头是道远居士亲自做的画，是老爷花了500两买下，送给夫人的。妹夫的确疼爱如莲，我也就放心了。如婆子看她这么表态，心满意足，这才转身退下。她一走，慕如晴就急了，大姐姐，你明知道？我是知道。穆子涵用簪子拨了拨烛心，灯光肉眼可见亮了不少，可那又能怎么样？做事留一线，做绝了我们事，痛快了不错，但如莲日子不过了。陈老夫人精明，明晃晃的派人过来威胁，这是做给我看的，无非是告诉我们在这里，他尚且如此，我们不在了，你姐姐保不齐还得吃多少苦。他这么一说，慕如晴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这老东西，他恨不得现在跑过去拼命。穆子涵记忆里的三妹妹慕如莲是胆小，可一笑起来也算明艳动人，如今却凄苦成这样，如何不让人唏嘘？大姐姐，慕如莲都快瘦脱相了，之前吃了总吐，夜夜梦魇，已有死兆，直到吃了人参，这才有了好转。她艰难地冲穆子涵感激的笑，多谢大姐姐来看我。穆子涵看了她许久，于心不忍，猛地转身问紫渊，说你还准备帮他瞒什么？如婆子刚才的一句话，什么膝下无子，什么喊娘，这个时候提到这个，实在古怪。紫渊下意识去看那呼吸都喘的慕如莲。穆子涵冷漠，不必看他，如今是我在问你。紫渊哇一声哭了，小姐命苦，大夫说伤了根本，只怕以后再也不能有孕了。小姐求老爷，老夫人处置大少爷，老夫人却放话说大少爷只是无心之失，这件事谁也不准再提，还说了这日子能过就过，小姐要是不想过了，就去外头死，免得脏了陈家的门。第37章，我看谁敢给他求情。天黑了，马车摇摇晃晃缓慢地在路上行驶，车厢隔绝了肆虐的寒风，可车上的两人神色都不太好看。这是在回穆家的路上，两人是看慕如莲喝了汤药睡下，这才出来的。哭什么？耳边啜泣声变大，不再克制。姐姐在陈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她每次回来却都报喜不报忧，不能再孕，这对女子来说是灭顶打击。慕如晴带着哭腔，如今的姐夫我都能喊他爷爷了，娶了姐姐后不到半年又纳了好几个姨娘，
姐姐这次遭了大罪，她也不做主，实在让人呕得慌。那陈家上下哪有把姐姐当主子的？一个奴才都要翻天了。穆子涵安静地听他说完。哭好了吗？他抽出帕子递过去。在我面前哭可以，回了穆家就不行了。他的帕子其实很简单，上面连绣花都没有，可却带有淡淡的浅香，说不出的好闻。穆如晴擦了擦眼泪，不好意思把用过的手帕还回去，很珍贵的叠起来。刚收了眼泪，一回穆府就对上穆正阴沉沉的脸。爹！穆如晴眼眸骤缩，怯生生的。穆正显然在这里等了很久，等的时间越长，他越暴力愤怒。门口不好发作，去祠堂跪着。祠堂摆着的都穆家和列祖列宗的牌位。穆子涵撩开裙摆，屈膝而跪。见他这样，穆如晴有样学样，心中惶惶间，就听头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是不是说过不准去陈家？一个个翅膀硬了，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说谁给你们的胆子去陈家闹的？他下至回来，本来就累得要死，又听到陈家那边传来的口信，陈老太太很不高兴，事情很麻烦，他就一个咯噔。要知道，出了这件事后，陈家私下可是给了他不少好处，他都收了，这件事也就该不了了之了。偏偏这几个女儿很不懂事，他扬手要打，可又不敢打穆子涵，转头就要打穆如晴。没闹。穆子涵抬头，笑颜如花，爹公务繁忙，抽不出空去看如莲，继母又犯了错自省，家里既然没人，身为家中长女，不过是去陈家探望，何错之有？何况我和陈老太太相谈甚欢，要不是准备婚期，是恨不得日日过去陪老太太话家常的。穆正一梗，哪里还记得打人？不准再去，再去把人家气死了怎么办？你竟然还在陈家大放厥词，说陈少爷害如莲，如莲是他继母啊，一家子的骨肉怎么可能残害？骨肉？穆子涵笑意渐浅，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莲是夫家的人，可陈家真的认她吗？所有人都不是傻子，她嫁去陈家本来就艰难，娘家是给她撑腰的，不是送她上火刑的。我今儿过去，她那样子都快瘦成皮包骨了。你逢人就说她嫁得好，庶女攀了高枝成了正房夫人，可我记得婚前那一晚，她喝得大醉，哭都不敢哭出声。爹，当初你让如莲嫁，她不敢反抗，硬着头皮去了。她是个人，不是物件，穆家需要她的时候把她送出去，如今需要穆家了，爹怎么成了缩头乌龟？这话实在一针见血。穆正气急攻心，闭嘴！他冷冷道：为父怎么做，自有为父的道理，轮得到你不满？你再厉害也要喊我一声爹，别忘了，没有我做主，你怎么当得上皇家喜？胆敢再放肆！他想，一定是太给穆子涵脸了，所以他才敢说这么不孝的话。他又冲穆如晴骂：还有你是死人啊，不知道拦他，已经到了出阁的年纪，就少惹事。穆如晴：是。穆正，平时还以为你是懂事的东西，今日却陪他闹这一出，我很失望。穆如晴撇撇嘴，心口不一，女儿错了。看他这样，穆如的气顺了一点。你呢？知错了吗？穆子涵：没有。既然还不知错，就在这里跪着，跪上1日2日。老爷！管家眼皮一跳，大小姐身子骨娇弱，这天气实在冷，怎么能在祠堂？穆正说完这个，其实也后悔了，于是顺着管家的话：你若能反思，我说了我没错，我看谁敢给他求情。你要是再说那些鬼话，坏了穆陈两家的联姻，别怪为父对你不客气。说完，他黑着脸走了。两个小姐惹怒老爷，被关在祠堂的事很快传开。孙姨娘趁着夜深无人，悄悄送去了2床棉被。这天冷成这样，只怕夜里又要下雪，要是冻出好歹来。他眉头紧锁，可打心底里感激穆子涵。听了穆如晴说了陈府的事，也哭了一顿。他不能做的，穆子涵去做了。说到底，如今受的罪是他欠穆子涵的。最近外头说什么的都有，穆如月的清誉彻底毁了。当初如家那么一闹，导致不少人说风言风语。老爷本来打算把她嫁给私生活极差、死了原配的一位大人，这个大人晚死过很多女子，也不再一母如月和人相好过。可如今外面闲言碎语一大堆，那大人也好面子，所以传信过来说正妻的位置就算了，做妾倒是成的。老爷给拒了，如今正烦心，今天的事又一闹，所以穆子涵有些意外，很快又想到了原因。嫡女当妾本来就是件荒唐事，一旦同意，不就坐实了咱们家有姑娘婚前失贞，还会影响穆家的名声。是啊，小姐你要出嫁，我还得给如晴相看人家，要是穆家家风不正，哪个正经人家敢要？说着，他想起一事，10多年前有个道士特地登门说穆如月命格高贵，所以老爷对他十分宠溺。别看出了这么多事，
他其实还盼着慕如月能让他做高官发财的美梦，不然这么丢脸的女儿早就该一杯毒酒赐死了。孙姨娘又不敢逗留太久，快，我还带了些姜茶，你们喝了暖暖身体。第38章就当给你穆妹妹助兴了。夜已深，阿吴抱着厚厚的棉被回来，对着紧闭的房门禀报：少爷，孙姨娘去了祠堂，所以小的就回来了。那祠堂冷得很，不如您想想法子出面。穆衍垂下眼帘，我是能帮他，可他去了东宫呢，以后的路要小妹自己走。他选择这么做，就知道后果，明知不为而为之，那代价也得自己承担，这就是成长的路。说完这句话，屋内就没传出别的动静。阿吴却说不出一句少爷狠心的话来，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屋内熄了灯。夜里果然下了雪，飘飘扬扬的，城垣上下灯火通明。周瑾高烧不退，浑身烫得不行，这是白天被周玉撞倒，伤口裂开的后果。你喝不喝药？蒙时急得跳脚，周瑾却没看他一眼，不怕死的晃了晃手里的酒盏，一口闷下。消息传进宫了吗？传了。季期忙道，梁氏的事由吏部上传的，二皇子得了消息，心急如焚，找我们的人买米，跳脚直言价格都好说。不过属下已吩咐下去，先不急着答应，晾着他，尝尝心跳的滋味。周瑾却蹙眉，孤没问这个。蒙氏翻了个白眼，殿下的意思是他被周玉那玩意撞倒，如今命衔一线的事可传到宫里。传了。周瑾满意的点点头，他看着头顶的幔帐，今夜月色极好。蒙时，窗户都没开，殿下好棒棒。对了，穆妹妹今日去陈家，威风得很，我还以为她是个小白兔。还不等他说出事情原委，周瑾慢慢扭过头，穆妹妹。蒙时感觉身上有点冷，一定是屋里没烧炭的缘故。卖给周玉的粮食价格，姑觉得不太合理。听他突然这么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不会吧，周瑾难道打算便宜些？他竟然这么善良。答案表示没有。翻倍吧，这不是为难人吗？我听说那边都开始卖铺子凑钱了，潜力是无限的。周瑾瞥他，阴阳怪气，就当给你穆妹妹助兴了。夜格外漫长，穆子涵的却冷，他膝盖还很疼，可他眼神却依旧清澈明亮，能润出水来。身边的穆如晴困得不行，很快陷入梦乡。穆子涵给他捻了捻被子。天一亮，开了早市，街上热闹起来。喜公公笑眯眯去了穆府，却连穆子涵的人都没见到。你们小姐呢？阿吴支支吾吾，不知道该不该说。就在这时，屋内的人推着轮椅出来。穆衍，公公请回，小妹今日应当没法给殿下抄经文了。喜公公上前请安。他虽然不算男人，可崇拜英雄啊。还不等他问，就听穆衍撕心裂肺地咳了起来。他昨夜惹了父亲不快，如今还在受罚。阿吴低头，嘴角抿出笑来。什么路自己走？他的少爷分明是刀子嘴豆腐心，舍不得呢。可很快他的笑容变得苦涩。少爷这是把小姐交到别人手上，他再放手。受罚？喜公公不可置信，他东宫的主子竟然被罚了，就算是亲爹也不行。喜公公让阿吴带路，怒气冲冲去了穆家祠堂。祠堂是不让外人进的，可在权贵门前，这不是规矩。喜公公过去的时候，孙姨娘已经偷偷把被子撤走了。他早就买通了人，昨夜送被子的这件事无人敢说出去，就连穆正也不知道。所以喜公公看到的是穆子涵一人跪在蒲团上，背影看着很是萧条凄苦。当然他眼里只能看见穆子涵。喜公公快步走近，肉眼可见的心疼。哎呦，小姐快起来，您在我们殿下身边都是怕冷要点炭的，这是在祠堂受罪吹了一夜的风。穆家要是照顾不好你，不如跟老奴去城垣住下。穆子涵动了动唇，还不等他说话，带路的阿吴却快他一步。老爷是因姑娘冲撞了陈老太太，这才罚的。哪个陈老太太？郡王府的那个。阿吴摇头回答他。喜公公不认识，不是诰命夫人，也不是哪个天衡贵胄里面的老太太。穆大人为了这么一个人惩罚小姐，在他看来穆子涵脾气好得很，怎么会无端冲撞人？一定是陈老太太做了特别过分的事。何况就算穆子涵冲撞了人又怎么了？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吗？喜公公扶穆子涵起来。穆子涵的腿有点酸，他昨天睡得也不舒服，起来时身子不自觉地晃了晃。他没在意这些，也不是个矫情的人，可在喜公公面前就不得了了。他一定要让殿下降罪穆正。您还好吗？穆子涵刚要说没事，他回去收拾收拾就能去城垣，但阿吴又抢了他的话。祠堂弄堂风阵阵的，雪这会儿都没歇下。小姐的声音有些哑，别是受了寒。这小脸白的，偏偏老爷去上职前还是没消气，
放话要关您3日5日的。阿吴，这怎么熬得住啊？木子涵沉默几秒，阿吴的意思自然是阿兄的意思。他眨了眨眼，领会要义。嗨嗨，我的确不太舒服。他无力地倒在了慕如晴身上。喜公公，我不敢得罪爹，别说3日5日，他就是让我跪10日，我也不敢说什么的。今日恐没法去成园了，麻烦你带我和殿下请个罪。慕如晴，大姐姐分明不久前还和他讨论东街刚开的酒楼里面的招牌菜很好吃。喜公公是黑着脸出幕府的。殿下，穆小姐快被欺负死了。周瑾心情很好，因为一早就听见端墨皇对着周玉发了好大一通火，然后那些珍贵的补品不要命的往成园送，除了父皇母后的，还有个达官显贵。穆小姐可怜哦，说话都哑了。那穆正简直不是人。周瑾无动于衷。那祠堂的风冷啊。周瑾继续无动于衷。喜公公抑扬顿挫，这是欺负穆小姐吗？这分明是打您的脸啊。周瑾慢慢从床上坐了起来，嗓音森冷诡异。那的确该死了。第39章，向他示弱。穆家门前车水马龙，能看到不少裹着棉衣去早市赶集的百姓。早市的东西便宜，去晚了就没了。同样的，时不时有豪华的马车经过。京城遍地是黄金这句话夸张，可比起别的地方，天子脚下总归格外繁荣。自从喜公公黑着脸离开，幕府管家就眼皮直跳，总觉得有不好的事发生。姨娘，大小姐身子不适，不如您出面请她回去歇着。孙姨娘，你怎么不去？我去了，可小姐不听啊。管家说得很无奈，在他看来，这对父女谁也不肯低头，但穆正还能罚得太过。既然双方都不下台阶，那只有他来当说客了。不如借着大小姐身体不舒服为由，把她送回去，这件事也就过去了。可穆子涵竟然都没乃正眼瞧他，他怎么说也是府里的老人了。好话说尽，却得了一句：你我的恩怨还没来得及算呢，急什么？先排队等着，总会轮到你的。看看这是说的什么话，真的把他嚣张坏了。孙姨娘看着比他还急，那找大少爷啊。子涵他最听大少爷的话，还用你说？能找的他可全都找了，可穆衍的面他都没见到。阿吴说大少爷今早吐了血，身体不适，操劳不得。管家觉得阿吴是故意的，但他没有证据，因为穆衍吐血是常有的事，他又不能跑过去求证。如果他非要请穆衍去祠堂，途中要是出了事，大小姐不会放过他。孙姨娘叹了口气，那就麻烦了。说着，他来来回回的在管家面前走动，这一日不去殿下那里还成，要是伤了身体，以后日日不去，在殿下娘娘面前岂不是偷懒？孙姨娘就是恶心管家的，在他看来，这管家也不是好东西，心眼坏得很。以前给他使过不少绊子，帮他没在这件事上添一把火，都是善良。你也是，昨夜老爷发脾气，怎么就不知道拦着点？喜公公是皇后娘娘的人，回去说了什么？要是殿下不高兴了，对我们穆家不满，那就完了。管家，别说了，越听越心梗。如今姨娘管事，您是主子，又给大小姐操持婚事，她看在这份情面上，也许听你的。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说着，他绿豆眼眯起。姨娘，老奴希望你在这种事上不要犯糊涂，要想位置坐得稳，就该清楚，你和我们才是一条船上的。穆家好了，你才能好。孙姨娘像是吓着了，连连点头。知道了，知道了，我这就去。于是他去了祠堂，在里面待了许久，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管家等他出来，愣是没看见他身后还有人，连忙问怎么了。大小姐说他死也不起来，除非老爷现在回来向他认个错。这是疯了吧？老爷是能认错的人，哪有亲女儿让当爹的认错的？真是仗着身份无法无天，以后还能指望他扶持娘家？管家冷笑，那就继续跪着吧。他摸了摸翘起来的胡子，准备不管了。这么冷的天，与其在这里浪费，他不如回去喝几杯烧酒。可没等他走多远，就有人撒腿跑来。他本就一把火，没地方燃烧，这下噼里啪啦一顿斥责。哪个院的奴才，毛毛躁躁的，一点规矩都没有。这是穆家看门的奴才，大口的喘气，嘴边都是白色的水雾。不好了，殿下，殿下他！看他这么惊恐，管家心里一咯噔。他说话都是抖的。哎呀，你说清楚，殿下是死了吗？周瑾远远就听到这么一句，还没来得及发难，就见护主的喜公公跑过去。管家又肥又高，喜公公就到他胸口，他怒不可遏的跳起来扇巴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啪啪啪！说什么呢，狗东西！竟敢咒我们殿下，你有几条命能活？好一个穆家，前脚责罚穆小姐，后脚一个刁奴都敢冒犯殿下，冒犯皇家，该死！来人呐，把他拖出去，砍了，砍了！
脑袋拿去喂狗。喜公公矮，可跳得高打人疼啊！外面的动静，穆子涵听得一清二楚。他前脚吃着袖子里的花生，这是孙姨娘刚刚给的。大姐姐，是殿下！慕如琴兴奋极了，殿下伤得那么严重，还特地过来，定然对大姐姐用情至深。可见嫁人还是要嫁年纪相仿的。大姐姐模样好，性格好，殿下上心也正常。所以他疯狂的出谋划策，正好趁着这次机会，大姐姐让殿下出面。殿下处置了管家杀鸡儆猴，整个穆家的奴才见了才会知道穆家的天早就变了。如此一来，爹都得看大姐姐的脸色。穆子涵很心动，可他最担心的却是周瑾的身体。他好好的乱跑什么？真是不把自己身体当一回事。穆子涵起来，大步朝外走。管家的脸被扇得肿胀，可又哪里顾得上疼？他早就吓傻了，腿一软，跪到了地上。饶命，殿下饶命！都不用喜公公再动手，他疯狂地扇起了自己。是小的嘴贱，小的嘴贱！周瑾坐在轮椅上，由着季期推着，欣赏了会。可惜管家的长相有碍观瞻。呸！你也好意思求饶？喜公公气得够呛，正要踢一脚。姑向来人善，你也不过是一句无心之言，如何能计较？喜公公，殿下，这种人怎么能放过？人前就敢这般放肆，还不知道背地里如何？周瑾余光瞥见那抹黄色身影，他犯难，可这是穆家的奴才。喜公公表示，就算是天王老子也要砍了他。周瑾脸色不错，穆子涵微微安心。可他的话刚出祠堂的穆子涵拧了眉，他最怕的就是周瑾为他委屈自己。穆小姐，你还好吗？穆子涵纠结一瞬，视线有意无意和阿吴对视。他抿唇，低下头，手扶着门。我想，他在周瑾面前撒谎，有些说不出口，声音轻的不行。我不太好。第40章，给你5手。他就站在3丈之外，容貌生的本来就娇艳，说话还温温柔柔，的确，并没梳妆，头发有些乱，风一刮，发丝跟着飞扬。偏偏他还低着头，不敢和周瑾对视，指尖攥起了衣角，显得很是可怜。他脾气这么软，周瑾记得上次来回折腾他，穆子涵只是睁着漂亮的眼睛，乖巧的让人动容。殿下，这样可以吗？周瑾来的时候没当回事，可看他这样，眸色冷了冷。穆子涵说完那句话，周边就静悄悄的，管家都不敢哭了。他等了等，没等到周瑾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才探出头看他。风大，正巧把灰尘吹进了眼睛。穆子涵不适的抬手去揉，把眼睛都揉红了。这是哭了。周瑾看着他红彤彤的眼眸，怎么不好了？穆子涵沉默了很久。有个老太太仗着人多年纪大，百般刁难我。周瑾暗暗记住了。还有呢，爹不分青红皂白数落我一通，非要逼着我给他下跪磕头认罪。慕如琴瞪大眼，他没想过大姐姐是这样的大姐姐，说起谎来还要红着眼，就好像全天下都对不起她。穆子涵说着说着，开始得心应手。我可冷了，手这会儿还冰块一样。周瑾一言不发看着他，就好像等着他继续说。可穆子涵实在想不起别的了，他绞尽脑汁憋出一句：刚刚听到声儿，出来走得急了，还被裙摆绊了一跤。周瑾周身笼着一层上位者的压迫，越听越想杀人见血。可很快，他眼底的杀意被顿住，然后被愕然取代。他笑了出声。穆子涵捏着帕子，茫然地看着啼笑皆非的男人。周瑾笑够了，指腹擦去眼角笑出来的泪花。这可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穆子涵听到他悠悠出声，连裙摆都不放过你，真是个小可怜。气氛刚有转好的趋势，管家一个机灵，用膝盖朝穆子涵爬去。大小姐，求您帮奴才说说话。他这副样子，哪里还有以前耀武扬威的得意劲？穆子涵点头，殿下不知，他不只是穆家的下人，还是我爹最器重的奴才。喜公公刚刚还一脸姨母笑，他觉得太子和穆小姐配一脸。一听这话，大发雷霆。难怪，殿下绝对不能放过他，没准这是穆大人授意的。是不是我爹授意，我不知情。管家有没有背后议论人的习惯，我也不知。不过穆子涵看都没看地上那么大一坨，人总还是会为以前做的恶事付出代价的。在哥哥去当兵时，管家多次为难我，更是当面指责我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畜生。管家吓得冷汗直冒。这么久远的事，他那时才多大，怎么还记得？就这么记仇吗？你要不要记一辈子？能怪他吗？当时大少爷突然去当兵，父子闹得一通，又常年不回来，别说是他，府内所有人都说穆衍是要死在外面的，也就更加没把年幼还不得老爷欢心的穆子涵当回事了。要是知道命硬的穆子涵会有如今造化，他哪里会说我什么都可以，我反正习惯了，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诅咒殿下。喜公公在一边叽叽喳喳，殿下，奴才知道你心善，最不愿意处罚人，可您怎么能眼睁睁看着穆小姐这么卑微？奴才都看不下去啊！卑微的穆子涵聪明的吸了吸鼻子。周瑾冷声，把人送去刑部，让吴素按照律法处置。吴素是刑部尚书，他的人。这头肥猪进去后，死前还得脱一层皮，那种血腥阴狠的事，他这种圣贤太子可不能做呢。穆正呢？孙姨娘忙道：老爷去通政司了，让他滚回来，自己家的破事都没理清楚。这种人如何让姑放心他在通政司做事？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里很淡，淡得让人心下一紧。说完这些，他朝穆子涵招手。穆子涵脚步轻快地走过去，这哪里是跪了一夜该有的状态？穆如晴捂着嘴，咳一声。穆子涵反应过来，在周瑾的注视下放慢脚步，硬着头皮一瘸一拐。周瑾要是看不出什么，他就白活这么多年了。这里冷，殿下不如先回成园。穆子涵给他出主意，通知我爹去成园就是了。他骂人的时候身体可好了，多跑一趟是应该的。季期出声，穆小姐，殿下还没用早膳。不用等穆子涵回复，孙姨娘忙恭敬道：不如殿下先去子涵那边坐坐，早膳妾这就准备，做好了就送过去，就是不知殿下有什么忌口的。他的安排穆子涵没有异议，清淡养生就好。一场闹剧先暂停，毕竟没结束，只是刚开始。兄妹俩的院子离祠堂不算近，带路的穆子涵有点为难，因为他要一瘸一拐走回去，这种姿势很怪，他也觉得很羞耻。由阿吴带路，喜公公领着人去刑部了，季期推着周瑾，然后后面跟着的穆子涵。每当他要偷懒时，轮椅上的男人就转过头，穆子涵只能继续一瘸一拐。他第一次这样并不适应，所以走得同手同脚，像一只笨手笨脚的鹅。周瑾真是要乐死了，真可爱。他压抑着涌到喉咙的笑意，肩膀一抽一抽的，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转头。穆子涵这时已经稳稳当当走路了，四目相对，是被抓包的窘迫。他演不下去了，殿下。他快步走过去，准备道歉。是姑不对。穆子涵一愣，周瑾起身，把穆子涵按在轮椅上。你跪了一晚上，只怕膝盖都跪破皮了，姑如何能心安理得坐着，让你受罪？来，姑推你走。穆子涵哪里敢让他推，手忙脚乱的起身，指尖不经意间触上了他的手掌，他连忙就要收回去，却被人一把攥住。周瑾包裹着他的手，这手比他的还暖和。殿下。穆子涵不可置信，想抽走。周瑾嗓音温柔似水，手的确跟冰块似的，给你55。第41章，哭腔。晶莹的雪花砸在他的手背，很快消失化成水。明明穆子涵被包裹得密不透风，可被砸到的好像是他，愣是冷的一个哆嗦。谎言被戳破了，又好像没被戳破。周瑾没拆穿他，却还在维持他的体面。就这个姿势，竟然还捏了捏。你的手比姑软，怪好捏的。这是周瑾得出的结果。他不吝啬地夸了穆子涵，这个不通情爱的男人从来随心所欲，手心像是能冒出汗，他的脸也被调戏得烫了起来，抽也抽不动，还得顾及别人见了，又羞又恼地让他玩。周瑾像是找到了新玩具，指腹摩挲着他细白的手背，然后比了比，真小。说完这句，他眼睛睨了不知所措的穆子涵，脸也小，嘴也小，难怪吃饭都慢吞吞的。视线往下，胸倒是不小。穆子涵的耳根红的能滴血。等被周瑾按到轮椅上，这次忘了挣扎，他不着痕迹的用帕子擦了擦手，试图擦去不属于他的那股强势又霸道的气息。周瑾推着轮椅，这掉价玩意，在他看来，强者是不会做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哪里有那么矫情非要做？他坐轮椅过来，是为了给那些想看的人看的，总要让那些见不得光的货色如一点。只是他垂眼，轮椅上的人上半身直挺挺的坐立不安，双手压在膝盖处，一动也不动，真是怪有福气的，能得他的伺候。周瑾古怪的笑笑，殿下笑什么？穆子涵太过于紧张，以至于忽略了小腹传来的胀痛。周瑾瞧见前面路中间有块石子，他也懒得微调个头，直接碾过去。穆子涵的身体一歪，这么一抖，身下一股热流涌出来，他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这是来月事了。穆子涵指尖紧紧攥起来，做事又要起来，肩膀一重，又被按了下去。他张了张唇，语气急切：殿下，我腿好多了，能自己走了。姑如今能推你，指不定哪日就不推了。这种事讲究心血来潮，可落入穆子涵耳里又是另一层意思。不推等于推不动了，推不动等于坟墓。穆子涵将膝盖都裙角落的发皱，拒绝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只盼着早点到。好在是冬天，穿得多，路程也走了大半了。
应该不妨事。他抿唇，怕周瑾伤怀，故作轻松。殿下的轮椅同市面上的不一样。他看着高兴，语调慢悠悠的，随意应了一句，没有多说什么。毕竟工部那些人不值得他多费口舌去夸。听得后面的蒙石抓耳挠腮，这时候怎么不会说话了？你刚才耍流氓不是很得心应手吗？他笑着帮忙补充，是工部尚书亲自画的图纸，连着好几个日夜改了又改，殿下满意了，这才火急火燎用最好的紫檀木制成。不说工艺，光是您现在做的那绣着锦绣山河的坐垫，是京城里面最好的绣娘，耗时3年才完工，早些年一直扔在库房积灰，这次才派上了用场。外头估摸着就要上千两，寻常百姓哪里用得起这些？一道视线阴郁的落过来，周瑾觉得蒙石眉眼利剑，和穆子涵搭话很碍眼。蒙石一僵，连忙一步，眼观鼻鼻关心，不敢说话了。难怪坐得这么舒服。他本来还想问问，方便的话给阿兄换一辆。他身子硬邦邦的，挺得愈发笔直了。这种金贵的物件换成寻常人家都能当传家宝了，他坐一坐都觉得是亵渎。周瑾来了幕府，穆衍一早就得了消息，当然他还知道今日早朝龙颜大怒。他胸口闷得难受，呼吸都很困难，身体早就已经油灯枯尽，现在吃的药其实对他来说没什么作用了。远远的就瞧见一行人过来的影子，等那边走近了，他视野也清晰起来。穆衍看着坐在轮椅上的穆子涵，穆子涵生无可恋地看着对面轮椅上的穆衍。轮椅难兄难妹，身子的原因，他猛地跳起来，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沉稳。哥哥给我招待一下殿下，我回趟屋。说完这句话，他惊恐发现轮椅坐垫上的一抹红。穆子涵身体一僵，在所有人看过来时，又突然坐了回去，这次脖子都红了，像是喝了假酒。他的一番操作诡异得很。殿下安好。穆衍狐疑半晌，温声招呼。自上次你我共事后，已有多年未见了。周瑾的视线在他身上打量一圈，这才是真的病秧子，坐在那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共事还是4年前，穆衍多半在边境，而那次宫宴遇刺周瑾并不在京城。小妹去泡茶，哥哥有事同殿下商议。哥哥，穆子涵身子扭了扭，这种话羞于口，又实在觉得他不能离开轮椅，不然没法面对周瑾了。可哥哥在对面，周瑾在身后，就近原则他换了个人喊。殿下。穆子涵嗓音带着不自知的哭腔，难堪又羞愧。您能推我回房间吗？谢谢。穆衍微微一愣，这么有礼貌，周瑾都不好意思拒绝他。男人很好讲话，当然。穆子涵低着头，指了个方向，就陷入了自闭。周瑾觉得有意思，就好像是主人家一样，朝对面的男人友善浅笑，失陪一下。车轮再一次的滚动。这个朝代，绝大多数的房屋前都设有门槛，不是勋贵人家，还是穷苦百姓。而小院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就是为了穆衍方便，所以周瑾把他推进了屋。女子的闺房，他明显没心思打量，他比较在意穆子涵玩什么把戏，因为这个穆子涵小心翼翼的去了他不下3次，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殿下，您出去前帮忙关个门，真是使唤他使唤过瘾了。周瑾一出去，穆子涵就站起来，果然有拇指大小的痕迹。他拧着眉想要取下坐垫，可意外发现也不知用了什么工艺，直接欠死了。这边2个男人还没开始虚情假意的寒暄，身后的门咯吱一声开了。殿下，他低着头揉着裙摆，这才鼓足勇气。您能把轮椅也送给我吗？第42章，这种事竟然也要争宠。厨房那边很快送来招食，浓稠的白粥配着几道清爽小菜，还有用面粉做出来易消化的小食，满满的摆了一桌。周瑾没什么胃口，不急不慢的吃着。穆衍是早早吃了的，这会儿坐在一旁喝着热乎乎的水。蒙石这次过来主要就是看穆衍的，顾不得周瑾还在，一个大男人就抹了一把眼泪。当年你在边境，大夫能力有限，导致毒素就没拔清，回京城后由我已故去的太爷爷亲自施针，阻止毒素蔓延，保住性命，但你武功全废。可坏就坏在偏偏又挨了一剑，这才导致如今的局面，无力回天。凑巧得很，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别说他，就是他太爷爷也束手无策。我再差，但好歹能隔3差5过来给你把个脉，总比你自己硬生生熬强吧。每次有点小毛病，你也不找我，合着京城药房的大夫比我强。看你如今这样，兄弟我看着实在不忍。比起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莫言只是沉静的笑笑。命数自由天定，强求不得，如何能劳烦你？你怎么能和我这么见外？我们穆衍到底不算太熟，这不是假话。
他和蒙氏的交际也只是在蒙太爷爷每月给他施针时，他每次也在。周瑾很想嗤笑，蒙氏天天嘴里说穆兄弟，他还以为多要好呢。你，蒙氏的逻辑，你是我见过第二个我就不了的人啊，可见你我有缘。穆衍温柔地问，敢问另一位？蒙氏不说话了。喝粥的默人矜持开口，姑。对于穆衍，蒙氏是技术问题，对于周瑾是他作死的速度太快了。穆衍见周瑾吃的差不多了，心里存着很多话，斟酌着如何试探。刚要说话，手抵在苍白的唇间，他抑制不住的咳嗽。周瑾留意了，毕竟学无止境，穆衍这样的效果，他显然的再学学。等屋内只有2个人时，穆家的事，想必殿下心知肚明。穆某就不说客套话了。穆衍缓过来后说得很慢，穆某惭愧，害得小妹幼时并不如意，如今恐怕也无法庇佑她。她是个娴静之理的姑娘，我无法夸她多优秀，但也能无愧天地的说一句，她是个重情的好姑娘。殿下若是待她好1分，她定然会还1分，10分她还能11分。他蓦地出声，打断了穆衍托付的话。穆衍，你还能活多久？穆衍笑，声音很轻，却很有力量。我会撑到他成婚那日。周瑾稀罕的抬眼，对面的男人的却虚到了极点，偏偏看淡了生死。那你猜姑能活多久？穆衍微微变了脸色，他清楚周瑾的意思，当哥哥的都想甩手掌柜，他的一生周瑾又如何承担？嘴里的水都变得苦涩。殿下如果愿意，他这一生就没有苦难。我不过想要殿下一句话罢了。毕竟周瑾的身份和亲信足够护他，都是上过战场的人，也同样在战场上负过伤。也许这一点，周瑾并非想为难他。他过来其实还有另一件事。他站起身子去看窗外，眼里的光忽明忽暗，让人琢磨不透。这次回京途中，姑身边的人叛变，给姑端了毒茶。这件事也就他身边的几个人知道，但他一说这个话，穆衍就知道后面的话会让他承受不起。无色无味，他们说是禁藤。禁藤是吐玉魂最厉害的毒药，因为能杀人于无形，将人彻底拖垮。穆眼中的就是这种毒。他倏然抬头，就见周瑾转头似笑非笑，的确像禁藤。什么叫做的确像？据姑所知，那应该叫做断顶。先祖立国初期，端末皇室就有，后来秘密处死了一批人，断顶也成了禁药。豁了命的保家卫国，守护疆土，却被自己人捅了一刀。穆将军，他叹息，眼睛却盯着穆衍，想害你的和害姑的，只怕是同一个人呢。这边轮椅被他塞到角落，穆子涵洗漱妥当，系好月饰带，换了身干净的衣裳，把凌乱的发丝重新梳了一遍，确定没有不妥后，这才过去。他能察觉气氛的不对劲。哥哥和殿下在说什么？穆衍情绪翻滚，竟然说不出一个字来。反观周瑾，他朝穆子涵不吝啬地扯出一个笑，只是笑容没什么真实温度。怎么换了身衣裳？穆子涵指尖攥起，喝水洒了。看他这样，周瑾都要气笑了，合着一天要骗他几回。皇姐后日设宴，你要去吗？说实话，他不想去。什么宴？相看驸马的宴。穆衍眸光一颤，会有不少夫人和小姐过去，虽未言明，可大家都心照不宣。你要是想去，全当认识几个人。穆子涵，长公主并未给我下帖。见他这么说，周瑾就不说什么了，毕竟这话他是带到了。去不去随他？穆子涵刚要松口气，去吧。穆衍替他下决定，以后这种应酬无法避免。说着，他撕心裂肺地咳了起来，肺部的空气像是被吸得一点不剩。我送哥哥先去歇歇。穆子涵急得手忙脚乱。穆衍摆手，嗨嗨，让殿下看笑话了。哥哥，润嗓子的茶，你快喝了，我给哥哥削个梨。哥哥。周瑾被冷待了，于是他抬手抵着磕头，嗨嗨，润嗓子的茶，给姑爷倒一杯。说完这句话，穆衍就吐了血。要去倒水的穆子涵又跑了，给穆衍拍背，围着他团团转，一下子问冷不冷，一下子问还难不难受，一下子又想让蒙氏过来看看。周瑾，嗨嗨。穆子涵红着眼，哥哥。周瑾，嗨嗨。穆衍要是看不出周瑾是故意的，他就白活了。他又气又笑，这种事竟然也要争宠。眼看着穆子涵朝周瑾过去，穆衍心绞痛。穆子涵刚要跑回去，周瑾这种懒人，理由都不另想一个，姑也是。穆子涵，他忙不过来了是吧？第43章，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站在穆家门口，寒风刮在脸上，像是能隔开皮肤。穆子涵拢了拢披风，眼儿望着马车越行越远，等到消失在拐角处，这才哈了口气，准备回去。子涵，身后是凌乱的脚步声，
穆正的官服还没换，急匆匆地从马背下来，双腿被冻得麻木，要不是身后有人扶着，他得摔一跟头。殿下呢？见他如此狼狈，穆子涵温柔地笑笑，刚走2个字就让穆正不好了。我刚得了信，急匆匆往回赶，怎么殿下就走了？你不知道拦着？他一路上都在提心吊胆呢。通政司的同僚不知道内情，只知道穆子涵在家耽搁半晌没去成员，就让太子亲自去找了，直言他好福气。好福气个屁啊！穆子涵知道殿下要见你，怎么耽误了这么久？爹怎么还不快追？他绝口不提。一炷香前，阿武禀报，估摸着老爷已经往回赶了。前一秒还在心绞痛的男人站起来，视线只在穆衍身上停留片刻。姑就不多留了，还得赶回去吃药。穆正环视1周没有看见管家，他听说殿下震怒了，本来想问问管家来龙去脉，心里好有底，但没见着人，又不敢耽搁去训斥穆子涵，他只能急匆匆的又往成园赶。可去了成园，真的能见到周景？不能，他连成园的门都没进。喜公公居高临下的抬着下巴，穆大人，是我。穆正笑得像朵菊花，今日府上招待不周，我特地来向殿下请罪的。既然有罪，那就跪着吧。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积雪，穆正不能想象他跪下去会有多冷。这……喜公公瞪过去，怎么，穆小姐跪的，穆大人跪不得？能一样吗？穆正心里还挺委屈，自己的女儿难不成还不能教训了？太子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可这种话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说。他有埋怨，喜公公只会比他更多。穆正这种人他一点也看不上，甚至迁怒嫌弃。穆大人明知穆小姐要给殿下抄写经书祈福，却故意阻拦，你安的是什么心？没被打断。殿下昨日高烧不退，是带病去穆家的，要是出个好歹，是要连诛9族的。这继续被打断，你可知你是谋害储君？这一通罪责吓得穆正像条狗一样扑通跪地，整个膝盖陷入雪里，他被冻得面目狰狞。我不敢，我如何敢？是误会，一切都是误会。世子含他。喜公公没空听他废话，直接关了成园的大门。砰的一声，带动一阵风。可他越是这样，穆正越不敢起。成园是偏僻，可也不是没有路人经过的。穆正头顶乌纱帽，是显眼的存在。这当官的怎么跪在地上？嘘，这是太子住所，想必是此人犯事了。穆正怕被认出来，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连忙用袖子挡住脸。很快有人在他身边跪下，他探出头去看，嚯，熟人，您怎么在此？那人年纪很大，就是穆如莲的男人陈老爷。陈老爷也是一身官服，很明显他也是匆匆赶过来的。对待穆正这个岳父，他可没有好脸色。就因为陈老太太和穆子涵的事，害得他麻烦也上身了。他娘也是糊涂，之前娶穆如莲，穆子涵也只是打了个照面，后面就再没见过，穆如莲也没和他再有什么往来。他还以为是没姐妹情。陈老爷原来还想着等穆如莲以后身子好了，多多和太子妃接触，没准殿下能提携他这个连襟。可谁能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雪越下越急，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人都要成了雪人，睫毛处都盖着一层厚厚的霜。在穆正第无数加一次以为他快冻死时，成园的门开了，喜公公冷着脸走出来，陈老爷可以走了。穆正激动，他呢？那他呢？喜公公把姜茶送过去。穆大人放心，成园的姜茶管够。说完后，他关门又回去了。为什么你可以走？穆正大口喝完了姜茶，这才感觉活了过来。但他是嫉妒的。你也好意思问我？陈大人一把捏着他的衣领，你以为老子是回家了？老子是换个地儿，去你穆家外面跪着。不得否认，穆正深刻的感悟，这个姑爷到底是心疼他的。当然也仅限于穆子涵，他说不得骂不得。今时不同往日，他穆正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穆子涵越风光，对他越恨的人当然是如燕了。他偷偷跳了窗户去见了穆如月。自被穆正恐吓后，穆如月就跟丢了魂一样，有点风吹草地就要吓得半死。娘，他绝望扑到如燕怀里，娘，你救救我，救救我！如燕比他哭得还厉害。他带来一个消息，你爹打算把你送去乡下的庄子养几年，等这个风头过去了再接你回来。穆如月如遭雷劈，风头过去？不，他怕他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乡下那种破烂地方，到处都是泥腿子，他看一眼都嫌脏。我的儿，如燕悲痛，我就怕老爷他趁机会宣布你病逝，所有人都认定你死了，他就能悄悄地把你送去给人做妾啊。不，他不要，他这么尊贵，怎么可以给人当小？娘，你不是当家夫人吗？你帮我，你当我不想？如燕又开始骂，
都怪孙姨娘那个贱人，她一定是有谋划的，才害你我母女至此。娘不会放过她。还有那穆子涵，听到这个名字，慕如月都要疯了。她的不幸都是被穆子涵带来的。穆子涵抢她姻缘，抢她的太子，把她害成这个地步。如燕愤愤，她后日还要去参加长公主的宴，你我如此落魄，她竟春风得意。慕如月许久没修剪的指甲深深嵌入肉里，她却一点也不知道疼，眼里只有拉人一起入地狱的疯狂。她又哭又笑，还有狠厉，我要让她身败名裂。第44章吃她豆腐。房门锁得死死的，穆子涵端了盆热水清洗坐垫，就听到外面的敲门声。他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去一看，是孙姨娘身边的婆子。婆子身后牵了个被堵了嘴、捆得严严实实的奴婢。大小姐，夫人这几日试图偷溜出去，姨娘发善心，就给了一次机会。如今夫人在大小姐那儿商量着如何害您，我们的人听得真真切切的，哎呦，实在下作。姨娘看情况不对，这不让奴才过来同你说一声。穆子涵不意外，一点也不意外。那两个只要不死，都会做。见穆子涵看他身后的人，婆子连忙说：“这是给夫人送饭的醉奴陈双。大小姐不知夫人被关，可对你的行踪却了如指掌，打算着要在后日给您下药，让您在长公主府彻底出糗。日日送饭，也不知道传了多少消息进去。这府里还不知道有多少眼线要拔呢。所以我把人押来，要杀要剐，由您处置。”穆子涵的手湿哒哒的，他一边走一边走近后，将醉奴嘴里塞着的布取出来。他看着眼前的脸，神色莫测，传消息：“大小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陈双哭了，身体都在发抖。奴婢家里穷，爹贪赌欠了一大笔债，娘又生病，需要钱，才给夫人办事。您饶了我吧，我只是将听到的消息告诉夫人，并不知她会对您下毒手。要是知道，借奴婢1万个胆子也不敢啊。说着，他悲从中来。要是他出了事，谁给娘拿钱治病？这个人并不面生，在穆家做了有20多年了。如燕给你多少钱？也许他的声音很平淡，夹着说不出来的温柔。陈双哭声也转小了，他羞愧不已。10两。穆子涵给他松绑，他们既然要害我，指不定还要来找你。50两，你给我传消息，可别给他赚钱。当然，这个钱找孙姨娘要。婆子，您还这么穷吗？他笑得谄媚，是。转头威胁，听到了没？你命好，大小姐心善，愿意给你机会，就好好抓住，好处少不了你的。但你要是敢动歪心思，这后果，哼！陈双连连表忠心。等人离开后，阿吴就走了过来，他忧心忡忡。您就不怕他前面说的那些只是博取同情的假话？穆子涵毫不在意。孙姨娘看着，有问题不会留他。他笑了笑，别人我不会信，但他，我愿意去信一次。他俨然记得，曾经有个脸色黛斑的妇人蹲在他面前。你是穆家的奴婢，我女儿也在穆家当值。哎，乖乖，怎么哭了？那时穆衍当兵，他面黄肌瘦。馒头被抢走了。别哭，要是被抓到了，主人家还以为你偷懒不干活呢。看，这是我做的绿豆糕，我的手艺还算不错的，这次带了2袋，来，乖乖，分你1袋尝尝。那时有人在远处呼唤，妇人心疼地摸摸他的头，去走了，女儿叫我，看，就是那个，他呀，叫陈双。穆子涵从回忆抽身，想起一事，现在什么时辰了？阿吴知道他要问什么，陈大人跪了有半个时辰了。穆子涵知道怎么说吗？阿吴拍拍胸脯，语气相当做作刻意。陈大人，您快起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姑娘烧得厉害，这初醒来得知你过来请罪的事，吓了一跳，忙让小的请你回去。毕竟他是小辈，陈老太太如何欺负都是应该的。听见的百姓可不得称赞穆子涵有度量。陈大人就算站起来，听到后面一句，还不得继续跪下去。去吧。1个时辰后，穆子涵收到消息，如燕托陈双出去买毒药，春药加毁容药。不愧是当过外事的，如燕有渠道向青楼买烈性春药，吃了后不会立即有反应，但喝了酒就会发作。要知道天气冷，宴会喝的可都是适合女子喝的酒，能暖身。又过了1个时辰，陈双回来，如燕打开春药闻了闻，是熟悉的味道，满意了。可有让人看见？陈双低着头，夫人放心，奴婢行事小心。不错。如燕敢闻春药，但她不敢碰毒药，亮这个贱婢也不敢戏弄她。把这些交给小姐。她高傲自大，等夫人我以后出去了，就做主把你嫁给管家的儿子，多体面。陈双，管家已经进去了，你可别害我。陈双答应的好好的，一出门就把给慕如月的换成面粉，他手里的交给了穆子涵。第2日，穆子涵病好了，
喜公公亲自跑了一趟，不是接他，是让他今日不用过去了。看样子周瑾不在成员。穆子涵没多问，不用出门，他回去睡了回笼觉。第二天来活了，慕如月也不知使了什么手段，竟然让穆正免了他的禁足。他一身白衣，化了精致的妆容，楚楚可怜。子涵妹妹，叫得柔情似水。穆子涵见他没说话，慕如月夜哽：你不会也嫌弃我吧？你我都是嫡女，我们其实本来就该亲近。之前是我不懂事，所以特地做了点心来赔罪。慕如月准备了一肚子的话，毕竟穆子涵戒备心很高。不等他说完，穆子涵当着他的面吃了5块掺了面粉的点心。够了吗？慕如月没想到这么简单。够了。那让挡路了。穆子涵出了府，却不想一辆马车停在门口，马车外面是季期。穆小姐，请。这是专门接她过去。穆子涵心里暖暖的，他撩开车帘，弯下身子，一进去就对上周瑾惨白的脸。殿下也要去长公主府。车轮滚动的太突然，穆子涵还没坐稳，身子不由自主地朝一处倾斜。周瑾帮他扶正，偏偏一个拐弯，他的手没落在穆子涵肩膀处，而是鼓鼓的前胸。周瑾察觉触感不对，惊讶看过来。你也许是有了阴影，穆子涵一把扑过去，捂住了他的嘴。他真怕周瑾会说比手还软。第45章，你脸红什么？这个姿势就好像他在投怀送抱。他弯着腰半趴他身上，周瑾坐着，两人视线平齐，呼吸勾缠。少女为了赴宴是精心打扮过的，她本来就生得美，眼睛又羞又怯，睫毛剧烈的扑闪，不敢看她。发髻精致而繁琐，随着她凑近，缀着珠子的步摇晃动不休。从没有人敢让周瑾闭嘴，更没有人敢大逆不道捂她的嘴。周瑾挺新鲜。而这时有人突然跳上马车，厚实的布帘被人掀开。这天冻得我说话都不利索。殿下，我这次闯进来的男人浑身金灿灿，身上能挂金珠子的地方全挂满了。等看清眼前一幕，嘴里的嘟嚷停下，惊恐地看着车厢里的两人。他看到了什么？殿下被霸王硬上弓了，看着表情还很享受。对不起，我这就走。生怕坏了好事，他连忙转身就往外面跑。人一走，车厢静了下来。小姑娘愣愣地看着车门那个方向。穆子涵不能想象，如果那一天她也能挂这么多金子出门，会有多快乐。她的脑袋被周瑾扭了回来。她就这么好看？穆子涵如大梦初醒，连忙松了手，身子往后撤，却被人按住给压了回来。穆子涵努力忽视扣在腰间的手，没注意他的脸。他有些不好意思，因为穷过，所以格外看重身外之物，又怕周瑾笑话财迷。那位少爷的金珠子很耀眼。小姑娘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她一根手指掰开腰间的手。殿下，你以后别这样，这样不太好。穆小姐，周瑾轻笑叫她，是你先动手动脚，姑没有反抗，你怎么还脸红了？真当他不知道穆子涵心里想的是什么？是他那里饱满绵软，一只手都拢不过来。可这种登徒子的话，他心里有数就行，说不出口。公主府外宾客络绎不绝，街道拥堵，都是世家贵族的马车。马车上下来的人身份都不简单。公主府的奴才招待贵客，少阳却在屋里低头玩弄着手里的木偶。那木偶的模样还有倨傲的神情是照着他刻的，可见雕刻的人有多用心。公主，这木偶您不是扔了吗？怎么又找回来了？不好看吗？宫女，自然是好看的，就是送的人。少阳的好心情彻底被破坏，他笑容变得冷漠，看过去，你连本宫都要管了。宫女吓得连忙跪在地上。婢女不敢最好。少阳慢悠悠地问。穆子涵来了吗？外面机灵的奴才弯着身子进来。来了。少阳哼一声，他还真是有胆，也不怕本宫将他吃的骨头都不剩。奴才应当不怕的，殿下陪着来了。宴会是少阳办的，但他每次出场都姗姗来迟。他身份尊贵，没人敢说什么，这次却是噌一下站起来。怎么回事？他又乱跑什么？少阳越想越气，气得用指尖戳他最心爱的木偶。我和穆家人真是八字不合，那穆子涵就这么宝贝吗？公主府富丽堂皇，宾客相互恭维，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这次来的人不少，公子哥们凑在一起吟诗作画，贵妇们拉着自己女儿坐下一起品茶。我夸你儿子，你夸我女儿，却也相互暗暗较量。那是淮南侯爵府世子吧？果然如传闻那般谈吐不凡。世子可定下婚事了？淮南侯爵夫人很骄傲地笑。没呢，我寻思着少年郎得多出来走动，没准就碰上了一门好姻缘。众人沉默。
你是拉过来给公主相看的吧？真是劲敌！穆子涵他们到时引起很大的轰动，所有人齐齐跑过来请安。殿下，皇帝！邵阳匆匆过来，他舍不得训斥周瑾，转头训穆子涵：“你怎么不知道拦着点？”他想说这个，可看见穆子涵低着头，红着脸，像个小媳妇一样，又咽了回去。周瑾余光在人群巡视一圈，没有看见想见的人，有些意外。他脸皮薄，皇姐可别为难他。真是两个祖宗！邵阳、穆家和我公主府隔了一条街，成员和穆家隔了5条街。你真厉害啊，接个人跑了6条街。他越说，穆子涵的头埋得越低。他下意识揉搓指尖，忽而视线一凝，他的手怎么像是蹭了粉？是慕如月给的不干净吗？邵阳说话从不顾忌，只追求痛快。看你这脸色白的，什么周瑜没站稳，害你伤口裂开。本宫可不信这种鬼话。他一向居心叵测。众人面面相觑，这是他们敢听的吗？皇姐，周瑾想要解释，然后他痛苦地捂住心口，撕心裂肺地咳嗽。穆子涵想，他一定是多心了。为什么周瑾咳嗽的样子和哥哥一模一样？明明他以前不这样的。邵阳一慌，我不说了，不说了。这里风大，来人，带殿下去歇息。周瑾好不容易缓过来，身体都摇摇晃晃的，人给您送到了，可得给姑看好了。邵阳没好气，放心，丢不了。周瑾一走，穆子涵就被各家夫人虚情假意地拉到中间。我还是头一回见殿下这么看重一个姑娘。可不一样，穆小姐可是以后太子妃。穆子涵不擅长应酬，可他也不怵。周瑾不在，他也不再心乱如麻，把头埋低，只做娇羞状，随这些人说什么。除了恭维，渐渐的人群有了不一样的声音。差不多的了，我记得殿下一向对谁都体贴。说话的就是淮南侯夫人，她可酸了。当初我家萱儿去庙里上香崴了脚，还是太子让出马车送她回来的。她边上的女儿娇滴滴一跺脚，娘，这有什么好说的？穆子涵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娇羞下去。邵阳却一声冷笑，说话还是仔细点，皇帝最会避嫌，是借了马车给你女儿用，可不是送她回去。你那样说话，是故意让本宫的弟媳同皇帝闹不和吗？第46章，半夜气得爬起来，不是，你有病吧？空气彻底凝滞，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一声。长公主是皇后所生，身份尊贵。淮南侯侯爵府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勋贵显赫。淮南侯夫人是太后的亲侄女，又是2品诰命夫人，儿子怀宣安出挑，女儿怀宣又是郡主。她人生赢家，被多少人羡慕。淮南侯夫人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整日目中无人，如今是踢到了铁板上。邵阳冷冷地笑着，丝毫不怕得罪人。侯夫人，你是对穆子涵不满，还是对皇帝不满啊？有什么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邵阳不喜欢穆子涵，可不代表穆子涵在他眼皮子底下能被人欺负。淮南侯夫人又气又恼，一个不留意说了那些话，可能怪他吗？他可是一直把太子当女婿的，要不是周瑾这次受伤，他是要进宫求太后赐婚的。太后最疼萱儿，绝对会答应。皇上又孝顺，这件事差不多就能定下来了。这婚事啊，总要门当户对才行。偏偏周瑾出了事，他就再也不敢想了。可不敢想和亲眼看见周瑾和穆子涵成双成对是两码事，他不舒服。公主，我到底是你长辈。邵阳丝毫不在意，你要是不高兴，不如再去皇宫求太后给你做主。他老人家帮亲帮不理，为着你可是惩罚本宫很多次了，也不差多一次。这是直接说太后不公了。穆子涵听得眼皮子直跳，而邵阳正在兴头上，打算站起来骂。怀宣就急急出声，他最不愿意娘和殿下的姐姐有冲突。公主，我娘说话冲动，望您莫见怪。怀世子反应过来，也忙行礼。公主息怒。他会做人，转头又对穆子涵拱手。穆小姐也请息怒。别啊，我才刚来，你们怎么不吵了？一道男音从远方响起，那人浑身金光闪闪的，在淮南侯夫人面前站定。人群一阵吸气声。这个败家子怎么来了？败家子？穆子涵想，他知道前面上了马车的人是谁了。楚王府的小王爷。他的父亲楚王是京城唯一一个异姓王爷。小王爷不嫌事大，侯夫人，小辈就喜欢多管闲事，告状这种事宜早不宜迟，我送你进宫找太后。你是太后的亲侄女，她肯定是向着你的。怀世子黑了脸，放肆！你才放肆！小王爷和他呛，和谁说话呢？我父王和黄伯伯是拜了把子的兄弟，真不知道你们侯府整日得意什么，谁没有个宫里的亲戚？这么一打岔，淮南侯夫人冷静下来。儿子喜欢公主，几日前跪在他面前，娘，儿子这么多年没求过您什么事，这次求您帮帮我。他可不能意气用事，毁了儿子姻缘。
公主脾气大怎么了？等嫁进他们侯府，她总能慢慢调教，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尊敬婆母。他扯出僵硬的笑容，是我糊涂了。有不少夫人连忙帮腔，场面又开始热闹起来。穆子涵找了个机会从人群中心离开，他看了眼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所以很自然地去少阳边上的空位坐下。少阳懒懒靠在椅子，手里端着酒杯，心事重重。他好像都要忘了那个人长什么模样了。少阳朝穆子涵勾勾手，他凑过去，看见了吗？少阳用不经意的语气，今日来的少年郎没有过千都有上百了，这些人都是为了本宫来的。穆子涵困惑，少阳怎么好端端和他说这些？本宫啊，只要愿意随时都能嫁。他握着的酒盏微微发抖，他绝对不是惦记那个人，所以迟迟不嫁的，只是觉得所有人都不及他好罢了。也许只是简单的得不到，所以忘不了。怀世子边上站着个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两人比周边的公子哥高了一截，身姿挺拔，容貌也相对出挑。那少年的视线一直看着少阳，眼里的爱慕藏也藏不住，然后慢慢移到了穆子涵身上，眼睛一亮。周瑾的未婚妻长得不俗，要是没有少阳，这穆子涵应该也能入他的眼。穆子涵刚察觉那道黏腻的目光，他看过去，就有人告诉他，那是西家的，熹贵妃的侄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比二皇子还会装模作样。他这种人有病，公主明摆着看不上他，他却非要往前面凑。是小王爷。他和穆子涵道歉，之前我不是故意的，我赶着过来，马车半路坏了，正巧你们经过，我寻思着殿下总不能赶我出去，可谁知道他都伤成这样了，你们还在车里。少阳猛地抬头，什么？穆子涵，他果然不适合宴会。少阳酒也顾不得喝了，他想教训穆子涵，可想到周瑾对穆子涵的黏糊劲，他断定一定是周瑾拉着小姑娘亲昵了。少阳只能冲他憋出一句话，你让他克制点。穆子涵寻思着，不能让公主知道他霸王硬上弓，于是格外听话，我听见了。少阳满意的点头，你也不能拒他千里之外，不能伤了他的心，他好难做人。是，殿下愿意碰我，是我的福气。这里是少阳的主场，所有少年努力表现自己，投壶射箭，散发魅力。少阳漫不经心，倒是穆子涵看得津津有味，直到一抹身影挡住他的视线。穆小姐，是怀轩，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穆子涵没推辞，两人走到无人一处，他率先温声细语道，郡主不必耿耿于怀，前面的事我并未放在心上。怀轩却只是摇头，你误会了，他不是过来道歉的。风吹起怀轩的衣摆，他的打扮很美，飘飘欲仙。他长叹一口气，我自幼和殿下相识。穆子涵神色一顿，就听怀轩声音也娇滴滴的，其实要不是你，殿下身边的人只会是我。怕穆子涵误会，他连忙又道，我没别的意思。她像一朵娇花，白色那种。殿下很好，是我没有福气，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爱慕她。穆子涵一言难尽，他想自己半夜都能气得爬起来。不是，你有病吧？第47章，我和殿下清清白白。怀轩眼睛泛着水雾，哀伤又凄美，她就像高贵的仙女，让人无法高攀。可这时她将姿态放得很低，男人瞧一眼都得心生不舍，别说请求，天上的星星都要为她摘来。可他是持着什么身份和穆子涵说这种的呢？他和周瑾很熟吗？穆子涵蹙眉，不舒服是真的，他一向不愿与人交恶，可这时也不会忍气吞声。郡主的意思，我抢了殿下。怀轩怔愣半晌，没想过穆子涵竟然敢顶嘴。他幽怨，你怎么可以如此想我？他只是放不下殿下，有错吗？爱慕一个人是没有对错的，何况他只是想亲手把周瑾交到穆子涵手里罢了。他甚至没有怪罪嫉妒穆子涵，只是说了他应该说的，却不曾想此人心胸狭隘，竟然如此善妒，连几句话都容不下。这种人嫁给周瑾，怀轩很失望。穆小姐，他善解人意，你是不是听信了传言，对我和殿下之间的过往耿耿于怀？他神色化为激动，一字一字说得很慢。殿下为人清正，我们之间清清白白，你可以对我不满，但不可以对殿下心生怨念。说着，他泪光闪动，千万不能让我坏了你们的情分。说完这些，他口干舌燥，但怀轩不后悔，他甚至为自己的痴情自我感动。郡主说够了吗？穆小姐生气了。穆子涵神色淡了下来，郡主不妨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快成亲了，突然冒出个女子，说这些令人误会的话，郡主还能笑得出来吗？郡主要是不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可你提了，一边维护着我的未婚夫，一边让我别多心。你口口声声让我别计较，
但又一次次的提你嘴里所谓的过往。这几句话字字在理，足够让人无地自容。可怀轩显然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受伤不已，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花。什么？他不可置信，殿下没在你面前提过我。穆子涵同样不可置信，殿下为什么要提你？郡主很特别吗？怀轩接受不了这一点，他觉得穆子涵在骗他。明明殿下给过他温暖，他到现在还记得5年前他崴脚时的无助。周瑾从天而降，下着雨，他没带伞，来时坐的轿子全都淋湿了，山道泥泞，车夫怕危险，无法回去，一行人只能躲在破旧的凉亭避雨。周瑾准备上山，踩着石阶，举止俊朗信步而行，从他身边路过。殿下！周瑾转身看了他许久，怀郡主，原来他还记得他。怀轩心花怒放，他有太多话要和周瑾说了。孤还有事，来人送郡主回去医治。说着，他把伞往怀轩面前一递，这才离开。这件事，怀轩能记一辈子。他绝对不知道，走远后，周瑾嘴角的笑意淡了下来，都当作没看见他了，怎么还如此不识趣的叫住姑？殿下为何还送伞？季期不解，你也不用体贴成这样吧？你还好意思多嘴？那把伞有洞，漏水。怀轩微微仰头，不让回忆迷了眼。穆子涵听到他哽咽，你大可放心，以后我会避嫌，不会让自己再出现殿下面前。说着，怀轩就转身走人了，背影决绝。穆子涵实在没有那么心大，能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回去继续吃茶点心。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身上携带的低气压。公主，我能去寻殿下吗？不等少阳张嘴，小王爷楚哲成就眯着眼打探。怎么了？他和你说了什么？楚哲成一拍大腿，不会是挑衅你吧？被你猜对了。穆子涵点头，岂料楚哲成下一句是，看他这么娇弱的份上，你就不能原谅他吗？也不怪他这么说，方才穆子涵和怀轩站得远，听不到他们说了什么，但没瞎的人都看见怀轩被穆子涵气跑了。怀轩哭的样子让人心碎。穆子涵嗓音并不轻，干巴巴的，不能。少阳却难得穆子涵难得和颜悦色。不错，下次他要是再来你跟前找不痛快，照样不用留情面。本宫就看不惯他那娇滴滴的样子，说几句就哭，说几句就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豆腐做的。怀轩之前摔碎了他的花瓶，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世上就那么一份。他还没哭呢，怀轩就上气不接下气，哭得眼泪哗哗的，害得少阳被所有人责怪，尤其是太后，一个不值钱的瓶子罢了。你要是喜欢，哀家这里挑几个走。你看看，把轩儿欺负成什么样子了。见怀轩受了气，他很舒坦。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他存的什么心思，方才皇帝出现，他是恨不得把眼珠子按在皇帝身上。堂堂郡主，莫不是没人要嫁不出去了？说着，他对着楚哲成，你要是心疼，你就去哄，别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楚哲成连忙讨饶，别，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穆子涵没有逗留太久，少阳安排了身边的宫女带他去内院。公主府有周瑾住的院子，离这边隔得远，等听不到身后的喧嚣，穆子涵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到了院子，他没看见季期，往里面走，房门也是敞开的。穆子涵抿着唇走进去，屋内周瑾躺在床上，他这几日睡眠都很浅，脸上如果没擦粉的话，可以看见眼皮子底下严重的黑眼圈。听到脚步声，他就醒了，没睁眼也能猜出来的人是谁。穆子涵走路像猫一样，轻快中慢吞吞，不像他身边人一样利落。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习惯另外一个人的气息。来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最后在床边停下。他的衣摆被人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又被扯了扯，动作不大，像是怕把他吵醒，又怕把他吵醒。穆子涵相当纠结，他没想过周瑾可以睡得这么死，顿时想到了什么，他的脸色变得凝重，于是一双手颤抖地凑到周瑾鼻尖，看他有没有气。第48章，来人不能被说虚。还好有呼吸，穆子涵悬着的心彻底松了下来。虚惊一场，他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叹气。你遗憾什么？男人突然睁眼，周瑾一把捏住他的手腕，力道之大，穆子涵竟然一时怔不来。怕姑死了婚事作废，你没法嫁入东宫，以后日子不好过。他清楚的明白，穆家就是狼窝，穆子涵嫁他是急着找避风所。他也见多了太多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所以他对所有人都设有防备。别说两人没成亲，就算以后睡一张床上，他对他还是会有顾忌，所以下意识的将他往不好了去揣测。手腕的力道很重，好像只要他稍稍再用力，就能将骨头捏碎。穆子涵吃痛，他急道：殿下，您弄疼我了。他笑着松开力道，像个没事人一样
指腹若有似无的轻蹭纤细的手腕，像是安抚，可眼里却冷漠的能结冰。你可知皇室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他说的很温柔，却足够让人毛骨悚然。前朝太子亡故后，舍不下嫡妻，死前得了皇上准许，夫妻一并入葬。穆子涵倏然不敢挣扎了，浑身血液冷却，他甚至忘了过来是为了什么。周瑾好端端的和他说这些做什么？是警告他，还是一开始就想找人一起去阴曹地府？他要是提了，皇上一定会答应，而他的赴死在所有人眼里都是理所当然。穆子涵不敢再想，明明没演没变，可眼前的人过分陌生。吓你的，怎么还当真了？他轻轻一拉，把人拉到床前坐下。穆子涵的眼睛干净又妩媚，瞳孔里倒映着谦谦公子的他怀疑又茫然，只是吓我的。像是被他的反应取悦，周瑾带着茧的指腹从穆子涵的手腕移至他漂亮的眼眸上，后者条件反射闭了眼，他的指尖却往下游离，手下触感嫩得像豆腐。周瑾低低道笑，你这般得姑的心，姑怎么能舍得让你死？先是鼻子，然后是肉嘟嘟饱满的唇，他的唇是很适合亲吻的。周瑾顿住，停在那处，视线变得幽深晦暗。穆子涵下意识张嘴含住，后知后觉他咬的是什么后，连忙又吐了出来。我不是有意的。他说完后，连忙用帕子去擦他手指上湿如。周瑾身上那股威胁的气息烟消云散，他沉默地看着他擦。穆子涵觉得冒犯了周瑾，低着头，眼睛红红的，怕他训斥。也许前面那样的周瑾还是给他带了点阴影。周瑾突然间觉得吓唬他没意思，他喉结滚动，嗓音也莫名的哑，下次不要把什么都往嘴里塞，脏不脏？空气里都是他的味道，悠悠香甜，他身上的味道还是那样让人上瘾。怎么来找姑了？穆子涵摇头。周瑾贴近他，那怎么还哭？帕子上是他的口水，穆子涵自己也不能嫌弃，但也不能再用了，他折叠起来收好。他突然不想提怀轩了，甚至不想问周瑾他和怀轩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也就找了个同样让他心烦的事糊弄敷衍。我来前吃了点心。周瑾看着他，也不知道是为了演戏，还是真的被他影响到，说话都轻了下来。公主府的点心你要是喜欢，不如带些回去。不是公主府的，穆子涵说，是我二妹给的。说完，他瞥周瑾一眼，很快又收回视线。也许是他钻牛角尖了，可怀轩是为了周瑾，慕如月对付他也是因为周瑾。这男人挺会祸害人，他想给我下毒。穆子涵说起这件事就挺烦，他想了很久，也没想到该通过什么方式让慕如月自尝恶果。慕如月想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脸面尽失，既然做了坏事，总要遭报应不是吗？可穆子涵现在还不到合适的时机，一报还一报。穆子涵语气低落，慕如月那边应该等着我出糗了，可我把毒药换了包，要是没有身败名裂，他应该挺失望的。听后，周瑾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穆府，慕如月神清气爽，等着长公主府那边的好消息。他已经能预见穆子涵中了毒后婚事被废，他没准还会被人大骂荡妇。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喜公公登门。什么？公主让我去赴宴？喜公公对他冷淡不已。公主是念着穆家是穆小姐的娘家，想着自家姐妹，这才赏脸腾出2个名额。公主府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二小姐不去也行。说完，反而对边上的慕如晴笑盈盈。四小姐，请吧。本来心惊肉跳的慕如月还以为秘密被发现，原来没有。他想去结识公子哥，还想亲眼看着穆子涵倒霉。谁说我不去了？我去。等他们出发时，穆子涵已经被周瑾带着去宴会中心了。少阳关心周瑾几句，懒洋洋地对穆子涵似笑非笑。挑了这么久，本宫眼睛也乏了，不如你来看看哪个适合给本宫做夫君。只见箭雨咻一下从空中飞过，穆子涵不免一出惊呼，怀世子射箭技术精湛，每次都正中靶心。周瑾不屑，有什么了不起的？下回得让他看看他怎么射的，长长见识，也就不会对着一个淮南侯爵府那个弱鸡大惊小怪。边上小王爷眼珠子转啊转，公主别看那边怀世子这种人实在凶恶，方才都恐吓我，这种人没准打女人不是良配。很快，穆子涵真心实意的夸那红衣男子也不错，气宇轩昂。小王爷真心实意的贬低，什么不错，穿得像是去争奇斗艳的野鸡。那披着白色大貂的男子做的一手好诗，那更不行了，脸色有点黄，一看就虚。小王爷指着周瑾，你边上那个8岁写的诗都比那雕做的好。对了，他虚不虚我就不知道了。穆子涵看向周瑾，要不是涂了太多的粉，周瑾的脸现在应该是黑的。他咬着牙，放心，姑还好。第49章，你紧张什么？
他的话，穆子涵到底没有机会去验证，可还是思维忍不住的发散。周瑾这样说，是在提醒他，婚后得为他留下子嗣。穆子涵也是愿意的，有了孩子，成了寡妇也不会孤单，他会亲手养大教养，女孩得宠着，男孩得让他像父亲一样顶天立地。可周瑾，他真的行吗？这种事勉强不来的。穆子涵叹了口气，没有看见周瑾险些捏碎盘子。少阳催促，如何？可有满意的人选？放眼看去，那些孔雀开屏的公子哥的确出挑，毕竟都是大家族里出来的。可有周瑾这样的弟弟，少阳的只怕会挑剔。别说少阳，就连他自己从小看多了木眼，也就被赐给周瑾，心里太多没有疙瘩。要是换成别人，只怕他不会那么有耐心。男的好美色，女子又何尝不是？想通这一点，穆子涵低头喝茶。年年举办宴会，却年年没有结果，无非是看不上。少阳自己都挑不出，他如何挑？公主不该将就。周瑾沉着脸去剥着时令的果子，下一瞬手被人压住。穆子涵看着他桌前堆成小山的瓜皮，语气软绵绵的：“殿下不能再吃了，回头饱腹，吃不下正经饭食。”周瑾挑眉，管姑。要是一炷香前，穆子涵就不敢点头了。可周瑾听到他说慕如月害他，转头就要他出气，可见他骨子里就是个好人，对他也好。管！穆子涵，就算生气了，我也要管。周瑾眯了眯眼，实在不明白他不久前还那么胆小，现在怎么就变了。行。少阳挑眉，一边嫌酸，一边就着穆子涵前面说的问：如何不算将就？穆子涵想了想，从心。那要是心所从的方向注定没结果，是错的呢？穆子涵被他问得一噎，他明白了，少阳这是心里有人，能让少阳这么纠结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少阳挑眉，眼神从两人身上落去，那本宫的皇帝可是你的将就，你们可是天子赐婚，和盲婚盲嫁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穆子涵这才反应过来，他前头说的话惹来非议，他连忙摇头：不，皇姐，你感情不顺，可别为难他。周瑾将包好的果子分成一半一半，装进精致的小盘子里，再给穆子涵，语气悠悠：不是就不是，你紧张什么？等那些男子拿出18般武艺后，也没得到公主的一个赞扬，所有人都泄气的入了座。小王爷没有才艺吗？在场的人就他一个没有表示。穆子涵不理解，金光闪闪过来，可见隆重，不会只是凑热闹吧？毕竟看戏听曲儿随时都可以，而看各家公子争奇斗艳只有1年1度。他问这句话时，声音并不大，周瑾却听了个清楚。楚小王爷从小读书不成，习武不成，功课在这些人面前都是垫底的，他能展示什么？炫富吗？楚王府和淮南侯爵府挨得近，楚王总会拿怀世子和小王爷做比较，比了10几年都没比赢过。楚王为此狠狠教训了他一番，从那以后倒是没再提怀世子了，转头提起了别的公子，只要比不过就是一顿家法，最后比了一圈，将京城有头有脸的人家全比了个精光。他说的声音很低，浅浅的呼吸喷洒在穆子涵颈侧。穆子涵痒得不行，不自在的很，可他也知道说小王爷坏话不好让对方听见，也就兴致的学着周瑾一样咬耳朵。那然后呢？世家里面的少爷们以输给楚哲成为耻，而小王爷高才就没有一次不挨打的。见他抿唇轻笑，周瑾指尖玩着他的发，稀罕和他多说几句，他也不是为了皇姐来的。穆子涵懂了，他看向那一个个丧得要命的公子哥，又看向不远处翘着2郎腿的楚哲成。楚哲成把头颅扬得高高的，是鲜明的对比。他现在一定很爽，君子报仇，10年不晚。其实这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头最拔尖的就是怀世子还有西公子，前者背后是太后，后者是熹贵妃，但这2人都不是好的选择。怀世子的为人穆子涵不清楚，可那自诩清高的淮南侯爵夫人可不是好相处的。至于熹，他正想着，就见熹回大步而来，用熟稔的语气和周瑾打招呼：殿下的气色瞧着不错。穆子涵不可置信，周瑾脸色明白的能发光。熹回笑：如今殿下能过来，实在让人意外。我表哥不慎伤了殿下，那日去皇宫请罪，被皇后娘娘用茶具砸破了脑袋，又被皇上惩戒一番，天可怜见的至今走路都困难，还要解决粮仓和流民的事，不像殿下这般悠闲。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感慨一下。他是为周瑜抱怨，也丝毫没有在意说这种话多么大逆不道。在他看来，周瑾这么疼周瑜这个弟弟，就因为护好他。虽然周瑜和熹回透露过他是故意的，就想试试周瑾是不是装病。周瑾不想理这个货色，于是他咳嗽。穆子涵又气又急：熹公子，你要是不会说话就闭嘴。2米的事，二皇子办砸了，和殿下何干？如今响应朝廷号召，
殿下能做的都做了，城员外更是开支起好几个摊位，日夜施粥。你是二皇子的表哥，说话向着二皇子，可言语不要太离谱。殿下的行程需要向你报备，他来公主这里，还要你点头吗？熹回一直喜欢邵阳，就是因为他是个小辣椒。没想到周瑾的未婚妻生在他的爱好上也是个小辣椒。他努力了这么多年，没有得到邵阳的另眼相看，那找个替身也行。他看向穆子涵的眼神多了股火热。反正周瑾会死的。穆子涵能忍受得了漫漫寂寞。正当他想入非非时，身上多了道冷漠如冰的视线。周瑾也不咳了，身子前倾，似笑非笑。眼珠子不想要了吗？第50章中毒勾引。一辆马车缓缓在公主府门口停下，慕如月第一个下车。他脚步带飞，眼睛四处打转，恨不得钓个金龟婿。对比他喧宾夺主的盛装打扮，身边的慕如琴中规中矩，就显得寡淡多了。两人刚到，安排到一个空位坐下。这边已经换了场所，全都入席了。喜公公，不用给殿下公主请安吗？不必。喜公公扔下这句话就走了。慕如月坐姿优雅，她参加过很多宴会，接触的人全都是5、6品官员家里的女儿，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顶级宴会。她疯狂看男人，金光闪闪的那个，她嫌俗气；周瑾，她嫌短命。忽而，她眼睛一亮，那是谁？边上的席位正好就是怀轩。他刚从痛苦中抽身，就见边上来了2个生面孔，西家的公子。他问2位妹妹是哪家的？穆家。不知是哪个穆家。慕如月不好意思说是5品小官的那个穆家，他怕被人看清，反倒是慕如琴异常得意。穆子涵是我大姐姐。怀轩神情淡了下来。慕如琴又介绍，我在家中排4，这是我二姐姐。怀轩倏然转过头，你就是慕如月？小姐知道我？怀轩冷笑，如何不知道了？冒名顶替别人的身份，抢了别人的未婚夫，转头和表哥搞在了一起，不就是你慕如月吗？你可知你选择不要的未婚夫，有多少人想着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东西，敢给殿下戴绿帽子！怀轩恨透了他。慕如月脸色一白，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那些破事还不放过他？他死死拉住身边的慕如琴，陪我去给公主请安。喜公公说不必的，公主若要见我们，早就见了。二姐姐为何还不明白？我们能过来，不过是公主看在大姐姐的面上，随口吩咐下来的。你要谢，不如去谢大姐姐。末一个字是慕如月爱听的。不过都这么久了，毒性还没发作吗？他朝右前方看过去，穆子涵坐在周瑾边上，侧颜柔美温婉。公主府的茶水比我们府里的好喝，边上的席位都是酒壶，只有大姐姐和我们这边一样是茶水。大姐姐真是周到，定然是知道我从小喝酒就会起红疹子，特地准备的。慕如琴的一句话让慕如月找到了关键之处。他看了四周，再看穆子涵那边，穆子涵那边竟然不是酒壶，是和他们这边一样的茶水。这怎么行？他既然来了，就要让计划万无一失。他咬牙切齿，行，我这就去谢大姐姐。他们说话同时，穆子涵还在和周瑾咬耳朵。殿下，我要开始害他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恶毒？周瑾垂下眼帘，人是姑帮你找的，茶水是姑准备的，是姑怂恿你择日不如撞日。他说完轻笑，怎么能算你恶毒？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动他的人，周瑾其实有1000种100种方法让人消失。他刚开始识字，太傅就教导他，为人不能过于良善，尤其是帝王家的子嗣，所以得睚眦必报。姑如今能帮你。周瑾装模作样叹气，可病成这样，就怕帮不了你几次，只能教你一个道理，人心险恶，世事无常。当你站在高处，就能得万人敬仰，要是你不顺了，谁都能与你为敌。他害你在前，你要是宽容，就是给他第2次害你的机会。穆子涵总觉得他说这些话，语气中夹杂着他不懂的幽深。可就是这样满心满眼为他打点的周瑾，让他的心砰砰跳得厉害。穆子涵心光闪闪地看着他，殿下，你真好，只是还没到为他陪葬的地步。这是他的心里话，穆子涵说的丝毫不扭捏，反倒是周瑾竟然不自在起来。这就算好了，他就这么容易满足？大姐姐。慕如月努力忽视周瑾那张好看的脸，他告诉自己，他快死了，他快死了，他快死了。穆子涵是寡妇，穆子涵是寡妇，寡妇。穆子涵笑盈盈，二妹妹怎么了？大姐姐，你不计前嫌，让我好感动。没有你，我就没有资格来这里见世面。慕如月，我这人蠢笨，说不出好听的话。大姐姐，我敬你一杯。他手里提着酒壶，这是他从别的地方取来的。穆子涵，我不爱喝酒，就1小杯。慕如月倒了2杯，1杯给穆子涵，1杯留给自己。
他内心的阴暗就要跳出来狂笑。姐姐喝了，就是真的原谅我，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周瑾不知道穆子涵听着什么滋味，她反正挺想吐的。这么个玩意，之前还想着嫁给他，周瑾有被膈应到。穆子涵眼里有过怒意，他像是要发作，可眼神往周瑾哪里一瞥，像是顾忌周瑾在边上，不愿意和慕如月撕破脸，影响他在别人面前的贤良淑德。穆子涵冷着脸一口喝下酒，压低嗓音：“回去，别在我眼前晃悠。”慕如月亲眼看他咽下，这才畅快淋漓的回去。他高兴的想要转圈跳舞，刚坐下就开始倒计时。二姐姐，公主府的糕点可真好吃，听说是御厨做的，那么一小块比金子还贵，你要是不吃，我可都吃了。慕如晴面前的那一盘点心还剩下3块，谁说我不吃的？慕如月，你还有没有规矩了？这么好的点心，你一个庶女也配吃？说着，他夺了过来，几口全吃了，还有点意犹未尽。他又喝了几口酒，眼睛一直往西公子那边看。聪明的小脑瓜告诉他，周瑾一死就是二皇子的出头之日，那西公子一定飞黄腾达，他要去勾引他，勾引他。心里的蠢蠢欲动想法一时间扩大数百倍。在所有安静品茶美味佳肴的时候，就听慕如晴惊讶地喊了一声：“二姐姐，你去哪儿？”慕如月很有目的性地朝一个人走过去，但他的腿不受控制，明明要往东，偏偏他往西，一边走一边拖。淮南侯夫人高贵地擦了擦嘴角，光天化日不成体统。他讽刺说：“公主还不把人赶出去，平白脏了我等的眼，真是比青楼的妖精还骚。”他话刚说完，穆子涵就看见慕如月一把跳到他儿子怀世子怀里，扭啊扭。他掏啊掏，娇滴滴的将的掏出底裤，扔到男人脸上。怀世子的脸黑了。慕如月语气高昂：“西公子，我的底裤香吗？”对面似笑非笑看好戏的西回脸也黑了。第51章，张嘴，乖孩子。怀世子狼狈的一把将人推开，岂料慕如月又扑了过来，两个人都朝地上摔了下去。西公子，别推开，你摸摸我。他急得都要哭了。放肆！淮南侯爵夫人一拍桌子，被气得七窍生烟。他活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他的面勾引他儿子，这不是败坏他们怀家的名声吗？他尖叫出声，还不把人拉开，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别以为他不知道慕如月打的什么算盘，想着众目睽睽调戏人，让他儿子负责。呸！儿子是要娶公主的，一个小官之女，做他的青天白日梦。穆子涵心里有准备，可眼前目睹这一幕，他的身体还是忍不住的发颤。视线里的慕如月被淮南侯爵府的下人拉开后，也不缠着怀世子了。对他来说，只要是个男人都行。他媚眼如丝的贴在下人身上，蹭个不停。下人咽咽口水，只觉得手下的肌肤又嫩又滑。慕如月也不喊西回了，一时间忘了今夕何夕，对着下人风情万种的喊着：“表哥，你快点！”场面一下子变得低俗。除了周瑾全程低着头包着坚果，在场的公子哥全都看愣了。人群一阵吸气声，这简直是比青楼的姑娘还会玩。看什么看？你也不嫌脏了眼睛？有位夫人一把拧住儿子的耳朵，记住了，你以后是要娶正经夫人的，别在外面被一个骚蹄子败坏了名声。穆子涵没想过要会这么烈，要是吃下毒药的是他，现在发疯的会不会是他？他不能想象那会是怎么样的场景，只觉得慕如月可恨。她到底只是个小姑娘，这会儿后怕极了，下意识地拉住周瑾的胳膊，往他身边躲。殿下。周瑾也很奇怪，怎么独独习惯了他的亲近。他侧头，顺势将包好的坚果送到他唇角。张嘴。穆子涵下意识咬住，反应过来连忙嚼碎咽下。他努力平复情绪，可对慕如月这种人生不出愧疚。咀嚼间，腮帮子一动一动的，像个小仓鼠。也许是他的反应取悦了周瑾，男人的手拍拍他的腰：“去吧，乖孩子。”穆子涵被他这么一喊，有点脸红。的确，他身为长姐，要是坐着不动，会被指责不像话。他起身快步上前，给了慕如月个耳光。闹够了没？疼痛只让慕如月有过短暂的清醒。啪，又是一耳光。我让你来，不是给穆家丢人的。早知你有攀附的心眼，就不该让你出门。周边的斥骂声不绝。好歹也是五品官员的女儿，呸！竟然能做出这种事，这种人要是我女儿生出来都要掐死。淮南侯爵夫人恨得牙痒痒。这穆二小姐出名的很，不久前还和她表哥的事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孩子都怀上了，没准今日的事过来找人接盘的，没得逞就开始装死了。呸！就他也配肖想我儿子？他气得胸脯上下起伏。我把话放在这里了，今日一事
要是穆家不给我一个交代，咱们早着瞧。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没传到穆这里。他在家里逗着八哥。孙姨娘在边上绣着花，很有心机的开口：大小姐是越来越懂事了，妾实再没想过她风光了还会惦记家里的2个妹妹。穆正也觉得，虽然管家入狱了，穆子含护着如莲的事他还没消气，可他一回来就没看见家里的女儿，一问才知道全去公主府了。由此也能看出来，穆子含心里向着咱们穆家，向着他几个兄弟姐妹。这么想也是好事。孙姨娘继续绣花，大小姐甚至愿意和2小姐冰释前嫌了。果然是要当贵人的，度量也比常人大。穆正点头，他眼里多了笑意。这些时日，家里的喜事一件连着一件。等穆子涵嫁出去，就要解决长子的婚事了。虽然是哑巴，可长子平庸啊。穆正有3个儿子，除了穆衍，其他2个是庶子。大的长相平庸，学识平庸，小的还算聪慧。他突然问：我打算把小的过继到夫人名下，你怎么看？孙姨娘笑容差点没维持住。穆正，我知道你舍不得，可只有他当了嫡子，以后才能继承家业。孙姨娘想骂人，什么嫡子？他哪里稀罕？他忍着和穆正吵的冲动，跪到地上：老爷，夫人对妾一向不满，妾把孩子交给他，哪里放心？这么一说，也提醒了穆正，卢燕那种人，好好的女儿都能教育成那样，他哪里放心把儿子给他养？不过他很快找到了解决之策。他以为孙姨娘是和他一条心的，所以直接不避讳的开口：眼儿身体撑不住多久，那就再等等，回头记在先夫人名下。等什么？等穆衍死吗？孙姨娘越发觉得穆正的可怕，算计亡妻，又算计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老爷，小姐们回来了，有人快步过来。穆正觉得不对，这么早就回来了？还不等他再问，就有人哭着跑进来，一把扑到孙姨娘怀里：姨娘，女儿不活了。二姐姐今日当着那么多贵人的面做出那种羞耻的事来，女儿以后哪有脸面出门？所有人的看着，我和大姐姐拦也拦不住。穆正心里一哐当，说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穆如晴吓得一哆嗦，将来龙去脉用最简洁的方式说清楚。他甚至加了不少修饰，比如穆如月的底裤所有人都看见了，是粉色的，上面还绣着一个月亮。再比如有人讨论穆如月小腹那处有个胎记。穆子涵疲惫地从外面走进来，他说：二妹妹扰了公主的宴。他又说：唐突了淮南侯爵夫人和怀世子。穆正吓得腿软。他听到穆子涵又说：回来时西公子的脸色是黑的。这些贵人的怒火，爹你看着办吧。第52章极端的疯批。穆子涵没再管这件事，但也不妨碍他从穆如晴嘴里得知穆正出去请罪，灰头土脸的回来。这件事甚至传了出去，大到京城酒楼，小到路边摊，都在讨论这个事。子不教父之过，二姑娘长歪了，还不是当爹当娘身上的毛病。如今这位穆夫人之前只是个外室，能爬到正式位置，只怕也是用的这种低劣手段。没准女儿像娘，不过也是笑话。那些显贵出身的公子还能被他给迷惑了？就算公子哥迷上了，他们身边的长辈能答应？还是什么嫡女，众目睽睽就秃啊？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想傍上怀世子，还是西家那位？我压怀世子，怀世子瞧着就温柔；我压西公子，他也不赖啊。都别吵了，有什么可争的？这2个有什么可选的？最后得逞的是那个下人，他私下逢人就说穆二小姐那里紧得很。因为这件事，宴会也早早散了。少阳坐直身体，用本宫的名义把人请来，后头的事可别说你不知情。周瑾把穆子涵没吃完的坚果放入嘴里，他要害穆子涵，眼下不过自食恶果。少阳倏然起身，什么？周瑾说的是实话，他在西公子面前护姑，姑自然也要护着他的。事情不可控，甚至传到了端墨皇的耳里。少阳公主也对外放话，说这次依旧没有相看上，还说本来怀世子和熹惠不错，可他们2个脏了，他看不上。织女莫若父。端墨皇知道这是借口，可他还是迁怒穆正，特地把人传到皇宫一顿骂，然后停了他的职。穆正觉得他的天都要塌了。尤其他回来时，孙姨娘迎上来，忧心忡忡地说：也不知怎么了，二小姐脸上出现一道道血痕，怎么也止不住，大夫请了好几个都没治好，女儿要是破相了，可怎么办才好？孙姨娘如今正在屋里闹呢。穆如月现在清醒了，可她来不及射死，就已经捂着脸疼的在地上翻滚，对着屋内的奴仆就是一阵厉骂。另一种毒开始见效了。破相不，她不能毁容，这张脸是她唯一的资本了。去找我娘，快去找我娘！她发了疯的砸屋里的瓷器，她那里有解药，她那里肯定能寻来解药。
砰的一声，门被人踢开。慕如月眼前一亮，爹，是穆子涵害我。他脸上的血越擦越多，看着特别吓人，甚至他能听见皮肉绽开的声音。穆正的脸阴沉沉的，像是风雨欲来，孕育着一场雷霆风暴。哦，他为什么害你？慕如月已经顾不了别的，他又哭又闹。我说今早给他点心，他怎么吃的那么痛快？他一定是知道我要害他，所以害我。穆子涵站在院门口，听着里面穆正的怒斥声、孙姨娘的劝架声，还有慕如月受挨打后凄厉尖叫。他静静地听着，视线却看向天空。也不知站了多久，腿都要酸了人，里面的动静转小。我造了什么孽？怎么会生你这个小畜生？我是京城当官里面的天大的笑话。淮南侯爵府、西家、公主、皇上通通把我骂的人不是人，狗不是狗。我的仕途险些也要毁在你手里。孙姨娘，这脸……穆正放下狠话，能治就治，治好了给那位大人送过去，对外宣称他自知罪孽深重，上吊自尽了。要是治不好，直接处死，免得脏了我穆家门楣。说完这句话，他黑着脸往外走，却不想对上穆子涵含笑的脸。他心里的一股气怎么也灭不去。你爹管教不了人，女儿帮着管教，何错之有？穆正呼吸急促，她是你妹妹，你怎么可以这么恶毒？恶毒？周瑾可不是这么说的。他害我，我再害他，很公平的事，哪里比得过爹一句话定了他的生死？他今儿说话格外呛人，虽然声音还是那样温柔好听。穆子涵慢悠悠堵了穆正的话：爹，你要清楚，今日出事的如果是我，你就不是被停职那么简单了。扔下这句话，他就走了。穆子涵出了趟门，他算了算时间，婚期还有20天了。京城有流传一句话，成婚那日，新郎如果穿着新娘亲手缝制的鞋，姻缘会和和美美，相伴到老。来得及，他好像能为周瑾做的只有这些了。穆子涵准备先去了卖鞋的铺子，先看看样式，再去卖针线。那鞋底心里好有谱。刚下马车，就有面露凶煞的人横闯直撞跑来，身后一群带刀侍卫在追，前面的百姓速速闪开。罪犯无目，你杀戮多人，罪孽深重，还不束手就擒！人群开始躁动，恨不得穆子涵跟着人群跑，偏偏人就这么倒霉，头发被人一把抓住，他疼得眼角泛泪。吴木改成去掐穆子涵的脖子，都退后，准备一匹马，放我出城，不然我杀了他。他说杀就会真的杀，可追捕他多月，捕快们哪里舍得眼睁睁放人？吴木急红着眼，带着泥土的指甲陷入肉里，很快流出血来。穆子涵疼得戴上苦涩面具。殿下，是穆姑娘。边上是一间茶楼，2楼的喜公公突然出声。周瑾喝茶的动作一顿，他是知道衙门办案的，因为是他提供的线索。哎呦，穆小姐怎么成人质了？周瑾快步来到窗前，不快妥协，穆子涵被扔上了马。吴木拉紧缰绳，驾！马儿颠簸地跑起来。周瑾拉起弓箭，朝着一处射过去，箭雨在空中咻一下飞去，最后刺穿了吴木的眼睛。他翻身倒下。季七，救人！而季七晚了一步，有人捡漏成功，是西回。马儿受惊失控，拼命地跑起来。穆子涵被甩出去，被人拦腰抱住。楼上的周瑾目睹西回英雄救美，不是人前的刻意伪装，他浑身的阴郁浓烈，背脊绷紧，眼底骤然聚起猩红，带着极端的疯批。又是他。第53章，您是他男人，您能忍？人群中传来一片叫好的欢呼。罪犯吴木痛苦地在地上翻滚，鲜血流了一地，捕快将人擒住。追了你一路，跑啊！你倒是跑啊！刚才的一幕足够惊心动魄。穆子涵俏脸煞白。穆小姐，你可还好？刚着地，穆子涵腿都是软的，站也站不稳。西回的手压在他的腰间，亲密无间。他问这话时没有别的动作，就好像没有别的心思。可自从得知公主府放的话后，他暗自下了个决心。少阳，他不会放弃。穆子涵，他也要定了。只要周瑾一死，这些全都唾手可得。穆子涵觉得不妥，虚弱的连忙后退一步，拉开和他的距离。多谢西公子，只是口头上的谢。西回慢慢收回手，视线却一直落在他的脸上，是让人渴望的毅力，美的让人挪不开眼。受惊的马儿横冲直撞，祸害了好几个摊位，总算被捕快牵制住，场面也及时被控制下来。穆小姐，刚才要不是我出手及时，你从马上摔下来，只怕伤势不轻。一听他说这种话，穆子涵也后怕，他都要成亲了，可不能出事，不吉利。西回不放过他脸上每一寸的表情，他表面上衣冠楚楚，私下就是个禽兽。我是发现了，小姐对我是颇有成见。公主府里事，
这里也是，其实我为人可不坏，你怎么拒人千里之外？他笑着说的这句话，可在木子涵里却像极了浪荡子的逗弄。他心下一沉，西回出手救他，木子涵感激，可所有事不能混为一谈，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西公子为了二皇子对殿下说那种话，殿下好脾气不会计较，可我却看不得。木子涵镇定下来，如今伤的是殿下，二皇子心里有愧去请罪，说到底这是他们兄弟之间的事，殿下没说什么，二皇子也没说什么，反倒是西公子跑过来责怪殿下。我心中不快，故此说了几句。今日一事，我会让家父登门谢恩。说着，他扶了扶身体，就要走。西回微微诧异，刚刚经历生死的人，竟然没有哭哭啼啼，可他怎么真让他走了？西回把人拦住，算起来，熹贵妃是我姑姑，二皇子是我表兄弟，按着辈分来，殿下我也是能沾点亲缘的，我喊他表哥不为过，喊你就是表嫂了，挺刺激的，所以无需躲着我。看你受了惊吓，可要去前面的医馆瞧瞧。2楼，周瑾看着，喜公公恨不得现在跳下去将西回给撕了。他觉得西回很不要脸，本来祭妻出马，将受惊的穆小姐带到殿下跟前，一个英雄，一个美人，两人感情能升温，半路偏偏杀出一个程咬金。可周瑾没让他下去，他不能下。你说，周瑾死死地盯着下面，他们在下面说什么？喜公公咬牙切齿，还能说什么？西回那兔崽子自幼阴暗扭曲，整日惦记不该惦记的人，咱们公主轰都轰不走。殿下，您刚才瞧见没？他的手都要粘在穆小姐腰上了。您是他男人，您能忍？看，穆小姐都不愿意搭理他，他还把人拦下来，他这是要做什么？楼下捕快恭敬过来。西公子，他双手奉上擦干净的剑雨。那罪犯衙门逮捕了数月，为人狡诈，早就听闻西公子骑射一绝，果然名不虚传，多亏您出手，我等才能将他抓捕归案。刚才事态紧急，所有人都没注意谁射的箭，也就下意识认为是西回。西回正要说不是他，可他视线在四周环视，都是心有余悸的寻常百姓，在往上看，没看见边上茶楼酒馆里面有异常，更没人来请功。西回得体的笑笑，接了过来，没在箭雨上面看见有特殊的标志，应该是有人做好事不留名。既然如此，那他就不客气了，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说着，他看向木子涵，木姑娘，再不济，你也该请我喝杯茶吧，这种要求应该不过分。楼上有人炸开了锅，殿下，他竟然承认是他射的，他配吗？他配吗？就他有这个本事？喜公公气的不行，他怎么不吹牛说皇宫的一砖一瓦都是他造的？说起这个就来气，别说是他，就连季妻都杀气腾腾。属下记得8年前殿下扔了的废狗被西回捡了，他转头对外说是他写的，还拿到诗社显摆，比赛拿了个优。喜公公更气了，竟还有这种事。周瑾视线下垂，他告诉自己别发疯。穆子涵还算拎得清，他不放心西回，还能不放心穆子涵？说这话时，他很笃定。瞧着吧，两人不会有过多纠缠，穆小姐不会搭理他。刚说完，穆子涵被西回缠得没有办法，两人一前一后进了这家茶馆。屋内的温度莫名下降至冰点，周围凉飕飕的，有人在释放冷气。喜公公嗖一下跑出去，他扔给跑堂一锭银子。刚刚有一男一女走进茶馆，女的生得花容月貌，男的是个狗杂种，他们要是订了包间。他点了点身后，将人安排在边上。跑堂收了银子，眼珠子一转，连忙点头哈腰答应，蹭跑下去。花容月貌的找到了，狗杂种他看向西回，他想他应该也找到了。少爷小姐，楼上请。喜公公看跑堂真的把人带上来，连忙跑回包间，把人关上，去听隔壁的动静。这边跑堂端茶送水的很快退下，包间穆子涵和西回相对坐。西回的声音没有刻意压低，这里没人，他说话也没有顾忌，这里的隔音效果很差。成功传到对面，方才瞧你跌落的那一瞬间，我生怕你出事。西回叹了一口气，其实救你我也是有私心的，不是为了殿下，是为了我自己。穆小姐，你可知方才你出事，我的心跳都快跳出嗓子眼了。穆子涵什么反应，周瑾不知道，但他手里的7、8颗坚果全被捏成了碎屑。第54章，这般会撒娇。包间没有炭盆，窗户半支着，寒风从外面呼呼地刮进来。穆子涵抱着暖炉，还是觉得冷。西公子自重，穆小姐，这里就你我2人，你怕什么？听完西回的话，他眼底更冷。见他低垂着眼帘，没有说话。西回当他是害羞了，嘴角闪过得逞的轻蔑。果然，除了邵阳，全天下的女人都是喜欢被男人追捧的。
尤其还是他这种优秀的男人。他将煮好的茶水递过去，西回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一口。他是熹贵妃的亲侄子，什么好东西没喝过？这里的茶和家里的相比，实在劣质。他嫌弃味道不好，就没再喝了。我只是心疼你。熹回叹了口气，如今殿下在，你嫁过去是太子妃，可殿下的身体你我都清楚，只怕时日无多，有的话不中听。可穆小姐，那时候你就是遗孀了。听他说了这种话，穆子涵想翻脸，现在更想回去将他碰过的衣裳给换了。说完这几句，熹回笑了笑。穆小姐也许不信，在公主府我就对你一见钟情了。他的眼睛含情脉脉的。是我失礼了，说了一些话唐突了小姐，可心之所向，有的话情不自禁，望你见谅。熹回说，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拱手，只是怕以后没机会说了。今日的话，穆小姐走出包间，就当一切都没发生。日后你要是不如意了，我在此立誓，愿意为你排忧解难。小样，这还不迷死他？他是想过的，现在的女子都怕事，更别说穆子涵这种属于高价，没有娘家撑腰。这几句话不足以让他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给周瑾戴绿帽子，但一定能让他心痒难耐。回头周瑾一死，他在穆子涵面前时不时暧昧一下，次数多了，给了他温暖，还不把人搞到手。这些话如果穆如月那种容易被骗感情的听了，没准飘飘欲仙了，可穆子涵只觉得恶心。不会吧，不会吧，熹回不会觉得他很有魅力吧？熹公子不久前还在公主那里献殷勤，直言非他不娶。全京城的百姓都夸熹家少爷深情不改，10年如一日。怎么，片刻功夫就移情别恋了？还是说你所谓的真情一文不值？穆子涵轻笑一声，难怪公主看不上你。这几句话让熹回的脸色变黑了。他追在少阳身后跑的这些年，所有人都在看他笑话，可是有的人越得不到越想要。穆子涵从钱袋取出一枚锭子，扔到桌上。他冷淡地站起来，今日的茶水钱我付了，就先回去了。希望熹公子下回说话注意分寸。我如今没嫁殿下，可也是他的人了。你口口声声说论着辈分能喊他一声表哥，还是不要做虚伪，做些见不得光肮脏事。熹回走过去，笑盈盈地将穆子涵歪了的发簪扶正，惹得后者警惕地后退几步。这人生漫漫，你如何熬？我是为你好，怎么不领情？隔壁的周瑾嘴里发出低沉幽步的笑声，嗜血的双眸如何也压不住。在他已经想好处置熹回的100种死法后，他听到那边穆子涵温柔动听的声音，如一泓温暖的泉水，流到他早就枯败寸草不生的旱地。让熹公子费心了，我这个人认死理，认定了谁就跟定了谁。我不知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思，说了一通油腻话，是想让我死心塌地为你办事，传递殿下和东宫的消息，还是为了别的？不管是什么，你的算盘都打错了。熹公子这样的，哪点比得过他，也不知怎么能开那种口。周瑾微怔，他眼底的红衣淡去，然后他又听到那边说，殿下活着我尽心照顾他，殿下就算死了，我为他守节，绝不背叛。然而这还没完，至于你嘴里的人生漫漫，那句话也错了。谁能保证我怀不上一儿半女？他放狠话，我会将此事告知殿下，熹公子保重。周瑾想，这天下怎么会有穆子涵这么蠢的人？可男人的嘴角却在疯狂上翘，反正挺高兴的。不对，他哪里蠢？他分明聪明到的极点，聪明到周瑾觉得他要是一直这样，让他安安稳稳的当太子妃也未尝不可。穆子涵的一番话差点把熹回逗笑了。一儿半女，哈哈，周瑾他圆房都不能吧？他很绅士的没和穆子涵计较，那些话他反正就不信。熹回丝毫不慌，站住！他笑穆子涵太年轻，穆正功绩平平，他的女儿也聪明不到哪里去，他敢做就不怕出事，这些年就没出过一件错。你也说了，我对少阳10年如一日，今儿这条街的人都知道我救的你，你说他们是信你的话，还是会信你试图勾引我吴国恼羞成怒？没有人证，没有物证，你和殿下才相识多久，他能信你？他呢，在外面风评还是很好的。果然，穆子涵微微变了脸，毕竟他之前让周瑾提防二皇子，周瑾就没信他。要是他跑去说这些，会不会让周瑾觉得他水性杨花？去啊，怎么不去了？熹回体贴地帮他开门。你现在就……话音突然中断，因为他一开门就对上周瑾黑眸沉沉的眼。熹回染上恐惧，嗓音都成了3个调。殿下！周瑾看向角落的人，还不过来？穆子涵没想到他会出现，他红着眼大步跑过去，却在靠近他的那一刹那停住了脚步，端庄使然，也怕碰到他伤口。
别看他前面说的厉害，可这会儿却扯着帕子闷声闷气。殿下带我回去好吗？周瑾看着他，穆子涵低着头，只要想到刚才的话被他听见了，就骚得厉害。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腰间就是被西回碰到的那个位置，落下一只手，是周瑾。他压着小姑娘的腰身，把她压到自己怀里。穆衍到底怎么教你的？他低头问。这般会撒娇。第55章，孤的太子妃能有你肆意轻贱？京城的雪从昨天停了，从窗户往远处看一片银装素裹，而街道那么一闹，扫到两边的积雪被踩踏，足印遍地狼藉。商贩收拾着摊位，怨天在地。大冷天出来没赚着银子，反倒砸了钱进去。而怀里的人从危险中出来，早上特地梳得漂亮的发髻变得凌乱，发丝松松散散垂落，衣角上的灰尘是数不尽的狼狈。还有他的脖颈处，血痕早就干了，那里被抓破了皮，被人用指甲深深地嵌入进去，伤口看着又红又肿。他生得白，伤势被衬托得触目惊心。周瑾用指尖蹭了蹭，他嘶了一声，往后缩，可又能躲到哪里去？穆子涵不适应亲密，可后腰的力道加重，两人的身体贴得更近，他的脸蓦地红了起来。穆子涵前面吓都吓傻了，得救后又被人缠上，早就忘了脖子上的伤，被他那么一弄，顿顿的疼。他受过不少伤，尤其在穆衍去征兵后，特别是如燕在雨天走滑小铲的那段时间。明明那日他连门都没出，可罪名不怪在如燕自己走路不小心，反倒怪到了他身上。全家你的命最硬，你把你亲娘克死了，这下又来克你继母肚子里的孩子。他当时又怕又委屈。哥哥说过，我没有害死娘亲，是娘亲舍不得哥哥孤孤单单一个人，所以死前拼命生下我陪哥哥。你还犟嘴！穆正一脚将他踹到地上，恨不得生吞了他。穆如月也说，就是你的错，你就是个杀人犯。他疼得小腹抽搐，嘴角也吐出血沫，好疼啊！可他连哭都只敢偷偷抹眼泪，处境变得艰难。如燕醒来又哭又闹，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下人们为了讨好他，全部针对起了小姑娘。在台阶处铺满了豆子，小姑娘摔了个趔趄，从高台上滚了下去，将会咬人的疯狗不小心放到他屋里，吓得他哇哇直哭，四处逃窜，细长藤条抽打在他身上。萧姐，奴才这是在管教你，你要明白我们的一片用心。那时他常常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谁也不敢说，直到如燕又怀了胎，他日子才好了起来，成了府里面的透明人，除了经常吃不饱，就没遭过别得罪。人在昨天再看，如燕生下男胎后，没过多久又夭折了。谁的错？不是夜里太凉，如燕照顾不当，孩子染上风寒，又是穆子涵的错。小姑娘担惊受怕的，更加不敢出门。穆正下定决心把他这个克星送去乡下，却得到前线穆衍被老将军看中的消息，他才逃过这一劫。所以脖子上的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他不在意。可周瑾呢？他这会儿欢喜，竟然也会疼人了。别的女子怎么样，他不清楚，但黄姐平时磕了碰了，都要大惊小怪叫太医。男人护着她的腰身往里走，姿态从容，就好像站的是他的领地。殿下，西回走也不敢走，留也不敢留，哪里还有刚才的硬气？他声音抖得厉害。我先前和穆小姐都是说笑，别当真。求您看在我救下穆小姐的份上，原谅。真是哪壶不提开哪壶。季七，周瑾打断他说话，将顾的剑羽取回来。什么取回来？穆子涵被按回刚刚坐的地方坐下，他眼睁睁地看着季七从西回手里夺回了剑羽。季七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的，这时候说话阴阳怪气的味道达到了顶峰。西公子，我们殿下的剑羽，你不会觉得拿在手里就是你的了吧？所以那是周瑾射的。穆子涵很惊讶，屋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可怕。他小心翼翼看了周瑾一眼，丝毫没有理西回的意思，就连边上的拿回剑羽退到一旁的季七和喜公公都不稀罕搭理他。再看西回，哪里还有传闻中痴情公子的样子，正抖着腿擦着汗呢。穆子涵忍不住嘴角轻抿，可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喜公公端上一盆温水，周瑾将棉布浸湿。他处理过不少伤口，只有这一次动作最轻柔，先擦血痕和污渍，再给他上药，无疑是疼的。穆子涵觉得他太用力，帕子捏得死死的，受不了的低低说：“我自己来，这种小事怎么能麻烦殿下？”他的小动作，周瑾尽收眼底，原来是知道疼的。周瑾悠悠，出了事不去包扎，不去上药了，你却来这里见。语气平淡，却足够耐人寻味。这种东西，穆子涵，你可真厉害。他很少全名全姓的叫他，平时都是规规矩矩的穆小姐，如今这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是说不出的一种感觉。周瑾见他咬着下唇，
咬得泛白，想着他前不久还口口声声说要生一儿半女。他说忍着。从周瑾出现，西回就慌了起来，尤其周瑾和穆子涵调情都没正眼看他。这个太子敦厚温和，可只要是男人，如何能忍受自己的女人被别的男子？西回僵硬的上前，殿下，您听我解释。周瑾上好药后，在他身边坐下，将穆子涵没喝的茶端起来饮下。行军打仗的3年，他吃过很多苦，不是京城里面只会贪图玩乐的公子爷。别人看不上的茶水，却是穷苦百姓舍不得花钱买的稀罕玩意。天知道他现在多想拔了西回的舌头。他不喜欢听这个东西说话，就该彻底毁掉。可是时机不对，他的人设暂时不能崩，不能露馅，不能让背后的敌人看出猫腻。他眼底的杀意和厌恶相融合，没人知道他心里打了什么算盘。西回，孤得罪你了。西回吓得跪倒地上。不，你是看不得孤好，还是觉得孤的太子妃可以肆意轻贱？西回开始磕头，回去替孤问问你家老太爷，你敢这般胆大妄为，可是西家的意思？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太子发怒了。几句话将这件事上升到西家和东宫上。周瑾冷冰冰留下一句话，孤等着他解释。第56章，两人以后会是夫妻。经过这么一遭，穆子涵买了做鞋的各种材料，就没了在外闲逛的心思。他是坐周瑾的马车回去的，车轮滚过地面，雪天路滑走得很慢。车厢里，周瑾看他一眼，有这么个妹妹，穆衍还真是好命。去外面买就成，何必花心思亲自去做？自己做的鞋靴更暖和。他浅笑，是我的一片心意。那你怎么不想着给姑做一双？周瑾怪酸的，你也不怕熬坏了眼？穆子涵当他不舍得自己，我心中有数，不会整日都在做鞋的。说着，他不好意思的笑笑，殿下穿的鞋都是宫里的绣娘做的吗？是啊，比不得你哥哥，有人特地动手做。周瑾没什么兴致，姑不管这些，都是下面的人打点的。穆子涵总觉得他怪怪的。这条路格外漫长，用了平时3倍的时间。身侧的男人垂着眼皮，控制欲很强的手还在有意无意搭在他腰间，在后腰的那个位置轻轻摩挲，感受着他不自然的小幅度站立。他如坐针毡，小幅度的往边上挪，很快又被扯了回去。后腰痒得厉害。穆子涵察觉气氛不对，又不好让他别动手动脚，毕竟两人以后会是夫妻。可他很紧张，也就开始没话找话。今日殿下来得好及时。周瑾很敷衍，2楼的位置离街道远，马儿又在跑，却能一箭射入他的眼睛，我还是第一次见殿下射箭。他说这话时，眼眸温柔似水。周瑾这次愿意和他多说几句，两国交战时绝不允许一箭射偏，一些小把戏罢了，不值一提。他很谦虚地夸了自身，转头漫不经心地提起西回是西家嫡子，他的美名来源于西家吹嘘，并非他本人真的有多出息。什么射箭技术，他那点水平在军营里连吹士兵都比不上。穆子涵也觉得西回差劲，品行不端，他再是有天大的才学也没是败类。殿下，他忽然轻声凑过去问，你穿多大的鞋？周瑾微怔，是给姑的。穆子涵应了一声。见周瑾神色古怪，他只当他不清楚这些，索性蹲下身体，用手比划量了量，心里有数后，他仰头冲他笑，要是做得不好，殿下莫嫌弃。马车在幕府停下，穆子涵告别了周瑾，看着他进入府邸，周瑾这才放下布帘。他难得愣了会儿，穆子涵这样的热情似火，倒让他招架不住。穆子涵回了院子，就开始拿鞋底。刚坐下没多久，屋里就来了人。大姐姐，姨娘熬了一上午的乌鸡汤，里面放了不少竹荪，我送些过来给你和大哥哥尝尝鲜。阿吴端了一碗送去隔壁。穆子涵喝了一口汤，姨娘的手艺不错。穆如情笑，随后惊呼一声，二姐姐身上怎么有伤？今早出门时都没的。无碍，我屋里有瓶创伤药，效果很是不错，这就去给大姐姐取来。不用，上过药了。穆如情也就没再提，她眼儿一转，我听说是殿下送姐姐回来的。姨娘常告诫我，一段姻缘的好坏，不是嫁的夫家显不显赫，身外之物都是虚的，唯有丈夫体贴才是实的。穆如情到底还有些孩子气，要是有的选择，我以后要找个黏我的丈夫。为何？黏我就是心里有我。穆如情也不怕隔墙有耳，咱爹整日跟个大忙人似的，还不是再娶又那小，可见她能腾出不少时间厮混。丈夫要是不黏我，没准就去黏别的女人了。穆子涵头一次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他并没有多担心，毕竟周瑾的身体不允许。他微微蹙起眉，放下烫手，摸了摸后腰的位置，那里明明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可周瑾又摸又捏，玩了一路。
晚上，卢燕又哭又闹，穆正还是铁了心不改主意，要在这时将穆如月塞进小轿送出去。老爷，您忘了吗？道士曾经说月儿她命格尊贵，是有福运的人啊。她回了穆家后，您步步高升，我就一个女儿，就这一个女儿了。孙姨娘在一旁笑盈盈的去扶人，大喜的日子，夫人哭什么？她若伺候好了那位大人，咱们老爷没准官运亨通。二小姐为了家里牺牲，这是应该的啊。这句话很熟悉，因为当初穆如莲嫁人时，卢燕就说过。穆正点头，是这个理儿。卢燕还要再闹，被穆正一把拉住。到底是心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几日没见，卢燕又消瘦了不少。穆正怪不是滋味。行了，知道你舍不得。他沉吟片刻，直接扔下一句话：你要是安分，就还是穆家夫人；要是再闹，就滚回你娘家去。他哪里还有娘家？侄子死了，他已经和娘家闹翻，如何还能回去？卢燕痛心的不得不下决定，在穆如月的大哭中，万般踌躇的选择了松开他的手。娘，你不要我了吗？卢燕不敢看他，他匆匆别过脸去。月儿，你过去当妾，不能和以前那样胡闹了。你的脸已经毁了，可大人那边不嫌弃，熄了灯都一样。你伺候好了，也会有好日子过的。穆如月恨透了这屋里所有的人，这些人真是虚伪。他气急反笑，嘴里说疼我，原来都是假的。是你叫我下药的，如今出了事，你就将我推出去了。凭什么啊？凭什么要毁了他？为了前程卖女求荣，什么爹爹，分明是个废物。他彻底疯了，尤其看见外面有人走进来，他选择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穆子涵，你来得正好，你也许不知，你娘当初死的可不简单。他癫狂的笑，手指指向卢燕。明明可以不难产的，可接生的大夫早就被他买通了。这时穆正也知道，他舍不得怪罪心肝上的人，所以忙着瞒了下来。这对夫妻可真有意思，转头怪你命硬呢。哈哈哈哈！穆子涵血色尽失，手里提着的灯笼重重砸到了地上。第57章，你真卑劣！弄堂风肆意呜咽，落在地上纸糊的灯笼被里面的蜡烛点燃，火光四起。他站在门口，遍体生寒，袖口下的手紧紧攥起。穆子涵缓缓抬头，锐利的视线掺着恨意的看向屋内的人。穆如月的一句话，像是一把火，足以燎原，让所有人都炸开了锅。卢燕瞳孔巨缩，都过去这么久了，被买通的大夫还有家仆全让他私下打发了，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少之又少。穆如月怎么知道的？他突然想起来了，那是多年前先夫人柳氏的忌日，穆正为了名声特地大办特办，为了彰显他对亡妻的悼念。对此卢燕很不痛快，当年两人产生争执，将陈年旧事翻了出来，没想到让穆如月听了去。你胡说什么？穆正猛然暴怒，你娘是那种恶毒的妇人，我是那种连枕边人都要害的人，我看你是疯了，故意要闹得家宅不安才肯安心。子涵，你别听信他挑唆，他那张嘴没一句实话，他反应越大就越害怕这件事暴露。来人，把他送走。穆如月也不挣扎了，他抹了把脸，伤口崩裂，又开始流血。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棉裙，发髻盘着是妇人的装扮，给人当妾是不能穿正红的，多悲哀啊！他一辈子都在争，最后却落得这么一个田地。为了前程，谁都在抛弃他，只有表哥。可是表哥死了。当初穆如莲出嫁哭得稀里哗啦时，他高高在上的看着，觉得他矫情，从来不觉得一个花季少女嫁给一个老头有多可怜。原来刀要架在自己脖子上才会知道疼。穆如莲至少是个正房，他呢，一个低贱的妾。那大人府上的妾室并不少，可能活过半年的有几个？多少女子走着进去求救的凄厉一声高过一声，最后是奄奄一息被抬出来的，身上全是伤。眼看着奴才要上来将他押走，穆如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他朝着墙狠狠撞了上去，血花四溅，彻底断了气。卢燕吓得瘫倒在地。月儿，穆正手心手背都是汗，他没想过事情会暴露。他跨过穆正月的尸体，子涵为父，冷血的可怕。穆子涵觉得荒唐，眼前的男人嘴巴一张一合，他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穆如月刚才的话一遍又一遍在耳边回放，还有那些记忆里充斥着童年噩梦的斥责。别和他玩，杀人犯，他就是杀人犯。全家你的命最硬，你把你亲娘克死了，这下又来克你继母肚子里的孩子。听说了吗？大少爷为皇上挡了一剑，流了不少血，只怕是熬不过去了。好端端怎么会出事？大少爷在外这么多年一直好好的，怎么一回来还能是怎么回事？被小姐克的，出事前兄妹俩挨着做呢。他不信神佛，可有的话听多了其实也会当真。即便穆衍一直在开导他，可有的时候
人会陷入死胡同里，自我怀疑。他想过很多次，如果柳氏没有怀上他，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他恨爹爹和继母被弟弟搞在一起，让娘亲得知，受不了打击，才导致早产。可万万没想过，这件事其实另有隐情，而隐情的源头，这么多年给他灌注一个思想：你命硬，克人；你命硬，所以家里的厄运都是你造成的；你命硬，所以处境不好都是你应得的。明明该崩溃的，可这时他却异常冷漠。他大步上前，攥住卢燕的手腕，高声质问：我娘是你害的？卢燕抱着已经死了的女儿，眼神里没了焦距。她又哭又笑，悲从中来。她是自私，可也想过将身上所有的银子给慕如月当嫁妆，就盼着那位大人看在和穆正的份上，女儿能少受点苦。可她没想过逼慕如月死啊！造成这一切的，卢燕觉得是穆正。她眼眶充血，朝一处扑过去，长长的指尖在木子脸上乱抓。穆正，我和你拼了！穆正心脏突突跳得厉害。你发什么疯？疯？我的确要疯了！你杀我侄子，如今又害我女儿。卢燕想要和他拼命，他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所有人都说我恶毒，明明这个府里最恶毒的是你。你逆了柳氏，嫌他无趣，你早就想休了他，可他安守本分，没犯七出之条，你休不得。你怪他对你多加管束，你怪他不懂得柔情似水的服侍你，没有你的允许，我哪敢动他一分一毫。他的死不是你想要的吗？他难产时，你分明明知道那大夫有问题，你也没拦下。我得你欢心，无非是抓准你的心思，你哪里是帮凶？是我为你卖命罢了，靠着我的手达到目的，不沾一滴血。如今恶人只有我。穆正，住嘴！哈哈哈，恼羞成怒了。来人，还不把夫人拉下去，再将地上的孽畜扔去乱葬岗。发丧他都不愿意了。他一发话，很快有人捂住卢燕的嘴，拖着人往外走。穆子涵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对谁产生怜惜，心肠硬得不行。子涵，你听为父解释。穆子涵冷笑，他说得很慢。我娘不顾父母反对，一意孤行非要嫁你，甚至不惜和家里断了往来。他死死咬着唇。他是陪你一路穷过来，靠着针线供你读书考取功名的糟糠妻，祖父祖母病逝时，也是他在他前尽孝。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为你操持后院，为你生儿育女，他的一生都在围着你转，能做的他都做了，且毫无怨言。穆正，她是嫁给你，不是欠你的，你凭什么如此作践她？穆子涵眼里的光一点点暗淡，最后没有了生气。当初你生怕外人数落，拿后院不可一日无主，我和哥哥不能一日无母的理由将人娶进门做了续弦。他现在说起来都觉得晦气，你却让我和哥哥把杀母仇人当作继母。穆正，你真卑劣。第58章，心里存着事还想瞒着我，这一晚注定不平静。穆子涵浑身都是刺，他冷笑一声，转头大步朝外走，不愿在这种窒息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地方多待一秒。见他这样，穆正又急又慌，可又不敢追上去让人嫌，只能朝孙姨娘使眼色。没看见他灯笼坏了，天黑，他要是路上摔了可不得了，再过些10日就要出嫁了，不能出事，你还不送他回去？孙姨娘从震惊缓过神来，连忙追上去。穆正在屋内来来回回的走，地上的血已经被下人打扫干净。我是他爹，他应该不会为了一个死人和我计较。穆正安慰自己，为了一个柳氏，总不能和我闹掰，以后他入宫还是要依仗娘家的。寒风刮过来，穆子涵却察觉不到冷，他浑身都是麻木的，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在拐角处被石子一绊，身子踉跄，重重砸到了雪地上，整个身体都埋在了雪里，肌肤像贴的地方化成水，冷得他直打哆嗦，眼角有晶莹的泪珠滚落。大小姐，你仔细些。孙姨娘跑过来，着急忙慌把人拉起来，去拍他身上的血。您心里再气，也不能拿身体开玩笑。闹了这么一场，孙姨娘也心神不宁得很。即便穆正绝口不认，可他和穆子涵一样，信了慕如月说的话。有些事压根不能细想。这些年卢燕手底的那些肮脏事，受益的其实都是穆正。那是不是让他儿子娶哑巴的，一开始就是穆正的意思？他搀着穆子涵往前走，思绪乱得很。今日一事的确骇人听闻，要是先夫人真是老爷，肉眼可见穆子涵身体的紧绷，他连忙住了嘴。我不提了，不提了。穆子涵却问孙姨娘，你对那日的事知道多少？穆子涵眼睛没有焦距，嗓音轻不可闻。孙姨娘往四周看了看，没有人，索性拉着穆子涵去前面假山那边说话。他压低声音，虽说过去这么多年了，可当时事态凶险，我还是记得万分清楚。孙姨娘回忆了一下，有一段时日，老爷每日归家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多次露宿在外，
当时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对劲来，公务忙不忙，只要差人去打听，心里多半就有数了。夫人曾为此也闹过。后来夫人有孕，她身子比旁人孱弱，应当是早些年吃过苦留下的病根。头3月养胎最要紧，所以夫人那3个月一直没出门。男人都是风流种，夫人见他不听劝，不愿意和外头断了，大抵死了心，一心扑在少爷和你身上，外头的事也就没再管了，甚至让孙姨娘料理府中的事，一切都风平浪静的。孙姨娘的眉头却皱了起来。后来夫人也不知怎么了，眼瞅着再过1个月就要生了，突然冲去燕月斋。燕月斋就是穆正安顿卢燕的宅子。我当时正要出门，瞧着不对就追了上去，可到底晚了一步。前面发生了什么他不清楚，我赶到时夫人已经倒在老爷怀里，身下流了不少血。她是个妾，哪有她插手的份？在燕月斋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卢燕才是女主人。穆子涵指甲常常嵌入肉里，却浑然不知疼。不对，我难道不是娘在穆家生的？孙姨娘说起这事也实在惭愧，她跪在地上，是在燕月斋，大夫和稳婆都是卢燕请的，花了足足4个时辰，从白天等到天黑，就听见临时批出来的产房里面，大夫和稳婆句句说着凶险，夫人的痛呼越来越弱。生下您后，夫人就出现了血崩之状。那时淮南侯爵府给怀世子照办毒，京城的官员一个个上赶着将家里年龄合适的送去侯爵府了，咱们少爷也在名额里头。少年当时也还年幼，等他回来，我们也全部回了府。夫人被安顿在自己屋里，意识已经模糊。少爷进去后，不过一炷香，里面就传来了哭声。柳氏没了。所有人都知道柳氏是被气得早产的，就连孙姨娘也那么认为的。当时死的是穆家夫人，穆正下令，所有人都不敢提这件事。他也选择了明哲保身，他知道的就只有这些。说完后，看穆子涵的脸色越来越冷，不免讪讪问：“这事可要告知少爷？”穆子涵眼眸颤了颤，瞒着。穆眼睛不住打击。孙姨娘实在猜不透穆子涵的心思，那就算了。一声凉飕飕的冷笑：“凭什么算了？”穆子涵喃喃：“我不会放过他们。”他回去后，穆眼还没睡，他低头刻着鬼宫球，听见动静头也没抬。人送出去了。穆子涵压下滔天的不甘和恨意，他走上前：“死了。”穆眼动作一停，抬头。穆子涵，只怕他还想着下去后能和卢慎团聚。穆如月那种人，说他蠢，有时候还算聪明；说他聪明，干的却没几件事人事。不过与其过去受辱，的确死了干净。兄妹俩和往常一样，又说了会儿话，穆子涵这才回自己房间。他一走，穆眼吹去碎屑，将鬼宫球放置一旁，去打听打听。阿吴一愣，小妹有个毛病，每次不高兴就会揪帕子，刚刚那方帕子都要被他扯成2半了，只怕心里存着事，还想瞒着我。一般这种事不是小事。阿吴连忙应下，可没等他走出屋，又被人叫住。算了。穆眼呼吸不稳，他看向穆子涵的房间，灯还没熄。不去了吗？穆眼咳嗽着，他心里应该有打算了。往前我护着他，长大了，现在轮到他护着我了。阿吴，小姐就您一个亲人，不护着少爷护谁？穆眼微笑。阿吴，小姐最心疼少爷了，见你今日难得有胃口，将那碗乌鸡汤喝了，还说要去问孙姨娘怎么熬的，明日她要下厨呢。妹控的穆眼笑容和煦。阿吴又说，小姐今天出门一趟，回来就那鞋，她对少爷实在伤心。穆眼的笑容消失，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那周瑾何德何能？第59章，能帮我的只有殿下了。今早下了雨，冰雪融化过半，刺骨的寒。屋内的炭火已经燃尽。穆子涵夜里懒得爬起来添，如今冷得都不想从床上爬起来。可想到今天要做的事，他还是哆哆嗦嗦穿好衣裙。外头的雨还没停，刚把门打开，呼啸的寒风无情地将雨吹了进来。穆子涵冷得一个机灵，人也清醒不少，哈了口气暖手，转头找了把伞。他去了个隔壁。穆眼刚用完早膳，现在在吃药。见他困意倦怠，眼底闪过心疼。程元一早传来消息，说今日下了雨，雪天路滑，你不必再过去。眼下还没出嫁，不如再回去歇歇，等以后出了阁，只怕不会像在家里这样自在。穆子涵喝粥，他没什么胃口，很快放下筷子。要是放到前几日，他早就欢喜的应下了。可他今天得出门。穆眼又看向阿吴，把人领进来。阿吴出去了一趟，回来后身后跟着丫鬟打扮的2个姑娘。2人刚进来就给穆子涵磕起了头。奴婢暗香，奴婢琥珀，给小姐请安。穆子涵惊讶地看向穆眼，往后他们2人跟着你，你去了东宫，身边得有能说话的人，与其内务府分配，不如自己人用着心安。穆子涵把人收下，他原本也打算抽空去牙婆子那里买人，没想到穆言给他准备了。哥哥准备的
肯定是能信得过的。穆子涵今天还是得出门。他观察了两人后，从他们的行事能看出，规矩到一丝不苟的是暗香，做事灵活的是琥珀。他把暗香留在家中，带着琥珀出门。出门前特地私下叮嘱阿吴，穆正如果来见哥哥，你务必把人拦下，千万不要让他跑去哥哥面前说些不该说的话。阿吴忙点头应下。你和暗香两人做个盘算，看看咱们院里自己花钱添置的物件有哪些，可以搬走的都记下来。我在外面已经找好了宅子，今日就搬出去。这件事不能再拖了。不顾阿吴惊愕的目光，穆子涵出了府。他说的宅子是孙姨娘前些10日看好的，穆子涵去看过，地段好，还气派，里面的陈设都是新的，都无需花钱修葺。那宅子原先是做玉石生意的商贾住的，大量买进京城的玉石前往扬州卖，走的是水路，据说遇了风暴沉了船，死了人不说，还赔了个精光，不得已才变卖宅子。什么都好，就是很贵。不过穆子涵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他近些10日得贵人赏赐，也算发了笔横财。不过为了买这座宅子，他还将这些年存下来的银子一并填了进去。房契如今过了户，他现在挺穷。马车里，琥珀看着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又苦下脸，实在猜不透他的心思，也就愈发的小心伺候着。马车在城垣外面停下，穆子涵的到来让喜公公吃了一惊。殿下在屋里吗？在。喜公公喜笑颜开，我们殿下体恤小姐，不让您过来，您怎么还是过来了？这不是双向奔赴吗？穆小姐小心些，前面是台阶，滑得很。殿下这会儿还在屋里歇息，许是伤口又疼了，除了继妻，下令谁也不见。他话音一转，不过穆小姐，你当然不是别人了。说着，他开门，房里没人。穆子涵扑了个空。穆子涵，人呢？喜公公傻眼，不知道。城垣地势幽光冷冷，周瑾将手里的字条对着烛火烧尽，他如坠入深渊的恶魔，眼底闪烁着杀戮的光。先是神似敬腾，却比敬腾还要毒100倍的断顶，毁了穆眼，又买通孤身边的魏明。那边不知人已被处死，生怕魏明抖出秘密，昨日派刺客前来，害孤舍了数10名死士，全都丧了命。如今见孤还活着，怕是坐不住了。季妻愤怒，也不知这背后之人到底是谁。周瑾不以为然的讥笑，总归是将死之人。他慢悠悠冷冷说着，急什么？这比胀姑要剥皮抽筋慢慢算。说着，他擦去手上的血，想起一件事来。估计得西回名下有不少铺子，是，那铺面都是用来做生意的，每年盈利都有这个数。说着，季妻做了个手势。周瑾又慢悠悠问，其中可有酒楼？京城最大的酒楼是西公子的。周瑾微笑，姑明日过去吃饭。季妻不知道殿下打什么主意，反正西回要遭殃就是了。他们殿下就没吃过亏，也最会秋后算账。从地室出来，就见蒙石在外面来来回回的走，看见他们眼前一亮，连忙过来。殿下，穆小姐过来了。喜公公见你不在，正焦急的派人找。周瑾拢眉，他怎么来了？他今天忙得很，还得处理这几日积压下来的事。就是这样，才让穆子涵在家待着的。周瑾觉得穆子涵整日寻他，这样不太好，会耽搁他很多事。蒙石语气夸张，还能为的什么？自然是想您了。周瑾眼里的不耐烦渐渐消散，此女的确对他颇为上心，即便过于粘人了些，可到底一片赤诚。所以周瑾让季妻先去忙，自己先回去一趟。穆子涵等得有点急，好不容易见周瑾从远处过来，他眼前一亮，连忙跑了过去。殿下。周瑾停下步伐，等着他跑到身前。他跑得快，呼吸有点喘。见周瑾好好的，并无不妥，他稍稍心安。我有事同殿下商议。周瑾觉得他就是想他了，还在找借口。穆子涵将昨天的事大致的讲了。我昨儿想了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娘都要临盆了，他还要选择出门。可惜当初伺候他的人，后头都被卢燕陆陆续续撵出府了。我还想要见当初给我娘接生的稳婆，还有大夫。这件事过去久远，不好查，我不敢惊扰哥哥。认识的人里头，能帮我的只有殿下了。说完，他期待地望着他，眼眸闪着碎光。周瑾被他眼巴巴看着，还挺受用。第60章，他的太子妃无需畏手畏脚。京城的大夫和稳婆无数，要是靠穆子涵自己，一无人脉，二无线索，一抹黑，不知道要查到何年何月。听到他允诺应下，穆子涵心底的郁气才散了些许。见他轻松笑开，周瑾难得问了一句：人要是寻到，你有什么打算？穆子涵没有隐瞒他的意思，毫不犹豫去衙门报案。他会将所有的证据都呈上去，用律法制裁涉及这件事的所有人。周瑾以为他顶多是拿这些人出气，没想到他会选择大义灭亲。毕竟这件事穆正也牵连其中。
穆子涵说话声音很轻，却足够坚定。这件事不出错的话，应该是卢燕买通行凶。穆正狡猾得很，他暗戳戳地怂恿卢燕，可从没出面。按照我朝律法，他最多就是不去阻拦知情不报的罪，这种罪罪不至死，甚至不用受牢狱之灾。可他会丢掉官职，彻底声名狼藉。说完这句话，他小心翼翼地瞥向周瑾。周瑾被他这眼神逗笑。你看孤作甚？穆子涵有些抱歉。百善孝为先，即便我有理，可一意孤行，非要状告穆家，让继室卢燕入狱，和穆正断绝往来，定会惹来诸多非议。有理都要成没理了。我如今的身份应谨言慎行。可我却……他低头，手又扯着帕子。婚事在即，只怕会牵连殿下。说着，他低低呢喃一声：“我对不住殿下。”他不敢去想，宫里的皇上皇后得知此事会是什么看法，会觉得他不懂事，还是觉得他没规没矩？这世上的女子本来就处于弱势，可他还是要去做，即便会遭骂声一片，可地下的娘亲才能安息。周瑾没想到他会因为这种事愧疚，在他看来，有的人既然该死，那就得死。这世俗的规矩将人关在一个死气沉沉的笼子里，不知约束祸害了多少人。有了权势就能草菅人命，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他见识过太多肮脏事，不少深宅大院里面的女人死得比穆子涵生母还惨，可他们只能死不瞑目，因为一家子里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娘家人会权衡利弊，全部选择了沉默，将这些烟渣埋入土里。穆子涵做的没错，一个小姑娘能做到这个地步，反倒有骨气。周瑾不得不高看她一眼，就算不是他的未婚妻，周瑾都会选择帮一把。何况穆正那狗东西，他还真不想认这种玩意当岳父。你对不住姑什么了？你都不嫌弃姑身体不行，母后都说姑能醒来都是你的功劳。周瑾看了眼天色，如此的话，你怕是没法再住在穆家，可有寻到住处？寻到了。说起这事，穆子涵眼底有些小骄傲。我到时就在新宅子里头出嫁。怎么一下子又说起出嫁了？就这么想嫁他，一点掩饰都没有。周瑾一边嗤之以鼻，一边忍住眼底的愉悦，念着解决一件事后，穆子涵忙着回去搬家，很快提出辞别。他刚走没几步，被人叫住。穆子涵。周瑾负手而立，姿态悠闲。把你的心放肚子里，姑保证没人会为此刁难你。放手去做吧。他的太子妃无需畏手畏脚。穆子涵回府后，阿吴和暗香还在整理。其实要带走的物件，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平时穿的衣物和首饰，还有宫里的赏赐占大头。他的赏赐算不少了，可和穆衍的比起来就差多了。光是御赐的物件就堆了2间屋，然后就是些零零碎碎的。屋里的桌椅板凳一些的是后来休憩时孙姨娘添置的，但凳子上漂亮的垫子，床上的幔帐，喝了多年用的茶杯，可都是多年前他自己花钱买的。属于穆家的，他一分一毫不取；他自己的，就算是个不值钱的小摆件，他也不会留。哦，还有小厨房做饭的厨子，他也要带走。好在这里偏僻，院内闹出的动静没有惊动任何人。等他们将所有物件搬到院子里后，已是傍晚时分。哥哥，穆子涵笑得灿烂。我们走了。穆衍收好雕刻的工具，他什么都没问。好，足足10几辆推车停在穆府门前，花钱请来运货的壮年帮忙来回搬运，省了不少事。终于，穆家的下人瞧见情况不对，见穆正还没回来，忙撒腿跑去孙姨娘那边。不好了，孙姨娘，奴婢瞧见大小姐院里一箱一箱往外运呢，也不知道去哪儿，可别是离开出走了吧？孙姨娘，是啊，还是他给找的宅子。坐北朝南，听说冬暖夏凉呢。可他表现得很惊讶，可别瞎说。你当大小姐和昨日死的那个德行，他对殿下那个黏糊劲，还能逃婚吗？很快又撒腿跑来一个人。姨娘不好了，你也想说大小姐离家出走了？不是，大小姐带着大少爷一起离家出走了。等孙姨娘急匆匆赶到时，穆子涵他们已经在门口了。这里的架势引来不少人围观，人群杂乱无章，说什么的都有。穆小姐这是去哪儿？她不会是准备去成园住下？不可能，还没成婚呢。还能是什么？肯定又受了气。早些时日，这穆家小姐去慈春堂抓药，银子都不够，差点被小二给赶出来，可怜见的。俗话说，有了后母就会有后爹，这些年也不知道过的是什么日子。也有不一样的声音。穆将军，那是穆将军啊，他好俊。在所有人的视线下，孙姨娘拉住穆子涵的手。这是去哪儿？有什么等你爹回来好好说。穆子涵挣开孙姨娘的手，说什么？求他放过我，给我们兄妹一条活路吗？这一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太多。孙姨娘为难，
你爹的确不对，可姨娘不必帮他说话，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清楚。说着，他推着穆衍上了马车，离开欺压他多年的幕府，奔赴他的新章程。以后一切都会变好的。穆子涵眉眼格外温婉，吩咐驾马的人走。第61章，我不要道歉，我要钱。宅子叫做景园，门前放着2座张牙舞爪的石狮子，高挂的门匾漆着金光，据说是富商请了书法大师亲手题的字。生意人讲究迷信，为宅子取名是请了风水先生。穆子涵读着顺口，也就没有换。景园和幕府隔得很远，一个坐落在京城的西边，一个在南边，这距离也是穆子涵满意的。下着细雨，雪天路滑，车辆行驶得很慢，装着各种行李的车队又长，在街道也算醒目。天昏沉沉的，接近黄昏，路上行人零星几人，天冷，商贩也早早归家。而马车却在这时候突然停了下来，猝不及防的一阵马嘶鸣，车厢内的穆子涵身子往前倾，腿肚磕到了茶几处。他顾不得自己，连忙问对面的人：哥哥，你还好吗？穆衍只会比他更狼狈。在意外发生的前一秒，他想扶穆子涵，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死死板着车窗，不让自己摔了。他没什么力气，仅仅想要坐稳，手背已经青筋暴起。习惯了，这几年他早就习惯了。他是个生活起居都要让人服侍的废物。穆衍笑得勉强无碍，多要强的人却被现实打击的破碎。穆子涵看不得他如此，眼眶一红，怕被穆衍看见，别过脸。我出去瞧瞧，怎么回事？是阿吴驾的马车。阿吴也是上过战场的人，他平时驾马一直很稳，是身后的马车突然追了上来，挡在前面又猛地停下，他避免撞上，只能扯紧缰绳让马止步。穆子涵眼眸冷淡，看过去，前面的马车稳稳当当的停着，无比奢华，有人金光闪闪的走下来，身上挂满了金珠子，丝毫不显走路沉。是熟人，小王爷楚哲成。他快步要去前面的酒楼。小王爷，我们好像惊扰了后面的马车。楚哲成不耐烦，一点小事你去交涉就行，别挡爷的路。可那人好像是穆家小姐。楚哲成转头一看，也不急着去酒楼了，信步朝穆子涵走去。还不等他招呼，马车上的穆子涵出声：小王爷身边驾马的车夫像是新手，下回还是换一个的好。横冲直撞的，他都要以为这马路是楚王府家的了。楚哲成是个纨绔，别说变道了，就是突然将别人的车撞翻，闹出人命都不是问题。可眼前这个人是周瑾的媳妇儿，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要是磕了碰了，耽误婚期，不用皇上动手，只怕对周瑾最为赏识父王都要掐死他。你还好吗？瞧着应该没事。有事。楚哲成一梗，被他堵得说不上话来。我也不知后面是你的马车，对不住，实在对不住。这酒楼刚出了几坛胭脂醉，我怕去的晚了就卖没了，所以让车夫开得急了点。见穆子涵死死抿着唇，眼眶红红的，楚哲成生怕被他讹上。那我和你道个歉。他真心实意地说，换成别人，我早就拿钱打发了。可你我算是相识，银钱都是俗物。你是周瑾的未婚妻，我总不能用钱来折入你。很穷的穆子涵在车上特地算了算，刨去等会给车队的辛苦钱，他手里的银子只够1个月的伙食费，宫里的赏赐都有皇宫烙印，都变卖不得。他看着楚哲成，这家伙从头发丝到脚都透着有钱。我不要道歉。楚哲成，你倒是怪好说话的。这样，要是我抢到了胭脂醉，分你一坛如何？我也不要酒。穆子涵，我要钱。折扇随着这一句话被吓到，从楚哲成手中脱落，砸到地上。楚哲成不可置信地看着穆子涵，你缺银子？周瑾知道吗？穆子涵比他还惊讶，小王爷不会给不起吧？楚哲成最痛恨别人说他没钱，他给不起？没看到他身上挂着的是什么吗？怎么可能？不想被人瞧不起。楚哲成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你小看谁呢？那一叠银票足有500两。楚哲成看了一眼身后长长的车队，你这是要去哪儿？换地儿住。楚哲成努力消化这句话，不动声色地看了穆子涵身后的马车，看看够不够，不够我把这一身的金珠子都给你，就当是乔迁之喜了。穆子涵挺心动的，但他没那么厚脸皮，微笑地告别了金大款。穆子涵回到车内，穆衍一直没露面，可也不妨碍他听出人的声音。他眼眸一闪，上回你去公主府上，这位小王爷也去了。是。穆子涵收下银票，我瞧着他和公主很是熟络。穆衍垂下眼皮，他们是自幼的交情。穆子涵点点头，怪财大气粗的。楚小王爷若是肯上进些，他的家世和样貌和公主倒是相配，就是为人不争气。这下穆衍没再说话了。等到了景园，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车队的人又帮着搬东西，穆子涵手里有钱，给每人包了个红封。那些人千恩万谢的离开，忙了一日，晚饭顺便吃点。先将哥哥和我住的屋子收拾出来，你们再回去各自收拾屋子，其余的明儿再说。是。众人纷纷应下。穆子涵推着穆衍熟悉了一下院子，他的院子和哥哥只有一墙之隔，这堵墙还设有个小门，很隐蔽，被枝叶挡着，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这两间院子竟是打通的。穆子涵点头，是啊，回头我有事可以直接过来，和穆府一样方便。哥哥住的院子原先是富商住的，他在穆衍面前话很多，我那是富商小妾住的，听说富商夫人善妒得很，富商又惧内，这小门应该是方便他和小妾私会。穆子涵笑，等我嫁出去后，院子就空了下来，日后哥哥身体好全，娶了嫂嫂，这院子就留给你们，也是夫妻间的情趣。穆衍的情况两人都心知肚明，可日子总要有些期许盼头的。穆衍闷声笑，行，那我替你嫂嫂先谢过你。第62章，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深宅悠悠，不比景园欢声笑语。穆府的奴才呼吸都下意识放轻，精神紧绷，听到屋内瓷器一道又一道砸碎的声音，全部面面相觑，吓得不行。怎么办事的？你就放人走了？穆正发了好大一通火。这几日他每天气急攻心，嘴角起了一个大泡，一张嘴就疼得厉害，可这样也阻止不了他的愤怒。孙姨娘跪在地上啜泣，切拉不住，小姐的性子你应该清楚，哭哭哭，你除了哭还有什么用？拦不住你就不能把人绑起来。穆正说完这句话后也沉默下来。绑人？别说孙姨娘了，他都不敢，他可真有本事。穆正气急攻心，在屋内来来回回的走，背着我竟然跑了出去，这是不准备在穆家出嫁了不成？靠着穆家攀上这门亲事，转头就甩我一道，那他还怎么享受太子妃女儿带来的便利？他还等着加官进爵呢。老爷，这时有奴才从外面大跑进来，卷起一层寒气，已经查到了小姐如今的住处。穆正一甩袖子，大步往外走，备马。孙姨娘连忙扯出穆正衣摆问，老爷准备把人请回来吗？穆正眼底闪过难堪，但他绝口不认。请他？我要是再给他脸，只怕他要爬我头上来了。你看着吧，他最多就是闹一闹，还真会动真格和我对着干了。我只是担心眼儿，他的身体差成那样，要是被穆子涵这么一折腾，再一次倒下，可怎么办？说的真是道貌岸然。明明不久前还想着穆衍死了，让小儿子占了他的位置。孙姨娘把这个男人看得透透的。见穆正离开，身边的婆子连忙扶着孙姨娘起来。姨娘，咱们是得了大小姐不少恩惠，可您帮着她，在老爷面前阳奉阴违，这又是何苦？要是不放穆子涵走，老爷定会高看姨娘的。老奴看来，您就该趁着这个时机，捏着掌家之权，将位子坐稳了，讨得老爷欢心，咱们如晴小姐的婚事才会被看中。孙姨娘神色化为平静冷淡，用帕子擦去眼角假意哭出来的眼泪。看中？她嗤笑一声。穆正这种人自私又阴险，眼里只有自己，这些儿女里头能帮上他的捧起来，帮不上的弃之如敝。疼爱了这么多年的穆如月死了也没见他有半点伤怀。你以为他能多疼如晴？我要是顺着他，就是第二个卢燕。卢燕现在被关在柴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处置他，无非是和皇家婚妻在吉府里不能接二连三的死人。等大小姐嫁了人，他会有什么好下场？我要是学他，又能得到什么？婆子善，可大小姐都搬出去了，只怕不会再回来了。要是他将事情闹大，穆家名声坏了，咱们少爷小姐的名声也会受到牵扯，跟着毁了。这重要吗？孙姨娘看着敞开的大门，语声犀利，她心情平静下来。穆家名声好的时候，如莲嫁了什么人家，她过的什么日子，命差点赔进去。我是做了妾才知道，不愁吃穿锦衣玉食又如何？还不如嫁给寻常人家，当正房夫人，安稳一世。与其讨好穆正，不去向穆子涵卖好，日后的太子妃要是愿意护着几个弟弟妹妹，比什么都强。何愁婚配？穆正骑着马，冷得直哆嗦。好不容易到了景园，他整个人都要冻僵了。哐哐哐砸门，穆子涵，你出来，有什么事好商量，别一言不合就闹脾气。魏父对你够宽容了。景园并不小，寒风呼啸，穆正的呼喊声被淹没。穆子涵舒舒服服沐了浴，准备歇下。小姐，人果然来了。琥珀帮他擦头发。穆子涵敷衍的应了一下。要让阿武把人赶走吗？不必。穆子涵，我们宅子大，听不到声响，喉咙是他的，他愿意喊，我们可没逼着。外头的动静维持的大半夜，最后隔壁的住户忍无可忍，砰的一声开门，将洗脚水泼过去。喊，
你家死了人啊！穆正没躲及时，水溅到他脸上。他虽然是五品小官，可也养尊处优多年，想到这是洗脚水，有点犯恶心。你什么你？我婆婆本来就绝钱，你吵着她了。穆正黑着脸，我是来寻我女儿的。京城入夜不准肆意喧哗，我管你寻你女儿还是寻你祖宗。你要是再嚷嚷，我就去找巡逻的兵士。放了狠话，对面砰一声关了门。穆正没想过在穆子涵这里受了气，还要被一个寻常老百姓给气了。他气得想回去，可又想着来回一趟不容易，回去差不多也天亮了，还不如在这里等等。天亮了，穆子涵总要出门，还能怎么躲着他？他站在寒风中，死死盯着景园。搬出穆府，穆子涵睡了个好觉。一早醒来，得知穆正还没走，又听暗香说喜公公来了。他收拾妥当，刚开门，穆正就拿出当父亲的架势。好啊，你如今不得了，现在翅膀硬了，竟然如此不孝，故意和我对着干。好好的家不带，非要闹这么一出。你可知为父在这里站了一宿，还不让我进去喝口热茶？穆子涵没看他一眼，吩咐阿吴守住门，别将乱七八糟的人都放进来。穆正差点气倒，喜公公，您说说，他这是像什么话？是我教女无方，气着我也就算了，他这种脾气，以后要是气着了殿下，我可真的是，请殿下多多包涵，包含不住的地方直接发落就是，我绝对不会为他求情，千万不要怪到他头上，害得穆家大祸临头。喜公公笑盈盈的，穆小姐，宫里送了嫁衣，如今在成园，您快去试试合不合身。他亲自谄媚的扶着穆子涵上了马车，转头对着穆正骂：有穆将军这个儿子，又有穆小姐这个女儿，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你不把这一双儿女供起来伺候，是你蠢，没有他们兄妹，呸，你算个什么东西？第63章试穿嫁衣。成园池水结了厚厚一层冰，昨儿下了雨，地面这会儿还湿着。穆子涵捂了捂冻僵的脸，刚入屋，暖气扑面而来，他才像是活了过来。绣娘早已等候多时，连忙上来请安。这是按照小姐尺寸制成的嫁衣，请让奴婢为您换上试一试，瞧瞧还有哪里需要改的。说着，他让人将那艳如火的喜服取出来，耀眼夺目，上头绣了鸳鸯石榴等吉利图文。穆子涵伸手摸了摸，触感极好。他对布料了解的不多，但也知道料子是上品。虽然都是女子，可他有些不太习惯那么多宫婢服饰，但宫里的嫁衣过于繁琐，一件一件一层一层的，他的确不会穿。屋内温暖如春，身上的衣服褪去，他低压着头，并不觉得冷。绣娘伺候过不少宫里的娘娘，燕瘦环肥的，卓约多姿的，可还是头一次见浑身上下白成这样的。可惜了，殿下的身体只能看不能吃，若不然指不定多么宠爱。绣娘们都是人精，恭敬的笑容不减，先是肚兜，再一件一件给人换上。身上有了遮羞布后，穆子涵这才小小的吐了口气，放轻松下来。可很快他又开始僵硬了。绣娘用手比了下腰肢那处空出来的一截，约莫2个指头大小。小姐的腰细了，回头奴婢再改改。这个年纪的少女，身段一天一个样。穆子涵声音很轻，耳根泛红，胸口处有些紧，闷得慌，劳烦也改改。上次被周瑾的脸砸到，过去这么多天，那儿还疼呢。昨夜沐浴时不小心碰到，都疼得直吸气。可他脸皮薄，再难受也强撑着，总不能因为这个去请大夫。所以这几日穿的衣服都很宽松。绣娘刚想说你不懂，这样鼓鼓囊囊的才好看，多有料啊。可未来太子妃的话，他不得不听。是。绣娘走后，穆子涵去屏风后面，扭过身体，红着脸揉了揉胸前因为嫁衣勒的酸胀的浑圆，这才换上自己的衣裳，去了周瑾的院子。周瑾坐在案牍前，他面前盛着一份名单，是前日刺杀他的刺客。毛笔沾上墨汁，在名单上一撇一捺地画着叉，这些不必留活口。他动作慢悠悠的，丝毫不像在抉择别人的生死。这些人不说幕后主使，一个个嘴硬的厉害，那就当着他们的面先杀一批，再杀另一批，好让孤折损的10余名死士安息。季期接过来，属下这就去办。穆子涵过来时，季期正往外走，看见他后连忙行了一礼。穆子涵冲他点点头，跨过门槛进去，就见周瑾坐在他平日用的案牍前。这案牍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周瑾用着矮了很多，手里还转着笔。试过嫁衣了？穆子涵温声答：试过了，绣娘还要拿回去再改改。周瑾也没问改哪里，他对这些并不是很上心。宫里的公主少说也有20几人，公主出嫁，他作为太子是要出面的。除了少阳和较为得宠的公主，其余的周瑾并未花心思去留意。在他看来，那些公主长得差不多，新娘妆容差不多，喜服也不多，周瑾看多了，也就不觉得是件多么稀奇的事。如今
也是，他想，唯一有区别的应该是穆子涵生的比那些公主好看。新宅子安顿的如何？穆子涵眼里闪过光亮，极好。我的屋子比原先的大了不止1倍。说起这事，他就很欢喜。原先住着的人留下一面镜子，足有人高，照得比我往前用的铜镜清楚多了。哥哥说那是境外那边的工艺，京城极少见。周景，一面镜子而已，瞧他这没见识的模样。昨儿搬家，殿下的轮椅我都一并带过去了。家里伺候的奴仆不必再添，够用即可。只是屋中墙面空得很，我想摆几幅字画。书斋那边的字画最有名，很多都是有名望的老先生所作，就是贵了些。路上摊位的倒是便宜，可要碰上合心意的也难。他还为这件事犯愁呢。周景心想他话挺多，说的还都是些没营养的废话。可听他说如何布置闺房，如何在后院种花卉，又觉得新奇，也就没打断。穆子涵在周景对面坐下，不过方才过来时，我碰见了蒙太医。周景听得好好的，这会儿蹙眉。穆子涵提木眼，他也就忍了。好端端提蒙时作甚？你们很熟吗？于是太子殿下似随口一问，都说了什么？穆子涵不好意思的笑笑。蒙太医说他最擅长除了医术，就是题诗作画，虽不及文采斐然的怀世子，可也算拿得出手。听我要买字画，连忙说要送我几幅。周景眼睛眯了眯，身子坐直了些，端起案牍上的茶水，悠悠喝下肚。见状，穆子涵的脸爆红，他浑身都热了起来。茶杯是他平日用的，周景怎么就用他的茶杯喝水了？周景示意穆子涵往身后看，床右侧挨着墙那处有个话筒，你去瞧瞧，可有喜欢的？穆子涵走过去，话筒里很随意的扔着7、8幅卷好的字画，可以看出他们的主人并不珍惜。他随意抽了一幅，是一幅山水画，峰峦叠嶂，青山浮水。这是哪位名家先生所作？周景口气很淡，随意画着玩的。穆子涵惊讶，是殿下画的？看着比书斋老先生画的还好，不愧是太子，还有这种本事。喜欢吗？喜欢。他发自肺腑。穆子涵平时喝的是果子茶，淡淡的清香，还添了花蜜。周景觉得味道不错，又添了一杯。当初孤寻伴读，京城3品以上大臣府上都送了嫡子过来，蒙氏嘴里的怀世子那日也来了，孤一个都没要，毕竟没有谁能比得过孤。所以穆小姐，他微笑，你分明有更好的选择，放下一国太子画的不要，退而求其次，找蒙石做甚？蒙石很厉害吗？穆子涵有种错觉，他不提蒙石的话，可能周景一个字也不会提送字画的事。第64章，殿下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穆子涵写佛经时更用心了，他的字算不得丑，可也够不上好看。往前不觉得如何，但看了山水画上面题的字，挥毫劲挺，跌宕有致，那是周景13岁所作。一比较，穆子涵总觉得自己的拿不出手。不过周景好似并不在意，在他放下笔后，他拿过去看了会儿，竟然说不错，没有错字。他对他的要求貌似很低，也是，毕竟周景是将死之人，太子的位置做到头了，穆子涵一个寡妇不需要太优秀。殿下，东宫那边来人了。喜公公进来禀报。周景点头，人呢？在外头候着。周景索性走出去。内务府的公公快步过来，恭敬的请安。殿下，东宫的婚房我等已安置妥当，这是具体的图纸，皇后娘娘让小的送来让您过目，您瞧瞧还有哪里需要添置的。殿下娶妻是大喜事，即便是冲喜也要大办特办，内务府不敢有半点松懈。周景接过图纸，随意的扫一眼，他觉得贴的喜字太多了，可到底没让人撕了。就这样吧。是。内务府公公连忙道，那小的回宫复命了。眼见着人要走，周景若有所思。等等，殿下还有什么吩咐？周景面无表情道，准备一面境外人高的镜子。公公老脸一红，没想到殿下玩得挺花，成亲的物件是要成双成对的，一面放在内室，一面放在浴室，您瞧着如何？放在内室，穆子涵每日穿衣打扮用得着。放在浴室能干嘛？对着镜子沐浴吗？周景不理解，但他不愿多问，反正是送给穆子涵的，也不是他用，于是敷衍的点头。转身回去后，对着趴在案牍上的人道，这些时日你辛苦了。周景看了眼时辰，眉宇间闪过不知名的兴奋。为了嘉奖，我带你去酒楼用饭，该找西回算账了。那种东西也配肖想他的人。周景很期待。穆子涵意外，周景现在的身体和穆衍差不多，就该在家里好生养病。可见周景很向往的样子，穆子涵不忍心阻止他。客满楼是京城最大的酒楼，达官显贵最喜欢过去吃饭，一到用饭的点，生意火爆。周景下了马车，慢悠悠走进去。穆子涵生怕他被人撞上，
紧张的跟在周瑾身后。有人挨周瑾近了，他连忙过去挤开。他的小动作，周瑾看在眼里，止不住嗤笑一声，当他是一碰就碎的瓷器呢。客官，实在对不住，我们包间已经满座了。跑堂的小二见一行人非富即贵，很为难。一楼倒有空桌子，可来来往往的都是人，其中还有一支走镖的商队，足有20人，嗓门大，说话也粗鄙。眼前的周瑾跑堂不认识，但他脸色苍白，像是有大病，要是被冲撞了可不好。无碍。周瑾温润如玉，没那么讲究，有座位就行。是，那您这边请。小二机灵，找了个角落人少的位置，有一盏屏风挡着，好像能把周围的喧嚣隔开。他擦了擦桌子凳子，请人坐下。客官吃点什么？招牌菜都上一遍。这些时日的相处，穆子涵清楚，别看周瑾如何稳重，他其实挺贪吃的。因为有伤，吃的都清淡，每次吃饭，他都视线总会若有似无的落在穆子涵面前色香俱全的饭菜上，然后给他加淡不拉几的养生菜。穆子涵严重怀疑他是出门打牙祭，不用边上的喜公公开口，穆子涵就补充，既辛辣既油腻，再来份鸡汤。果然说完这句话，周瑾黑沉沉的眼睛看过来，穆子涵朝他笑，笑得怪好看的。周瑾懒得和他计较。穆子涵用热水泡了下碗筷，就听边上有人粗声粗气，昨儿个穆家小姐离家出走了。哪个穆家小姐？还能是哪个？当然是太子妃啊。穆子涵听到这句话，不由抬眸看过去，我昨儿个亲眼瞧见，她好大的气派，那一车车行李从穆家搬出来，别人拦都拦不住，说走就走。穆老爷昨儿求她一宿，人都见着，从来没见过当爹的在女儿面前低三下四，哪家小姐像她一样闹这一出，实在不孝。穆子涵眼眸一颤，静静的听着。砰的一声，有人敲桌子。我昨儿也在穆家门口，亲眼瞧见了。穆小姐长得那叫一个标致，美人怎会蛇蝎心肠？我不觉得她会忤逆长辈。老子不管，你们也别和老子犟，她就是没错，做错了都是对的。三官跟着五官走是吧？果然，人群的关注点偏离。真那么好看？那还能有假？周瑾听多了太多奉承的话，就算是真心实意，他都不当回事。周瑾瞅他一眼，被夸的穆子涵嘴角轻轻往上扬，果然像个孩子，听到好话就忍不住得意。说仔细点，就是没心眼。都说太子殿下人中龙凤，这穆小姐如果真如你所说，他们成婚后要是有了孩子，指不定多漂亮。京城的赌坊私下正押钱，赌殿下和穆小姐投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周瑾微微一滞，穆子涵惊讶不已，有些不敢看对面的人。怎么样，你押了吗？我可不赚这黑心钱。那人愤愤道，如今1成人押的是男孩，1成押的是女孩，那另外8成呢？那些见钱眼开的玩意儿，押殿下入土为安啊。虽然这是稳赚不赔的，可殿下这样的人物，我哪里舍得咒他连个后都没有。周瑾，他气笑了，真是他的好子民。穆子涵抿着唇，笑容垮了下来。他红着脸小声地问，殿下喜欢男孩还是女孩？一道凉菜送了上来，周瑾吃了一口，味道尚可。何意？他从没想过这些，毕竟一开始成亲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我可以拿些余钱出来，殿下喜欢哪个我就押哪个，1成什么的太难看了。但要穆子涵把昨天到手的钱全投进去，他又舍不得。周瑾一言难尽地看着他，生儿还是生女？你不靠我，去靠赌坊，能许愿是吧？第65章，是真心还是假意？这一顿饭他吃得很艰难。穆子涵摸了摸脸，烫得厉害，温度久久不退，要不是心脏小鹿乱撞跳得厉害，他都要怀疑自己是发烧了。他极度不自然，可反观对面的周瑾悠然自得地夹了会肉，平静又稳重。除了吃的，没有什么能让他在意，就好似前头调情的言辞不是出自他的口，怎么可以说了那样的话，还能当个没事人？吃完饭后，桌上的菜还没来得及撤，周瑾就添了一杯茶，刚煮好的，滚烫的。他闻了闻，有些意外，西回的酒楼用的茶叶是碧螺春，不是陈茶，是今年江南那边上贡的。江南水患严重，所以茶叶产量严重缩减，供不应求。这些茶叶被端墨皇给周瑾送了些，重臣分了些，其余的全部给了后宫。父皇对熹贵妃的确看重，以至于他到手的不少，能送给侄子熹回，又放在酒楼用。殿下，我们还不走吗？你怎么还喝起茶来了？不急。周瑾微笑，顺势给穆子涵倒了一杯。话音刚落，就听屏风外有瓷器落地的声响，杂乱的尖叫声好似能磨破耳膜。不行，老子肚子不舒服，得去茅房。小二，你们的菜有问题，菜是酸的，保不齐是隔夜菜。
什么京城第一酒楼，原来赚的都是黑心钱。我要是有个好歹，绝对会和你们算账。小二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连忙道：你可别污蔑，这是酸菜，当然是酸的，我们的菜都是厨子刚做的，新鲜的很。掌柜听到动静，顿觉不安，一边悄悄让人给幕后东家西回捎信，一边快步上前，沉着脸道：你们是哪家酒楼派来的？故意毁我们名声？我以人格担保，我们的菜绝对不会有问题。他说别人吃了都没事，怎么唯独你们这些吃了闹肚子？话音刚落，边上一桌的小孩子哇哇啼哭，娘，我肚子疼。与此同时，周边的客人纷纷捂着肚子，我有些想吐，我肚子也疼啊！丧尽天良的东西，菜有问题，竟然还要粉饰太平，我要报官！报官！报官！一片混乱。穆子涵目瞪口呆，他又看了眼面前吃的仅剩一半的饭菜，蓦然抬头：你还好吗？他眼里充斥着明显的担忧，因为这顿饭周景吃的并不少，别人吃了没准只是闹肚子，周景没准是闹命啊，这可不是小事。穆子涵不安：我们快些回去，让蒙太医看看。姑无碍。周景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个为他焦急的女子，是真心还是假意？耳边一阵哭闹声，周景的身子微微往前倾。顾听闻，你的肠胃不算好。穆子涵一愣，也没觉得丢脸，是早些年挨过饿，所以在烈日他很少吃冰，西瓜这种寒性的水果也不敢多吃。他们都闹肚子，你可有不是？他黑眸沉静，里面夹杂着对穆子涵的关怀。数条凳子擦过地面的刺耳声响，周围尽数一半的人跑去了茅厕。穆子涵被他这么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情况自己应该也得疼一疼。酒楼内彻底闹成一团乱麻，有喊着要赔钱的，有嚷着说酒楼谋财害命下毒的。掌柜被愤怒的百姓搬起板凳揍了2拳，惨得捂着脸道：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已让人去请东家了，不是酒楼的毛病我们不背，要真是酒楼的错，我们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一扇小小的屏风将周景和穆子涵隔绝在外。穆子涵听着外面的动静，心惊肉跳的。被酒楼的人找上时，西回正在附近办事，一听消息就匆匆赶了过来。他一入内，掌柜的眼睛一亮，连忙过去：您可算来了。西回没看他一眼，忍着怒气给身后的大夫使了个眼色。大夫怀里抱着一箱，老夫是慈春堂的大夫，先给大家把个脉。西回将掌柜的提到角落：怎么回事？掌柜，咱们的食材都是一早才买的，厨房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他都要自我怀疑了，可这么多人都闹起了肚子，小的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2楼3楼包间的客人呢？这倒没有，东家您忘了，咱们1楼厨房做1楼的饭食，2楼做2楼的。西回被他这么一提醒，也想了起来，他烦得很。行了，回头拿钱把这些人的嘴堵上，酒楼名声要是差了，我还做不做生意？掌柜心里有数了，连忙点头哈腰：是。西回的到来让在场的人安静下来，人群开始窸窸窣窣的说话。西家，这酒楼竟然是西公子名下的。掌柜方才喊他东家，那还有假？西家那般了不得，只怕青天大老爷都会包庇，别说我们只是肚子疼，只怕是死了人，官府都不会细究。那我们岂不是白遭这种罪了？那大夫是西公子请的人，肯定帮他说话。果不其然，大夫给所有人把了脉后，朝西回拱手作揖：西公子，大伙的身体并无大碍。哦，那他们怎会一个个急着去茅厕？大夫怀里揣着鼓鼓囊囊的钱袋子，是西回不久前给的，于是睁眼说瞎话。定然是这几日冷，吹了风，伤了身子。大夫又道：要么说，要么就是一群不长眼的，故意闹事，来找西公子您的麻烦。这市井小人地痞流氓，京城里头多如牛毛。掌柜这时候站出来，对着一群愤怒的人道：我们东家仁慈，不愿与你们计较，还不快过来，每人拿10两银子滚！10两银子，在1楼用饭的都是寻常百姓，可能来酒楼消费的手里并不缺钱，他们气得够呛，可民又不能与官斗，只能认栽。就在这时，周景总算将手里的茶喝完，他放下，走。穆子涵回城园吗？周景藏下眼底的恶劣，嗓音温柔似水，遇见熟人总要打个招呼。第66章，殿下要是有个3长2短。长长的队伍在领前，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可又不敢和西家杠上。熹贵妃可是皇上的心尖尖，这熹回又是2皇子的表兄弟，谁敢惹？嗨嗨！孱弱的咳嗽声在寂静的1楼显得格外清晰。周景虚弱地从屏风后走了出来，一见是他，熹回浑身汗毛竖起。殿下，您怎么在此？片刻功夫，他脑子里闪过上百种阴谋诡计，他甚至认为今日的事和
和周景有关。周景这是在报复他。这么想着，他的心沉了下去。嗨嗨，又是熟悉的捂着胸口的动作，和木眼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穆子涵见周景走路无力，不由惶惶。西回大步上前：“殿下，您是过来用饭的？”西回嘴角的笑容险些绷不住。大夫都说了，这不是食物中毒。说完这句话，他又慌了起来。殿下，您还好吧？他能确定，酒楼如果死了寻常百姓，明天照旧开张；但如果周景死在这里，他保准下一秒人头落地，因为他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食物有问题。周景微笑表示，酒楼的饭菜很合姑的心意。他身形消瘦，面色苍白如纸，说的话没太多信服力。如今的周景格外平易近人，却不想是你开的。早知道，姑就该早些过来捧场。他将那日西回说的话又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算起来，熹贵妃是你姑姑，二皇子是你表兄弟，按着辈分来，和姑也是能沾点亲缘的。周景说的急了些，险些没喘过气来，吓得穆子涵一直给他拍背顺气。可他都这样了，还在支持熹回，你的为人，姑还能不清楚？你的酒楼定然是没问题的。熹回觉得周景人怪好嘞。果然，学识再好有什么用？他都惦记周景的女人了，周景还不知道人心有多险恶。熹回得意的扬声：“是，殿下说的是。”周景微笑，又善良地看向那些愤愤不平的百姓，似无奈又愿意纵容。你们啊，不该故意闹这么一出，冤枉熹回。姑不知你们是何居心，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白莲的转头又对熹回道：“看在姑的份上，莫和他们计较。”他越这样，熹回越得意猖狂。是，殿下都发话了，我自然不会为难他们。穆子涵的心拔凉拔凉的，周景的善良让他很难过。他要嫁的男人太单纯了。捂着肚子的百姓又是愤怒，又被殿下对他们的关照感动。周景打点好一切，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往外走。可没等他跨出门槛，穆子涵就发现周景的身体晃了晃，后脑勺仿若长了眼睛，避开穆子涵所在地位置，哐的一声砸到地上。穆子涵，殿下！他扑到地上，吓得不知所措。熹回惊恐，他的脑袋岌岌可危，连忙将大夫抓到周景面前：“快，你看看殿下怎么了？看他是怎么了？”大夫浑身冒冷汗，这下哪里敢说假话，哆哆嗦嗦爬去把脉，中毒。说完这句话，他吓得跪在穆子涵面前，连连磕头：“小的只是拿钱办事啊，熹公子只说让小的过来吓唬吓唬，吓唬一群刁民，其余的一概不知。饶命，穆小姐饶命！”熹公公一脚踹过去：“滚开！快，此处离公主府最近，将殿下送过去。蒙石，去叫蒙石。没事的，他的殿下不会有事的。”熹公公沉着脸，转头阴冷冷盯着熹回：“封锁酒楼，谁也别想出去。要是殿下有个三长两短，整个熹家都下去陪葬。”就在这时，被抬着离开的周景费力地睁开眼睛，对着熹回所在的方向，艰难地吐出一句话：“姑信你。”脑袋一歪，眼睛一闭，彻底晕了。他们一群人离开，很快带着剑的众官吏将酒楼围得密不透风，留下百姓和熹回面面相觑。那一支镖局都是有血性的人，当即将10两银子砸到熹回脸上：“殿下心系万民，却被你这狗贼蒙蔽了双眼。他到最后一刻还对你百般信任，你亏不亏心？查，今日一事好好的查，我们的命不值钱，太子的命值。”公主府，周景躺在床上，随时都要断气的样子。蒙石心里翻白眼，可还是装模作样的把脉。穆子涵心急如焚：“如何？”蒙石掏出10几颗药丸往周景嘴里送，那是他刚得的糖丸，味道真是好极了。他叹了口气，服了药后，今夜要是不醒，只怕……邵阳险些一个趔趄，穆子涵手里的帕子都要被他扯坏了。邵阳深吸一口气：“你也在那吃饭了？”穆子涵点头：“那你怎么没出事？蒙石给他看看。”蒙石把脉后张嘴就来：“有事，只是不太明显。穆小姐，你现在小腹微微胀疼吧？”其实压根没有事，但穆子涵被成功的带着走，他毫不犹豫的点头：“是。”蒙石塞给他一颗熬久了、失败苦涩的糖霜解毒。邵阳一直在忍耐，无果，终于爆发，又急又恼：“备车，备车！本宫要去皇宫。父皇要是不把熹家上下全杀了，本宫就砸了他的御书房。”猛时，再看床边坐着的穆子涵，他眼圈红红的，时不时抹一下眼泪，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床上的人，生怕少看一眼，眼前的人就消失了。他自责的喃喃：“是我不好，我就不该让殿下出门。”邵阳面露狰狞，继续骂：“怪你什么？是熹家人歹毒，谁不知道那是周玉的外祖家？
皇帝只是去用个饭，竟然被这一群鳖孙下了毒，他们分明是有意为之啊！就等本宫娇弱的皇帝送上门，任他们宰杀。木子涵愧疚，我见殿下今日胃口不错，还一直给他添菜，都是我的错。少阳，皇帝死了，好扶持周瑜上位，真是不要脸好手段，本宫绝不会放过他们。木子涵泪眼婆娑，嗓音哽咽，喜服都没穿您看过呢，殿下您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办？猛石，得，殿下没把他逼疯，把亲姐姐和亲媳妇给逼疯了。第67章，他死了，我才可以抱得美人归。西家门口蹲着一群扔臭鸡蛋的老百姓，其中有大半都是这些时日在城垣外得了失州的流民。好人不偿命，祸害留千年，我等要为殿下讨要公道。出来，西家人当什么缩头乌龟？都出来！千呼万唤，西老太爷亲自出面平息风波，可不等他说一个字，就被臭鸡蛋砸了个正着，气得当场晕了过去。主心骨倒下，西家上下乱成一团。可这场闹剧才刚刚开始，消息还没传入皇宫，少阳就杀了进去，却在御书房外被端墨皇身边的公公拦了下来。公公笑得一脸和善：“公主，皇上这会儿正忙，哪位大臣在里头？本宫还要多久才能见父皇？”公公垂下头讪笑：“熹贵妃在里头，公主要是没有重要的事，不如晚些再来。”少阳听到熹字就火大：“晚些？本宫凭什么要等他走了才能来？整个天下不用姓周了，该姓熹吧？”这话吓得所有人脸色大变。少阳冷下脸，一脚踢开御书房大门，身后的奴才拦也拦不住。里面熹贵妃正窝在端墨皇怀里，你侬我侬，衣裳都要脱一半了。好事被打断，端墨皇沉了脸，可一看来人，又连忙拢好龙袍。熹贵妃最讨厌的就是皇后、少阳还有太子。最近宫里来了新人，皇上有半个月没来他那边，熹贵妃特地跑过来，可才多久啊，少阳就跑开打断。少阳公主怎么来了？少阳冷笑：“你能来，本宫来不得。这还没入夜呢，你就来勾引我父皇，是不是以为吹些枕边风，今日的事就能糊弄过去了？”熹贵妃不知道他又发什么疯。住嘴！端墨皇斥：“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不经传报，朕的御书房说闯就闯。宫里嬷嬷是怎么教你的？熹贵妃是你庶母，再如何你也得敬重她一二。景儿她如此知晓礼数，你这个当姐姐的惭不惭愧？惭愧个屁啊！他那娇弱的弟弟哪里都好，就是太懂礼数了，容易吃亏。”少阳恨不得把自己100个心眼分他一半。父皇也好意思提皇帝？他如今生死攸关，父皇在做什么？往前我还以为您多疼他，看来都是糊弄人的。端墨皇倏然站起来：“他又怎么了？”熹贵妃一听周瑾不好了，心下乐得很，她假装很担心的擦了擦眼角压根没有的泪。臣妾就说先前心里莫名慌得很，竟不想太子那边。公主，太子到底如何了？你的确该慌。少阳，熹麾下毒害我皇帝，这件事只怕你也参与其中。如今假惺惺什么？他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蒙氏亲自查看过，酒楼的饭菜有问题，当了30多年的厨子，认错了食材不说，竟将相生相克的食物端给客人。皇帝难得出趟门，带着穆小姐出去吃饭，就撞上这件事。熹回竟然也有脸说这只是巧合。熹贵妃耳朵嗡嗡的，她实在没想到会出这个事。这太子早死晚死，反正都要死的，他们何必花心思去害他？公主慎言，熹家上下对殿下最是敬重。少阳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贵妃是不是想说，借你们熹家10个胆子，你们也不敢明晃晃的在熹家的酒楼动手？你是不是还想说，没人敢害皇帝？也许这一次是他设计贼喊捉贼。是的，熹贵妃就觉得是周瑾故意摆他们一道，可他哪里敢承认？皇上，少阳就差动手打人了。本宫的皇帝最是君子不过，他昏迷前还不忘给熹回兜着呢。他这样的人哪里玩得过你们这些老狐狸？他现在日子过一日少一日，有必要拿着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就为了逗你们玩吗？他是有病吗？周瑾是那么阴暗疯批的人吗？只怕熹回歹毒当众给他一刀，他都能说是他自己不想活了，非要凑上去挨得。他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周瑜的障碍了，如今不过是还顶着太子的头衔，你们怎么还容不下他非要动手？不等少阳气笑，端墨皇猛地一拍桌子：“够了！这件事朕会让下面的人好好查。”少阳哼一声：“是要好好查，是人是鬼都揪出来，本宫绝对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就是父皇你，也绝不能包庇任何一人。”天色黑了下来，周瑾还没醒，一波又一波的太医过来，一碗又一碗药灌下去都没用，甚至请来了道士叫魂。屋外道士念着经文。周瑾睡觉，他许久没睡这么舒坦了。
尤其穆子涵在边上轻柔地给他擦着手，他身上的甜香味让周瑾从浅睡成了深睡，甚至还做了个美梦。梦里没有杀戮，没有尖锐的哭喊声，没有鲜血淋漓，只有个打扮严厉的女子穿着嫁衣，笑得娇俏可人。是穆子涵，入目都是红绸，喜字贴了一地，鞭炮声不绝，宾客迎门，是成亲的日子。周瑾不由自主地朝他走近，可有人快他一步。那人穿着同色系喜服，拉住穆子涵的手，深情款款地说着：“一楼的饭菜只有你和殿下的那一桌没问题，放心，衙门过来查之前已经被殿下动了手脚。他应该是念你肠胃不好，故他不惜再去酒楼前吃了独孤，实在煞费苦心。可惜殿下真的把自己弄死了，他挺不拿自己的命当回事。不过这样也挺好，他死了，我才可以抱得美人归。”周瑾冷眼旁观，眼看着这对新人被送入洞房，喜床上的幔帐被放了下来。言而无信，你不是说要为孤守寡吗？他的冷声质问没有惊动任何人。两道身影叠加一起，梦里穆子涵羞答答朝别人喊着夫君。周瑾倏然睁眼，他被气醒了，掀开眼皮就瞧见身边坐着的人。穆子涵露出惊喜的表情，殿下。一时间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他一把紧攥住女子的手腕，将她拽人床上，翻身欺上。你要孤还是要他？第68章，暂时可舍不得杀他。天已经黑了，道士已被请走。念了一个下午，周瑾的拇指都不见得抬上一抬，可见没效果。邵阳心灰意冷，让人结算了钱就送出府了。忧心忡忡的晚饭都没胃口。身边的婢女劝公主放心，殿下现在是穆小姐在照顾，穆小姐上次在东宫陪着，殿下就醒了，这次定然也不会出事。邵阳嗤之以鼻，上回只是凑巧，你还真信那些什么八字相配？冲洗一说。他快步朝周瑾的屋子走去。他们才相识几日，平时瞧着说话都客套，若真的能救，那也应该是从小看着皇帝长大的本宫才对。有穆子涵什么事？要不是看在穆子涵对周瑾用心，光她是穆衍妹妹这个身份，邵阳都不会轻易接受她。婢女问：那万一呢？奴婢还是很信这些的。邵阳随口道：这次他如果真能把皇帝弄醒了，本宫以后把他当作祖宗供着，行了吧？刚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屋里传来的动静，是属于周瑾的压抑的质问：你要孤还是要他？邵阳，他眼里迸出欣喜，提着裙摆跑进去。身上的人很重，穆子涵张皇失措，哪里见过这个阵仗？男上女下的姿势，两人挨得很近，鼻尖贴着鼻尖。小姑娘像只受了惊吓的鹿，可即便如此，她还顾及周瑾身上的伤，竟然没有伸手去推他。她红着脸，竟用梦里那甜腻腻如出一辙的声音问：他是谁？穆子涵，殿下在说什么？周瑾眼底的冷厉淡了下去，他想一定是毒蘑菇产生了幻觉，让他魔障了。可身下的人软乎乎的，抱着睡应该很舒服，他一时间竟然忘了松手。正这么想着，有人从外面跑进来。邵阳，他擦擦眼睛，再擦擦眼睛，深吸一口气，得，真的有2个祖宗了。你们继续，本宫这就走。他淡定地放下话，脚步却是凌乱不已。穆子涵羞恼，这让他以后如何面对邵阳？放开我！脸红什么？皇姐都说继续了。他扭了扭腰间，被人一拍，别乱动。周瑾的呼吸沉重，他把埋到女子的脖颈处，感受着她的战力和羸弱，肌肤像贴，很奇怪的感觉，并不让人讨厌。他来了去，揉面团似的揉了她的脸。女子的红唇娇艳，周瑾瞧得久了，竟然有点渴。他虽贵为太子，可带兵打仗的3年里，听过不少荤段子，这是士兵无聊时唯一的粗俗消遣。他不受控制的压低凑近，穆子涵捂着被他压到胸口，疼得直吸气，泪眼汪汪。周瑾清醒过来，沉沉的闭眼，翻身躺下，顺势把他搂到怀里。陪姑再睡会儿。鼻息间都是他身上的檀香味。穆子涵忍着羞涩：你方才是梦魇了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周瑾哼笑一声，指尖有意无意地摩挲着他腰间的细带，梦到有人背叛姑。他凑近，女子的脸蛋细腻毫无瑕疵。你说姑要如何罚他？穆子涵很认真的思考，为周瑾梦到的人喊冤。他纠结道：可那只是梦啊，又不是真的。忽而他眼微亮：我认识吗？见周瑾不说话，穆子涵让他默认了。他下意识地觉着周瑾所言之人定然是周玉，吸回这些混账东西，不如就这机会打打眼药水。穆子涵轻声道：只要冒犯了殿下，就是罪过。你仔细想想，
若那人真有二心，辜负你的信任，可见此人该死。穆子涵，殿下，您可不能手下留情。周瑾还是第一个嫌自己命长，疯狂把脑袋送到他手上的人。他懒洋洋地抚着女子的秀发，姑暂时可舍不得杀她。周瑾的手往下滑，最后落在穆子涵的脖颈处，只要用力就能掐死。不过没准等姑哪日腻了，就说不准了。周瑾没事，让西家上下狠狠地喘了口气。衙门和金无畏共同办案，酒楼被封锁，一干涉事人等尽数押入大牢。当天夜里，厨子畏罪自尽，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西回，能怎么办？当天夜里，西家老太爷亲自登门公主府赔罪。他是陪先帝一起打江山的人，这会儿却卑微到了骨子里。殿下，臣就这么一个孙子。邵阳在一旁冷嘲热讽：对，本宫的皇帝有9条命，这些年老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瑾半躺在床头，穆子涵的晚膳才吃了一半，根本不用他们动嘴，就有人阴阳怪气噼里啪啦说个不停。功劳？是，你的确有功劳，毕竟这天下是你外孙周玉的，你帮的是周玉啊，这种话跑到这里说什么？西老太爷浑然当作没听见，他颤巍巍地作势要跪，求殿下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他一命。老臣定然好好调教，不让他再动歹念。他是在端墨皇面前都不用跪的人，又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周瑾和邵阳就是小辈，哪里敢受他的礼？原想着会有人制止拦下，可没有。他动作慢了下来。邵阳，要跪就跪，你磨蹭什么？穆子涵也看出了门道，当下鄙夷。他轻轻出声：西回犯错，西老太爷为孙求情，我们殿下也是受得起的。人命关天并非小事，今日要是原谅了，就因为殿下敦厚，以后是不是谁都能跑过来下个毒？西老太爷忍辱负重地跪到了地上。太子，老臣求你了。周瑾好像才看到他虚弱地撑着身子，快扶老太爷起来。邵阳听不见。穆子涵垂眸，无动于衷。周瑾做事从榻上起来，亲自去搀，然后无力地倒了下去。就在这时，皇上皇后携3公9卿而来，齐齐目睹殿下吐出一口血来。周瑾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老太爷放心，可嗨，他只是要害姑罢了，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反正姑早晚都要死，死在他手上，姑也能瞑目的。第69章，离得远了，怎么照顾姑？月明星稀，屋外寒风簌簌，屋内灯火烛明，所有人都放轻了呼吸，生怕惹祸上身。皇后沉着脸坐到床前，给周瑾粘好被子。她什么都没说，可身上的低气压表明了她的态度。端墨皇来至西老太爷身前，威严满满：你是有功劳的老臣了，这些年皇家也惦念西家的好，你却为了一己之私倚老卖老，用来逼太子。有的话不妨来皇宫同朕商量，太子还在养病，你却来此扰了他的清静。西老太爷，这实在不应该吧？他一发话，朝中大臣也纷纷点头。西老太爷善，只能一遍又一遍的祈求。老臣就这么一个嫡孙。端墨皇冷冷斥责：够了，朕的皇子难道还比不上你西家子嗣？别以为他不知西家上下是什么心思。有人从外面急匆匆赶了进来，带来一阵寒风。父皇，外祖忧心表弟，这才口无遮拦。端墨皇负手而立，没有因为被他打断而停止去说后面的话。西回以下犯上，谋害太子，这是死罪。来人！皇上！西老太爷额头上都是汗，不得不使出杀手锏。他颤抖地匍匐在端墨皇面前，从怀中取出先皇御赐的免死金牌，求皇上饶他不死。这块免死金牌一直放在西家的祠堂，日日受香火供奉。先皇御赐要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无上荣耀。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西家嫡孙这一脉断了。端墨皇冷冷看看地上的人许久，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吃20杖，将西回流放苦寒之地。西老太爷身子晃了晃，手里的金牌被公公收走，可他只能颤抖地磕头，谢皇上开恩。一旁楚王眼里的鄙夷最是明显。穆子涵看过去，楚王穿得很朴素，是个身形高大健壮的中年男人，也不知他的儿子楚哲成怎么浑身上下金光闪闪，恨不得把黄金玉石全挂在身上。他是清楚楚王和皇上是拜把子过命的交情，他格外看重周瑾。西老太爷，您这个年纪也是能做本王父亲的人了，念着您为常，有些忠告，本王还是要说一说。世人都说本王的儿子不堪重用，又将西回捧上了天，这么说也没错。我儿整颗心都在玩物丧志上，哪里有本事会想着去害太子？西家子手段下作，是西家教导无方。老太爷回去后还得多多反省。毕竟，他冷笑：你西家可没有第2块免死金牌了。
周玉忍着怒火，到底没有在此和楚王吵起来。他扶着颤巍巍的西老太爷往外走，刚走出公主府，西老太爷一个踉跄，老泪纵横。这真的和西回无关，他不可能下手。我见过表哥了，的确和他无关。周玉语气笃定，定是有人借我们的手去害周景，周景死了，我们也元气大伤。他们这是想一箭双雕。流放的日子苦，多少人在途中就丧了命。20大板，我就怕西回撑不过来。外祖放心，我会打点好一切，母妃也会想法子给表哥求情。咱们只是翻了个跟头，还没步入绝境，如今不知流放何处，但可只要西家愿意下血本，定然能让官吏多多关照。西家会没落吗？绝对不会。对，只要外孙周玉登基，就能将西回召回京城。穆子涵从未见过如此剑拔弩张的场面，但他隐隐觉着，以后看多了就会习惯。因为邵阳一边看戏，一边给周景包核桃。也许穆子涵的视线过于专注，邵阳抬头和他对视，不知怎么了，他看穆子涵的眼眸透露着一层说不尽的无端怪异，像是打量精怪似的。穆子涵被他看得发毛，他提着一颗心，深知邵阳脾气古怪，又不好得罪。毕竟周景死后，他仰仗的只有皇后和邵阳。于是小姑娘小步靠近，想问自己是哪里不妥，可谈口刚起，邵阳就往他嘴里塞了个核桃仁。行了行了，你也有。邵阳不想再看他那张肖似某人的脸，都是一群来讨债的。穆子涵咬着核桃仁，他不是很喜欢吃，但还是咽了下去。见邵阳对他没有敌意，索性将心放肚子里。众大臣纷纷表示了对太子的关心，但又不敢多待，很快又告辞。端墨皇看着虚弱的周景，眸色沉沉，没有人能猜到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是他儿子，他理应处置害他的人，可他除了是父亲，还是天子。你好生歇歇，改日父皇再来看你。皇后擦了擦眼泪，母后回宫了，眼瞅着婚期将至，宫里离不开人。周景乖顺的笑，父皇母后慢走。随着这些人的离开，屋内空了下来，伺候的奴才也一个个退下，屋内灯火摇曳，周景嘴角的笑散了些许。邵阳神色恍惚，突然出声讥讽：你这太子当的委实憋屈，没法将西回千刀万剐，真是便宜他了。亏本宫还叫嚣着要让西家上下付出代价，他们眼下就这般猖狂，以后还了得。也就你还眼巴巴的为他们说话，听皇姐一句劝，日后长点心吧。这是他能听的吗？穆子含恨不得把耳朵给捂上。周景躺平身体，皇姐想要如何？他神色幽深，说出来的话却相当无害。父皇不会动西家，姑是父皇从小带在身边教导的。二皇帝对政务却是生疏得很，更无功绩。姑去后，他封为太子，只怕无法让朝臣信服。西老太爷到底留有威望，父皇还得靠着西家给二皇帝当后盾。残酷的事实从他嘴里说出来，血淋淋的摆在所有人的眼前。穆子涵一字一字去分析，越听越心惊。他垂着眼，巴巴看着榻上凄惨的男人。周景侧头看他：你怎么还不回去？不等穆子涵回话，他温声道：算了，更深路重，夜已深路不好走，就留宿在公主府吧。邵阳连忙道：我这就让人去收拾一间厢房出来。不必。周景，他留在这里。说着他低低道：不然离得远了怎么照顾姑？第70章都要嫁人了，怎么还是小孩子脾气？穆子涵从未在外留宿过，烛火一晃一晃的，他低头看绣花鞋，让车夫小心些，不会有事。殿下这里有太医，有喜公公，还有公主，既然脱离危险，那肯定不会再出事。我明儿一早过来。今早出门的时候，阿兄脸色瞧着很差，不回去看一眼，我实在放心不下。他很少拒绝周景，平时如何使唤他，小姑娘都乖得不行，在一旁端茶倒水，累得很了，他也是无辜的候在边上，温温柔柔的问：殿下，我能休息一下吗？愈发让人想欺负。这是第一次啊，小兔子没准急了也会咬人。周景止不住的想，穆子涵生气那会是什么样子？会哭吗？眼泪一颗颗往下掉，还是磕磕巴巴的抱怨？周景深深的凝视他，也知道女子留宿在外对名声不好。喜公公，送她回去。穆子涵嘴角一弯：谢殿下，明日一早我给你送些梅花糕，我家厨子做的可好吃了。吃，出息了，还知道拿东西贿赂。周景垂着眼皮，等人走了，屈膝靠在床头。他嫌热，掀开被褥，视线里多了只水滴状的玉石耳坠，应该是拉着他上来睡觉时不小心落下的。这段时日他一直戴着，明明上回给他买了不少首饰，也没见他换。他眯了眯眼，捡起来，成色不算好，瞧着像是便宜的地摊货。指腹摸到凹凸不平处，那里好像刻着字。周景意外，拿到眼皮子底下细细的看，
是个咬字，别是他的小名。季期是这时候进来的，他恭敬的行礼：“爷，皇上回皇宫后，熹贵妃求见，在御书房待了1个时辰。圣旨已下，熹回流放之地是东周。”周瑾下榻，在洗漱台停下，那里隔着一方铜镜，昏黄光线下，铜镜瞧着很是模糊。他将耳坠送到耳垂上，没有耳洞，只能对着镜子照了照，比划了一下：“骨好看吗？”季期习惯了殿下时不时都会发疯，他并无畏惧，配合的端详片刻。自然，殿下戴着定然比穆小姐戴着好看。周瑾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幽不笑声，他乐不可支，笑得身子弯曲，却很快戛然而止，嗓音犹如淬了毒的冰冷。他们都盼着姑死。周瑾对着光线拨动着耳坠：“你说姑能轻易放过熹回吗？”季期不敢揣度周瑾的心思，连忙把头低下来。东周是熹家的地盘，这是让他滚回自己窝里待着呢。周瑾，父皇对熹贵妃真是看重。他轻轻呢喃：“你说他是看重熹贵妃的身份，还是他那张酷似他人的脸？”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吓得季期大惊失色，连忙跪倒地上。看他这没出息的样，周瑾嗤笑一声，风轻云淡的动唇：“恶心了皇姐数年，不必留活口。是，属下会在流放途中下手，绝不让熹回有机会回东周当土皇帝，不然熹家指不定多猖狂，这得多膈应他们殿下。”不。灯光下，周瑾的面容变得柔和，他却阴冷冷道：“死在东周才有意思。”这季期，很好，不愧是你，这种跑到别人家里杀人的事，只有你想得出来。熹家上下还没来得及庆祝，就要办丧事了是吧？周瑾，为难你了。季期，属下爱挑战。穆子涵回到景园已经很晚了，哥哥还没睡。见屋内亮着灯，穆子涵走进去，穆言倚着窗，手里捏着本兵书。阿吴侯在一旁笑：“小姐没回来，少爷怎么放心歇下？”穆衍朝穆子涵招呼：“过来坐。”穆子涵在自己家中总要随性些，屋内燃着炭火，将他的脸熏得热气腾腾。他几步走近，眉眼弯弯的在边上坐下，一手捧着穆衍递过来的热茶，凑近喝了几口。今日一事我也听说了，可有下着？穆衍的话在瞧见穆子涵右侧空落落的耳垂上又咽了下去。你的坠子呢？穆子涵茫然一瞬，抬手摸了摸，没摸着。他着急的站起来就要去找，可这会儿天还黑着，他愁着脸又坐下。今日去公主府时还没丢，我也没去别的地儿。不出意外的话，不在公主府，就是他回来的路上。丢了也无事，哥哥明日再给你做副新的。那不一样，那是哥哥当年征兵前给我做的耳环，我戴了这么多年，成亲那日也准备戴呢。穆衍问：“殿下可还好？”穆子涵闷声闷气，明显心情低落。可我不太好。穆衍笑他：“都要嫁人了，怎么还是小孩子脾气？”回了自己的房间，穆子涵将另一只耳坠取下，很是珍惜的找了个匣子放进去。这一晚上他都睡得不踏实，早上醒来顾不得吃早饭，就拉着暗香琥珀在小道上来回的找。景园没有，马车上没有，去了公主府找了一圈也是没有。周瑾不在屋里，穆子涵寻过去的时候，他在水池边垂钓。穆子涵沮丧的坐下：“殿下。”刚起了个头就被打断：“殿下，鱼烤好了，这次加了不少香料，您快尝尝。”蒙石的声音由远及近，空气里烤鱼的香味变得浓郁。穆子涵蹙眉：“蒙太医，殿下身上有伤，怎么可以吃鱼？再则早膳也不能吃油腻的吃食。”蒙石没想到穆子涵来的这么早，不是瞪他干嘛？是周瑾心血来潮要吃的。周瑾会怕伤口发炎吗？不然这个疯批能一早上起来钓鱼？蒙石看向周瑾，犹豫不决：“扔了，扔了多浪费。”穆子涵：“给我吧。”他当着周瑾的面咬了一口鱼肉，眼睛一亮，不等他夸，就听男人悠悠出声：“你方才想问什么？”穆子涵细声细气问：“殿下，你有瞧见我的耳坠吗？”周瑾看着穆子涵吃着他辛辛苦苦钓上来的鱼，险些气笑，语气遗憾：“不曾。”那殿下？穆子涵垂头丧气：“能再钓一尾鱼吗？这鱼个头小，不够吃。”周瑾，这些时日他是不是脾气太好了？行啊，都会得寸进尺了。第71章，穆衍出事。他们没在公主府待太久，周瑾就要回城园。邵阳见劝不动，又实在不放心，非要送他回去。马车晃晃悠悠的，故意绕了一段路，途经西府门口。穆子涵轻轻撩开一角车帘，探头出去看。这会儿西府门口热闹得很，熹回被打了20大板，半死不活的。这会儿被衙门的人抬回来，100那处血淋淋的，所过之处都在滴血。没瞧见熹老太爷，门口只站了个中年男子，
还有一位美少妇，应该是西回的爹娘。回儿怎么伤成这样？衙门官吏放下人就走。西家主母泪眼婆娑，险些晕厥。她一把攥住丈夫的袖子质问：你不是说出面打点了吗？和我保证不会有事，衙门的人怎么还敢用刑？好端端的遭了这种祸事，到现在你和娘娘竟然连凶手都抓不到。往前我还以为你们兄妹多厉害，却不想竟连人都护不住。回儿自幼没吃过苦，别说伤着，就连掉一根头发我都难受。明日他就要去东州了，这样上路，您让我如何怎能放心？眼瞅着这对夫妻为此争执，穆子涵冷漠地放下帘子，他坐姿端正，两手压在膝盖上，脸色有些臭。周瑾翻着书，抽空看他一眼，怎么了？西家人真是贪得无厌。那西回不过是受点皮外伤，听着口气，他们是恨不得将20板子也给免了。别说什么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这不是还吊着一条命吗？穆子涵心里不舒坦，实在为周瑾鸣不平。小姑娘愿意站在他这边，周瑾还是很乐意的。他悠悠出声：你也许不知，这皇亲国戚或是显赫世家私下专门会养一些行刑的人，有些伤看似打得严重，往往没伤筋动骨，有些瞧着无事，只怕不过1个时辰就能疼得死去，更别提衙门。穆子涵蹙眉，那西回的伤也有猫腻，可瞧他那个样子，唇都发白了，又实在不像。他们倒想，西回之父昨夜出面，的确欲买通衙门的人。周瑾微笑，花了不少银子，一层一层的往上贿赂。只可惜刑部管辖衙门，刑部尚书是他的人，西家的如意算盘当然只能落空。银子衙门没少收，就是没办事，西家只能吃这哑巴亏。穆子涵闻言，心头如出了一口恶气。那就好，他笑，明日就要流放，西回这样子，只怕熬不了几日。周瑾微微蹙眉，不错。在穆子涵的欢喜下，他把书一合，微微一叹：孤会进宫请求父皇，让西回养好了伤再上路。穆子涵，你再说一遍，都这样了，你还要帮他？殿下见他这样，周瑾觉得有趣。小姑娘脸颊气鼓鼓，让人想戳。她跟朵善解人意的白莲花似的，谈吐慢悠悠的，浑身上下发着圣洁的光芒，耀眼夺目。虚弱道：这事说到底都是因孤而起，到底是一条人命，孤如何能袖手旁观？声音不轻不重，却让外面的喜公公听了个真切。他撩起宽大的袖子，擦了擦眼泪：咱们殿下真是仁厚。季妻，你信不信殿下是想养肥了再宰？少阳默默包着核桃，包了满满一盘，送到周瑾面前。多吃些。周瑾微笑：多谢皇姐。他捡起一颗，却是送到穆子涵唇瓣。穆子涵下意识张嘴咬住。少阳冷笑：给你包的，你转头给别人吃。本宫。他气炸了，可看穆子涵因为他的出生，眼角流露惶恐之色，像个迷失荒岭的无辜小鹿。他咬牙切齿：行，本宫给他也包一盘。你们夫妻2人都尝尝心眼和脑子。城垣门口摆着好几个施粥的摊位，这会儿排了长长的队。周玉成功在周瑾手里买了米，总算在京城各地开始布粥，带来城垣门口的流民却最多。原因无他，太子这边的粥最浓稠。什么叫大方？这才是大方。端着碗的老妇人扯着嗓音道：二皇子那边的粥我去瞧过了，清汤寡水，一碗里面几颗米都能数得过来。咱们这群人家没了，饿着肚子一路乞讨过来，就盼着朝廷能管一管。皇上命二皇子出面布粥，这二皇子倒好，因为他的疏忽，米出了问题，愣是推迟好几日。要不是太子管着我们，又有不少达官显贵出面布粥，我们早就饿死了。这话一出，众人纷纷点头。是这样，当初三皇子也在，他的生母并不受宠，听说皇上也不太看重，但他还知道从府上将吃食全部拿出来救济。二皇子呢，这么大的事都能出错，可见他除了没本事，还没担当，就是会投胎。马车停下，周瑾咳嗽着下马车，人群一静，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生怕惊扰了这谪仙般的人物。周瑾半个身子压在穆子涵身上，由他扶着回去。城府门前挂满大大小小的平安符，是这些流民得知周瑾昏迷不醒，昨日成群结队去寺庙求的。大小姐，有人喘着气大步跑过来。穆子涵闻声看去，是留在家里的暗香。他顿觉不安，怎么了？可是哥哥出了什么事？暗香急急道：乌县那边出了事，少爷听了消息后吐了血，就晕了过去，瞧着怕是快不好了。府上已乱成一团。乌县是外祖一家的住址。穆子涵脸色大变，什么也顾不得了，将身边的周瑾推到季妻身上，转头就要回景园。他双目晕眩，耳边嗡嗡响，不敢多想。无人瞧见，少阳袖子下的手微微颤抖。都说了，不该回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那个人都放下了，他绝不能原地踏步。
可身子完全不由他控制。他攥住穆子涵的手，坐马车1个时辰，哪有骑马快？穆子涵快哭了，我不会骑马。本宫会。少阳听到自己用自以为无所谓的语气道：“你哥哥人并不讨喜，可本宫看在你的份上，还是愿意送你回去的。”第72章，公主身份尊贵，定能觅得良人。穆子涵和少阳赶往景园，一起走的还有蒙石。景缓缓站直身子，他嫌季期身上骨头硬，抬步朝里走去，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还以为他多在意姑呢。听到穆衍出事，就把姑撂一旁走了。很快，他忍不住翘了翘唇瓣。如果穆衍没了，估摸着就是最后一回了。穆衍死后，他能依靠的人只有他。小姑娘再也不会为了别人分神，满心满眼只会是他。那应该会有狠去。爷，长兄如父，穆将军要是出事，穆小姐若要守孝，也是说得过去的。只怕会误了婚期，也不太吉利。周瑾脚步一顿，是吗？他似笑非笑。你想让姑去救他？季期连忙把头埋低，不敢多言。周瑾慢悠悠吃着手里的核桃，像是吃人骨头似的，咬得嘎吱嘎吱的响。这边马蹄踏雪，在景园门口停下，眼瞅着穆子涵和蒙石朝穆衍的院子跑去，少阳却对着门口2座石狮子出神。也不知他站了多久，牵着马就要走，可走了一半，发泄的跺了跺脚，转身大步入府。穆衍的情况的确很不好，穆子涵到时人已经面色发青，他浑身的血冷凝，踉踉跄跄跑上前，双目放空。哥哥。先是很轻很轻的呢喃，然后女子的啜泣声可闻，她捂着嘴哭得无助，嗓音变得哽咽。哥哥。阿吴，少爷是看了信后气急攻心所致。这世上少爷最放心不下的，除了小姐，就是诬陷那边了。这些年穆衍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去2个老人面前磕个头。断了联系这么多年，穆衍花了很大的心血去找，得知柳家地址后，却因为身体缘故无法前去认亲，只能一拖再拖。他和穆子涵自身难保，又如何能照顾到千里之外的外祖一家？柳家2老育有1儿1女，女儿就是先夫人柳氏，儿子是柳氏的哥哥。单看穆子涵和穆衍的长相，就能知道柳家子嗣容貌不会差。他们的舅舅柳岩膝下有1女，生得貌美。柳家是家中遭难，南迁去诬陷的，在诬陷只是外来户，再寻常不过的人家，并无根基。诬陷的县令贪恋美色，看上了柳家女，仗着权势，非要强纳她为妾。在小小的县城里头，山高水远的，县令就是土皇帝。阿吴说，表姑娘早就许了人家，好好的姻缘，柳家自然不愿。县令蛮横惯了，当场就抢。一阵推搡中，柳老太爷被县令家的奴仆推倒在地，脑袋磕到了锄头上，当场毙命。他红了眼睛。少爷晕去后，能请的大夫都请了，可他们都摇摇头，让准备后事。穆子涵眼前一黑，他大声斥责：“你胡说！哥哥他不会有事，这么多年他都挺过来了，怎么我今天出门一眨眼的功夫就说不行了？他昨儿说了，还要给我再做一副耳坠。哥哥从来都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再说了，他最宝贝鬼宫球都没刻完呢，也不知道送谁，连我都不让碰。”说完，他忍着在眼眶中打转的眼泪：“蒙太医，我哥哥没事，对不对？”蒙石从进屋后就心下一咯噔，暗叫坏了。等他把完脉后，眉头更是紧得压出2条褶皱。他也压死了穆子涵最后一根稻草。怪我医术不精。这一句话彻底宣判了死刑。穆衍做了长长一个梦，少女金银珠翠于一身，死死攥着他的衣领，眼角通红。父皇为你我赐婚，为何不应？他虚弱的站不起身，为端墨皇挡了一剑后，浑身都疼。可看少阳哭，他的心都要揪起来了。不就是中毒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治不好你是那些御医没本事。穆衍，你现在反悔，我就不和你计较。公主自重。少阳多骄傲的人啊！眼泪砸到穆衍手背，灼热的他浑身紧绷。是你先招惹我的，混蛋！你之前说心悦我，难不成是假的吗？一字一字如刀割。穆衍一副残体，如何愿意耽误他？是我之过，之前对公主多有冒犯。他微笑的一根一根掰开她纤细白嫩的手，不敢看他，只能颤着嗓音：“公主身份尊贵，定能觅得良人。”屋内一片死寂。这时候，周瑾从外头懒懒散散地走进来，视线从角落上正神的少阳漫不经心地落在跪在床前压抑的上气不接下气哭着的穆子涵身上。他慢条斯理地走上前，抬手探了探穆衍的鼻息，还有气，不过也快没了。穆子涵死死咬着下唇，浑然不知痛盘。他的眼泪晶莹剔透，止不住一颗又一颗的滚落，像是天都要塌了。周瑾想过，他长得不错，哭起来肯定好看，可真的见了又浑身不得劲。尤其小姑娘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即将丢了最宝贝的物件的小可怜。殿下，穆子涵察觉身边多了个人，
他的唇一张一合的，鼻音重的厉害。呜咽着，我要没哥哥了。哦，恭喜！小姑娘要是听了这话，只怕哭得更厉害。周瑾嗤笑一声，真是欠你的。有刀吗？蒙石一个机灵。殿下，您千万别冲动。我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你可不能因为穆将军现在即使没有见阎王，就给他补一刀吧。周瑾不想理这个傻子，他从穆子涵发间抽出簪子，比划了一下，柄端成锥状，倒是锋利。男人在右手腕上划了一下，刮开血肉时，他眼皮也没动一下，捏住穆衍的下颌，强迫他张嘴，涓涓往外冒的血流下去，速度快的让屋内的人忘了阻拦。周瑾没小气，估摸着为了一碗血，穆衍脉搏的变化让猛狮的认知被颠覆。这是怎么一回事？周瑾涂了粉的脸上愈发苍白，这次是真的，可他压根没当回事，甚至没有及时去包扎，任由他流着。见穆子涵眼角还挂着泪，抬手用指腹给他擦去。好了，死不了。他的语气很平淡，一点也不温柔。可有些时候，温柔是能被对比出来的。比如他看向寻求答案的蒙时，语气鄙夷冷厉。废物。第73章，想好如何补偿姑了吗？景园坐落于较为偏僻的巷内，周围枝叶繁茂，不过院内有棵光秃秃的柿子树，上头还堆着积雪。刚搬进来时，为了添喜气，穆子涵特地在枝丫上挂了一个又一个不及巴掌大小的小灯笼。这几日天都没有放晴，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在周瑾进来时，除了阿吴，季期就将屋内的暗香和琥珀请了出去。穆衍依旧昏迷，但情况已然好转。这一变化让邵阳心下如何大骇不提，他压抑着情绪冷冷道：今日一事，管好你们的嘴，但凡此事向外透露半分，本宫绝不放过。此言一出，蒙实在不敢多问。有些事既然不是他能窥探的，即便再好奇也得清楚一点，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他收起惊讶之色，连忙不敢分神，给穆衍施针。阿武喜极而泣，跪下咚咚咚磕头：是，公主放心，小的定会守口如瓶。反观邵阳如临大敌，周瑾却毫无顾忌，他丝毫不怕身上的秘密被人发现，别说屋内都是自己人，就算周玉在这里，他要割腕谁也拦不住。他低垂着眼，神色倦怠。穆子涵半蹲在他身前，小心翼翼地给他上药，又用纱布缠上。他动作轻柔，生怕弄疼了他。毫无疑问，周瑾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怒拔9尺高。虽然不明白他的血为何能救命，可他刚刚下手的速度快准狠，就像切豆腐一样。他一贯很有分寸，尤其周瑾昨日刚死里逃生，今日不顾身体都要救哥哥，这份恩情穆子涵能记一辈子，实在不知该如何回报。他虔诚地用绷带周瑾打了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娘们兮兮的，周瑾觉得特别丑。偏偏小姑娘讨好的朝他笑：殿下好看吗？周瑾嗤笑：好看死了。穆子涵细声细气，因为哭过这会儿鼻音重，说出来的话像是撒娇。流了这么多血，我给殿下炖制乌鸡补补身体，炖鸡的法子是跟之前府上姨娘学的。午膳您在这里吃吧，下回不能这样了，下手太重了，要是再刺深一些，只怕血都不好止。他有些不好意思，可泪光盈盈说的严肃：哥哥不好，我悲痛欲绝，殿下要是因为救哥哥而伤了身体，我也会崩溃难受。倒不是白眼狼，怎么会有人说出来的话这般讨喜，每一个字都是他爱听的。周瑾从来不做亏本的生意，这是第一次，感觉还不错。他微微俯身，愧疚。穆子涵点点头，那想好如何补偿姑了吗？这倒是难到了穆子涵。不过很快他反应过来，忙对着周瑾表忠心发誓：殿下放心，日后我会安守本分，您离世后，我也绝对不会背叛您，去对别的男子动情。如若有了孩子，我会尽心教导；没有孩子，我会日日缅怀殿下，每日都给你抄写经文，烧了送去阎王殿，愿您来时投胎个好人家。周瑾，你还是闭嘴吧。邵阳如今可没心思看这对未婚小夫妻你侬我侬，他的眉越发皱得厉害。地控的他冷冷道：周瑾，你给我出来。周瑾也不意外，他擦去簪子上的血，又给穆子涵戴好，这才起身，猛地站起来，一阵晕眩。周瑾身子晃了晃，穆子涵就要去扶，邵阳却是震怒，既然会逞强，就让他自己走。周瑾轻笑：黄姐可别吓着他。两人去了隔壁厢房，邵阳重重锁上门，确保周边无人耳目。他呼吸急促，却还不忘压低声音：到底怎么回事？不等周瑾回应，他就皱着眉道：黄姐知道你一切以救人为先，可今日之事，我不想再见第二回。即便那个人是穆衍，要是旁人知道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好处。30年前药王谷的事，想必你比我清楚。药王谷一向神秘，里面的人从不与外界来往，可世人却对药王谷疯狂热衷。
原因无他，药王谷养着一群药人。药人，顾名思义，这些人的血肉能入药，就和戏文里面的唐僧肉无异。传言吃上一口，百病消除。药山谷满山都是毒物，多少人前仆后继去，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30年前却一夜之间，药王谷被熊熊烈火烧得一寸不留。那些清高自持的世家贵族齐齐出动，将逃亡还活着的药人追捕，为的是什么？不用说也知道。更有甚者，两家瓜分一个药人，不顾体面，大打出手。邵阳说到这里，眉眼间流露出恶心之色，完全没有察觉他提及此事后周瑾身体的紧绷。皇宫也暗中豢养药人，就被先皇关在囚牢中，被折腾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浑身上下的没有一块好肉。听说死前还被吸干最后一滴血，只留一副枯骨。那段时日，先皇隔3差5就要喝一碗血才能入睡。他越说越烦呕，人心难测，便是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能信。父皇他也不见得多坦荡，他身上背的血债只会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如今世上再无药人，他是慈父，要是得知你的血能什么骨肉至亲，小景，你焉知他会不会对你动手？更别提那些虚伪的世家。周瑾神色有过片刻恍惚，他张了张唇想要说什么，可他不能告诉邵阳。什么药王谷，什么药人，他周瑾生下来就背负着血海深仇，有的是见不得天日，等时机成熟，他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将所有人丑恶的嘴脸暴露在太阳底下，无处遁寻。时间总会站出来批判。我不知你和药王谷幸存下来的人是否有别的牵扯，这些皇姐不管，可和你说的，听见了没？从今往后不准再暴露。周瑾被他这么一吼，眸色化为柔软，只是他的嗓音格外嘶哑。听阿姐的。眼见着邵阳脸色转好，周瑾又低低道：要不是穆子涵，姑才不会出手。周瑾却笑了起来，他敢拒绝皇姐，害你伤心流泪，死了也应该。第74章运船投喂。穆言醒了，他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喝了汤药，明显精神不济，却还是强撑着身体将信给穆子涵，身子半靠着，脸上没有半点血色，因为俊美，头发披散，倒像是个病美人。许是魔障了，在他意识薄弱时，竟然听到了那个人的声音。他定然是恨透了他，怎么可能会出现此处？穆言苦笑，有的人他用了3年没能忘记，不去念反倒愈发刻骨铭心。他现在疲乏不堪，说话很艰难，声音轻不可闻。舅舅舅母老实本分，外祖母身子骨弱，表妹又被畜生惦记，柳家在诬陷，只怕寸步难行。若外祖没事，我还能请之前跟随我的副将出面过去跑一趟，料理此事。可如今外祖的后事，你我兄妹总要有一人去祭奠。只是再过半月，你就要嫁入东宫。思来想去，你留在京城准备婚事，我去诬陷。穆子涵不愿。哥哥这样，我如何放心？路途漫漫，你的身体熬不住。他擦了擦眼泪，说句不孝的话，外祖我从未见过，我由衷敬重他老人家。可若论轻重，在我心中谁也比不上哥哥。又说孩子话。穆衍摸了摸他的脸以作安抚，是哥哥吓着你了。可阿娘生前最遗憾的就是无法孝敬二老，她笑容破碎，总不能也成了我的遗憾。穆子涵把头埋到他胸前，死死攥着穆衍的衣领，他到现在还存着不真实感。小姑娘抽抽搭搭的，可比在周瑾面前哭的还委屈。我带哥哥去。你不会骑马，来回路程只怕要半月或者更久，眼瞅着16日后是婚期，你若去了，定然无法及时回来。穆子涵这次很倔，柳家出了这件事，只怕不愿再待在诬陷。若他们愿意，我定将长辈们都请来，咱们这个宅子大，住得下。哥哥在家养好身子，回头在外祖牌位前磕头也是尽孝，他老人家定然不会怪罪。穆言也清楚穆子涵所言，他去的话，途中如果出事，那绝对是添乱。可你若赶不回来，后果……那我去求殿下，他是最好说话的人。最好说话的人这会儿从外面进来，这有什么难的？周瑾自以为很体贴，推迟婚期不就行了？反正他也不在意。穆子涵眸光一亮，真的吗？周瑾还挺喜欢在他面前当白莲花的。姑为了你，这就进宫让青天监改婚期。不行，不行！两道声音齐齐响起。穆衍倏然抬头去看周瑾身后的人，他一瞬不瞬地看着，生怕又是梦境，醒来后他又要消失。邵阳还是老样子，他内心的慌乱无人可知，可面上呈现出来的贵气却无人匹敌。公主下巴一抬，笑得语气玩味，哟，穆将军命可真大。穆衍眸光一颤，他收好所有情绪，仍旧公子如玉，托公主的福。说完，他狼狈地收回视线，指尖蹭了蹭趴在他身边穆子涵红肿的眼，无奈地哄：祖宗都水漫金山了，先走5日陆路，再行1日水路，姑已安排妥当，也早就传令下去进行疏通。
其中途径8大关卡，无需检查身份，那边会直接放行，途中不耽搁。日夜兼行，来回只需12日，来得及。京城里可遇不可求的汗血宝马被周瑾搞到手3匹，共同发力，速度跟起飞一样。出发前，穆子涵向周瑾借人，凶神恶煞点的，最好能有本事彻底唬住县令的。周瑾微笑，有谁比姑还要合适吗？他只要一亮令牌，什么狗屁县令都得跪下哭着喊我错了。周瑾早就在京城待腻了，含情脉脉地告诉穆子涵，你的外祖就是姑的外祖，你又从未出过京城，姑不放心，自要一同前往。穆子涵刚要说，你的身体不比穆言好哪里去，你要有自知之明。谁料蒙时承受着压力，瑟瑟发抖道，殿下多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总比整日待在府上强。于是穆子涵和周瑾出发了。路上，穆子涵生怕着娇弱太子磕了碰了，在马车上垫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毛毯，随便怎么颠簸都不会扯到伤口。受少阳嘱托，他一天包3盘核桃，眼巴巴地看着周瑾吃下。他现在不抄佛经了，开始给周瑾念书。周瑾躺着，张张嘴，茶点心就被喂养，甚至吃的葡萄，小姑娘都给剥皮去籽。祭期驾马，他就看着自己的主子无情压榨穆小姐。每次穆小姐觉得殿下懒的时候，殿下也不说话，只要一皱眉，捂一捂身上伤口，穆小姐连忙道歉，愈发照顾体贴。第一天赶路，第二天赶路，最后从马车下来，换成了船。湖面波光粼粼，船桨划水。越靠近乌县，穆子涵愈发愁容，有重逢的情切，更多的是为外祖父伤怀。然后他晕船了，吐了又吐，又发了烧，额头烫得不行。可即便如此，他吃了药后躺在船舱休息时，还不忘强撑着难受，要爬起来给周瑾剥核桃。周瑾，小姑娘恹恹的，有气无力的样子，瞧着怪让人心疼。他把人按下，不必剥了。穆子涵又重新爬起来，茶还没沏，祭期泡的殿下肯定嫌没有我泡的好。周瑾再度把他按下。穆子涵心心念念，今日的葡萄还没给殿下洗。啧，这小姑娘怎么回事？都这样了还惦记她。周瑾很受用，但他还不至于现在都要欺负她。姑不吃，甚至周瑾金玉良言说，你且休息，等明儿一早就到了，不用担心别的，有姑在，不会出事。小姑娘脸红扑扑的，明显烧糊涂了，也许心里憋着事，也许实在不舒服。她迷迷糊糊抱着周瑾的手臂，死活不撒手，一会儿叫哥哥，一会儿叫殿下。最近的她很爱哭，就像这会儿一边吸着鼻子，一边用周瑾的袖子擦眼泪，嘴巴一瘪。可是她还挺委屈，可是我想吃。也不顾周瑾的脸色多难看，小姑娘哼哼唧唧一番，朝他张了张嘴。啊，等待投喂。第75章欺负亲吻，都是报应。周瑾怎么愿意惯着他？要是穆子涵在他身上得了甜头，往后岂不是要爬到他头上？他沉着脸，把手抽回来，大步出了船舱。江面映着山的倒影，层层叠嶂，依稀可见肥美的鱼儿悠哉地跳出水面。这里明显风景极好。这是远离京城，地处越偏僻，就有更多的贪官污吏行刁蛮之事。权力果然是个好东西。周瑾似想到了什么，眼底阴霾浓得散不开。爷，跟踪我们的眼线还未撤走。季期这时候过来禀报，从他们出京城时就察觉一直有人鬼鬼祟祟跟踪。此人内力高深莫测，可到底不及季期，更别说是周瑾了。但季期一直没在人前展示过他的实力，外人都以为他是伺候周瑾的寻常奴才。季期很愤怒，在他看来就应该把人揪出来杀了，让算计爷的人看看，他们殿下不是好惹的。你说这背后之人和先前利用神寺敬腾却是断鼎下毒的人可有关联？反观季期的情绪不稳定，周瑾却饶有兴致地问：说吧。他嗤笑一声，不过是离京一趟，背后的人就这般不放心姑，这是怕他的伤是假的，还是担心他出门掩耳盗铃，私下会有什么动作？这些年他一直以良善仁德示人，却还是被当成劲敌，周瑾为此很困扰。可要属下。季期做了个杀的动作，不必，让他跟着。周瑾，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敌在暗，我们在明，谁算计谁还说不准呢。他跋山涉水，还要提防被我们察觉，跟了一路又能取得什么情报？是姑对以后的太子妃过于看重，非要跟随，还是在外人眼前姑的伤有假？季期，看重不见得上。周瑾平时伪装的多敬业，他还能不知道吗？只要周瑾愿意，谁还能看出猫腻？砰的一声响，是船舱那边发出的动静。周瑾蹙眉，正要吩咐季期进去伺候，可没等他命令，自己就走了进去。穆子涵那娇滴滴的模样，他还真不想让别人瞧见。没有情爱，可男人的占有欲他
只会比别人多。他第一次后悔没有让他的婢女一同前往，以至于此刻要伺候他。现在的他哪里知道，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子产生占有欲，那注定他迟早会动情。小姑娘从小榻上滚了下来，她茫然地坐在地上，发髻乱了，衣服也皱巴巴的。平时她虽不注意妆容打扮，可每次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样倒是少见。她显然摔傻了，小脸嫩生生的，又是难受又是茫然，眼角还有先前的泪痕。周瑾走过去，捧住她的脸，又好笑又好气。吃，你可真厉害，他才出去多久啊，就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穆子涵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夸他，他一直懂礼貌，眼前的人重叠迷糊，他一时间没分辨出是谁，但还是没有吝啬，朝他甜甜一笑。本来就生的貌美，这么一笑愈发楚楚动人。葡萄还是没吃上，不过周瑾直直盯着他许久，神色化为晦暗，喉结滚动，将人抱了起来，重新放到小榻上，他也跟着躺了上去，侧身躺着。不得不承认，他贪恋小姑娘身上的甜香味，她的腰又细又软，他毫无顾忌又往怀里带了带，让她贴他身上。穆子涵很快睡去，周瑾合眼假寐。时间流逝，落日的余晖洒在江面，天空卷起大片大片绵白的云，船舱内还没来得及点灯，有点暗，怀里人的体温却一直往上飙升。周瑾探了探他的体温，神色微凝，他弯身大步出去，退烧药。季期闻言为难，爷，这次出门蒙氏被留在锦园照顾穆将军，我们并未来得及备药，都是粗人，平时皮糙肉厚的，哪里需要那些？穆子涵中午吃的药，那还是在边疆没回京城前，手下的人感染了风寒，季期从军医那边要的就剩下这么一颗，没想到今日派上了用场。要是几日前他们驾马车行驶，还方便沿途去找医馆，可如今走的是江面，一眼望不到尽头。最近的港口过去要多远？早点靠岸停下，总不能让人烧坏了。季期估计那得往回走，应该要2个时辰，太久了。周瑾眸色渐沉，属下这就掉头。不必了。留下一句情绪莫名的话，周瑾重新入了船舱。点灯，小姑娘脸红的艳如朝霞。周瑾坐在她前，低潮，真是欠你们兄妹的。她面无表情，指尖刚触上手腕那丑不拉几的蝴蝶结，一顿，许是瞧顺眼了，竟然舍不得拆开，换了方向取过削水果的刀，对着食指指腹划去，喂到穆子涵唇瓣。也许真的渴了，他下意识吞咽，含住他的手指。周瑾浑身僵硬，很快，漂亮的脸蛋皱巴巴的又给吐了出来。周瑾沉默，咸血腥味难吃是吧？先帝可是吃了人血肉，最后连骨头都没放过呢。他的血可比那些要人的要金贵许多，这也是他每次受伤，为何伤口恢复速度惊人，他还得一直吃像吃的药，让自己迟迟不好的缘由。不过这都是周瑾最不愿提及的事，什么要山谷，那是他的禁忌。他眸色冷冷，挤出血滴到他嘴里，还不得穆子涵抗拒推搡，就被人冷漠的堵住，逼着他吞咽。女子的唇比他想象中还要柔软，舌尖相触的那一刹那，周瑾浑身战栗，全身酥麻。可他又实在没有经验，这也是周瑾第一次和女子这般亲密。一时间他竟然忘了初衷，顺着本能搂过细腰，按回他后退的脑袋去勾缠，动作莽撞，唇齿相磕。他不舒服，女子的力道又如何能敌得过男子？嘤嘤哭了起来。周瑾浑身僵硬，思绪如潮，倏然放下他。小姑娘还睡着，但唇被吮得红肿，发髻比先前还要乱，衣领敞开，最上面的那颗扣子不知何时崩坏掉在地上，像是事后被狠狠欺负一般。他也的确欺负他。周瑾面色变化多端，可那滑腻甜软的触感却让人回味。他不敢多看，狼狈地逃离现场。第76章抵达。你拿什么和人拼命？穆子涵醒来已经是第2天清早，稍彻底退下，出了一身汗，浑身黏腻的不行。条件有限，他收拾妥当，出了船舱。季期已经在生火煮粥了，不知怎么了，舌根有点疼。穆子涵扯着帕子，他显然清楚自个儿每次生病是什么德行，丝毫没有将他身上的异样和周瑾扯上关联，也不知道他昨天闹没闹。他清醒时都是温柔端庄的，缓步来至周瑾身侧。昨夜给殿下添乱了。他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头发梳了漂亮的发髻，周瑾的视线却落到女子唇瓣，水润诱人，让人容易产生荒诞的想法，比如还不够，该将他压在身下狠狠的亲。周瑾狠狠拧眉，周身温度往下降，情绪说来就来，却无法得到疏解。他想让穆子涵离他远点，挨太近了，让他心烦。可不等他出声，穆子涵就转头走了。看他走得干脆，周瑾又开始气不顺。
就连他都不知他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可很快，小姑娘端着2碗煮好的粥过来，一碗给周瑾，一碗自己吃。她还寻来椅子，就在男人边上紧挨着坐着。周瑾，粘人。粥很烫，穆子涵打算晚些吃，于是他又开始剥核桃。不知为何，今日的周瑾很古怪。每当船晃动，他往他身上贴近时，周瑾总是如遭大敌。除此之外，视线时不时往他身上瞥，穆子涵都要以为他是个脏东西了。殿下，我们快到了吗？半个时辰就能靠岸。下码头离乌县远吗？不远，只是交通不便。穆子涵点头，他张嘴还要说话，被人打断。太子殿下悠悠，你问题很多。柳家是外来户，房子坐落于乌县往西，这里的百姓大多都不富裕，每年田地的赋税都往上涨，县令老爷胆大包天，还要多收一层往自己口袋放。老百姓的日子被欺压的艰难，但耐不住柳家儿子有出息，在县里当了酒楼的算账先生，温饱不是问题。柳家人和善，这些年从未和邻居闹过红脸，每家有了困难，刘老太爷总会相帮。可如今刘老太爷死了，却没一人敢登柳家的门。一群人围在巷口，谁敢去哭丧？柳家得罪的可是县老爷。要我说，柳家人实在犟得很，县老爷看上茵茵这个孩子，那是他的福气。若是老老实实把人送过去，没激怒县令，刘老太爷怎么可能会死？你这话不对，茵茵可是有未婚夫的，哪有好好的正房娘子不当，转头给人当妾的？妾怎么了？县令老爷的妾可是能穿金戴银的。胖妇人身上粗布衣服带着补丁，换成是我可是10000个愿意，只恨县令没看上我家招娣。呸！你家招娣又黑又瘦，哪里能和茵茵比？咱们乌县就没一个姑娘样貌比得过她。柳家就这么一个小辈，瞧着怪可怜的。胖妇人可不爱听这话，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他家和柳家紧挨着，每次柳家吃肉，他只能闻着肉香吃咸菜，让他怎能不恨？上回他男人断了腿，柳家那边二话不说借了钱让他看病，别人会感激，可他不会，这钱不还是要还的？柳家又不是送他家的，他是白眼狼，反正就是见不得柳家好。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刘老太除了柳岩这个儿子，还有个女儿。众人惊讶，从没见过，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还能骗你们？我有次听茵茵娘说了，茵茵长得就像她小姑，那个女儿为了一个穷书生，可是和柳家断绝往来的，不孝得很。柳家这些年一直想找人呢，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找得到？胖妇人说得很得意，找到又能怎么办？要我看，要是那女儿嫁得好，只要不是死了瘫了，肯定回来显摆了。想来日子过得也艰难，没脸没回呢。难不成还能盼着就他们一家人出水深火热？见了县令还不得老老实实跪下来，磕个响头，喊句青天大老爷。就在这时，有人高傲地走过来，砰砰砰敲起来柳家紧闭的大门。那是刘县令府上的管家，他身后跟着一群提着聘礼的小厮。屋内，柳茵茵被柳太夫人紧紧抱在怀里，边上的站的一对愁容的中年夫妻，边上摆着一副棺材，他们身上披麻戴孝。刘府管家的声音传来：“柳姨娘，你不开门可以，聘礼小的可就放在门口了。等你过门，给老爷添个大胖小子，以后有泼天的富贵等着。”闻言，最老实不过的柳岩被逼得怒气冲冲，从厨房拿了把菜刀：“我和他们拼了！”站住！刘老太把人喊住。男人死了，他眼睛都要哭瞎了。偏偏没有王法，杀人偿命，他们报官无门，连含冤的地方都没。谁让刘县令就是官？可他不能倒下，怀里的茵茵可是他和老头的心肝，怎么能让他出事？你拿什么和别人拼命？你爹已经死了，你要是出事，我们这娘仨可怎么办？话音刚落，柳岩的妻子王氏掩面而泣。柳家的天已经塌了。刘管家听到里面的动静，当下气恼：“我们老爷看上你家女儿，特地准备了丰厚的嫁妆，不要给脸不要脸，乖乖顺从，这好处只多不少。我们老爷心善，想结亲可不想结仇。再给你们3日的时间，我们过来接人。希望柳姨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然……”他嗓音突然拔高，说出来的话刻薄又毒辣。还是说，你家是还想再死一个吗？说完，他一脚踢在门上，震得天响，骂着脏话离开。柳茵茵浑身一颤，她死死攥紧刘老太的衣摆。奶！刘老太用粗糙带茧的手摸了摸孙女的脸蛋。莫怕，你娘刚生下你，奶就去庙前给你算过命，我家茵茵会一生顺遂，菩萨可不会骗人。就在这时，又有人敲门，不是刘管家那种暴力敲打，而是小心翼翼的轻拍。所有人都如惊弓之鸟。外面说话的是属于女子细声细气的嗓音，带着试探抚慰人心的温柔。请问这是柳家吗？第77章认亲。柳家众人面面相觑，咯吱一声轻响，门开了一条细缝。柳岩双手抵着，短短几日，
家中遭遇的事太多，人性多变，他总要升起防备。透过细缝，没瞧见柳管家的身影，柳岩大松了口气。往前，柳家人厚道，来往路过的人都会进来讨杯热水喝，眼前人只怕也不例外。柳岩嗓音低哑，拒绝人入内，因遭变故，家中实在乱得很，暂不接待来客。说着就要关门，穆子涵连忙阻止他的动作，一手压着门。眼前的人对他来说很陌生，可血脉亲情又让穆子涵万般觉得亲切。他才刚说了一个字，柳岩也在这时看清了穆子涵的脸。他瞳孔骤缩，手上力道一松，眼前的人和10多年前的记忆融合。哥哥，你今日出门可否偷偷给我带些粽子糖？娘不准我吃，可我这几日牙已经不疼了。我就要嫁穆正，为何你们都瞧不起他？他虽然是穷书生，可胸有抱负，日后定然有出息。什么不认我这个女儿，娘定然说的是气话，哥哥多帮我劝劝。家里常说茵茵像他小姑，他也一直这般以为，可见了眼前的人，柳岩都要以为见到了当年的妹妹柳玉书，可显然年纪不匹配。你，柳岩一眨不眨地看着，似怀念，你娘是谁？穆子涵眼一红，舅舅，我是回来认亲的。闻言，柳岩又惊又喜，还局促，这竟然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了。刘老太久久不见柳岩回来，不放心的过来，絮絮叨叨说着他的打算。我想过了，咱们夜里偷偷给你爹葬了，就快想法子离开诬陷。当年逃荒那么艰难，我们都活下来了，这一次不如也搏一搏。他憔悴道，也不知道哪里能做假录影。娘知道在这方面弄虚作假被抓可是要吃牢饭的，可总比将咱们家如花似玉的女儿给那畜生做小好，死马当做活马医。若是能得上天乐意眷顾，就值。娘这把老骨头只怕给你们添乱，就不跟你们走了。娘在这里陪着你爹，他呀生前就离不开我，你就带着你媳妇和茵茵走，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了。说完也不见柳岩有半点反应。刘老太蹙眉，和你说话呢，堵在门口作甚？娘！柳岩反应过来，将门彻底打开，让刘老太看清外面的人。小妹那边回来找了。刘老太错愕不已。外祖母。穆子涵撩起100下跪，给他磕头。柳岩连忙去扶。你这孩子！刘老太愣了半晌，几步跑过来，细细端详穆子涵的脸，突然大哭。没错，不会认错。他手指颤抖的要摸穆子涵的脸，可见他细皮嫩肉的，又怕弄疼了他。玉书怎么没来？他好狠的心啊，当年说走就走。为此他和刘老太爷吵了很多次，最后双双后悔，是话说的太重了，才让女儿彻底不回来了。穆子涵眼底暗淡，他说的很小声，阿娘生我时难产，去了多年了，都说他是克星，是祸害，穆子涵就怕柳家也怪罪。他心里没底，说完这句话，甚至不敢去看柳家人的脸色。刘老太呼吸一滞，刚死了男人，如今又得知白发人送黑发人，无疑给他灭顶打击。穆子涵以为的咒骂却没有，他等了许久，被人狠狠抱在怀里。孩子，那你这些年受了很多苦吧？穆子涵眼眶热热的。刘老太又问他名字、年纪。柳岩瞅见小巷口有人鬼鬼祟祟的朝这边看，念着人多眼杂，实在不是好事。孩子回来是好事，快进来说话。刘老太也才反应过来，这附近只怕有不少留县令的人盯梢呢。穆子涵貌美，要是再被惦记上，可如何是好？他力气大，连忙把人拉进来。柳岩砰一声锁门。穆子涵满心满眼的就是柳家人，将小巷外马车上的男人忘了个彻底。穆子涵进去后，先是拜见了舅母，又见了柳茵茵，就被带着去刘老太爷棺材前。他很虔诚的烧香磕头，将木眼还有阿娘的那份一并做了。你外祖父生前最挂念的就是你娘，当年要不是闹了饥荒，我们是绝对不会离家至此的。老头子就担心他闺女哪日回来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疼着，每年他都要回去几趟，就盼着能得到你娘的信，却不想。刘老太说到伤心处，你娘应该急怨我们吧？说着他又急急地问，你娘过得可还好？穆子涵却是摇头，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道，不听父母言，娘后悔了，后悔不听父母劝阻，将一辈子赌在狼心狗肺的男人身上。这一句话包含了太多的意思，屋内所有人都沉寂下来，直到外头的说话声打破了平静。哎呦，这县令可真大方。胖妇人和别人说完闲话后，羡慕地凑过来，怎么还摆在外头？这足有10担聘礼了，将路都给堵了。这么豪气的女婿可不多见。他扯着嗓音，也不管说的话多讨人嫌。茵茵他爹，你家要是放不下，不如先放我家。他的算盘打得叮当响，贪婪的伸手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瞧瞧，这可是一对金镯子呢。哎呦，这不料子他都不敢摸，又滑又顺，生怕给他牵出丝来。
方才刘管家可是给了他1两银子，让他帮忙劝呢，事成之后还要再给5两，真是发财了。他眼珠子一转，我知道，当年茵茵娘生茵茵时落下了病根，这么些年肚子都没动静，你们全家把茵茵这个独苗捧在掌心疼。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能留她多久？咱们乡里乡亲的，我可都是为了你们柳家好，不如从刘县令那里得了一笔钱，出了诬陷，去京城找厉害的大夫瞧瞧，没准还能再怀上一个。刘老太气得大骂：滚！我家不卖女儿。第78章。放心，姑不舍得怨你，眼下的确不是叙旧的好时机。刘老太瞧着眼前娇滴滴的女孩，心下悲痛。她不能想象，要是没出事，一家团圆该有多好。可偏偏如今是多事之秋，子涵的容貌远胜茵茵，如果生在达官显贵家里是锦上添花，在寻常老百姓这里却是灾难。他更不敢让穆子涵留在此处。孩子，外祖母不瞒你，他3言2语交代了处境，家里实在怕连累了你。外祖母，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穆子涵说话温声细语的，很能抚慰人心。他在来的路上就打听过了，那刘妖年57，肥胖如猪，家中妻妾无数，多数都是他看上眼抢回去的。不少人家像柳家一样家破人亡，可没有人敢和柳妖抗衡。一个地方县令撑死不过7品，还不至于能将天给掀翻了。你这话说的很吹牛了。所有人沉默下来，可见穆子涵一点不像开玩笑的样子。门外的讨人嫌的胖妇人还没走，见迟迟不得回应，他开始拍门。柳家老太太，前头我说的话你可听见了？咱们都是乡下人，丫头片子就是赔钱货，你们何至于如此看重？是，茵茵是有未婚夫，可出了事后，那许家可出面了。往日千好万好，如今人家只怕巴不得和你们撇清关系。那许家2郎是读书人，哪有通天的本事敢和县老爷抢人？柳茵茵失望不语。胖妇人还要说话，门突然被打开，是穆子涵冷若冰霜的脸。小姑娘每次冷脸都挺唬人的，这次也不例外。说够了吗？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狗犬吠不止呢。胖妇人哪里想过会遭到劈头盖脸一顿骂。你谁啊你？穆子涵冷冷道：你管我是谁？柳家的事轮不到别人操心，许家若真如你所言是个畏首畏尾的小人，那这门婚事作罢，我家英表妹定然值得更好的。天下的男子多的是，柳妖那老头子算什么葱？他叭叭叭一顿说，人明明还是那个人，浑身却都带满了刺。胖妇人瞪大眼：你敢骂县令？谁给你的胆子？他像是抓到了把柄，好不得意。等着，我这就去找刘管家，将你们这些以下犯上的统统抓起来。别！王氏连忙去拉人，他又掏了几个铜板送过去。这是我家外甥女，她初来乍到，不知诬陷的规矩，孩子刚来，没见公爹最后一面，心里难受，这才说了糊涂话。她实在怕了。胖夫人得了钱，当下就换了个嘴脸，算了，我还能和一个小姑娘计较。不过很快她转移了注意力，你这外甥女什么来头？她头上的簪子是金的，怎么瞧着比刘家给的聘礼还粗？穆子涵，真的，衣服看着也很贵的样子。穆子涵，别碰，你赔不起。胖夫人眼睛都要直了，我弟乖乖，手腕上挂着的是玉吧？他这么一提，所有人这才留意穆子涵的打扮。柳茵茵微滞，她凑到明显还不太熟的穆子涵跟前，表姐，你这玉别是假货吧？不知他心中所想，穆子涵很愿意和这个表妹亲近，喜欢吗？他摘下来，顺手套到柳茵茵手上，这玉镯是皇后娘娘赏的，茵茵戴着，以后定能姻缘顺遂。皇后给准儿媳的见面礼也是玉镯，是太后赠皇后，皇后又给了穆子涵，但穆子涵怕磕了碰了，一直锁在箱子里没带过。眼下的这只是周瑾醒来，皇后娘娘给的赏赐，虽比不上那只，可宫里的物件只会好不会差。柳家所有人，他们有点反应不过来。胖夫人，皇后，那是他想都不敢想得的贵人，真是靠着一张嘴什么都敢说。穆子涵说他认识皇后，他还能说自己是太后呢？他正要嘲讽，就见那个对天对地的小姑娘倏然睁大眼。穆子涵想起来他遗漏什么了，他顾不得说什么，大步朝小巷外去。柳家人以为他有什么事，连忙追过去，这才发现那边停了辆马车。小姑娘撩开车帘钻了进去。第一次被人抛下足有1炷香的太子殿下正懒洋洋地翻看着手里的书，他没有看穆子涵一眼，只是用深闺怨妇的语气道：穆小姐，真是让姑好等，她最厌恶的就是等人。上次有个蠢货高高在上的让他等了一盏茶，周瑾转头就把人剥皮抽筋了。穆子涵很愧疚，对不起。周瑾茶言茶语，你有什么对不起姑的？不过是一家团聚，忘了姑这个外人罢了，姑还能和你计较？
一炷香算什么？你就算让姑等上1天1夜，姑也不会有怨言的。穆子涵，周瑾虚弱的咳嗽，将帕子抵在唇角，然后吐出一口血来。只是姑身体不好，赶路过来实在不是。但你放心，姑不舍得怨你。穆子涵惭愧的想给他跪下，他真是太十恶不赦了，他是罪人。柳家在外等了许久，就见穆子涵殷勤的从马车里搀扶了个病殃殃的男人下来，举止亲密。他们是从穆子涵嘴里得知还有个哥哥的，就是身体不太好，这就是小眼。还不等穆子涵接受，娇弱太子此刻很会来事。外祖母，舅舅舅母好，我是子涵的未婚夫。他这会儿说的是我。柳岩眼皮一跳，眼前的男子通身的贵气骗不了人。周瑾那张脸又实在硬朗俊美，柳岩还要再看。男人一抬眼皮，视线冷淡。明明周瑾什么都没做，可柳岩却连忙不敢再看。他没见过什么贵人，诬县最大的官就是刘县令，可刘县令肥得像头猪似的，头发稀少，和赖皮狗似的。他哪里知道那是来自上位者的压迫。可柳家的人面面相觑。胖妇人过来插一脚，他挑3拣4，这后生长得好，可瞧着像是病入膏肓的。县令老爷年纪大，可身体好啊。这个胖妇人又挑剔的瞥了几眼，嫌弃的不行，找男人可不能找这样的，中看不中用。周瑾余光瞥见远处拐角处一抹灰色的衣摆一闪而过。哦，差点忘了，还有个跟踪的东西。迎着柳家忧心的目光，周瑾微笑，将带着血的帕子递过去。是的，我快死了。第79章，娇弱的太子殿下很困扰。地又落了一层白，踩在上面嘎吱嘎吱的响。柳家不大，本就是乡下农户。穆子涵夜里和柳茵茵挤在一屋，舅母王氏将家中唯一的空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铺上新的被褥。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妇人，许是周瑾的状况的确唬人，她更不敢懈怠，甚至将院子的积雪又扫了一遍，生怕周瑾这种病秧子走路打滑就真的死了。王氏又开始准备晚饭，扶丧期间吃的都是些新鲜素菜，人是铁饭是钢，不能因为老太爷一死就不吃，没有力气还怎么和刘县令杠？娘，你说韩丫头带来的后生到底是什么来头？王氏凑到刘老太面前低声问。往前刘老太爷是家里的主心骨，如今他死了，王氏和柳岩氏事都要过问刘老太。儿媳瞧着他那长相那气度，还有说话姿态，实在不像寻常人，身边还跟着个小厮，这不是富贵子弟怎么可能用得起奴才？因他爹出门买白烛纸钱等物，韩丫头怕有刘家人纠缠，就央寄戚陪同去的。说着他又放低声音，因他爹也是糊涂的，出门竟然忘了带银子，付钱的时候身上只掏出几个铜板。那季妻转头从怀里掏出一枚能将铺子盘下来的金锭子。刘老太也算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了，一听这话也不免唏嘘。韩丫头不至于骗我们。刘老太说她给茵茵的玉镯质地细腻光滑，我没什么见识，不过也知那不是俗物。既然她敢说此事由她解决，那咱们就信她一回。至于提及的皇后娘娘，只怕是说给外人听的，吓他们一下。王氏心思一动，娘的意思是？刘老太自认为聪慧，那后生只怕是哪位大官的儿子？大官？比如压流县另一头的刺史大人。刘老太搜刮着他知道的大官给儿媳听，或者是知县、节度使那些。所以啊，把心放肚子里，咱们家的天塌不了。他嘴里的大官放到京城连只小虾米都不是，可在农户眼里却是让人仰望的存在。王氏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大步转身朝外去。饭没做好，你去哪里？这夜里寒，儿媳再给他多添一床棉被。不能这得了，可不能亏待了。用了晚膳，夜里是要守灵的，可柳家不敢让周瑾沾了晦气，又念着穆子涵舟车劳顿，早早让柳茵茵带着他去歇息。这几日奔波，他的却撑不住，穆子涵也没强撑着。两姐妹躺在一张床上，说着梯级的话。柳茵茵问起来素未谋面的穆衍：“大哥哥是什么样的人？”说起这，穆子涵就话多了。哥哥他容貌俊美，仪表堂堂，脾气好，为人也温柔，能文能武，从没和我黑过一次脸。高风亮节，宁折不屈。他雕刻的手艺可好了。柳茵茵听得很仔细，只有一墙之隔的周瑾对此嗤之以鼻。雕刻的手艺能不好吗？害得黄姐如今还念念不忘。柳家的隔音实在差，他做了什么孽要在这里听赞美穆衍的？他麻木地听了小半个时辰，穆子涵说了这么久就没有重复过一次。柳茵茵又问：“那未来姐夫呢？”穆子涵被柳茵茵给问倒了，他一点一点回忆和周瑾相处的画面。嗤之以鼻的周瑾眼底冷冽散开，他不屑地背靠着墙，可嘴角却止不住的上扬。再如何，他的长处和优点也比穆衍多吧？
他有些心烦，穆子涵这种人要是夸上一夜，吵着他睡觉，会让太子殿下很困扰。右手臂枕在脑后，屋内没有点灯，只有窗户那边泻下点点月色。等了许久，娇弱的周瑾总算听到他开口，小姑娘的声音又柔又娇。他是好人。等待他长篇大论的周瑾，脸色一寸一寸变黑，就没了。次日一早，许家那边来人了，正是和柳英英订婚的许君，还有其母许氏。王氏见着他们母子登门，心下一喜。可这两人进门，半句不提给老太爷烧支香。许母拉着刘老太就哭诉：“老姐姐，我日子实在难啊，男人去得早，我好不容易将君儿拉扯大，这些年一直得你们柳家的接济，这份情我也是记在心里的。君儿有出息，你们家英英我也是极喜欢的，只是这两个孩子实在没有缘分。你也知道，君儿是秀才，他苦读这么多年，总不能为了一门婚事得罪刘县令，将前程给葬送了。英英有福气，以后入了刘家的门，可比嫁给我儿强。所以我今儿厚着脸皮是来退婚的，还望你们柳家念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上，放过我们许家，放过许家。”这话说的让人想笑。刘老太气得不行，她指着许母的脸骂：“当年你家欠了一屁股债，连粥都喝不起，要是没有我柳家，早饿死了。当初在我面前说的千好万好，许君日日来英英面前献殷勤，在老头子面前发誓保证要对英英好，见他态度真挚，又会读书，老头子给钱又给粮，这才同意了这门婚事。从始至终不是他柳家，非要抱着许家的腿不放。许氏，你还是人吗？你怕是想退婚，我柳家无话可说，就当养了个白眼狼。可老头子还没下葬，你就急着退婚，生怕我柳家连累你家，这是让他死不瞑目啊！”柳英英从屋内大步走进来，她含着泪去看许母身后一言不发的许君。“许君，你也同意退婚？”许秀才目光闪躲：“英英，我也不想负你，只是我兄有抱负，你一向良善，该体谅我的。”柳英英擦了擦眼泪，说不失望是假的，她也曾满怀期待的嫁作徐家妇，可她不能再让长辈操心了。她忍着悲痛将婚书撕成两半：“我表姐说的对，大丈夫应该顶天立地，像你这种畏头畏尾的小人，我柳英英也不会扒着不放。”看他如此决绝，王氏心下一定，他抄起扫帚赶人：“滚！日后不必再往来了。”第80章，往死里揍。许君和许母被赶了出去，许母还挨了一记打，他最要脸面，此刻也止不住愤恨，喊打喊杀的，一点也没风度。一家子都小肚鸡肠，我是要当举人老爷的，可不能有如此泼辣的岳母。要不是顾及读书人的名声，他是要当场和柳家闹的，哪里会这般好脾气，被骂还不敢还嘴。哼，我儿放心，那柳英英除了长得好，又哪里比得上刘管家的女儿？县令可是放话的，只要他们退婚，让柳家死心，刘县令就愿意提拔儿子，还要把管家女儿嫁过去当做补偿，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许君被这么一提醒，淡淡的不舍和惆怅散去。柳英英是好看，但哪里比得过他的仕途？他志得意满，已经能想象以后他封官拜将。人啊，总要走捷径。娘说的极是。两母子正得意，就撞见了刚回来的穆子涵，他手里提着油条和豆浆。小姑娘显然听到这番对话，这会儿脸臭得厉害，她挡了这对母子的路。许家的。不等两人回应，她嫌恶的眼神随意扫了许君一眼。阿谀奉承、品德败坏之徒，也配中举？你！许母气得用手指着他，可下一秒，他嘴里发出杀猪般的叫声。季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生生将许母的拇指骨头给折断了。在穆子涵茫然之际，他冷冷道：“冒犯穆小姐，就是冒犯天界威严，这是教训。”穆子涵恍恍惚惚，他甚至忘了再放几句狠话，回了柳家。周瑾昨夜很晚才睡，一早又被外头的动静吵醒，他浑身冷冰冰的，心情不好，将包好的核桃吃人骨头似的嚼得咔嘣脆，谁也不敢往他身边凑，除了穆子涵。在他眼里，周瑾生病难受，难不成还要强颜欢笑吗？你吃油条吗？刚炸好的可香了。周瑾瞥他一眼，蓦然冷笑一声。穆子涵觉得他怪不对劲的，可手里的事实在太多，又不能时时刻刻顾及他。而被折断手的许家母子跑去刘家一顿哭诉。刘幺这几日春风得意，他已经迫不及待美人在怀了。在他看来，柳家不过是些低贱的蝼蚁，顶多做些无谓的挣扎。大人，许母跪在地上：“您让民妇做的，民妇可都做了，如今被折了手，看病吃药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这是来要钱的。”刘幺高高在上，扔了10两银子就要打发走，不想听到许母又说：“柳家来了个外孙女儿，实在猖狂，一早就将那些聘礼全部砸碎了。这是打您的脸啊！”刘幺笑容不见。砸了？许母连忙点头。他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刘幺一拍桌子：“放肆！本官愿意给几分脸面，
蹬鼻子上脸，他们还敢爬我头上来了。他叫来刘管家，走，现在就和老爷我去将柳姨娘迎到府上来。本来体谅这小美人死了祖父，我也愿意宠着顺着，一个不知好歹的小娘们，也今晚就要了她。刘管家狗腿的叫来一群奴才，浩浩荡荡朝柳家而去。这边院子，穆子涵挨着刘老太长吁短叹的刘老太坐下。什么怕毁了前程，朝廷最重视科举，若是县令为难，他只要进京去衙门，只要证据确凿，一告一个准。许家就是说的好听，无非是攀上他们以为的登云梯了。许君无能，许母刻薄算计，即便没有刘县令，得知许家不是良配，总比表妹嫁过去遭蹉跎来的强。等这边的事料理妥善，外祖母可要和我去京城？哥哥实在念您老人家，我们兄妹二人也想有的机会尽孝。京城有住的地儿，咱们一家子过去足够。他又对王氏道：京城好人家的子弟多得很，表妹生性温婉，何愁找不到好人家？我们过去慢慢挑。家里做主的是老太太，所有人都等刘老太抉择。刘老太久久不语，一个地方住久了，哪里舍得挪窝？可他在这个伤心的，一闭眼就是老头惨死的一幕。京城又太远了，人生地不熟的，物价也高，他要顾虑的太多。这些年没照顾过穆子涵和穆衍，他又如何能拖家带口过去给小辈添麻烦？可英英貌美就是祸端，韩丫头能保一时，山高皇帝远的还能保一世吗？他也实在担心穆衍的身体。一家人想要好，只有在一起，齐心协力，相互照应，这是老头死前常说的话。他目光慈爱，你们兄妹有心，外祖母就厚着脸皮应下。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老大媳妇，韩丫头和眼根的好，你们夫妇要记一辈子。不过外祖母心疼你们外祖父，死后你们可得将我带回来和老头葬在一处。他怕黑，我这一走，只怕坟前说过话的人都没有。砰的一声巨响，门被人狠狠撞飞，就砸在院外躺着晒太阳的周瑾脚前。他睁眼面无表情地看向冲进来的一群人。柳腰很肥，脖子上挂着一条大金链子。茵茵心肝，我来接你了。说完这句话，他眼前一亮，因为他瞧见了一个更符合他胃口的女人。柳腰很激动，那许是怎么不说清楚？柳家这个外孙女也这般貌美，看看那脸白的似雪，再看看胸脯胀胀鼓鼓的，还有细细的腰身，这一对姐妹花他都看上了。他的眼神周瑾很不喜欢，还不等柳腰发令将人直接掳走，周瑾慢吞吞地站起来。刘家宅子可大，他突然这么一问，就像给了一颗定心丸。自然是大的。刘老太说起这事就有一堆怨气，这畜生不知剥削了老百姓多少民脂民膏，宅子越建越大，在这诬陷里可没谁家能比得上。周瑾挺好的，您老人家要是愿意，我这就让人去推平了，给外祖父当墓地用。刘老太一下子精神了。王氏看着周瑾的视线越发目光灼灼。刘妖大胆，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来人，将这些不把本官放在眼里。周瑾笑眯眯的，可比冷厉还让人心里发寒。丑东西，你下着锅了。季期，病弱太子本来就不畅快，无处发泄，如今还有人非要往他眼皮子底下凑。他凉薄的唇动了动，阴冷冷的，往死里揍。第81章，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他一发令，别说是揍人，就算将人身上的肉帛如蝉翼一片片削下来，季期都能做得漂漂亮亮的。不过到底隔墙有耳，季期当然不可能展示真实的实力，毕竟殿下身边陪同的人会拳脚功夫，和武艺高强能杀人不见血是有很大区别的。刘家的那些下人都是空架子，他实力留有保存，但还是轻轻松松全部放倒，一个个摔在地上，疼得直喊娘。大胆，你们可知本官身份？刘妖肥胖的身体连连后退，他拿出官威，整理了一下衣袍，本官是诬陷的县令。他亮出身份，试图吓死周瑾。在这诬陷，老子就是天！这里的动静很快惊动周边的邻居，以胖妇人为首，全部跑出来一看。刘妖见周瑾不说话，还以为吓到了他，于是得意的大放厥词：你要是识相，就交出那2个美人。他张狂的笑，随后提起下摆，再从本官胯下爬过去，就饶你不死。周瑾古怪的笑，啊！只听一声惨叫，整日鼻孔朝天的刘妖被柳家那个病秧子外孙女婿身边的小厮按在地上摩擦，左一拳右一拳，仿佛下一秒就要血肉四溅。季期浑身煞气，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恶心殿下？他的手铁都能折断。季期毫不犹豫对着刘妖的下摆男人最脆弱的地方狠狠一折，刘妖疼得全凹起身体，惨叫哀嚎，声嘶力竭，眼珠子瞪得极大，手臂青筋暴起。刘管家吓得连滚带爬过来，大人，住手！
尔等岂敢殴打朝廷命官？是不想活了吗？也许是这一变故来得太快，除了柳家人，其余的都忽视了方才周瑾的那一声姑。他来这里后，从未强调过自己的身份。可这天下能以姑自称的，除了那位，还有谁？王氏吓得手脚发软，尤其想起来昨日铺床时，周瑾还朝他微笑说谢谢。老天爷，太子殿下对他道谢。他拉住柳岩，我可有听错？柳岩没有一点反应，因为他吓傻了。王氏只能转头看刘老太。娘，他颤巍巍出声。刘老太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但见儿媳都要吓傻了。忍住，他飘飘然，毕竟你是太子殿下的舅母。这一句话像是有魔力，向来胆小怕事的王氏一下子身板挺直，而周边的人目睹这一幕，个个脸色苍白。刘腰疼得说不出话来，他本来就肥，这会儿脸鼻青脸肿的像猪头一样。就在这时，衙门的官吏腰间佩刀，蜂拥而至。吵什么？是谁在闹事？他们冷着脸，凶神恶煞过来。刘管家蹭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快把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全抓起来，剥皮抽筋。官吏一惊，他们显然认识刘管家，看清地上的人时，全都抽刀，纷纷抵向季期。胖夫人哼哧哼哧挤开人群，从后面跑过来，一脸不赞同地对着柳家人瞎逼逼。莽撞啊！大人金尊玉贵的，岂能被一个来历不明的货色给打了？还打那个地方？你们柳家是越来越放肆了。他还想说什么，就撞上穆子涵冷若冰霜的脸，也不知怎么了，吓得莫名一个机灵。胖夫人，哼！然后下一秒，那些牛逼哄哄的官吏也一个个被打趴下，场面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得后退3步，生怕季七一言不合也来揍他们。穆子涵收回视线，他拉了拉周瑾的袖子。我刚得知刘妖作恶多端，曾奸杀即将分娩的妇人，那妇人丈夫早亡，家中只有个眼瞎的婆母，儿子没了，儿媳死了，就连未出世的孙子也没了。老妇人受不了这个打击，她也是个有能耐的，离家一路艰难求到知州面前申冤，最后却死得凄惨。朝廷官员3年轮着任职，而刘妖却能在屋县长达7年之久。不用他再提，周瑾也明白了穆子涵的意思，这是上面有人罩着呢。果不其然，刘管家开始大喊大叫：我们大人颇得知州大人的看重，你们还能杀人灭口吗？知州大人可是正五品，他身边的官吏一个个可都是能打的。周瑾一抬手，季七这才停止揍人，退到他身后。死了没？季七还留着一口气。周瑾捏着穆子涵的手腕，他的手显然不是常年练武的周瑾能比的，软的没有骨头。地上的血早就被血染红，那些官吏和刘府的人头重脚轻的从地上爬起来，眼里布满恐惧，哪里还敢不要命的上前？更别说那些早就吓傻了的百姓，除了刘妖凄厉的哭声，就是弄堂里冷冽的呼啸寒风，再无其他。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敢质问周瑾，你凭什么？时间仿若静止，始作俑者温润如玉地坐在椅子上。他稍稍想了想，乌县由同州管辖，要是没记错的话，同州的知州是汪四。季七自然不清楚。周瑾看向柳岩，柳岩麻木，知州是姓汪，可叫什么我们倒是不知。刘管家放肆！知州大人的名讳岂是你能说的？周瑾嫌他聒噪，他抬了抬眼皮，怎么还不滚吗？你真的是无法无天。刘妖的命根子已经断了，这会儿疼得死去活来。他人生就2个乐趣，钱和色。他想让周瑾死，但让周瑾死之前，他显然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一边吸气，一边痛苦道：大夫，快带我去看大夫。很快有人抬着担架要把他扛走。刘妖很绝望，偏偏丑态又被这么多人看了去，所以他撕心裂肺扔下一句重话：你给本官等着，我这就请知州大人处死你。周瑾懒洋洋站起来，他睨了穆子涵一眼，到现在还记得他昨天的那句他是好人，挺堵心的。扫兴，困了，这里的事交给你。穆子涵连忙点头，他也知道该做什么，不过这会儿应该先扶周瑾回去歇下。周瑾被扶着进了屋，又想到了什么，他扔下一句话：随时恭候。说着他笑了笑，就怕那孙子不敢来。第82章疯狂磕头认错。安顿好周瑾，穆子涵就让柳英英取来纸笔。刘县令那群人已经撤了，可消息一传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整个乌县。你还不知道吗？往前那群趾高气扬的玩意这会儿可凄惨了，刘县令只有挨揍的份不如，如今那玩意都断了，哭得好不可怜，去了医馆威胁大夫给他接上，这不是为男人吗？谁打的？当然是柳家，对，就咱们县里那个外来户，
家里女儿生的极标致的柳家。为此，很多人发表了不一样的意见。有为柳家担心的，他们实在太大胆了，能得意一时，还能得意一世。县令最是记仇，咱们寻常老百姓哪里敢在他眼前说个不字？刘妖能放过他们？柳家这是彻底完了。下令揍人的那个小白脸可俊了，病殃殃的说几句话可以赐血，啧，只怕估摸着时日无多了，死前也要干一波大的。有为此拍案叫绝了，好，干得好！那个老色批不知害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儿，这都是报应。柳家做了我们想做又不能做的事，如何不让人佩服？很快又是一波风。穆小姐这会儿就坐在柳家门口，说是先前受到刘妖残害的人都可以过去，将怨情告知她，一一登记，借着这次机会顺便帮我们报仇呢。往前我们只能含着泪吞下，报官无门。突然出现的穆小姐可信吗？角落蹲着的乞丐听到这话突然站起来，柳家在哪？方便指个路吗？胖妇人去街上买菜，这会儿还心有余悸，闻言就一阵嗤笑。他反正死活不信刘老太有个这么厉害的亲戚，所以一定是他们故意装神弄鬼。且听他吹，一个姑娘家不老老实实在家里烧柴做饭，却抛头露脸，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出身。瞧着看吧，他们柳家都得自求多福了。老乞丐却充耳不闻。我女儿被这畜生强行带走，不过1年就葬送了性命，我苟活至此，就想给他报仇。可恨他手无缚鸡之力，又怎能斗得过刘家？是真是假又如何？我只知道，要是我不牢牢抓住，只怕这辈子再也没有给女儿沉冤得雪的机会了。他这一番话触动了不少人，同时和他一样想法的人并不少。他过去时，柳家门前已经站了不少人了，更有甚者在巷口偷偷看了许久，最后咬咬牙下了一个决定，撒腿朝一处破落人家跑去。婶娘，婶娘，咱们去柳家给堂妹报仇。很快，柳家门前的巷口被堵得密不透风。穆子涵不知他写了第几张纸了。他又看了眼前面长长的队伍，所有人都死气沉沉的，可眼底却带着细微的期盼。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掩面而泣，我就那么一个孙子，因为冲撞了县令的儿子，就被刘家人用棍子活活打死。有跛腿的青年愤愤，我的腿被刘家马车碾的。我是读书人，身有疾者不得入科考，我一辈子都毁了，刘家却半点补偿不给，说我活该。有半张脸布满可不伤疤的妇人悲戚，我家中行商本是诬县最富有的，刘妖想要一起做生意，丈夫没应，他发怒，随便按了个罪名，就将人押入大牢，家中钱财被洗劫一空。为了不留下罪证，宅子更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我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脸就是当时毁的。下一位是个瘦弱大娘，木子涵手都要血酸了，她现在很愤怒。大娘，您是什么事？大娘高冷的看他，听说你能帮我算账。木子涵点头。大娘愤怒，刘妖那个鳖孙1月前吃醉酒，偷了我的大宝贝。你大宝贝是？大娘，我养了4年的鸡，他能不气吗？更气的是，那鸡每天都能下2个蛋。木子涵，很好，大娘还是你大娘。姑娘，你怎么不写了？你快点记上去，刘妖欠我1只鸡，外加30个蛋，一个都不能少。直至日暮西山，这才全部登记完毕。木子涵将一叠纸收拾妥当，他回了屋。周景早醒了，柳家自从知道他的身份后，往前还能朝周景有说有笑，让他待木子涵好。这下柳家都没有人敢往他面前凑了。周景也不在意，这世上就没几件他在意的事。他立在窗户边，也不知道站了多久。木子涵从外面走进来，见他不知何时又把厚实保暖的毛皮扔到地上，这会儿就一件单薄内衫。他连忙跑过去要给他裹起来，周景却是抬手抚平他眉间的褶皱。年纪轻轻的，你愁什么？木子涵对他一直没有防备，他实事求是，我有些难过。诬陷只是个小小的缩影，也许在我们不知道地儿，还有数不清的千千万万个诬陷。人间疾苦，数不胜数。周景被他一本正经放语气逗笑，就为了这事？什么叫做为了这事？这难道不够严重吗？木子涵狐疑，那是龙以上的人该操心的。周景神色淡漠，屋内没点灯，木子涵瞧不清他眼底下的讥讽。男人一字一字说得很慢，是他无能。木子涵倏然一惊，殿下。嘘，修长的食指抵住了他的嘴。来人了。他话音刚落，就听外头一阵喧闹。刘管家哐哐哐砸门，小人得知道，知州大人驾到，柳家人还不出来认罪？说着，刘管家就和尊贵的知州大人说起刘妖的惨状。汪四果然大怒，我的人也敢伤，简直该死！咯吱一声，门打开，有人长身玉立走出来。天已黑，汪四身后的人个个提着火把。汪四坐在一个人抬着的布辇上，很有范儿。活捉对刘妖下手的那对主仆，在同州管辖之地，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们。
一个毛头小子，本官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然后他看清了周瑾的脸，周瑾靠着门，姿态懒散，接着往下说。刘管家激动道：“大人，就是他！”然而想象中汪四的痛下杀手却没有。刘县令时时刻刻奉承拍马屁的汪知州倏然瞪大了眼，不可置信般连忙用手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眼睛。他的嘴唇已经开始颤抖，浑身战栗。汪四连滚带爬的从布辇上跳下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扑通一声跪在周瑾面前，疯狂的磕头。下官口出狂言，求殿下宽恕。第83章，谁给你的胆子骗姑？月色朦胧，小巷气氛无处不在的充斥着诡异。柳家门口本就徘徊着不少人，谁都清楚刘府的人去搬救兵了，不少老百姓久久不愿离开，就等着亲眼看柳家那个说几句话就传的小白脸当真有无本事帮他们洗涮冤情。更有不少看戏的，毕竟小小的诬陷平时哪能掀起什么风浪，这一下就来了个大的，可比过年还热闹。县级的官吏和州级的官吏实在没法比，这个知州大人过来时排场可比刘妖风光多了，身后跟着也有100人。那帮着刘妖四处作孽的刘管家还一直煽风点火。知州一怒，所有人看到这里心都凉了大半。可谁能想到来了个大反转，柳家小白脸露了个脸，蛮横的知州就脸色大变。他一跪，身后的100余官吏全部也跟着齐齐跪到地上。刘管家这被汪四压下来打了2巴掌，蠢东西，还不把冒犯殿下的刘妖押过来。胖夫人茫然，难道不应该把挑事的柳家押入牢狱，直接处死吗？知州大人这是被鬼上身了。被偷了鸡的大娘两眼放光，她年纪大了，可耳朵好使。那知州喊这个小白脸殿下呢？不，这哪里是小白脸，这分明是让他的大宝贝回家的储君。乡野之地何曾出现过大人物啊？和汪四的紧张不同，他完全是亢奋，对着周瑾的方向就高声行了个大礼。太子千岁，千岁，千岁！这么一喊，所有愣着的人全部有样学样，眼里的惊喜如何也藏不住。太子千岁，千岁，千岁！太子殿下给我们伸冤啊！胖夫人脸上的肉抖啊抖，她有点呼吸不上来，更受不了这个打击。原因无他，今早和她一样胖的女儿含羞带怯的偷偷看周瑾，被她发现后，她气得大骂，骂了女儿还不够，还转头骂周瑾了。没错，她骂了，短命鬼勾引谁呢？老娘的女儿，你配得起吗？周瑾当时什么都没说，只是眼底的似嘲若讽轻嗤一声。他不敢再想，两眼一翻，吓得晕死过去。刘府，这已经是刘妖第8次发火了。他掐着大夫的脖子，恨不得生生拧断。屋内的奴才吓得全部跪在地上，哼都不敢哼。刘妖不敢相信，他是太监了。死！你们统统都去死！他癫狂地笑着。刘管家是这时候回来的。刘妖没有察觉出他的反常。知州大人过去了吗？刘管家双眼无神，浑浑噩噩，过去了。他身后是汪四身边的官吏。刘妖松手，大夫的身体滑倒地上，彻底断气。好，你告诉大人，他若将柳家人统统处死，我就将刚得的那些宝贝全部奉上。我要剥了柳家外孙女婿的皮，挖了他的心喂狗，扔到雪地上，让他冷，让他死。敢算计我，去查他的身份，我要将他全家都杀了。刘管家瘫倒在地，官吏冷着脸比了个手势。很快，刘妖被人粗鲁地扛起来。刘妖，你刚出一个声，脑袋就被官吏狠狠敲了一下。闭嘴！死到临头了，知道吗？你死了就死了，若是牵连我们大人，呵呵。这边，周瑾来至汪四跟前，坐在穆子涵送来的椅子上，长靴不知何时染上了脏污。他抬腿在汪四肩膀上擦了擦，把他当成了一块抹布用，动作懒散，却也足够凌辱。汪四却吭都不敢吭一声。他身上披着的厂子料子是白熊的毛皮，没有丝毫拼接的痕迹。想要毛皮好，就得活着对白熊剥皮。白熊难遇，更难猎，本就不可多得，这品质是能上供的物件，可却穿在了他一个五品知州身上。周瑾，你倒是比姑还会享受。这一句话让汪四冒了一身的汗，他不敢说话，浑身在发抖。周瑾却没放过他。你来同州几年了？汪四见周瑾擦好了靴子，连忙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积雪带去的湿意，小心翼翼地捧着。回殿下，2年了。周瑾，官员考核3年任期，回避原籍，再由公绩情况决定是否升迁。你觉得你能往上迁吗？他问得慢悠悠的，可在汪四耳中却如一道催命符。他脑子疯狂转动。来的路上，他将事情已知道的七七八八。殿下这是要帮着柳家，天下皆知太子贤明，可同样的，他眼里容不得沙子。汪四现在要做的就是速速撇清自己。他现在恨死刘妖了。
殿下，是下官疏忽，看管不当，才致管辖之地，有如此残害百姓的事发生。穆子涵将暖手炉送到周瑾怀里。疏忽？汪大人怕不是忘了，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汪四擦了擦汗，绝口不认。下官来此，是刘管家诓骗说有刁民殴打朝廷命官。他小心翼翼道：谁知是殿下，可见其中必有隐情。刘妖被官吏带来，重重推搡到太子跟前，摔了个狗吃屎，也未有丝毫不满，顺势就跪趴在地上。他这会儿安静如鸡，瑟瑟发抖。汪四转头斥责刘妖：刘妖，你可认罪？说，你到底对柳家做了什么？一向嘴硬的刘妖这会儿哭都来不及。殿下，我该死，下官该死，我不该强抢民女。刘妖，可也没得逞啊。他这时候还想要为自己找条活路，那柳家老太爷也不是我推的，不是我推死的呀。啪！重重一记响亮的耳光。救命！刘妖要抢未来太子妃的表妹当妾，还放任下人将太子妃的外祖给害死了。汪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事到如今你还狡辩？说着他道：殿下，柳家的事我实在不知情，要是知情，下官绝对会处置刘妖，怎会冒冒失失来此？周瑾姑且信你。还不等汪四松一口气，周瑾将那一叠穆子涵记载的案情重重甩到了他脸上。刘妖在诬陷胡作非为，杀烧抢掠桩桩件件，难不成你都不知？自己数数，有几个跑去你那边申冤的被灭了口？汪四，谁给你的胆子骗姑？他轻笑一声，却威严逼人。第84章，太记仇不好。可周瑾还没放过他。前任知州是你什么人？汪四乃敢撒谎，是下官读书时的同窗吴成，如今在柳州任职。周瑾饶有兴致，他冷冰冰的视线在地上匍匐的两人身上游移。你那同窗给你养了条好狗，让姑猜猜，等你下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学着你那同窗的手段帮刘妖继续连任。刘妖敛财，在诬陷都要成土皇帝了，你们给他掩饰，这些年捞了不少好处吧？见事情暴露，汪四吓得连连磕头。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是下官一时糊涂，下官再也不敢了。周瑾却是瞥了一眼这时风尘仆仆回来的季期，念：诬陷县令刘妖，在位7年，贪污款项共计40万两有余，利用职务之便，多收赋税3万两。因一己之私，将无辜百姓牵连入狱，共计17人，于端末30年至37年，凌辱民女27人，涉及命案40起。说着他一顿，刚刚刘妖又杀死一个，41起，然后又一顿，偷鸡1起，证据充足，判决如下。季期嗓音冷冰冰的，没有一点感情，按律法判处死刑，刘府人口一律流放千里。刘妖不可置信，倏然抬头，可下一秒寒光一闪，鲜血直飙，人头落地，滚到了穆子涵脚下。他的眼珠子带着极度的恐慌，睁得大大的，只怕还没反应过来，人就直接断了气。人群一阵骚动，穆子涵哪里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脸色煞白，连连后退，抵着门就想呕吐。周瑾施然抬眸看他，随后警告地盯着收回剑的季期。季期很无辜，这切口不是很漂亮吗？他杀人可是有经验的，太子妃实在不懂得欣赏。刘妖一死，汪四愈发心惊胆战，可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同州知州汪四助纣为虐。殿下，汪四颤巍巍，求您网开一面，求您网开一面。刘妖已死，同州管辖地界正是缺人之际，下官愿迁善改过。周瑾觉得很可笑，你大可放心，3日之内空缺就能补上，新上任的知县和知州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季期抄了他的家，汪家上下一并入牢狱听候发落，等下任知州到后，让他去查涉及此事的吴成，近10年内在同州地界任职的一干人等手上干不干净，估给他全县6部御史台一并协同调查。说着他环视一周，入眼的都是些穷苦百姓。乌县是小地方不错，这里土壤肥沃，水路算便利，可这里的人却一个个骨瘦如柴。再看死透了都刘妖，肥的流油。世上的贪官不少，为人清廉的少得可怜。只要他们肯为民办事，周瑾可以容忍他们贪，可贪得厉害，影响百姓生计，绝不能忍。周瑾嫌恶地站起身，朝穆子涵走去。到这个份上，他还不忘记自己的人设。在众目睽睽里，上一秒杀伐果决的太子，下一秒虚弱脚步，虚浮的差点一个踉跄。周瑾更是没有忘记他的贤明。等彻查结果出来，这一笔钱除了充公外，该拨款的拨款，该救济的救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一场长达多年，该有判决，在短短1日被他3两下解决，总算落幕。穆子涵也好像才认识周瑾，
在他眼里，周瑾一直是娇弱的，喝口热茶都要人吹的那种。可让他料理人时，运筹帷幄、不紧不慢时展现出来魅力，却是第一次见。穆子涵甚至不知道周瑾何时派季期出去抄家，下任官员只要3日就能抵达，路程不提，委人文书也要吏部按了手印，只怕再来诬陷前，周瑾就早有准备。他早就将这边的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难怪周瑾美名远扬，重病后百官为此唏嘘，二皇子周瑜怎么努力也入不了他们的眼。说完这句话，周瑾在穆子涵身边停下，男人眼底看不清情绪，他抬手蹭了蹭穆子涵眼角的泪。他死有余辜，在柳家门前谢罪，还满意吗？满意，就是很吓人。穆子涵低声道：“多谢殿下。”周瑾俯下身子同他平齐：“那你哭什么？”这一晚再无事发生，除了柳家人心惊胆战的生怕周瑾冷了、渴了。次日一早，难得阳光明媚，屋外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哪里看得出来昨日死了人？刘老太爷下葬，一路朝后山过去，要经过路上再无积雪，百姓自发扫的。大半个诬陷的人为了感激刘老太爷坟前上了香。刘老太扶着碑上的字，忍着悲痛，对抿着唇流泪的穆子涵道：“你祖父行善了一辈子，临到头有这么多人送他，值。”处理了丧事，柳家上下开始着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带的，京城的宅子都有，但收拾出来还真不少。为了赶路，这些自然不能一并带上，后面会有商队亲自运送。不过出发前，穆子涵有个事需要做。他刚要借季期，周瑾问：“确定？”穆子涵闷声：“我心里气不过。”周瑾：“太记仇不好。”穆子涵踌躇：“那算了。”周瑾：“也罢，姑陪你走一遭。”这时的许家开始鸡飞狗跳，许母难受啊，早知道不退柳英英的婚事了，那样我儿就是太子的连襟，何愁不被提拔？刘家倒了，他的算盘稀巴碎了。许君也很难过，他开始埋怨许母，都是娘整日在我面前说个不休，我一时糊涂，这才答应了退婚。他还是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的，学问在同窗面前不至于落尾，可也轮不到前手，这才会为了前程去向县令卖好。许母眼珠子一转，无赖道：“那英英脾气软，她对你是有感情的，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退的婚，柳家为何不能理解我们的难处？走，咱去她面前说说好话，还愁不把她拿下？再不行，给她喂点药，把人睡了，她还不得乖乖入我们许家的门。”许君心动了，母子正说着话，砰的一声，门被踢开，竟然是穆子涵。许母心思百转千回，连忙换了笑脸：“韩丫头，你怎么来了？”“哎呦，我们正要去找你们呢。”穆子涵懒得废话，这些年柳家一共借了你们10两银子，粮食足有30斤，你们到现在还没还，往前看在亲事的份上也就算了，如今没关系了，你们不会还想着白拿吧？许君蹙眉，柳家都发达了，这点钱怎么还斤斤计较？我们手头紧。周瑾慢穆子涵一步，他抬步走进来，身后跟着一群崇拜他的诬陷的百姓。没钱没关系，拿物来抵就成。穆子涵就听不久前还说记仇不好，不能以怨报怨的人，语气说不出的倒是兴奋。周瑾笑眯眯道：“给姑砸。”穆子涵，他狐疑看向周瑾：“殿下不拦我，怎么还？”周瑾转眼温柔：“姑可都是为了你。”穆子涵感动。第85章，姑哪里舍得怪你？所有人蜂拥而上，看见什么都砸，椅子、凳子、锅碗瓢盆。一时间，许家上下充斥着各种物件摔碎的声音，加上许母气急败坏的喊叫声。他拼了命的去拦，却无济于事。大家街里街坊的，你们这是作甚？别，大壮他娘，那个不能砸！哎呀，都说了不能砸了，我也没欠你们钱啊，与你们何干？你们这些人就是谄媚的狗腿子！没人理他，除了他的哭嚎，还有人手指啪啪啪拨动着算盘，共计3条凳子、5个盘、3只碗。他急得直拍大腿，当即瘫倒在地，哭闹的蹬着腿：“我的命好苦啊！欺负人了，都来看看欺负孤儿寡母了。”没人理他。许君是秀才出身，倒不至于也跟着学，心里万分羞愤，只觉得砸的不是物件，是他的脸面。他可是秀才，乡野之间能出几个秀才？闹了这么一出，别说娶柳英英了，只怕诬陷都没有几个女子愿意嫁他。可明明几日前他还在做飞黄腾达的梦，眼前的是太子，他难不成还敢公然耍赖不成？许君学问平平，可说话做事一向很有文人风骨，这也是当初刘老太爷觉得他有出息的原因。许君风度翩翩的上前，他朝周瑾拱手作揖：“殿下，求您高抬贵手，我娘只是个寻常妇人，她什么都不懂，如有得罪，望您莫恼。借债还钱乃天经地义，
学生从未说不还，当初得柳家帮衬，许君至今感激于心，只是家中一口气要拿出10两银子，实在困难。说着，他又满怀希冀地看向穆子涵。女子一向比男子容易心软。穆小姐，其实退婚并非我本意，我心里是有阴阴的。这件事是我有错在先，可要是给我机会，我定会千倍百倍地待她好。婚事是老太爷定下的，想必他也希望我和英英能再续前缘。他还要再说什么，就见穆子涵似嘲似讽的眼神，像是一眼看透了他的不堪和自以为聪明的小伎俩。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许君，你觉得你哪里配得上英英？所有话哽在喉咙里，他不嘎啊，却只能道：家中如今只有5两，其余的不如过些时日。穆子涵冷笑：你说这个话合适吗？如果真的要还，早就还了，你却拖欠了10几年。别说5两，一个铜板都没见着，没和你算利息，已经便宜你了。他很满意眼前的一切，柳家即将离开诬陷，难不成你每个月还1两，我们得月月跑过来收不成？许家算什么东西，还得事事迁就不成？打算盘的人点头，吵什么？都给你许家算着呢。太子和穆小姐都是讲道理的人，1斤米30文，30斤米900文，再加欠的10两，我们就砸10两900文，又不多收你们钱，你们还要怎么样？许家本来就小，东西一个色一个便宜，最金贵的就是笼子里养的10只鹅。最后一片狼藉，能砸的都砸了，卸了3扇窗，还有茅厕上方的瓦片，这才堪够。穆子涵将鹅给这些帮忙的人分了，这才扶着周瑾含笑回去。见他眉眼弯弯，周瑾笑：这么高兴？穆子涵重重点头，给表妹出了气，自然高兴。说着，他眸色潋滟，望向周瑾：还有的是殿下，要是你没有一同前往，定然不会如此顺利。故我感激殿下。他真是够直接，要不是穆子涵，他的确不会来此。至于惩治贪官污吏，周瑾只是恰好做了他身为太子该做的，不过倒不是养了个白眼狼。周瑾为此也难得愿意纵容他。他的手松松搭在女子肩上，行，那接着去第2家。第2家自然是隔壁的胖妇人家里。胖妇人提心吊胆的一直在听外头的动静，尤其得知穆子涵将许家砸了个底朝天，最后只留下4周空空的墙壁，他就捂着心口，浑身都疼。完蛋了，完蛋了！他觉得他要完蛋了。这些年他可没少占柳家便宜，坏话更没少说。他是个欺软怕硬的，又有许家的报应在前。胖妇人做了个决定，穆子涵和周瑾沿着小道慢行。京城有京城的繁华，乡野也有乡野的浓趣。路过小溪，还能看见稚童在捞鱼。殿下这几日咳嗽严重了，周瑾可给跟踪那货色听的。穆子涵出发前蒙师给的药我都煎的，一早起来就去厨房。周瑾很体贴，辛苦你了。穆子涵语气悠悠，他最头疼不听医嘱的病人，知道我辛苦。殿下今儿怎么到了？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周瑾心下不以为然，要知道这一路过来，他就到了一路。周瑾随口胡诌：太苦了，苦也要喝啊。穆子涵很快开始反省，也怪我，竟然忘记准备些蜜枣，这里只怕没有，回头我问问外祖母，可有糖？周瑾，他突然笑了起来，男人抬手将女子被风吹散的鬓发别在耳后，不必自省，姑哪里舍得怪你？奇奇怪怪的对话。季期背着剑很沉默，他想太子妃的道行只怕再长100年也比不过殿下。季期是姑身边的人，深知姑最尝不了半点苦，可回回都要忘记带甜食，何况是你？穆子涵一下子抓到小辫子，那是季期的错。周瑾笑容越来越大，对，姑会罚他。季期，他活该是吧？两人刚回小巷，就听到隔壁乒乒乓乓的动静。穆子涵狐疑的过去看，胖夫人，穆小姐不用操心，我自己砸啊，这里灰尘大，您可千万别进来。他还特别上道，昨儿我嘴贱，竟然得罪了太子殿下，说了不好的话，等我砸完了就扇自己嘴巴，我有罪。穆子涵，倒也不必。胖夫人，不要拦我，我可不是许家那种敢做不敢认的怂货。周瑾，得，让他怎么借题发挥。第86章，我帮殿下拖还是殿下自己拖？为了赶路，所以没再耽搁，他们很快启程。先是船，接下来换乘马车。第3天出事了，许氏吹了风，周瑾晕了过去，闹得人仰马翻。季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行程，入住最近的一家客栈。床上的男人呼吸微弱，浑身发烫，烧得厉害。季期急匆匆出去找大夫。出去前，他很不经意地和穆子涵提及，这里偏僻，只怕大夫难寻，殿下如果烧得厉害，穆小姐最好找店家取些烈酒擦拭擦拭。闻言，穆子涵连忙道：我这就去。他不知
他和季期前脚刚走，窗户那边很快有了动静，屋内多了个人，正是这些时日跟踪的汉子。汉子虎背熊腰的，他立在床边，看着床上有上气没下气的男人，抬手碰了碰炭虚实，烫的可以当火炉了。他一走，周瑾就睁开了眼，神情犀利轻蔑，哪有半点病重大模样。很快，应该离开的季期出现，殿下可要属下追上去，揪出幕后之人。周瑾撑起身体，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半靠着，不必，知道了有什么意思？盼着孤死的也就那些人，反正他们最后的下场都是死。汉子自以为来，无影去无踪，很快在暗中和人碰头。头儿，周瑾病是真病，人是真快死了。对面的人蒙着脸，可有异常？汉子眼底留着重重的黑眼圈，他这些时日就没一个好眠。有，他将这几日的经历交代。周瑾是真会折腾，白日睡，让身边的那叫季期盗奴才四处奔波，小的生怕季期听从周瑾的命令，主仆二人私下接着山高路远会有什么动作，就一直跟着季期。对面之人一听这话，只觉得不得了，他面色凝重，说：汉子却开始吐槽，是我太看得起他了。季期不过会些三脚猫功夫，这么多天我都未暴露行踪半分，季期都在外头。一早去山上接露水给周瑾泡茶，又要骑于街头东边买块豆腐，西边闲逛嗑嗑瓜子，还顺便去同州抄了知州的家。说到这里，他的嗓音带着委屈，他容易吗？晚上季期好不容易睡下，不再四处打转了，我还没松口气，周瑾又开始了。他白日睡够了，晚上就上屋顶。去屋顶作甚？汉子可血，毕竟要死了，有点古怪行为也正常。他还撑着病体去扫穆小姐房门口的血，虽然扫几下就没力气了，看得他挺心酸。蒙脸人不解，扫血又为了什么？别是暗藏玄机。周瑾那个人肯定不简单。汉子破声，为了爱，还不是怕穆小姐走路打滑？好家伙，那周瑾快死了，还是个恋爱脑。他还每天对着穆小姐说情话，很浪漫。头儿，这两人轮流上阵，一点也不闲着。我蠢，生怕是烟雾弹，死死盯着，这些天是一点没歇啊。汉子觉得周瑾没死，他就要过度老死。周瑾已是日薄西山，哪里是对手？离京又如何？他做不了什么。回京途中又被我们的人为了剧毒断顶，太医可全都把锅卖的，做不了嫁。他难不成还能瞒天过海吗？主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次出门，周瑾就是单纯的为了穆小姐。住嘴！主子的事是你能质疑的。蒙脸人，周瑾没有别的意图再好不过，可别挡了我们主子的大业。两人说的话注定无人知晓。这边穆子涵抱着烈酒回来，正奇怪该去找大夫的季期怎么回来了，可见周瑾醒着，所有心思都抛下，他大喜。殿下！周瑾抬了抬眼皮，懒洋洋地看着他。小姑娘今儿穿着一身玫红色长裙，衬得她的皮肤愈发的白，怪好看的。穆子涵跑上前，用手摸了摸周瑾的额头，也不知怎么了，总觉得没那么烫了。他蓦然红了眼，我生怕殿下有个好歹。周瑾好整以暇，又开始逗他，姑都没娶你，自然舍不得死的。穆子涵闻言刚要松口气，那就一个好字还没说出口，就见男人一歪脸，嘴角的血往下流，滴答砸他白嫩的手背上。季期，真是够了。穆子涵浑身一颤，吓得不知所措。周瑾却看着他，抬手拉过他的袖子，动作很慢去抹去嘴角残留的血，姑只怕时日无多了。不会的。穆子涵低着头，眼泪滚落，他忍着哭腔，殿下的药快煎好了，我这就去端来。他跑了出去，很快端着黑乎乎的药汁过来。想到了什么，转头将要放他手里，我去取糖。周瑾嫌恶，正要起来倒了，就见季期还直挺挺在屋里杵着，一点不知道避嫌。你，周瑾，快来喝了他。季期，穆子涵在进来的时候，季期已经离开了，周瑾手里的碗也空了。他很欣慰，将手里的糖喂给周瑾。柔弱不堪的周瑾嘴里含着糖，含情脉脉放望着为他忙上忙下的小姑娘，他忽而出声：嫁给姑，让你受苦了。穆子涵蹙眉，殿下可不能再讲这种话，你我之间不该见外。周瑾嘴角勾了勾，我用烈酒给殿下降降温。周瑾很配合的把脸凑过去，绝口不提身体发烫是他使用了内力。穆子涵擦得很仔细，两人凑得很近，周瑾能感知他浅浅的呼吸，先是脸，再到手，连指甲缝都没放过。他弯下身子，胸前绷得鼓鼓囊囊的。小姑娘发育得很好，只是腰实在太瘦了，明明没吐口汁，可她的唇却水润润的。周瑾还记得吃上去是什么味道，很甜，也足够让人上瘾。穆子涵擦完手后就准备退开，
这就好了。周瑾身子还没擦呢。穆子涵一震，这也要擦？不方便吧？周瑾不说话，就这样温柔地看着他。你才说不该见外，难不成是骗姑的？周瑾虚弱，是姑为难你了。穆子涵最见不得他这样，他一鼓作气，决定豁出去了。我帮殿下脱还是殿下自己脱？第87章，把他扔到床上。他说完这句话后，空气有片刻的凝滞。周瑾意外地挑了挑眉，实在没想到他竟然真敢应下，胆子不小。他懒散地靠着床，像是个残废，语气说不出的温吞，磨得穆子涵耳根发软。姑身子不是没劲儿。他丝毫没有说谎的痕迹，朝着眼前一步一步入狼窝的小白兔笑，麻烦你了。穆子涵手心紧紧攥着，不知不觉冒出一层冷汗，脸上的温度也开始往上飙。他有点热。这些年穆衍平时擦身子的事都是阿吴负责的，兄妹间太亲密是好事，可也得讲究男女有别。可周瑾他们的关系，做这些应该也没问题吧？他心里这么想着，又开始给自己鼓气，可真上手时，手却控制不住的抖。他弯着腰，耳根发烫。男人的衣服和女人有很大的区别，他又半靠着，丝毫没有迁就之意，两人的姿势也不变。穆子涵没解过男人的衣服，动作生疏又青涩，腰间的玉带也不知为何被他越解越紧，越挤反而越乱。时间长了，腿肚也开始泛酸，他有些站不稳，咬着唇，有些不知所措。周瑾任由他为所欲为地摸着，黑眸幽深，眉眼却舒展开来，像是个捉弄人的狐狸。耳边也总算出现他低落又羞愧的嗓音：我不会。周瑾愉悦，难得没有嫌他蠢笨，给男人宽衣，他不会才是正常的。周瑾这回很好说话，怎么不早说，姑教你。掌心包裹住小姑娘的手，带着她。此处有暗扣，穆子涵摸到了，他很用心的学，扣住，再按末端这个位置。他压着她纤白的食指，稍稍用力往下压，只听咔嚓一声，开了。松开他的手，会了吗？穆子涵粉嫩的指尖蜷缩，呐呐道：会了。他努力忽视内心的惊涛骇浪，抽出腰带，将外袍往下扯，深吸一口气，再去解白色里衣的系带。这次没出意外，里衣往滑落，露出他匀称的胸膛，宽肩窄腰，性张力拉满，肌肤如玉，精致完美的肌理线条恰到好处，莫名的撩人。穆子涵咽了一下口水，不敢多看，连忙将干净的棉布浸入温水中拧干。即便不自在，穆子涵也没敷衍了事，他克服女儿家的羞涩，动作不轻不重的，像是羽毛轻轻划过。尤其去擦他胸前狰狞的伤疤时，更加仔细。他甚至将身子凑近，小心翼翼的。这是周瑾在战场上落的伤，也是拖垮他身体，将他从云层拖至尘埃的罪魁祸首。他抬眸险些撞上周瑾流畅的下颌，当时应当万分凶险吧。两人挨得很久，呼吸跟着纠缠，那么薄的一层，穆子涵都不敢用力，生怕伤口再度崩裂。周瑾病殃殃的，可这是谁捅的？穆子涵，敌国将领。周瑾突然眼底有了色彩，绝口不提是他自己计划捅的。他疯批的笑，当时匕首捅入姑的心口，横穿姑的身体，凿出一个破洞来。可惜啊，他出事不知多少勘盼着他死，可他没死，也不知那些人有多失望。穆子涵吓得手里都棉布脱落。怎会如此？他又气又恼，是谁？为何对你动手？周瑾却一个字也不提了。穆子涵心情沉重，可他又不擅长说些安慰人的话，最后只能干巴巴的闭了嘴。短短一瞬，他莫名的想了很多。他经历过大宅院不少的阴谋和蹉跎，在穆衍不在的那段时光里，他没被人保护得很好，而这仅仅只是后宅的事。那朝堂呢？穆子涵不由得想要害周瑾的是敌国奸细，还是自己人？如果是后者，是因为他占了储君的身份，所以让人觉得碍眼吗？那会是谁？穆子涵想不出答案，气馁的不再多想，专心致志的给他擦。许是这么一打岔，他变得心无旁骛，没再把周瑾当男人看待，而是易碎的瓷器。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他甚至暗暗下了个决心，在周瑾余下的时光里，穆子涵决定把他捧在掌心疼。周瑾也发现了他情绪的变化，小姑娘脸不红了，呼吸不喘了，擦完上身后，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殿下，咱们现在脱裤子。周瑾，不是。穆子涵羞答答的样子，他逗着有趣，他现在心无杂念，这么亢奋，那就没意思了呀。眼瞅着他就要掀被子，周瑾按住，不了。别客气。周瑾，不合适。怎么就不合适了？小姑娘，一回生二回熟，殿下总要习惯的。周瑾眯眼，你想将姑看光？不可以吗？不可以。周瑾气笑，
你想得到没？他黑着脸翻身躺下，面朝墙壁，忍着让他滚的冲动。穆子涵见他突然变脸，怪无措的搓了搓手，这才抱着脸盆慢吞吞的离开。他一走，周瑾一把抓了小姑娘留下的糖，也不嫌腻得慌，全部倒在嘴里，咯吱咯吱咬着，语气听不出半点情绪。他吐出3个字：女流氓。而就在这时，有人折而往返，穆子涵抱着被子艰难走了进来。在周瑾看过来时，他解了男人的疑惑：我不放心殿下，今夜我留在这里照顾。他的决定，刘老太没有反对，而是支持。刘老太丝毫不在意两人会发生点什么，他现在反而担心发生不了什么。这以后成了亲，周瑾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吧。不等周瑾反对，穆子涵小步走近：我在殿下这里打个地铺。然而这里的被子太薄，客栈简陋，有没有炭盆？夜里熄了灯后，穆子涵身体蜷在一起，却还是冷得直打颤。他忍着鼻尖的痒意，还是打了个喷嚏。殿下，黑暗里你冷吗？许久不得回应，穆子涵以为他睡着了，可下一秒是男子下榻的动作。他朝这里走过来，没点灯，穆子涵甚至看不清他的轮廓，男人却准确无误地走到他身前，弯腰精准的拦腰抱住，扔到床上。第88章，你克制一下。方圆几百里就这一家客栈，本来就人烟稀少，客栈今日入住的除了他们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穆子涵听他们说过一嘴，是去京城走亲访友的。床板发出沉重的咯吱声，穆子涵倒在床上，紧接着周瑾也上了床，扣在他腰间的手非但没撤离，反倒浪荡地捏了一把他腰间的软肉。穆子涵紧张的身体一抖，他脑子一片空白，再也没法想些有的没的。屋里暗的他什么都看不清，可他却能肯定周瑾此刻一定看着他，目光灼热。也许是周瑾躺在身侧，跟他离得更近，两人的鼻尖几乎抵一起，呼吸互相缠绕。也许他还没穿上衣服，上半身裸露，空气里都是他身上的熏香味道，清冽又舒缓。故穆子涵前所未有的紧张。殿下，他说话都结巴了。你，周瑾低声，不困吗？他的唇不经意间贴上女子挺翘的鼻，却没有撤离，炽热到近乎滚烫的吻一路往下延续。他动作很慢，故意留在姑屋里，故意又怕冷，故意让姑心慈手软。穆子涵觉得这样不好，他身子往后仰，周瑾喉结滚动，软香暖玉在怀。他不是和尚，做不到心无杂念。他嗓音低哑，含着欲念，换取和姑同他的机会。这是什么和什么？听着他像是为了爬床耍尽心机的小妖精似的。不是这样的。穆子涵继续往后仰，他也不知怎么了，生怕周瑾听见他的心跳如鼓，连忙解释：我只是担心殿下的身体，至于别的从未想过。殿下和我即将成亲，我何至于如此迫不及待？再者，后面的话被他吞了下去。周瑾按住他的后脑，将人带回，咬住他的唇。他脑子里懵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他舔了舔他的唇，用气音低笑：得逞了。穆子涵浑身僵硬，浑浑噩噩间，呼吸被侵略，从浅浅的试探到更深的摸索，他的舌尖失控地抵了进来，眸中某种情绪翻滚。穆子涵不适应这种感觉，明明那么温润如玉的人，在亲他这件事上却有着绝对掌控的侵犯，像是被彻底夺了呼吸。他浑身战栗，睫毛剧烈的颤抖，慌里慌张的要躲，却毫无威慑力。手落在男人胸膛上，又猛地缩了回来。等等，穆子涵浑浑噩噩间又摸了回去，凉的，不烫。周瑾从他唇间退了出来，指腹去擦嘴角勾出来的水渍。可以想，他把头埋在穆子涵颈间，平复呼吸。上次亲他的落荒而逃，到现在周瑾的进步很大。他要做的随心所欲惯了，从来不会克制。不过他也有些不得章法，比如要他没有过女人，皇子到一定岁数前都会安排小氏宫女，可周瑾心气高，看不上。他也一直没有欲望，没有动过情，甚至除了少阳，其余的女子一概不会上心。可这会儿他挺想试试的，可地点不对，床子之间的事他没有经验，也不太会，偏偏打算放过他了。他的手还在他胸口肆意的探，摸够没？还嘴硬说对姑没有别的想法。周瑾懒散：穆小姐，你好歹克制一下。穆子涵喘着气，浑身软绵绵的，殿下怎么不烧了？周瑾，定然是那一晚要吃了见效。穆子涵：明日一早殿下得继续吃。他挺扫兴的，孤男寡女的，又被狠狠压着亲了，这时候不借机求他点什么，比如经营，比如承诺，再比如救下他哥哥。放着好好的机会他不抓住，却还在说要。周瑾神色怪异：
他不由得想，慕言到底怎么教的小姑娘，以至于她脾性好的离谱，都被欺负了还不自知。穆子涵不是没和他同榻共眠过，但这次他有些不好意思。殿下，您能将衣服穿起来吗？你脱得让姑自己穿。穆子涵突然察觉不对，就周景芳才抱他的那股轻松劲，可一点不像病重之人。别是，他找不到理由，也绝对没有想过他一直以来都在装病。他心里蓦然有过一种猜测，然后落实，别是回光返照了吧？一想到这里，他就面色煞白，思绪乱糟糟的，拉住周瑾的臂膀。殿下不穿也行，您高兴就好。周瑾神色更古怪了，让他更觉荒谬的是在后头，小姑娘乖乖的窝在他怀里。殿下有什么愿望吗？那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在问殿下有什么遗言吗？周瑾玩着缠在他肩上的发丝，也愿意和他废话。有。穆子涵忙问是什么？周瑾看烟花。说到这里，他眸中得色彩被嗜血的寒意取代，他想要砰的一声，用肉体当成原料的烟花在天上盛放，鲜血四溅，将整个京城染成一片浓稠的红，一定很美。穆子涵却犯愁，现在他去哪儿找烟花？除了烟花还有别的吗？等了许久，没等到他的回应。穆子涵，殿下，殿下，你睡了吗？他不安极了，就要抬手去除他的鼻息，头顶就传来男人懒洋洋的嗓音。穆子涵松了一口气，又不知多了多久。殿下，周瑾刚酝酿出睡意。穆子涵，我给殿下讲个故事吧。周瑾，他现在把人扔回地上，还来得及吗？穆子涵，我不睡是吧？穆子涵，我想问问你，口渴不渴？小姑娘嗓音软软的，殿下困了吗？穆子涵生怕他一闭眼就没了，于是他提了个很无理的请求，殿下能和我夜谈到天明吗？周瑾冷笑一声，他简直服了。穆子涵很努力地找话题，我感激殿下。穆子涵，不瞒殿下，我也有个愿望，希望你能长命百岁。他淡淡应。过些时日就是婚期，头一次嫁人，我很紧张。他快速朝周瑾的方向看了一眼，很快有垂下头，瓮声瓮气。你下回能不能轻点，弄疼我了。嗓音低了下来。我怕。第89章，你别想始乱终弃。不知何时，外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滴答滴答。身边之人轻拍他的后背，似某种安抚。穆子涵紧张的心绪得到片刻缓解，他一直睁着眼睛，没听到他咳嗽稍稍放松。殊不知周瑾是累了，直至天明他才有了睡意。可没睡多久，天色大亮，周瑾通知继续赶路。时间的确赶，如果后面不再耽搁，却也是来得及的。穆子涵穿好衣裳下榻，急急忙忙去洗漱，而周瑾却下楼找在后院喂马的季期。季期看见他，连忙停止手里的活儿。周瑾没看他，只是眉头末尾的说了一句：“姑改变了主意。”到底在他身侧跟了多年，季期很快反应过来其中意，他双手抱拳：“殿下吩咐。”周瑾，让我们的人往宫里递个消息。就说，微一停顿，眼里充斥着唯恐天下不乱的歹毒想法。他乐了，就说有人跟踪了姑一路，行径大胆，不知是谁的人，趁着姑高烧入屋，有意杀害。真真假假谁在意呢？谣言说的多了，就是真的。周瑾摸马，话却是对季期说的。父皇这么疼姑，他眼里又最容不得沙子，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对吧？这话让人怎么见？有的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周瑾，那就相当有意思了。季期，主子有点狗，合着你自己懒得查背后之人身份，全都扔给皇上了。不过季期也不是好人，他非常赞同这个意见。需要属下暗中给些线索吗？不必。周瑾，你要做的是帮着收拾切断一切线索痕迹。当初木眼中毒，背后之人至今都是一个谜，是父皇最不愿提及的事。此刻的他万分卑劣，想想一国之君费尽心思，如何都查不到。父皇平日看着和善，却掌控力极强，而此刻孤在他看不到的角落，有人蠢蠢欲动，背后暗算。那端墨皇的多愤怒啊！越愤怒，等真相彻底露出水面，他才会越恼，后者才会死得越惨。周瑾其实心里有了猜测，如果真是那个人，他赌端墨皇定然会舍不得，那他就在身后推他一把。周瑾很少借刀杀人，可借最锋利的刀，一刀毙命，他还是愿意的。春有探头的趋势，地面上湿漉漉的。马车启动，穆子涵在路上打起了瞌睡，他的头埋低，就要倒下。身侧柳莺莺怕他磕了头，连忙去扶，可莫等他出手，小姑娘就被周瑾揽了去。陷入沉睡的穆子涵靠着他的肩膀，顺便找了个亲密的姿势睡着。
他手指纤细，触感比刚得的玉石还要滑腻，被大掌心拢住。周瑾百无聊赖地揉捏着，像是遇到了好玩的玩具。两人的动作随意又熟稔，就好像曾演练过千百次。画面并不违和，柳家人看得一愣一愣的。也不能怪他们，自从得知周瑾的身份，他们就不能把他当作常人对待。所以明明两人还没成亲，眼下一幕实在不妥。可柳家人下意识觉得，太子这是不惜纡尊降贵，也要体贴他们韩丫头。男人的嗓音温和，他昨儿个累着了，让你们见笑了。柳家人不敢。柳老太，丫头照顾殿下是她分内之事，把人交给你，我们是1万个放心的。马车驶在平稳的道路上，后面再无徒声事端，总算驶入京城。街上车水马龙，熙攘如潮，繁华地段俨然不是乡野之地能比的。柳家人却不愿给穆子涵丢脸，规规矩矩地坐着，没有探出去看，速度慢了下来，摇摇晃晃向景园而去。穆衍早已收到来信，在外等候多时。他身上穿得极厚，手中捧着暖炉，身子孱弱，由阿吴扶着，脸上是不正常的白。他站在左侧，右侧隔着很大距离的是亭亭玉立尊贵的人。少阳。少阳穿着富贵，妆容依旧，他无时无刻不精致盛装出席。他频频看向街道，嘴里说着讽刺的话。病成这样还敢出来吹风，有的人果然不怕死。没有指名道姓，也知道他说的是谁。公主发难，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唯有穆衍身上的气息依旧温和沉稳。他永远是这样，理智到可怕，即便死期就在明日，也能坦然接受，然后为周围人做好一切打算安排。比如当年的亲手推开他，这是最吸引少阳的一点，也让他最恨的一点。因为这3年来，穆衍都没后悔过。公主怎么来了？穆衍，这几日东宫事务繁忙，您该在皇宫为皇后娘娘分忧。景园内的婚嫁事宜，我已妥善安排下去，成婚那日定然不会出错。公主大可放心，本宫的事你少管。少阳狗脾气，本宫无非是不放心皇帝。他冷艳的瞥过去，你该不是以为本宫是为你来的？穆衍笑，不敢，一颗石头砸水里都能听到动静，只有他寡淡如水。就在这时，马车总算停在景园门前。穆子涵第一个下的马车，穆衍不由控制地上前几步。等到刘老太刚出车厢，他就朝白发苍苍的老人伸出了手：“外祖母，衍石服你。”衍石是他的字。少阳有一瞬间的恍惚，他已经很久没听穆衍的自称了。然后就听到穆衍一个个叫过去：“舅舅、舅母、英英表妹。”少阳冷着一张脸，真是感人的认亲现场。他大步走过去，气场强得可怕。刘老太看见他时，眼前一亮。他没听穆子涵提及穆衍成家的事，可能在此刻等着的也想不出会是谁。于是他问穆衍：“这是你媳妇？”准备上马车的少阳险些一个趔趄。穆衍眸色一颤，很快温声解释：“外祖母说笑了，这是公主来寻殿下的。”撇清的真快，是真不想和他有半点关系。再不是那个强硬拉着他的手挤入他指缝说：“别人瞧见也就瞧见了，你慌什么？左右你答应我了，我也认定你了，就差过长辈那关了。少阳，你可别想着始乱终弃。”第90章彻底收拾小人。周瑾没下马车，见少阳冷着脸入内，他吩咐季期回了城园。少阳就算再恼火，也绝对不会在周瑾面前流露分毫。他一进来就上上下下的打量周瑾：“我听说了，你这次途中发了热。”少阳揉着眉心无奈叹气：“你也是犟，非要陪穆子涵离开。要是实在不放心，皇姐特地寻几个手脚好的人陪同，保证他不会出意外。哪里需要你也跟着走。”说完，他又沉了脸：“至于跟踪你的人，他一拍桌子：“父皇得了消息震怒，已经派人调查了，定会为你做主。”周瑾只是淡笑：“少阳，你可知京城这几日发生了什么事？周玉定了人家，他都要气炸了。就是那淮南侯爵府的怀宣。怀宣这个人我是看不上的，他太装了。可淮南侯爵府一旦和周玉联合，势力只怕。”周瑾知道，可这会儿他虚弱道：“二皇帝定下亲事，我心甚喜。”少阳，他这娇弱单纯如白纸的弟弟，怀宣之前可一直惦记着你。那回我设宴，他还专门找了穆子涵，谁知道存的什么心思，也不知说了什么，他最后哭着走得好不可怜。虽然你和他之间从未有过什么，可见周玉没把你当兄长，丝毫不嫌膈应。他只要有机会就贬低周玉。膈应？周玉那个人只看重眼前利益。周瑾心里不屑，见他不语，少阳更气了。自从熹回流放后，熹贵妃病了一场，熹家重创，需要稳固势力。这次和淮南侯爵府联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周玉离太子的位置更近了。少阳，他就是小人，
若他哪日得逞，我和母后还有好日过。偏偏那几个皇子里头，除了周景，就属周玉最拔尖。那三皇子周成是德妃之子，母族势力也不差，他人倒是不错，就是胆小得很，没魄力和出息。周景绝口不提，周玉就是个自诩聪明的蠢货。二皇子的那些势力，他也从未放过眼里。至于少阳嘴里的怀轩，周景是有印象的，毕竟他曾经费心思留意过。装病的本事参考慕言，装纯的本事是借鉴了怀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如这时，二皇帝要成家是好事，都是一家子骨肉兄弟。皇姐，行，你不爱听，我不说了。少阳，成婚前3日，按照规矩，未婚夫妻是不得见面的。你这几日在成园安心养病。周景一直表现得很得体，可一听这话，眉头却皱了起来。相对于周景的不情愿，穆子涵得知他这几日不用再去抄佛经，是特别欢喜的，因为他忙着一家团聚，景园上下一片欢声笑语。当然，穆府的穆正却是灰头土脸的，他很急，因为穆子涵都要成亲了，别说不在穆家办，甚至没有让他这个做父亲的去观礼。他很生气，一边骂穆子涵白眼狼，一边骂他没教养，可也只敢私下骂。他甚至把孙姨娘叫到书房，你准备一下，景园那边没有能掌事的人，届时你陪我过去帮忙。他想了想，把如晴也叫去，她们到底是姐妹，不该生分。孙姨娘，不是，这么久了，你还没发现你有多讨人嫌吗？大小姐没下请帖。穆正一拍桌子，他不下，咱们还进不得了。我是他老子，他要是不嫌丢脸，只管把我拦在门外。堂堂太子妃，穆无尊长，我倒要看看他这个位置，他能坐多久，得意多久。孙姨娘，神经。而也是当晚，穆子涵手里多了封季期送过来的信。柳茵茵在一旁打趣，不过刚分开，殿下怎么就念着表姐了，还要特地写封信，一定是情书。穆子涵的脸色却凝重下来，他不由想到之前请求周景的事，他连忙拆开，果然是已经签字画押的认罪证书。他的眸色沉了沉。第2日，距离成婚日还有2天，街道很难看见人影。穆子涵起了个大早，敲响了衙门外的鸡院鼓，砰砰砰。他身形纤弱，可背脊却挺得笔直，一下又一下。衙门内官吏被惊醒，跑去喊青天大老爷：大人，大人，有人击鼓，咱们何时升堂？知府正在酣睡，被吵醒后，他黑着脸开门：催什么催？你怎么办事的？现在看看是什么时辰，让他等着。官吏吓得不行：是，小的错了，小的下回定然不会如此莽撞。什么都没有，大人，你歇气重要。知府见他还算识趣，冷冷哼了一声：下去吧，把人安排去偏堂喝茶，就说本官忙晚些再过去，注意说话措辞，不要坏了衙门的名声。官吏是。知府点头，正要睡回笼觉时，他很随意地问了一句：谁在含冤？官吏低下头：太子妃。知府倏然站过头：你说谁？就穆家大小姐，即将嫁入东宫的太子妃。宽衣，给本官宽衣。知府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死人啊，不会早点说。衙门的规矩是有人击鼓，本官就得处理。去得晚了，要是礼数不周到，惹得他不喜了，你让殿下怎么想？他匆匆忙忙去见穆子涵。小姑娘今日异常憔悴，可眼神坚定，无人可催。穆小姐，您今日是？知府大人，我今日来此是求您主持公道的。知府连忙说：您说，您说。穆子涵也不是什么大事，在他敲鼓时就引来不少人驻足。这会儿衙门外头引来不少人，他们正觉得奇怪，这穆小姐命好，会有什么冤情需要来这里？就在他们猜测时，那一身素衣的姑娘提起裙摆重重跪下，嗓音是说不出来的冷清。民女五品通政司参议穆正之女穆子涵，今日状告继母卢燕蛇蝎心肠，买通稳婆大夫，为一己之私，害母亲柳氏提前发动，血崩而亡。而这一切是穆正授意指示，如此卑鄙无耻小人，他掷地有声，恳请大人秉公执法。第91章，我和哥哥的丧母之痛，你拿什么赔？衙门公堂正前方摆着一座海水朝日图，官吏用棍子富有节奏敲击地面。正式开堂，他方才的一番话足够让人瞠目结舌。前段时间穆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原来只是一盘开胃菜。不过穆家小姐也的确狠，竟然状告父亲，一定是他们听错了。权贵手里谁没几条人命，可天子脚下来告状申冤的杀人案情，知府是要重视的。何况眼前的人身份不简单，他更不敢懈怠。这知府大人擦擦额间的汗，
确认状告穆正。穆子涵是。众人哗然。可穆子涵没有给他们缓解的时间，他从怀里取出一张地契。卢燕原先是青楼里头卖唱的，穆正为其赎身，我母亲柳氏不满卢燕出身，遂不同意他进门，绝非善妒。穆正舍不得卢燕，背着我母亲将她养在外头的燕月斋，后生下女穆如月，燕月斋就是据他母女二人名字所取。这是燕月斋的地契，契纸上的户主就是卢燕。官吏接过，递给知府。这是物证。我母亲柳氏嫁于穆正，娘家因饥荒南迁，此后断了联系，母亲一直托关系四处找寻。在怀我8个月时，收到来自燕月斋的一封信，说知晓外祖一家的住址，阿娘前去便告知。柳氏太想念亲人了，想到精神失常，她怕闹饥荒时柳家一家无人撑过去，彻底阴阳相隔。明明这封信很可疑，是引她入局，可她顾不了太多。那时我母亲怀有8个月的身孕，她匆匆去了燕月斋，谁曾想撞到穆正和卢燕在院子里白日宣淫。穆正口口声声还不忘贬低我母亲是农户出身，是大字不识的粗鄙之妇，同样不忘夸赞和他苟且的卢燕会插花品茶，能为他红袖添香。我母亲不配为穆家主母，只是他休不得。穆子涵说到这里遍体生寒。柳氏为了穆正放弃了一切，到头来却落得这个下场，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提前早产，这是卢燕的目的。母亲生产之际，他身边的伺候的奴才却被命令在屋外不得入内。大夫是卢燕的人，稳婆也是卢燕的人。卢燕不满外室身份，对我母亲怀恨在心，又因穆正3番4次的暗中挑唆，于端末28年秋，害得我母亲早产。买通大夫和稳婆，一碗下了料的药下去，母亲生下我，血崩而亡。知府，他觉得穆正有病，能生下穆衍和穆子涵的妇人哪里会差？好好的夫人不要，非要一个不正经青楼出身的女人，品茶插花，附庸风雅，也就穆正会当个宝。外头的众人也开始议论纷纷。所以先夫人柳氏是被一个外室害死的。什么啊？穆小姐说得很清楚了，背后指使人是穆正，真恶心。她还为了彰显深情，多次缅怀亡妻。要真过不下去，不能休妻，和离便是，何必如此糟践人？荒唐！柳氏死因竟是这般，那为何穆家上下说穆小姐克母？克母？要我看穆小姐命好着呢，不然灵通寺的妙影大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说穆小姐和殿下般配？是啊，婚事定下来没多久，殿下就醒了。砰的一声，知府敲响金堂木，肃静！人群的声音很快静了下来。知府按照规矩行事，来人，传被告穆正、卢燕。穆子涵淡淡道：“大人，卢燕正官在穆家柴房。”说完，他又取出认罪书，这是物证，大夫和稳婆已签字画押承认罪名，他们人就在外头，大人可要审问。知府看了认罪书，心里已经有了数，把人带进来。穆子涵神情冷漠，继续道：“母亲柳氏嫁给穆正时，她只是个寻常书生，一无功名，二家境贫寒，母亲从未有过怨言，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未犯七出之条。我朝律法曾言，3种情况不能休妻：一位公婆守丧3年不得休；二嫁夫是贫穷，陪着他飞黄腾达时不可休；三妻子失去娘家，无所依仗不可休。当初外祖一家断了联系，3不休中，柳氏的情况全都满足。他休不了我娘，又不愿和离，无非是为了名声。又要名又要利，他倒是恶心，全都占了。”说到这里，他才停止了言语，安安静静的跪着，背影单薄又孤寂。而这时，官吏带着人进来，是埋着头进来的老头和胖妇人，两人怯懦得很，毕竟被周瑾的人狠狠吓唬够了，完全不需要知府问，就已经跪到地上。稳婆哭着道：“大人，大人，我有罪，不该收卢燕那100两，去做伤天害理的事。”老头吓得瑟瑟发抖，是草民被猪油蒙了心。那柳氏生下女婴虽是虚弱，可原先不会出事的。草民儿子好赌博，欠了一大笔债，债主威胁要是不还，就要他的命去抵。我凑不起钱，这才昧着良心听从卢燕，给柳氏强硬喂下1碗药。他的唇干涸，抖动2下，大哭。这些年，草民没有一夜能安眠，一闭眼就是柳氏惨死之状，整张床都湿漉漉的，都是血。可又能怎么办呢？望大人治罪，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儿子是无辜的，可有个姓纪的大人将他带走了，求求大人救他。他说着说着，就察觉一道冷冷落在他身上的视线。老头看过去，身体剧烈晃动，他险些以为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柳氏，可那不是柳氏，他的眉眼比柳氏要精致多了。你是当年的女婴穆子涵，你们见钱眼开，害了我母亲，那是因。你要是真愧疚，早该自首了。你儿子今日就算是死了，那也是果。妄想祸不及儿女，想的可真美。我和哥哥的丧母之痛，
你拿什么赔？当年设计杀害我母亲的人，我绝不放过。他冷笑，都死到临头了，与其侥幸的想让我饶你一命，不如想想你死后的坑得挖多大。第92章，不想认你是真，想毁了你也是真。穆子涵平时温婉可人，嗓音也细声细气的，可一动起怒来，骂人都能不吐脏字。他多恨啊！真相到现在才浮出水面，老头哪里敢犟嘴，哆哆嗦嗦的离他远些，闷头不再吭声。稳婆也是个窝里横的，自从被周瑾手下的人绑来京城，他就慌了。季大人更是威胁他，到了衙门151时事无巨细。他不敢看穆子涵，当初穆大人也在，我们灌药时，柳氏哭着求他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放过他，穆大人都没阻止啊。他一个做丈夫的实在恶毒，就站在外头等着，让一个外室上上下下操持。事后柳氏身边伺候的婆子用伺候主子不当导致小产的罪名给发卖了，知府从没见过，不用他插手，一个个证据就摊在他眼皮底下的。他刚了个头，就见官吏又押着人进来，来者右侧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穿着单薄的旧衣。大人，民妇是之前柳氏身边伺候的贴身曹婆子，当年夫人气得早产，老奴不放心，可卢燕和穆正却不许我入产房，老奴急得团团转，就听到里头夫人的哭喊声，让穆正放过他。老奴就知道坏事了，还不等老奴跑出去叫人，就被卢燕的人敲晕，再醒来就被发卖给了一户人家的兄弟做供妻。他这些年过得一直不好，日日有人监督，跑也跑不了，所以在周瑾的人找到他时，说能让他脱离苦海，他连忙答应了。衙门一下子安静下来，像是陷入死寂。穆正和卢燕就是这时候进来的，来的路上就从官吏嘴里得知发生了什么。这会儿穆正脸色很不好，穆子涵怎么敢？他就不怕丑闻暴露，不能嫁入东宫吗？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他从未想过会有被掀开的一幕，而卢燕披头散发跟在他身后。这些时日，他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原先勾人的眸子已不复存在，这会儿眼皮凹陷，眼珠子凸出来，已有老态。他一出现，众人又齐齐一吸气。穆子涵抬眸看过去，眼底没有半点情绪，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嘲弄讽刺。穆正压着怒火和恐惧：“穆子涵，你还要闹什么？”他反正绝口不认。爹哪里做的不对了，这就向你赔罪，可你却如此诬赖为父，实在是忤逆不孝。他格外虚情假意。你娘和我是年少夫妻，我们之间的情分无人能及，你张嘴闭嘴却说我害他，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穆子涵闻言轻蔑地扯了扯嘴角。知府问：“穆正，如今是本官审问你，没让你质问他人。本官问你，可识得眼前这两人？”他问的当然是大夫和稳婆。穆正怎么不认识？他心里一咯噔，回话却格外狡猾，瞧着是眼熟。曹婆子抬脸：“那老奴呢？”穆正心猛地一跳，脸色变得苍白。卢燕只顾着玩着头发，像是被关傻了。他嘴里哼着小曲，嗓音格外婉转低吟，这是慕如月年幼时他常唱的安眠曲。稳婆连忙道：“大人，就是他们，我不会认错。”胡说八道！穆正、穆子涵是给你们多少好处，你们才会出面诬赖我？说完，他相当失望。穆子涵，你闹够没？是，你要嫁入东宫了，所以看不起娘家，为父只是五品官，你不想认了，你这是要彻底毁了我不成？他像是个气急攻心的跳梁小丑。穆子涵冷眼旁观，我娘嫁给你10年，什么苦都吃了，不求你知恩图报，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将罪名指向刚出生的我，说我克母。哥哥护我成大，一口米粥一口米粥的喂养的，将我喂活。而那时他当初不过是8、9岁的少年。哥哥在外，你默许继母薄待我。哥哥中毒后，你望子成龙的梦做不了了，我们两兄妹被你像丢垃圾一样扔进了破旧小院，卢燕的女儿住进了嫡长子的院子。我的婚事，你也要夺走给慕如月。慕如月和外男私通，你发了慌，这才不甘不愿地找上我。他忽而弯唇一笑，他听到自己吐字清晰说：“不想认你是真，想毁了你也是真。”许是听到了女儿的名字，卢燕的歌声一顿，完全无需穆正狡辩，就有人冲了过来：“你还我月儿，还我月儿！你杀了他，是你杀了他，你还杀了我侄子！穆正，你好狠的心！这些年我为你做的事还不够多吗？”可没等他掐到穆正的脖梗，就被官吏拦住了胳膊。卢燕又踢又打：“大小姐！”他疯疯癫癫的：“对，你母亲就是我害死的！”哈哈哈哈！谁让他挡了我的路？穆正许诺我为正室夫人，他不死，我怎么当？当时他就在屋里面惨叫，让穆正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饶过他。穆正就要他死啊，怎么可能救他？原先也不想留你的，穆正可不缺儿女，你娘也是个骨头硬的，拼死生下了你。你说穆正他能喜欢你吗？
这和稳婆说的对上了。胡说！穆正大人，他已经疯了，说的话不可信。如燕笑，先夫人一死，你就把我迎进门。别说了，你不准再说了。知府在拍惊堂木，肃静。事实摆在眼前，已经不许任何人狡辩。可不等他说什么，人群传来一阵轰动，有人从外头走了进来，是二皇子周玉。知府大人连忙站起来，就要上前迎。周玉嘴里挂着得体的笑容，他像是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这时候站在穆子涵身侧。穆小姐，望您三思。你身上流着穆正的血，即便他有罪，可这也不是你一个做女儿的能不孝告父。你可是要嫁入皇家的。皇兄仁厚，我实在不愿你成为他的污点。他心里分明都要乐疯了，却还在假惺惺。你现在撤诉还来得及，知府一定罪，就一切都来不及了。知府是个聪明的，他原本是想着看在太子的份上，帮着穆子涵狠狠处置这件事，可二皇子再出面阻止，他连忙附和。二皇子说的是。穆子涵拧眉，他真的看不惯这个周玉。可还不等他说话，就听到外头熟悉的咳嗽声。他来了，他来了。太子殿下白脸白气，可他随时能咽气，向这边走来了。第93章，姑这几日眼神不太好。穆子涵循声望过去，周景由人搀扶缓步而来，这次不似以往的单薄，他难得的披了件厚实的裘皮，手里还抱着暖炉。穆子涵难得欣慰，殊不知这一身羸弱气质很显然又是他昨儿回京在景园门前从穆衍身上学来的，真是学无止境。扶着他的人穿着低调却不失尊贵，穆子涵倒是没见过。周景的出现让周玉有过片刻的僵硬，他很快收拾好情绪，就要快步上前。可有人比他还快，前一秒还在冲他谄媚的知府，这时候恭恭敬敬的跪下，给殿下请安。周玉，他就知道，只要有周景在，属于他身上的光辉就能消失。只要一对比，就能清楚这些人在他和周景身上差别对待。没事，他安慰自己，周景反正快死了。周景面色苍白，不必多礼。他姿态温和，表示低调行事。姑今日过来就是不放心，过来看看的。说着，他笑得温润，可有让你为难了？知府哪里敢说什么？没有。他试探地问：您上座？周景却道：姑旁听即可。好，来人，给殿下搬椅子过来。这一次周景没有拒绝了，也不知怎么了，周玉总觉得周景是故意的，磨磨蹭蹭的坐在只有他一人才有的太师椅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自周景出现，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在他身上。太子可是他们眼里最痛心的存在，这个储君的位置只有他才能当之无愧。只可惜，嗨，知府有点不安。周景视线扫视一圈，捂着胸口，嗓音低弱：姑不可，就不必泡茶了。知府，看他这个蠢人，殿下来了，竟然忘了上茶。皇上那么看重周景，周景要是在他这里出了事，他项上人头怕是不保了。何况现在还没出事，别说是热茶了，就是天上的星星，他都要想方设法摘来。来人，上茶，上最好的。周景善解人意地表示，不必玉叶长春，姑随意应付一口就成。知府有点心疼，玉叶长春他托爷爷拜祖宗，昨儿好不容易才得了1两，花了不少钱，他宝贝藏着都舍不得喝。周景是会算事吗？知府上玉叶长春。周景叹息一声，一副我实在拿你没办法的样子。茶很快送来，周景端起来，只是放到唇角碰了碰，喝了一口又放下，姿态做得很足。茶是好茶，可他总觉得没有穆子涵泡的好。随后视线朝左，面上划过惊讶：二皇帝怎么在此？周玉，你现在才看见我是吗？他真的很想质问一句，可又觉得周景不可能特地的做作一番，就为了忽略他，给他下马威。果然，下一秒周景就欠声道：姑这几日眼神不太好，时常看不清，你别放在心上。穆子涵眼底闪过忧色，他怎么不清楚周景眼睛不好了？每次都这样，周景每次都不说，就会硬扛。周玉闻言，心思一动，他想周景真的快不行了。想到这些年周景的确待他不错，周玉有过片刻的小伤感，可很快又被那张龙椅的诱惑取代。皇兄说的是哪里的话？说着，他看向先前扶着周景的人。三皇帝怎么也过来了？周成是德妃之子，平时最没存在感，和他母妃一个德行，不爱抛头露脸，也最胆小怕事。周成低低喊他道：二皇兄。大皇兄回京，我得知他路上受凉病了一场，登门探望，正巧碰见大皇兄要出门，便一起来了。他原先是想不来的，可周景邀请，他又不敢拒绝。周玉随意的点了一下头，懒得再理他，只是很好心的劝周景：皇兄，我认为家里的事
私下解决就行。既然是丑闻，更不该闹得人尽皆知。穆子涵先前从幕府搬出来，我就觉得不妥，如今又上公堂，这番做派哪里能胜任太子妃一职？这件事要是父皇知道了，只怕……周瑾安静地听他说完，然后点评：“你说的有理。”然后他笑了笑，只不过今日一事是孤允的。穆子涵早就问过他意见，不知为何，自从周瑾出现，小姑娘的眼眶就开始发烫。其实今日来此，她怎会没压力？她甚至是瞒着穆衍来的。可周瑾从头到尾都没露出半个不满，他帮他调查，帮他找人，给穆子涵一种错觉，他一直在身后做他的后盾。皇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应该拦着穆小姐。他金人道那么一出，实在没将东宫的颜面放在眼里。周玉却得到一顿斥。周瑾很失望地看着他：“你的心胸倒是狭隘了。什么是颜面？颜面是拼真本事做出来的，君子行得端坐得正。穆大人若真光明磊落，何须畏惧？欺压女子，将那些不堪过往遮遮掩掩，粉饰太平的，那是小人行径。穆子涵是他的人，更不该畏首畏尾。”周玉不可置信，周瑾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当众对他说教，那穆子涵不就是貌美了些吗？周瑾就陷进去了。也是，周瑾能被他蒙骗至今，就是个重感情的人。难不成皇兄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他那是不孝，是要受惩戒的。不孝？周瑾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言辞。错了，柳氏是他生母，他为母申冤，可是不孝。为了你嘴里不值钱的颜面和嫁入东宫的荣耀，明明深知穆正为人，母亲惨死，还能对其笑盈盈地喊着父亲，不去计较恩怨，人前人后扮演父女情深，善恶不分，那才是不孝。说完这句话，他喘了一会儿。那样虚伪的女子，孤命短可不敢娶。周瑾，委曲求全，难道就是你嘴里的太子妃做派？他以好兄长的姿态道：“那是孬。”他说着，看向穆子涵的眼睛，见他眼里含着泪，沉默半晌，难得人模人样的说了一句话：“只有最没出息的男人才会让妻子忍气吞声。”在这里，穆小姐只管据理力争。第94章，顾心脏也不好，总有些不舒服。这一番话直接表明他的态度，所有人都傻眼了。可细细琢磨，又觉得周瑾说的有道理。换位思考，如果他们是穆子涵，哪敢像他这般有勇气的破釜沉舟？为人子女不能选择父母是怎么样的人，可不能是非不分。周瑾是储君，受谆谆教诲，他却不像文人墨客那般迂腐，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诠释担当。天哪，这是什么神仙男人？再看看他边上的二皇子周玉，张嘴闭嘴都只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没见他办过几件人事，也没见他做过多少奉献，不学兄长的魄力，也不学三皇子的谦卑，反倒将名利场捧上天。知府问卢燕：“你说穆正手上背负穆如月和你侄子的命，可有证据？”卢燕疯疯癫癫：“证据？他已经不是个正常人，我侄儿就是被他活生生溺死的，其中蹊跷谁知道呢？哈哈哈！我恨他，他怎么可以将心思打到月儿身上？他哪里配？挖了他的坟，开棺看看不就知道了。尸体早已腐烂，可绝对不会说谎。”知府下令找仵作过去，验尸是要时间的，何况又涉及多条人命。他又问穆正：“穆小姐指认你的事，可认？”“我和亡妻感情极好，不认。”啪嗒一声脆响，周瑾无力，手中茶杯脱落，砸在地上，茶水四溅。他虚弱地捂着心口，对此很抱歉，可语气却听不出分毫。除了眼睛，顾心脏也不好，总有些不舒服。知府莫名后背冒了一身的汗，他总觉得周瑾是不满意，为此勃然大怒：“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穆正却一点也不紧张道：“大夫稳婆是卢燕请的，是卢燕想要主母之位，这才对亡妻动手。要知道那件事上，他可没有出面，他引导卢燕下手，亦没有留下证据，而现在的证据全都指向卢燕，对他的指证却很苍白。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养了个外室而已，可不犯法。而我娶她，无非是念着家里一双儿女尚小，不能没有娘亲。大人，靠着他们几张嘴，您难不成还要逼迫我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不成？”说完，他竟然对卢燕发了一通脾气：“你真是好歹毒的心肠！”周玉看在眼里，不免冷笑一声：“证据不足也敢上来指证，这穆家女实在愚蠢至极。”穆子涵实在厌烦了他，不用等周瑾皱眉，他就出声反驳：“证据是不足，无法断定他就是凶手，所以他就不是了吗？我怎么记得年前二皇子屋里的小妾和侍卫不过举止亲密了些，还没捉奸在床，您就笃定他偷人，将他们给沉塘了？”“周玉，放肆！你敢对我大不敬！你……”阿玉虚弱的嗓音传来。周瑾很困惑：“你怎么不知？”他慢吞吞吐出一句话：“长嫂如母。”
一座大山压过来。周玉气笑了，我喊他一句娘，他敢答应吗？穆子涵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人听的，我不顾一切，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一个公道，给我阿娘一个公道。明知今日所行定然会惹怒皇上，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出面指认，此事焉能作假？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人群开始点头，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就说穆正的长相就薄情，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之前穆小姐在药房抓药，身上穿的可都是旧裳，要钱都拿不出，窘迫得很。一个官家小姐怎么可能穷成那样？一口一口唾沫星子都能将穆正淹死。穆子涵却仍旧镇定，大人，人会如何处置？知府愿意向东宫卖好，我朝从未有过外室毒害正妻的先例，可前朝留下来的案卷却有记载，外室秋后处以死刑，他死前的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如燕却只是傻笑。说着，知府瞥一眼大夫和稳婆，你们的手是用来救命的接生的，却去害人，先押入大牢，再杖20。周瑾，嗨嗨！知府一下子坐直身体，30，嗨嗨，40，杖40，有几个人能撑过来？周瑾却微笑点头，小惩大戒，如此甚好。知府，他明白了，就算那两人40大板奇迹般撑过来了，他也会考虑要不要直接打死。至于穆正，知府小心翼翼瞥向周瑾，周瑾进了牢狱就没有撬不开的嘴，你说是吗？知府，对对对。周瑾语气悠悠，自作孽不可活，做错了事哪里能自作聪明将自己给摘出去？殿下说的没错，不过他还涉及其余命案，还要等仵作那边的结果。往常一个案子要破都要好几个月，有的甚至好几年。穆小姐放心，犯罪者本官绝不轻饶，一出结果就派人来告知。说完，他摆摆手，让外头那些百姓自行散去。穆正一听这话，慌了，可不等他说话，就被人捂住了嘴，拖了下去。周瑾缓缓起身，他走进穆子涵，亲手把他扶起来。周成跟在他身后。皇嫂，穆子涵一愣，如今还不是？也不知怎么了，今日的周瑾说的话都给格外动听，总归要叫的。穆子涵却在忧心，殿下眼睛怎么了？可有让猛士看过？周玉心思一动，是啊，皇兄身体要紧，我身边的大夫最擅长疑难杂症，不如让他给你看看。不必了，周瑾说的很像那么一回事，他如经历千百般沧桑，孤认命了。说着，身子靠在穆子涵身上，让他扶着自己出去。知府恭恭敬敬地送这一群祖宗离开，刚要松口气，就见准备上马车离开的周瑾突然回头。吴知府。知府一个机灵，连忙笑着上前，下官在，殿下有什么吩咐？周瑾却是眉头末尾地说，再过2日姑就要成婚了。知府，殿下大喜。他心里有点激动，殿下不会是要给他送喜帖吧？他只是一个知府，他配吗？他刚要咧开嘴，要是迟迟不定罪。穆子涵突然间开了窍，他接话，出嫁时我定不舒心，会留下遗憾。周瑾意外挑眉，姑本来就是冲喜，他要是留着遗憾，穆子涵只怕不吉利，所以压力给到知府。周瑾淡淡道，2日的时间，姑想吴大人够用的吧？知府，他去死行不行？第95章，穆子涵造了什么孽，摊上你这么个混蛋？刚出衙门就有胖脸的公公迎了上来。穆子涵见过，那是端墨皇身边的公公，笑盈盈的给周瑾请安，又向周玉、周成问好，最后看向穆子涵时态度冷了下来。今日的事传到皇上耳里了，还请穆小姐进宫一趟。公公似笑非笑，请吧，别让皇上等急了。穆子涵深吸一口气，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是。他松开周瑾的胳膊，向他告辞，毅然决然地上了宫里接他的轿子。目睹人走远，周瑾神色难辨，他立在一处，手中的暖炉早就凉了。一直没说话的周成此刻上前，皇兄，我送您回去。周瑾却没动，他不走，身边的周玉不好提前离开，更别提冤种知府了。周玉冷眼旁观，在他看来，穆子涵就是蠢，就是活该。他忍不住说了风凉话，父皇最器重皇兄，日日都要传蒙时入宫问皇兄的身体情况，他又是最看重规矩的人，只怕容不下穆小姐所行。别说容不下，应该在宫里大发雷霆了。他所言自然无人接话。周瑾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你们说？他语气一顿，似困惑。这不是装的，他是真的理解不了，他为何不让姑前去求情？只要他愿意，这天下就没有人能为难穆子涵，包括端墨皇。虽然穆子涵求他，他也不一定会答应。周成猜测事情因他而起，皇嫂定然是怕让皇兄为难。京城里的女子有几个能比他还敢做敢当，
倒是让人刮目相看。这话说的周瑾挑了挑眉，他也觉得穆子涵看着好欺负，但比谁都还果敢。周瑾没让他送，上了马车，系骑驾马朝城垣那边赶。一回城垣，他就去了书房，不到半炷香，就有人从外面闯了进来。殿下怎么让穆小姐进宫了？蒙时，皇上冷下脸来，我都怵得慌，何况是娇滴滴的小姑娘。他很操心，得知此事就心下难安，故他对着斜靠在贵妃榻的男人道试探道：殿下要是不放心，不如去皇宫瞧瞧。周瑾头都没抬，你哪只眼瞧见姑担心了？不似人前的伪装，此时的他冷冰冰的疏离感让人望而生畏。路是他自己选的，若是没本事承担后果，难道还想着姑给他兜底？出了事就让姑出面，你当姑很闲？蒙时一愣，可殿下在衙门说过。不等他说完，就被一阵讥讽的笑声打断。男人的语气轻飘飘的，总让人落不到实地。姑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清楚吗？要是他连父皇都对付不了，哪里配当姑的太子妃？猛时，穆子涵到底造了什么孽，摊上你这么一个混蛋？亏得他以为这些时日相处下来，周瑾对穆子涵是上心的。也是，他这种人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何况别人。男人凉薄狠厉，说的话让人浑身发寒，还不滚出去？蒙时滚了，他抓耳挠腮的特别难受。一出去就撞上了喜公公，喜公公手里端着茶，险些被撞翻。他眼珠子一转，殿下怎么说？宫里这会儿都没传出消息，实在让人不放心啊。蒙时想说殿下没有心，可对上喜公公的眼神，倒嘴的话又咽了下去。他大爷的，还要维持周瑾的人设，殿下只会比你更不放心。只是殿下走后，穆小姐总要独当一面的，即便不舍得，可也没有办法，你说是吧？喜公公长吁短叹，他明白宫里是吃骨头的地儿，一时不慎就是万底深渊。他能护穆子涵一时，可护不了他一世。殿下这是在放手，让穆子涵自己羽翼丰满。喜公公为爱情而感动，他抹了一把泪眼，走进去，送去沏好的茶。周瑾接过来，喝了一口，蹙眉，凉了。喜公公连忙道：奴才重新沏。等他再回来，周瑾又喝了一口，煮的时间太长了。喜公公，您今天有点挑剔。他任劳任怨重新煮茶，可这次周瑾看都不看了，不满之意溢于言表。喜公公讪笑，老奴泡茶的手艺比不得穆小姐。周瑾后知后觉，原来是人不对，他微微蹙眉。喜公公正琢磨着要不要再泡一次，就见周瑾突然起身朝外而去。殿下这是去哪儿？您这才回来不久。周瑾把人捉回来，泡茶。御书房内瓷器碎了一地，一片狼藉。穆子涵进去后，呼吸下意识放轻，他走得很小心，绕过碎片，不敢去看龙椅上坐着的人。端墨皇死死地看着他，跪下。穆子涵撩起衣摆，跪下。民女知罪。端墨皇都要气笑了。知罪？他哪里有半点知罪的样子？端墨皇倏然起身，重重一拍桌子，空气都变得稀薄。穆子涵能听到他的心跳声。你真是好大的胆！太子是朕几个皇子中最出色的，就该配这天下最出色的女子。历代太子妃个个贤良淑德，你呢？太子一声不吭陪你离开京城，才会遭到贼人跟踪一路，病了一场，更是元气大伤。这件事朕还没和你算，倒是有本事，婚期在即还敢出头露面，丢人现眼。他本来不满意穆子涵，要不是和周瑾的八字，也不会赐婚。他已经降低标准了，可穆子涵连最简单的安守本分都做不到。端墨皇黑着脸，太子愿意纵容你，朕可不会。你所言所行代表的是东宫，代表的是太子，这么大的事，为何不同朕和皇后商量，就擅自做主？穆子涵身子挺得笔直，他温声道：我想过。那为何？就见抬头，眼眸清亮，对上天子震怒的眼。他说：因为皇上顾全大局，会牺牲我，为了东宫的名声，选择善罢甘休，将穆家丑事彻底掩盖。我生母会柳氏死不瞑目，故今日一事，民女绝不后悔。细白的手指交合，落在地面，他上半身弯下去，额头贴到手背，请皇上责罚。第96章，娶了人家不碰，这不是流氓吗？殿内气氛随着他这一句话变得凝滞，直到被人打破。身后传来虚浮的脚步声，穆子涵明明没转头，也猜出了来的人是谁。端墨皇的脸色几经变幻，先前接穆子涵入宫的公公最知地心，这下连忙提着尖细的嗓音道：哎呦，殿下小心些，地上可没来及收拾，可别伤了脚。说着，他急匆匆上前就要去扶，还不忘斥责宫人：你们都是死的吗？殿下来了，为何不及时上报？快搬条椅子来。
周瑾却是拂开他的手，在穆子涵身侧站定。儿臣还没把人娶进门，父皇可别吓坏了他。端木皇都要气坏了。都这样了，你还维护他？怎么，朕还斥责不得了？穆小姐明辨是非，重情重义，父皇为何要让她跪着？周瑾吩咐公公，2条椅子。公公，你看奴才敢不敢赢？周瑾嘴角挂着浅笑，嗨嗨，多谢父皇，嗨嗨。他一咳嗽就停不下来，故技重施，又咳出一口血来。端木皇所有的火气都消了，搬，给他搬。于是穆子涵莫名其妙的从地上被拉起来，坐到了檀木椅上。端木皇，你……周瑾，儿臣的确不太好。他发白的唇角微微一动，这几日老是梦魇，梦中总被流着血的眼睛死死盯着，要杀了臣。他问父皇可查到跟踪我的人了吗？他不说还好，一说端木皇明显浮躁，因为他身为一国之主，却查不到。周瑾观他神色，明显失望。接下来父子之间谈话就没穆子涵什么事了。他低着头，侧脸娴静。然后他听到周瑾突然出声赞许：“吴知府能力不错，向儿臣保证能2日之内破案。父皇可得好好嘉奖他。”端木皇不在意，毕竟他很不看好这件事。可周瑾都提了，他便敷衍：“很好。吴知府如果办不到，他不死，谁死？”于是穆子涵一根头发丝都没掉的出了皇宫。他晕晕乎乎的被送了回去，脚刚踏入景园的门槛，突然又缩了回去。小姑娘转身朝准备启程离开的马车跑去。等等！周瑾修长的指尖撩开布帘，俨然忘了把她从皇宫捞出来的初衷。小姑娘仰着头，脸蛋又白又嫩，眼眸一弯，冲他笑：“多谢殿下。他说我会对你很好很好的。”周瑾心里嗤之以鼻，有多好？比穆衍还好吗？穆子涵细声细气：“我给殿下准备的鞋靴做好了，你日后穿的鞋都由我做。”周瑾，他觉得穆子涵很没有诚意。回了府，穆子涵抿着唇去见穆衍。穆衍正在屋里，他手里的鬼弓球快完工了。哥哥，他以为穆衍会吃他莽撞，可穆衍却出奇的平静。回来了，我让厨房准备了你爱吃的菜。他一如既往的稳重自持，穆子涵眼角的笑意彻底散开。他应了一声，快步走到他身侧。小姑娘蹲下：“哥哥到底是给谁刻的？”“随手刻着玩的。”穆子涵才不信，既然是刻着玩的，怎么都不许我碰。昨儿晚上外祖母特地拉着我问，说你如此宝贝，莫不是送给哪位姑娘的？穆衍无奈地看着他，这几日全家为你的婚事忙上忙下，舅母都剪了一叠喜字了，说景园各处都要贴上才是喜庆。你若是闲，不如去帮忙。穆子涵去帮忙了，王氏却不让他碰剪刀，说成亲前不准碰锋利之物，不吉利。他难得孩子气趴在桌上看着，乡下的规矩比不上京城，可新嫁娘是不能干粗活的，一定下婚事，长辈就不让下田地操劳，就怕晒黑了，出嫁不好看呢。说着，王氏看着穆子涵：“你这孩子是真的白，男人指不定多稀罕，只怕娶进门日日都念着床上那些事，尤其是刚成亲那段日子最黏糊了。只是可惜殿下的身体显然无福消受。老大媳妇，你出来一下。”刘老太在外面喊。王氏应了一声，连忙走出去。“娘，怎么了？”刘老太看看屋内说笑的姐妹，把人拉到自己屋里。韩丫头的娘走得早，眼儿又是男子，有的话不方便说。这都快成亲了，韩丫头只怕对男女之间的那些事一点不知。王氏觉得刘老太杞人忧天了。“娘，殿下您见过，咱们就盼着他有一日活一日，都这样了，他哪里还能惦记别的？刘老太可总要留个孩子。王氏，咱们想可没用，要殿下行才成。”他们嘴里不行的周瑾失眠严重，也就之前客栈抱着穆子涵才睡了个好觉。入夜时分，屋内点了安神香，他却还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周瑾阴沉沉的起身，整个成员伺候的都是男人，还有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喜公公。周瑾的寝衣露出大片肌肤，他却浑然不觉，不怕冷，也不怕让人看了去。蒙石是在书房找到人的，周瑾在看兵书。因周瑾去皇宫的事，蒙石觉得这男人还算有救。蒙石特别亢奋走过去，不要命的将周瑾手里的兵书取走，再将怀里藏着黑色封皮的书递到他眼皮底下。“殿下，这是我逛遍京城，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他真的很担心周瑾新婚夜会让穆子涵打地铺，娶了人家不碰，这不是流氓吗？所以特地送来春宫图。周瑾冷冷地看着他：“滚！”蒙石瑟瑟发抖，再也不敢说什么。可他还是对这个男人抱有希望，把书往周瑾怀里一送，转身撒腿就跑。一出去，他又后悔了。他想，周瑾肯定不看的，没准直接扔了，多浪费啊！
他今天为了买腿都要跑断了，应该留着自己珍藏的。他的确猜对了，周瑾的确扔了。男人视线幽暗，一瞬不瞬地看着跳跃的烛火，不知想什么。很快，他面无表情地将扔了的春宫图又捡了起来。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没什么优点，就是好学。周慢吞吞翻开第1页，第97章，我如何？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翌日一早，早朝期间，吴知府被端墨皇提出来单独夸了一通。一出皇宫，他嘴角挂着僵硬的笑容彻底垮了下来，怀着沉重的心情一回衙门就召来仵作。怎么样了？死者卢慎尸体彻底腐烂，喉咙处发黑，不出意外是死前被灌了药物，才会导致他突然发狂，非要夜里出去乱窜。仵作道：死因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请大人放心，7日内小的必出结果。进一步，他已经上周瑾的贼船了，可没时间等。吴知府焦灼的不行，挥退仵作后在屋内来回的走动，最后沉着脸破釜沉舟的问心腹：穆正招了吗？他是个贱骨头，一入牢狱就喊冤枉，已经听从大人指令对他用刑，等疼的死去活来，也就说实话了。吴知府却是一拍桌子：不必折腾了，那穆正一看就是利欲熏心的玩意，我要是他，有那么一对出色的嫡出儿女，都是吴家祖坟冒青烟了。他竟还不知足，被一个青楼出身的歌唱女迷了心窍，眼下也是活该。他自己愚蠢不说，还牵连了本官的仕途。你亲自去一趟，直接按着他在罪名书上签字画押，要是还闹，就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都剁了。时间紧迫，不足以调查穆正身上背负的别的人命，那就得利用特殊手段。心腹一愣，这不合规矩。规矩？吴知府冷笑：皇上昨儿发怒，那穆小姐却毫发无伤，都是官场的老狐狸了，谁管那穆如月、卢慎是怎么死的？而柳氏的死很明显，穆正就是引导操控者，可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足以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很显然，另外多加2条人命，穆正的牢底就得坐穿。故事到如今，真相重要吗？重要的是太子要让穆正死。吴知府一锤定音，再多给他多安几个罪名，彻底死路一条。太子新婚，就当贺礼了。景园，穆子涵睡到极晚才醒，心底的石头落下，他倒是难得神清气爽。小姐，暗香从外头进来，淮南侯爵府的郡主来了。穆子涵蹙了蹙眉，上次公主府的事，他对怀轩的印象并不好。他来做什么？压下心底的疑惑，他温声道：请他进来。怀轩一如既往的娇美动人，飘飘欲仙的，佩戴着华丽的首饰，腰间束得很紧，好一把细腰，也不嫌勒得慌。他缓步入内，嗓音无害：穆小姐。伸手不打笑脸人。穆子涵请他坐下，郡主今日前来有何贵干？琥珀凤茶。穆子涵道：这是我外祖母摘的茶叶，亲自炒的，味道不错，郡主尝尝。闻着是很香，可怀轩不愿意碰。他是知道的，穆子涵的外祖母是乡野来的，在他印象中，乡野妇人粗鄙得很，指头缝里都是泥，说话更是唾沫横飞，脏死了。他碰也不愿意碰，还觉得恶心。他是家里千娇百宠养大的，吃的喝的都是最好的。别说茶他看不上，穆子涵这里的茶杯他都怕洗不干净。他端坐着，贵女姿态很足。我的事你应该知道了。穆子涵见他嫌弃，神色淡了下来，上回不欢而散。郡主的事我不会特地打听。他这是什么意思？以为能嫁周瑾就不把他放眼里吗？怀轩赌了一口气，皇上给我和二皇子赐婚了，二皇子和殿下兄友弟恭，算起来日后我和穆小姐就是妯娌，理应亲近，多加来往。他说着这种话，可脸上却不见欢喜之色。也是，想嫁的人嫁不了，转头嫁给他的庶弟，还得喊他一声皇兄。穆子涵面无表情。怀轩娇低低道：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穆子涵：那就别说了，一想就不是好话，他还不乐意听。怀轩，她像是高贵的仙女，昨日一事，我不希望发生第二回。你嫁给殿下本就是高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事，坏他清誉。天知道他多嫉妒。他喜欢了周瑾这么多年，凭什么周瑾眼里看不到他，只有穆子涵？怀轩悠悠，你实在不该。郡主说够了吗？怀轩颔首，他希望穆子涵能将他的话放在心上。你太自私了，你是以后的太子妃，多少只眼睛盯着，我也是盼着你和殿下好，这才冒昧登门。穆子涵起身，既然说完了，暗香送客。你赶我走？怀轩不可置信。穆子涵桃腮粉面，在没有之前温声细语，极度冷淡。郡主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既然知道冒昧，你就不该来。我如何自有长辈训斥？皇上没罚我，娘娘也没斥我，
殿下更不觉得我有错。这件事他的确有愧周景，她只是寻常女子，一根筋就认死理，读不懂圣贤道理。可再如何，也不是别人能智慧的。小姑娘冷着脸，且不说郡主你还没嫁入二皇子府呢，就算你如今是二皇子妃，东宫的事也轮不到你来指指点点。长幼有序，嫡庶有别，这些规矩你应该比我懂。二皇子喊殿下一声兄长，我便是你的皇嫂。也是奇怪了，你用的是什么身份登门说这些话？穆子涵问，合适吗？你……怀轩气的眼里含了薄薄的水汽。既然你不领情，我也不必煞费口舌，好心当作驴肝肺。他也是有气性的，今日特地过来，不得感激也就算了，还被骂了一通。不用你赶，本郡主自己走。他大步朝外去，愈发觉得穆子涵配不上他的殿下。穆子涵也压着火气，等等。他把人叫住，学着怀轩无辜的语气道，说到这个份上，我也给郡主一个忠告。二皇子之前有过2门婚约，第一门是相府大小姐病死了，二皇子对已故未婚妻念念不忘，于是要娶相府二小姐，那二小姐却瘸了腿。如今又轮到郡主你，郡主还是少出门瞎操心的好，保重身体为重。第98章，太子妃看着就好生养。穆子涵郁郁提不起精神，他想，他大抵对周瑾更上心了，所以他才会克制不住脾气，冒着得罪淮南侯爵府的风险，对觊觎周瑾的怀轩说了刻薄的话，话还说得很重。可让他更苦恼的是，他并不后悔。怀轩不避嫌，还要亲自过来给他找晦气，就是自找的。穆子涵继续去看王氏简喜字，要用午膳时，他才从暗香嘴里得知穆衍出门的消息。小姑娘倏然坐直身体，哥哥出门了？他怎么不知？暗香连忙道：是，算着时辰，少爷都快离府1个时辰了，身边有阿吴跟着，小姐不必担心。刘老太这么冷的天说有事要办，他有主见，我们也不好拦着。穆子涵觉得很奇怪，等闲穆衍是不会出门的，就连他自己的院子都很少出，实在是身体差，极度惧冷。哥哥去见谁了？柳英英伏在他耳畔，表哥出门前，我偷偷瞧见了，他将鬼宫球也带出门了。傍晚时分，穆衍坐在轮椅上，由阿吴推着回来，浑身带着一股寒气。回了屋后，喝着热茶，带回来一则消息：穆正自知罪孽深重，已认罪，又牵扯了几桩案子，衙门已定罪，秋后问斩。穆子涵没想到这么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听穆衍道：如此也好，婚期再急不宜见血，索性让他在牢里蹲个1年半载，吃了苦头，让牢狱的人多加照拂，再行刑也不迟。死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疲倦得很，说了这些就回屋歇着了。那颗他刻了多年的鬼宫球，穆子涵却没再看见。喜公公就是这时候来的，他笑眯眯地给穆子涵请安，说明来意。这是宫里上衣局送来改好尺寸的喜服，他又让身后跟着的一群捧着红色托盘的奴才上前，这些是相应佩戴的金饰。穆子涵让暗香琥珀收下，劳烦公公走这一趟。应该的。穆子涵回屋取了鞋靴，这是给殿下的。喜公公连忙宝贝的接过。昨日殿下坏了成亲前不得见面的规矩，见了穆小姐，即便是事出有因，可宫里却颇有微词。崇尚情爱无法自拔的喜公公很谄媚地问：穆小姐可有什么话带给殿下的？要是没见怀轩，穆子涵定会絮絮叨叨，让喜公公转告周瑾注意身体，不要着凉。可现在，小姑娘笑容散了不少，语气硬邦邦的：没有。喜公公遗憾地回了成园。周瑾又在嗑药了，对身体有害的药丸，他当作糖丸吃，面不改色地吞了一瓶。殿下，奴才已将物件送去。周瑾，喜公公，穆小姐没有话要转告殿下的。谁在意呢？周瑾嗤之以鼻，药丸的副作用很大，他一口气又吃得太多，鼻血往下流。他习以为常的用帕子擦了擦。门外的喜公公见屋内没有动静，又大着胆子道：穆小姐给殿下做的婚靴，奴才一并取回来了，针脚细密，里面不知填了多少棉花，可见花了不少心思。咯吱一声，门开了小小的缝，男人的手伸了出来，喜公公连忙递过去。周瑾拿了鞋，又关了门，去看新鞋，黑色的，上头用金线绣了祥云图文，并不繁琐，手艺不错。他光着脚踩着地板，坐回床上，穿上试了下大小，刚好，还很软。周瑾踩着走了几步，他嘴角往上翘，眉眼懒散，难得有符合这个年纪的少年气。直到被外头的声音打碎：殿下，您是不是惹穆小姐不高兴了？她都不愿提及您呢。周瑾黑眸沉沉，嘴角扯出讥讽的笑来。是吗？穆子涵脾气那么好的人，喜公公苦口婆心，
等穆小姐进门，殿下和她赔个不是。周瑾把空了的玉瓶捏碎了，他气笑了。穆子涵并不知这边发生了什么，他饮食很规矩，吃了晚饭，在园子里走了几圈消食。也许城垣和景园很近，他没有特别紧张，也没有婚前女儿家的娇羞，大抵和周瑾相处久了，也一道睡过。该做的不该做的，好像都做了。嫁是嫁去东宫，喜房也在东宫，但听周瑾的意思，只在皇宫待3日，还得回城垣养病，所以对他而言，婚前婚后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是夜里不能住在娘家。所以小姑娘让人去打听京城的青年才俊，给柳茵茵找合适的人选。不需要家世有多么显赫，按照王氏的说法，门不当户不对的，多半嫁过去的受气。男人嘛，会疼人，有上进心，明事理就是良配。时间过得很快，2月初8是青天接你好的大喜日子，天还暗着，宫里就来了人。我等是娘娘派来的，给太子妃梳妆。宫里进宫的娘娘还有出嫁的公主，就是他们操办的，个个很有经验，也不管穆子涵困不困，几人合力把他从榻上被拉了起来。我们伺候您，您要是困就闭眼再睡睡。浴桶已备好，热气弥漫。穆子涵捂着寝衣，我自己来。他实在没有将身体暴露在这么多人面前的准备。边上执着笔的掌事嬷嬷见他臂上的手工纱就笑了，都是女子，太子妃不必拘谨。穆子涵红着脸缓缓松开手，伺候的宫女连忙帮他解衣，还得根据皮肤状态挑选浴桶的花瓣和香精。掌事嬷嬷伺候过不少娘娘，可从没见过皮肤能白像玉一般。太子妃瞧着显小，可身体玲珑有致，发育的极好，胸前的兔儿，圆润的臀，看着就好生养。穆子涵将身体埋入浴桶，也不知道他们撒了什么，香味馥郁，又被一阵搓洗，皮肤都红了。掌事嬷嬷很为难，丝毫不敢用力，实在皮肤太嫩了。等泡完澡后，擦干身体，又全身涂了宫里秘制的乳液，还撒了亮晶晶的香粉。穆子涵昏昏沉沉的，他想他要腌入味了。周瑾那么挑剔，上回他吃药就嫌味道太重难闻，让他离远点抄经书，这次只怕又得嫌弃了。他不会，夜里不让自个儿上床睡觉吧？第99章，昨儿又挨揍了吧？景园变得忙碌起来，刘老太嘴里挂着的笑就没下去过，喜气洋洋的拉着王氏去贴喜字。红绸沿着门檐高挂，不及巴掌大的小灯笼从景园门口的树一直延伸至穆子涵的屋子。祠堂内，穆衍恭敬地擦着柳氏的牌位，他到底是个残废，如今也只有坐在轮椅上不添乱的份。阿娘，眼下小妹一朝出嫁，外祖母一家又接了过来，您临终前的话，儿子不负所望都做到了。太子周瑾对小妹用心。说到这里，穆衍的眉心皱了一下，到底没说，可惜就是个短命鬼，以后的路给他们自己走。他低声道，儿子曾鲜衣怒马，驰骋沙场，曾意气风发地触这世上最尊贵的明珠，这一生得到的太多，只怕过于贪得无厌，不被苍天所容，才落下此等下场。好在儿子也没有遗憾了。除了风的呼啸声，祠堂内安静下来。穆衍垂下眼眸，又待了许久，这才叫了外面的阿吴推他回去。经过穆子涵的院子时，里头依稀传来说话声，他没来由浅笑。回去后，他准备换上王氏准备的衣裳。随着最后一件寝衣落下，阿吴都不敢多看，他眼里不由染上了湿润。少爷的毒已经快逼近这心脏了，从脚腕为起点，黑色的毒霸道的冲击直血管，经络暴起，一直往上，大腿、手腕上、腰部，然后齐齐冲向心脏，最后只有食指宽度的距离。穆衍眉心一蹙，也不知是他多虑了还是如何，自上次昏迷后，毒素就一直停留在一个位置，莫往上，似陷入了静默状态。他无视丑陋的躯体，难得穿了深圆领样式的深色衣袍，再配上白色的鹤氅，本就是个病美人，此番愈发的儒雅如玉。药已煎好，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嘴里再也尝不出味道。他慢悠悠地喝下，眉头都没有皱上半分，让厨房做些糕点和甜羹，给小妹还有宫里的嬷嬷送去。梳妆打扮是个累人的活，他3年前就打听过，出阁的那些公主，光是打扮就要从5更天开始，最后黄昏时分急急忙忙的上花轿。阿吴就要应下，外头就传来叮铃哐啷的声响。穆衍，穆衍！听到说话声，穆衍的眉眼就淡了下来。把人轰出去！还不得阿吴动手，就有人闯了进来。来人浑身上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挂了一身。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将手里的扇子一合，兀自找了个椅子坐下。这么久过去，你怎么还是不待见我？小王爷杵着承抬着下巴，上回你妹妹可是从我这里坑了不少银子。我家老头今日去东宫喝喜酒，我实在不想
和他一道去看他如何疼爱周瑾的那副嘴脸，这才过来讨杯酒喝，给你宅子热闹热闹，顺便过来看看你。穆衍听罢，视线淡淡，明白了。你明白了什么？穆衍道：你和周瑾同龄，文比不得，武比不得，如今他娶妻，你到现在婚事都没着落，整日游手好闲，倒养了不少红颜知己，王爷只怕没少动气。他语气平静，昨儿又挨了揍吧？楚哲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穆衍这个脾气。猜出来就猜出来吧，他挨揍的事需要特地说一遍吗？楚哲成难道不会觉得丢脸吗？穆衍嘴角挂起假笑，贺礼带了吗？楚小王爷一向出手阔绰，我替小妹谢过你了。楚哲成，他气得站起来就要走，可走了几步又走了回去。他很贱，嘿，我就不走，我气死你！这句话穆衍真是久违了，他神色有些恍惚，耳边仿若勾起回忆。你又想让我帮你约人？你有病啊！我也喜欢少阳，我会帮你。少阳的脾气大得很，你觉得他能看上你？你等着，我这就去，倒要看看他怎么劈头盖脸骂你痴心妄想。哦，真该死，他竟然答应了，还问我他穿红色的衣服好看还是蓝色的？他当然穿什么都好看啊！呸，又不是为我穿的，谁管他好不好看？你们早就搞一起了吧？合着我就是你们俩的媒婆，凭什么不让我跟着？我就跟着，注意点注意点，手拉在一起做甚？光天白日的，害不害臊啊？我得走在你们中间，吃饭也坐你们中间。嘿，我就不走，我气死你！穆子涵吃了几口点心，他不敢多喝茶水填羹，就怕要如厕，喜服层层叠叠的，实在不方便。开了脸后，他打着盹儿，由着婆子在脸上涂涂抹抹。小姑娘底子好，皮肤细腻，上妆完全不用顾忌会卡粉。穆子涵没有发喜帖，实在是他和穆衍在京城没有什么来往亲密的好友。天色亮了起来，景园却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宾客。去东宫赴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来景园的都是想攀上交情的，还有的都是当年和穆衍一起上过战场的武将。穆衍得知此事后，撑着身体亲自去门外迎客。大姐姐，穆如晴来得很早，我来给您添妆了。穆子涵眉眼一弯，怎么过来的？二哥哥送我来的。他嘴里的哥哥就是孙姨娘生的儿子。穆如晴将怀里的3份锦盒取出来，他不知道屋里的人是宫里的，说话也没过多顾忌。这几日整理了家里名下庄子和铺子，姨娘做主，将卢燕的首饰和他屋里昂贵的物件全都卖了，换成银子。姨娘说了，如今日子好了，多亏大姐姐，您和大哥哥是敌，家业自然是留给你们的，你们好了，我们才会好。这是名下地契，还有账本，之前府上准备的嫁妆也一并带来了。穆如晴道，姨娘的身份不好过来，但是她早早就备好了贺礼，这是她的，这是如莲姐姐的，姐姐还在孙家养身子，怕带了晦气，遂一并让我送来。这是我的，亲自绣的荷包，里头放了自制的安神香，大姐姐莫嫌弃。第100章，迎亲，有心了。孙姨娘做的这些，无非想让她帮衬儿女，穆子涵看在眼里，于是他道：她走了吗？家里今日忙得很，她若是愿意，不如留下帮哥哥招待。穆如晴惊喜，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出来露个脸也能长长见识。可以吗？穆子涵也怕穆衍过于操劳，遂道：一家子的兄弟有什么不可以的？说到这里，穆如晴大着胆子问他的婚事。穆子涵知道他的意思，我让人去了解过，那姑娘的父亲和穆正是一丘之貉，但姑娘秉性不错，嫡女出身，因身体有疾在家里并不受宠，不然也不会被他父亲做主要嫁给你哥哥。穆如晴咬咬唇，家里出了事也不想再攀这门亲，这门婚事是卢燕和父亲定下的，那姑娘又是哑巴，姨娘总觉得膈应，就想去退了。说完，她眼儿一亮，嗓音却大了起来，可哥哥没同意。穆子涵有些意外，就听他道：二哥哥私下其实最崇拜大哥哥，却畏畏缩缩，怕父亲责骂，又怕我和姨娘不被卢燕所容，便不敢亲近。他便是再差劲，也知道什么是君子所行。他说了，大姐姐之前说的一句话很对，那姑娘是哑巴，她还长得丑呢，谁也别嫌弃谁。婚事已经定下，要是贸然反悔，对人家姑娘名声不好，女方要是退了，咱们就应下，要是没有，她就负责。孙姨娘听罢也没骂他，实在觉得穆正要死了真好，畏畏缩缩没有主见的儿子都有担当了。说着，穆如晴期期爱爱地问：这件事大姐姐怎么看？穆子涵惊愕一瞬，我要是不同意，他就不娶了。二哥哥说还得问你们，大姐姐的意思就是大哥哥的意思，他自然要听的。穆子涵看着铜镜里面的自己，嘴角止不住的感慨，如莲就是嫁得不好，才吃了那么多的苦头，
你娘深知做媳妇的不易，想必也不会亏待她。娶妻娶贤，你哥哥自己做主便是。慕如晴重重点头，她擦了擦眼泪，她这几日都在惶恐，外头如今不少人说我们家要衰败了呢。穆子涵蹙眉，你听他们胡说。慕如晴不好意思道，如今父亲总算不在了，长幼有序，嫡庶有别，家里就是大哥哥和大姐姐做主，回头能帮我姐姐和离吗？穆子涵想也不想答应了，我会看着办。上妆的嬷嬷，太子妃是真不怕他把这些话转达给皇后娘娘啊，或者是故意让他听的，所以从不打断慕如晴说话。他不遮遮掩掩，将一切摊在所有人眼前，不惧流言，所以没有软肋。若是如此，倒让人高看一分。他算是看出来了，家里的蛀虫败了，穆正下狱，穆家的儿女一个个都像过年一样如获新生。接下来穆子涵一直很忙，头上的金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画眉抹口脂，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身子都要僵硬了。时间过得很快，琥珀时不时去门外张望。黄昏时分，警员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萧姐，琥珀一边跑一边喊：来了，来了，迎亲的人来了。屋内一时间紧张起来。穆子涵眼前一暗，红盖头照下，警员外由穆衍带头堵着门，完全不用他说话，就有人帮忙为难迎亲队伍。楚哲成高高在上的仰着头，一个个都老实点，尤其是你，周景，别想着用太子的身份压人，擅闯，想要新娘子就得过我这一关。楚哲成很兴奋，来，先给我扭一段。周景一身红衣，韶光流转，愈发俊俏无双。他显然涂了粉，脸上白得厉害，被季欺扶着，站都站不稳，所有人看着都忍不住揪心。今日陪他迎亲的是二皇子周玉，三皇子周成，身后是礼部和端墨皇身边的人，也不用他说话，就有人蹙眉。小王爷莫胡闹！周玉其实也很想看周景扭，一定很丢脸，但今日父皇说了，让他确保今日不会出事，他必须扮得漂漂亮亮的。放肆！若是做催妆师也就罢了，哪有如你如此作践皇兄的？不要把青楼那边的阿杂风气带到东宫。楚哲成就不高兴了，周景要是骂他，他就老实认个错，毕竟是少阳最疼的弟弟。可周玉算个屁啊！我父王娶我母妃时，都跳了一段凤求凰。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娶媳妇做点牺牲怎么了？民间都说他疼媳妇，你要是玩不起就走。本来就是冲喜，也就少了很多宫里的规矩。皇上说了，以民间的婚嫁操办才热闹。何况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有言，婚嫁越闹日子越红火，只要闹得不出格，都是允的。周玉气急败坏，还不够出格吗？你父亲是草莽出身，不着调，这能一样吗？礼部和宫里的人眼观鼻鼻关心。嗨嗨，娇弱的太子问：现在什么时辰了？王石眼珠子一转，哎呦，可别误了吉时。周玉焦灼，穆衍，你就任由他闹。穆衍的视线从周玉身上落到微笑的周景身上，正主都不急，他当哥哥的急什么？穆衍虚握着的拳头抵到唇角，风吹起他的衣摆，像是随时能被吹走。嗨嗨，小王爷身份尊贵，哪里是我能阻止的？看着他的动作，周景眯了眯眼，他又学到了。姑身子不好，走路都难。他吐字艰难，今日亲自来迎亲，又吹了冷风，实在力不从心。楚哲成气势一下低下来，那算了，不为难你了。可莫等他说完，周景就看向周玉。二皇帝，姑盼着成亲许久了，实在不想留有遗憾。王爷王妃是出了名的恩爱，姑一想，姑平素最看重你，所有好的都念着你，你定然会为姑分担，是吗？这边闺房内迟迟不见外头动静，嬷嬷等得急了，让琥珀出去看看。琥珀很快回来，大大的眼睛布满了恐惧。嬷嬷顿时不安，可别殿下出了事。怎么了？琥珀，二皇子在门外扭着呢，队伍吹着喇叭为他伴奏，可喜庆了。只是他黑着脸，牺牲特别大，还四肢不协调，跳得特别丑。第101章，特来求娶，盼娘子出阁。迎亲过程艰难重重，目睹装腔作势的周玉跳完了凤求皇后，楚哲成的快乐爆棚，心在当头，又让人取出2坛酒来。周景，你我拼拼酒量如何？他早就想和周景比的，人活这一世，至少得有一样能比得过他。他楚哲成也算无憾了。周景，他已经想好楚哲成怎么死了，但此刻嘴角噙着恰到好处的笑，姑自然该奉陪的。说着说着，他嘴角就流出了血。殿下！众人面色大骇，全都慌了起来。姑无碍。周景神色如常，就要去接酒坛。他特别好说话，今日大喜，该喝。
楚小王爷和姑也算自幼相识，有这份交情，你们谁也不必劝。可喝不得，你自个儿身子骨如何，还要我再提醒不成？说话的是蒙石，他是御医，所言代表着权威。今日本就劳累，方才又见了风，殿下，您万万不能出事。很快，身后一起来接亲的也纷纷开始劝阻。苦口婆心道：殿下，万万不可，喝酒伤身啊！您要是有个好歹，我等如何向皇上娘娘交差？小王爷，你若是在为难殿下，我等定要去你父亲面前讨个说法。闻言，楚哲成生出后退之意，他一下子瑟瑟发抖，别吐血，别吐血！我……周瑾忽而叹息，蒙是一个机灵，这可不是为难，心绪登门，哪个不被劝酒？只可惜我滴酒不沾，一坛酒下去实在，毕竟我晚上还得给殿下煎药呢，可不能醉了。他来来回回看了一圈在场的人，忽而扬声道：二皇子！周瑜的小心脏抖了抖，他很想甩脸走人。周瑾娶妻又不是他娶妻，为何前者坐享其成，而他要狼狈不堪至此？我记得您的酒量很是不错。周瑜的脸有过片刻的扭曲，他皮笑肉不笑道：方才是我，这次里应轮到三皇帝了，他人都来了，总不能不出一点力气吧？这话说的也不错。缩在角落，存在感微乎其微的周成连忙上前：我来，我来。可莫等他碰到酒壶，就听周瑾语气悠悠，充满了低落。明明是艳阳天，可他身上仿若笼罩了乌云。阿玉是不愿吗？周瑾用帕子擦着嘴角的血，神色悲怆。你7岁那年撞碎了前清宫父皇最爱惜的花瓶，姑见你害怕，去认了罪。蒙石，他知道这件事，楚哲成也在场呢。那是周瑾前脚刃下，楚哲成后脚拆穿，于是周瑜被挨了一顿打。你10岁那年落水，正逢初春，池边的水结成薄冰，冷得刺骨，是姑不顾一切下水救你，病了10日。蒙石，他知道，他也知道，落水的事就是周瑾策划的。至于病了10日，那分明是周瑾不想去听课，这才在东宫躺了10日。多可怕又恶毒的男人啊！这时候还能面不改色的挟恩图报，可到底是一条船上的。蒙石不可置信看向周瑜：二皇子，您和我们殿下的交情摆在这里，不过是举手之劳，您这都不愿吗？这往往都是最亲近的人代劳的，殿下这是最在意您啊。话音一落，礼部的人连连点头，此话不假。以前殿下和二皇子亲的能穿一条裤子，二皇子连舞都扭了，怎么会不乐意喝酒？蒙石，你莫胡言。楚哲成有点看不懂眼前的情况，可不代表他不会火上添油啊。他比谁都清楚邵阳多讨厌周瑜，眼下有机会为难他，还不得让他脱层皮。他拍了拍周瑜的肩，说得夸张：我要是你，有这么个兄长，别说一坛酒了，只要婚礼顺利，就是喝死也无憾啊。周瑾对你多好啊，这些年我可都是看在眼里的，要不是他身子骨不行，哪里轮得到你来顶替？他现在就盼着婚事顺利，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好意思推脱吗？不要和我戴高帽，你只要不为难，分明什么事都没有。周瑜甩开楚哲成的手，还不等他冷嘲热讽，就听边上的周瑾眉宇拢上愁容。阿玉。周瑜浑身僵硬，在所有人的目光灼灼下，他僵硬的上前：我自然乐意的。蒙石雀跃，二皇子威武。周瑾虚弱道：姑深感欣慰。周瑜不知道他是怎么喝下那一坛酒的，他以为一切都要结束了，却没想到更恶心的还在后头。楚哲成，人贵在自知，方能以长补短。太子殿下，不如说说你的5大缺点。蒙氏不乐意了：我们殿下怎么可能有缺点呢？人群：是啊，殿下白玉无瑕。楚哲成无辜地看向周瑜：你来。人群催促：二殿下，您快些说。楚哲成附和：快呀，你的缺点一抓一大把了，可不难。周瑜：怎么，我就不能白玉无瑕是吗？除了周瑜，所有人都很开心。好在楚哲成还算着调的，他恶心了周瑜后就没再捣乱。穆衍将一切看在眼里，等闹够了，他神情温和地看向周瑾：殿下，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跟着我受了不少苦，如今将她托付你手里，愿您疼她、敬她、护她。说完，他让阿吴推他去边上，他一动，堵着的人全部齐齐让开，让出一条道来。鞭炮声再度响起，迎亲队伍朝里而去。穆子涵安安静静地坐在床上，视线受阻，却能听到外面朝这边来的哄笑声。很快，声音消失，屋内的门紧紧闭着。咚咚咚，富有节奏的敲门声响起，紧接着是礼部尚书沉着嗓音道：凤凰于飞，梧桐是一，庸庸阶阶，福禄攸归，八字相合，乃姻缘天成。
然后是穆子涵熟悉的声音。周瑾的嗓音依旧虚弱，却听得穆子涵耳根发烫。周瑾特来求娶，盼娘子出阁。他还是头一次听他这般叫唤。他愣了愣，羞耻的手指紧紧攥起。太子妃，太子妃，您说话啊！身边的嬷嬷轻轻催促。穆子涵这才红着脸。允。第102章上花轿。允了，允了，新娘子允了。嬷嬷笑盈盈的前去开门。按照习俗，新娘子出阁是要哥哥背的，偏偏穆衍情况不允许，再不行就由新郎官抱着上花轿。很显然，周瑾也不允许。好在嬷嬷是个圆滚滚的胖妇人，嘴里说着讨喜的话，一句接着一句，在穆子涵身前蹲下。小姑娘软软的靠了上去。过来赴宴的人嘴里说着恭喜，心里却大喊可惜。太子妃生的这般貌美，偏偏没有个好出身。哥哥是个病秧子也就算了，要嫁的男人也是，一家子的短命鬼都凑一起了。心里这么想，他们嘴里可不敢说。嬷嬷一路踩着红地毯，将人背去了正堂。长兄如父，穆衍已在主位坐下，他边上的位置摆着柳氏的牌位。穆子涵在蒲团上跪下拜别。穆衍喝了他送过来的茶后，千般不舍的又温声细细叮嘱。红盖头下，小姑娘蓦然红了眼。她止不住的想，若没有自己，哥哥不会上战场，就不会中毒。别家少爷在他那个年纪，多半都在外头玩乐斗蛐蛐，不像他心思重，一边将他喂养长大，还要为将来考虑。在乎自己长大的路上，他扮演了3个角色：母亲，再是父亲，最后才是哥哥。念及此，他哽咽一声，声音很轻，只有他身边的周瑾听见。周瑾止不住啧了一声。他身份尊贵，穆衍自然受不起这一礼。这会儿是站着的，手里端着茶盏，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下，男人撩起衣摆，跪在小姑娘身侧，手腕一翻，茶水从左到右朝地面上浇，这是在敬柳氏牌位。殿下，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周瑾无视身后的声音，侧头看向将脸演得严严实实的穆子涵，忍着掀开的冲动。他凑近穆子涵，哭什么？姑可不想岳母以为我亏待了你。穆子涵连忙摇头，他对自己一向极好的。周瑾懒洋洋问：那走没？不得穆子涵点头，他就拉着小姑娘起身。周瑾很有礼节，看向穆衍，姑这就带他走了。穆衍看他的神情多了点温度，他朝礼部尚书点头。很快敲锣打鼓声从景院外响起，新娘上轿。穆子涵刚被扶着上了花轿，然后就是众人重重的吸气声，周瑾紧跟着也钻了进去。本来穆子涵一人坐着还算宽敞，如今多了个人，倒有些挤。小姑娘明显一愣，殿下怎么也进来了？礼部尚书在外头道：殿下，这与礼不合。周瑾掀起帘子一角，风刮过来，吹鼓他的衣角，他拳头虚握，把手抵在唇角。嗨，对不住，姑实在不能骑马了。然后他把帘子一放，不管了，转头对穆子涵道：往边上挪。穆子涵连忙给他让出位置。周瑾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好整以暇的去看边上规规矩矩坐着的小姑娘。众人面面相觑，礼部尚书去看端墨皇身边的公公，公公转头去看周玉，还不放过他是吧？他深吸一口气，做担忧之状。皇兄先前过来迎亲，坐在马上摇摇欲坠，本就让人提心吊胆。队伍得绕着皇城游行一圈，的确撑不住。说到这里，他就心存怨念。明明按着父皇的意思，周瑾是不用亲自来的，他和周成过来也算给穆家面子了。偏偏周瑾非要一意孤行，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宫里点了头。不知为何，从昨儿起，儿臣便总有些不安，既是冲喜，如何能让他人代劳？若是心不够诚，只怕物极其反，这一趟非去不可。众人一听是这个理儿，也就硬着头皮。嬷嬷掐着嗓音道：起！轿子被抬起来，一群人浩浩荡荡而行，迎亲队伍很长，足足站了一条街。太子成亲，路上围着不少路人，全都踮着脚看着。哎呦，前面花轿都过去了，这后面抬着聘礼的人怎么还望不到尽头？好大的排场！这可不，我可是听说宫里送来的聘礼就足有300台，皇上准备了120台，皇后准备了120台，太后那边备了60台，可见宫里有多重视。人群止不住的吸气，这可真的不得了。很快有人察觉不对，呀，怎么没瞧见殿下？还需要问？殿下身子不好，自然不可能露面，这会儿该是在宫里等着。对，你说的对。队伍里的宫女撒花的同时，又撒起了铜板，所有人连忙去捡钱，嘴里念念有词，祝愿殿下长命百岁。蒙氏真的服了，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周瑾这样的死不了。他甚至觉得周瑾是很多，好好成个亲会死吗？
新郎官马都不骑了，直接上花轿，害不害臊啊？他忍不住和季期嘀咕，季期却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殿下的秉性没赶穆小姐去骑马，自己在轿子里待着，已经是开恩了。蒙时也是。花轿内，穆子涵规规矩矩坐得很端正，双手压在膝盖上。周瑾这才察觉，他指甲上涂了正红色的扣丹，手本来就纤细白嫩，涂了愈发的好看。他拉起他的手，放到眼皮子底下仔细打量。怎么做的？穆子涵，宫里嬷嬷帮着涂的。你会吗？穆子涵摇摇头。那去学啊。小姑娘啊了一声，很快反应过来，殿下喜欢我涂吗？他乖乖巧巧应下，那我回头我就去请教嬷嬷。周瑾懒懒道，姑也想涂。他的手也不赖，涂起来肯定比穆子涵还好看。穆子涵匪夷所思，可你是男子啊。周瑾告诉他，姑喜欢黑色的。小姑娘听他语气丝毫不像是玩笑的模样，应得磕磕绊绊，我记下了。男人满意了，他指尖不得闲，又去勾穆子涵头上的红盖头。穆子涵连忙捂住，不让他乱动。他好笑道，又不是见不得人，捂这么严实作甚？他挨近，低低道，这里没外人，打扮了这么久，掀开让姑瞧瞧可好？第103章，姑的太子妃可记住了？小姑娘最好说话了。平日她回回刁难，提出无理要求，穆子涵都能点头答应，从不拒绝。实在做不到没有办法了，也只会为难的咬着唇瓣，站在他面前，嗓音又娇又软，低低道，殿下您别为难我了。可眼下他难得放低姿态，穆子涵却捂着红盖头，丝毫不退让。不行，他说得很轻，嬷嬷说了，得成完亲才行。周瑾眯了眯眼，只觉得那块布实在碍眼，懒得和他废话，想要伸手去掀，就听他万分真挚道，这样才会长长久久呢。刚伸到一半的手停在半空，周瑾嘴角上扬，原来打的这个算盘。那些规矩也就骗骗你这种小姑娘。他随口举了个例子，当初父皇求娶母后，3媒6聘，百官庆贺，是举国盛况。他们成亲只会比你我更为繁琐，规矩只多不少，更不许出半点差池。这事穆子涵清楚，我听旁人提及过，娘娘和皇上是自幼相识，说是青梅竹马也不为过。少年爱慕，当初端墨皇还只是皇子时，为了求娶皇后费了不少心思，最后成了民间的一段佳话。周瑾头疼，这会儿病蔫蔫的，他今日出门前磕了不少药，这些药不宜多食，更不宜久食。反正他不听医嘱，作死的厉害。这会儿药效开始发作，是真的有点虚，是吗？周瑾语气很淡，那你可知，当初我外祖荣德侯府的老侯爷是先皇近臣，是不愿将母后嫁给他的。穆子涵有些惊讶，又听他道，母后那时也有婚约。穆子涵开始震惊了，他脱口而出，所以皇上登基后强娶了娘娘。周瑾挑眉，别那么大声。他懒散道，这件事可没人敢提，当初劝阻这件事的官员可都死了。那你别和我说啊。周瑾，世人都说他对母后如何上心，可你知道吗？穆子涵不是很想知道，他伸手就要捂住耳朵，却被周瑾压住，不得动弹。他非要贴在他耳畔道，封后大典不出3月，他就点名要了西家女，临幸一夜后将其破格封了贵妃。再是个家族选出适当年龄的秀女进宫，天子的后宫佳丽3000，可不假。穆子涵不明白他突然间怎么说了这话，隐隐觉得不对。皇上儿子里头最疼爱的无非是周瑾，可周瑾每次提到端墨皇时，上次的诬陷还有现在，都让人怪异。穆衍应该同你说过荣德侯府的事。穆子涵抿了抿唇瓣，他对周瑾一直没有防备之心，只当他今日提及旧事是完完全全的接纳他，想将所有的事一一告诉新婚妻子。说过，他小心翼翼，生怕周瑾不高兴，荣德侯府被判了通敌叛国的罪名。周瑾却神色不改，一夜之间全府上下300多人无一活口。他那时还小，听到的都是别人的转述。外祖畏罪自杀，又怕府里藏着见不得人的书信物件公众于世，在御林军抵达之前纵火毁灭证据，整个荣德侯府被烧得一干二净。说到这里，他绝口不提其中的猫腻，只是神色不变，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百官上书废后，父皇抵住重重压力，也要保人。你猜他保人时是爱慕多些，还是护住发妻情深意重的帝王名声更多些？他也不想听穆子涵的答案，冷漠道：男人多为如此，再珍贵的人一旦到手了，就没那么珍惜了。穆子涵的头朝周瑾所在的方向转去，可惜隔着红盖头，什么都瞧不见。他听到自个儿问：那殿下呢？周瑾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像是嘲讽他怎么会问如此愚蠢的问题。
后宫就是名利场，女人之间的争斗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下作，他看得多看了，嫌烦多了，后院都不会清静。也就穆子涵哪都让他顺眼，不然哪有机会活到现在？真的嫁入东宫，换成别人，早被他掐死了。很快，他眉心微拢，穆子涵，你怎么能拿他和姑相提并论？他四不语，姑好歹洁身自好。穆子涵却眨了眨眼，听了这话，他实在没有多大触动。你身体都这样了，不想结也没办法呀。毕竟那些达官显贵府上的姨娘一抓一大把，若非周瑾的身体坏了，他身为太子，怕是只会更多。何况每次周瑾对他都动手动脚的，可见男人嘛，侧妃小妾是不会嫌多的。他小嘴垮下来，竟生出一种可怕的想法：要是周瑾一直这样，也挺好的。他这人心小，嘴上虽不说，可有些事上也霸道，实在不喜欢和别人分享夫君。见他久久不应，周瑾懒懒散散道：“也是贪，想和姑长长久久。”穆子涵不知所措的手心捏紧，下一瞬，他肩膀一重，周瑾的脑袋贴了过来。好在他也不说掀盖头了，只是有意无意吓唬他那般吹着盖头一脚，随后鼻尖贴上了他的脖颈，他身上擦了香膏，味道愈发香甜，他很喜欢，甚至满足，也不知道滋味如何。周瑾突然伸出舌头舔了舔，是甜的，他吓得又惊又惧。就听他道：“这种事，你与其祈求神明，倒不如求姑。姑的太子妃可记住了？”送亲队伍绕着皇城转，所到之处都是繁华地，路上的行人纷纷退到道路两侧。前面带路的周瑜和周成骑着马，到底是皇家贵胄，两人身上的气质浑然天成。只是平时周瑜露脸多，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他的身份，而周成相对低调。周瑜随意瞥了一眼右边的周成，去看皇兄，你也不告知我一声。周成，把你的心眼收收，你不就是想在皇兄面前卖个好？若是被父皇知晓，又能得他一句话吗？熹回眼下是被流放了不错，可惜家还没倒呢。我母妃是贵妃，你母妃矮他一截，你也注定矮我一截。他说着这个话，嘴里却挂着得体的笑容，在外人眼里就是兄友弟恭。第104章，哭什么？是他们吓着你了。在施粥前，周瑜还要维持表面平和的局面，可发生那件事后，他对周成实在没有好脸色。他重重翻了个跟头，百官嘲讽，万民骂，而周成却只是被父皇吃，他真的不是当帝王的那块料。那你觉得三皇子呢？啊，皇上还有个儿子？周成的存在感就这么低。还有人长吁短叹的，看着吧，太后这次定然又要发怒了。实在是怪事，太后平时对长公主还算疼爱，都是一个娘生的，怎么就这般容不下殿下？有人压着嗓音道：“这事我知道，当初殿下出生，太后无端就病了一场，紧接着荣德侯府通敌叛国，这三件事就像被一根线无形牵扯，可分明互不相干。太后病后，足有1年没出慈宁宫，坊间传闻太后的病就是殿下带来的，八字相冲。等太后养好了病，去养心殿和端木皇吵了一通，这么多年过去，谁也不知道当时母子是为何争执。但太后一出养心殿，就吩咐宫女收拾行李，去了宫外的山庄，一待就是数年。夜色暗涌，天色浓的四目，城园内却是灯火通明。屋内御医来来回回的走动声，端木皇压抑怒火的训斥声，皇后无助的哭声，顺着悠悠的寒风落到角落穆子涵的耳里。他像是没了知觉，隔着长长的一段距离去看榻上躺着的周瑾，他的头上、脸上、胳膊上都被下了针，此时没有半点罗刹的样子，而是易碎的瓷娃娃。也不知站了多久，他双腿无力。太子妃，喝口热茶吧。喜公公上前，穆子涵垂下眼帘，没有去接。到底是周瑾身边唯一一个不知他装病猫腻的人。喜公公狠狠地抹了把眼泪，咱们殿下心里苦啊，每次病痛缠身夜不能寐，他就去房顶喝酒。他嘴里不说，可老奴心里明白，他这是想让酒精麻痹自己。天之骄子，白日装着若无其事，谁能知道他夜里会偷偷背着人去屋顶惆怅伤感。我们殿下这般的谦公子，平时走在路上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上回和二殿下出门，路上偶遇一只被晒死的知了，他都亲自挖了个土坑葬了。喜公公很担心周瑾，可他不像蒙氏继妻就知道盯着殿下，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故见穆子涵魂不守舍的模样，他连忙出声开解：太子妃别听礼部尚书说的那些屁话，殿下哪里是为了护他？他多大的脸啊！殿下分明是怕太子妃您受伤，他就差说您就是太子的心尖尖了。殿下的身体您最清楚不过，咱们平时生怕他磕了碰了。当初殿下在边境出了事，身负重伤，回京途中身边的人叛变，为殿下喝了毒茶，他绝对不知道
周景是知道茶有问题的，也不知道在得知茶和人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还是疯批的喝了。喜公公长吁短叹，还好蒙实在封住了殿下的经脉，要不然今日事态紧急，可来不及等待援兵。殿下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护您周全，这才动用了内力。他对您的心思日月可见啊。刚端着一盆血水出来的季期听到了这段对话，他嘴角抽了抽，这都能圆，看来得把喜公公的俸禄往上翻3番。穆子涵，他努力地消化着这一切，是这样吗？所以是他错怪了周景。周景没有装，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周景如今陷入生死局，而他却怀疑周景的人品而耿耿于怀，甚至生了退却之心，实在不应该。不用说了，穆子涵现在很愧疚。灯光摇曳，晃动着人的浮躁和不安，药一碗一碗的灌下去，眼瞅着天快亮了，屋内的人却没半点动静。太医们包括蒙时全都急得后背都是汗。皇上皇后一直守在身侧，最后是被少阳劝到隔壁休息，保证这边一有动静就去告知。太医纷纷退到外院，翻看医书，商量法子。屋内的人少了大半。也不知过了多久，蒙时从外面进来，他很为难，公主，我等商量出一道药方，不知有没有用，但打算试试。只是其中药引难得，是一株1000年的血珊瑚。据我所知，6年前附属国将其进贡，如今在太后娘娘那里。少阳毫不犹豫，本宫现在就去偷。他就要走，电闪雷鸣间，少阳猛然念起一事，拉住角落里自我愧疚的穆子涵，把他带到床边。他俨然还记得上回周景是被穆子涵砸醒的，所以他现在目光灼灼，死马当作活马医。你在本宫进宫和太后杠上之前，速速再砸他一次。第107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夜色静谧，屋内只有蜡烛燃烧时的噼里啪啦声。周景意识薄弱，呼吸似有若无，身上多处皮肉裂出细缝，好在及时上了药，已经止了血。远处依稀传来寺庙饭中被敲响的撞击声。他的身体越来越轻，残存的意识变得薄弱，而那些他不愿回想的记忆如猛兽，来势汹汹地将其吞噬。殿下，您怎么又来了？妙影大师拨动着手里的佛珠，这月您都来了4趟了。这是在香火旺盛的灵通寺，也是15岁那年的周景，他的确来得很勤。而妙影大师也并未圆寂，而周景来灵通寺前，还跟在端木皇身后，恭敬地去欢声笑语的慈宁宫请安。皇祖母，他一来，殿内的笑声停了，氛围也沉寂下来。太后年轻了不少，怀里搂着周玉，却看都不看周景一眼。他不语道：皇帝，你不顾哀家劝阻，非要立他为储君也就罢了。太后身上的威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冷冷道：你明知哀家不待见他，看一眼就窝火，你还把他往哀家跟前带，你愿意自欺欺人，哀家随你折腾。可你带着他来此，是嫌哀家活得长久了，碍你眼了是吗？此刻站在妙影面前的少年稚气未退，一身白色长袍，身姿如松，丝毫没有被太后说的话影响。也许是习惯了，也许他丝毫不在意。周景冲妙影含笑道：皇祖母近些时日身子不爽利，姑实在孝顺，自然要过来为他老人家祈福。妙影大师定定看了他许久，他是知道周景不似外表那般无害，是黑芝麻馅儿。这会儿妙影直接拆穿：殿下莫常去太后跟前晃，太后的身体就硬朗了。周景微笑：这可不行。妙影嘴角抽了抽，香纸在殿内，殿下去菩萨面前跪着便是。不急，周景，姑走得累了，先去疗房歇一歇。睡一下午，然后做做样子回皇宫是吧？妙影又好气又好笑，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虚伪的、贪婪的、真诚的、良善的，可从未见过周景这种黑心肝的，眼下就如此，以后可怎么了得？殿下既然来了，不如贫僧给您算一卦。周景拒绝：姑不信这些。不信这些，你还过来？哦，你是过来装模作样的。上回二殿下都特地来算了姻缘。周景笑了，他学业上不知上进，这种事上倒是上心。娶妻有什么好的？那些小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哭，烦人的很。说着，他眉头一皱，忽而想起许多年前在街上遇见的扎着羊角辫、长相白净的小姑娘。他像是刚睡醒，眼圈红红的，在人潮中张望，突然瞧见街上长得最俊的周景，朝他跌跌撞撞跑过来，仰着头乖乖巧巧地问：大哥哥，你瞧见我哥哥了吗？许是他长得乖巧，周景也乐意搭理他。找不到了。他嘴巴一瘪，还挺委屈，我一觉醒来就不见了。周景却不如他外表那般平易近人，他就是个恶魔。想开点。他半蹲下来，弯着唇，也许是死了吧。
小姑娘愣愣的，很快张嘴大哭起来，说话嗓音轻得很，可一哭起来却吵得人耳朵疼。周瑾这种人没心，把人弄哭了，心满意足的就要走。你怎么跑这里来了？这时，面相刻薄婆子跑过来，动作粗鲁不耐烦的拉人，哭哭哭，整天就知道哭。小姑娘胳膊被他扯得生疼，她哽咽道：“哥哥，我要找哥哥。”找什么找？婆子黑着脸，她是府上看门的，不过打个盹的功夫，谁知道先夫人生的二小姐就跑了出去。这下没好气道：“大少爷当兵去了，扫把星，摊上你准没好事。夫人死了，大少爷这次只怕凶多吉少，为了找你，老奴跑了3条街，腿都要断了。本来就不受宠，还一天到晚净给人找麻烦。”周瑾脚步一顿，他冷冷看着那个婆子，然后越过她，看到了年轻的吴知府。哦，这时候的他还不是知府，只是知府身边通判。他温和地朝吴通判招了招手，吴通判连忙快步过来，还不等他行礼，就听周瑾道：“孤玉佩被偷了。”周瑾随手一指，指向婆子：“他拿的。”婆子惊恐：“周瑾，那玉佩是孤生臣父皇送的，平时最是爱惜，此人胆大包天，吴通判，你怎么看？”吴通判，他觉得另有隐情，可他是个机灵鬼。来人，把人关去牢狱，本官亲自审问，不交出殿下的玉佩，谁也不准把人放出来。都不等婆子喊冤，人就被官吏捂住了嘴带了下去。小姑娘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流，还在抽泣。周瑾抬手戳了戳她的脸，软软的，又沾了沾她的眼泪，放到嘴里一吮，咸的不好吃。哭够了没？一个奴才都欺负到主子头上来了，你娘不管啊？周瑾没有问他叫什么，也没问他是那个府上的，只是对吴通判道：“把人送回去。”事情过去那么久，他还记得他哇哇大哭的样子。姻缘，他可不稀罕。周瑾懒得理妙影，抬脚就要走，不知身后的人连连叹息摇头，最后眯着眼掐指算了很久，神色也变得凝重。妙影反反复复算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立在原地，望着周瑾消失的背影看了许久。等周瑾睡足准备下山时，他拦住周瑾的路。贫道有一言。周瑾朝他笑：“疗房的枕头太硬了，睡着实在不舒服，孤下回自带枕头来。”他想了想，3日后孤再来此为皇祖母祈福。很好，你已经想好又要去齐太后了，时间都定好了。妙影大师不免头疼，他意味深长道：“若对恩怨耿耿于怀，最后只会害人又害己。您这一双手不该沾染罪孽。”周瑾笑容却越来越大。没错，这个时候他就是小变态了。他嗤笑一声：“和尚，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第108章，孤醒了，穆小姐遗憾吗？从灵通寺下山，周瑾冷漠异常，浑身上下写着不高兴，来往的路人都下意识地和他保持距离。他的存在就背负着血债，是沾血的，就注定活在杀戮中。妙影这个和尚就会说些他不爱听的，还啰嗦，下回可不给他带进贡的茶叶了。他踢着台阶上的石子，不知为何越走越疲累，甚至头晕目眩。他一时间分不清现实和虚无，视线越来越糊。他踩到了木枝上，一个踉跄。殿下，好似有人轻唤。是谁？眼前的一切渐渐消散，画面被碾成了碎片，最后只剩下黑暗。殿下，声音变得清晰，他也总算和记忆抽离，也认了出来，那是穆子涵的声音。无人瞧见，躺在床上的人被褥下的手指动了动，咯吱一声，窗户被风吹开，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天上像是被人捅出一个洞，雨势越来越大，像是要淹没整座京城。电闪雷鸣间，刮进来的风也沾了湿气，肆意将窗户吹得嗤嗤作响。往年这个时候早该转暖了，可今年却还是冷得不行。夜里一下雨更甚，已经5更天了，怕是再过会儿天都要亮了。少阳至今还没回来，也不知血珊瑚可有到手。孟石他们都还等着，头上的金重的能压断脖子，穆子涵早早的全给拆了。他趴在床头，给迟迟未醒的周瑾捻了捻被褥，就准备跑过去关窗。可他刚起来，手腕一紧，被人扣住。周瑾浑身不适，五脏六腑像是被铁棍狠狠搅动。他乏力的睁眼，薄唇在动。去哪儿？穆子涵眸色一亮，里面好似闪烁着熠熠星辉。殿下总算是醒了，您可有哪里不是的？还疼吗？晚膳没用，这会儿怕是饿了吧？得让厨房那边送些点医消渴的吃食。他还不忘回答周瑾：“您不宜见风，我正要去关窗户。”说着，小姑娘示意周瑾松手，可他没有。他压下喉咙往上翻滚的心田，手下触感极好，可凉冰冰的。再看他，还是那一身嫁衣没换，但洗过脸，花的妆容也被他洗去。这会儿小脸俏生生的，唇呈粉嫩色，
不似先前的红艳。周瑾眉头紧锁，冷。穆子涵没应，但是止不住的打了个喷嚏。男人蹙了蹙眉，他俨然还记得穆子涵生病时有多么难缠又娇气，还要让人伺候。他垂着眼，将身上的针一根一根拔下来，最后掀开被褥，上来。穆子涵一愣，随即连连摇头，沉静地将周瑾昏迷后发生的事告知。皇上和娘娘就在隔壁，再三叮嘱，您一醒就得让人去传话。公主去皇宫了，太医说了，需要一味血珊瑚作为药引。你如今醒来，还得让蒙氏他们过来瞧瞧。周瑾就这么看着他，他不言亦不语。穆子涵败下阵来，鼓鼓脸，在他的注视下，有些脸热的慢慢解开穿在外头绣着石榴的宽衫，再褪去绣花鞋，小心翼翼地躺下。到底怕冷，他拉起被子，将脖子以下的全都盖住。床很大，他又挨着床沿，两人之间怕是隔了一段鸿沟。和他大眼瞪小眼。周瑾轻啧一声，不容分说掐住他纤细柔软的腰肢，把人拉近。他的被窝无疑是暖的，身体更暖。还冷吗？穆子涵道，不冷了。他伸手虚虚环住他，学着往日穆衍安抚他时的举措，尝试着拍拍周瑾的后背。没事了，殿下可是吓着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皇上下令了，彻查此事，便是将京城掘地3尺，也要找到线索，抓捕害殿下的幕后指使。周瑾凉薄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也不知哪里来的耐心，听他絮絮叨叨。说完了吗？观他神色，穆子涵有不祥的预感。周瑾开始秋后算账，他黑眸沉沉，看不清里面藏了多少晦涩和残忍。平淡无波，像是一汪死水，又像是随时都能卷起千层浪的波涛汹涌。可即便如此，他嘴角还是勾起一抹笑，温和的让人毛骨悚然。骨都这样了，怎么没趁着机会滚回你的锦园？周瑾很虚，明明该休息的，可抵不住他这会儿很不语。一开始他劝过他离自己远些，也给过穆子涵选择的机会，但他没走。这些年每每身边的人恐惧他，总会让他产生快感。他也享受那些人怕他怕的要死，却还要跪在地上求情的德行。可穆子涵在街上躲他的那一刹那，他异常愤怒。他冷冷道，不是厌恶姑，姑醒了，穆小姐遗憾吗？穆子涵蹙眉，他的声音软软的，少了年幼找哥哥时的糯气和哭腔。他纠正周瑾的称呼，殿下喊错了，我们都澄清了。我是殿下明媒正娶的妻子，自是最不愿见殿下出事的。周瑾面无表情，没拜堂，礼就没成。穆子涵抿唇，可您都招呼我躺一块儿。周瑾捏着他的腰，你不是喊母后皇后娘娘吗？穆子涵反应过来，我忘了改口了。您别气了，是我误会殿下了。周瑾继续面无表情，您昏迷后，我可一直在边上照顾，谢都不敢谢。周瑾正要嗤笑，就听小姑娘知错就改，我误以为殿下在骗我。周瑾眸光一闪，说起这事，穆子涵语气变得凝重。我最讨厌被骗了，严重的话，他一辈子不会原谅。换成常人，不知情况，亲眼瞧见殿下大杀四方的模样，也会误会。他说，好在喜公公为我指点迷津，我才知殿下的用心良苦。周瑾有些僵硬，他不知道这期间又有喜公公什么事，他就是莫名的有点慌。就这么严重？穆子涵点头，他怕周瑾没法理解自己，所以就很严肃夸大其词的举了个例子。若殿下从头到尾都在骗我，那你心机可就太深了。于我而言，这件事严重的就像我长期在您眼皮子底下和别的男子偷情。周瑾，很好，他理解了。穆子涵认真的补充，还把和情夫的孩子生下来，让他喊你父亲。周瑾拳头紧了。第109章不宜行房。不知为何，屋内的气氛变得格外诡异。穆子涵久久不得周瑾回应，再瞧他的脸，貌似有些黑。见他不说话，穆子涵也就乖乖的闭了嘴。他特别困，之前提心吊胆的，眼下见周瑾醒了，一颗心彻底放到肚子里。即便嫁了人，也丝毫不觉得新婚夜周瑾能把他怎么样的穆子涵，半点没有新媳妇该有的娇羞。他不知身边的人远比豺狼虎豹还要阴险狡诈，眼皮子越来越重，呼吸变得轻缓。小姑娘窝在他怀里，很快睡了过去。周瑾简直服了，可见他眼底流下来的青涩，也知他的确累得不行。宽大的手沿着身体玲珑的曲线往上，最后在他娇弱的脖颈处停下。周瑾试着触上去，他的脖子一定比白日那些死士还好掐。小姑娘声音好听，骨头被扭断的声音一定也比那些玩意好听。他掀开眼皮，学着穆子涵方才细细软软的语气说话，殿下心机可太深了。说着嘴角一扯，在你眼皮子底下和别的男子偷情。说罢，男人嗤笑，姑还没死呢，也绝对比谁都活得长久。他凉凉道，你倒是真敢想啊。
他的演技炉火纯青的很，绝对不可能露馅。这一点周瑾很有自信，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周瑾很快将方才听他说话时那一瞬间身体的紧绷抛之脑后。风仍旧呼啸着，噗呲一声吹灭了屋内的灯。屋外，蒙石在守夜，见里面突然黑了，他想着穆子涵娇娇弱弱，小姑娘多半怕黑，便走进去。这间屋子，蒙石闭着眼都能走，也不怕会撞上。一进去就觉得冷，他轻车熟路的去关窗。这么久还没回来，公主只怕被扣在皇宫了。您说我要不要去请皇上出面？他这话自然是对穆子涵说的。关了窗，他摸黑取过火折子。只是这些年因为殿下、皇上和太后这对母子闹得凶，他絮絮叨叨的说着，也得不到回应。蒙石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啪嗒一声，火折子点亮了烛火，屋内亮堂起来。蒙石猛地转头，然后对上一双冷漠的眼睛，挺吓人的。周瑾蹙眉，姑如今成家了，你进屋子不打招呼，怕是不方便吧？蒙石沉默，他的视线艰难往下，看到周瑾怀里睡得香甜的穆子涵，醒了怎么没通知我？太医院那些老家伙这会儿都不敢闭眼歇一歇。周瑾不以为然，忘了。蒙石冷笑，忘了？让我过来把脉查看伤势，倒记得将媳妇拐上床是吧？真不是人啊，就是个畜生。好家伙，亏他以前还担心不会怜香惜玉的周瑾会使唤穆子涵夜里去打地铺，没想到他这么迫不及待。男人啊！蒙石自觉已经看透了周瑾的本质。周瑾无视他的调侃，京城可有异动？闻言，蒙石正色，并无。季期已带人出去查了，这时还没消息传回来。他说到这里就气得人牙痒痒。好好的迎亲变成这个局面，怎能不让人生恨？可是还有人不信殿下你身体有恙，故特地来试探。周瑾摇头，不可能，他只是弯了弯唇瓣。如果姑死了，你猜猜谁会遭殃？冲洗失败还葬送了性命，首当其冲被牵连的一定是太子妃。蒙石说着豁然开朗，不是穆家，准确来说是穆衍。穆衍作为一手培养组建军队老将军的关门弟子，又多年和战士们出生入死，即便3年过去，可穆衍在军营里面的声望只高不低。只有周瑾死了，穆衍也死了，军队群龙无首，便如一盘散沙。下一个接管的人才能真正的高枕无忧。蒙石沉着脸，可是二皇子周瑾，那些黑衣人袖口处绣有莲花状的图文，姑在诬陷跟踪的一路的死士身上见过。112鸟的计策，你高看周玉了。说着，他很嫌弃，脑子是个好东西，你几时瞧见他带出门了？让季期他们撤回来，不必再查。蒙石点头，的确，皇上已下令彻查，只怕要不了多久就能有结果。周瑾蓦然冷笑一声，见他这样，蒙石有些怵得慌。您是清楚谁下的手了？周瑾没应，可他的反应说明了一切。蒙石炸了，可即便如此，还记得压低声音，生怕吵着穆子涵。谁呀？谁呀？这么不长眼！殿下您吩咐一句，咱们的人马上去取他的狗头。周瑾在他的期待下，郑重其事地说了的3个字：孤困了。言外之意，你可以滚了。他不想说，谁也不能在他嘴里得到半个字。蒙石放弃了，他开始长吁短叹。当初穆衍中箭，箭雨上不过沾染些许毒药断顶，身体就已拖垮至今。殿下您回京途中却喝了一整碗断顶的毒汁，是您身体特殊能自愈，可到底伤身伤根。您不听劝阻，这些时日一直服用相抵触的药，本就虚弱。您身体什么情况，还要我提醒是吧？如今可有哪里不是的？蒙石还要啰嗦的在说话。周瑾对穆子涵有耐心，可对蒙石没有。他沉着脸，身子一翻，靠着墙，拒绝交流。都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记得刚娶了个媳妇，又念着穆子涵怕冷，手往后伸，自以为很体贴，扯过被子把他的脸全埋住。蒙石真是造孽啊！走走走，他这个碍眼的，这就走。上次送您的书多翻翻，实在忍不住找别的法子疏解。您还是悠着点，身体的毒素未彻底清除前，不宜行房。太子妃若是有孕，生下来的多半是死胎。扔下这句话，他一溜烟跑了，留下周瑾若有所思。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转过身，怕把他闷坏了，被子往下扯，露出热得红彤彤的小脸。他记性好，说是过目不忘也不为过。不宜行房，书上也写过，可以用手。他身体撑不住，困得不成样子，打了个哈气，指尖按住了小姑娘的水润的唇瓣。还有这里，第110章。小姑娘荣辱不惊。下了一场雨，空气变得格外清新。穆子涵总觉得自己抱了个暖炉，越来越烫，烫得他从梦境中惊醒。外面天已经亮了，他依稀听到屋外的说话声，含糊地听到血珊瑚3个字，估摸着
应该是太医将药引告诉端墨皇了。昨日折腾了很晚才睡，前日又被宫里的嬷嬷早早拉起来梳妆打扮，木子涵没睡足，人也有些迷糊。可很快他从床上坐起来，手背去触周瑾的外头。蒙石半字不提周瑾昨日醒过的事，对着端墨皇和皇后张嘴闭嘴就是。也不知道谁如此心狠手辣，殿下这样仁厚的储君也不放过。妙引大师批的命，这才有了冲洗一说，这是怕殿下有了太子妃后身体好了，挡了他们的路啊，其心可诛。端墨皇心里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皇后越听越气。就在这时，房门被里面的人打开，木子涵张皇失措道：“蒙石，殿下身体烫得厉害。”蒙石很想说他是不是又开始装了，可脉象告诉他没有。周瑾这玩意昨夜醒来死活不喝药，真的把自己折腾病了。呜呼，本来就虚，这下可得养几天。果然太医们连番把脉，一个比一个愁。70高龄的张太医长吁短叹，殿下的身体已是强弩之末，支撑至今已是万幸，昨儿又拼着蛮力打斗一场，只怕得烧几日。我等定会尽力保住殿下。闻言，皇后的心凉了半截，她身体晃了晃，险些没站稳。皇上定要给我们母子一个交代。端墨皇扶住他，已经让人彻查，你放心。他闭了闭眼，好。他说：“臣妾等着。”端墨皇又在周瑾床前坐了许久，他亲手给他擦脸擦手。小瑾是镇头个儿子，一出生就立为储君，自幼待在身侧教导，他写的第一个字还是镇守把手教的。昨日之事，朕又何尝不要一个交代？派去慈宁宫心腹公公两手空空回来。皇上，公主被太后关在宫里了，奴才方才讨要血珊瑚，太后说二皇子受了惊吓，是要给他补身体用的。他欲言又止，最后咬咬牙，太后说了，血珊瑚极为珍贵，殿下不过是个将死之人，给他吃实在浪费。说完，吓得把头磕在地上。端墨皇倏然站起身子，荒唐！小瑾吃是用来救命的，朕亲自去，就不信要不来了。皇后安静的听完，眼中没一丝波澜。这些年，皇上和太后本就因为小瑾坏了母子之情，不如让臣妾去。说完，他看向木子涵，眼底总算有了点温度。他朝小姑娘招手，木子涵刚走近，就被他拉住手。孩子，委屈你了。别家新妇入门都是热热闹闹的大喜事，昨儿的事凶险，好在你无事，不然吾实在不知该如何同你哥哥交代。若这事发生在少阳身上，他做母亲的心疼的要命。木子涵生母去的早，身边只有一个哥哥，即便有私心，他都觉得亏欠了人家姑娘。他问：“你可愿意同母后一同入宫？”木子涵朝皇后扶了扶身子，儿媳自是愿的。他有些不放心周瑾，可蒙时他们都在，就算不是为了血珊瑚，皇宫他也得去一趟，免得落人口舌。马车早就备好，皇后精神不济，他心里又念着事，路上两人都没交谈。等到了皇宫，皇后领着他朝慈宁宫方向去。到底是新婚，即便闹成这样，又是进宫。木子涵穿了件玫红色宫装，薄擦了脂粉，掩去眼底的疲惫。光线落在他身上，明艳生晕。本来就是个美人胚子，穿上宫如今愈发娇美。婆媳二人走得很快，却不想中途被人拦了下来。是熹贵妃。她一向孤傲冷艳，此刻却难得露出一个笑脸来。娘娘回来了，殿下可安好？殿下是臣妾看着长大的，昨儿知他出事后便夜不能寐。这话说的情深意切，如果把笑脸收收，没准还会让人信服。皇后冷冰冰道：“劳你惦记。”她的气场强大，本宫找母后有事，熹贵妃让让。熹贵妃视线随意朝木子涵身上瞥了一眼，心下忍不住讥讽。她什么都没说，身子往边上一站，目睹两人擦过她走远。等此处没有外人了，她嘴角勾着冷笑，对着身后伺候的嬷嬷道：“你瞧瞧她，又能嚣张得了几时？”婆子连忙阿谀奉承：“这位太子妃出身不行，听说琴棋书画也没甚精通，哪都不及淮南郡主。”提及未来的儿媳，熹贵妃很是满意。是啊，她如今还能拿什么和本宫争？等周瑾一死，这皇后也该换人当了。到了慈宁宫，太后让他们等了半炷茶，这才迟迟露脸。她嘴里带着不怒自威的笑，哪里能看出不久前说了那么恶毒的话？你也是为了血珊瑚来的？皇后也不废话，低垂着眼：“母后，儿媳自掌管后宫起，从未有过半点差池，对您的孝心更是日月可见。这些年从未求过您什么。”打住！太后慢悠悠地喝了口茶。皇后，昨日少阳来哀家屋里当贼了，这件事你可知？你应当不知情，毕竟皇后一向端庄，哀家也疼少阳这个鬼灵精，想来是被人挑唆了。如今他敢乱闯哀家慈宁宫，以后少不得会做什么错事。骗你和皇帝纵容，早早许他在宫外开宫主府。
依哀家看，她不如留在慈宁宫学规矩，这个年纪也该嫁人了。偏偏你一拖再拖，哀家觉得淮南侯爵府的世子就极好。哀家问过了，淮南王妃也是愿意撮合这门婚事的，你觉得呢？皇后倏然抬头，毫不犹豫，不成。太后被落了脸，当下重重将茶盏摔到地上。放肆！你！皇祖母息怒。一直在皇后身侧的穆子涵开口：昨日突发事端，母后时刻担忧殿下，实在心力交瘁，而又何尝不是爱女心切？待殿下身子好些，母后自然要给公主挑个最好的夫婿。太后好像才看到他，她挑剔的像是看货色一样，上下扫了穆子涵一眼。你就是穆子涵？他神色不悦，既知太子身子不好，为何不留下伺候？来哀家慈宁宫作甚？穆子涵丝毫没被吓着，他温声道：新妇成婚后第2日自当拜见长辈，该有的规矩不可少。殿下最孝敬您，想来皇祖母也忧心记挂他，孙喜理应效仿。这份荣辱不惊的模样，倒像是世家养出来的姑娘。好一个牙尖嘴利！穆子涵像是听不懂似的，红着脸朝他浅笑，谢皇祖母谬赞。太后，所以周瑾躺着没法气他了，换你来了是吧？第111章，给穆子涵颜色瞧瞧。太后动怒，他这一生顺风顺水都被人捧着，听多了谄媚，偏偏没法让人滚出去。他最要体面，皇后进来后没有犯错，她如何能当恶婆婆？而穆子涵口口声声说着孝敬，即便那些言辞多半虚情假意，他亦没有理由赶他走。太后准备给穆子涵颜色瞧瞧，他朝身后的嬷嬷使眼色。嬷嬷会意，出去一趟，很快端着茶水进来。太子妃有心了，既然来了，那就按规矩给太后娘娘敬茶吧。穆子涵没推辞，他提着裙摆跪到地上，抬手去接茶盏，刚入手，眸色便一颤，茶盏像是特意在火上烤过。他的手，嬷嬷却阴阴道：太子妃可得拿稳了，敬茶若是摔了茶盏，传出去是要说穆家没有家教的。您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东宫，可不能丢东宫的脸面。太后娘娘愿意教您这道理，是太子妃的荣幸，理当谢恩。皇宫里的肮脏手段层出不穷，皇后什么没见过，可她万万没想到太后竟然不留情面用到心腹身上。不，这哪里教训的是穆子涵，这分明是教训给他看的。皇后沉了脸，她管理后宫多年，也养尊处优多年，可不是软柿子能任人拿捏。她正要亲手将穆子涵手里的茶盏打落，可还没等她动作，就见穆子涵松了手，啪嗒一声脆响，茶盏碎了一地。小姑娘眼眸沾染上水渍，她疼得把起泡的手拿到嘴角吹了吹。太后像是拿捏到把柄，开始发难：好啊好啊，这是不把哀家放眼里啊？太子妃，你这是以此对哀家宣泄不满吗？穆子涵无辜地看着他。皇祖母，您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太后不是很想听，就听穆子涵道：岁岁平安。这分明是好寓意，现在哪有比殿下平安更重要的？皇祖母您说是吧？太后，她能说不是吗？她反正就很想让周瑾死的，但是显然她不能。她皮笑肉不笑：你说的是？皇祖母。话音未落，就听外头的吵嚷声。邵阳快步入内，他瞧见屋内跪着的人，明显一愣。他身后很快有人追上来，是宫女的打扮。奴婢该死，送早膳时让公主从房中溜了出来。邵阳转身就是一巴掌：溜！本宫是公主，何时成了阶下囚了？太后眸色一沉：放肆！邵阳却丝毫没被吓着。皇祖母不必大呼小叫，这京城的人谁不知邵阳的确放肆？是，昨日我进宫取血珊瑚的确不该，可孙女为何如此？那是孙女清楚，除了偷拿，如何求您，您也不会给。有些话她堵在心里许久了，也早就想说了。这么多年，您从没正眼看过皇帝。皇帝才德兼备，帮父皇料理公务，从未有过差池去边境出生入死，换来皇朝安宁。只要他在京城，隔三差五就过来给您请安。可偏偏他做得再好，您永远瞧不见。邵阳看在眼里，他真是心疼死了。他深吸一口气，之前您生辰，皇帝耗费数月亲手作画，最后被周玉养的兔子踩上了污渍。您知晓此事，只会包庇周玉。那幅画近看也不看一眼。见他要翻陈年旧账，太后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够了，你这是指责哀家不公？哀家再如何，这些年待你可不薄吧？邵阳咬咬唇，太后的确对他算是疼爱，可这又如何？太后想把她嫁给淮南侯爵府的世子，怀世子的妹妹怀宣氏以后的二皇子妃。周瑾在朝中的威望甚高，而对周玉众人却颇有微词。她身为长公主，和周瑾又是一母同胞，自是得重臣几分薄面。太后这是想拿她为周玉铺路。
既然这种疼爱不是独一份的，是掺着利益的，那不要也罢。他看向地上跪着的穆子涵，小姑娘的手上已经开始肿了。邵阳蹙眉，语气愈发不悦：我求您，母后也来求您，却不见您有半丝动容。血珊瑚您既然不给，只怕全当没有这个皇孙了。别的不提，今日弟妹头一次给您请安，您就这样让她一直跪着了？她是个老实性子，你不让起，只怕不敢起。您若是不想喝孙媳妇茶，何必如此糟践人？皇帝刚娶进门的媳妇，平日自己都舍不得呵斥一句，入了宫竟然要看。他的视线一转，看向适才发难的嬷嬷身上，一个奴才脸色。嬷嬷面色微微一变，皇后嘴角此刻有了笑意，这孩子没听见少阳都为你喊冤了，怎么还不起来？母后她老人家最会体恤晚辈，定然是不会罚你跪着的。说着，他亲自把穆子涵拉起来。穆子涵其实也很慌，可听少阳这噼里啪啦一顿吵嚷，他反而镇定了，甚至隐隐升起一股怒火。周瑾怎么摊上这么个恶毒祖母？太后真是瞎了眼了，错将鱼目混珠，看不见周瑾，眼里只有周玉那个货色。他温声道：皇祖母的教诲孙媳记住了，日后定然铭记于心。说着，他朝那变了脸色的嬷嬷道：嬷嬷是皇祖母身边伺候的老人了，我听母后说过，您最体贴周到，今日是怎么了？一地的碎片竟不知让人扫了去。我伤了脚倒没什么，若是伤了金贵的皇祖母，你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皇后意外地挑了挑眉，她有些惊喜，实在是穆子涵在她印象当中就是个又软又乖的小姑娘。她今日让穆子涵过来，一个是敬茶的规矩，一个就是小姑娘以后都要在这吃人的皇宫住下，怕她实在太单纯。这东宫已经有一个单纯的周瑾了，夫妻俩要是对谁都没防备，那才是真的完了。太后恼怒：反了，反了，都反了！穆子涵浅笑：主子没说话，哪里轮到的奴才插嘴？不知道的还以为皇祖母您多不待见殿下呢。我如今代表的是东宫的脸面，哪里能在您这里被一个奴才甩脸色？这不是您方才教的道理吗？太后教的，他学以致用，没有任何毛病。太后被气得两眼一黑，险些晕了去。第112章，谁也不能薄待了殿下。几人最后两手空空出了压抑的慈宁宫，沿着官道慢慢的走。九儿可受了气？少阳道：谁敢给女儿气受？皇后点头，又问了一句：眼下什么时辰了？少阳轻笑：母后安心，他们应当入宫了。这一段对话实在听得人迷糊。穆子涵观母女二人气定神闲，尤其少阳一改先前的怒容，就好像少阳入宫，皇后怕是昨日就已经知晓。他很快反应过来，皇后和太后相处这么多年，只怕早就猜透了太后的秉性，来之前也算准了太后绝不会答应，那何必多此一举？穆子涵抿唇，忍不住的去想少阳嘴里的他们是谁。很快他有了答案。走了段距离后，只身着仙鹤补服，上了年纪的老者迎面来。这是一品官员才能穿的。穆子涵很快猜出了人，是辅佐了2代帝王，又给周瑾当过夫子的顾太傅。顾太傅年事已高，在百官中声望更高，文官以他为首，文人墨客都要尊称一声先生。他被2个内阁的官员搀扶而行。娘娘安好。众人齐齐请安。皇后连忙请太傅起来。太傅的腿每逢雨季就疼得厉害，昨儿下了一宿的雨，您老怎么不在府上歇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太傅身上的儒雅和智慧愈发深入骨髓。周瑾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自然是为周瑾来的。刑部、大理寺、衙门齐齐出动，至今却无结果。老臣来寻皇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皇后面露疲态，劳您费心了。小瑾有您这个夫子，是他的福气。说着，他这才道：皇上如今在成园。就在这时，有公公快步而来，面色焦急：娘娘，不好了！慈宁宫的朱嬷嬷这会儿将血珊瑚亲自送去御膳房，说是要给二皇子炖汤喝。皇后手里抱着的暖炉落地，她却丝毫不在意，猛地转头：什么？她一向喜怒不形于色，这会儿却似大受打击。我们前脚才出来，母后后脚竟将血珊瑚给了二皇子。穆子涵彻底反应过来，只怕皇后和少阳是故意惹怒太后的。那他方才的表现也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助攻一次了。难怪皇后要入宫，她是要将这件事彻底闹大，闹到太傅面前。穆子涵已经能猜到，用不了多久，顾太傅义愤填膺会写百官跪满慈宁宫，逼得太后不得不交出血珊瑚。一封封弹劾的文书会堆满端墨皇的案桌，惹谁也不能惹文官的那张嘴。而这些作为父亲的端墨皇绝对没法活到这个地步。果然，太傅见皇后这样，不由拢了拢眉心。臣记得血珊瑚是贡品，曾听张太医提及说此物能入药，压根不用少阳说话，
就见一侧安静的太子妃眼圈一红，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泪。太傅说的没错，殿下就等着此物救命。可后面的话他欲言又止，越不把话说完，越引人去猜测。也很明显，他开口比少阳开口更让人信服。小姑娘的手嫩，指尖红肿不堪，再看她的裙摆，上面还留有茶渍，湿哒哒的，好不可怜。顾太傅已经能想到，这必然是太后下的狠手了。他是知道太后多不待见周瑾的。穆子涵难得坏心眼，还不忘借着机会去陷害周玉。只听他细声细气道：“想来二皇子那边也急需血珊瑚吧？”顾太傅勃然大怒：“二皇子只是受了惊吓，不要多的是，要什么没有？他非要和殿下抢血珊瑚作甚？身为周瑾的夫子，他当然看不惯一直占周瑾便宜的周玉。其子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啊！有老夫在，谁也不能薄待了殿下。”皇后留在了皇宫，穆子涵和少阳一同坐在回城园的马车。不同来世的忧虑，穆子涵这时很轻松。少阳的视线落过去，最后停在他耳垂上，那里挂着漂亮的红滴子耳坠。他藏在暗格匣子里的木偶，做工不如穆子涵的耳坠精致，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粗糙。可木偶倨傲的神态却和他如出一辙，可见雕刻的人多用心，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他有过片刻恍神，突然想起来那人捧着木偶送到他面前的场景。那时的穆衍鲜衣怒马，不见半点参透生死的颓然。我手艺不精，但好歹是第一次雕刻，心意都在里面了。公主可要赏脸收下。那时的他无疑是欢喜的，提起一只细细打量，余光却见男人紧张的神色，他坏心眼的做嫌弃之色。本公主穿最好的，戴也是得最好的。穆大公子怎么想的？一个木偶就想让我和你好？穆子涵察觉少阳的视线，他摸上了耳坠，这是我哥哥雕的。他每逢提起穆衍，就格外骄傲和话多。哥哥平时总是以雕刻打发时间，他还有没刻了多年才完工的鬼宫球。少阳淡淡道：“鬼宫球耗时又耗力，他一个武将倒是有耐心。”穆子涵刚要点头，很快却换成摇头。也不是一直以来都有耐心的。哥哥刚开始刻时还没中毒，一得闲就将自己锁在屋里，恨不得明日就能完工。瞧他那宝贝模样，那时我都要怀疑是要送给哪家姑娘当定情之物了。他没察觉少阳眼神的变化。后来身子垮了，哥哥颓废许久，鬼宫球也让阿吴收起来了。过了半年之久，也不知怎么了，他突然又拿了出来，沉默的整日的刻。说到这里，穆子涵不再说话了，一时心情沉闷下来，而是后知后觉和少阳提这些实在不应该。下了马车后，落后穆子涵一步，他走得很慢，清灵灵眼神却一直落在小姑娘纤弱的背影上，娇娇柔柔，说话都不会大声。旁人若是凶他几句，只怕都要吓哭。可少阳念起穆子涵在太后面前的那段话，又想起他在太傅跟前的挑唆，他止不住的轻笑一声：“本宫倒是小瞧他了。”这句话似呢喃，身侧的宫女没听清公主在说什么。少阳似怀念又似怅然，独没有解脱。他自言自语道：“也是，他的妹妹怎会差？”第113章，养媳妇不难，养女儿更不难。不过片刻功夫，慈宁宫外几乎乱成了一团。以顾太傅为首的满朝文官讨伐字诛鸡，又有武将们得知此事，纷纷赶至，口口声声求太后饶太子一命。端墨皇奕德宫里传来的消息就坐不住了，他的神色有过一瞬间的阴冷，很快又克制下来，将情绪压下。备马回宫。这么急着就走，是恼怒皇后先斩后奏，践踏了皇家体面，还是恼怒太后不识轻重，对周瑾不留情面？等端墨皇的身影消失，周瑾脸上的虚弱被嘲讽取代。蒙石笑着从外面进来，只怕用不了多久，血珊瑚就送来了。周瑾提不起兴趣，那老妖婆手里的便是稀世珍宝，姑也不稀罕。是，没有什么能入殿下的眼。蒙石眼里泛着金光算计，那千年的血珊瑚可不多见，甭管用不用得着，只要是宝贝，先拿到手再说。等服用血珊瑚后，我再想法子为您调理一段时日，养好了身体也好早早圆房。这么个娇软美人躺在边上，人久了是会得病的。周瑾像是来了兴趣，闻言问：血珊瑚能解断顶的毒？自是不能，断顶的毒无解，若是有目眼，何必等死？只是您体质特殊，中毒后身体排斥，双方互不不容，这才造成两相制衡的局面。只要费功夫，也容易将毒彻底引出来。枕边不及巴掌大小罐子，装着小姑娘包好的核桃，周瑾拿过来，修长的右腿屈起，开了瓶塞，倒了一把，就少了大半。他咔呲咔呲的咬着。蒙石见状，又开始操心。太子妃包了一宿，就被你几口给造了，好歹为人夫了，不如给他留点。殿下，您得学会疼人，他就是给姑包的。周瑾病殃殃，神色有些憔悴。经过昨日一事，他到底受了不少罪。
便是现在呼吸都有些粗重。他斜睨蒙石一眼，你嫉妒？也是，毕竟你至今孤家寡人的。之前你祖父在时，倒给你定下一门亲事，可那姑娘刚及笄就和外男私奔了，你瞧着也实在可怜。可要姑出面给你想想法子。这是蒙石的痛。蒙石难得觉得周瑾是个人，这下也激动了。殿下是要给我介绍姑娘？周瑾微笑地打破了他的妄想，姑给你买个粗使婆子。蒙石。这时季期进来，将慈宁宫打探来的事挑了重点，事无巨细的禀报。什么？那真是太子妃说的？蒙石吃惊，表示10000个不信。太子妃瞧着端庄规矩，平时也不爱说话，木眼常言她的妹妹最是温柔可人，怎么可能在长辈面前这般口齿伶俐？那可是太后啊！她每次瞧着都出得慌。木子涵这娇娇软软的小姑娘可真敢。周瑾总算有了别的反应，他哼笑一声，掀了掀眼皮。他口吻平淡，幕府一个看门的婆子都能对年幼的他尖酸刻薄，可见这些年他在穆家谨小慎微。这世上敢肆意的人有几个？想要活着，这才不得不对着别人低头。周瑾眼尾上挑，今时不同往日，毕竟有姑护着，只怕他是释放天性了呢。说着，他异常鄙夷，木眼一个大老粗，哪里会养姑娘？你还挺骄傲。木眼不会养，你就会了吗？人家穆子涵在木眼眼里是要捧在手心疼着的珍宝，你呢？你一个大男人，浑身公主病，只怕要让穆子涵把你捧在手心才行了。蒙石都不想吐槽，偏偏周瑾自我感觉良好。周瑾很不经意道：姑最瞧不上楚哲成的一身铜锈味，整日就知道穿着金光闪闪的出门，生怕不被贼人盯上。不过他有句话说得不错。什么话？小姑娘是要娇养的，将最好的砸到她身上，这般定能对姑死心塌地。姑给她置办的那些首饰和衣裳，一间屋子都堆不下。周瑾俨然还记得婚前给她置办时，穆子涵眼里不可置信，同时嘴角止不住的往上翘，最后还软软的问他：殿下，这些当真的是给我的吗？男人指尖弹了弹衣服上没有的褶皱，语气无所谓的轻飘飘，可见日后姑养女儿也是不难的。说完，他看了眼窗外，算着时辰，不是说回府了，怎么还没过来？季期连忙道：属下去瞧瞧。邵阳这时从外头走进来，他被赶过来的周瑜绊了脚。邵阳在床头坐下，冷笑：前脚刚回府，后脚就来送血珊瑚。皇帝，你可看清楚了，周瑜没安好心，更是惺惺作态。今日若是母后不闹，在太后的授意下，他绝对能将救你的药给吃了。蒙石找了个理由和季期一同退下，一出屋子，他就沉沉的吐了一口气：救命啊！他抓耳挠腮，崩溃的拉住季期：你可知我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我再想过个几年，若真的有小郡主了，是个什么场景？季期等闲是不愿搭理蒙石的，可一听这话，他严肃的脸上有了期待，一定是父慈子孝。呸！若殿下还是这时不时发疯的狗脾气，谁敢投胎过来给他当女儿？蒙石万般惆怅，之前关押了叛徒，殿下嫌他吵，直接动手将那人舌头给拔了。小娃娃刚生下来最会哭闹，在殿下眼皮底下又能活得了几时？这话季期就不乐意听了。殿下行事时常不着调，可不至于对亲生骨肉下手，他绝对不可能拔小郡主的舌头，他顶多……季期的声音变得低微，顶多就是用枕头把小郡主的脸捂住，以示惩戒。蒙石，殿下为人全凭心情行事，你信不信小郡主要是说热了，殿下绝对能把人扔到雪地上，让他凉快凉快。哪家孩子生命力能顽强到让周瑾玩的？季期仍旧反驳：你所言确有可能，可殿下一定会在小郡主旁边躺下，不至于扔了就不管了。是，一起吹西北风。殿下夜里难眠，还会将女儿提着去屋顶看星星是吧？第114章实力护妻。地上仍旧湿漉漉的，积雪有融化的迹象。弄堂风吹过来，小姑娘耳朵上挂着的坠子轻轻晃动，她手里抱着暖炉，对面是二皇子周玉。周玉是火急火燎过来的，这会儿有些小喘，即便内心多么看不上穆子涵，可这时他难得低声下气：许是我年幼时常伴在皇祖母膝下，不比皇兄要担储君之责，有学不完的功课，日子相处久了，皇祖母便待我要好些。他老人家年纪大了，行事又是也难免偏颇，应当是得知我被刺客吓到，昨儿夜里梦魇，这才想起了血珊瑚。我一向尊敬皇兄，怎么可能和他去抢？皇嫂莫怪，我实在不知此事，一得知就连忙跑去御膳房制止了。补身体，他的确想补，尤其是周瑾的救命药，他比谁都希望周瑾药石无医。可他能吗？文武百官都闹起来了，他非但不能觊觎，还得眼巴巴地送过来，用行动表明血珊瑚是太后要给他的，不是他刻意要和周瑾作对。他朝穆子涵假笑：
这便是血珊瑚，皇嫂快些收下。过些日子必要春猎了，我只盼着皇兄身子无碍，能一同前去。皇嫂不知，我奇术还是皇兄教的。他有意回忆往昔，证明他和周瑾多么要好。穆子涵接过血珊瑚，却没有半点动容。他只是问：“你昨儿可受了伤？”周玉以为穆子涵在关心他，道：“不曾，万幸最后皇兄出手了。”穆子涵颔首表示明白了。礼部尚书被砍伤了胳膊，流了一地的血。太子成婚经他操办，刺客的事谁都始料未及。可他到底有疏忽之职，昨儿被太医包扎后，他顾不得疼，一直在城院外面跪着赎罪。三皇子倒是没受伤，他小你2岁，虽说是不爱说话的闷性子，可到底是德妃娘娘精心照顾养到现在的，见了一地的尸体，狠狠吐了一场，可也没听说他昨儿梦魇了。不说他们，当时事态凶险，我一介弱女子也吓得不轻。虽说哥哥是武将，可我是从来没见过死人的，但也不像你这般。他笑容比周玉还假。二皇帝的胆子怎么连我都不如了？真当他是蠢的？什么梦魇的，那分明就是借口。周玉这样的人，加上西家野心勃勃，怎么可能没在宫里安插眼线？只怕少阳昨日进宫，他就得了信。要不是百官弹劾，他定然要装作不知道这件事，直接将炖的血珊瑚给喝了，一滴也不剩。事后再假情假意的来一句：“皇兄既然也要用血珊瑚，怎么不早些同我说？我绝对万万不会去碰的。”周玉懵了，你知不知道，等周瑾一死，他周玉就是下任储君，以后的帝王。你穆子涵是要在我手里讨生活的。血珊瑚我就替殿下收下了。穆子涵下了逐客之令，二皇子还不走，是想留下喝杯茶吗？只是我放心不下殿下，望你见谅，我这个做嫂嫂的实在无心招待。穆子涵把周玉气走了，叭叭叭将说了一堆话，他却没有半点胜利者的得意。小姑娘转身后，小脸一垮，沉沉的叹了口气。她没有野心，不喜唇枪舌战，相比现在，反倒喜欢之前和哥哥一起关起门过日子，只有自己心情畅快，往后才有盼头。可现在，行一步都得瞻前顾后，她不善应付，反倒觉得累。可走到这一步，再不喜也得硬着头皮上。刚回院子，就见蒙石和季期凑在一起，见他过来，两人连忙指了话，看着很古怪。尤其是蒙石，一脸心虚状。直到他看到了穆子涵手里的血珊瑚，眼前一亮，把什么都抛到了脑后。穆子涵把血珊瑚留给他，回屋后，少阳已经去隔壁歇着了，只留下周瑾一人。周瑾身上没盖被子，只穿了件单薄的月白寝衣，更围着鞋袜。他走近一看，他的发梢还带着湿气。殿下沐浴了？周瑾懒懒地看他，用鼻音不轻不重的回：“穆子涵拧眉：“您还发着烧？”周瑾玩着反锁的盘扣，孤爱干净。穆子涵不解，上回吃他嘴时，一个劲地咬着他的舌，怎么不见他是爱干净的人？突然想到这个，他的脸有些红。就听男人很不经意道：“姑的核桃吃完了。”果然，床头装着核桃的罐子已经空了。小姑娘很上道：“我这就去再包些。”周瑾嘴角止不住上扬，可他是个温和善解人意的太子，又想起先前蒙时那谴责的语气，就好像他不会疼人似的，那多不好意思。周瑾茶言茶语，哪里能总是麻烦你？姑娶你可不是为了使唤你的。说着，他看向穆子涵，还要再说些肉麻的话，视线却是一顿落在他红肿的指尖。周瑾眸色一沉，再看他的裙摆，那里的茶渍已经快干了，可小姑娘穿的衣服布料金贵，便是洗涤都得万分注意繁琐，所以只要没瞎，也能看出在皇宫受了苛待。这是季期没有说的，他也不说让穆子涵剥核桃了。前一秒还在榻上躺着的男人，下一秒突然光着脚下地。他嘴角的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殿下，你去哪儿？周瑾没理他，他走得快，很快将小姑娘甩到了身后。这时候，蒙石抱着血珊瑚，宝贝的这里摸摸，那里蹭蹭。余光瞧见周瑾阴森森要大杀四方的架势，他莫名一个哆嗦。殿下要去哪里？后领却被人提起。紧接着，他像只小鸡仔一样双脚离地，还不等蒙石惊恐，耳边就传来周瑾冷冷的声音：“想知道吗？”“不，我不想知道了。”“姑去趟皇宫。”蒙石的八卦又突然蠢蠢欲动，去皇宫作甚？他开始猜测，可是去文武百官面前露个脸，再设法激起太后的愤恨。不是。周瑾觉得他吵，心烦的把人扔下，大步朝外走。蒙石连忙跟上去。那是什么？周瑾沉沉的黑眸泛着冰寒的碎意，眉宇间带着病态的暗芒，说的话却全是挑衅。他低低的笑，笑得人毛骨悚然。当然是请他老人加轰是升仙。第115章，既然有嘴，太后欺辱你为何回来不说？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直往上窜，
也不知被寒风刮的，还是周瑾那句话给吓的，蒙石后背竟然冒起了一层冷汗。杀太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在周瑾身边这么多年，他清楚周瑾有多疯。既然说了这话，是一定要去做的。不成！蒙石连忙把人拦住：“殿下清醒清醒！往前太后没少刁难您，所言所行尽显刻薄，可你从来没放心上。还记得周瑾8岁那年，不慎将先皇所赐之物砸碎，被太后抓了错处，狠狠用足有手腕粗的藤条在后背砸出道道血痕淤青来，涉及先皇，谁也不敢求情。皇后娘娘险些晕厥，而少年别说哭了，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他甚至对给他上药的蒙石嗤之以鼻道：老妖婆也就敢这样，若今日把姑打死了，姑还敬他有些魄力。这种算什么？周瑾冷冷道：滚开！蒙石不让，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是，太子妃今日受了些小伤，可和你之前受的那些分明没法比，何必为此动怒而坏了大计？太后越刁钻，咱们越不计较，就越能以可怜又孝顺的受害人的惨状示人。这些年都这么过来的，也正是如此，有这个掩护，方便咱们私下行了不少事。您如今贸贸然过去，可想到后果？周瑾一巴掌把人拍开。听了这么多话，他就抓到一句重点。他拧着眉，很是不悦：小伤？你觉得那只是小伤？蒙石他很自信且大声：属下之前被热水泼伤，后背全是泡，2个月不能下榻。同样是烫伤，您之前怎么说的？他学着周瑾那冷飕飕的语气心酸道：哭啼啼的做什么？又不是要死了。这话周瑾的确说过，可这时他没有丝毫羞愧，甚至用一种鄙视、惊讶，像是看傻子的眼神看向蒙石。他是姑什么人？你又是姑什么人？蒙石，你好歹也到了娶妻的年纪了，做人还是得要有自知之明的。蒙石，合着我劝你也劝出毛病了是吧？他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现在文武百官都在慈宁宫外僵持着，本就是多事之秋，你若是过去，只怕露馅。周瑾磨刀霍霍宰太后，你小看姑？不，我怎么敢？周瑾继续磨刀，他已经想好了，就用这把刀将老妖婆的拇指一根一根削下来，再割了她的喉咙，放光她身上所有的血。在此之前，他其实对太后并无太多恶意。太后伤他厌他，他又何尝不是借着机会反过来利用他？比如那回先皇御赐之物，是他故意当着太后的面不慎摔坏的。果然太后落下圈套，且狠狠地罚了他。他越优秀，越要去太后跟前弃他。太后转头会对周瑜越好，越发想将周瑜捧上储君这个位置。他是疯子，与其面对那一张张披着狼皮还冲他笑的脸，倒不如老妖婆那时时刻刻看他就憎恶的眼。可眼下太后动了不能动的人，为何还要留？前脚还在笑话木眼不会养姑娘的周瑾咬咬牙，狠狠磨刀：我要是殿下，这会儿绝对不会入宫。您不是常说人杀了就没意思了，得留着慢慢折磨？这老妖婆罪恶滔天，可不能让她就这么死了，一了百了了。这句话让周瑾的动作顿了顿，一看有戏，蒙石连忙道：还有啊，太子妃这会儿还没上药呢，小姑娘手嫩，若是不上药，保不齐得多久才好。周瑾抬眼看了沉沉的天色，瞧着只怕又要下雨，他神色有过片刻恍惚，难得有人性的想起了顾太傅的腿疾。只见他把刀一扔：你去皇宫一趟。蒙石的心猛然提起来，别是让他去杀吧，给太傅送对护膝去。蒙石连忙松了口气：殿下您能想开是极好的，顺便给那老妖婆下个毒。周瑾危险地勾了勾唇：你屋里姑见过有10几种毒，还有在研制断顶，没研制成功。哦。周瑾退而求其次：那10几种毒，毒性如何？都是我闲来无事弄着玩的，皆不能致死，最厉害的多只会让人难受个1年半载的，那就全给他下了。皇宫你不必去了。周瑾双手附在身后，笑得无害：继妻，这件事你去办，姑也想见识见识，到底能怎么难受。他说的话，继妻都是听的，别说给太后下毒了，就算周瑾让继妻在自己身上砍一刀，他都不带眨眼的。是。蒙石很绝望，还不如让周瑾把人杀了，他的手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等等。周瑾见继妻拖着蒙石就走，忽然出声，他朝蒙石摊开手：烫伤药。屋内暗香和琥珀围着床前坐着的木子涵正心疼呢。太子妃这是第一次给长辈敬茶，太后竟然连表面功夫都不愿做了，第一次入宫就这般搓磨，往后等您去了东宫，只怕……见木子涵眼眸暗下来，暗香连忙打断琥珀的话道：不说这些，奴婢屋里有伤药，虽说是赤脚大夫给的，可效果极好，
奴婢这就去取。这时周瑾从外头走进来，他行至桌椅时，顺手去拖椅子，朝穆子涵过去。椅子拖动地面是刺骨悠长的动静。周瑾毫不犹豫用椅子挤开2个傻眼的丫鬟，坐到了穆子涵身前。他打开烫伤药，味道有些刺鼻。他皱了皱眉，难得没嫌弃。手。穆子涵有些惊喜，殿下方才出去是给我找药吗？周瑾想说不是，可见他眼睛亮亮的，瞳孔里面只有自己，到嘴的话成了一句小事罢了，不必言谢。穆子涵把手送过去，他的手一向纤细白嫩，这会儿肿得像个萝卜头。周瑾把药油在手心抹开，这才揉搓到他手上，火辣辣的疼。穆子涵眼角飙泪，疼。周瑾冷笑，原来是知道疼的。他嘴里这么说，手里动作却轻了不少。上完药也没擦手，指尖带着滑腻腻的药油，直接去掐他的脸。周瑾黑眸沉沉的，既然有嘴，太后欺辱你为何回来不说？第116章，温柔的给他包扎。穆子涵瞪大眼，指尖的火辣辣褪去，现在是极其清凉的感觉，舒服的让人喟叹。可他没想过周瑾会掐他，甚至掐了右侧不过瘾，另一只手转眼去掐他的左脸。穆子涵身体往后仰，他急急道，说着就要去取帕子擦脸，你还没洗手呢，手是为什么才沾药油的？药姑提醒你吗？周瑾被他这个举动气笑，你躲什么？琥珀和暗香一见这种情况，只以为是闺房里面的打闹，两人双双红了脸，连忙退下。也是，被他提醒，穆子涵理亏，准备擦脸的动作一僵。小姑娘坐直身体，开始给他擦手。行了，周瑾却直接夺过来，刚给你上了药，蹭来蹭去，姑岂不是白折腾了？2、3下给他擦好脸。周瑾将带着茧的手凑到鼻子下面闻了闻，脸色不太好的伸出舌尖舔了舔味儿，难吃，臭的。他这个人脾气怪，嫌药油味道重，扔下帕子去找铜盆洗手。做好这些还没有消停，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看着他的背影，穆子涵微微蹙眉，殿下是在生气吗？光着脚都能在房间踩的人，这会儿在地上坐下去拨动从柜子里翻出来的匣子，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找什么。男人没那么多耐心，扯嘴角啧了一声，直接将柜子上面摆着的匣子的物件全倒了出来。周瑾的确气，可他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气什么劲儿。气他受了气回来后避而不谈，还是气他不信自己能给他撑腰，还是气他自己何时这般窝囊了？合着他娶进来的媳妇得受这种罪？穆子涵，他抬头去看他，神色是琢磨不透的郁闷。你可真有出息，回来别说没提半个字，还要去包核桃。首饰不想要了。穆子涵走过来，因为周瑾老爱在地上踩的毛病，他的屋子被奴才打扫得一尘不染。小姑娘学着他，也在地上坐下，没什么好说的。穆子涵也不委屈，他甚至眨眨眼，狡黠之余又有些不好意思道：“我也在顾太傅面前挑拨离间了，这时候的慈宁宫还有他的一份功劳呢。就这样，你也好意思得意？”周瑾奄奄心想，没事，反正祭期出发了，我还是头一次瞧见这么大的珠子。穆子涵突然指着地上比他拳头还大的珠子道：“好漂亮！”他刚要碰，又念着手上的药油，连忙缩了回来。周瑾继续翻找着，闻言随意看了一眼，东海珍珠，姑13岁那年下海亲自去捞的。那这个呢？穆子涵又指着边上黑漆漆的形状古怪的一团，当然是杀人的武器了，还是周瑾亲手做的，是他照着残缺的古籍反复推敲琢磨出来的。他头一次接触，做着实在费劲，这双手杀人利索，可碰这些活却十分笨拙。材料是最好的，周瑾又只求效果，所以样貌实在欠缺，但只要按下一处就能射出毒针，杀人于无形。说起这个，周瑾还挺得意的，他正要用很不经意道口吻炫耀。好丑！穆子涵皱眉，看着还脏兮兮的，凹凹凸凸，一点也不光滑，实在难看。殿下怎么把这种不能入眼的物件和东海珍珠收藏再放一起？他心疼珍珠。周瑾顿时荒谬地看向他，嘴里的笑意逐渐拉平。你再说一次。要知道他当时费尽心思去捞珠子，就是为了给他的宝贝当陪衬的，可惜珠子太小，还没他的脑袋大，年纪尚浅的周瑾一度认为是委屈了射针。穆子涵乖巧地继续张嘴，下一秒却被周瑾死死捂住。周瑾费解，你怎么半点鉴赏能力都没有？肯定是和穆衍待在一起，见识太少了。想到答案，周瑾愈发看不上穆衍，不就是会些手艺活吗？除了好看，会讨女子欢心，真是一点用都没有。若他会雕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少阳藏着人偶给扔了，换新的。听他这话，好似此物多了不起似的，穆子涵陷入了沉静。他努力去看地上那一坨，
可实在有碍观瞻。小姑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周瑾也总算找到了她想要的，转头见她愁大苦深的模样，火气憋在心口，他冷着脸将射针一收，小气的不给看了，再一言不发，将找来的纱布缠到他手上，包扎的手法熟练。穆子涵见状，心里一暖，的确，他的手黏腻腻的，如果不缠纱布，碰什么都不方便。他又是个心思细腻的人，今日发生的种种，对穆子涵而言格外古怪。殿下，小姑娘声音又轻又软，我先前甚少出门，但听哥哥说过，太后在几个皇子里头，独对周玉更为偏疼爱些。她对宫里的公主们都还算慈爱，尤其是嫡出的长公主，可见她是重嫡庶的。但为何这般待殿下？周瑾语气平淡，孤八字同他相克。不对，小姑娘慎重的摇头。太后应当不信神佛的。我今儿过去，太后摔了茶盏时，手里的佛珠掉落，她眼皮子都不抬一下，还是嬷嬷去捡的。若是供奉敬重神明，绝对不会如此。她既然不信这些，又重嫡庶，为什么还要说什么八字相克？周瑾眯了眯眼，意外穆子涵的敏锐。万花入万眼，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可有些是缄默与口才，是聪明人。周瑾温柔地看向穆子涵，果敢说，你敢听吗？穆子涵有点不敢。那些话不许再提，姑听了倒无碍，有些人听了是会要你的命的。见他不似说笑，穆子涵连忙点头。然后他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周瑾用纱布将他的2只手都裹成脑袋大的球。礼部尚书手臂伤得那么厉害，纱布也没他缠得厚啊。穆子涵一言难尽，我只是烫伤。周瑾很满意眼前的一切，有问题吗？他艰难地把手凑到东海珠子边上，比了比，是珠子的好几倍。小姑娘觉得很丑，语气带着明显娇气的不乐意。不是手被剁没了。第117章，想坐姑腿上。为了找纱布，周瑾总共到了3个匣子，地上杂七杂八，什么都有，不少价值连城的物件堆积成山。在他眼底却是一件死物，乒乒乓乓的全塞回去。眼看着他捡起东海粉珠，穆子涵忍不住出声：“你轻点，可别砸坏了。”周瑾掀开眼皮，意味深长地睨他许久，指尖一推，粉色珍珠在地上滚啊滚，撞上了小姑娘的脚踝。够你打造一套珍珠首饰了。殿下这是要送我？对上小姑娘惊讶的眼眸，周瑾还沉迷在随便养姑娘的浓厚心之中。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几月前有批颗紫珠现世，你若是喜欢，姑也是可以去取来的。他说得很含蓄，因为那批货已经被人买走了，买主就是小王爷楚哲成，但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想要的话夺过来就是了。反正这种事他也不是第一回干了，殿下不必破费了。小姑娘听他这么说，笑盈盈的，说得诚恳。哥哥曾教导我，做人最忌惮贪心不足。您若是送我几两银子的珠花，一只我收的，一匣子我也收的，可殿下嘴里的紫珠太贵重了，我不该要。哥哥还说过，不能收旁人贵重之物，而殿下又是我的夫君，不是外人，所以粉珠我想要是真，不想推辞也是真，但只要这一颗就足矣。他被教得很好，可见穆衍将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这个妹妹身上，所以小姑娘即便经历了太多不公，也没有被养歪，甚至比那些世家贵族精心调教培养出来的贵女还要识大体懂分寸。2只胖乎乎的球手试图去抱珍珠，几次也没成功。他实在臃肿笨拙。周瑾想笑话他，可却被那一番话震到了。他不能理解，也厌恶穆子涵身上太干净了，和他格格不入。既然是夫妻，就该共苦。周瑾想把他一道拉入黑暗的深渊，可见他信赖的眼眸弯着望着自己，他突然又开始自嘲：穆衍就教你这些，都把人都养傻了。周瑾语气平淡：姑不管他往前怎么教的，你既然嫁过来，就把那些话统统给忘了。朝政由我操心，官场里面的尔虞我诈也是我区区踏足，记住了，今时不同往日。你一个小姑娘，你如今背靠着姑，自然该怎么畅快怎么来。想要的就得说，殿下我全要。看谁不顺眼了，就得说，殿下我要他的脑袋。谁给你难堪了，不论是太后还是父皇，也不必太给他们脸。说着，他哼笑一声，什么贪心不贪心，也就几颗珠子而已。比较穷的穆子涵震惊地听到他说，姑有的是钱，不怕你败家。他的话不管在不在理，但实在动听。穆子涵除了听到周瑾的说话声，还有自己的心跳，他挺感动的。当丈夫的说出这种话，可见给足了体面和安全感。唯一不足的是，你怎么忘了你是短命鬼啊？穆子涵格外惆怅，好像对他好的都不能陪他一辈子。哥哥是，周瑾也是，所以他不该因为一时得到了太多而得意，更该谨小慎微，学着自己往前走。
见他神色不对，只当小姑娘不信，周瑾站起来出去了一趟，很快提着金匣子进来，格外金光闪闪的。穆子涵以为这又是送他的，他这个人没什么毛病，顶多就是穷怕了，比较贪财。可周瑾将金匣子在他面前晃了晃，然后动作慢悠悠，取出那黑漆漆的射针，像是供奉祖宗似的送进去。有那么一瞬间，穆子涵觉得周瑾是刻意显摆那一坨宝贝，用这种方式指责他方才的有眼无珠。染上碴子的宫装，先前琥珀就给他换下了。屋里暖，烧着足够的炭。他穿的不算多，纱布实在碍事，他每次想拆了，周瑾就用一种受伤的眼神看着他。是嫌弃姑吗？嗨嗨，姑貌似什么都做不好。穆子涵最见不得他这样，遂硬着头皮道：谁说的？我格外喜欢。于是麻烦来了，喝茶的人喂，看书的人翻，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喝不看，但饭总不能不吃吧。一道道菜摆了上来，厨房那边得知太子妃受了伤，所以菜品都是清淡的。周瑾去挑汤里这弹牙的牛肉丸，还有鹿筋。他一直喜欢吃有嚼劲的食物，要不是骨头太硬会坏牙，周瑾也是愿意扔到嘴里咔嚓咔嚓咬的。他恶劣的去看对面连勺子都握不住的穆子涵。小姑娘试了几次，虽让琥珀伺候喂饭，性格沉稳的暗香被他派去打理聘礼和嫁妆了。一口饭一口菜，小姑娘也不挑，红润的小嘴咬住勺子，琥珀喂什么她吃什么，乖的不成样子。周瑾眸色忽然一暗，他也不吃了，就饶有兴致拖着下巴这么看着。殿下看什么？穆子涵狐疑，你也想琥珀喂吗？琥珀有那么一瞬间很惊恐，都说姑爷温和，可那是太子啊。他吓得头也不敢抬，连番给小姑娘喂了2口米饭，眼看着就要第3口了，周瑾看得很难受。下去，他淡淡发话。琥珀看看穆子涵，又看看周瑾，将碗筷放下，跑了。奴婢去帮暗香姐姐。穆子涵没吃饱，傻眼，他本来就胆子小，殿下把他轰走了，我怎么办？这不是还有姑吗？可您一看就不是会伺候人的准儿。殿下先前喂过人吗？你是头一个，那他还挺荣幸。过来。屋内摆的是4方桌，周瑾不喜凳子，所以用的是椅子，一个方位摆着2条椅子，而周瑾边上是空的，那条椅子之前被他拖去了床边上。穆子涵现在就是个废人。他站在周瑾边上，周瑾垂着眼，用筷子将肉丸夹成标准的2半送过去，张嘴。穆子涵没有弯腰，他红着脸想说这筷子你吃过。小姑娘红着脸支支吾吾的，周瑾眯了眯眼，明白了，他像是猜透了小姑娘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想坐姑腿上。第118章，姑的确挺娇弱的。穆子涵被这句话吓得不轻，他弯下腰叼住肉丸。殿下想多了，我怎会如此不成体统？穆子涵嘴里塞得鼓鼓嚷嚷，含糊不清，但解释得很及时。殿下身体差成这样，我虽然不重，可不能把你压垮了。不懂情趣的周瑾本来想着穆子涵的要求怪为难人，他堂堂太子又不是椅子板凳，他欣慰的点头，你说的在理，毕竟姑的确挺娇弱的。男人说这种话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吃完这顿饭，穆子涵腰也弯累了，这几天他都没睡安稳，在宫里的事也的确让他神经紧绷。小姑娘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消食，就打算去午休。周瑾去了一趟书房，发现一本书落在屋里，回去拿时，穆子涵已经窝在床上躺着了。他显然还没睡着，听着动静睁眼看过来。小姑娘朝他浅笑，殿下要午休吗？不。周瑾拿了书就想走，天还没黑呢，就招呼新婚丈夫上榻。周瑾怀疑他别有用心。穆子涵困倦的打了个哈气，你睡里面还是外面？外面。穆子涵知道了，他身子朝墙壁那边缩，让出位置来。待周瑾一上榻，他就给他盖好被子，体贴的不像话。他侧着身子去看他，小姑娘的确长得娇艳。周瑾告诉他，睡觉可以，别的不行。别的，至少现在不行。穆子涵闭着眼，困得不行，也没听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含糊的点头答应。榻上都是他身上那股香甜，往前能治周瑾的失眠之症，也许还半药犹未。总之这次失了效，他的身体还升起了燥意，他喉结滚动，不免心烦。再看前脚还招呼他的小姑娘，后脚乖乖靠着墙，反倒是自己。周瑾冷笑一声，把人抓过来，滚烫的唇贴在他纤细的脖子上，男人细细密密的吻过去，他吻得又重又欲，似发泄般吮出绯红的暧昧印记。穆子涵的睡意彻底消散，他娇娇低哼一声，不知周瑾听了如何。他自己都听得耳热，媚得不像他喉咙里发出来的那样。小姑娘连忙用手去捂，刚亮出来被纱布缠到圆滚滚的手没捂上嘴，反倒砸了周瑾的脑袋。他愣了愣，
丝毫不怕，反倒笑了出来，嗓音清脆悦耳。昨天的事后，周瑾内里其实虚的不行，有那么一瞬间被砸得眼冒金星，耳边还听到他在笑。周瑾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他黑着脸把人往怀里一塞，闭嘴。等小姑娘入睡后，周瑾下床走人，兜兜转转还是去了书房。他去书房没多久，季期就回来了。周瑾看他一眼，就知道这件事成了。季期恭敬禀报宫里的事，属下回来时，太后躲在殿内不敢示人，顾太傅他们还没走，个个饿着肚子将过往柯代宁的事一桩桩一件件道出来，讨要一个说法。皇上，二皇子过去也没将人劝回去。周瑾病恹恹的，只是可惜这场闹剧由孤而起，也该由孤去写。毕竟他的人设那么的仁厚，怎么可能坐视不管？礼部尚书可有让人送回去？送了，皇上一走，属下就按着您的吩咐送了。行，那你跑趟楚王府。楚王是京城里面唯一的异姓王，他这会儿正喂着鹦鹉。得知季期过来，扔下手里的事就去见他。季期朝他恭敬的行礼。这些年殿下承蒙您照顾，知道王爷您爱收藏鼻烟壶，这刚得了玛瑙的，便让属下送来。楚王看了一眼就爱不释手，这些小辈里头也就殿下惦记我，或者他眼睛一斜，他让你过来，怕是还有别的事吧？什么都瞒不住您。文武百官都去皇宫了，王爷怎么还在府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本王一个不多，少本王一个也不少，有什么可掺和的？说着，他又开始警惕，那小子别是想让本王进宫将事给摆平了。季期用来之前周瑾教他的话，一字一字努力有感情的背着。皇上为子，孝道为先，不得呵斥太后；同样为父，不该不为殿下出头；更为君，明知是非对错而不顾，惩戒百官。今日之事，定然为难。顾太傅的性子，王爷清楚，要不到解释，定然不会罢休。楚王很暴躁，管本王屁事！我是巴不得顾太傅那个老头让太后见识什么叫做太子虽然病了，可拥护太子的人都没倒下呢。说句不敬的，太后就是活该。季期作为男装，可殿下得知此事后，便惶惶难安，郁结于心。你是瞧着他长大的，如何不知他正人君子，豁达大度？他说的有点艰难，他药也不喝了，撑着病体，非要入宫阻止。殿下说了，何必为了他这般，请他记下了。可他只是将死之人，实在不必各位朝臣这般费心。太傅为恩师，腿患有救急，这天冷得厉害，也不知得多疼。殿下便是死，只怕都不敢闭眼。殿下急得吐了好几口血，吓得蒙时变了脸色。属下好说歹说，才把他劝住，请王爷您跑一趟。楚王暴躁的直跺脚，什么死不死的，晦气！我去，你把他看好了。从小到大，太子蚂蚁都不敢踩，他很是痛心。皇宫这种黑心地儿，怎么养出他这个没心眼的直肠子？楚哲成是这时候过来的，他上下扫了季期两眼。你怎么来了？他夸张的捂嘴，别是周瑾没了，过来报丧的吧？压根不用季期出手，楚王一巴掌就拍了过去。说什么呢？小兔崽子，你胡说什么呢？楚哲成疼得嗷一声。季期，其实属下今日前来，还为了一事，听说小王爷得了一批紫珠。说起这个，楚哲成开始骄傲了。那是，我可是费了老大的功夫才到手。什么夜明珠、粉珠，在紫珠面前可什么都不是。这一批货，个个饱满圆润，大小都一致。他还要继续夸夸其谈，就听季期叹气。季期忍住羞耻，学着周瑾的白脸语气：要是殿下能见一眼，此生怕是都无憾了。第119章，周瑾那个混蛋，这般不要脸皮的算计我。于是穆子涵午睡醒来，屋里多了10几颗匀润饱满的紫珠。夕阳彻底坠下去，拉开夜幕，天色渐晚。同一时间，景园热热闹闹，正准备用饭。王氏亲自下得厨，做了一桌家常菜。他手艺好，平时无事就钻去厨房和厨子一起捣鼓吃食。外族柳家人自从来了京城，就很少出门。穆言给刘老太加了道菜，明日放晴，不如让阿吴带你们出去转转。刘老太整日恨不得围着他转，将对女儿的思念全部倾诉在外孙、外孙女上。他直接拒绝：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可不想出门。景园大，若是想走动，我在家里转一圈就成。你也甭看你舅舅了，他干了一辈子的农活，整天到晚就在意那1亩3分田。之前在诬陷就不爱出门。穆言也知道柳岩闲不下来，这几日一直找事做，拿着扫把四处打扫，见阿吴去煎药，还非要抢活。他沉吟道：园子西边有一处不小的花圃，是之前住的富商留下的，许久没人打理，早荒废了。舅舅若是方便，不如辛苦去种菜。柳岩这个老实人眼睛都亮了，要不是王氏拦着，他都想过去提前看看。我没什么本事，可种的是一把好手。刘老太也连连点头。京城的菜价贵，一把青菜就要比乌县贵个10几文，
咱们自己种，要吃了现采，个个都能嫩得掐出水来，那才是真新鲜。慕言倒想让柳茵茵出门逛逛，可柳茵茵是女眷，胆子又小。看着柳茵茵，慕言又想起了穆子涵，他的眉跟着皱起来。头一天出嫁就遭杀戮，今日入宫又被罚，周瑾也不知干什么吃的，他心里挺不痛快的。好好的姑娘，嫁人后整日都在遭罪，周瑾这个太子当的真是有名无实。慕言清楚周瑾的本性定然不如表现的那么简单，他的城府也只深不浅。少阳总说弟弟单纯，慕言每次只是笑笑，如果真的单纯，怎么可能一面和周玉交好，一面又借着文武百官打压周玉呢？只要有周瑾的地方，周玉只能是陪衬。穆子涵被赐婚后，慕言就怕周瑾心思太深了，可现在怎么病了，快死了，就连妻子都护不住吗？慕言，慕言！远远就听见叫喊声，有人走进来，不似往前的张扬。这时候的楚哲成像是个战败的公鸡。楚哲成浑身湿哒哒的，衣摆还在滴水，头发乱糟糟的，的确很惨。他冷得打哆嗦，快给我换身干净的衣裳，我要冻死了。慕言的眼皮一跳，实在是楚哲成的模样很惨。他看了阿武一眼，阿武连忙上前：小王爷，您同小的来，我就知道你慕言还算有良心，不像周瑾那个混蛋这般不要脸皮的算计我。楚哲成很感动，虽说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你我应当是仇人，可这么多年过去，你们早断了，也没得逞。那些追他的公子哥，在我看来可个个都不如你，你慕言才是真君子啊。他扔下这么一句话后，乐颠颠去换衣服了，留下柳家人面面相觑。楚哲成很快换好干净的衣服，他身上难得没有挂金珠，不再闪得晃眼。他再过来时，屋内就剩下慕言一人了。你家里的长辈呢？慕言穿的厚厚的衣裳，面色苍白如纸。他喝着汤，家中表妹是女眷，小王爷只怕一时半刻不走，到底不方便。他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楚哲成这讨没催的，以后3天5日会过来。楚哲成对他嘴里的表妹没有太多印象，上回过来，他忙着为难迎亲队伍，方才也只是瞧见个娇小的背影。就冲着方才楚哲成的话，慕言也不待见他。小王爷何时走？不走了。楚王府哪有我的容身之地？楚哲成一屁股坐下，我就不明白了。父王明明就我一个嫡子，他倒好，转头将周瑾的当作亲儿子疼。有些话他真的憋了很久了。他把脸凑到慕言面前，你看看，我不过是问了句周瑾死没死，他就给我一巴掌。慕言看到楚哲成就头疼。3年前孩子心性，3年后还一点长进都没有，你这一巴掌挨得不冤？这话楚哲成不是很愿意听。慕言适时问，你方才提及殿下到底怎么了？果然楚哲成开始疯狂吐槽，他今天派了季期来我府上，这是我知，王爷为此后来进宫了。楚王爷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和顾太傅私下交情也不错，殿下做的没错，楚王是最适合的人选。呸！楚哲成有一肚子的苦水，什么找我父王入宫？他分明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找我，那是看上我的紫珠了。不是我吹牛，我为了凑那10几颗珠子耗了3年，我是用来送少阳的。他可真行啊，还假惺惺的说着什么死也能无憾了，死啊，他周瑾倒是去死啊，他现在死了我一个不少的，马上烧给他。当时他就对季期黑了脸，并且放话想也别想。然后楚王又是一巴掌，楚王骂他小气，还告诉季期周瑾只要有看上的只管拿。我父王还让我亲自将珠子送去成园。小王爷去了吗？去了呀。我敢不去吗？楚哲成气得咬牙，可恨的是周瑾拿了珠子，一点不客气问我还藏了什么宝贝，他想在有生之年再开开眼界。他周瑾堂堂太子，金窝出身，还需要开什么眼界？慕眼嘴角抽了抽，那你怎么落的水？我离开成园，越想越气，天又黑了，没太长眼，踩了个空就掉下去了。楚哲成，这不重要。他见慕眼神色平静，没有半点波澜，就想引他共鸣，这是他过来的目的。他对付不了周瑾，还怕找不到人去对付吗？每次遇到周瑾，我就挨揍，可见他是个祸害。慕言，你将咱妹妹嫁给他，这以后怕是完了呀。第120章，若我不曾遭遇变故，他早该是我的妻了。慕言很少出门，皮肤透着不健康的白。他听楚哲成吵嚷一番，精神有些不济。小王爷不妨猜猜，殿下拿珠子做甚？我怎么知道？慕言心想他没救了，低头继续喝汤。楚哲成眼珠子一转，有些不确定，总不能是送给咱妹妹的，不可能吧？慕言忍着不适，殿下既然愿意为小妹去费心思，至于取珠子的过程，我自该欣慰，何必去在意？论亲疏远近，殿下是我妹夫，楚小王爷只是楚小王爷，你大可不必跑这一趟，
在我面前说他不好。若我还是以前的慕言，我若为小妹择婿，率先看的就是品性，势必为他挑一个天下最好的夫婿。可如今我什么情况你也清楚，小妹已经嫁了，周瑾德行好不好，穆某并不在意，只要他对小妹好，这就够了。故小王爷实在不必将心眼打在我身上。看看，穆衍这种人精不精？合着他说了那么多，在穆衍眼里只是个跳梁小丑。穆衍怕是这天下唯一一个可以和周瑾对打的人了。偏偏很可怕，他们成了一家人，出事也一个鼻孔里面出气的。楚哲成傻眼了，可让他更傻眼的还在后头。小王爷还是别攀亲带故的好，你楚王府的小姐可不少，怎么在外头认妹妹？穆衍咳嗽，他眸色淡淡的，送给公主的珠子，别说是殿下取走，换成旁人，你吃了亏也不该找我。愚公，你是楚王府的小王爷，若是楚王都不向着你，我如今只是废人，也帮不上忙。于私，若我不曾遭遇变故，对他穆某绝不可能会放手，他也早该是我的妻了。他温润如玉的看向楚哲成，小王爷怎么还以为我会帮你？楚哲成离开景园的时候，他感觉他的天都要塌了，他很难过。他更难过的是，两个都不是什么好货色，这下倒好，彻底狼鼠一窝了。很快他又得意了，再厉害也没用，都是短命鬼。楚哲成苦中作乐，沾沾自喜，可见聪明的人活不长，像我这样的一定长命。三朝回门那天，木子喊起了个大早，他坐在梳妆台前描眉画鬓，各种瓶瓶罐罐。周瑾在边上看他打扮，眼里兴趣渐浓。这几天周瑾的身体一直都不好，病情反反复复的，看得人揪心。今日我回去就好，殿下不必相陪，孤与你一道。穆子涵劝了多次无果，索性由他去了。太子妃，今日穿这件可好？琥珀抱着红色的长裙问。穆子涵回门要穿喜庆些，他看了一眼点头。化好妆容后，主仆二人就去了屏风外换衣。周瑾的视线还留在梳妆台上，直到外头蒙石叫他。自从上次被周瑾戳了心窝子，蒙石现在可不敢随意进屋了。周瑾走出去，手里还捏着一个瓶子，那是他随手捞的。殿下，我照着古方将血珊瑚熬好了，只割了一小块。血珊瑚药效极强，最是滋补养生，我在里头加了不少好药材，您便是再虚弱吃着也无碍。周瑾看了一眼，闻着就臭，他懒懒散散朝着前面的小池过去。水面清澈见底，偶有风来，荡起丝丝涟漪。蒙石心口一跳，总觉得这人就要作妖了。果不其然，他听到周瑾喃喃：“你说为何女子要打扮，男子却不必？男子也有打扮的。”蒙石告诉他，青楼里面的小官就打扮得妖妖艳艳的，走起路来比女子还会扭。周瑾丝毫没在意身边的人到底说了什么，慢悠悠地打开口制瓶塞，男人指尖沾了些许，学着小姑娘方才的样子抹到了自己唇上。周瑾满意的看着湖面上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涂起来比穆子涵还要好看。蒙石吓得险些将手里的药给洒了。殿下！周瑾转头看他，嘴角笑意越来越大。你吵到姑了。蒙石死死闭住嘴，他知道殿下又开始定期的发病了。您等下要出门的知不知道？抹小姑娘用的口脂要不要脸啊？娘们兮兮的，要是青楼的清官能有殿下一半的姿色，何愁没生意啊？周瑾很大方，你要涂吗？蒙石很惊恐，不了。周瑾将瓶子往袖子里面一收，他挺满意这瓶子，也不打算还给穆子涵了。也是，周瑾嫌弃道：“你底子不行，怎么涂都难看。”是，在殿下眼里就没有能入您眼的人。有。周瑾端过药，也不怕洒了，大步往回走。太子妃也不错，只比姑略逊一筹。你小心些。蒙石在后面喊：“一滴可比千金贵。”这边小姑娘刚换好了衣裙，嫁了人头发不能再披着，被暗香挽成一个漂亮的髻。穆子涵刚出屋子，细碎的金光下，皮肤似雪，红裙袅娜，衬得面容愈发娇艳。他正要找周瑾，就瞧见他了。小姑娘朝他快步走过去，很快脚步一顿。周瑾容貌出色，五官俊美，他踢着地上的石子，朝穆子涵看过来的桃花眼自带贵气风流，人还会病恹恹的。可他的唇，穆子涵不像蒙石那样大惊小怪，他仰着脑袋，嘴里抿出浅笑。殿下瞧着气色极好呢。周瑾意外地挑了挑眉，他突然笑了起来，抬手摸了摸穆子涵的唇，又摸了摸自己的。是吗？穆子涵点头，只是颜色瞧着艳了些。回头我给殿下寻一瓶适合您用的口脂。说着，他看了眼天色，殿下喝了药，咱们该出发了。不是姑的。周瑾见他小胳膊小腿的，尤其是腰，细得能折断似的。他的体质补什么？还不如让小姑娘养养身体。是给你的。
前天你的手不是烫伤了？好了呀，殿下上回给的药油效果极好。说着，他将白嫩嫩的手摊开给他看，是给你弄了药油，但那日忘了让你吃药了。周瑾把碗送到他唇边，随意湖州，今日补上。第121章，木眼不回。马车平稳地开到景园门口，穆子涵瞧见门口等的人，嘴角就有了笑意。小姑娘本就貌美，此刻一身红裳，愈发夺目。她刚下马车，正要转身去扶周瑾，就听木眼道：“我和殿下有事相谈，英英，扶你表姐先入府。”柳英英挽住穆子涵的手，阿娘和祖母这会儿在厨房，一早就惦记表姐了。穆子涵被她拉着进了景园，她视线忍不住朝后看，她有点不放心，嘴里问着：“家里可还好？你们在，我到底安心不少，但还是牵挂哥哥的身子。他一向会忍，回难受从来不说，都好着呢。”柳英英突然想起一件事，昨儿夜里家里来了客人。谁？穆子涵蹙眉，我和哥哥在京城并无特别交好的友人，何况哪里有人大晚上过来的？小王爷，他来做甚？柳英英知道的也不多，见他浑身湿透，也不知掉哪条沟里了，嘴里提及殿下时很是诋毁，就差没抱着表哥的腿痛哭了。柳英英朝穆子涵耳边凑了凑，压低声音道：“他还说他和表哥曾是情敌，昨儿我们都听得真的，但谁也不敢去问穆言，更不敢在他面前提及。”穆子涵很快将新婚丈夫抛到了脑后，拉着柳英英去了一处问个清楚。听罢，他久久无言，最后眼圈一红，哥哥定然还牵挂着他，最是重情，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无非就是怕耽误人家。我就说那鬼宫球一定是送给姑娘的。小王爷可说是哪家的小姐？柳英英道：“这倒没有，既是情敌。”穆子涵对楚哲成的了解并不多，知道的无非就是他富有，不着调，是京城里头的纨绔，可从未听到他有心悦的姑娘。楚王为了小王爷的婚事没少操心，他曾是草莽出身，没那么多讲究，王妃又是个随和的，只怕没有门第之见。要是知晓小王爷心里有人，别说是娶，强也会把人抢进门给他做媳妇。表姐的意思的。穆子涵语气低落，定然是小王爷不能娶，堂堂楚王府都求娶不得，还能是什么原因？定然是道德层面。3年过去了，哥哥放手了，想必那姑娘一定是嫁人了。穆衍并不知两个妹妹这会儿凑在一起，话里话外都是遗憾和心疼。他把周瑾带到了屋里，两人下着棋。穆衍生了试探之意，周瑾和他相对坐。穆衍怕冷，屋内燃着炭火，身上披着厚厚毛毯。周瑾很热，他敬业，怎么可能脱去外袍？穆衍见他脸色苍白，嘴上却像是喝了血一样红，他蹙眉，殿下不该有小妹这般胡闹，在你脸上这般涂涂抹抹。聪明如他，也绝对想不到周瑾是自己有这个癖好。他被我宠坏了，还望殿下莫要见怪。他嘴里这么说，可要是周瑾真怪，说上一句穆子涵不好的，穆衍也不答应。周瑾落下一子，用帕子擦了擦额间的汗，他毫无心理负担。无碍，姑愿意纵着他。穆衍垂下眼帘，有人对我说了一句话，我听着有趣，不如说给殿下听听。他温和道：那人说我将小妹嫁给殿下，以后怕是完了。我是不会当真的，可现在想想，成亲那日出事见了血，死了人，的确不吉利。周瑾的眼皮掀了掀，嘴里噙着柔和的笑意。衙门那边还没调查出结果，一群废物，整得好像他克妻一样。周瑾看向他，都说穆将军有勇有谋，有一件事孤还需你解惑。你这么聪明的人，当年出事若是执意离开穆家，不是易如反掌吗？你对父皇有恩，要一座府邸，搬出去并不难。穆衍眼里闪过不忍，他也不下棋了，抬头去看墙壁上挂着的画，上头留有一块墨字，还是穆子涵年幼时打翻墨汁留下来的。他说他幼时粉粉软软的一团，同龄的孩子都没他乖，每次受了委屈也不哭诉，只会红着眼睛，眼泪一颗一颗的掉。只是穆衍也不过比他大5岁，半大的孩子哪里事事都能做得周到。我去打仗前，只在他身边留了个奴才，又求了穆正许久，让他许诺不会苛待小妹，后又叮嘱他莫和外人起冲突，想着好歹是穆家血脉，穆家上下不至于要刁难他这个孩子，以至于他吃了不少委屈。在他离开时的第1年，穆子涵除了被冷待，倒没吃多少亏。后来迟迟不得他的音讯，穆家上下就动了心思。待我回来，小妹已经瘦成皮包骨了，只有灵动的眼睛弯弯的朝我笑。第一眼我险些没认出来。他说着说着，神色淡了下来。我才得知，安排在他身边的奴才，早在第2年就被如燕那个恶毒妇人随意找了个理由发卖了。好在那时我拜入老将军门下，今时不同往日，他们得高看我一分，才会敬小妹一分。我却深知这还不够，还不够高，我得继续往上爬，让小妹做人上人。
等我出事后，日日陪在他身侧，许是经历了挫折，我的心境也有了改变。什么都没有他康健重要，不需要太多的荣华富贵，只要平平安安的，这就够了。可小妹的脾气太软了，谁冒犯了她，她都是怯怯的不敢发怒。我恨得厉害，却也不得不狠下心来。周瑾的眉微微隆起，他已经猜到了慕言后面要说的话。周瑾眯了眯眼，所以你不去争，不去抢，你拖着病体，这3年亲眼瞧着他出面和那些豺狼虎豹周旋。慕言的笑意苦涩，诚然如殿下所言，可搬出幕府又能如何？待我去后，小妹还不是任由他们欺凌？那时候谁会管穆子涵？难不成还会是皇上吗？什么救命的恩情，也不过是嘴上的功夫罢了。没人管小姑娘，只怕穆子涵最后无容身之所，连府邸也保不住。而我若是处置了穆家人又如何？焉知往后他不会遇到别的王家人、李家人？世上的好人太少，歹人太多，我护不了他多久，能护他的唯有他自己，只能逼着他一点点成长。而他也成功了，在还有一口气的同时，看着穆子涵将幕府的那些人全部送下牢狱。穆衍不悔。第122章，殿下他一直这样吗？在此之前，穆衍从没有和别人透露过分毫，也无人得知他下了这个决定后有多痛苦。可周瑾既然问了，他也没藏着掖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是哥哥，亦是父母。他温柔地引导着小姑娘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叫她看清了人性的丑恶。穆衍这3年按着计划走，同样没有破坏小姑娘的良善和纯真。周瑾玩着手里的棋子，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要不是穆衍和黄简没那么一段，周瑾也要夸他一句，这些年不容易。不过他是封批太子，没有那么多的隐忍谋划和耐心，若他是穆衍，绝对做不到这个份上。在他看来，谁不让自己痛快了，就该把人给杀了。看鲜血四溅的场面多美啊！来一个杀一个，来100个杀100个。若真要教，也该教小姑娘拿刀怎么刺入恶人的胸膛，怎么割破咽喉，怎么分尸，又怎么去销毁罪证。穆衍都教了什么，把穆子涵养得呆呆的。小姑娘还是要张扬些，得饶人处不饶人些。穆衍还要再说什么，可身体却难受起来，他喉咙痒，止不住咳嗽一声。对面的周瑾像病恹恹的，也不爱说话，这下像是来了去被传染一样，咳嗽2声。穆衍又咳了2声，周瑾要咳嗽4声。穆衍是真咳，周瑾是真逼真。这时候的穆衍只知道周瑾不简单，但从没想过他一直在装病。可即便如此，穆衍都要被他气笑了。等厨房那边准备好，穆子涵就过来叫人了。他推开房门，手里捏着王氏才烤好的地瓜。在穆衍面前，小姑娘心态是最放松的，眼里只有哥哥，很难才能看到他对面的周瑾。他眼睛一弯，嗓音软软的：“哥哥，吃饭了。”周瑾嘴角的笑意散了些，他觉得这一声称呼很刺耳。穆子涵叫穆衍时比叫他殿下还好听，笑容也比在他面前多，声音仔细去听还有点娇气。也不知拿块帕子，瞧你的手脏的。穆衍坐在轮椅上，由阿吴推过去，给小姑娘擦手。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温柔细致。穆子涵乖乖让他擦着。舅母做了一桌子的菜，是，都是你爱吃的，看舅母多疼你。你那屋外祖母日日都去打扫，还有舅父。穆子涵笑盈盈的接替阿吴的位置去推穆衍，刚要把人推出去，穆衍嗔他一眼，看向身后一动不动的周瑾：“殿下先请。”呵。周瑾意味深长地扯了一下嘴角，他站起来，没让季七扶，很刻意歪歪斜斜地走着。穆衍看在眼里，无动于衷。开玩笑，他怎么可能让妹妹去伺候周瑾？周瑾路过2人时，用鼻音哼了一声，他眸色悠悠瞥向穆衍，桃花眼往上挑，学着穆子涵说话的那种语气，还不忘拉长尾音：“好的，哥哥。”穆衍多沉稳的人，有那么一瞬间的惊恐。周瑾也不管穆衍会是什么反应，他朝前去了。等拉出一段距离后，周瑾顿时变了脸，阴冷冷道：“去查这几日穆衍见了谁，他倒要看看是谁嚼他的舌根。”季七，属下方才听到柳家人提及小王爷。哦，他呀。周瑾微笑，回头你去司库寻比紫珠贵的物件，再跑一趟楚王府，就说小王爷的宝贝，孤心下惶惶，实在不敢白白收了。再替孤问问楚王，可是小王爷对孤心存怨念，才这般坏孤的名声。孤好不容易娶妻，你可得求求楚王，让小王爷手下留情。很好，看来楚哲成又要挨揍了。这么多年，小王爷怎么半点都没学聪明？周瑾嗤笑一声，他厌恶穆衍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人太胸有成竹了，也太会算计了。一是借着那些话，道明他没有护好穆子涵；二是想借着他去收拾楚哲成。周瑾可不喜欢和太聪明人打交道。
好在这个聪明人对他没有威胁，不然……很快，身后的木眼恢复了稳重。他道：“京城郊外的灵通寺求姻缘灵验，回头你若是得闲，不如带茵茵过去走走。”一听他这么说，穆子涵就知道了木眼的意思。哥哥可是有了心仪的人选，要不说怎么会是兄妹呢？木眼起了一个头，他就猜出来木眼的意思。不错，木眼轻笑。可还记得我曾同你提及的副将？记得，那时候你还想撮合我们呢。他家里催得紧，人品也是无可挑剔的。穆子涵成亲那日，京城里头和他有交情的人都过来贺喜了，副将沈河也来了。也是巧了，他后来向我打听了茵茵，可见是有心思的。我便想着，不如由你出面，全当庙中撞见，闲聊几句就成，不必久处。咱们家的姑娘可不愁嫁，此事先瞒着茵茵，等回头见了人后再问问她的意思，总要让她自个儿中意。穆子涵点头。还有那边，木眼刚起了个头。等日子定下来，我就给如晴送封信，让她一道过去。路上人多也热闹，哥哥不必操心。如莲那边和离的事，我再琢磨琢磨。他很有成算，再也不是那个只会躲在木眼身后哭的孩子了。之前孙姨娘将幕府的产业送了过来，只怕没给自己留多少，该我的我拿，不该我的我也不贪。哥哥的那份我已经交给阿吴了，那边的回头我寻着机会送过去。我的就是你的，拿着就是，我可不收。穆子涵，哥哥可别想着偷懒，让我给你打脸。木眼还要再说什么，就瞧见前面嫌他们走得慢，好整以暇等着的周景，瞧着贵气十足，风度翩翩的，怎么就……木眼听到他自己一言难尽的问：“殿下他一直这样吗？怎么瞧着比他病得还严重？”穆子涵不以为然的点点头：“殿下方才也没喊错啊，我的哥哥自然是他哥哥。”木眼，你喊，他听着每次都高兴。周景喊，他有点想吐。第123章，夫妻一体可不能有秘密。今日格外明媚，光线不错。吃了饭，几人去院外烤火说话。木眼待得不久，最后身体不济，就先回了房。他一走，周景也表示他太虚弱了，要去休息。穆子涵便领着他去了自己的屋。屋内贴着的喜字还在，瞧着比成员还喜庆。也是，当初成亲，新房定在东宫，周景到现在都没带着人回去住上一夜。刘老太的确日日过来打扫，屋内的花瓶还插着不久前才折的梅花，凑近了看，上面还带有早间的露水。周景一点也不拘束，像是回自己房屋那般。他环视一周，你这屋里倒是一本书都没。穆子涵低声道：“我又不爱读书，笔墨纸砚也没。书桌上摆着都是小姑娘用的瓶瓶罐罐，这还都是上回宫里的嬷嬷化妆时留下的，比早间在成员瞧见的还多。”穆子涵扯着帕子，他嗓音温柔，很少会用，自然不会背着落灰。周景去他的书桌前，这是何物？花钿，怎么用的？碧宇脸上的花饰。周景若有所思，那此物呢？应当是骡子带。不用周景再问，他就补充：画眉的。怎么和你早间用的不同？我用的是石带。穆子涵告诉他，骡子带可贵了，也就宫里的娘娘，还有达官显贵出身的小姐才用得起。周景沉默了一下，这些女子要用的，东宫里头内务府定然准备了，可成员那边没有。穆子涵想起什么，小跑去柜前，抱出里头上着锁的盒子。成婚那天匆匆忙忙的，倒是忘带走了，这次回去可得带上用得着。小姑娘实在怕忘了，出门前特地放到显眼的地儿。我出去陪外祖母说说话，殿下先歇歇，有事再唤我。这就打算走了。周景脱了外袍，几杯凉水下肚，他懒懒散散的去了床榻，脱去黑靴就躺了上去。见穆子涵的动作，他问：盒子都是女儿家用的物件，殿下就莫再问了。穆子涵眼神飘忽，捏了捏手里的帕子，转头就出了屋。反正上了锁，钥匙还在他手里攥着，他也不信和哥哥一样谦谦公子的周景会惦记上里面的东西。就算看上了，还能用蛮力打开吗？小姑娘一走，周景的确有些困，他这几日都格外嗜睡。可再困，周景还是强撑着，爬起来将盒子拿到眼皮底下端详。里面不重，不像是放首饰的。周景病态地垂着眼皮，他朝门外看了眼，有什么不能告诉他的？穆子涵要是想知道皇室掩盖了20几年，说出来都骇人听闻的肮脏丑事，他也都是愿意笑着讲的。夫妻一体，可不能有秘密。他很随意地捡起桌上细细的簪子，簪尖朝锁孔抵过去，轻轻一拨动，只听咔嚓一声，锁开了。开玩笑，国库的锁他都撬过，穆子涵的这个对他而言真的不费吹灰之力。周景看过去，盒子里面藏着5、6个款式一致，长长的布袋中间塞着棉花，两边有绳子，也不知干什么用的。这显然涉及到太子殿下的盲区。他捡起来在身上比了比，
最后用月事带包住了眼睛，应该是眼罩，那他也能用。院内，王氏提到了柳茵茵的婚事，穆子涵借着这个机会便对柳茵茵道：“上回来的如情，你也见过，她对金成熟，平时也没能交心的手帕交。要我看，你们年纪相仿，不如多加走动。平时得闲，就和她一道去外头逛逛，总不能日日待在家里。”他道：“她也到了该许配的年纪，不如改日我带你们去灵通寺求求姻缘。”穆子涵这么一提，柳家人全都点了头，尤其是刘老太。韩姐儿，你尽管将她带去。在诬县就时常听旁人提到灵通寺何其灵验，最好这一去，过不了多久，咱们茵茵得月老庇护，婚事也就有着落了。柳茵茵红着脸：“祖母，害什么臊？之前的事耽搁了你，给你定的许家，也是当年你祖父瞎了眼，这才险些害了你。我就盼着你有个能托付终身的良人。”穆子涵包着核桃，闻言轻笑：“外祖母就放心吧，哥哥前头就说了，咱们家的姑娘不愁嫁。”他道：“后日便出发，届时我来接你。”定好了时间，又在景园吃了晚膳，穆子涵和周瑾这才回去。他抱着盒子，哪里知道曾经被人撬开过，里头还少了一条。外面的天已经黑了。穆子涵见周瑾有话吩咐继妻，便去了内室，将盒子塞到装衣服的柜子里，又取了寝衣去沐浴。等他擦着滴着水的发出来后，屋内没见周瑾的身影。殿下呢？太医院那边来了人，说是准备了药浴，殿下已经去隔壁了。穆子涵知道了。等他擦干了头发，周瑾也没回来。听说要泡2个时辰，他本来是想过去的，可突然又想起之前承诺周瑾的事，他还没给周瑾涂指甲呢。穆子涵准备起来，药浴是太医院那边准备的，张太医亲自过来监督，在他眼皮子底下，周瑾面无表情的泡了2个时辰。他能察觉身体的疼痛在减少，这可不是好现象。殿下，您感觉如何？周瑾张嘴就来：“难受。”张太医皱眉：“不应该啊，您哪里难受？”周瑾语气低微，胸闷气短，头晕，呼吸困难。还有什么？周瑾毫不犹豫地吐出一口血来。他咳嗽着，随时都能晕厥地看向张太医，告诉他：“还有这样，蒙石，你又催动内力。”为了药浴，太医院的人连着2日没闭眼，这才研制出来。周瑾的情况本来也特殊，只怕再泡2日，上回催动内力带来的身体损伤就能修复。很好，吐了血，一朝回到解放前。张太医看见了，看见了，2只眼睛都看见了。张太医信心满满的来，垂头丧气的走。他一走，周瑾这才慢条斯理的指腹擦去嘴角的血。第124章，咱们这样多刺激啊！太子妃，继妻求见。穆子涵捣鼓着扣单，就听琥珀的声音。他狐疑的站起来，让他进来。继妻进来后，给穆子涵请了安，是殿下吩咐属下来的。穆子涵正要问有什么事，就见继妻将他梳妆台上瓶瓶罐罐全收拾了，重新摆上新带过来的，种类很多，险些堆不下，看着样样都很贵的样子。有几个小盒子竟然是黄金做的，还有一些穆子涵见都没见过的。许氏察觉他的惊讶，继妻道：“殿下说了，太子妃要用，自然要用最好的。”他不太会说话，之前去楚王府的那些话还都是周瑾教的。要是蒙石在，早就天花乱坠的在穆子涵面前替周瑾如何上心，如何好云云了。周瑾正巧这时候从外面走进来，继妻麻利收拾完，就和屋内伺候的暗香琥珀一并恭敬地退下去。穆子涵忙上前：“殿下药浴泡得如何？”若非身体此刻彻底不允许，周瑾还想来吐一回血。他道：“并无效果。”穆子涵眼里的光暗了暗，怕周瑾为此耿耿于怀难受，他忙说些别的。殿下从哪里准备的这些？据他所知，其中的有几份胭脂，价格昂贵不说，铺子里可都卖得断货了。这里却有3、4盒。周瑾不明白穆子涵问这些作何，给他，那他用着就是。什么宫里的娘娘，达官显贵府上的小姐，那些人用得，穆子涵自然更该用。至于他为什么去做这些，想做便做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黄姐那里拿的都是新的，姑不懂这些，就让继妻将黄姐用的给你也全部拿了一份。穆子涵若说不触动那是假的，他咬了咬唇：“殿下费心了。”周瑾困得眼皮重得厉害，朝床踏过去：“那你可得记住姑对你的好。”“我记着的。”穆子涵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如何也不会忘了殿下。”周瑾，他躺到床上哼了一声：“知道了。你有心，还会将姑的牌位整天擦一遍。明明回来的时候洗过澡，可周瑾总觉得身上还有药味。”他抬起胳膊闻了闻，没拧得死死的。殿下可是哪里不舒服？他只穿了件单薄的寝衣，勾勒出妙曼的身姿，臀是臀，胸是胸，腰却细得厉害，偏偏不自知，还在周瑾面前晃来晃去，真当他是柳下惠啊！
穆子涵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跑出去一趟，很快抱着捣药罐进来。黑色的扣单我调出来了，只是涂上去定然不好看的，不如改明儿我调个极淡的颜色，最好是那种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周瑾看过去，里头也不知加了什么，被捣成黑漆漆的糊状。姑就喜欢黑色，给姑涂上试试。他也不困了，兴趣渐浓，把手伸过去。殿下就不怕旁人笑话？周瑾不答反问，谁敢笑话姑？穆子涵见他坚持，也便也在床上坐好。他拉着周瑾骨节分明的手，动作很小心，一点点均匀的抹在圆润的指甲上，涂一个还很讲究的要用布裹上。周瑾靠在床头，亲眼瞧着淡粉色的指甲被涂黑，不伦不类的，嘴角的笑意变大。他这样千疮百孔的人，的确和地狱的黑色相配。小姑娘头发披散着，一小撮碎发遮住了眼睛，还没等她拨开，男人空出来的手悠哉悠哉的将其别在耳后。两人挨得极近，他的耳垂白白嫩嫩的，周瑾眸色一暗，指腹蹭上去，若有似无的抹撒。穆子涵痒得厉害，殿下，你闻闻姑身上臭不臭？周瑾很在意他身上的药味，他抬眸对上周瑾的眼，周瑾喃喃，闻不到吗？那就凑近了闻。他的手从耳垂移到了后脑，迫使他贴近。穆子涵没提防，身子往前倾，唇落在他凸起的喉结上。小姑娘连忙退开，还没涂好，殿下别闹，只是一触即离。可那股馨香撞上来的滋味，却足够让人回味。周瑾眼睫狠狠一颤，有些怔神，他视线又沉又暗地落在小姑娘漂亮的脸蛋上，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抿着唇，后面没有再动手动脚，特别老实。等穆子涵裹好最后一个指甲后，就被周瑾抱到床榻里面。穆子涵被他按倒在枕头上，周瑾顺势半压着他，他掀开眼皮，借着昏黄的灯光去看身下的美人，眼里多了份恹恹。被不包好的指尖轻轻戳了戳穆子涵，喊声哥哥来听听。穆子涵一愣，我有哥哥，多一个你也不吃亏，可你是我夫君啊。他说夫君二字，微红着脸，有些羞赧。周瑾也因此发现，他喊夫君二字时的软软的娇气，原来不比哥哥差。他突然乐了，那再喊一声夫君。穆子涵觉得他有点重，男上女下的姿势让他莫名脸热。裹一块就可以拆了，殿下若是不洗，也是可以用特殊的药水洗去的。周瑾又戳了戳他的脸，呼吸喷洒在小姑娘脖颈。再喊一句。穆子涵咬着唇，有些不敢看他，紧张的捏着被褥，嗓音轻的不能再轻，夫君。也不知怎么了，就一个称呼罢了。听他真的喊了，周瑾挺爽的，连他自个儿都没察觉此刻的神色柔和下来，嘴角染着低笑。穆子涵，能商量个事吗？听他这么说，穆子涵有些惶恐，就听他格外温声细语，不如白天姑当你哥哥，夜里再当丈夫怎么样？这不合适。穆子涵皱眉，这不是全乱套了吗？哪有白天和我当兄妹，夜里又当夫妻的？见他一本正经，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后，还急着拒绝的呆模样。周瑾把头埋在小姑娘细长的脖颈处，忍不住笑的肩膀都在抖。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眼尾往上挑，指尖勾着穆子涵请意的领口上的扣子，语气带着调情的意味。咱们这样多刺激啊！第125章，他要去看笑话。第二日，周瑾拖着病体去了皇宫。他到御书房时，周玉正和端墨皇下棋。父皇这几日劳累，可得注意休息，只有您好了，这天下才能好。端墨皇满意的看着周玉，你有心了。他下了最后一颗白子，赢了棋局。周玉很不着痕迹的拍马屁，父皇也不知道让而沉。果然换来端墨皇大笑，可很快他笑声一顿，似感慨，但气势颇为压人，说朕几个儿子里头，就属太子的棋艺最好，老三也还尚可，唯有你差他们许多。又来了，捧高踩低又来了。周玉怪不是滋味。端墨皇一颗一颗的收着棋子，似在警告，又像是教导。朕在这个位置坐久了，才慢慢感悟，这下棋就像打仗，指挥着千军万马，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朕希望朕的皇子得比朕强，再过几年，朕老了，才放心将江山交到你们手里。周玉听得心砰砰跳，他想，端墨皇说这种话，就和让他当太子没有区别，场面好不温馨。直到皇上，殿下求见。端墨皇一听这话，连忙站起来，快让他进来。嗨，周瑾被喜公公扶着进来，儿臣嗨，给父皇请安。端墨皇最见不得他这虚弱的模样，帝王亲自过来扶他，难得对殿内伺候的奴才发怒，都是死的吗？还不快去搬椅子让他坐下？怎么又咳得这般厉害？快让御膳房准备些润喉的枇杷露过来。他拧着眉给周瑾拍着背，你说说你，太医都让你静养，怎么还进宫？有什么事，你大可让身边的奴才传个口信，
再不行的话，朕出宫去成员找你，你何必亲自跑一趟？儿臣嗨嗨不碍事。看着这一幕，周玉恨得都要把舌头咬断。他不甘不愿地站起来，朝周景行礼：“皇兄安好。”不等周景回应，他就听到端木蟥的声音：“你若是无事，就回去吧。怎么，你宝贝短命儿子来了，就赶我走了吗？”即便心里有100个不情愿，周玉也没有理由再待着。是，可他走了就没意思了。周景善解人意，有什么是阿玉听不得的，父皇不必让他走。端木蟥语气平淡：“你皇兄既然让你留下，那就留下吧。”周玉更气了：“谁稀罕啊？”周景余光瞥见他忍着脾气的神情，心下一沈。儿臣今日过来就是想问问，那日的刺客可调查出结果了？端木蟥身体有一瞬间的僵硬，他也是火大。3、4天过去了，刑部、衙门、大理寺那些人竟然半点线索都找不到，这还是京城天子脚下。你安心养病，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端木蟥，朕绝不会让你吃了这哑巴亏。周景装模作样：“儿臣这几日实在寝食难安，街上行刺的那些人都是死士，可自父皇登基便下令不准任何人豢养死士，这分明是造反。先是诬陷的一路跟踪，又是街上的刺杀，想来怕是同一批人。儿臣本就是将死之人，哪里知当这些人亲自下手，就怕这件事是冲着父皇来的。”端木蟥的眼眸猛地一沉：“京城街上就敢如此行凶，这哪里是朝周景来的，分明是冒犯他的威严来的。”周玉听着就觉得危险，偏偏周景还要好哥哥的问一问他的想法：“阿玉，你觉得呢？”周玉，他也觉得行刺的人多此一举了，毕竟周景早死晚死都得死，不是吗？就在这时，端木蟥身边伺候的公公从外面跑进来：“皇上，熹贵妃求见。”他怎么来了？端木蟥颔了颔首。很快，熹贵妃小跑入殿中，不似以往的冷清高傲，这会儿她很是憔悴，眼里还带着泪花：“皇上，求你为熹回做主啊！”她跪到了端木蟥面前。周景靠在椅子上，微笑地看着这一幕。一提到熹回，端木蟥就冷下脸来：“赐他流放，已经朕开恩，你还要闹什么？”周玉过去：“母妃，您……”一语未完，熹贵妃泣不成声：“臣妾就这么一个侄子，开的酒楼饭菜有毒害了太子，被派流放也是此子活该。可熹家跑上跑下打通关系，熹回流放的地方是东周，那是熹家的地盘，熹回到后就是土皇帝。只要等周玉当了太子，他们再想办法把人弄回来，一切都算得好好的。偏偏他才到东周不过数日，可今日一早，熹家门口却挂了他的脑袋。我父亲气急攻心，晕了过去，熹家上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皇上，回儿死得不清不白，陛下可得给他做主啊！”熹回死了。端木蟥大为震撼，周玉更是失态：“这怎么可能呢？”始作俑者周景惊讶地捂住嘴，他亮出漂亮的黑指甲。可惜所有的人都没留意到，周景，这也太可怕了！谁这般歹毒，竟然敢害熹家公子？端木蟥心情无法平静，他觉得这一连串都是阴谋。熹贵妃擦着眼泪，求皇上恩准我回熹家。熹家势大，熹老太爷又是老臣。端木蟥点头：“朕与你一同去。”皇上。这时又有宫人从外面跑了进来，是太后宫里的婢女。她砰砰砰磕着头，张皇失措：“求您去看看太后。”周景忍着笑：“皇祖母怎么了？”太后娘娘昨日就说不舒服，可太医连番诊脉都说无事，今日一早突然起了疹子，手上、脸上斑斑点点，实在不能见人。太后吓得晕了过去。端木蟥不知怎么了，今天都是特别多，也特别的忙。周景表现得很担忧：“怎会如此？”“嗨嗨，姑不放心，得去瞧瞧。”熹公公连忙追上去：“殿下莫急，你走慢些。”周景喘气：“姑怎么不急？皇祖母不待见姑，可姑敬重他啊。”“他可真孝顺。”这才是开始，后面还会有别的毒一个个冒出来。那老妖婆一定很丑吧？她要去看笑话。第126章，不要给脸不要脸。花了好几日，穆子涵才清点完聘礼和嫁妆。见周景不在府上，他闲着无事，便打算去名下最赚钱地带最好的几个铺子去查查账。因为穷过，他对钱财一向看重。而这时，熹家的消息很快被传得沸沸扬扬，全京城都在讨论这件事。穆子涵就听到街上有人在议论不休。今日天还未大亮，路上都不见几个人。熹家守门的奴才刚开门，就瞧见熹家门匾上用绳子挂着的脑袋，吓得连滚带爬的尖叫。那是熹公子的头，眼睛还惊恐地睁得老大，我瞧了都觉得瘆人。这可是熹家嫡子，之前多风光啊！也不知被谁杀害了，还特地将头割下来从东周送了回来。熹家到底得罪了谁？
这不是明摆着的挑衅吗？恶人自有恶人磨，西家出了个贵妃娘娘，这些年仗势欺人的很，西回反正也不是好东西，死了也活该。穆子涵听着这些话，震惊不已。凭着周玉如今的风光，谁敢动西家的人？他正想着事，就听前面有人叫他。刚抬头，周成就已经走近，规矩请安。我给母妃买些她爱吃的桂花糕，没想到竟会再次碰见皇嫂。穆子涵也没想到会在街上碰到她。他和周成没多大交情，这会儿也只是浅笑点头。三皇子，皇嫂这是要去哪儿？穆子涵道：去宝器堂逛逛。宝器堂是京城数一数二卖各种稀奇珍宝的铺子，这是皇后娘娘添的其中一份聘礼。穆子涵一问周景才知道，这铺子还是之前皇后嫁给端墨皇时娘家荣德侯府给的嫁妆，但很少人知道这曾是皇后的产业。周成面色难得凝重，西家的事都传遍了，只怕京城这几日都得不得安宁。正值多事之秋，皇嫂日后多带些人出门。他想了想，好心道：我回宫正巧顺路，不如送送皇嫂。穆子涵听他这么一说，也顿觉不安。的确，这几日总是天天出事。他出门只带了暗香，两人说到底都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那麻烦三皇子了。皇兄曾对我多加关照，这是我该做的，嫂嫂不必介怀。一路过去，两人都没再说什么话。等一到宝器堂，周成就告辞离开了。穆子涵目送他走远后，这才带着暗香往里走。暗香道：三皇子真是好人。穆子涵垂下眼，也许吧。他对周成的了解并不多，可一个长期被所有人忽视，又被周玉刁难打压的皇子，真的能做到对谁都毫无芥蒂吗？穆子涵也受过这种遭遇，至少他做不到。宝器堂的客人很多，穆子涵一早就打了招呼，他刚进去就有人恭敬地把他请去了2楼包厢，里面茶水点心一应俱全。掌柜抱着厚厚的几册账本，恭敬地奉上。太子妃，请您过目。穆子涵之前经常去穆家账房那边要钱，看得久了，他也懂算账。他气定神闲地翻开一页，辛苦了，你去忙吧，不必招待我。掌柜笑着应下。他一走，暗香就发现穆子涵的气场不对了。一件玉衫笔架竟要300两，穆子涵眼里闪着星光。换成以前，他一定要说抢钱啊，可现在到手的银子都是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小姑娘手指飞快拨动着算盘，她抿着唇，很严肃道：买的人还不少，可见值这个价。宝器堂来来往往都是客人，有达官显贵，也有无往不利商人。谁家要办喜宴，谁家要送礼，手里有银钱的都会过来挑珍宝。这里什么都能买到，东西也最全。一顶轿子停在了宝器堂门口，下来2个人，前面是个穿金戴银的小姐，她很不耐烦地催促身后气色虚弱、身形消瘦、头发挽起的妇人：磨蹭什么？银子带够了吗？今日看上的，你要是不给我买，看我怎么收拾你。陈如趾高气扬的，他反正看不上这个年纪和他一般大的继母。慕如莲无悲无喜，眼里没有半点亮色，明明花一样的年纪，却面带苦相，被折磨得几近绝望。他跟在陈如身后，一句话也不说。陈如撇嘴讽刺：真是哑巴。两人一进去，陈如的手帕娇就喊他：阿如，这里今日刚到了一批货，你祖母不是快过寿了吗？我方才帮你瞧了瞧，宝器堂有一幅仙翁祝寿图，这还是薛先生生前作画，你过来瞧瞧。陈如一听这话，连忙过去看，他连连点头，送给祖母，他老人家一定喜欢。陈如价格也不问，直接对着刚从楼下下来的掌柜道：这幅图我要了。手帕娇连忙把他拉到边上：你再看看别的，我问过了，这至少得1000金，实在贵。陈如抬着下巴看向慕如莲，像是招呼猫猫狗狗一样，愣着干嘛？还不快去结账。手帕娇，你继母真的愿意付钱吗？他瞧着并不情愿。他敢。陈如上回可是亲眼瞧见穆家的3小姐穆如晴过来给慕如莲送银子的。慕如莲既然嫁进陈家，这个钱就是陈家的。慕如莲低着头：大姑娘高看我了，我没钱。他身后的丫鬟嫣然上前一步，把主子护在身后：大姑娘，夫人小产后身子骨差，你非要逼着她出门，如今又非要逼着她付钱，这是什么道理？啪的一声，陈如一巴掌扇过去：下贱的奴才，你也配和我说话？他声音刺耳：慕如莲，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手帕娇见情况不对，连忙把人拉住：行了，你也别犯脾气，她好歹是你继母，更是太子妃的庶妹，太子妃若是怪罪了你……陈如不当回事：是我父亲多次让她去太子妃面前求求情，好让殿下提拔提拔她这个连襟，她都不答应，说什么不愿给嫡姐添麻烦。呸，要我看，分明就是她说不上话。一个庶女罢了，太子妃和她哥哥早早就搬出穆家了，
怕是见都不愿意见这种穷酸亲戚，还会纡尊降贵给他出头。第127章，你要是不服，就冲我来。这边的动静很快惹来周围人的驻足，一双双视线朝这边投来。慕如莲本就是怯懦的性子，出嫁前她和穆子涵就是最好欺负的那个，但那时穆衍不在，而她身边有孙姨娘，慕如莲的处境比穆子涵要好得多的好。后来穆衍回来，穆子涵就慢慢的不一样了，任人打骂不敢还手的人也有了底气反抗，但慕如莲唯唯诺诺，谁也不敢得罪，还在原地踏步。出嫁后她的日子也没风光过，什么正室夫人，什么陈家正儿八经娶进门的，她从始至终就是个笑话。眼瞅着周围的人朝她指指点点，慕如莲难堪至极，她狼狈的去看紫渊脸上的伤。陈如，我处处忍让你，你别欺人太甚。紫渊也急了起来，他现在是豁出去了，也不怕死了。每月账房拨给小姐的利银，撑死了也就20两，你花销太不够用，哪次不是把夫人的那份也一并吞了？夫人处处忍让，不和你计较，如今你却张嘴闭嘴让夫人出千金，你便是把我们主仆卖了，我和夫人也不值这个价。陈如听到他那么说，气得想杀了他。他如今还在议亲，这不是败坏他的名声吗？虽然是事实，他瞪着眼，慕如莲，你真不给是吧？慕如莲身心俱疲，的确，慕如琴上门给了他银票，可那也是大姐姐联系他们几个姐妹给每个人都分的。之前穆正也只是个五品小官，名下的产业并没有多少，什么千金他哪里拿得出来？便是真能拿，也断不可能傻到去讨好这个妓女。他不想和陈如争执，眼里含着泪光去摸紫渊的脸，疼吗？奴婢不疼。怎么可能不疼？陈如的指甲长，在紫渊脸上刮出一道长长的血痕。慕如莲哽咽一声，我带你去看大夫。不许走！陈如直接把人拦下，你就不怕我回去向祖母告状，让他狠狠惩戒你？他蛮横不讲理。慕如莲，我劝你认清身份，我拿你的钱也是看得起你。听着，这个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实在拿不出来，那就去想法子给我凑。我爹疼我，祖母也疼我，你让我不高兴了，我就让他们休了你。他逼道，你娘家都倒了，若是被休，丢脸丢到家了，我要是你就没脸活了。慕如莲面色煞白，要不是紫渊扶着，他只怕站不稳。见他这样，陈如心下畅快，正要再放几句狠话，就听2楼传来的鼓掌声。他高傲地抬着下巴看过去，就见一身淡紫烟罗裙的女子神情冷漠地看着他。自从下面有争执，穆子涵就出了包间，一言不发地将下面的动静尽收眼底。他这会儿也听够了，忍着怒意，一步一步走下台阶。陈大小姐真是好大的威风，我这个妹妹胆小，可经不起你这般恐吓。他在陈如面前站定，小姑娘冷下脸来，还是挺唬人的。你若是有气，不如往我身上撒。陈如面上的得意和狰狞彻底化为恐惧，他有些慌了。太子妃，穆子涵怎么也在这里？他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哪里还有刚刚的一劲儿？这会儿吓得连忙解释，这其中有误会，这还是在外面就敢这样，要是在陈家，也不知陈如会如何变本加厉。穆子涵冷笑，他也没打算给陈如面子。误会？当年如莲嫁到你们陈家，无非是穆正为权，你父亲为色，你真当你们陈家是什么香饽饽？我家如莲非扒着稀罕不成？他是命苦，摊上这么个父亲，又没有人护着，没办法，这才被逼着进你家门的。后宅院里遮遮掩掩的脏事多了去了，什么家丑不可外扬，他可不怕这些丑事被人知道。是，穆家还有姑娘没婚配，可一个家族里心坏了，所有人却帮着掩盖，为了名声彻底不顾出嫁女，那才是真的无可救药。如莲性子温婉，竟被你们陈家如此糟践。她嫁过去这些年，也不知过了多少苦日子。前不久又是怎么小产的，我还没来找你们算账，你们倒急着跑到我面前闹了。穆子涵视线环视一周围观的群众，冷声吩咐暗香和紫渊，把三小姐扶回去。陈家既然不会伺候才小产的人，咱们穆家总会伺候。紫渊一听这话，眼里有了亮光，大小姐的意思是将他们接回家。他连忙笑了，是。慕如莲就怕让穆子涵为难，毕竟他才出嫁。大姐姐。穆子涵却拍了拍他的手背，温声道，我的马车就在外头，也馋姨娘煲的汤了，咱们一道回去。陈如即便再蠢，也明白不能让穆子涵把人带走，这不是让他们陈家难堪吗？眼瞅着慕如莲那个贱人被扶上了马车，不，他快步上前，这会儿总算明白了伏低做小4个字怎么写。母亲。他强撑着笑意对马车里面的慕如莲喊道，你已经是陈家人了，哪有好端端回娘家的道理？
我给你赔个罪，你和我回去吧，再过几日就是祖母寿辰了。你是陈家夫人，可不能不在。穆子涵冷淡，我朝律法规定了出嫁女不能回娘家吗？陈小姐，你犯不着和他说这些，人是我要带走的，你要是不服就冲我来。陈如咬着牙对穆子涵道，今日一事是我莽撞了，太子妃可千万别和我计较，我平时对母亲也很是尊重的，只是今日急了些，这才说了难听的话。马车上的穆子涵去看地面上的陈如，只觉得他这一张嘴脸实在丑陋不堪。小姑娘似笑非笑，这种话你看我信吗？陈大小姐方才不是很得意吗？怎么这会儿流眼泪了？要不是宝气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倒像是我欺负你了。他好歹是你长辈，你却直呼其名，半点规矩都没有，张嘴闭嘴的恐吓休戚，真当穆家是死的？他放下车帘，淡淡道：你陈家要有这个打算，穆家也是求之不得，让你家里能做主的人过来和我谈。第128章，你个糟老头子，这是恶心姑呢。眼瞅着马车走远，周围的人一个个都在看笑话，原来是陈家的小姐，我还以为是哪个市井泼妇呢。要不是太子妃出现的及时，我看她是要殴打继母了。这样的女子实在歹毒，哪个婆家敢要？陈如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她的手帕交看情况不对，早就溜得远远的，恨不得和陈如划开距离，免得被连累坏了她的名声。她气得浑身发颤，也不要话了，直接回了陈府。祖母，她一边跑一边哭，慕如莲那个贱人竟然敢当面给我难看，您可要给我做主。一向对她疼爱有加的陈老夫人面色阴沉，想也不想给她一巴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陈如耳边嗡嗡的响，顶着一张巴掌硬脸，不可置信地看向陈老夫人：您打我？为了那个贱人打她？要知道慕如莲嫁进来，陈老夫人就没给她什么好眼色，甚至时常刁难，所以底下的奴才有样学样，这也是陈如不把慕如莲当回事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陈老太太心里窝火，你惹事了知道吗？打！她现在多恨不得打死陈如，可现在明显不是教训人的时候。来人，去请老爷回来，准备马车，我和老爷亲自去接他回来。陈如眼神闪烁，还在强词夺理，他要回娘家回就是了，咱们不去接，总能眼巴巴的自己回来认错。太子妃再厉害，还能一手遮天不成？说到这里，他还挺不服气的。他和穆子涵都是五品官的家中嫡女，但穆子涵不过有名无实，他就不一样了，他可是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陈如去过穆家，那时的穆子涵可惨了，穿的衣服都不太合身，不就是命好，长得一张狐妹子脸，又被妙影大师选上，若当初选的是我，我也能当太子妃了，哪里轮得到他今日的风光？然后他又挨了一巴掌，混账东西，闭上你的嘴！祸从口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相比于陈家的鸡飞狗跳，穆家孙姨娘抱着穆如莲痛哭一场。孙姨娘反复向边上喝茶的穆子涵确认，真的能让如莲在家里待上几日吗？陈老夫人年轻时的手段我是听说过的，她只怕不会放人。待几日？穆子涵浅笑，姨娘不如再往好处了想想，我大张旗鼓带如莲回来，可不是独独只是为了给她撑腰的。陈家上下都不带咱们家的女儿，是这次我出面了，陈家要是聪明，如莲的日子也不会差，可那种日子哪有盼头？如莲才比如秦大几岁，年纪轻轻的便是不能再嫁，待在穆家也不至于去受陈家的窝囊气。孙姨娘狠狠一颤，大小姐的意思是？穆如晴这会儿特别高兴，娘，大姐姐之前答应我了，会帮姐姐和离，她就知道大姐姐不会食言，当然这要看如莲的意愿。穆子涵看向穆如莲道，咱家穆家的名声早被我败坏了，自然也不怕多这一事，你也不必担心影响了弟弟妹妹的婚事。这世上对女子过多苛刻，便是咱们再有理，也难免不会落人口舌。你需思量，一旦和离，总有些难听的闲言碎语，可日子是自己过的，嘴长在别人身上，咱们堵不住。你觉得呢？穆如莲咬着唇，这段时日她浑浑噩噩，要不是之前穆子涵带着穆如晴闯入陈家，看他一面给他希望，他早就不想活了。他连死都不怕，还会怕别人的数落吗？他深深地看了穆子涵，突然跪到地上，全凭大姐姐做主。这已经是饭点了，孙姨娘欢欢喜喜，像是过年一样去厨房做饭，她要做一桌穆子涵爱吃的菜。穆如莲在边上帮忙，娘，我婆母是个笑面虎，手段很辣，我怕大姐姐会吃亏。孙姨娘现在和穆如晴一样，对穆子涵盲目自信。吃亏？不可能，你这个大姐姐是娇弱，说话也温温柔柔，可每次一发起脾气来，我都怵。之前我不识好歹，将算盘打在她身上，
还被他用扫帚从院里打了出来。说到这个，孙姨娘就得意。那时我就知道她是个有出息的。这些年娘为了你们几个在卢燕面前当牛做马，可换来了什么？我一时英明，就想着不如铤而走险，向你大姐姐投诚，向她卖好，可见是对的。要不然咱们可都要去陪那几个玩意牢里蹲了。说到这里，他用手指擦去眼角的泪花。你大姐姐的好，你得时时刻刻记住。我记住了。莫如莲道，大姐解方才说明儿要带如晴去灵通寺，我做些点心，好让他们路上吃。皇宫因为太后的病闹得人仰马翻，太后好不容易醒来，就瞧见最厌恶的周瑾坐在她床头。镜子，给哀家镜子。端墨皇怕吓到他，自然不敢给，但周瑾给了，他还帮老妖婆举着，让他看清楚现在长得一张麻子脸，然后很体贴地劝他：皇祖母，您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好，就算毁了容也没什么。皇祖父都不在了，您又打扮给谁看呢？太后两眼一翻，气得又晕了过去。周瑾新情书唱得出了皇宫，一回城园却没瞧见穆子涵。得知他在穆府，太子殿下准备去找媳妇了，他觉得应该和穆子涵分享快乐。周瑾前脚刚到，后脚陈家人就来了。他坐在穆子涵边上，漫不经心地玩着漂亮的黑指甲，又捏着穆子涵的手和自己放在一起对比，还是他的好看。太子殿下勾着唇，他们是谁？不等穆子涵开口，陈老爷连忙上前谄媚地笑。他年纪大，头发都白了，脸上也皱巴巴的。殿下，我是穆家的三姑爷，如今在通政司当值，算起来你我就是连襟，我早就想去拜访您了。周瑾嘴里的笑意一点点消散，他说翻脸就翻脸，你个糟老头子，这是恶心姑呢。第129章，我愿意见你们，可不是来听废话的。太子一发难，陈家人全部变了脸色。也是，陈老爷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做周瑾的妹夫，这不是占殿下便宜吗？陈老爷反应过来，惹了贵人不快，连忙扑通一声跪下：殿下恕罪，殿下恕罪，是我口无遮拦，冒犯了您。周瑾嗤笑一声，他显然懒得搭理这些从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穆子涵也没说话，他没让陈老爷站起来，更没让陈家人坐下，只是半垂着眼皮包着核桃，包好的果肉送到周瑾面前。他温温柔柔的：殿下也要留在穆家用饭吗？周瑾吃着核桃，姿态悠闲。这对夫妻是直接无视他们了。见状，陈老夫人额间冒着冷汗，她身后是陈家公子，还有被打肿脸的陈如，一家人全部过来请穆如莲回去。陈老夫人看看地上吓得不知所措的陈老爷，儿子是他生的，多贪生怕死，他也是知道的。他狠了狠心，摆明他的态度，当着所有人的面用拐杖重重甩到陈如背上。啊！陈如倒在地上，疼得他面目狰狞。祖母！陈老夫人却没看他一眼，冷冷道：冲撞嫡母，你该打。如莲自嫁入陈家，孝顺婆母，伺候丈夫，又疼惜你这个小辈，处处周到，让人挑不出错来。可见穆家的女儿是极好的，我这个婆母也格外器重她。你倒好，为了银子竟然欺负到她头上去了。她的嘴厉害得很，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什么话都能说出来。她又是一拐杖。陈如明显被警告过了，连躲都不敢躲，她眼里全是恨意。陈如暗暗发誓，等穆如莲回去后，他一定要弄死他。陈老夫人咬牙切齿：家里少你吃还是少你穿了，还说是为我做寿，你糊涂啊！我这张老脸都被你丢尽了，今日若不罚你，你让我和太子妃如何交代？穆子涵剥核桃的动作没停，他淡淡道：陈老夫人手下留情。陈老夫人一喜，没想到穆子涵这么好胡，就听他又道：孙女没养好，是你失职，你要教训带回去教训，在这里把人打残了或是打死了，穆家可不敢背这个人命官司。陈老夫人强撑镇定：太子妃，今日的事是我陈家之过，老身亲自过来给您赔不是。两家联姻本是好事，结的是缘，可不是怨。姜还是老的辣。他慈祥地笑了笑。阿如说的都是气话，不知情的还会以为如莲在婆家过的都是苦日子。您可不能当真，我很是疼如莲，怎么舍得不要她这个儿媳？算起来，如莲许久没回娘家，不如在穆家多待几日也是无妨的。她嫁过来格外辛苦，我自然体恤，等她哪天要回家，传个信来，我让老爷亲自再来接。说了这么久，怎么不见如莲？太子妃，你让我们见见她，将一切都说开了，老身才能安心啊。我将这个惹祸精孙女带来了，她要打要罚都随她，只要能出了这口气，要是还不行的话，大不了我给她磕头赔罪，她心善，定然会原谅。穆子涵轻笑：你这是将她往火坑上逼呀！婆婆给儿媳磕头这件事，就算穆如莲占理，
也会被世人一人一口唾沫淹死。说的总比唱的好。陈老夫人这张嘴，怕是死的都能说成活的了。你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就没必要出来说这种话糊弄。陈老夫人脸色微微一沉，她当长辈的都做到这个份上了，穆子涵怎么还紧咬着不放？他到底要干什么？可偏偏慕如莲的生母只是妾室，穆子涵坐在这里刁难他们名正言顺，就算名不正言不顺，他们也只能受着。陈老夫人算盘打得响亮，只要慕如莲同意回去，穆子涵这个当姐姐也没办法的。可穆子涵怎么可能让她见人？他视线轻飘飘的从陈老夫人身上转移到他身后的少年上。陈大少爷察觉出他的打量，忙讨好的上前。小妹早年丧母，家里便格外疼惜她，这才把人养得如此无法无天，还请您看在她年幼尚且不懂事的份上。年幼？穆子涵动作一顿，陈小姐芳龄几何？陈老夫人脸色一僵。陈大少爷斯斯文文道：她如今17了。穆子涵眼里泛着冷笑，可巧我如今也17，如莲比我小1岁，算起来她比你妹妹还年幼。陈大少爷也知道说错话了，忙作揖赔罪：是我糊涂了。穆子涵包好核桃擦着手：你就是陈家的大少爷？是。陈大少爷刚露出一个微笑，穆子涵突然站起身子，二话不说，狠狠把桌上的白瓷茶器砸了过去。茶水滚烫不说，茶器还砸到陈大少爷的鼻梁处，他惊呼一声，鼻血往下淌。茶盏落地后，瓷片碎了一地，茶水四溅。这一幕来得太快，所有人都猝不及防。陈老夫人心痛不已，连忙把心肝孙子抱在怀里：怎么了？给祖母看看。哎呦，可都流血了。陈老爷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会儿缩着脑袋不敢说话。陈老夫人咬着牙：太子妃，您这是作甚？穆子涵一手撑着桌子：老太太心里没数吗？陈老夫人想到了什么，眼光一闪：你们陈家也有脸登门？小姑娘气急反笑：如莲上一胎怎么流产的？你们陈家还需要我明明白白的说一遍吗？8个月的身子，孩子都成型了，就因大夫诊断是男婴。你陈家少爷怕家产被夺，良心都喂给狗吃了，残害嫡母，在他饭食里头下堕胎药，害他险些没了半条命不说，日后再难有孕。这件事还以为我不计较，从你们进来到现在，却连一句忏悔都没有。周瑾意外的挑眉，平时软软的小姑娘发起火来还挺像那么一回事，有意思。他突然知道穆子涵要做什么了，果然小姑娘取出了和离书。穆子涵，真当我今日愿意见你们是来听你们说废话的？第130章，孤的太子妃可以胡作非为。就在小姑娘准备将和离书扔下，让陈老爷签字时，陈老夫人快她一步，将拐杖一扔，跪到她面前。都说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太子妃，您非要掺和妹妹的姻缘吗？可不能和离。她不答应。穆家如今不一样了，眼瞅着穆子涵还挺在意穆如莲的，这么好的亲事可不能散了。他还没占到便宜呢。的确如你所言，我家哥儿犯了错，可事后他也后悔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次事后，老身保证，他定当如莲是亲娘，尊他敬他。说着，他看向陈大少爷，还不快向太子妃保证？他这是打算倚老卖老，耍无赖了。穆子涵见状，脸色愈发沉了。他没给陈大少爷张嘴的机会。陈老夫人这一跪，我也是受得起的。穆家如今愿意和离，已经仁至义尽，你们最好见好就收。若是将我惹烦了，我连亲生父亲都能送上断头台，何况你们？周瑾一直将穆子涵当成娇娇气气的小姑娘，上次见她杀了人，穆子涵都吓哭了，这会儿却能和别人叫板。她板着脸，没有一点笑脸时，像是个白白嫩嫩却不容他人冒犯的冰美人。周瑾很意外，很惊喜，也有些不满意。小姑娘从一开始就很有目的施压，到后面所言所行条理有据，逼得陈家不得不认怂，不得不签字。诚然，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毕竟皇朝的律法不够完善，对女子苛刻，对男子相对宽容。慕如莲身为陈家儿媳，孩子没出生流掉了，就算证据确凿，将人告上公堂，也不过是打陈大公子鸡板子，再关上10天半月当作教训，最多就是皮肉之伤，还有陈家名声扫地。但陈家要是不放慕如莲，衙门也不能逼他们放人，这就是方才陈老太太跪下来的底气。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只要求陈家签字同意和离，别的账日后要是有机会再慢慢算。他的做法没错，只怕京城的有头有脸的当家主母碰到这种事都会如此。可在周瑾眼里就是错，他的小姑娘还是太稚嫩，得他教。周瑾把人按到椅子上坐下，你哥哥教你的是为人处事的道理，可遇到畜生无赖是行不通的。
固然能达到目的，可心里又如何能畅快？穆子涵不知道周瑾在边上好好欣赏美甲，吃着点心，怎么就站起来了？他有些懵，更懵周瑾说的话。殿下的意思是？周瑾捏了捏他的脸，看着穆子涵，听话的睁大眼睛。就见周瑾刚转身，虚虚弱弱的喊了一句：“季期。”季期出现，一脚将又矮又肥的陈老爷踹飞。下一个是陈大少爷，他这个人冷血心肠，也不会怜香惜玉，又是一脚踹飞陈如，哀嚎声不绝。他来到陈老夫人面前，停下来。这个老东西只怕一脚就登天了。季期放过他后，安安静静的退回原位。周瑾慢悠悠来到地上浑身都疼的陈老爷面前，一脚踩到陈老爷脸上，换来齐的一声凄厉惨叫。穆子涵蹙了蹙眉，他想陈老爷真是叫得太夸张了。果然，周瑾垂下眼帘，语气悠悠：“姑走路都没劲儿，哪里能踩疼你呢？”陈老爷觉得他的骨头都要裂了，可他死死咬着唇，咬出血来，再也不敢哼一声。陈老太太慌了：“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合理，我们同意合理，求您放过我。”周瑾白莲花的看过去，方才让你们答应，你们不同意，怎么这会儿就改了主意？周瑾，怎么办？如今轮到姑不乐意了。陈如这会儿真的知道怕了，他能那么招摇，无非就是父亲是五品官，可现在他最引以为傲的父亲被太子踩在脚下，高贵的祖母一生没向谁低头，此刻卑躬屈膝，连连求情。陈如瑟瑟发抖，浑身都是寒意。求殿下放过我爹，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他说着去拉陈大公子：“哥哥，你快说话呀！”陈大公子是个懦夫，缩在角落：“放开我，我可是家中独子，不能出事，否则陈家的根就断了。所以陈老爷、陈老夫人受点委屈，让殿下消气，才能保全他呢。”周瑾微微俯下身子，随意打量陈老爷：“比你女儿还小的姑娘都要染指，姑可不信你会半点不知全家苛待她，眼睁睁的瞧着，半点不庇护，是非面前不为其撑腰，反倒任由你母亲逼着刚流产的夫人不去追究你儿犯的罪。当丈夫可不是这么当的，得向他学习呢。姑竟不知如此德行不端的人也配在通政司当职。”陈老爷瞳孔一缩：“殿下，当然这些事和姑不相干，姑身子不好，不想去管你们那些恩怨纠葛。”周瑾很快却笑出声，听得陈家人毛骨悚然。可你们的事惹姑的太子妃不高兴了。他慢慢抬起脚，黑靴鞋面用金丝线绣着漂亮祥云。周瑾嫌脏一般，将鞋底落到陈老爷胸膛衣摆上，姿态优美的擦了擦。陈大人，你觉得太子妃的妹妹被你们害成那般模样，陈家和穆家还能平心静气谈和离吗？他悠悠说：“你们陈家可得拿出诚意来啊！”陈大人愚钝，这会儿只顾着疼了，实在不懂周瑾的意思。而陈老夫人此刻面无死灰，她头早就磕出血来。在穆子涵面前，她尚且能镇定，可周瑾发难，她是真的束手无措。如果不能让周瑾满意，丢官是小，他们陈家上下的命怕是。他咬咬牙，明父这就去给太子妃一个满意交代。周瑾微笑：“季期，请他们回去。”没等季期过来，一群人连滚带爬的滚了。见他们灰溜溜的走，穆子涵抱着和离书：“我要去看看陈家会给什么交代。”“急什么？总要给他们时间准备，等会你就知道了。”周瑾来到穆子涵面前：“懂了吗？别说陈家有错就是没错，你瞧着不痛快，也能将他们当成猫狗般随意发落。殿下的意思是我可以用东宫的权势和太子妃的身份压人？”“错了。”周瑾告诉他，“是胡作非为。”第131章。可惜他非要一意孤行。穆家如今都是女眷，午膳小夫妻是单独在穆子涵屋里吃的。周瑾挑剔的看了眼四周：“你之前就住这种地方，真够小的。”穆言也的确狠得下心，带着姑娘一住就是3年。穆子涵也不知周瑾的脸色怎么难看了些，他舀了一碗乌鸡汤送过去：“往后若非必要，我应该也不会再来了。”今日发生了不少事，以至于穆子涵险些忘了问周瑾入宫的事。刺客的事可有消息了？他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周瑾眼里又有了笑意。他怪阴晴不定的。太后出了事。穆子涵从不是以德报怨的人，更何况太后这般看不上他和周瑾。真的吗？小姑娘眼眸一弯，脸红扑扑的，娇俏动人。还有这种好事？可见人作恶，老天会收拾的。周瑾瞥他一眼，平时还算稳重，这会儿欢喜的情绪在自己面前倒是不会收敛。穆子涵也不急着吃饭了，发生了什么事？周瑾装模作样的染上愁容，也不知吃坏了身子还是过敏，宫女说不出所以然来。太医将平时太后接触的事物也一一查了，可病根难支，太医院也束手无措。脸上斑斑点点的，只怕不能见人。皇祖母又忍不住的去挠，越挠越痒，
脸上又抓出血来。不得章法，他一辈子尊贵，受不了打击，狠狠发了顿脾气。姑出宫时，二弟过去探望，皇祖母都把人轰了出来。说到这里，他眼神暗淡下来，姑实在担心。穆子涵知道他为人仁厚，他轻声道：“兴许过几日就好了。”但愿吧。他甚至邀请穆子涵去观赏，过几日姑得再去探望，你可要一同前去。穆子涵不是很想去，但他到底是皇家媳，有些事即便不愿，可明面上的功夫的做。他乖乖巧巧的应下，好。怎么还不情不愿的？周瑾已经很期待第二种毒爆发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还得叫上黄姐。哦，还有一个人，楚哲成那个傻子，把他带上，一定格外有趣。心情好，周瑾胃口也好。吃了饭后，穆子涵心不在焉的一直留意外面的动静，他时不时的跑出去查看，来来回回晃得周瑾头晕。于是他二话不说，拉着人上了房顶。小姑娘面色苍白，屏气凝神，往下探，只觉得高。她可是记得之前尚书府的千金从高楼摔下断了腿的事。穆子涵生怕没站稳摔了下去，他小心翼翼的一动不敢动，嗓音都在颤：“殿下，我们下去吧。”周瑾眯了眯眼，怕。废话。周瑾见他抖得厉害，眼里有了兴致，想带着他从房顶跳下去。可见穆子涵红着眼，紧张的拉着他的衣摆的模样。疯批周瑾突然有了点罪恶感，他顺手把人揽到怀里：“你大可安心，就算掉下去，也有季七接着。”穆子涵一听这话了，又想起季七一抬腿将陈家人踢飞的场面，突然又松了口。他用帕子擦了擦眼泪，胆子也大了起来，四处张望。穆子涵一向中规中矩，这还是第一次上房顶，他睫毛微颤，有些慌也有些好奇。站得高，看得远，甚至能将半个穆家尽收眼底。周瑾拉着人坐下，随意指了一出：“那是谁？”穆子涵看过去，那是家里最小的庶弟，也是孙姨娘所出。当初穆正还想把他过继到如燕名下。小男孩瞧着6、7岁的模样，举着风车，嘻嘻哈哈的跑着，一个没注意，被石头绊倒，摔了个狗吃屎。刚刚还在笑，这下抱着头哭了起来。周瑾觉得挺蠢的，怎么穆家的心眼全长到穆衍身上了是吧？他以后的孩子一定不会这样。姑头一次上屋顶是8岁那年，楚哲成拉着的。穆子涵听他这么说，就知道里面没准有故事，所以他认真的听着。那时皇宫举办宫宴，3品以上的朝臣携家眷入宫，不想撞上了一幕丑事。什么丑事？父皇疼爱的后宫嫔妃和器重的臣子私下偷情。穆子涵倏然瞪大眼，偷情？周瑾颔首。楚哲成那时也年幼，童言无忌的跑到父皇跟前，当着众人的面问：宫里有孕的吴贵人怎么和定永侯爵府的侯爷在冷宫废弃的殿内脱光衣裳抱在一块？那孩子可是不是父皇的骨肉？穆子涵大为震撼。不过他怎么没听说过定永侯爵府？他正要问，周瑾仿若猜到他要说什么，温柔地告诉他：父皇震怒，处死定永侯，侯爵府也被抄了家。周瑾这种人，他若不愿意，楚哲成怎么拉得动？他半个字不提。那时楚哲成突然提出要上房顶，是他教唆的。若非那定永侯一直和他外祖父作对，不然他可不介意帮着隐瞒，好让宫里再多个孽种。父皇应该不介意给别人养儿子的，只是可惜了。楚哲成自那以后再也不敢上屋顶了。穆子涵不解，为何？楚哲成自以为立了功，很是得意，甚至跑到父皇面前讨赏，却不知此举也让皇家颜面扫地。楚王养了个什么话都敢说儿子，为了不被迁怒，将楚哲成揍了一顿，半个月不能下床。周瑾丝毫没有良心过不去，他甚至过去探望。楚哲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看到他就哭他的委屈。穆子涵听了以后，一时不知道怎么去夸楚哲成，这不是上赶着找揍。那殿下呢？周瑾，姑，皇室中人自幼被教导何为明哲保身，一知什么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姑拦过他，他是这么拦的，只怕他们是要混淆皇室血脉，这可是死罪。楚哲成，你学业多次被斥骂，所有人都说你没出息，可你也不能急着想立功出头，这件事非同小可，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商议。反正楚哲成一听到立功2个字，眼睛都亮了。周瑾对怀里的小姑娘道：可惜他非要一意孤行。第132章，出恶气彻底和离。陈家笼罩着阴霾，经此一遭，陈老夫人像是苍老了10几岁。她看向陈老爷，唯唯诺诺，这些年贪恋女色，不堪重用，又失望地看向他时时刻刻都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疼的陈大少爷。陈老爷大气也不敢出，甚至不敢问陈老夫人到底是什么打算。祖母，孙儿错了。
我也是一时慌乱，这才忘了应该护住您和父亲的。孙儿拼了这条命，也不该让殿下这般欺负你们。这会儿倒是知道巧舌如簧了。这时管家拿着账本，老夫人，夫人的陪嫁奴才已经清算完毕，只是少了100两银子，还有一些首饰。陈老夫人凌厉的视线看向陈如，陈如腿软，连忙跪下来承认，祖母，是我拿的。她嗓音带着哭腔，首饰我待逆后，就托哥哥帮忙拿出去典当了，卖的银子我们平分的。他还要再说什么，就被陈大少爷捂了嘴。陈大少爷低声责问，不是说好了保密的吗？你怎么出尔反尔？陈老夫人见状，泪光闪烁，连连摇头，陈家的子嗣一个比一个没担当，待我100年去后，只怕无脸面对列祖列宗。很快，慕如莲的嫁妆一担又一担的往外运，吸引了不少围观观众。百姓这几天很忙，吸回脑袋的是他们新鲜劲还没过去呢，怎么穆家又开始搞事了？这是怎么了？我听说今日宝气堂太子妃发了好一通的火，将其妹陈夫人带走了。陈家这是要去赔罪吗？怎么带上这么多赔罪礼？谁知道呢，毕竟和东宫那边沾了点亲，怎么都得讨好太子妃。正说着话，嫁妆全运到了车上，有大胆的拉住陈家的奴才问，你们这是去穆家？奴才低着头，自然不敢说话。陈老夫人走了出来，陈家有愧，是要去穆家送放七叔的。这一句话引得众人面面相觑。和离？怎么真要和离了？陈老爷这么大把年纪都能做人爷爷了，这门婚事本来就不合理。你想想，陈老爷哪天要是死了，那穆家小姐还正值韶华呢。队伍很快出发，陈老夫人没坐轿子，选择了步行。她身后是一个个觉得丢脸，把头埋起来的陈家人，这和游街示众有什么区别？百姓瞠目结舌，竟然没有散去，全部指指点点的跟在身后，以至于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这种局面。路人，你们去哪儿？这么热闹，是前面有戏班子吗？别问了，快跟上，比唱戏还精彩。坐在房顶上和周瑾说着话的穆子涵，瞧见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两府的距离不远不近，足有3条街。陈老夫人不敢耽搁，足足花了1个时辰才走到。穆家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陈老夫人深吸一口气，绝望又屈辱地跪下。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下，她大声道：民妇有罪，自知穆正和我儿达成交易，不曾阻止，亲眼瞧着穆家拱手将无辜女儿送上。我儿娶了穆家3小姐，只为房中事，知她日子艰难，却从不护妻。半年后再纳姨娘，陈夫人的身份不过有名无实，我冷眼旁观，这是一罪。如莲自嫁入陈家，民妇自视清高，瞧不上她庶女出身，难配我陈家门楣，日日立规矩，将她当婢女使唤。府上奴才看民妇脸色，也从未将其当回事。民妇也是从媳妇过来的，明知为女子的不易，身为婆母，却还是为难心腹，这是2罪。孙辈陈如为陈家掌上明珠，对继母不慈不孝，民妇看在眼里，却从不加以约束，任由她言语羞辱，对如莲推搡打骂，用石子砸人，推其下水，抢银子，偷首饰，这是民妇教养出来的孙女，为3罪。这些是慕如莲没有和穆子涵说的，她生怕多说一句让穆子涵为难。可这个时候，陈老夫人不得不一件一件亲自公示于众。她最看重的就是名声，这可比用刀子戳她心窝更加鲜血淋漓。可她没有选择，不然丢的不是脸面，而是命了。她说一句，身后的陈家人愈发难堪，没脸见人，抖着唇不敢说话。周边的人全部噤声，他们从没想过，瞧着体面的人家竟然没有一个好东西。有人忍不住骂，老娘大女儿被丈夫打了一顿，让我知道了后，老娘火气蹭蹭蹭往上冒，带着4个人高马壮的儿子去了亲家家里，把他家都给砸了。你陈家是要遭报应的。别说太子妃发怒，便是放到寻常人家，又哪里舍得自己的女儿嫁去夫家被这般对待？呸！人面兽心的东西。对啊，我宁愿一辈子养着女儿，也不愿被如此糟践。听着这些鄙夷训斥，陈老夫人的脸如火烧，但还是撑着道：如莲自有孕后胎香不稳，民妇看在她为陈家孕育子嗣的份上，好吃好喝养着她，才让她有了片刻喘息的机会。孙子陈述贪婪无德，自从大夫嘴里得知是男胎后，心狠手辣残害血脉相连的弟弟，给继母下了堕胎药，这便是如莲小产的原因。人群哗然，民妇得知此事，选择包庇，给所有知晓真相的人都封了嘴，逼迫如莲认命。这是民妇的第4罪，民妇罪该万死。整条街都被堵上了，衙门的捕快瞧着情况不对，提着刀走过来，百姓怕官，纷纷退让。
捕快时再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正疑惑呢，就听到陈老夫人大义灭亲道：“你们来的正好，把陈叔带走吧。”他知道，只要一说，留下案底孙子就再也没有做官的可能，可还是咬着牙道：“他既然做了恶，自然得受律法的罚，还望衙门老爷狠狠的罚。陈家罪孽深重，不敢奢求穆家原谅，亦不敢耽误穆家小姐。”说完，他对着穆家大门磕了个头，双手举起放七书，高过头顶，还望三小姐种书缠鬓，梅扫蛾眉。和离后，福愿三小姐千秋万岁。第133章。吃醋。夜幕降临，周遭化为一片沉寂，城垣内安静祥和。太子妃从穆家回来，瞧着新情书唱了不少。浴室的窗户被不知哪来的野猫捅出一个洞来，冷风只往里面灌。穆子涵索性让人把浴桶提进寝房，热气腾腾，他将贴身衣物一件件除去，去了浴桶，捧起花瓣放到鼻尖闻了闻。他轻轻应了一声。经此一事，陈家名声扫地，陈老爷被撤职，衙门那边会对陈述多加照顾。他细皮嫩肉，受不住刑罚，出来后不死也会残。陈如只怕没有婆家敢要，亲事难上加难，陈家上下是彻底废了。殿下说的不错，有些事无法做到以理服人，那只能用另一种手段，做了错事总要受到惩戒。我想这对如莲来说是最好的交代。暗香抱着换洗衣物进来，也不知三小姐以后可会还在嫁。三小姐坏了身子，事后您又让蒙氏过去把脉，您身为长姐，帮到这个份上已是难得。琥珀也深有感触的点头。奴婢之前伺候的人家，可没有谁为淑女出头的。妾室生的虽说是主子，可待遇却从不会好，有的甚至比不得府上的一等奴才。便是别家正正经经的嫡女，出了这种祸事，除了家中格外疼爱，会不惜利益大动干戈，其余的都是私下了结，长辈出面和夫家商谈，再劝女儿多多忍耐。官宦世家还不如没权没势的乡下人家，若是不顺了，那些人直接拳头说话，没那么多顾忌，打到亲家上下心服口服。穆子涵听到这里，没再继续说，只是对暗香道：“殿下晚膳没怎么用，你去厨房跑一趟，让那边准备些易消化的吃食送去书房。”暗香忙应是，很快退了出去。走之前，他想了又想，没忍住道：“往前殿下一直同您一块用晚膳的，今日回来瞧着就不太对，直接去了书房。殿下身子不好，皇上体恤，没有要处理的公务，去这么晚了也没回来。若是夫妻间拌了嘴，您不如过去轰轰。”说完这句话，他扶了扶身子，这才离开。穆子涵不喜沐浴有人伺候，琥珀在水里滴了精油，也恭敬地退了下去。许是奔波了一日，穆子涵实在疲惫，他开始想暗香说的话，可小姑娘显然是迷茫的，她也不知道周瑾到底怎么了。从穆家出来时还好好的，甚至说长宁巷那边有间卖油酥饼的铺子，要带她去尝尝。等真的到了，铺子门口排了长长的队。这里的油酥饼穆子涵没吃过，可哥哥总给他带隔壁卖的糖葫芦，他便下了马车亲自去买。油酥饼这边继妻在排队，小姑娘因为怕冷，带着雪白披风，连着帽，索性将头也盖住，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露出雪白娇美的脸蛋。来2串裹着芝麻的糖葫芦，要甩丝的那种。是，这就给小姐做。她是盘着妇人发髻的，可有披风的缘故，又因为生得娇俏，也难免被人当成未出嫁的小姐。穆子涵自觉没有必要去解释。等糖葫芦到手后，他举着往回走，却被手持折扇打扮不俗的青衣男子拦住。穆子涵微微一蹙，就听他拱手道：“实在冒犯了，想问问姑娘，这家铺子的糖葫芦甜不甜？小生张氏是为病重的家母买的，他好这一口，可吃不得半点酸。”穆子涵眼里的警惕也散了，他说：“糖葫芦是山楂所做，又不是糖，哪有半点都不酸的？这家店开了10几年了，用料好，糖浆熬得好，店家也实在，公子可买些回去。”张氏一听这话，连忙道谢：“小姐瞧着是京城人士，实不相瞒，家母患有眼疾，我是刚搬来京城带她来看病的，可对这里实在不熟，也还没来得及打听。敢问小姐可知哪家药馆的大夫医术精湛？”一听是看病，穆子涵也曾经为了找大夫而奔波过，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慈春堂的李大夫仁者一心，医术是十分不错的，我哥哥之前就在他那里看的，只是不知他可能看眼疾之症，公子可带令尊去瞧瞧。便是不行，李大夫也会给你介绍适合的大夫。看病这种事急不得，也并非医术越好才能将人治痊愈，有些时候往往天意到了，遇上了最适合的大夫，病也就治好了。张氏又连连道谢，正要再问，马车上的人却坐不住了。周瑾简直服了，穆子涵说去买吃食，怎么和陌生男子聊上了？还聊这么久，没完没了是吧？他从马车上下来，走过去。穆子涵见状忙过去扶着他：“怎么出来了？这里风大，
可别闹了风寒。周瑾微笑，他特别温柔，是打扰你们了吗？张氏见他病态，连忙拱手，您就是小姐说的兄长吧？这一句话，周瑾挺爱听的。穆子涵正要摇头，周瑾的手就搭在他肩上。你找小妹有什么事？穆子涵有一瞬间是傻眼的，在屋里被周瑾逼着喊哥哥，他都无地自容，何况这是当着别人的面。张氏又把之前那些话说了一遍，家母视线越来越糊涂，实在让人担忧。周瑾懒得再听他废话，强势转过小姑娘的身子，带着她往回走。等等，张氏又追了过来，他目光灼灼，就没离过穆子涵。不知姑娘家住何处？等家母病好，我定奉上谢礼，亲自登门。周瑾要是这会儿还瞧不出他的心思，也就白活了。他直接冷了脸，既然来了京城，何愁找不到大夫，却拉着别人的娘子问东问西，你娘还不如直接瞎了。娘子，张氏大受打击，不是说这是你妹妹吗？泡在水里也格外舒服。穆子涵眼皮越来越重，还是不明白是谁惹了周瑾不快，以至于他连酥油饼不吃了，糖葫芦也不碰了。但他记得周瑾对张氏冷冰冰地扔下一句话：罔顾人伦而已，你有意见？第134章，谁的情欲在滋生？夜色暗涌时，周瑾在书房看了密信后，用火烧了。火光吞噬下，他的侧脸忽明忽暗，充斥难以靠近的压迫感，更多的是冷淡不屑。季期站在角落，大气都不敢出。殿下每回收到密信，都格外阴郁，也格外会发疯，每年一封，算着时日，应该是下月才会送到，怎么提前了1个月？他们都没有准备。季期放轻脚步，快速走了出去，正巧撞上过来送药的蒙石，脸沉成这副模样，怎么天塌了？都和你说了几回了，你不能总是冷冰冰的，你得时时刻刻逗殿下笑。殿下心情好了，你我伺候的才会好。季期说了一句，那边来信了。蒙石变了脸色，一下子就不好了。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书房里头可有匕首，他怕周瑾又在自己身上捅一刀，又怕周瑾失控血洗皇宫。季期面无表情，便是没有。殿下若是要，谁能拦得住？这可如何是好？去年殿下看了信函，喝得酩酊大醉，直接放火烧了东宫。要不是工人救火及时，整个宫殿连同他自己都要被烧成灰烬。前年殿下看了信后，出了门就撞上了周玉。周玉是个不怕死的，偏偏这一日做错了事，竟然还敢出现让殿下善后。殿下平时就当养条狗，愿意同他周旋，可那日如何有心思和他演兄弟情深？于是第二日，周玉走在街上，被楼顶从天坠落的花瓶砸出了一头血，险些吃傻。蒙石急得团团转，这一次也不知谁会遭殃。他想想画面，就是一个哆嗦。我这人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就怕惹殿下厌。不行不行，你在这里守着，我出去避避。要是殿下少了一根头发丝，你瞧我回来如何同你算账。狠话他是会放的，怂也是真怂。季期会武，他可不会啊。可蒙石才走几步又跑了回来。季期沉默地看着他，怎么还不滚？你应该知道我和穆将军是有交情的，他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你说我可要带太子妃一同逃命。要是他伤了或是吓着了，我怎么和穆远交代？季期的确嘴碎，但是很有道理。平时殿下待太子妃的确出奇的好，可情绪失常，只怕真有个好歹。两人正说着话，屋内已经有了动静，门被里面的人打开，周瑾阴冷冷地走了出来。他谁也没看，气场强大的往外走。周瑾看了眼天色，黑漆漆的，是他喜欢的黑色，只是再黑他也没心情看了。手痒，想杀人，想将人的皮肉一片片割得晶莹剔透，去喂他躺在东宫的那条瘸犬。谁好呢？周瑾想了一圈，太后的皮老了，一定不好吃。殿下，你让查的人有结果了。喜公公从外面跑进来，那叫张氏的，谎话连篇，也没有什么演技的母亲。他是淮南侯已离世的亲兄之子，自幼体弱，在江南养病，刚回京城。是，那就是冲穆子涵去的。周瑾嘴里的笑越来越大，他想那个张氏挺合适的，他都不磨刀了，直接往外走。喜公公一点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还笑眯眯地问：殿下去哪儿？蒙石一把捂住他的嘴，他压低声音：问什么问？只要不是去找太子妃就行。季期，你以为殿下听不见吗？果然，周瑾脚步一顿，换了个方向，朝寝房走去。穆子涵胆子太小了，得带他去长长见识。蒙石，怎么办？怎么办？他不会要给太子妃准备棺材了吧？殿下，滚！再吵就割了你的舌头。寝房灯火通明，琥珀后在外面见周瑾过来，正要请安，
周瑾却直接推门而入，丝毫不给他通报的机会。琥珀想着穆子涵还在沐浴，突然红了脸，他到底没好意思进去，很体贴的把门关上。周瑾视线扫视一圈，见屏风后有人，他懒懒散散的走过去。刚出了一个音节，后面的话全都消散唇齿间。小姑娘为着寸缕的靠在浴桶上睡着了，黑发散落，红唇娇艳，热水流淌在她身上，玲珑有致的身躯若隐若现。搭在木桶边缘的玉臂白得似雪，上面却缀着一点朱红，是她的手工纱。她身体紧绷，视线化为幽深，甚至忘了进来的初衷。周瑾狼狈地转过身往外走，脚步没有之前的平稳，凌乱地撞上角落的瓷瓶，一声脆响惊动了睡着的小姑娘。她朦胧地睁开眼，瞧见周瑾的背影后，等他走远，匆匆忙忙地出来换好衣裳，浑身上下红得能滴血。外面的蒙石度日如年，打起来了，一定打起来了。但是再听里头却没了别的动静，屋内静悄悄的，往常这个时辰两人都已经睡下了。穆子涵只听到自己心跳加快跳动的声音，他不敢去看这会椅子上玩着他沐浴前解下的玉佩的周瑾，他磨磨蹭蹭的涂好香膏，拖延时间，打算在那里作业。周瑾的声音传来，穆子涵这才慢吞吞起身走过去，爬上床，睡到里侧后，屋内的灯被周瑾吹灭，视线一暗，身侧有人躺了进来。小姑娘故作镇定地盖好被子。殿下何时回来的？该看的不该看的姑都看了。穆子涵没想到周瑾竟然还要说出来，他紧紧捏着被子，他故作镇定，我不在意的，毕竟别家娘子都给夫君看的。因为他每次沐浴总能听到琥珀道，太子妃身姿曼妙，殿下一定喜欢。有人贴近，别家娘子还给摸，你给吗？穆子涵不知这有什么好摸的，他自己都不摸，可周瑾不至于骗他。不过对男女之事一知半解的小姑娘忍着羞耻问了一句，若要怀孕就得这样吗？换来他的低笑。小姑娘别别扭扭道，那你来吧。周瑾是正常男人，眼前的又是他的结发妻子。黑暗里不知谁的呼吸被抑住，不是谁的情欲在滋生。屋外皎洁的月洒下银辉，小姑娘在他掌下颤抖。也不知过了多久，她受不住的低泣一声，嗓音娇得不像话，别捏了。第135章，看到别人的妻子就想勾搭。第二日天一亮，城门大开，京城的早市已经开启。在街道上卖菜的都是城外的农户，卖炊饼的、馄饨、包子的早市摊位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来来往往的车队通行，一片热闹繁华。而城垣的气氛自昨夜到现在就格外诡异。穆子涵醒来天已经大亮，身侧的床位已经空了，他提着被褥捂住身子，里头什么都没穿。昨夜被折腾的只记得哽咽，何时睡着的都忘了。他将脸蒙在枕头上，耳根一点一点变红。太子妃，您起了吗？屋外传来暗香的声音。穆子涵匆匆穿上小衣，胸口处有些酸胀。夜里周瑾将他按在身下轻，一手难握绵软，辗转反侧的揉着，滚烫的指尖将他上上下下都摸了个遍，恨不得将他生吃了。穆子涵不敢再想，他将衣裙也穿好，起了。听到回应，暗香这才端着热水进来，伺候他梳洗。等吃了早饭，穆子涵就准备出门。他每次一起来就要问周瑾在何处，然后亲眼看着他将要喝了才放心。暗香没等他问就道，顾太傅病了，殿下一早听了信就带着蒙石出门了。穆子涵抿抿唇，他现在丝毫不想知道周瑾的动向。他轻轻点头，顾太傅是殿下的恩师，现已年迈，前些时日又撑着腿疾为了殿下去皇宫奔波，殿下过去理应如此。马车早在门外等着。穆子涵先接了柳英英。柳英英一身浅色长裙，纱质腰带轻系，但生得好，这般打扮也格外楚楚可人。因为柳老太爷的死，柳家和穆家正值丧期，柳英英和穆衍他们穿的都很素。穆子涵是因为冲洗的原因，不得不穿得靓丽些。穆衍面色苍白如纸，喝了几口粥就再也吃不下了。他温声道，寺庙后有一片桃花林，冬过春已至，天虽还冷，可每年那里的桃花开得早，你们不如过去观赏观赏。穆子涵知道他话里的意思，说了会儿话，这才带着柳英英出门。哥哥屋里雕刻的工具怎么没瞧见？他是收起来了。柳英英道，表哥已许久没雕刻了，往前手里有事，倒能打发时间。这几日表哥除了陪外祖母说话，总是发呆，也不知到底想什么。外祖母也不敢问，问了只怕表哥也不会说。不过我拉着阿武打听了下，瞧他样子也不像知道表哥到底过喜欢哪家的小姐。穆子涵不由垮了脸，他低低道，阿吴是3年前哥哥战场受伤时带回来的，哥哥的事我都不知，何况是他。中途又去接了慕如琴。灵通寺在郊外，还得出城。
马车宽敞，坐上3个姑娘绰绰有余，途中有说有笑，倒不会困乏。大姐姐，淮南侯爵府半月后要举办茶话会，可有给你送请帖？穆子涵：送了，可我不打算去。有这个时间，他做什么都好。穆如晴刚松了口气。柳英英笑：我先前在诬县就常听人提及说，这淮南侯爵府是勋贵，出了名的好教养，还说淮南侯和夫人琴瑟和鸣，生的女儿才情样貌出挑，儿子也是万里挑一。穆子涵眼里闪过一丝鄙夷。琴瑟和鸣，我倒是知道一桩就是，这还是昨天周瑾贴在他耳边厮磨说的。他简直将淮南侯爵府上上下下点滴到了泥土里。淮南侯有个早早离世的兄长，嫂嫂年轻貌美，成了遗孀后，他悉心照料，逼得嫂嫂11个月后生下一名男婴。那孩子显然不是淮南侯兄长的，可见淮南侯就是个畜生，嫂嫂也要染指。孩子出生没过多久，就被淮南侯夫人以身子不好送去了江南老宅。淮南侯夫人气嫂嫂是妖精，男婴是孽障，从来不气丈夫。周瑾还说了许多话，穆子涵一一说出来。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个男婴长大后长得丑，说话难听，脾气也极为古怪，偷奸耍滑不说，还时时刻刻爱装成老实人的模样，看到别人的妻子就想勾搭。如今那嫂嫂称病，好不容易求得侯爷同意，这才让儿子回来。不过听说人已经回京了，却没有第一时间回府，也不知跑哪里厮混了，只怕淮南侯爵府有的热闹，这种人你们要是撞上，可得绕路走。反正穆子涵对淮南侯爵府的感官很差。柳英英倒吸一口气，这京城里面的体面人家，竟然连寡廉鲜耻都不知。穆如晴连连点头，她转头告诉柳英英道：你不知那淮南侯爵府的郡主怀宣往前心仪殿下，如今大姐姐成了太子妃，她又被皇上选看中，成了二皇子妃，指不定背地里多恨大姐姐。若大姐姐去了，只怕淮南侯爵府会有意轻视。偏偏人家是主，大姐姐是客，没准不少人等着看笑话。穆子涵听他这样讲，倒是意外极了。怀郡主是出了名好脾气，婉约啜情，谁见了不说一声好？你怎么说他会为难我？姨娘说的。那怀宣之前和姐姐说了几句话，就哭着跑开了，许多人私下说是姐姐说了不中听的话，将他惹哭的。穆如晴知无不言道：姨娘说这怀郡主每次遇着事就哭，遇着事就哭，只要是男人看了就心生怜惜，上一个这样的还是卢燕。姨娘也说了，世家贵族里面多的是贴着一张皮示人的，内地里保不齐什么肮脏心思，哪有人能好到全天下都说好的？有啊。柳英英盲目自信，表哥和殿下不就是吗？一听这话，穆如晴挺双标的，那不一样，大哥哥和殿下是真君子。灵通寺坐落在山峰，好在马车能驶入半山腰，几人改成步行，踩着青石板台阶上，都是常年很少出门的女儿家，很快就气喘吁吁，但因为人多有伴，腿已经很酸了，几人还是坚持的爬上山峰。这里人杰地灵，沉寂肃穆，日日受香火供奉，前来拜佛的百姓也不在少数。穆子涵擦了擦汗，带着2个妹妹在神态庄严的佛前跪拜，耳边是僧人敲打木鱼念经的声音，听得人心旷神怡。他手里执着香，小姑娘虔诚的弯腰拜，这才将香插入香炉中。不少未出阁的小姐过来，在姻缘树上挂上红布条，说挂得越高，姻缘越美满。既然来了，你们不如去试试。第136章，相看望夫。2人也没扭捏，排队免费领了红布条，红布条下挂着一颗小小的木牌，木牌是由龙牌和风牌使用了榫卯的方法，2块牌子紧密连接在一起。英英，你以后想要什么样的夫君？柳英英道：有担当，不要忘恩负义，孝顺的就行。不过我如今还在校期，不急。如何能不急？你已经到了议亲的年纪了，大姐姐不是说了吗？若是碰上正缘，就先将亲事定下来，别的再另做打算。穆子涵在姻缘树下等他们回来，却不想身后传来惊讶的声音：小生见过夫人。声音很熟悉，他转过头去看，竟然是昨日碰见的张氏。昨日我带母亲去慈春堂了，多亏小姐的引荐。李大夫说他曾医治过相同案例的病人，可一试。穆子涵也没想到这里能再见，他听了这个话，挺为张氏高兴的，浅浅一笑，能帮到张公子便好。张氏自分别后就一直心心念念，小姑娘真的哪都生在他喜欢的点上，这么多年他就没有怦然心动过，也因为家里的事，从未对别人有过真心。再见他笑容艳艳，是妇人的装扮，一时间愈发相见恨晚。遇到他前，他无时无刻都想着怎么出人头地，怎么为屈辱委身的母亲讨回公道，让淮南侯付出代价。可昨日一别，今日却又再见，这就是缘分。他做不到像淮南侯那样心肠歹毒的强夺强占，可张氏不愿意错过他。他想过了，昨天见的男人面色苍白如纸，
看着就是个短命鬼。张氏愿意等到他死后再大大方方的求娶，这才是大男子作为。他按捺着情绪，不知夫人姓甚名谁，日后我才可登门道谢。不必，昨日提了，今日又提。穆子涵把他当作读书人的迂腐。表姐。柳茵茵这时候走过来，她手里拿着2份红布条，她看了张氏一眼，很快收回视线。她笑盈盈的将其中1份红布条往穆子涵面前递了递。给我作甚？我都成亲了。谁说成亲就不能求了？表姐得求和。她刚要说殿下，可顾忌有人在，也就改成了和姐夫恩爱一生。张氏听着很不舒服，可她现在还没什么立场。穆子涵被怂恿后挺心动的，说到底也只是小姑娘，再稳重也有玩心。眼瞧着穆如晴、柳茵茵将木牌抛出，她也抛了出去，见红布袋稳稳当当的落在树枝上，穆子涵抿唇一笑。张氏也取来红布条，一般来这里的都是女儿家，他一个男人倒是引人注目。穆子涵来这里是有目的的，他还要带着柳茵茵去相看，正准备走了，张氏突然说了一句：我遇上了心仪的姑娘，只是时机不对，但我相信以后一定能娶到她。穆子涵心想，那你还怪深情的。他没多逗留，转身拉着2个妹妹去寺庙后山了。也不知道审核到没到，他心里正想着，就见柳茵茵咦了一声：怎么了？那公子抛了3次红布条，全没挂上。一听这话，穆子涵转头去看，张氏已经开始尝试第4次了。他恼火得很，木牌这次总算挂了上去，看着位置竟然还很高。他刚要会心一笑，一阵风吹来，属于他的木牌摇摇欲坠，突然坠落，砸在地上，木牌的风笼竟然摔成了2半。这时候有个僧人朝他走过去：阿弥陀佛，天意如此，施主不可强求啊。张氏的脸都黑了。后山那边的桃花的确开了，灿若朝霞，漫山遍野。前面有个亭子，去那边歇息吧，晚些在寺庙用斋饭。穆子涵说的，2人忙点头。亭子是个单檐亭，因为有桃树的遮掩，他们站得远，竟然没瞧见里面有人。等隔得近了，柳茵茵瞧见那里站着墨色衣衫的男子，她微微蹙眉：表姐，此处有人，我们去别地儿。给太子妃请安。审核都等急了，这时候眼睛一亮，连忙过来请安。穆子涵没见过审核，但见他视线很不经意地落到柳茵茵身上，也就认出了人。他装作很熟络的语气道：沈大哥，你怎么在此？说着，他向柳茵茵介绍，上回婚宴沈大哥也来了，边塞那几年是陪哥哥一起浴血奋战的。不，这不敢当，我曾在将军手下当过几年副将，也都是将军提拔。既然相熟，几人就一同去亭子坐下。沈核红着脖子：柳小姐，之前我们在景园见过，你给我指了路。他这么一说，柳茵茵有了印象，他正要回应，身后就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一点破桃花，每年都要让我过来摘几回。母妃舍不得折腾父王，那老骨头来回跑，就知道使唤我，还说什么父王年纪大了。呸！他揍我的时候手劲可不小。楚哲成一屁股坐在沈核边上：哟，穆家表妹记不记得你我不知道，可我记得你啊。上回在景园，你把我喝趴下了。他拍沈核的胸膛，酒量不错。沈核不是很想理他，他心思都在对面的柳茵茵身上。沈核殷勤用蛮力开了几个核桃，这是我方才摘的，你们尝尝。他是想给柳茵茵的，可也知道不能太明显，于是借花献佛，给每个人姑娘都包了。楚哲成一看就不乐意了：你我好歹是喝过酒的交情，你怎么不给我包？男儿身是我的错吗？他问：对了，你叫什么？穆子涵，你就顾着喝酒了是吧？审核没了。楚哲成不敢抢穆子涵的，怕周瑾收拾他，也不好意思抢穆如晴的，因为他已经吃了，所以楚哲成毫不犹豫地夺了柳茵茵的。在柳茵茵震惊和审核想抡起拳头的情况下，他乐滋滋地放到嘴里，抢来的就是香。然后惹人嫌的搅屎棍问穆子涵：你妹妹？不等后者点头，他又问：许人家没？审核，你相看还是我相看？楚哲成毫不吝啬地夸柳茵茵：你这姑娘模样生得挺俊的，一看就是旺夫的面相。第137章，就没见过你这样欠扁的。所有人都沉默了。楚哲成丝毫不知，在这几个人眼里，他特别不受欢迎。他转头又笑嘻嘻地和穆子涵说话：难得见你没陪着周瑾。也是，他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好意思天天黏着媳妇儿？怎么话到他嘴里就这么不中听呢？就好似周瑾多沉迷女色，不务正业似的。穆子涵轻声问：小王爷每日去书房读多久的书？楚哲成丝毫不知廉耻，听到书这个字，我就有点想吐。看书？怎么可能？穆子涵点头，他语气藏着几分小骄傲：殿下如今病重，每日除了安寝，去书房的时间最长。
虽然他也不喜欢看书，但还是很喜欢见周瑾手里直书垂眼翻阅的模样。他的手指修长，白如暖玉，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楚哲成语塞，好了好了，知道你男人学无止境了。周瑾的学识的确，他再胡说八道也不能违心闭着眼睛说烂。可谁知道周瑾每日在书房里面做什么勾当，没准就是算计折腾人呢。子珠的事他能记一辈子。穆子涵见他不说话了，又道：殿下今日一早去看望顾太傅了。这件事沈河还是知道点风声的，要不是太傅老人家喜静，只怕登门探病的人不少。听说去的人里头，他只见了殿下。楚小王爷，沈河朝他笑：你若是有事请自便，我们就不耽误了。聪明人都能听出来，这是在赶人了。楚哲成便是再纨绔，可到底是楚王府的嫡子，他也听出来了。让他走他就走，那他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嘿，他就不走，他就要坐在这里。不急不急，相逢便是有缘。吃别两回的楚哲成很自来熟的和柳茵茵说话：既然没婚配，不如我给你介绍介绍。不是本小王爷自吹，京城里面的公子哥我认得最全。他是不喜欢和那些有出息的世家子弟来往，也融不进那个圈子，可谁沽名钓誉，谁私下混账，他清楚啊。他说介绍也绝对不是说着玩的。柳家在京城没有根基，但柳茵茵有那么一个将军表哥和太子妃表姐，身份和显贵人家比差了一大截，可和那些日渐落魄在京城少有话语权的侯爵府来说，也算出挑了。自动的脑海里搜索一番，选出还算门当户对的人家，又排除子弟心气高、脾气装模作样的，家里长辈不好相处的，到最后还真给了几个不错的选择。镇清伯府的三公子，名叫薛远的，他是继室所生，被原配留下来的两个哥哥所不容，上回科考还中了进士。他不爱正抢算计，成婚后是准备搬出伯府自立门户的，是个不错的人选，为人也谦和，从不去烟花酒地。穆子涵听到他说这话，端起一杯茶抿了抿，将这话放在心上。如果梅香看上沈河，他回头就去让人打听着叫薛远的。宁府的七公子心系山河，不爱入名利场的仕途，宁家上下笑话他没出息，可我接触过，为人十分阔达，嫁给他的娘子日后跟着四处游山玩水也不错。中街胡家最小的儿子和你年纪相仿，手里产业不少，中街一大半的铺子都是他名下的，有钱但眼光挑剔，就想娶个有眼缘的。柳妹妹你生得好，没准那小子一眼就喜欢上了，你嫁过去就是富太太，走在路上也能撒金子那种。柳茵茵心动没心动，穆子涵不知道，但他挺心动的，尤其最后一个。突然楚哲成想到了什么，笑眯眯说：这里不也坐着个没成亲的吗？他把手搭在沈河身上：柳妹妹，你看看他怎么样？说着他转头去看沈河的脸色，因为前面他一直推荐别的男人，沈河的脸很黑，他本来就是武将，不是白面小生，瞧着神色还有点唬人。楚哲成看看娇滴滴的柳茵茵，再看看五大三粗的沈河，就在沈河觉得这个人终于说了句人话，面色有所缓和时，不，你们不合适。楚哲成突然改变了主意，武将整日喊打喊杀的，粗鲁得很，可不会怜香惜玉。柳妹妹，我绝对不会坑你，你要找千万别找他那样的。边境时不时有敌军来犯，之前有穆言把控局面，后面还好又有周瑾，眼瞅着两个人都倒下了，只怕边境乃日动荡，武将那时候就得去战场。他很体贴的给了建议，像沈河这样的，就怕哪一天刀剑无眼，人没了，你可不得当寡妇。小王爷，沈河忍无可忍，他和穆子涵告辞，站起来也顾不得尊卑了，就知道楚哲成再说，他就彻底没机会了。这会儿站起来把人拉着就往外面走，老子打打杀杀这么多年，真没见过你这样欠扁的。眼瞅着人被拖走，留下的几个人面面相觑。沈副将是要揍小王爷吗？柳茵茵不知，穆如晴也不怪沈副将生气，小王爷方才说的话可不是咒人吗？柳茵茵觉得这件事和他无关，毕竟一开始他就没说一句话。他爬山怕累了，这会儿也饿了，表姐，我们这会儿去用斋饭吧。穆子涵喝完最后一口茶，站起身子，一家有女百家求，花落谁家也得看最后。他还挺感谢楚哲成的。走。寺庙的斋饭都是清淡的素食，可味道却出奇的好。吃了斋饭休息一番，正准备下山时，天色说变就变，乌云遍布，天黑压压的，狂风骤起，很快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着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停。便是停了，只怕山路泥泞，不好下山。而这时周瑾从太傅府上回来，就听到喜公公气急败坏的禀报：殿下，怀师也去灵通寺了，他不回淮南侯爵府认祖归宗。老奴就纳闷了，太子妃是他能惦记的？不要脸，逮着机会就往咱们太子妃面前凑。周瑾的脸色越来越淡，
最后冷冷地笑了一声。第138章，明明是孤的，怎么总和别人说话？傍晚时分，雨势总算转小。怀氏在半腰山开的小小茶肆里躲了许久的雨，没带伞，身边也没随从。雨要是不停，回京城只怕要淋成落汤鸡，起码更怕打滑。见到穆子涵的好心情散去，有点郁闷，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他的身影了？但没事，总归来日方长。正这么想着，隔着蒙蒙雨雾，一辆马车在这边停下。周瑾撩开车帘，缓步下了马车。地上坑坑洼洼的，一脚踩下去就能溅起水花。周瑾面无表情地往前走，季期在身后为其撑着伞。怀氏见他没瞧见自己，适时出声：“雨未停，公子不必急着上山，不如过来喝杯热茶暖肚。”周瑾很烦，听到这个声音，他突然又不烦了。真的很少碰到这种不知死活的人了。男人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大，季期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突然不敢再看。很好，昨天看了信，殿下难得没发疯，别是延迟到现在发作吧。周瑾朝右侧的茶肆走过去，他一进去，怀氏就笑着招呼：“公子不如同小生一桌。”周瑾很给面子的走过去，他做作的用帕子擦了擦脸上压根没有的雨水，这才施施然看向怀氏：“张公子怎么在此？”怀氏道：“我是过来给母亲祈福的。”说着，他目光一闪：“方才我瞧见了尊夫人，你还敢提啊？”周瑾饶有兴致的挑眉。怀氏给他倒了一杯茶，我们相谈甚欢。周瑾云淡风轻的面容上隐隐浮现一层晕色，漆黑的瞳仁翻滚着浓烈的情绪。见周瑾没搭腔，抹撒着茶盏，姿态从容，像是大家族养出来的仪态，让怀氏微微生了戒备。公子瞧着像是显赫出身，你身上这件鹤裳我之前也想买，只是手里紧，价格昂贵，说是要1000金。只是1000金，你买得起吗？周瑾身上穿的毛色质感，分明是附属国送来的贡品，没见识的玩意。周瑾眼下轻蔑，他张了张唇，家里只是寻常做生意的，难怪能穿得那么好。一听只是行商的，怀氏总算放下心来，只要不是当官的，还怕得不到穆子涵吗？我已经打算好了，等我娘病好，我就早些成亲，不让她担心。怀氏似有感慨，人呢，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什么。公子你说是不是？公子也许不信，我初来乍到，身边也没有亲近的好友，但对公子是一见如故，难免旧话多了些，公子莫嫌弃。周瑾不嫌弃，因为这张嘴没准哪一日就哑了。恕我冒昧，公子您的病？怀氏一直在打探。周瑾淡淡道：“先前请人算了一卦，说我命中犯小人。”小人怀氏一梗，继续很为周瑾考虑。世风日下，令夫人貌美，要是你出事，只怕我娘子的却貌美。周瑾悠悠，和我相配，好在他没嫁错人。要是遇到张公子这样的，说着他摇摇头，然后白莲花问一句：“我实话实说，说你丑，张公子不会气量小到生气吧？”“是，你最俊。”怀氏都要扭曲了，他颇咬牙切齿：“我愿意同公子交心，实不相瞒，我瞧见尊夫人的第一眼就觉得似曾相识，像是哪里见过，莫名倍感亲近。我和淮南侯爵府有些关系，日后要是公子遇上了麻烦，能帮忙的我一定帮忙。季期，你就差没说，公子你死了，我帮你照顾你夫人了，真的服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殿下腰间的匕首来之前磨得锃亮，削铁如泥啊！”周瑾看他的眼神就想在看死物，他突然又不想直接一刀解决怀氏了。淮南侯爵府，好厉害，他好怕呢。他突然嗤笑一声，言辞却格外夸张：“淮南侯爵府，可是宁安街有2代功勋，故去的老太爷在皇上面前都无需下跪的那个淮南侯爵府。”听他这样，怀氏突然生了一定的优越感。也是，看着仪态那么高贵优雅，也不过是个一身铜臭味的商户出身。正是，周瑾格外温和：“淮南侯我也是钦佩的很，其故去的兄长也并不平庸，只可惜命薄。兄长去后，他还对嫂嫂格外尊敬，就连侄子也恨不得当作亲生儿子。养在江南，却不忘请德高望重的先生教导。”怀氏嘴里的笑意有过片刻的僵硬，偏偏周瑾好似看不见似的。只可惜那侄子一点不知感恩，从不往府里写信，一点教养都没有。周瑾微笑，和怀世子比就差远了。也是，毕竟怀世子日后是继承淮南侯衣钵的，那侄子可不配。说到这里，他突然笑了起来，站起来用帕子擦了擦碰过怀氏送过来茶盏的手，像是碰上了什么脏东西。我要去接娘子了。他娇气，若是久了没见我去接她，可得心生不快。怀氏忍着嫉妒：“你对夫人真体贴，毕竟是名正言顺娶回来的娘子，可不是靠歪门邪道得来的。”
有那么一瞬间，怀氏以为周瑾看穿了他的计划，可怎么可能呢？就算知道了又如何？他也是不怕的。殊不知，周瑾出了茶肆，就彻底沉了脸，脸色难看的要命。他一步一步射击而上。你说姑要怎么收拾他？季期小心翼翼数下鱼盾，风带着雨珠挂在他脸上，眸中冷得刺骨，隐隐透露着疯狂。子不教，父子过。季期明白了，整个淮南侯爵府都得遭殃。殿下这是打算憋个大的。穆子涵并不知外面发生的一切，雨梅亭都是姑娘家，山路不好走，来这边的香客也全被安排在寮房歇下。周瑾到时，他正在寮房外弯腰温声细语地哄着和家人走散的哭着的8岁男孩。瞧见他，小姑娘无疑是惊喜的。殿下怎么来了？周瑾走过去，漆黑的眸子盯着他，带有薄茧的指腹用力地按压他柔软的唇。他语气格外困惑，明明是姑的，怎么总和别人说话？第139章，还能是什么？醋上了呗。雨还没停，他这一路过来，衣袍也湿了，就连指尖都染上一层寒意。可是这里哪有换洗的衣物？穆子涵担心他再得风寒，眉头都皱得紧紧的。殿下真是胡闹，季期他们竟然也不拦着，这个时候还往山上赶。小男孩交给季期去安顿找家属了。寮房的门被他掩上，窗户也关了，不让外头的风刮进来。屋内点着火，他将周瑾脱下来的袍子放到木架子上烤着。周瑾其实很累了，一路过来又走了这么难走的山路，胸口还未长好伤势，在隐隐作疼。他中午都要吃让身体差的药，过来前也吃了。这会儿正是精神不济的时候。男人病恹恹地倒在简易收拾出来的小榻上，身上盖着小姑娘的披风，鼻尖都是她身上熟悉的淡香。听着她的抱怨，周瑾没有回应，他只是悠悠出声：“可有收到淮南侯爵半月后的茶话会的请帖？”穆子涵正奇怪他怎么问这个。去吗？不去。穆子涵轻声：“没什么意思，咱们和淮南侯爵府那边也不亲近，尤其又听说了怀家私下的肮脏事后，他愈发排斥。”周瑾目光锁定他，据捕捉他的神情，懒懒道：“怀家养在江南的子嗣那日定会现身，你不去瞧瞧？”他已经很期待怀氏那日的神色了。今日尾巴多得意，他日就得多狼狈。什么狗东西也敢在他面前放肆？周瑾不介意教他怎么做人。听了这话，穆子涵茫然，一直听说挤着去看状元游街的，可怀家人有什么可瞧的？周瑾视线微微一拧，似笑非笑：“你想看状元游街？想法挺多。”也许是他错听了，总觉得周瑾说话凉飕飕的。他诚实的摇摇头：“状元多数都是年纪大的，年轻小姑娘都是追着俊朗的探花去的。但我没去过，以前忙着和那些人周旋。往后，他想说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可话到嘴里却咽了回去。往后他也不会去看啊。小姑娘怪事成，我看殿下就成了，为什么要退而求次去看别人？探花郎还能比周瑾好看吗？”这么一句话让周瑾听得格外舒坦，不知不觉被顺毛他忍不住嘴角上翘了个弧度。就听他又说：“二皇子定然要过去，我可不要过去再给淮南侯爵府撑场面。”小姑娘用枝干拨动着火堆，也不怕爱弟心切的周瑾听着难受，他没有藏着掖着，从相识到现在都一直在表示他不喜欢周玉。周瑾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听到，他慢吞吞地说着：“既然你要去，姑也不拦着。”殿下听错了，我不行，姑也愿意陪你一同过去。真是鸡同鸭讲。我再次被人虚弱的打断。怎么了吗？穆子涵还能说什么？不过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没过多久，周瑾就睡了过去。他在边上陪了会儿。今日怕是不能下山了，得再去要一间房。如果要不到，他就过去和2个妹妹挤挤。毕竟是寺庙，最忌讳男女同榻，即便什么都没做。他收拾了一下，出门就见季期从外面大步回来。他正要请安，说已将小男孩送回去了，就听穆子涵皱着眉问：“殿下可是遇见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从一过来，穆子涵就觉得他不对劲。季期有过片刻的沉默，还能是什么？醋上了呗。可他不太会说话，如果现在喜公公在，只怕要天花乱坠的将殿下说成小可怜，让太子妃心疼了，还不忘将怀氏说成一个变态。可轮到他这里，他只能在穆子涵的期待下点了点头。季期干巴巴道：“遇见张氏了。”他绞尽脑汁，他挺过分的。穆子涵听得云里雾里，但季期总不会骗他。小姑娘护短，很快对张氏生了意见。他甚至去猜张氏怎么惹到周瑾了。周瑾脾气那么温和，不爱与人计较，张氏到底干了什么事才会让其生气？他和周瑾不爱张扬，在外面也低调，张氏是不知道
他们的身份的。季期亲眼看着小姑娘脸上释放出来的怒意，她气得帕子都要扯成2段了。穆子涵猜到了答案，一定是张氏笑话周瑾短命。不是，他凭什么啊？周瑾是他能说的？周瑾那么不容易，他撑着羸弱的身躯，无非是想小心翼翼的想多活1日，再活1日。穆子涵最讨厌的就是听人说哥哥或者夫君活不长久了，这和那些挖人祖坟的有什么区别？这个张氏可千万别再让他碰见。重新要了一间空着的疗房后，穆子涵调整好情绪，就去了隔壁找柳茵茵。一走进去就是浓浓的姜味，柳茵茵在屋里煮着姜茶。这山里的夜不知多冷，表姐快来喝一杯驱寒。穆子涵不喜欢这个味，但也不辜负她的心意，喝了几口，又捡了点心去嘴里的姜味。他没有拐弯抹角。今日见的沈大哥，你怎么看？柳茵茵微微一愣，穆子涵笑着坐到她身侧，傻姑娘还没反应过来啊？我可是瞧得真真的，人家的眼神就没从你身边挪开过。眼瞅着柳茵茵的脸变红，穆子涵也不打趣她了。他家里就一个母亲，哥哥说了，沈家婶子是个极利索好相处的。不过小王爷的话说的也在理，我有私心，不愿让你婚后提心吊胆，可人总不能过于居安思危。谁说武将是注定会牺牲的？武将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切还得看你的心思。柳茵茵把头搭在他肩膀上，表姐可否容我想想？这是有点突然。不急，穆子涵，我回去再打听打听小王爷说的那几个人，肯定往最好里面调。两人正说着话，就听外面有敲门的动静，很有规律，很有礼貌。穆子涵过去开门，明明外袍已经烤干了，周瑾却裹着他红艳的披风，修长的手指带着黑漆漆的扣单，并奄奄挑眉看他，像个山里的妖精。第140章，你可真是好样的！听说你不和姑睡一块儿？他依靠着门，语气平淡。柳茵茵在，他提这个穆子涵怪不好意思的。他叮嘱表妹早些休息，就和周瑾回了隔壁。天彻底黑了，斋饭季期也送了过来。穆子涵喜欢吃那道豆腐，听说是寺内的僧人种的黄豆，利用山泉磨成浆水，添入石膏点出来的，口感极好。今日我来，有僧人特地提到了殿下。穆子涵问：殿下之前常来此吗？周瑾常过来给皇祖母抄写经书。这话好在蒙时没听到，毕竟每次过来把手写断的是他。吃了晚膳，穆子涵不好久留，这里是寺庙，到底不妥，我让人多拿了床被子过来，殿下夜里冷就都盖上。周瑾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走，用学富五车的脑袋思忖出答案。明白了，昨夜姑太用力，你不舒服都哭了，脸皮薄所以避着姑。小姑娘娇气，那一身皮子一碰就落下红印，她很体贴，可要姑给你涂药。这些话很正经，可听到木子孩里却滚烫的可怕。他的脸烧了起来，再也没有方才的镇定。不用，殿下多虑了，你继续休息吧，我去别的屋了。他不想和周瑾待在一处，很不自在，又怕他再提昨夜的事。他正要去开门，却被人按住，腰肢被锁住，温热的触感直落皮肤，吓得他缩了下身子。下一秒，周瑾拖着他柔软的臀部把人抱起来，随手脱去他的绣花鞋，把人送上了榻。果然还是抱着舒服。周瑾满意了，捏着他腰间的软肉。穆子涵最怕痒了，身子缩着往后仰。他捂住唇，被捏响抑制不住想笑，可想到隔壁就是柳茵茵，闹出动静实在没脸，只能忍着眼泪都要冒出来了。屁股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小姑娘羞愤又震惊，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瞪大眼去看周瑾。男人重重地吮了一下她的唇，声音哑得厉害，似警告，别扭。穆子涵都不敢动了。好在周瑾没有再做出格的事，他睁着眼睛度日如年。周瑾懒洋洋地看着他，明明很累很困了，还努力地睁着眼睛。他只打哈欠，明早回去，殿下早些歇吧，等你睡了我再走。你身子不好，夜里要人守着，我让季期过来。周瑾刚要蹙眉，穆子涵就哀怨地咬着唇。这种庄严的地儿，只怕一举一动都在那一尊尊佛像的眼皮子底下，实在冒犯，我心里难安。怕他不语，可偏偏还要坚持。他脾气好，但性格执拗，认定的事只怕更改不得。周瑾可不敬畏这些，他有两个选择：松口答应他，再就是点了他的睡穴。正犹豫间，他低着头，嗓音软到了骨头里：哥哥，求你了。这一句真是要命。男人的视线瞬间变得晦暗不明，他深深看了穆子涵许久，突然站起来往外走。有了第三种选择，这是要将这间疗房让给他。穆子涵见他离开，这才松了口气。困意袭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半梦半醒间，床边多了个人。周瑾把他抱起来，正经地笑：哥哥带你下山。穆子涵以为这是个梦，因为
他被安顿在了外面的马车上，这里是不允许马车驶入山顶的。他把头往周瑾怀里一埋，继续睡。很少人知道妙隐寺是有暗道。殿下，有僧人追了过来。妙隐师书圆寂前，吩咐小僧一定要将此物交到殿下手里。这串佛珠日日受香火供奉，由师叔亲自开光，能压制戾气。师叔还留了几句话。周瑾啧一声，那老和尚倒是心心念念想着姑前尘恩怨，殿下若要追究为人之常情，但切莫伤及杀戮无辜，望殿下三思再三思。周瑾讥讽他倒是操心。他还说了什么？僧人忙道：师叔还说喜欢殿下酿的酒，偏偏殿下小气，每次过来只带一坛。一听这话，周瑾有过片刻的僵硬，耳边仿若又响起妙隐的声音：瑾，为玉泽，娘娘这名字取得好，是盼你顺遂通达，熠熠生辉。你都知道了。也是，药王谷的事，荣德侯府的事，也的确不该瞒着你。天意如此，你小小年纪得背负这些。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出征前，妙隐披着袈裟，还是那悲悯众生的姿态。殿下既然来了，不如同贫道再下几盘棋。这一去不知何时归，贫道若是再想找殿下下棋，怕是没机会了。只怕当时他就知道他的命数大限将至。周瑾接过佛珠，转头放下帘布。只声名远扬的妙隐大师倒是贪杯，帝后每逢3年会携带文武百官过来为王朝祈福，这道暗示是为了那几日方便外界向寺内运送新鲜果蔬的。平时不会开，因为寺内种植的蔬菜够供香客的斋饭，但妙隐却经常通过这条暗道去买酒，也会去城垣找周瑾下棋。周瑾不再去想，他闭了闭眼，所有的酒这次来都扔他屋了，以后也没了。这老和尚在地府能喝个尽兴，人不在，他也不会再酿了。僧人双手合十，师叔还说了，殿下最有良心。回应他的是一声冷笑。季七，走。一路只听到车轮滚动声音，小姑娘只怕是爬山累着了，途中颠簸，竟然没醒。周瑾将她裹得严实，也不怕这一路会冻着。至于这串佛珠，每一颗都刻着梵文。周瑾嫌丑也嫌累赘，但还是挑剔地套到自己手腕。雨早就停了，周身都暖暖的。穆子涵半梦半醒间爬起来起夜，回来时正要继续睡，却后知后觉环境的陌生。他有些慌乱，去摇身边的人：殿下，这是哪儿？周瑾把他揽到怀里：别吵，山下的客栈环境差了些，可比寺内疗房好多了。穆子涵不真实又荒谬地屏住呼吸，他一定没睡醒，抬手准备掐自己一把，可又怕疼。他转头用力地去掐周瑾：疼吗？男人掀开眼皮，面无表情地吐出一句：你可真是好样的。第141章，你别是怀上了吧？第二天清晨，穆子涵以为要等柳茵茵他们一行人会合，却不料吃了早饭，周瑾就拉着他上了马车。他想着昨日出门带了随从和车夫，定能把人平安送回去，也就没有太多顾虑。昨日睡眠充足，小姑娘没有擦粉，也格外明艳动人，而他对面的人却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昨夜他一直听到水声，周瑾也不知怎么了，夜里沐浴了3次，每次过来都带着凉飕飕的水汽。小姑娘头上的金簪步摇是周瑾买的，衣裳是宫里送来，是周瑾选的。身上的配饰除了耳坠，还有皇后给的镯子，都和周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瞧着像是富贵人家娇养出来的，就更顺眼了。只是想到了什么，周瑾垂下眼帘，情绪不明。穆子涵撩开车帘往外看，越看越不对劲，这不是回京城的路。他也不问，更无慌乱，伸手去包核桃打发时间。不问问姑带你去哪儿？一道声音带着浓浓的疲倦声传来。穆子涵头也没抬，温声道：殿下总不能将我卖了，倒是信赖他。周瑾哼笑一声，闭眼准备小憩，可耳边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小姑娘慢慢的朝他靠近：殿下，中间胡家最小的儿子真的很有钱吗？什么？他掀开眼皮：谁？小王爷说他可有钱了，整条中街大半的产业都是他名下的。楚哲成这种浑身上下挂满金珠，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他有钱和魅力的人，都说这胡家儿子有钱，可见其财力的确不容小觑的。周瑾，你说的胡家人姑不知，但楚哲成他有钱。他语气平淡，他怕是将全身家当都挂在身上了。楚王嫌他败家，时常断他利银，楚王妃也看不惯他整日无所事事的德行，私下也不接济。他一缺银子就到姑这里借。他想了想，周玉也时常到姑这里拿钱，他虽是皇子，可平日打赏都是一笔大花销。他又爱收集古玩，这一年复一年的，书房就攒了一叠欠条。
穆子涵沉默了，可想着周瑾的钱就是他的钱，便格外伤心。小王爷不还吗？懒得找他计较。周瑾没想过把这笔钱要回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毕竟他愿意给银票的时候，就是楚哲成被他坑的时候。那二皇子呢？周瑾微笑，姑作为兄长，给他是应该的。这是什么话？扔到水里打水漂也不给他。穆子涵语重心长，这可不行，你如今成家了，养我也格外费钱的。什么时候咱们把账理一理？小王爷就算了，楚王对殿下颇好，二皇子那边都要回来，殿下不好意思出面，我来出面，咱们以后还得养孩子。周瑾似笑非笑，想到那夜他的一句若要怀孕就得这样吗？他不会以为两人已经圆了房吧？也是，当初嫁过来日子本就赶，只怕没人叫她房中事，小姑娘都是懵懵懂懂的。他不由玩味道，也是，待你有了小娃娃，咱们东宫的花销就更大了。见他听进去了，穆子涵认真的点了点头。周瑾险些笑出来。穆子涵，他抬头看他，你今早吃了好几颗酸梅，别已经怀上了吧？穆子涵微怔，他本来就喜欢吃酸的，可万一呢？他摸了摸平坦的小腹，有些激动，还有不敢置信。是吗？周瑾见他真信了，忍着笑，回头让蒙氏给你的瞧瞧。不行，刚开始是摸不出脉的，得再过些时日。哦，原来这个是知道的，那你得先好好安排，毕竟是姑的头一个孩子。他慎重的点了点头，也知道这不仅是性生命那么简单，更是皇室嫡系的延续。好，若真有了，他希望是个女孩，毕竟要是男孩，势必会卷入皇位争斗。周瑾在还好，有人护着，周瑾若是没了，他便是再厉害也护不住的。这时候马车停了下来，季期的声音传来：殿下到了。周瑾嘴角的笑意淡了，他深深合眼，在睁开时将木子含剥的核桃用帕子包上，周身的气场陡然一变，变得格外阴郁。他指甲上的扣单，早上醒来就让木子涵给他洗掉了，洗的时候挺不舍的。木子涵这是头一次在他身上察觉出气息的变换，有些陌生，是他，好像又不像是他。他跟在他身后下了马车，四周静悄悄的，是一片竹林，风一吹来，竹叶被卷得沙沙作响。右侧是一间木屋，门被掩上，左右贴着白色的挽联。季期候在一旁，周瑾缓步上前，他抬手敲了敲门，里面不得回应。他这次很有耐心的敲了许久，木子涵只觉得古怪，总算里面有了动静。回应的是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吱呀一声，门被里面的人打开，是个右脸面色被火烧得格外狰狞的老者，头发花白，腿有些瘸，走路一拐一拐，很是艰难。周瑾语气平淡：庄伯，是我。庄伯穿着寻常灰色褂子，枯槁的神色在瞧见周瑾时有一瞬间的怔愣，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啊呀的说着话，用手比划着。周瑾，无碍，打仗那3年身上只是落了些小伤，有蒙实在，您放心。这应该是安慰人的话，毕竟周瑾病得很严重了。庄伯似不信上上下下的打量，平时的风批却格外温顺，仍由他拉着。很快他又看向木子涵，嘴角一咧，指向木子涵。周瑾点头，是刚娶的媳妇。庄伯连连点头，手又开始朝他比划。木子涵不懂手语，只好求救，看向身边的人。周瑾帮他翻译，在夸你。木子涵朝老者笑，谢谢庄伯。木屋就住着庄伯一个人，四处都是竹子。木子涵看着被养在鸡笼里的山鸡，陷入深思。他在想这庄伯的身份到底是谁，之前没听别人提起过，还不跟上。已经入屋的周瑾走回来，他顺着木子涵的视线看过去，了然，还没确定怀没怀，就想吃肉补身子是吧？第142章，干净的像是这个年纪少年郎该有的样子。庄伯去抓鸡了，非要给2人炖汤。周瑾去了其中的一间屋子，里面很干净，只怕有人经常打扫。他很少在这里住下，但这间房子是给周瑾准备的。男人从柜子里取出缠制玉盘，将核桃放进去。马车食盒装着各种新鲜水果和精美的点心，是京城那边准备的，他全部取了出来，一一摆盘。木子涵以为是给庄伯的，我瞧门外贴着是挽联，只怕有丧，杀生吃荤，怕是不好吧？不会。周瑾语气平淡到没有情绪，人都死了将近20多载了，庄伯念旧，每年如此，他的手艺不错，尤其熬的鸡汤，母后也格外喜欢，你待会儿多尝尝。听他的意思是，皇后也认识庄伯，殿下经常过来吗？周瑾压抑着情绪，每年都会来一次，也许是1月的某一天，也许是2月，也许是哪一日都可以，唯独忌日不能。庄伯脸上的伤，周瑾瞥木子涵一眼，许是心里烦闷，他很是提不起精神，
问题倒多。穆子涵一梗，怕提及周瑾的伤心事，也就没问了。他到底没等到鸡汤，等周瑾将用玉盘装好点心后，又仔细点放入食盒中，提起来往外走。穆子涵目送他沉沉的背影消失，他发了会儿呆，走出去看季期杀鸡。瞧见杀人他怕，但杀鸡他不怕。季期看穆子涵没跟上去，眼里有过困惑。殿下既然带太子妃来了，怎么又把她留在这里？可到底这事不是他能过问的。小姑娘，找来椅子坐下。今日光线正好，晒在身上暖洋洋。过了没多久，有人折而往返。他奇怪周瑾怎么回来了，便细声细气地问：殿下可是落了什么？周瑾病恹恹地看着他：你，穆子涵，所以你忘了带我半路走回来找吗？过来。他一听这话就要跑过去，可跑了几步，又想起他没准是双身子的人了，又放慢脚步，很仔细地走着。周瑾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什么心思，可在这个地方他丝毫笑不出来。外面是竹林，去的地儿又有些远，周瑾把人牵住：我自己能走的，可别你走得慢，要是跟丢了，哭上哪儿哭去？两人走了很久，穆子涵走得腿酸，周瑾照顾他，步伐也走得比往常慢。同一段距离，这次走的时间是之前的双倍。穆子涵也从未想过，竹林尽头竟都是一座座无名墓碑。这里被打理得很好，没有杂草，入目所及处，每座墓碑都点着烛火，只怕庄伯每日都会来一次。他心下一颤，有了些许猜测。果然，周瑾带着他继续往前走，他的嗓音格外轻，仿佛风一吹就散。庄伯是荣德侯府的管家，当年外祖被指认通敌叛国，未经审问入狱前，一把火就将荣德侯府的人全烧了个干净。庄伯那日不在府中，出事后他拼了命的往里挤着救人，烟熏坏了喉咙，无法再言语，脸是那时烫伤的，腿也是那时瘸的。母后买通关系，又有几位和外祖关系甚逢，不愿相信好友会通敌叛国的施以援手，才让庄伯得以隐姓埋名至此。可荣德侯府几百号人全都死了，什么也没剩下，也因为那一把火成了外祖畏罪自尽的罪证。墓碑上不能刻字，墓里头也是空的，除了最中间的那座。周瑾眸色一颤，带着他走过去。穆子涵屏住呼吸，他莫名的沉重。荣德侯府的事过去多年，成了一桩禁忌，谁也不敢提。认定荣德侯府藏有祸心是端墨皇，保下母子不被牵连，皇后还是皇后，才出生的周瑾被封为太子的还是端墨皇。周瑾看着眼前的这座墓，眸色暗沉，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将食盒里的缠枝玉盘一一取出，最后一盘核桃放在最中间。外祖膝下有一子二女，母后是长女，他有个小3岁的妹妹，一母同胞，两人生得颇像。只是姐姐早就被先皇指婚给那时候还是太子的端墨皇，受礼仪和宫规约束要端庄些，妹妹无拘无束，受万千宠爱要俏皮些。穆子涵抿了抿唇，他心里隐隐有个猜测，这是姨母吗？周瑾没说是不是。他跪下来烧着纸钱，那时姑上是襁褓，待长大些，母后就一直在姑和皇姐耳畔念叨她这个妹妹。皇后应当是十分怀念的，怀念荣德侯府上下都所有人，可她谁也不敢说，她只能私下偷偷告诉这一双儿女：你们外祖父辅佐过2代帝王，最是忠心耿耿，他是先皇最信任的重臣，多次一同经历生死。先皇去后朝心不稳，是你们祖父和众大臣推你们父皇登基，他勤勤恳恳了一辈子，如何会叛国？你们的舅舅学识过人，为朝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的出亲学府，就是他一手创办的，文人墨客都要尊称他一声先生。若是不出事，顾太傅是要将女儿嫁给他的。我的妹妹是第一个瞧出我不愿嫁给皇室的人，她呀比本宫幸运，活着嫁给喜欢的人，死也是一种解脱。人啊，总是活着的人在纠结、痛苦和耿耿于怀，可不是吗？皇后得到了尊荣，却一生困于皇宫，想过来祭拜都是奢望。而她一年里独独只有忌日不能过来，京城眼线太多。那一日，但凡她有点风吹草动，在想要让她万劫不复的人眼里，就是别有用心。姑想着，你我既已成婚，夫妇一体，总该带你过来看看她。她应当也想见你的。她的指甲干干净净，原来是为了见亲人才特地洗干净的。这时候的周瑾没有算计，没有猜忌，恨意被他藏在了心底，没有透露半分。光线落下来，在他脸上留下斑驳的光影，干净的就好像他只是这个年纪少年郎该有的样子，没有沾染过鲜血，坦荡而阳光。娘子，他朝他伸手，嗓音低哑，过来给长辈请安。第143章，小姑娘骗人也挺厉害的。两人在这里待了很久，火光吞噬纸钱，灼热夺目。穆子涵无法想象，
荣德侯府一夜之间被烧成废墟的惨状，周瑾的外家至亲全部葬送在那一场火海里，尸骨无存。他如今跪在这里，是怀着怎样的情绪？他有些心疼他。皇朝的太子一出生就被打上外家通敌叛国的标签，出生被立为太子时，太后朝臣百般阻挠，同样只怕那个时候他就被世人所不容。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德才兼修，文韬武略，让皇后有底气，用能力让文武百官全部闭了嘴，去尊他敬他，以至于周瑾病后，朝堂不得不考虑下一任太子时，有一半的人看周瑜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毕竟有明珠在前，谁还看得见未经雕琢的璞玉？穆子涵抿了抿唇，他不敢想，荣德侯府若是被冤枉的，那得是多大的冤屈？是谁在背后推波助澜？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他有很多想问的，比如为何周瑾独独带他跪拜姨母？这里的墓碑既然都是空的，为什么只有姨母这里有往前烧纸的痕迹？难道这并不是空墓？姨母当初并未丧命火海，是因遭遇别的才丧生的。这些他知道的太少了，只怕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寥寥无几。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问不出来。看姑作甚？周瑾前一秒还在烧纸，后一秒转头去看他。被抓包的穆子涵连忙把头转回去，念及男人爱听好话，很快他又转回来。当然是殿下好看，他用这种方式逗他开怀。果然，一夸他的美貌，男人拢紧的眉心都松了不少。周瑾轻审了一声，也是，你克制不了，姑也没法拦着你。他甚至还不忘有来有往。周瑾病恹恹的道，你也不错。他从没想过娶妻，从小到大，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除了穆子涵。小姑娘哪里知道，周瑾带她过来，不仅仅是让她见见长辈，更是对她身份的认可。不是太子妃，而是周瑾的妻。两人在这里待了许久，回了木屋时，鸡汤已经炖好了，隔着老远就闻到了浓郁的香气，还配有几道乡野特有的新鲜野菜。庄伯的手艺很好，穆子涵吃的有些撑，他发现周瑾也比以往多用了一碗饭。中途季期出去了一趟，回来时身上挂满了活着的野味，塞到笼子里，都是姑之前留的陷阱里面取的。庄伯的腿不便，季期去跑了一趟。周瑾说，这里荒凉不见人烟，离京城远，四周都是山林，每3个月会有人过来送米送面，还有蜡烛这些所需之物，庄伯也会将下回需要带的写在纸上，交给送货的人，总好过自己去外头买。这里周瑾不愿让任何人打扰，也不允许有不相干的人出现。小姑娘哪里知道，这座竹林安插了不少隐卫暗中保护。傍晚时分，几人坐上了回去的马车。周瑾应该急困了，睡了过去。穆子涵也没吵他，嘴里含着糖，消化着今日的所闻所见。马车在宵禁前驶入京城，却被腰间配着刀的侍卫凶神恶煞地拦了下来。例行检查，车厢的人都出来。季期拉紧缰绳，冷着脸，东宫的马车，我看谁敢拦。他一句话唬住了所有的人。很快有人过来，是刑部的人，还有周瑜和周成。周瑜看到季期就训斥了侍卫一番，随后走到车厢外，皇兄怎么出城了？穆子涵撩开车帘往外探，天色彻底黑了，可侍卫手里个个举着火把，倒是照亮得很。他看向周瑜，态度冷淡。殿下的行踪，二皇帝日后还是不过问的好，哪有兄嫂和小辈报备行踪的？周瑜的脸色有一瞬间特别难看，谁借穆子涵的胆子和他说这种话？周成上前一步，恭敬地拱了拱手，解释这几日发生了不少事，本就人心惶惶，昨夜皇宫又遭了失窃，父皇下令命我和二皇兄一道和刑部衙门严查，对来往通行的车辆和路人都要一一登记盘点，下面的人不识季期，这才冒犯了皇嫂和皇兄。说到这里，他见周瑾还没出面，便笑了笑。刑部的人埋着头不说话，他们有眼睛，这三皇子真的比二皇子会办事。周成吩咐那些侍卫放行，侍卫却无动于衷，全部看向了周瑜。周瑜一抬手，他们这才听令。穆子涵将这些看在眼里，他却没放下车帘。更深路重，虽说转暖，可夜里总是冷的，别像你皇兄去了趟灵通寺，山上冷，淋了雨受了寒，三皇帝可得仔细身子。周瑜挺不是滋味，合着他问，穆子涵不说，周成不问，穆子涵话家常就说了，这不是瞧不起他吗？他忍着脾气，正要开口，却被人快了一步。皇兄病了，现在可好？周瑜冷冷看向周成，后者紧张的不行，还想再说什么，却瞥见周瑜的眼神，不敢得罪的闭了嘴。折腾一番，好在退了烧。周瑾其实在马车停下来时就醒了，听着外头的动静，他不露脸，也懒得发声，就听穆子涵用夸他好看的口吻在胡说八道。小姑娘骗人也挺厉害的。等马车再次驶动，
穆子涵这才看向还赖在他腿上的人，他很隐晦的开口：“殿下睡了很久了，我腿也麻了。”刚回城园，喜公公就迎了上来：“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他像个操心的老妈子，殿下下回出门可得带上老奴，季期除了能打，可不会伺候人。一行人朝里走，穆子涵走得很慢，以为周瑾会先去趟书房，却不想他也回房。他疑惑地看过去，不是说腿酸吗？周瑾嗤笑：“回寝房很远，你就打算这么走回去？”穆子涵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点了点头。周瑾面无表情地跟着他继续往前走，悠悠吐出一句话：“姑还没虚弱到不能抱你回去，倒要看看你何时愿意求助。”第144章，男人嘛，总是好面子的。穆子涵最后选择让暗香琥珀搀着走，他实在不想让周瑾难堪，毕竟虚不虚的他都心知肚明。周瑾的脸色很难看，他上前把人抱起来，在小姑娘抑制不住的惊呼中大步朝前走。穆子涵呼吸一滞，实在担心周瑾把他给摔了。他想，穿得厚，就算摔了也是不疼的。小姑娘都忘了害羞，她伸手紧紧攀上周瑾的肩。周瑾不知他心里的百转千回，该示弱的时候得学会示弱。姑又不是别人，还会笑话你不成？小姑娘这么要强作甚，走路都要比庄伯还瘸了。姑害你如此，还能翻脸不认账吗？下回遇上这种事，你就该冲姑道我走不动了，夫君看着办吧。穆子涵听着一愣，可我也是想着殿下的身子，姑算不上好人，但好歹有担当，就算死了也会留一言，让人送轮椅过来把你推回去。这话实在让人听着感动不起来。他怎么不是好人了？穆子涵心沉沉的，却突然眸光一亮。殿下从昨儿到现在都没吐血，可见吃的要加上太医院的药浴是有用的。可他的高兴没维持太久，有些事总是好的不灵坏的灵。话音刚落，周瑾嘴里就流出血来。穆子涵眸光一颤，连忙用帕子去擦。他走得快，身后的人念着夫妻两人要说话，远远跟着，不敢靠近。除了穆子涵，谁也没看见周瑾此刻的装模作样。抱着小姑娘明明轻而易举，此刻他却虚弱无比，坐抱不动的姿态，摇摇晃晃往前走。殿下放我下来吧。穆子涵生怕他受不住。周瑾悠悠，男人嘛，总是好面子的。路上，穆子涵小腹有些疼，他没再说话。等一到寝房，脚沾地后，他就扔下周瑾，抱起柜子里的匣子，朝浴房跑去。急急忙忙的，到底没等让蒙氏把脉，他来月事了。用的是上回从警员拿回来的月事带，他每次来总会流很多血，用热水擦拭一番，紧紧绑上系带，收拾好自己，这才走出去。他出去时，周瑾躺在贵妃椅上，手指翻动，将纸折成船的模样，隔着2尺远对着窗投了出去。穆子涵没有跑过去看，哪里知道那纸船在空中划出长长的弧度，最后稳稳当当落在院内摆着养着观赏鱼的水缸里头。殿下，他不舒服，脸色也带着惨白，走过去垂头丧气的。我没身孕。周瑾意外的看过去，就听他格外遗憾的喃喃：怀孕的人不会来月事的。哦，知道的还挺多。饶是周瑾这种黑心肝的，看他这样，竟有些良心不安。他也不再逗他了，把小姑娘拉在身侧，撩开她的袖摆往上撸，露出冰肌玉骨下的一点红。手工纱还在，你还是只是姑娘家。这涉及到穆子涵的盲区了，毕竟没人叫过他，一出生就被点上手工纱，他也不会去和穆言讨论这个。可周瑾既然知道，为何不说？被戏耍一番，换成别人早就气得和周瑾吵了，亏他白白高兴一场。可穆子涵却有些呆，他抿了抿唇，看了看胳膊，又看周瑾。周瑾都做好打算，穆子涵若是发脾气，就让他一回，却不想他愁眉苦脸的挨近，很轻很轻地问：我都嫁过来这么多日了，为何还是姑娘家？是他的问题，还是周瑾的问题？夜里都睡一张榻，他亲也亲了，摸也摸了，是哪里不对？周瑾的脸色黑了下来。穆子涵也不知他怎么突然不高兴了，他体贴的又问了一句：殿下又想起伤心事了吗？是啊，所以你别说了。周瑾似笑非笑的看着他，等身上的毒解了，他还会放过穆子涵。又过了几日，京城依旧查得很严，可亦都又那么风平浪静。穆子涵再一次换上宫装，跟着周瑾前往皇宫。也不知怎么了，这次特别热闹。刚下马车，宫门就撞上了邵阳。他走过去，将周瑾打量一番，见娇弱的皇帝被照顾得不错，邵阳对穆子涵也有了好脸。他的好脸表现在：喜欢泡温泉吗？穆子涵实话实说，喜欢。邵阳语气随意：本宫有座温泉山庄送你了。穆子涵吓到了，一行人朝里走。邵阳低声问周瑾：你去那边了？邵阳停顿了一下，今日怎么想起
让我随你一道进宫。周瑾苦笑，想去看望皇祖母，可又怕他不愿见我，只好拉着皇姐一起。一听这话，邵阳就沉了沉脸，千言万语堵在喉咙眼，最后成了一句：他一直对你没个好脸，你又何必敬着他？就在这时，有人追了上来：邵阳，我送你的一盒金条，你怎么看也不看，是嫌不够阔气吗？邵阳懒得理他。楚哲成还挺不服气，金子有什么不好的，总比那些木头好吧？他还转头去问穆子涵：你说是不是？穆子涵自然帮自家人说话，怪俗气的。皇姐的温泉山庄说给就给，还差你的3瓜2枣。很好，他算是玩明白了，这3个人就没一个是待见他的。你们这是进宫看皇后娘娘，去拜见太后。楚哲成想说周瑾有病，好好在城垣待着，非要来宫里被太后骂。他看不惯周瑾的嘴脸，眼珠子一转，我也去，我也去。他要看太后教训周瑾。说到这里，他就呸了一声。听说这几日他老人家谁也不愿见，却独独召见淮南侯夫人多回，他就不服气了。太后怎么老想着把邵阳许给怀世子，就不能许给他吗？邵阳神色淡了淡，周瑾眼下情绪温和中带着察觉不出的冷意，只要姑没死，皇姐的婚事轮不到他做主。楚哲成听得一阵血热，毕竟周瑾只要说了，他就能做到。楚哲成第一次希望这种祸害多活几年。快走到慈宁宫时，周瑾突然道：也不知上次的疹子好没好。这事楚哲成知道，我特地打听了，说现在红疹是好了，但留下一脸的麻子，成天不出门，在店里都戴着面纱，镜子全给摔了，只怕不敢见人。我还挺想瞧瞧的。休要胡说。我怎么胡说了？周瑾赤不爱读书，整日游手好闲也就算了，如今竟有了胡言乱语的毛病，你不小了，莫让楚王为你日日忧心。楚哲成气到了，不是，你怎么就不信了？合着你皇祖母是天仙不成？我说实话，你也不让。往日他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吗？他为了证明自己。行，你要是不信，等下我就掀了他的面纱。周瑾，你等着看吧。周瑾等这句话很久了。第145章，在太后头上动土，可见英勇。慈宁宫伺候的宫女奉茶后全都推至两侧，喝了药的太后伴着合眼，让嬷嬷给她捶肩。你倒是念着我。哀家听说这几日朝堂上公务繁忙，皇帝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端墨皇恭敬道：老母后挂心了。你是从哀家肚子里出来的，哀家如何不惦记？太后话锋一转，冷冷淡淡，也就皇后气性大，自上次纵容邵阳在哀家这里发了好大的威风后，就没再来过哀家的慈宁宫，倒是目中无人。见他说这个，端墨皇就不说话了。他比谁都清楚，太后当初曾多次提议废后，时间久了，见周瑾得臣心后，这才放弃了。这些年婆媳二人虽有隔阂，可该有的体面都没落下，总不能让外人见了笑话。只是上回彻底撕破了脸，他除了听太后唠叨，还能让皇后过来认错吗？毕竟端墨皇分得清对错。见他没反应，太后眯了眯眼。邵阳的婚事，你当父皇的多操心。他的年纪不算小了，不说别的，比他小的2岁的六公主都出嫁了，他做皇姐的却都没许人家，这像话吗？端墨皇的女儿里头，唯有邵阳最得他的心。朕答应过他，他的婚事自己做主。邵阳一向有主见，姻缘的事总不能强求，母后急什么？朕的女儿何愁嫁人？这话太后就不乐意听了。你就纵他吧，谁家女儿不是听话的早早的出嫁，相夫教子？他倒好，养出一身毛病来。这样的脾气，哪个夫家受得了？哀家是极中意怀世子的，那孩子对邵阳也有情。他娘是哀家的亲侄女，和哀家一向亲近，这些日子时常来宫里探望，话里话外都想撮合撮合。你当父亲的怕邵阳出嫁受气，哀家又何尝不是？可淮南侯爵府就不同了，有哀家在，谁敢对邵阳不好？说到这里，他又开始说怀世子的好，恨不得从头夸到脚。端太后要是对周瑾这个亲孙子有怀世子这个侄孙一半，那就好了。母后，端墨皇站起来，别家的女儿相夫教子，那是别人的事，朕的公主可是掌上明珠，什么夫家受不了，他们受不了也得受着。真当公主是好娶的，有朕在，谁也不能她身上造次。别说邵阳，便是六公主出嫁时，朕也同她说过，要是日子不顺心，大可进宫让朕去罚。邵阳的事，母后就别插手了。听他说这个，太后愣了几秒。皇帝的意思是看不上怀世子了？满京城的公子哥，他可是数一数二的。端墨皇的确看不上，是怀世子是不错，品学兼优。端墨皇
可少阳身为长公主，要挑就得挑最好的。谁啊？还有谁比怀世子好啊？太后都要气笑了。就听端墨皇说，除非他自己乐意，谁也逼迫不得。依朕看，他的夫婿总得和太子不相上下吧。太后一下子如鲠在喉，饶是他也不能闭着眼说周景差。怀世子和周景的确没法比，可你当周景那样的，街上一抓一大把，随处可见。太后就是觉得端墨皇在故意敷衍他。这时有公公入内，皇上，刑部尚书正在御书房外求见。一听是刑部尚书，只怕之前的试调查出了些结果，这是正事。端墨皇急着过去，和太后告辞后就离开了。他一走，太后就一声冷笑，没一个是省心的。没过多久，又有奴才过来禀报，太子、太子妃、长公主、小王爷前来探望，这会儿在外头候着。太后被端墨皇气到了，不是很想见，可又想着少阳除了那一次，他说的话都是听的。少阳要是被他劝动了，皇帝也没话可说了。他心思微微一动，让他们进来。他坐在主位上，看着四人走进来，齐齐请安行礼。面纱挡住了他一半的威严。他视线掠过了周景，看向穆子涵，眼里有过片刻的不屑。除了脸生的不错，哪里比得过他的怀轩？第三个看向楚哲成，一身的金光看得他刺眼。造孽！楚王怎么生了这么个玩意？整天就知道惹是生非。少阳，太后笑，有意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拍拍身边的位置，坐哀家这里来，却得了一句：皇帝身子不好，皇祖母怎么不给他赐座？可嗨嗨！周景由木子涵扶着，孤无碍的。这是木子涵第二次过来，上次要紧张些，这次也许有周景在，被太后盯着也没那么慌乱了。就听周景轻轻地补了一句：皇姐不必担心，姑好多了，也就是昏睡时间长了些，没力气些，早膳时又吐了一回血。太后，他冷冰冰的吩咐：赐座。周景面露感激，多谢皇祖母。孙儿这次过来，特地带了蒙石，他虽年轻，可医术极好，如今在太医院和张太医探讨这些日子您的病案，过会儿再给您把脉瞧瞧。听他这么说，太后这才给了个好脸。你有心了。宫女搬来3张椅子。楚哲成一言难尽，他觉得周景费尽心思讨好太后，真的脑子有病。少阳没看太后，和穆子涵他们一起坐下。他一坐，没了楚哲成的位置，还不等工人再去搬。楚哲成笑眯眯对太后道：少阳不坐您边上，我坐，我可是想亲近您老人家的。来的路上，周景一直让他别在慈宁宫惹事，可笑周景又不是他老子，说的话他就要听吗？越不让他干，他就偏偏得干，还得干得漂亮，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都睁大狗眼瞧瞧。别人不敢在太后头上动土，他敢，可见英勇，谁也不能阻止他。太后也不知楚哲成犯什么毛病，可到底是楚王的儿子，他还想着日后楚王多多帮扶周瑜，也就没有阻止。楚哲成坐下后，每次见着太后，我就想起来我那早死的祖母，她发自肺腑。她与您是同龄，就是没您命长。面纱下的脸有过片刻的扭曲。第146章，楚小王爷不负众望，放飞自我。听着不像是好话，可太后还能和这种纨绔计较不成？她没忘自己的目的。少阳，哀家这些年如何疼你，你是知道的。怀世子的事，你不如再考虑考虑。他会是良人，后宅也没那些糟心事。哀家是你亲祖母，还能害你不成？少阳不语。周景端起茶盏，同样没说话。穆子涵屏住呼吸，听到有人出头了。楚哲成眉头拧成一死结，您怎么总想着把不合适的人凑成对儿？如何不适合了？哀家就觉得少阳和怀世子配得很，换成别人早就晋升了，可楚哲成没有。往前输给穆衍，他虽有不服气，可也认命了。可怀楚那是个什么玩意，他还比不得吗？太后特地当着少阳的面说，阿楚这孩子能文能武。楚哲成不屑，能文能武的可多了去了，文也没见他考上个状元啊。武的话，我最近认识个沈副将，且将两人召过来比比，他怀楚还能把人家打趴下。太后隐忍不发，他最是孝顺。耳边又有人说话，谁说他最孝顺？每次父王揍我，我可都是打不还手的。太后怎么就不夸夸我？太后她洁身自好，可从不去乌烟瘴气的场所。拉倒吧。楚哲成吃着盘子里的桂圆花生，可扔在地上。他书房伺候的丫鬟就是侯爵夫人安排给他小事的，日日处在一块，眉来眼去的，早就好上了。太后，淮南侯夫人对你极满意，显然不需要别人，这里就是他楚哲成的主场。少阳是公主，还能被一个侯夫人挑挑拣拣了？
再说了，淮南侯夫人那种人，对上太后冷冰冰的视线，他也没有半点退却，装腔作势的很，就仗着有您这个姑母，日日仰着头用鼻子看人。淮南侯夫人在外头什么德行，世人眼里都有杆秤。上回有几个夫人凑在一起，都说可不敢将女儿嫁给淮南侯府，有这么个婆母，儿媳可不好当。邵阳又不是忍气吞声的，这凑到一块，可不得日日打起来。说着，他突然吸了一下鼻子，总觉得有股臭味，但他不忘推销自己，当婆母的就得是我母妃这种格外明事理的，从来以理服人，也从不和别人闹过红脸。太后真的很想一巴掌打过去。闭嘴！也不知楚王妃怎么教导儿子，哀家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是谁给你胆子？哀家说一句，你恨不得驳上10句。别以为哀家不知你那点小心思。这时殿内伺候的工人全都变了脸色，吓得跪倒地上。太后息怒，两人一来一往间，周瑾想劝架，可他实在病得太严重，一张嘴就咳嗽。他想要站起来，却瘫倒在椅子上，有气无力道：嗨嗨，楚小王爷，不要对皇祖母嗨嗨不敬。咳嗽间，捂在嘴角的帕子染上血丝。他这样吓坏了邵阳和穆子涵。邵阳让下人去备枇杷露，穆子涵站起来，着急的去拍着他的背顺气。他站的位置挡住了周瑾的视线。疯批还想看老妖婆的麻子脸呢。殿下，您还好吗？小姑娘焦急的望着他。周瑾坐着，手虚虚搭在他的腰上，轻轻一点，却有一股力迫使小姑娘朝左走了2步。正好小腿蹭上了椅子，他身子不稳，却稳稳当当的坐回到之前的位置上。这么一下，让穆子涵愣住了。他看向周瑾的指尖，眼睛眨了一下。等工人送上枇杷露时，他端在手里，竟有些心慌。他也不知自己在慌什么。等递到周瑾手上时，看着他慢条斯理的喝着，小姑娘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是不能使用内力吗？若不是内力，可方才的力道哪里会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病弱太子爷？只是巧合吗？他的心如翻滚的海浪，久久不能平息。而另一处，太后的怒斥彻底点燃楚哲成的怒火了。他要开始行动了。他做气恼状，你何须动肝火？邵阳若是看得上怀楚，这事早就成了。可这么多年，他给怀楚机会了吗？别说什么淮南侯夫人和世子怀楚了，在我看来，淮南侯府上下的做派都不如我楚王府的。便是皇上在，便是我父王拿着鞭子在一旁，这话我也是说得的。我说什么都是错的，既然您不待见我，那我走好了。说着，他气呼呼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却不想踩到了花生桂圆壳，一个没站稳，朝太后的位置跌了过去。这一幕来得太突然了，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太后也吓坏了，她一把老骨头可经不起砸。楚哲成也知轻重，为了不摔倒太后，他脚下一歪，生生换了方向，擦过太后往地面倒下去。他努力想要去握住什么，好免了这一场灾难，却只扯下一道面纱。随着面纱的扯落，太后的脸上密密麻麻的黑点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她本就年迈，即便保养得好，皮肤也有些松弛。这些时日，为了这张脸吃不好睡不着，皮肤都极为暗沉，又不敢擦粉，很丑。楚哲成，你该死！穆子涵忍不住吸气。周瑾偏偏这个时候还悠悠出声：皇祖母，您这是毁容了吗？他真诚的夸，是不堪入目了些，可你的威严还在。楚哲成从地上爬起来，忍住小得意。他刚想把面纱还回去，可一靠近，那股难以言说的臭味愈发浓烈。楚哲成忍不住的后退一步，用手捂住鼻子。他这一个动作，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穆子涵坐得远，也闻到了，像是茅房堵塞的味道。太后也觉得臭，可她惊恐地发现，这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且越来越浓烈。楚哲成眼珠子一转，不负周瑾众望，心想既然都得罪了太后，他不如干一票大的。我去请太医。太后眼皮子一跳，总觉得不能让楚哲成离开。她尖叫：来人，把他拿下！哀家要治他的罪，要治他的罪！可那些人怎么能拦得下楚哲成？他常年被揍，可没几个人能跑得过他。很快，他来到了太医院，众太医正围着探讨，蒙时就听到有人喊着：不好了，不好了！楚哲成一手拉着年迈的张太医，一手拉着蒙时：太后出事了，你们快去看看！别急，别急，我去拿药箱。太后怎么了？楚哲成抑扬顿挫，说得很大声，恨不得传遍整个皇宫。太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拉了。第147章，我传唤太医也是有功之臣啊。这一句话迫使太医院的气氛变得格外诡异。张太医提着药箱的手一顿，他是这里资历最老的太医。楚哲成是早产儿，当初生下小小一团，体弱多病，所有人都说孔养不活。那时是他在楚王府一住就是3年，尽心照顾调理，有这份恩情在，他和楚王府关系甚笃。
楚哲成在他眼里就是小辈，太后也敢编排，我看你父亲是许久没收拾你了，什么话都敢说。太后这几日因为脸大动肝火，骂太医院时中气十足，可没有吃啥，怎么可能失禁？他老人家上了年纪，有些事控制不住，不是很正常吗？楚哲成很焦急，具体什么原因，得你们去看了才知道。我就是一个传话的，我可不懂。总不可能是太急了，他来不及去茅厕，或是看见周瑾心里不痛快，故意恶心他的。他还不忘强调，太后不可能是那样的人。杀敌1000自损800，他图什么？说到这里，楚哲成开始催促，行了，走吧，这么丢脸的事就别在这里争论了。你也知道丢脸啊，可你刚才放话的架势，分明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啊。太医院的太医见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生怕太后身体真的有恙，全部匆匆赶去慈宁宫。很快，皇宫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迅速传遍每一个角落。宫里的妃子都是人精，这种事一看就容易遭殃，他们可不敢去掺和。可太医院的太医都出动了，他们作为宫妃，明知消息却迟迟不去探望，这可是对太后的大不敬啊！所有人都不敢做出头鸟，更不敢轻易妄动，全都盯着外面的动静。不出片刻，得知皇后娘娘闻信去慈宁宫时，路上碰见了在御花园的熹贵妃，两人便一道结伴行。他们都坐不住了，纷纷出动。殊不知熹贵妃这会儿多不乐意，牙都要咬碎了。她听说慈宁宫的事后，就心里一咯噔，聪明的想要回自己宫殿称病，可偏偏撞上了皇后。熹贵妃也是去慈宁宫的，也不怪太后平日总说你孝顺体贴，既然遇上了，那就一道吧。她挣扎过，臣妾，你不会想说身子不适吧？那更该过去了。太医如今可都去慈宁宫的路上，你去后也好让他们也给你把脉。得，不去也得去了。熹贵妃怀疑皇后是故意怕她下水的。慈宁宫内混乱不堪，太后觉得是她衣服出了问题，可一脱掉，味道更重了，就连熏香都压不住，这简直比她的麻子脸更恐怖。很快，慈宁宫外站满了人，皇子公主齐齐来了。端木皇过来时，险些挤不进去，由皇后领着宫妃们齐齐请安。端木皇却没有心思同他们闲谈，他的视线在几个儿子身上移动，最后看向咳嗽的周瑾。外面冷，你怎么出来了？这个答案有人抢着说，自然是被太后赶出来了。楚哲成刚说完，就对上端木皇冷漠的眼睛，他心虚地摸了摸鼻子，主动承认错误。我反思，我不该没站稳，摔那么一下，没准就是吓着太后她才。慈宁宫的地也实在滑，也不知哪个狗奴才打扫的，好在摔的是我，也没伤着太后，不然我可就难辞其咎了。可太医是我传唤的，我也是有功之臣啊。端木皇冷笑一声，你还好意思说啊？这种事不知道私下悄悄地找吗？皇室颜面都丢尽了，这让太后以后怎么做人？楚王怎么生了这么个蠢的？可他现在实在没精力去罚他。去，让楚王滚过来，你的事朕让你父王和你算。他转头问，里面如何了？熹贵妃柔声道，太医都进去了。端木皇一甩袖子朝里面走，走到一半，皇后，你随朕一同进去。是。都知道周玉是太后的心肝，端木皇一并叫上了他。见儿子受器重，周瑾却被赶出来，熹贵妃压下眼角的得意。他哪里知道周瑾是故意气太后才被赶出来的，太臭了。周瑾想凑这个热闹，可不想受这个罪。他虚虚的靠着柱子支撑自己站立，懒懒的想，周玉那种人娇生惯养的，这时候只怕会出糗。正这么想着，就听殿内周玉的一声哦。周玉一直以为是楚哲成夸大其词，就算真拉身上也不妨事。可他哪里想过，这么大的宫殿，他才走进去，就有股浓烈的气息往鼻子里面钻。他一个没忍住，下一瞬是太后气急败坏的声音：“滚出去！”茶盏扔过来，砸到他头上。换成以前，周玉早就哄着太后喜笑颜开了，可这时候这句话就格外美妙。这种地方他可不想待。周玉屏住呼吸，滚了出去。一出去，他才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众人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这是听着离谱，却是真的。皇兄，周成走过来，可要臣弟扶着您。周瑾擦着额间的冷汗，不必。不知皇祖母到底怎么了？周玉这时候走过来，听到这话，他又想反呕了。周瑾也担忧，估瞧着此事不简单，先是疹子，又是只怕有歹毒之人背后算计。周玉后背一凉。周瑾，听说刑部尚书见了父皇，可是调查的那些死事有结果了。周成道，今早刑部抓了人，审问的事没让我和二皇子参与。既然上书禀报了父皇，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这一句话打通了周玉的任通二脉。皇兄，你说害皇祖母的
和杀我表哥西回的是可会同一个人？周瑾，兴许吧。西公子的事，孤不曾过问，实在不清楚内情。孤只怕皇祖母的事和成婚那日的黑衣死士有牵扯。周瑜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丝毫不知道杀西回的人就在眼前。我明白了，这是在挑衅咱们皇家。周瑾微笑，他去看穆子涵，小姑娘正低着头揪着帕子，他抬手把人拉过来，挨姑近些，这么多人可别被冲撞了。第148章，殿下会骗我吗？隔着一层床幔，太后羞于见人。皇后稳重如往常，江水地上被打落在地。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皇后用帕子擦去手中水渍，母后既然不可，那就歇歇。皇上和众太医正在偏殿谈及您的病情，您若看儿媳不顺眼，儿媳便不在这里伺候了。鼻尖的味道让人犯恶心，可皇后却面色如常，从容镇定。熹贵妃、如贵人他们可都在外头牵挂着，急着都哭了。您若是嫌儿媳伺候的不好，我这就将他们叫进来。想到最疼的心肝都呕了。太后这会儿看谁都不顺眼，让他们进来嘲笑哀家吗？让他们都滚，滚回他们的宫殿。哀家还没死，轮不到他们来哭丧。皇后早就不想在这里待着了，更不想让周瑾在外面吹风。她欠了欠身子，是。她一出去，诸位妃嫔就围了上来。娘娘，太后她，今日之事谁也不许外传，若让本宫知晓，你们私下议论，可别怪本宫不客气。太后福泽齐天，皇上又在这里坐镇，太医都来了，不会有事，都散了吧。偏殿内，端墨皇负手而立，天子的威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说太后到底是怎么了？太医们面面相觑，蒙时跟着装死。王太医上前一步，跪到地上。太后的脉象并无异样，这几日入嘴的、接触到的各种物件，我等都一一查了，却一无所获。如何去除异味，暂时还无头绪，求皇上恕罪。他一跪，所有人也跟着跪倒地上，埋着头颤颤抖抖道：“求皇上恕罪。”端墨皇重重一拍桌子：“之前太后的红疹，你们束手无策，开的药更是半点不见好转，成了那副模样。如今又张嘴让朕恕罪，这太医院难不成养了一群废物？”他怒到极致，可也清楚。要是太医都治不好，只怕没人能治好太后了。连有面纱遮也就罢了，身上那位可怎么遮？难不成一辈子都待在慈宁宫了？他身为儿子，实在难受。等太医们又被骂了好几句，从偏殿出来，个个吓得腿软。张太医70高龄了，是蒙时扶着走路的。张太医叹气，年纪大了，有些事力不从心。行医多年，自认医术不说精湛，也少有人能及。可这几日却也不知怎么了，我这心里总是突突的厉害。总觉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会有事发生。猛时，你的心突对了，以后慈宁宫的热闹不会少。但念及张太医到底是个老骨头了，他很体贴道：“别人和你一般年纪，早在家里含饴弄孙了，我看您就该歇歇，整日的忙，身子可吃不消。蒙时，你自幼跟随你祖父摸索疑难杂症，这件事你怎么看？”孟时能怎么看？毒都是他下的，后面还会一个接着一个蹦出来。就连他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也不知是什么症状。他有些得意，真不愧是他，还没有解药。谁让他这人还有个毛病，只会制毒，不会解毒。若我祖父还在，他应该有头绪。可我蒙时为难，可惜祖父的本事我也只学了4、5成。他给出一个小提示，你们看，可不可能是中毒？很快有人摇头，绝不可能。对啊，若是中毒，我等怎么会察觉不出来？也没人能胆大包天给太后下毒啊，这是不要命了吗？那么答案只有2个。太后往前重重，对太子那般不待见，人在做天在看，这是老天的惩罚。第2个就是他真的拉了，没准床上很多，但是死不承认。端墨皇又特地见了周瑾，这些10日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周瑾将先前殿外和周瑜说的又说了一遍。端墨皇将玉扳指捏成了2半，他深深看了眼周瑾，威严的帝王最后叹了口气：“你回去吧。”周瑾恭敬地离开，转身后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淡，最后消失。穆子涵和邵阳就在外面等着。邵阳敏感地察觉出小姑娘的不对劲，他一直都在失神，和她说话也格外心不在焉的。怎么了？是谁给你气受了？总不可能是他娇弱的皇帝吧？邵阳清了清嗓子：“本宫知道，皇帝让你去淮南侯爵府赴宴的事，他所行无非是为了周瑜给淮南侯府面子，你以为是为了怀宣不成？那怀宣是对皇帝心怀不轨，可他算个什么东西？皇帝更从没多看他一眼。如今人都是你的了，你还吃什么醋？”穆子涵没说话，只是摇摇头。等见到搀着王太医的蒙时后，他突然跑过去：“太子妃，您是有事吗？
穆子涵听到自己问：“你说过殿下不能动用内力，若他使用内力会如何？”“什么？殿下使用内力了？”“没，只是我不放心，想要问问清楚。”蒙石松了口气。殿下上回元气大伤后，已是坏了根本，我以尸针封了他的穴道，除非强行冲破。说着，他道：“上回强行冲破的情况，险些命悬一线，您也是晓得的。所以，一个走几步路就虚的男人，只用手指轻轻一点，就有那么大的劲儿。那晚，他抱着他回房，可都是踉踉跄跄，险些摔倒。”穆子涵抿了抿唇：“是啊，踉踉跄跄了一路，不是都没摔成吗？”邵阳见他将自己的话听进去了，又挂念周瑾，欣慰的点了点头。周瑾出来后，几人朝公道往外走。刑部既然抓了人，父皇可有和你说了什么？周瑾轻飘飘道：“不曾。”邵阳皱眉：“不应该啊，难不成还没出结果？”周瑾嗤之以鼻：“还能是什么？当然是那个口口声声说要为他做主的人选择了包庇，得不到有用的信息，邵阳在宫门口就和他们分开了。这时候就见楚王手里拿着粗棍，怒气冲冲往里面去。”周瑾挑了挑眉，嘴角露出诡异的弧度，正要和身边人说什么，就见穆子涵不知何时走到了他身后。周瑾停下脚步，身后的人没察觉就撞了上来。他失笑，怎么带成这样？他语气不太正经，可是慈宁宫那会将姑的太子妃给熏坏了。穆子涵没理他，他爬上马车，正要弯腰去车厢，光线下他皮肤白的刺眼，腰肢纤细。他突然回头看向周瑾，低低地问了一句：“殿下会骗我吗？”第149章甩脸色。马车穿过闹市时，速度慢了下来。外头街道繁华似锦，商贩小卒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车内，周瑾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怎么这般问？穆子涵嘴角噙着平日淡淡的浅笑，他温声道：“在慈宁宫外，我听宫妃提到太常寺卿府近日发生的事。太常寺卿府的大公子娶的是清远伯府的姑娘，本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成亲也不过2年。为了科考，心腹想让他上进，求了长辈点头，1年前特地置办了一间宅院，好让他清静读书，谁也不许打扰，便是自己都很少前去，衣食住行包揽得妥妥帖帖。他却阳奉阴违，不知体贴妻子不易，转头买通了宅院的人，养起了外室。等被发现后，外室都有7个月的身子了。”穆子涵语气温柔，只见顺平先前被他攥得褶皱的帕子。清远伯府虽已落魄，可祖上蒙因实打实的爵位。清远伯夫人早年伤了身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得知此事，气得登门，在太常寺卿府闹了一通，不惜惹亲家不虞，将女儿和年仅2岁的外孙带了回去。放话这件事，太常寺卿府要是不给个说法，2家没完。说了这么多，周瑾的眉微微蹙起。毕竟穆子涵从不是个八卦的人，外面的事只要不太波及到他，他不会在意。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就听他低低道：“可见娘家有势力，舍不得女儿受苦，心腹就算受了委屈，也有人做主的。”穆子涵微微抬眸，他其实也不确定，但周瑾的伤势真的他见过，可有些事如今细细想来，的确让人深思。小姑娘禁不住的去想，她是不是深陷一场巨大的骗局中？谁都被周瑾骗了，端墨皇、皇后、邵阳、文武百官、子民，还有他这个枕边人，那他也太可怕了。也许周瑾有苦衷，她嫁过来时间太短，周瑾不信任她，或是担心她知道真相会在别人面前露出马脚，也情有可原。穆子涵都能理解，他也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毕竟太子的位置不是那么好做的，也许不少人盼着他死，那日黑衣人招招狠绝，不就是例子吗？他懂事，处处体贴，在照顾周瑾的事情上从没有过半分懈怠，可周瑾怎么能把他当傻子？每次将他使唤得团团转，一次又一次看着他提心吊胆，见他吐血多次红着眼睛掉眼泪。很好玩吗？可没有证据，穆子涵也不想用这种恶毒的想法去揣测他。更矛盾的是，他竟然盼着周瑾的确在骗他，那么至少他的身体是好的。他知大是大非，但不会原谅，压下所有的情绪。可我是高价，他迷茫的喃喃，我除了哥哥一无所有。我便想着，若是那日殿下骗了我，将我耍得团团转，我待如何？而我又能如何？他是东宫3媒6聘娶进来的，可说到底不就是个冲喜的吗？那时候他该如何此处？他的存在好像就是个笑话。周瑾想，他一定是被熏傻了，才会问出这种问题。也是，似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就喜欢听哄人的好话。周瑾却不喜欢这种腻歪，但也愿意给他保证，把你的心放肚子里，姑不会养外室。别的女子他都懒得看一眼，一个比一个丑，还是他的小姑娘娇娇软软的，哪哪都让他看不够。嫁给他这种好洁身自好男人，
穆子涵得珍惜。小姑娘抿着唇，似不满意这个答案。她嫌车厢里闷得慌，撩开车帘，外头的风刮进来，她却察觉不到半点冷意，只有无措。可心口的火气却越攒越多，半点消停不下去。周瑾伸手准备去拿核桃吃，却发现盘子是空的。他拿起没包的核桃，明明只要轻轻一捏，可就能碎。可周瑾格外虚弱的掰不动。往常这个时候，穆子涵就抢着说：“我来。”可也不知谁惹小姑娘生气了，他突然间转头瞪他：“也是，我日日和殿下同榻，却还是处子之身。您便是想养外室，也心有余而力不足。若他是好的，一定是嫌弃自己。有些事一旦有了猜忌，他愈发会胡思乱想。”周瑾，他还是第一次见穆子涵奶凶的。正意外之余，马车在城垣门外停下，他正要说什么，穆子涵却快他一步出了马车。等他下马车后，穆子涵已经入府了。等穆子涵回了房后，周瑾也要跟过去。砰的一声，门被人关上。目睹这一幕的季期心惊肉跳，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给殿下甩脸色看，而且还活着的。他小心翼翼地看周瑾，男人半眯的眸子瞬间睁开，勾着嘴角一言不发，晃出阴郁的光来。你说，可是皇姐说了什么，让他不快了？属下不知，不过长公主一定是盼着殿下姻缘圆满的，自然不可能突然为难太子妃。周瑾凉薄的唇动了动，去查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在他面前嚼了舌根，害得穆子涵生气，都震怒波及到他身上了。周瑾表示他很无辜。季期去查了，没查到有人嚼舌根，但看到了楚王提着棍子追着楚哲成的场面。楚王在皇宫内大发雷霆：“混账！站住！今日要是不收拾你，我就不是你爹。这可使不得，王爷，这一棍子下去，可得鲜血淋漓。”端墨皇不在，可他身边的公公急着出声，却没有半点要拦的意思。楚王的心沉了沉，打死他也是轻的，也怪我往日太过纵容，这才酿成此等大祸，有愧于皇上，有愧于太后。本王也有罪，等处置了这混账，定亲自去皇上面前认罚。他就这么一个儿子，本来就不聪明，要是打傻了，就真要命了。他眼里闪过不忍心，可端墨皇把他叫进宫里，他又怎么能敷衍过去？他得做给帝王看，好消了帝王的火。楚哲成疼的面目扭曲，上蹿下跳的，躲闪得很狼狈。父王是想当我儿子吗？这可使不得，我受不起啊！楚王心疼个屁，打死算了。第150章试探他。穆子涵回了屋，没用午膳，一睡醒来是黄昏，头晕沉沉的。暗香听到屋内的动静，连忙进来伺候。太子妃的身子可是不是？可要蒙石过来看看。您睡下后，殿下过来瞧了2次。穆子涵穿上绣花鞋。蒙石回来了，还在皇宫，但先前喜公公说了，蒙石又不是宫里的太医，留在皇宫只是殿下愿意孝敬太后。可您和殿下要是身子不适，总不能熬着，自然要叫回来的。穆子涵轻轻应一声，他用手按了按发胀的脑袋。他既不在，殿下的药谁煮？琥珀煎药，喜公公照着之前的方子准备药浴，等晚些用了晚膳，殿下就得泡一个时辰。穆子涵应了一声，我去看看。城垣有专门的药房，平时煎药，存放珍稀药材，还有泡药浴，都是在药房。离主屋不远，绕过几座假山，一道小廊就到了。他去的时候，喜公公正和琥珀说话，听说小王爷被打得鲜血淋漓，最后被人扛着出皇宫的，只怕没个1-2月是不能下榻走动了。喜公公是皇后的人，太后遭殃他就高兴，所以能扭曲3关。楚小王爷惨啊，不过是说了句实话，又没杀人放火，却差点半条命都没了。他昏睡前还流着眼泪，扯着嗓门说他没错，他不认。这得是多大的冤屈？要他说，就是太后遭遇不幸后，还想着霍霍别人，宫里把所有香料都用上了，却怎么压不住。太后沐浴了一下午，更是怎么洗也洗不掉。这件事被封了口，至少现在没传到老百姓里。不过宫里阵仗大，又有楚哲成这一出，不少文武百官开始猜测了。只可惜楚哲成没有让他们跑去慈宁宫鸣不平的魅力，就连顾太傅听到他被打，也只轻飘飘说了一句：从小被打到大，这小子能活到现在，倒是皮糙肉厚的。可太后要是当着他的面数落周瑾，他能在太后面前念叨1天的圣贤道理。琥珀见炉子里的药煎好了，连忙倒出浓黑的药汁，闻着特别苦。喜公公还要说什么，就见穆子涵的身影，他连忙谄媚地站起来：太子妃怎么过来了？正巧得闲，我给殿下送药。喜公公巴不得小夫妻粘在一块。天暗沉沉的，要烫得很，您小心着走。对了，这是蒙石给殿下的药丸，殿下中午都要吃的，里面有1周的量，太子妃不如一并带过去。穆子涵接了过去。他走出药房后，打开装药的瓶子，想了想，有些做贼心虚的倒了1颗出来，
想到周瑾那么爱吃甜又怕苦的人，吃这药丸时却没多大抵触，他鬼使神差的打开，拿到鼻尖嗅了嗅，准备寻个机会拿到慈春堂的大夫看看。暗香目睹这一幕，他表示他没看见，毕竟他是太子妃的奴婢。书房内灯火悠悠，忽明忽暗的照在男人的半张轮廓上，显得格外诡异。得知无人在木子涵面前嚼舌根后，最善玩弄人心的周瑾眼底留下疑惑，那他是怎么了？季期又把周瑾让打听的说出来，清远伯府夫人的确将女儿带回了娘家，后又对太常四卿放话，让他们尽早处置了外室和外世子。太常四卿夫人也知有错在先，亲手去宅子里面要绑外室，可儿子求情说外室这一胎极有可能是男胎，到底是自家血脉，他便动了恻隐之心，有意去和清远伯府求和，并提出孩子是无辜的，不如去母留子。清远伯夫人大怒，将过来传话的人打了一顿。听了季期说明来龙去脉后，周瑾想，也许小姑娘是想母亲了，可她便是再厉害，也不能让岳母活过来。周瑾面前摆着一张名单，说是生死簿也不为过，只要他用墨汁画去痕迹，名字的主人就活不过7日。这些都是当年指认外祖通敌叛国，还有在荣德侯府动手脚留下所谓证据的人。这里面有3个名字被去了，在他这里可没什么祸不及家人的规矩，也别说他心狠手辣。当初荣德侯府满门惨死，他要屠戮也是屠满门，总要用这些畜生的血以为在天之灵，好让逝者得以安息。此刻周瑾格外心不在焉，手里拿着一本上回盟时落在他这里的医书，他随意翻了翻，视线凝住。来月事时，女子每月总有1-2天沮丧、焦虑、敏感、性情不定。原来如此，自觉地找到了最正确答案的周瑾微微松了一口气。木子涵是这时候来的，他很少会来书房，因为怕耽误周瑾的要事。他一出现，季期就帮着开了门。听着轻缓的脚步声，周瑾就猜出了来人。木子涵换了一身装扮，素雅简单。殿下该喝药了。周瑾不是很想去接，因为他很多天没喝药了，都拿去浇花，书房的绿植全给浇死了。烫，过晚些再喝，吹一吹就凉了，良药苦口，我一勺一勺的喂殿下。周瑾沉默一会儿，告诉他那会更苦。木子涵微微一笑，我寻思着殿下应该需要人伺候，毕竟您身子虚，走路要人扶，喝茶要人倒，这药自然也要人喂了。他声音温温柔柔的，姑自己来。殿下是担心我照顾不周吗？我日日为殿下抄写佛经，端茶送水，这水过凉了不行，过烫了也不行，照料您起居穿衣，又为您亲手缝制护膝，可见我算是会伺候人的。周瑾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焦虑、敏感、性情不定，对上了。他虚虚握住拳头，抵在唇边，面色在灯光下格外苍白。你有心了。小姑娘日日围着他打转，这几天他作为一个体贴的丈夫，顺着他也无妨。喝了药，外面天彻底黑了。两人回房用饭，木子涵走在他身侧，前面暗香提着灯笼，可路过花园时有些瞧不清路。过几日我想回娘家一趟，姑让季期送你回去。木子涵垂下眼眸，在下台阶时生了试探之心。他侧颜温婉依旧，捏着手的帕子紧了紧，呼吸一顿，咬咬牙抬腿，一脚踩空，身子猛地朝前倾。随着他嘴里的一声吸气，下一瞬腰间多了一只有力的手臂，将他扯了回去。木子涵被他紧紧地捆在怀里，男人拢眉，说话时胸口都在震，似训斥：毛毛躁躁的，怎么走个路都能摔了？他的睫毛颤了颤。第151章，此生就不见了。第2日清早，周瑾醒来，床边就没了人。他换上干净的衣袍，穿戴好用了早膳，准备去书房。没看见木子涵，他以为小姑娘一早去药房了。可去书房路过药房时，他没看见人。他呢？喜公公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周瑾问的是谁。太子妃回娘家了，没让季期送，带上琥珀、暗香2个婢女，安排了个车夫，一早就走了。说和殿下您说过的。的确是说过，可他说的是过几天。周瑾没想到走得那么急，可说何时回来？不曾。周瑾淡淡颔首，准备离开，就听身后喜公公嘀嘀咕咕地说着：太子妃自然不可能在娘家留宿，她牵挂着您呢。景园和成园之间离得不算远，只怕用了午膳，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毕竟京城有那么一句话，出嫁女不可等天黑了才归，晚归不吉利。可喜公公就是有一处不理解，太子妃回去一趟，带了不少东西，好几个大箱子，也不知里头装了什么。他作为一个奴才，也不好多问，像是不打算回来了一样。肯定是他多虑了。周瑾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木子涵是他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回去一趟，带些东西是应该的。她是成园的女主子，这些小事自然是她做主。而这时候，木子涵已经到了景园了。
怎么不事先让人传个信来，好让你舅母出去多买些菜？他这几日和厨子琢磨出不少吃食，味道可都不错。刘老太欢欢喜喜拉着外孙女，穆子涵亲昵地挽着她，突然想您了，所以回来看看。我就知道，只要回来就有口福了。瞧瞧，这张嘴甜的就会逗我欢心。英英呢？她前几日病了，还没起呢。你可别过去，免得沾了病气。我都没敢让她没去表哥面前凑。说着，他凑到穆子涵耳边道：这几日有个姓沈的小生过来看你哥哥，每次提着大包小包的，我都不好意思收。那孩子实在实诚了些，也太大手大脚了。收吧，毕竟人家惦记你的宝贝孙女。穆衍这几日身子差，也就没出来，在屋里待着，等穆子涵和外祖母说完话后，就来看他了。他一进来就脱了身上厚实的披风，屋内都是浓郁的药味，仔细闻去还染着安神香。哥哥这几日又失眠了。穆衍躺在摇椅上，身上盖着厚实的毯子，边上烤着炭盆，可他还是觉得冷。老毛病了。穆衍费劲地支起身子，抬眸去看他。听说你将带回来的那几个箱子搬回屋里了，怎么是周景欺负你了？他没有说太子妃的身份非比寻常，回娘家小住不合规矩，只怕宫里会有意见。张嘴却是问周景是不是给他气受了。穆子涵听他这么说，蓦然红了眼。他昨天没哭，可这会儿所有的委屈齐齐卷上心头。他背对着穆衍去煮茶，哥哥多虑了。见他不愿提，穆衍的眸色暗了暗。这时候阿武跑进院子，还不等他埋着头入屋，声音就快一步传了进来。他一早就出门了，这时候刚回来，还不知穆子涵在屋里，说话也没太多顾忌。阿吴的声音格外低落，甚至带了些哽咽，哪有自个儿为自个儿择目的的？奴才听说江南一带这些时日有个药到病除的神医出没，咱们想法子去找找，别的大夫看不了，可不代表所有大夫都。他说话的声音在看到穆子涵后瞬间消失。小姐。穆子涵耳边嗡嗡的响，他险些站不住。他失魂落魄转头去看穆衍，浑身血液都在变凉，凉得他心口发涩。哥哥买下了。阿吴僵硬的抵上气指，前拳结青了。穆衍接过来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让阿吴退下。小姑娘的眸子越来越红，眼儿一眨，晶莹的泪珠滚落。他见状叹了一口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又不是就要死了，只是先备着，总归是要用的，快来哥哥这边坐下。他的毒已经快逼近心脏了。自从上次昏迷后，野蛮的毒却陷入了沉睡的状态，停留在原地和心脏只有10指宽度的距离，像是被什么压着，那段日子都没往上窜，反倒有降的架势。好在他没抱有太多希望。这几日他又恢复了频繁的吐血，只怕大限将至，有些事总要早做打算。让长辈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他不孝，让小妹悲痛欲绝是他做兄长的不仁，总不能到时候眼睛一闭断了气，什么都不管了，身后事全交给他们。他不舍得，同样也有私心。这块地是他的心之所向，他和那个人，一切在那里开始，也该在那里结束。穆子涵却没动，反倒因为这句话，肩膀一抽一抽的，捂着嘴泣不成声。穆言指尖紧紧攥起，他不忍地撇开视线。刚去军营的那几年，你在穆家吃了不少苦，可你那时却格外懂事，吃亏了，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虽说眼泪不值钱，可你哭都不敢哭，软包子似的，谁都能拿捏。我瞧着格外难受，想着这样可不行。如今哥哥倒是最怕你哭了，你这一哭，我还怎么能放得下心？穆子涵死死咬着唇，他想，穆衍拖着这副病体这么多年，还要费尽心思的替他筹划，格外辛苦吧。既然回来了，不如安心在家留几日，再帮哥哥一个忙。穆衍伸手给他擦眼泪，又给他找了在家住的借口，挑些品种好的牡丹，待天气暖和些就移植过去。穆子涵强忍着波涛汹涌的情绪，从不知哥哥喜欢牡丹。穆衍说了会儿话，已经很累了，他重新躺下，苍白的唇动了动，也不知想到了什么，他嘴角添了些许笑意。他喜欢他呀，懦弱无能，不敢再将爱意宣之于口，就连刻好的鬼宫球都没送出去，埋在了和少阳出向石郊外的一片土地。他选好的墓地就在边上，只盼着待他去后牡丹开的娇艳，而他事事如意，再觅良人，此生就不见了。第152章，他其实很记仇，很记仇。这边喜公公领着阿武去了书房。殿下，穆将军那边派人过来了。阿武规规矩矩的请安，我替主子过来传句话。周景懒懒散散，也不知穆衍卖什么关子，说主子说了，殿下身边伺候的人多，也不差我们小姐一个。小姐嫁过来没几日，肉眼瞧着都瘦了，也不知平时多劳累，
可怜见的主子实在心疼，兴许成员的风水不适合养人，便做主让小姐在家里小住几日，殿下通情达理，想来是会答应的。不，他不想答应。这话说的可没一个字是周瑾乐意听的。劳累，听着好似他怎么苛待小姑娘了，不由想到了昨儿夜里，他刚睡下，穆子涵愣是一脚把他踢醒。他作为一个会疼人的疯批，还会计较不成？劲儿挺大。但他一脸无辜地说：“对不起，我梦魇了。”他没察觉出穆子涵的反常。怕什么？这世上没鬼，只有比鬼还险恶的人。穆子涵来了月事，脾气的确很大，也不知道气什么。他看着周瑾，一字一字地重复：“是啊，比鬼还险恶的人，怎么回去一趟就变成了小住几日？明明被他养得白白嫩嫩的，气色也比出嫁前好多了。穆衍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穆子涵出了趟门，将身边稳重的暗香带上。慈春堂是京城最大的医馆，这里的病人格外的多，每个大夫坐诊都在小隔间里，格外保护病患隐私。进了慈春堂后，他对暗香温声道：“我进去寻李大夫，不必跟着。”暗香扶了扶身子：“是。”隔间里头，李大夫瞧见穆子涵，还以为是穆衍出事了，急急忙忙就要去拿药箱。今日过来，想让您帮忙看看。穆子涵从怀里取出一颗药丸。李大夫诧异，可他一向嘴严，不爱过问什么，和穆家兄妹也有多年的交情，穆子涵过来也是信任他。他接了过来，放到鼻尖闻了闻，再掰下一点放入嘴里尝味，细细去分辨里面有什么药。尝出一味药，就在心里记下，很多都是名贵的珍稀药材，还有些他竟然分辨不出。他将嘴里的药吐了出来，一一说给穆子涵听。怪我才疏学浅，只能分辨出这10几种。不过小姐可千万碰不到，这药丸实在古怪了些，寒性十足，其中还有3味是毒，吃了很伤身子。虽不知还有什么成分，可单看这些，便是身强体壮的人吃上1个月，只怕小命都不保了。要是身上有伤的人吃了，别说严重的伤，便是身上有道小口，表面瞧着痊愈，实则不然，身子要不了多久就得拖垮。穆子涵面无表情地听完这些话，通过昨夜的事，再听这话，他竟然没半点意外。难怪他每次中午服下药丸就格外嗜睡，难怪人瞧着总是病殃殃的。他接回药丸：“辛苦李大夫了，小事罢了，这些时日忙，没空拜访穆将军。小姐若是方便，给我带去好。”走出慈春堂后，光线格外刺眼。他想，当初宫里赐下一纸婚书，那时的他被穆正打压，被逼无奈不得不认下。其实一开始也格外不情愿，只怕周瑾也是。但周瑾从一开始都没透露半点，他好像一直很满意自己，一直很体贴。可谁知道这是不是在演戏？她嫁给他是为了得一方庇护，那个人只怕也别有用心。两人也算是彼此利用了。即便他有小心思，可一直尽心尽力地做好他的妻子，却忘了这份姻缘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他腿软，险些一个踉跄。太子妃，暗香连忙把他扶住。他的唇有些白，神色也跟着恍惚，眸色渐冷，手里的药丸被捏得变形。陪我去14买些点心，茵茵爱吃。14算是京城有名的一家点心铺。穆子涵买了点心，正准备回景园，却不想被人叫住。路上都能撞见，可见我和太子妃有缘。怀轩还是小白花的打扮，一身白裙飘飘欲仙，颦笑间一举一动都像是设计好的，格外楚楚动人。穆子涵冷淡地看过去，这一桩一桩的事，他有些承受不了，心情也格外的差。什么事？怀轩像是看不到穆子涵的低气压，他心下窃喜得很。淮南侯爵府设宴，东宫本来都回绝了，后来竟然又说要来，他一打听，竟然是周瑾的意思。他觉得周瑾是为了他。再看穆子涵的神色，愈发肯定这想法，定然夫妻因为他有了分歧，穆子涵才对他没有好脸色。想到这里，他笑得愈发娇俏。你我日后就是妯娌，见面打个招呼不为过吧？招呼也打了，告辞。等等，他笑容款款，前面有家首饰铺，我是来挑首饰的，太子妃不如陪我逛逛。穆子涵不想理他，径直朝前走。既然急着回去照顾殿下，我就不留了，总会几日后的宴会，你我还会再见的。他的脚步一顿，倏然转过身子，也不知怎么了，怀轩见他似潮非潮，莫名有些后背一凉。穆子涵语气平淡：本宫知道，一个小门小户出身的女子，没有靠山，却因为妙影大师一句话成了太子妃，会招人嫉妒。你出身名门，自幼尊贵，应该也格外看不上本宫吧？怀轩自然不会承认。你胡说什么？怀郡主是个妙人，张嘴闭嘴就是妯娌。且不说你现在没嫁过来，可到底定了亲，总要守些妇道，怎么总是觊觎不该觊觎的人？这话彻底让怀轩黑了脸，尤其这是在路上，很多人看了过来。你疯了吗？
坏我名声，就不怕得罪淮南侯爵府？谁不知怀郡主曾心系殿下，本宫要是郡主，就该夹着尾巴做人。至少现在，本宫为尊，便是你爹淮南侯在，也得恭恭敬敬跪下来向本宫请安。得罪人，他还真不怕。他其实很记仇，很记仇，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周瑾。他的好，穆子涵都记着，可他做不到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他选择了回景园。如今又心力交瘁，人都要崩溃了，再也做不到顾全大局和稳重。穆子涵没疯，他在气头上就想收拾人，理智消失后，就连周瑾他都想一并收拾了。第153章，若还是哄不好，您得示弱。没有理会怀轩的脸色有多差，穆子涵扔下这几句话就走了。等坐上回去的马车后，小姑娘小脸垮了下来，眼眸没有焦距，发了一路的呆，留下怀轩站在原地，险些将手里的帕子撕碎。怀郡主，你怎么站在这里？一声娇柔的女音传来。怀轩看过去是平常和她一同玩乐，但身份是姐妹团里面最低的，所以格外会拍她马屁，想融进京城贵女圈的一个小姐。姓荣名安，嘴特别碎，最爱说人闲话。怀轩柔柔弱弱和她打了招呼，她张了张嘴，似有难言之隐，最后叹气一声，格外简短道：“是我之过，惹太子妃生气了。”这一句话让荣安眼珠子一亮，谁不知道怀轩对殿下的心思？他心里闪过无数个恩怨拉扯的爱恨情仇，怎会如此？你一向脾气最好，从不和人争执的。太子妃是不好惹，可太子都快死了，穆子涵又算什么？哪里有这个未来的二皇子尊贵？荣安想到这里，忍不住又奉承怀轩：太子妃能将自己生父送去牢狱，这种不孝的人还能讲什么道理？只是害你平白受了委屈。也是，他出身不及你，你生来是郡主，又得太后娘娘庇佑，他却不受待见。听说敬茶那日，太后都没赏脸喝，可见并不认同这个皇孙媳。这次一番对比，难免仗着些如今的身份说酸话。不过如此高调最会得罪人，郡主脾气好，不会与他计较，可旁人却不见得，只怕他也得意不了多久。这时候路上来来往往的商贩最多，马车平缓地往前驶着。穆子涵并不知被人编排了，等到了景园，他心神不宁地下了马车。哎呦，太子妃，奴才可算等到您了。喜公公也不知在门口站了多久，见他出现，连忙亲自去迎。穆子涵有些恍神，尽力扯出一个笑来：“你怎么来了？”“自然是殿下吩咐小的过来接。”喜公公有一张巧嘴，惯会挑着好话讲：“殿下念着您呢，一早就问太子妃去了何处，您不在午膳都用的少了，自然心心念念盼着您回去。”穆子涵抿了抿唇：“你回去吧，我这几日就不回城垣了。”见他不愿再提，眉宇间透着疲态，喜公公眼珠子一转，听说老太太时常犯风湿，顾太傅也有这个毛病，上回殿下过去就拿了药方过来，那还是蒙氏的祖父留下的，也对老太太的病症，只是殿下一直不得闲，也就忘了，今日特地让奴才一并送来。说着他送上一张药方。穆子涵眼睫颤了颤，风湿的事并不严重，还是上回去诬陷时外祖母不经意间提到的。他没想到周瑾一直放在心里，他那个人处事一直很周全。有些回忆涌上心头，比如他陪他一道下诬陷，处处维护；比如成亲那日，他身为太子，明明无需向母亲的牌位跪拜，可他跪了；又比如哥哥那次命悬一线，他过来时二话不说的割伤手腕救人。即便穆子涵实在琢磨不透他的血有什么特别之处。再比如他带他去竹林祭拜荣德侯府300亡灵，穆子涵的情绪很复杂。不提别的，周瑾对他一直挺好的，这些时日的相处他能感受得到。见他面有动容，喜公公连忙再接再厉：“太子妃不如随奴才回去，殿下身子实在亏空，他病得也实在厉害，晌午用了药丸，不知怎么的又吐了不少血后又晕了过去，醒来后就病恹恹的。您不在，蒙氏也不在，老奴吓得厉害，实在担心自己照顾得不周到。”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穆子涵就冷下了心肠。吃药丸身体亏空，还不是自己做的，有什么值得他这般作践自己身子？太子妃，您看。穆子涵气笑：“你家殿下福大命大，就伤复发，来来回回的折腾吐血，想来阎王爷都不会收。”喜公公也不知穆子涵怎么了，突然就变了脸色。眼看着他进了景园，喜公公有点懵，他愁眉苦脸的回了城园。周瑾精神不济，抬头见他身后没有人，眯了眯眼。他不愿回。殿下，喜公公气急败坏道：“奴才去打听过了，太子妃前脚撞见了怀郡主，两人在街上发生了冲突，定然是怀郡主说了不中听的话，让我们太子妃恼怒了。他就说穆子涵多么顾全大局的一个人，怎么说不回来就真的不回来了。果然有小人出没。怀郡主只会装柔弱，何况咱们太子妃便是长公主，也曾在他那边吃了亏，后来每回瞧见怀都格外生厌。
周瑾的脸黑了下去，灯光下竟然有些扭曲。他嗓音格外轻：“你可有说姑吃了药，身子不适，需要他归？”说了，他没反应。喜公公，殿下您怎么就糊涂了？如今不是太子妃担忧不担忧的事，分明是咱们太子妃吃醋了。他打了个比方，若是有朝一日有个男子在太子妃面前转悠，转头找上殿下，说些似是而非的话，离间夫妻感情，您哪能不生气呢？周瑾想起来了，那个怀氏惦记穆子涵，恶心的他想弄死，这也是他要去淮南侯爵府的初衷。他了然明白了这件事的严重性，随后阴沉沉地问：“你是说有人不知死活得罪了他，为此害得姑被迁怒了？”听着有些怪，可喜公公又觉得没毛病。他重重点了点头。周瑾突然从床上起来，就要往外走。“殿下您去哪儿？快将外袍披上，可别冻着了。”夜色里，周瑾眼里闪着兴奋，他吃醋的模样应当格外有趣，姑得去瞧瞧。“喜公公，您再说一遍。”“殿下不可！”他追上去。这个时候太子妃正在气头上，您该去哄，得告诉太子妃，您心里眼里只有她。若还是哄不好，您得示弱，这才是夫妻相处之道。若不然就麻烦了。周瑾听到这里，鄙夷嗤笑一声，他觉得喜公公很不靠谱，还教他怎么当人夫。你一个阉人懂什么？第154章，总不能拿了好处还贪心别的。夜已深，穆子涵在木眼屋里待了许久，等他睡下，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出院子，没蹙着就没松开过。回了房后，他去浴室沐浴。小姑娘沐浴的时间很长，等泡好了澡，她又涂抹了香膏，一边朝寝房去，一边用棉布擦着发丝。她身上的寝衣有些紧了，尤其是胸那里，颈项雪白，香肩圆润，发间滴着水，往下淌，打湿领口，活色生香而不自知。门此时被人从外推开，凉风吹进来，她冷得一颤，丰腴饱满之处也跟着抖动。刚对上周瑾的眼，穆子涵抿了抿唇，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男人的视线变得格外烫人。他进来，关了门，去椅子上坐下，肆无忌惮地打量他的身段有多软，周瑾是知道的。穆子涵有些不知如何面对他，心思千丝百转，继续擦着发丝，猜不出来，索性不再去想。周瑾见桌上放着杯茶，茶盏上头有浅浅的唇印，应该是他先前喝的。他有些渴，端起来几口凉水下肚，腹中的火气才消了些许。周瑾也忘了来的目的，悠悠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反倒在程元和他同榻时就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穿成什么样了？好像他多不正经似的。”穆子涵语气平淡：“殿下怎么来了？我应当和喜公公说了，会在景园住上几日。”说着，想到喜公公之前的那一番话，穆子涵眼眸就燃起波澜。“殿下身子骨金贵，要是路上出了事，我可就罪过了。”他用簪子拨了拨蜡烛芯，让屋内光线亮堂了些。这会儿背对着周瑾，垂下眼帘，压下憋屈。“听说殿下又吐了血，我实在焦急。后来想想，总要习惯，毕竟蒙使早就说了，殿下只有半年的寿命。”他语气平缓：“殿下仁德，待您去后下了葬，入了土，百姓爱戴不减，您也会永远活在我心里。有些事该来总会来的，既然避免不了，那就学着去接受。殿下，您说是吗？”周瑾怎么小半日不见，比他还阴阳怪气的？都说孩子谁带久了就像谁，他不会把小姑娘教坏了吧？想到这里，他眸色亮了亮，嘴角的笑意不受控制的加大。周瑾更是忍不住的笑出了声。“过来。”他看着小姑娘的背影，“让姑哄哄你。”穆子涵转头去看他，灯光摇曳，他的眉眼格外温和，深邃的眼眸仿若也染上了星光。他一时间竟然分不清他是虚情还是假意。穆子涵很想将在被他捏得稀巴烂的药丸砸到他身上，质问周瑾，将事情摊到明面上，趁着今夜将一切说清楚。可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没说出口。这些日子，他毋庸置疑都是受益的一方。他呀，不是白眼狼。周瑾装病自然有他的用意，里面牵扯的太多，只怕非同小可。他既然选择了隐瞒，那他何必非要问个清楚？说到底，他不过就是没底气，因为这婚是皇上强塞给周瑾的，不是周瑾求的。指不定等一切结束后，没准两人的姻缘也走到了尽头，不然周瑾也不会不碰他。甚至他一直引诱自己喊他哥哥，可见早有预谋，是不想做夫妻。这么一想，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所以没必要太计较什么，他也要给自己留些体面。这些年哥哥的一直叫他有舍有得，有些人既然一开始不适合，注定不是他的，那他不会强求，总不能拿了好处还贪心别的。这么一想，穆子涵心里难免空落落的，眸色却清明起来。夜已深，殿下回吧。周瑾，可他才来。
夜里不好赶路，姑今日歇在此处。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一句：索性姑随你一道，也多待几日。毕竟咱们哥哥说了，城垣风水不好。韩丫头，韩丫头，外头传来刘老太的声音。穆子涵披上外衫过去开门，刘老太手里抱着棉被，这是前几日用棉花才弹好的，是新的。我想着你哥哥怕冷，姑爷应该也是怕的。你屋里的被子没这被子厚，便给你送来了。周瑾听到动静走过来，他一向在刘老太面前表现得很好。外祖母有心了，姑的确需要。说着就要来抱，刘老太怎么舍得这走一步都要喘的人劳累？使不得，使不得。说着，他催促穆子涵愣着坐身，快些抱去。殿下跑过来，可见是牵挂你。天色晚了，我就不进来了。想到这里，他就高兴。才回来1日，姑爷就巴巴的过来了。他呀，就盼着孩子们和和气气，姻缘顺遂。穆子涵怕老人家担心，也不好在外祖母面前表现的和周瑾疏离，他温顺的接过来，又念着天黑，外祖母若是没看清路，摔了就麻烦了。他不放心，让暗香送外祖母回去。等刘老太一走，穆子涵看向周瑾，就听他格外体贴说：“被子给姑。”换成以前，他定然不会答应，还会絮絮叨叨：“我来便是了，殿下快些坐下，你要少操劳，这些小事哪里需要亲自动手？”可这时，穆子涵突然问了一句：“挺沉的，殿下能行吗？姑还不至于断手断脚，是吗？”穆子涵把被子扔到他怀里：“既如此，殿下自个儿来吧。”周瑾顺势抱着，他还不忘记自己度病养子人设。周瑾很吃力地将被子放到床上，穆子涵真的要气笑了，他一下子竟然不知自己该有什么反应。他抱起另一床被子：“殿下既然要住，那就住着。”“你去哪儿？”穆子涵：“去茵茵那边歇。”周瑾拧眉，眼里闪过荒谬：“你把姑娘在这里？”他现在就想把怀轩掐死。殿下要是需要人陪，我喊喜公公进来，除非您现在身体吃不消了，实在病得厉害，这不是他擅长的吗？周瑾拳头微微合拢，刚放到嘴角，穆子涵总算知道周瑾咳嗽的模样为何熟悉了，因为和穆衍一模一样。他冷笑一声：“殿下不会又要咳嗽吧？”周瑾：“殿下不会还要吐血吧？”周瑾：“殿下怎么没捂住心口，说心绞痛了？”周瑾：“你都完说了，他还做什么？”第155章，人嘛，总会有那么些求生欲的。夜色寂静，窗外偶尔听到几声风笑，屋内只有周瑾一人。他要是还看不出穆子涵的反常，这些年也白活了。想到小姑娘方才将他堵得哑口无言的娇蛮劲儿，周瑾捏着茶杯的手不由加重力道，咔嚓一声，茶盏被他捏碎，锋利的瓷片割入皮肉。周瑾察觉痛意，缓缓低下头，伤口不深，食指指腹已溢出血珠，鲜艳而夺目。他浑然不在意，只是垂着眼眸去想，他知道了什么？除了装病还有别的吗？比如他从不仁德，反倒杀人如麻，应该是没有的，不然小姑娘看他的眼神定然透着畏惧和胆怯，哪有刚刚叫板的嚣张？周瑾丝毫没有被带到的心虚感，他也不觉得装病的事被穆子涵知道了会有不好的影响，换成别人自然是死人的嘴巴才严，腰间的刀但凡慢1秒出鞘，都是对将死之人的不尊敬。而穆子涵嘛，知道了就知道了，小姑娘还挺聪明，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在她厚颜无耻的面前装柔弱了。疯批周瑾思维本来和常人有异，到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费尽心思的去想是哪里让他看出了破绽。小姑娘试探的声音仿若又在耳边响起：“殿下会骗我吗？”那是从皇宫回来的时候，他最小心了，平时处事也谨慎，从不莽撞。城垣假山那一条路日走，明知那里有台阶，他却险些摔了。周瑾嘴角抽了抽，原来是试探他，可这些显然证据不足，他的伤和虚弱不全是演的。穆子涵就那般斩钉截铁，实在不应该。心烦，想不出，他眼底的戾气越来越浓。周瑾甚至想去房顶坐坐，吹吹凉风，清醒清醒。他从腰间掏出药丸瓶，想着每日吃1颗实在麻烦，不如一口气全闷了，反正不会断气。蒙石当初给了1周的量，昨儿今天共吃了2颗，周瑾索性全倒出来。他眸光一颤，只有4颗了，这下也彻底有了答案。表姐怎么过来了？柳茵茵来门瞧见穆子涵，很是意外，毕竟周瑾不是偷偷摸摸溜进来的，还是刘老太欢欢喜喜开了门请进来的。要不是老人家动作太快，穆衍不但不会开门，反倒会将门彻底反锁。过来和你睡，咱们夜里也好说说话。上次寺庙回来，这几日也不知你考虑的如何了。柳茵茵沉默一会儿，她猜测，不会是和殿下闹别扭了吧？轮到穆子涵沉默了。每次我娘和爹吵架，
就是抱着被子来找我的，只是我这会儿还病着，实在不能和表姐睡一屋。正好我在这里照顾你。可不行。柳英英很是不好意思，要是将病气过给表姐了，祖母准罚我。穆子涵只好默默地抱着被子往外走。景园还有空的屋子，只是没人打扫。暗香和琥珀睡一屋，他过去的话只怕太挤。小姑娘突然停下了脚步，明明是她的屋子，她为什么要让出来，导致这会儿竟无处可去？她憋屈地咬了咬下唇。韩丫头，身后传来刘老太悠悠的声音。穆子涵下意识背脊一僵，外祖母怎么还没睡下？不是让暗香送您回去了吗？翻来覆去睡不着，说来也奇怪，每次我这心里不踏实，你舅母和你舅舅就准吵架，多大的人了，夜里还闹着分房睡，我便就出来转转，只是去你舅母房外听了听，见里面没动静，我这才刚放下心，谁曾想转头就碰见你了。穆子涵，他有一点的无语。刘老太走过来，眯了眯眼，慈爱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语气不太好，可是姑爷赶你出的。穆子涵摇摇头，那是姑爷欺负你了。这一句语气显然比前面好多了。穆子涵继续摇头，他只是拨开云雾，看清了事实。刘老太在他面前耳提面命啊，殿下是个极稳重的，你当他给我送的药方是为了什么？那是敬重你这个妻子，我这个老太婆才跟着沾光。今日喜公公同我说了不少话，说殿下这些年多么的不容易，又说了殿下极爱护你。这公公莫不是唱过戏的，我听着都要听哭了。夫妻间拌嘴是常有的事，床头吵架床尾，一个和字刘老太没说出口，她差点忘了周瑾的情况合不起来。穆子涵最后是被刘老太送回房的，这厢周瑾刚猜出来，穆子涵就绷着小脸从外面不甘不愿地走进来，四目相对。这屋子是我的，我自然想走就走下，想留就留。周瑾顺着他道，你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这话，穆子涵的视线往下落在那几颗熟悉的药丸上，嘴角绷得更紧了。他张嘴语气很不经意道，明日殿下陪我出门一趟。有什么事吗？殿下既然一心求死，我看就不必麻烦礼部了，不如咱们提前做一套寿衣和定制棺材。是药3分毒，何况是这种拖垮身子的药，我不知殿下为何长期服用，可有些话总是得说一说的。我的嘴严并未和旁人提及，身边的婢女也不知情，这点殿下大可放心。周瑾突然没吃的欲望了，他眼眸深邃，仿若一汪寒潭，很认真地告诉他，孤死不了。你当自己是铁打的？穆子涵却没再说话了，眼眸去看向窗外，那里一片漆黑，月亮挂在高空，格外暗淡。这时候灯噗呲一声彻底熄灭，屋内陷入一片死寂。穆子涵蹙了蹙眉，脚步声传来，朝这边越来越近。是周瑾，他的脸被人戳了戳。你是第一个朝姑发脾气的。周瑾还从没跟人解释过。他又戳了戳，从边境回来，背后一直有人盯着。屋内的空气变得格外稀薄。周瑾继续说，太医院的那些太医没那么好骗，姑若不如此，早就露出破绽。等事情了结，也就不吃了。还想知道什么？毕竟人嘛，总会有那么些求生欲的。第156章，从今日起，我和殿下分开睡。估计带你去过竹林，你该知晓外祖是被冤枉的。穆子涵睁眼攥紧了被褥，殿下不必和我说的。行，那就说你愿意听的。世人都知穆衍是在宫宴被箭射中，这才中了敬腾的毒。都说敬腾无解，可敬腾是有解的。穆子涵猛然看向他，殿下什么意思？解药在哪里？当初蒙氏的祖父还在，他手里就有。你也知道，世代医家手里总要留些底牌。这是父皇并不知，你哥哥应该也不知晓的，但蒙老太爷偷偷给你哥哥吃了，却没半点效果，便思量着是伤口太深，离心脏太近，这才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周瑾眼里闪过晦暗，哪里知道他中的并非是敬腾，而是比敬腾要毒100倍，早就被禁不准在现世的毒名唤断顶。这事他那次见穆衍时就提过，只怕穆衍早已认命，也不愿掺和其中，所以没和穆子涵透露过半个字。穆子涵屏住呼吸，姑这次边境回来的途中，身边有人背叛给姑下的毒也是断顶。他半个字不提，那晚毒是他自己愿意喝的，一滴也不剩。这几年不少敌国虎视眈眈，皇朝从先皇登基起就重文轻武，老将军死后能在边境打仗的武将少之又少。你哥哥虽年轻了，但算是个能挑起大梁的，他中计后下一个就轮到姑了。这已经不是为了抢夺那一把龙椅那么简单，毕竟穆衍并非皇嗣。穆子涵果然如周瑾所料想的那般聪明，他惊恐所听到的浑身战力去分析，很快找出重点。真正通敌叛国的不是荣德侯府，而是另有其人。朝廷有人和敌国勾结，我哥哥是向敌国投诚的一枚棋子。见周瑾不说话，
他后背发寒，指尖更是发白。给殿下下毒，莫非是怕殿下要查荣德侯府当年之事？那些人准备斩草除根？可又不对，既然都中毒了，为什么迎亲那日还有黑衣死士？何必多此一举？他有些理不清，思绪也开始混乱，最后倏然一个机灵。殿下既然和我哥哥中一样的毒，为何你还敢服那种药？你刚才说自己不会死，这又是……他灵光一闪，可是殿下的血……周瑾见他话多了，莫名的松了口气。他没有及时回穆子涵，而是很有心机的问：孤战累了，去床上说。穆子涵给自己打起了地铺，既然想开了，两人情况本来也特殊，他也不好再和周瑾同榻而眠。殿下要是不愿多讲，也就不必细说，哪里需要说什么去床上这种话来堵他的嘴。从今日起，我和殿下分开睡。看他真的铺好了，背对着自己躺下，周瑾眼皮跳了跳。穆子涵的精神已格外疲惫，这事还没消气。穆子涵一顿，他和周瑾之间真正的矛盾从来不是这些。小姑娘嗓音低下来几分：我哪里敢和殿下怄气？周瑾选择了相信。殿下！外头传来季期的声音，往日平静无波的语调这会儿格外焦急。周瑾开门后，从他手里拿了一封信，打开看后，脸色大变，大步往外走。孤今夜不回了。穆子涵很少见他这样，可他的确需要慢慢消化周瑾方才所言。周瑾去了一处很平常的酒楼，无人知晓，那里做着生意的背后其实是他的一处暗桩。天已经很晚了，酒楼却没歇业。酒楼和京城的青楼隔得很近，很多没钱在青楼留宿的酒色之徒大多都会来这里歇下。多事之秋，不是让你少在京城出没。殿下，您的话属下自然是听的，可这不是您传消息让属下来的。周瑾倏然变了脸色，察觉他的反应，地上跪着的黑衣人跟着反应过来，是被骗了，只怕他的行踪也暴露了。他是殿下暗中培养的一波势力，每次周瑾想在死亡名册上划一下，就是他和兄弟们出手杀的人。除了他，兄弟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效忠的主子到底是谁。他们也是朝廷眼里怎么也抓不到的通缉犯。属下该死。周瑾却低低笑了出来，又出了叛徒，还真是野火烧不尽啊。季期从外面快速进来，只怕有人快追过来了。周瑾阴沉沉道：从父皇选择包庇，孤就知迟早有人会自乱阵脚，这是想要将功赎罪呢。杀了，来几个杀几个，不留活口，孤要把他们的脑袋送去喂狗。说到这里，他微微眯了眯眼，只怕他们不会因折损了人儿放弃跟踪你。殿下的意思是，既然来了京城，不如多待3日再走。屋内的两人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周瑾格外恶劣，翘了翘唇瓣，费尽心思让你来京城，为的就是引蛇出洞，却怎么也抓不到人，这得多废物啊！眼看着这里要不了多久就有打斗，周瑾今日穿的靴子还是成婚前穆子涵亲手做的，迎亲那日沾了血，好不容易才洗干净，他可不想又被污秽溅上。周瑾去了隔壁，他慢悠悠喝着茶等着。楼下有好几个醉鬼，脚步踉跄的要住宿，定的正好是周瑾所处的这间房，拍拍门是关着的，几个人骂骂咧咧去了空着的对面房间。周瑾闲着，听到他们那边扯着嗓门的对话：红俏姑娘好看啊，就是太贵了，要是得她一夜，我这辈子就无憾了。得了吧，你家媳妇母老虎一个，你哪次不是偷偷溜出来的？说话的人哭了出来：是啊，我那婆娘每次和我闹脾气就让我睡地上，每次不如意也让我睡地上，就连和隔壁的婆娘掐架输了照样让我睡地上。你不答应就是，还能让媳妇爬到自己头上了。教训他。我的确教训了，然后我没婆娘了。周瑾想嘲讽，不知怎么了，有点嘲讽不出来。这句话显然让人很伤感，另一个人也难过起来。我家那个是他自己睡地上，说是我夜里打呼太响，我心疼他，也就由着他。这女人格外口是心非，有回打扮的像个猴一样，问我美不美，我就告诉他丑死了，他嘴里说着没生气。好了，坏事了，他愣是打了1年的地铺，别说同榻了，如今就连碰都不让我碰了。这时候的周瑾眼皮一跳，总算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第157章疯批好学。外头的天色已经亮了，周瑾格外遗憾，这次来的只有7个人。季期和地上的潭州早有准备，先吞下解药，又在屋内撒了毒粉，只要吸入，浑身就使不出劲儿，甚至没弄出多大动静，很快就把所有人都解决了。潭州砍了最后一人脑袋，凑到季期身侧：这是什么药粉？怪好用的，回头你也给我弄些。季期冷冰冰的回复：早些年城中来了个采花贼，用迷药糟蹋了不少姑娘，别说姑娘，就是习武多年的大汉，吸一口也能倒下，浑身绵软无力，但意识会格外清醒。迷药挺变态的，中招的人只有被歹人为所欲为的份。当时周瑾将其捉拿归案，觉得那迷药不错，扔给蒙石让他改良的。毕竟这变态的东西，周瑾都想拥有。
两人没有多谈，谭周很快从窗口跳下去，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他得传信回去，让亲信速速将叛徒揪出来，在他离开京城时，好给周瑾一个交代。很快，酒楼就有人过来处理了尸体，将一切毁尸灭迹。季期去了隔壁，殿下。周瑾慢悠悠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季期闭住了嘴，正疑惑不解，他听到对面的动静。婆娘是自己的，讲些好听的话，让他高兴高兴，他舒坦了，咱们的日子才能舒坦。只是要说这哄人，咱可都不行，还得承袭肉4行的屠夫。是啊，他婆娘多彪悍啊，婚后都7年了，被哄得服服帖帖，两人和新婚夫妻那般如胶似漆，从没有过红脸。下回得去他那里取经。周瑾缓缓起身，好学的他面无表情地吐出几个字：去城西。城西那边很少有达官显贵会去，因为那边住的都是寻常老百姓，没有别的街道繁华，却格外有烟火气息。周瑾坐在一家2楼的茶馆，往下看，对面就是肉4行。这里的茶水味道不是特别好，他喝了一口没再喝。对面的动静他听得一清二楚。买半吊钱的猪肉，要肥多肉少的，可不能缺斤少两了。那屠夫瞧着很瘦，却格外有力，提着一把锋利的杀猪刀，用左手紧扣刀柄，右手拉起刀尖，割下一块肉来。一过秤，正好是半吊钱的猪肉。哎呦，厉害了！屠夫只是笑笑，没怎么说话。等肉卖得差不多了，有个提着篮子的胖妇人过来，拉着臭脸。屠夫见状走过去，怎么了？谁又给你气瘦了？胖妇人都有3个屠夫那么胖了，下巴都要瞧不见了。我今儿去买布做衣，竟然有人说我肥得像猪，我能不气吗？谁这么说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你哪里是胖，分明是丰腴，不要去听乱七八糟的闲言闲语，那些人一定是吃不起肉，嫉妒你呢。胖妇人狐疑，是吗？你不会骗我吧？我发誓，我从不骗人，你是我的小心肝啊。前面周瑾还听得津津有味的，后面一句话，他的表情差点崩不出。他是疯了才过来，这么肉麻的话有点油腻，他听着想吐。浪费时间，周瑾冷着脸准备离开。好巧不巧，就听到隔壁有女子的说话声。要不是我娘想吃许记的梅干，这城西我是绝不会来的。是荣安，他嫌许记门外的人多，就来茶楼等着，让奴婢去买了。他身边坐着的都是陪他一起来买的姐妹，个个围着他坐，好话不要钱的夸着，可见你孝顺。荣安，听说怀郡主昨日又送你一个手镯，你可真是好福气，怀郡主这般高贵的人物，也愿意把你当成手帕交往来。谁不知道咱们荣安命好？过些时日，淮南侯爵府的宴他收了请帖也去得。荣安听到这里得意的不行。对了，荣安，外头有传太子妃和怀郡主起了争执，这件事是真是假？荣安就等着他们问呢。毕竟这里的人身份和他差不多，家里在京城达官显贵面前排不上名次，也没有当侯爷的父亲。但他不一样，他认识侯爷的女儿怀萱，他在怀萱面前谄媚，可在姐妹面前难免会产生优越感。自然是真的，昨日我也在。荣安抬了抬下巴，为人抱不平，太子妃欺负郡主已经不是头一遭了。之前公主府设宴，太子妃说了难听的话，郡主都气哭了。你们应该知道，怀郡主品行高洁，便是欺负到她头上了，她都会选择息事宁人。说到这里，他哼了一下。那穆家女如今成了太子妃，可是嚣张得很，在殿下面前装得人畜无害，可转头在街上就诬陷郡主觊觎殿下。是，郡主曾对殿下有情，可那时男未婚女未嫁，也都是老黄历了。郡主如今被指给二皇子，定然也一心一意待二皇子的。太子妃心眼小，却抓着这点不放，非要为难郡主。你们说，这让郡主怎么做人，怎么面对二皇子？太子妃还放话说侯爷来了，也要给他下跪。听听，这都是什么话？这些话果然换来众人的唏嘘。这太子妃的心机竟这般深，不应该啊！太子妃可是穆将军的妹妹。是啊，我先前倒觉得太子妃很有穆将军当年的风范，和生父鱼死网破那份果敢，我很是钦佩。可没想到她私下是这种人。殿下当初命悬一线，是太子妃冲洗后才醒了的。可醒是醒了，也没见殿下彻底好全啊。荣安点头，穆将军残破之身，便是再好，也没精力法教导妹妹。他丝毫不知隔壁坐着的人动动手指就能让他去见阎王。别的不说，皇后对太子妃这般满意，就连心气高的长公主也维护太子妃，可见她笼络人心的手段高明着。这一句话吓得众人面面相觑，有胆小的连忙捂住他的嘴。知道你维护郡主，可这种话你怎么敢说？荣安无所畏惧，怕什么？难不成还隔墙有耳了？隔壁的周瑾觉得这一趟还不算一无所获，他脸上有了诡异的笑容，嘴里发出毛骨悚然的低笑。第158章，
姑一直以来要的都是和你做真夫妻。景园，穆子涵让人在屋里摆了张贵妃椅，就搁在窗下的位置。他铺了厚厚的毛毯，躺上去格外舒服。琥珀这时候从匆匆外面跑进来，太子妃，太子妃。穆子涵抬眸看去，怎么了？那个荣小姐摊上大事了。琥珀欢喜得很，让他嘴贱，这几日四处撒播说太子妃欺辱人，这回遭到报应了。就在城西的一间茶馆里头，尖叫声就差响彻半条街了。出了命案，如今官府的人都过去了，怎么一回事？穆子涵微微坐直身子，他死了。不，琥珀太激动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怎么阐述。周景是这时候回来的，光线洒在他身上，格外的俊朗无双。这事姑也听说了。季七嘴角抽了一下，到底好奇，穆子涵忍不住打听。周景在他边上坐下，那荣小姐也不知得罪了什么人，好好的喝个茶，眨眼的功夫，包间的门大开，7具无头尸体砸了进去。谁的尸体？周景还在调查，姑暂时道不清楚。季七，他还记得雾静琪用周景之前说的话，酒楼杀的人埋了吗？没埋的话送过去，埋了的话去挖出来送过去。季七下摆还有泥土，没错，他去挖的，尸体也是他砸的。他不是朝地上砸的，是往3个姑娘身上砸的。荣安没反应过来，就有血淋淋的尸体朝他飞来。季七默默退下，穆子涵听着都觉得骇人。然后呢？荣小姐倒是胆大，哆哆嗦嗦喊着救命跑下楼。周景丝毫没有心理负担，也不知怎么了，他刚跑出茶楼，7个人的脑袋像是从天而降。荣安察觉不对，仰头去看，死者眼睛瞪得大大的，脖子那里还在滴血，新鲜又热乎的滴到他脸上。穆子涵问，他吓晕了？被砸晕了？听着很离谱，但周景不至于骗他，他这是得罪了谁，竟被这种恶毒残忍的手段对待。恶毒残忍的周景无辜，谁知道呢？穆子涵大致听了来龙去脉后，就安静了下来，没有往常朝他盈盈的笑，细声细气地问，殿下，你要吃核桃吗？他的话显然是少了，也只是对周景少了。穆子涵觉得冷，就去里屋换了件厚实的衣裳，这里都是他的旧衣，竟然穿着有些紧了。穆子涵摸了摸脸蛋，又摸摸腰间的软肉，他不爱打扮，可到底是爱美的。琥珀，怎么了？奴婢在呢。隔着一道屏风，周景听到他慌张地问，我是不是胖了？琥珀仔细点看了会儿，太子妃压髻微松，雪肤唇红，本就生得貌美，这些日子在城园，殿下胃口小，厨房那边送的补品，为了避免浪费，有一半都被太子妃吃了。婚前的她略显消瘦，下巴也是尖尖的，婚后被养得极好，肌肤柔润似玉，圆润了不少，尤其身段愈发勾人，可同胖是沾不到边的，时常眉眼间嗔人的风情，青涩又娇美。您可别自己吓自己了。周景听到里面琥珀用比屠夫还夸张的语气道，要长的可全往该长的地儿去了，别的夫人可羡慕得很呢。不说别人，就那个怀郡主瘦得跟竹竿似的，胸前没有几两肉，也不知美哪里了。可您就不同了，不说别的，胸大，腰还比她还细呢，咱们这种啊，顶多就是丰腴。周景嗤之以鼻，这种话小姑娘能高兴？穆子涵想到周景就在外头，有些不好意思，细声细气道，快别说了。他从里屋出来时，嘴角是挂着笑的，视线同他对上那一刹那，嘴角的弧度淡了下去。周景，是的，他高兴。乐事还没停，穆子涵正要绕过在椅子上坐着的周景去拿他的小盒子，经过他时，周景一把将他拉入怀中，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腿上。琥珀眼珠子一转，红着脸连忙跑了出去，还不忘关上门。穆子涵被他突然这么一扯，动作大了些，他能感觉下面流得汹涌。他微微睁大眸子去看周景，男人墨色的眸子紧紧地望着他。你放开我！他要站起来，可男人铁臂桎梏着他的腰身。周景面无表情的，语气有些别扭，不放，谁让你是姑的小心？他停顿了2秒，干。见他红唇抿着，被这句话吓得咬出血来，周景凑过去探出舌尖吮去血珠。是谁的心跳乱了？穆子涵浑身一抖，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儿，猛地推开周景，从他身上起来，像是避免毒蛇猛兽般，他往后退了又退。就听一声闷哼，原来是小姑娘慌乱间按到了他胸口处的愈合的伤疤上，看着已无大碍，可吃着药丸，虽未裂开，可还是疼的。你没事吧？周景也不知他怎么这么大的反应。有。他没等来小姑娘的关怀，得到一句，那也是殿下自找的。周景是真没办法了，他头疼得很，姑的事昨日不是，却被他高声打断。我和殿下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从不是欺瞒。穆子涵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红的，他语气微微低了下去，像殿下这样的人，
若是身子无虞，娶的定然是高门显贵出身的小姐。您为了装病，连赐婚都应了，可见事情棘手。既然娶我只是权宜之计，殿下方才所为未免不太妥当。我不是多矫情的人，非要缠着您不放。等一切结束了，我会自请和离。既然是要和离的，您就不能动手动脚的，毕竟我以后还要嫁人呢。他说到这里，不舒服的哽咽一声。所以那些让人误会的话，您不要再说了。他其实很好骗的，会当真的。周瑾的脸沉了下去，他死死看着他，冷笑一声，倏然起身，大步上前，一个逼近一个后退。头一次见他如此，穆子涵有些害怕，撞上了案桌，避无可避。他身子往后仰，女子腰肢欠细软的不行，上半身无力的很快倒在了桌上。权宜之计？谁给你的错觉？是不是他太好说话了？所以穆子涵说的那些话，他没一个字爱听的。周瑾欺身而上，紧紧地贴着他，极具压迫感地感受着他的颤抖，抬手轻抚他通红的眼尾，他的眼里有翻滚的躁意。谁要和你逢场作戏了？姑一直以来要的都是和你做真夫妻。第159章，那不是眼罩，是月时代。这个姿势太暧昧了，他压在小姑娘身上，重得穆子涵差点喘不过气来，耳边有什么在嗡嗡作响。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脑中一片空白，试图在他眼里找出丝丝缕缕的玩味，可没有。他的眸子里一如既往的幽深，里面有个小小的自己，并不是在说玩笑话。皇上赐婚，他不知所措的轻声说出4个字，被男人打断。若是不愿，父皇就算下了旨，姑也能让他收回成命。他的事，谁也不能做主。周瑾凑近，鼻尖对上他的翘鼻，轻柔地蹭了蹭。姑从不会拿自己的姻缘开玩笑。穆子涵张了张嘴，可很快小腹处的汹涌让他回过神来，眼儿更红了。再不换上，只怕要弄到裙子上了。殿下，你起来。周瑾还以为他倒在桌子上不舒服，毕竟小姑娘娇气，刚站起身子，小姑娘就没了往前的稳重，像只兔子一样，这急忙慌的去抱柜子里的盒子。这个盒子周瑾很熟悉，是一盒子的眼罩，他用了许久，白日在书房弦外头光线太亮，用着效果很好。他拧眉，困了，要睡了。他把人拉住，既然要睡，怎么朝宫房的方向走？就听小姑娘焦急的哽咽一声，流出来了。他怔了怔，手腕被他捏得紧紧的，这会儿又急又气，也顾不得害臊了。我要去换月时代。这一句话仿若一道惊雷。见惯了大场面，不知杀了多少人的周瑾眼前一黑。京城的消息传得快，没用多长时间，荣安和尸体的事就被传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肉丝铺的胖夫人作为目击证人，又得了继妻的一笔钱，自然为办好差事，绘声绘色的将事情经过加以润色。对，我当时就在，听到隔壁茶楼的尖叫声，就觉得不对劲了。没多久，那荣小姐就慌里慌张的从楼上跑下来的，浑身上下可都是血，嘴里喊着救命，又喊着死人什么的。我瞧着她的脸色不对，又实在不敢上去看，怪吓人的。哪曾想，那一个个人头跟下雨似的，就往她身上砸呀！没瞧见谁扔的，我可都吓坏了。胖夫人一拍大腿，浑身的肉都跟着颤了颤。我就是纳闷了，那荣小姐家里是当官的，好端端怎么跑到西街了？西街的人可都是老实本分的，10几年都没撞上人命官司，怎么就这要巧，偏他来了就撞上了？和他一起的小姐可都当场就晕了，他倒好还能跑下楼来。这些话听着让人忍不住猜测怀疑，什么意思啊？胖夫人眼珠子一转，我寻思着，别是他自个儿杀的人吧？众人哗然，她不过是个弱女子，怎么可能现场也没瞧见作案工具啊？再说了，若真是他所为，为什么还要大喊救命？还有那人头又是谁砸的？胖夫人拍拍胸脯，许是还有帮手，就好为了摆脱嫌疑吧。说到这里，他又话锋一转，我前头都说了，这是我胡乱寻思的，随口说的话，你们可别当真，也别乱传坏了荣小姐名声。办案的是官老爷，他们会调查清楚，这死的是谁，和荣小姐又有什么恩怨？你们得去问问衙门，我一个寻常妇人可不懂这些。荣安不是嘴碎吗？靠着一张嘴，将怀轩说成了受害者，穆子涵成了施暴者。既然那么喜欢散播谣言，自然也要尝尝恶果。有些时候，真相是什么，往往不重要。尤其这件事扑朔迷离，线索早被继妻清扫得干干净净，谁也不知周瑾去过西城。荣安隔壁的包间有人过去喝过茶，但官府查到了一件事，死的那些人身上的暗纹和当初太子成亲路上遇到的黑衣死士一模一样。那这些也是死士。重要的是八卦带给民众的快感。很快，胖夫人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离谱，说什么的都有。荣小姐没准
和死士有牵扯。荣家老爷也只是个小官，哪里有本事养死士？这是要造反不成？荣家没这个实力，可淮南侯爵府有啊。荣小姐和淮郡主关系可要好得很。如果真是这样，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当初街上殿下遭暗杀，没准就是淮郡主因爱生恨，要么往深了去想，就是二皇子要杀殿下啊，很离谱。再也没有人去在意那些死士是谁杀的，也没人在意是真是假，谣言满天飞。淮南侯听到这个事，吓得连滚带爬去皇宫，跪到端墨皇面前，发誓他并无二心。端墨皇淡淡道：“一切刑部会查，你若是清白的，怕什么？”周瑜也要发誓。端墨皇看他一眼，不用多言，你没这个本事。周瑜觉得他被侮辱了，这比陷害他所为更让他难以接受。端墨皇让这两人离开后，发了很久的呆。桌上那堆成小山的奏折，一份都没批阅。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寂，有怒，有惭愧，更多的是悲凉。背脊微微弯曲，偌大的宫殿传来他的声音：“太子这几日都没进宫巡镇，你说朕可做错了？”心腹公公吓得跪倒地上。皇上心系江山社稷，自然有舍有得，奴才不敢妄言。端墨皇叹了一口气，死士的事不为他做主，他应该是怨朕的。只是他没想到后面还会牵扯出这些事来。外头传得多么乱，景园还是一片祥和，长眼睛的都能看出小夫妻之间的不对劲。昨日穆子涵还对周瑾爱答不理的，今儿吃饭都坐在一起了。小姑娘眼儿弯弯的，冲人说话时语调都格外婉转好听。今晚煮的鱼格外鲜嫩，穆子涵先前吃了不少许记的梅干，也不饿，夹了一块，细细的挑好刺送到周瑾碗里。他又加了几样自己觉得味道不错的菜过去，然后发现桌上的人都看了过来。本来不觉得有什么，可他突然有些脸热，筷子一转，将那道黄焖鸡翅送到慕言碗里。哥哥，他刚出了个声，慕言语气平淡：“难为你还记得我。”第160章，孤比你想的还要渴望你。穆子涵尴尬，只好连忙找了个事转移话题：“我听说黄姐过些时日要去江南那边小住几日，可是真的？”自从知道她当做宝贝的眼罩是月氏戴，女人私密用来垫下面的，周瑾就很受打击。他不能接受，做什么都没劲，提不起精神，想死。他还不能说，因为很丢脸。周瑾抑郁了一下午，这时嘴里突然有了笑，他意味深长地看向慕言。他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是这几日才定下的，黄姐在江南那边有宅子，姑想着多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他不会做人，但格外会戳别人心肝子。毕竟京城挑不出适合的驸马，就去江南找找，总能挑到合适的。慕言吃饭的动作一顿，他本来就没什么胃口，这会儿更是难以下咽。知道周瑾是说给他听的，他神色如往常般，看不出任何情绪，缓缓对上周瑾含笑的眼，温声道：“殿下说的。”他咽下苦涩，即是。慕言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姑爷。他面色苍白的看向穆子涵：“昨儿才说回来住，如今殿下来了，你可要同他回去了？还以为你能留下来多陪哥哥几日，果然出嫁了就是别人家的了。”穆子涵还记得慕言连墓地都找好的事，他根本不想回城垣，就想多陪慕言。不回去。慕言，那殿下怎么办？他温声道：“景园太小了，殿下身份尊贵。”周瑾果然，他讨厌慕言，男人懒懒散散，故意恶心人。我也想和娘子一道住下，多在哥哥面前尽尽孝呢。慕言眉头一紧，宝贝妹妹嫁了个什么玩意？穆子涵总觉得两人之间的气场有些古怪，可饶是他再聪明，也猜不出来少阳和慕言有过一段。回屋沐浴后，小姑娘慢吞吞地擦拭着头发。等她处理妥当后，周瑾已经洗好在榻上躺着。见她迟迟不来，周瑾悠悠：“不会还想着打地铺吧？”穆子涵想到中午发生的事，就一阵的耳热，他心跳得很快，一步一步走过去，故作镇定道：“我睡里面。”周瑾屈起腿，让他爬上来。床上有两床被子，一个是刘老太昨日给的，一个是他平常盖的。穆子涵嫌热，自然盖的薄的那条，另一条就是给周瑾的了。周瑾的病是自己做的，可到底是真病，也应该盖厚的那条，穆子涵念着，也就没有收起来。他将自己身体埋进去被褥，中午的事其实到现在了，还没彻底消化。平时也不是没躺一张床上过，可这次他格外害羞。床不大，两人睡在一起，虽然不挤，可还是束手束脚。穆子涵甚至能听到他的浅浅呼吸。他不知周瑾睡没睡，反正他睡不着。他攥着被褥，精神却格外亢奋。小姑娘一下子摸摸耳朵，一下子翻个身，小动作特别多。最后他蹬了一下被子，慢吞吞趴到周瑾耳边：“殿下。”
他有些扭捏，也有些不好意思，可心里痒痒的，总想着问个清楚。可是我头一次去东宫见你，你就觉得我挺好的？毕竟在此之前，他和周瑾没有交集。周瑾沉默了一下，没有。第一次看见他，周瑾就想着小姑娘的脖子很细，应该稍一用力就能掐死，咔嚓一声，一定很好听。后来从季期嘴里得知，在他昏迷的日子里，端墨皇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不日后就要完婚。一听是慕衍的妹妹，疯批就觉得晦气。他想过怎么让她死得痛快，可小姑娘过来给他抄写的佛经，字写的真的很丑。可他特别认真，像是努力写了，他就能受佛祖庇护，长命百岁。但怎么还有错别字？这不得不引起疯批的注意。于是他每日乐此不疲地找他的错别字，再后来变着法的为难他。可没想到小姑娘从来没抱怨一个字，反倒很认真地告诉他：殿下，我会恪守妇道，日日缅怀亡夫。周瑾扭曲了，可他懂事听话，他日后也总会娶妻。疯批就觉得穆子涵挺好的，养个小姑娘也不难，高兴了逗逗，应该格外有趣。可慢慢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对她有了欲，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小姑娘无疑是漂亮的，可曾围着周瑾转的女子，模样也不逊色，但他从未对别的女子有过这种感觉。可这些话，周瑾不会傻到告诉穆子涵。也不知怎么了，经过那么一遭，从他嘴里说出来和离两字，周瑾还真的怕了。他聪明的偷换概念说：姑觉得你格外特别。穆子涵不好意思的嘴角往上扬，他心里甜得冒泡泡，又怕周瑾见了笑话他没出息，索性转过头面对墙壁，轻声道：熄灯吧。啧，现在就知道使唤他了。周瑾哼笑一声，懒洋洋站起来，将屋内的灯都熄灭了。屋内彻底暗了下来，周瑾将厚被子往边上踢开，伸手将缩在角落的媳妇连同被子一同抢了过来。殿下，和八抬大轿娶进门的娘子睡一个被窝，没毛病吧？穆子涵蹙眉问：那你不冷吗？周瑾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他明明怕热得很。也就是有了穆子涵，他在的地儿都会点炭火。他撩开被子躺了进去，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怕，抱紧些就不冷了。说着，使坏地摸他的脸，亲他的嘴，又去捏他柔软的小腹。小姑娘被亲得气喘吁吁，周瑾叹了口气：睡吧。穆子涵没想到又是这样，明明都说开了呀。他也不愿自己再胡思乱想了，忍不住的轻声问：每次为什么殿下总是不继续下去，同我做正常夫妻间该做的事？这句话说出来，周瑾的身体有过片刻的僵硬。穆子涵不用等他回复，就隐隐约约找到了答案。他有些恍然：对不起，他之前去医馆是见过有男子专门去看，房事不行的。他想周瑾之前带兵打仗，可见身体是极好的，想来是伤身体的药磕得多了，有副作用。可见周瑾有多么豁得出去，他背负的事情有多沉痛。穆子涵很懂事的连忙道：我不该戳你痛处，下回不再提了。周瑾的脸色转黑，他又道：有病了，回头我们慢慢治，治不好也无碍的。周瑾真的气笑了，看来说的不够清楚。他拉着小姑娘的手，没有戏耍你，也没有不要你。望着他幽深的黑眸，他有些怕，下意识要缩手。周瑾却按着他，不让他躲。他把头埋到他脖颈处，估值会比你想的还要渴望你。第161章，我不能没了哥哥后也没夫君了。周瑾哄着小姑娘，半推半就让她用手帮自己疏解了一回。屋内重新点上烛火，穆子涵的手酸得厉害。周瑾端来水盆，取来帕子，自己给她擦洗。他这会儿心情好，格外舒畅，眉眼带着艳。我自个儿来，别动。等洗干净了手，周瑾端出去倒时，穆子涵像是想到了什么，他连忙撩开袖子，手工纱还在，所以这也不算圆房。周瑾回来后，就见他对着白的刺眼的手臂发愣。他上床把人搂在怀里亲了亲，断顶余毒未解，又日日吃药丸维持病弱之躯，没法碰你。就算不解释，穆子涵都知道他很行了。他突然也不是很想圆房了，挺可怕的。周瑾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带着这种心思，他在床上躺好。屋内的灯再一次被关上，他被人揽入怀中。穆子涵到底还是未经情事的姑娘，刚刚已经是打破她的极限了，这会儿默默地将柔衣往她衣领处擦了擦，试图将属于她的气息抹去。姑留下的都洗干净了。如今听他说些不正经的话，他连忙用手去捂住他的嘴，可刚捂住，又想起这只手遭遇的经历，又放了下来。就听他哼笑一声，刚刚拿话击姑不是挺能耐的，如今怎么就嫌弃姑了？我困了，要睡了。穆子涵羞愤欲死，不想再听他说这些。好在满足的周瑾没有再说什么。周瑾身心愉悦，这是他没有过的体验。在军营时，曾听士兵说起过不少荤段子，
他向来嗤之以鼻，却没想过有一日，他想死在小姑娘柔软无骨的掌心上。没想到他机关算尽，最后苦的是他自己。周瑾喉结滚动，第一次生出早些解毒的想法。也许是真的累了，没过多久，小姑娘就睡了过去。他陷入了梦魇。梦里的他身上披着丧服，处在郊外那座亭子，近年来无人修葺，早已破旧不堪，墓地上摆着一口棺材。风呼啸着，形如孩童哭泣。除了他，没有别人。他踉踉跄跄地跑上前，死活不信哥哥死了，非要开棺。然后他看见了属于慕言的脸，不再是记忆里温润的模样。他早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面庞僵硬，已经死了很久了，七窍流着黑色的血，黏腻的黑血这会儿正顺着棺材缝儿往下滴，很快濡湿了他的裙摆。穆子涵猛然惊醒，浑身上下都是冷汗，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怎么了？周瑾见情况不对，拍着他的背，做噩梦了。见他惊恐的表情，周瑾眉头紧缩。小姑娘突然从床上起来，鞋子也不穿，就单薄地跑了出去。周瑾沉了脸追上去。去哪儿？周瑾帮他穿好鞋，地上不凉。他眼睛红红的，红唇一张一合。哥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他像是吓着了，眼泪滚落，踉跄地往前去。喃，哥哥。周瑾照顾孩子似的，用毛毯把他裹住，深吸一口气。行，姑陪你去，慕言丢不了。他拉着穆子涵的手就要出院子，可穆子涵却带着他朝墙那边去。朝一处轻轻一推，周瑾才发现这里有个小门，方便出入。屋内慕言已经睡下，穆子涵趴到床边，安静地看着，有呼吸，没有流血，没有出事，哥哥还在。他的心大起大落，非要亲眼看了人才能松一口气。可不知怎么了，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掉。梦里的一切太真实了。其实周瑾白日看见慕言吐血，那血的颜色已转黑了，最多只有半个月了，也许更少。不过死了就死了，和他有什么关系？顶多就是逢年过年上支香。可看见小姑娘哭，又怕把人吵醒，捂着唇无声哽咽。他耳边又充斥着少阳的声音：阿弟，你可认识慕言？穆家虽不起眼，可生的儿子实在出挑，靠着本事得老将军青睐，这次带兵打仗又立了一等功。听父皇的意思是准备提拔他了，也是老将军走后，总要有人继承他衣钵。我这次去郊外见着他了，下了好大的雨，他坐在亭子里，见我过去躲雨，就把亭子让给我了。倒是会避嫌，没伞，也不愿意同我待在一处，宁愿淋湿离开。我气坏了，质问他，可是共处一处委屈他了。这京城只有跑的公子哥多了去了，他倒好，跑得挺快。阿弟，慕言挺好的，我觉得他很好。这木偶像我吗？不准摸，只许让你瞧一瞧。最后成了他故作坚强的一句口是心非。阿弟，我和他没关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也许我也没那么在意他，我只是难受遇不到更好的人了，再也没有比他好的人了。周瑾从不是会怜悯的人，别人的生死他不在乎，便是他每次将自己弄得半死不活时，都抱着一个心思，蒙时能救就不回拉倒，反正活着也不是很有意思。可这时看见小姑娘抽抽搭搭的，还不是为他哭，周瑾莫名烦躁。他在想一件挺可怕的事，慕言如果死了，穆子涵是不是得哭得更厉害？穆子涵泪眼婆娑的朝他看来，殿下，你能救我哥哥吗？他说得很急，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和上回那样。你帮帮我吧，日后让我做什么都成。说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魔怔了。慕言的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周瑾便是再厉害，哪里还能次次都能用血让他转危为安？有的时候贪婪不了。穆子涵瘫倒在地，他的心跳得很快，梦境里的恐惧还在滋生。哭什么？姑又不是不答应。周瑾弯下身体，就这么看着他。你说的，做什么都成。他笑，行啊。虽然救人没有杀人让他有满足感，可只要他想做，阎王收不了。穆子涵哭得更厉害了。可你的身子吃得消吗？他很小声地说，我不能没了哥哥后也没夫君了。第162章，你后悔了吗？第二日下起了雨，雨势不大，可丝毫没有渐停的趋势。慕言这几日醒得早，他坐在轮椅上，身上披着厚厚的毯子，坐在门外观雨。昨日周瑾的话到底还是影响到他了。他盼着少阳能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可想到有人可以做他不能做的事，亲他，占有他，和他相伴到老，慕言装的再好，又哪里真的无所谓。雨滴答滴答的下着，他的心格外平静，平静的似一潭死水。外头冷，风一吹，雨就往这边来。少爷，回屋吧。不妨事。慕言轻咳几声，说话有气无力。周瑾穿过小门，慢悠悠走过来。阿吴的眉头皱了又皱，还想说什么话去劝慕言，
就听有人开口：“也是，毕竟这样的雨景，若不再看看，只怕没机会了。”穆衍温声问：“殿下有什么事？”“自然过来看看你。”周瑾语气悠悠：“看过了，没什么好看的。”穆衍抬眸，苍白的脸没有半点血色。阿吴退下后，一时间这里只有他们两人。周瑾，你和我透个底。他问：“荣安的事，可是你所为？”周瑾嘴角的笑没散，一路走过来，他没撑伞，衣服发丝有些湿，可他却丝毫不在意。他没反驳，意味承认：“我梅子涵那么好骗，皇室中人大多心性凉薄。你若是让人牵着鼻子走的性子，这太子之位怎能坐得稳？想来和二皇子之间，并不是如表面上那般兄友弟恭，便是同一个母亲生的，亦会相互残杀。何况周瑾是皇后所出，周瑜的生母是熹贵妃，荣安是罪有应得。即便周瑾不插手，穆衍都会想办法收拾。”他继续道道：“拖累了淮南侯爵府，牵扯到了二皇子，殿下这一招实在妙。”周瑾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穆衍微笑：“死士的事至今扑朔迷离，可刑部那边有我认识的，听说案件已结案，可见查出了些什么。只是我不明白，怎么还没放出消息？”周瑾剥了一块糖，那是木子涵屋里抓的，扔到自己嘴里。他是讨厌穆衍的同时，还挺欣赏他的脑子，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周瑾将糖咬得咔嘣脆，漫不经心道：“有父皇要保的人。”说到这里，他玩味道：“不如猜猜是谁？”穆衍眼里闪过滔天骇浪，他是知道端墨皇对周瑾多疼爱的，可没想到周瑾险些丧命，他会选择不追究。穆衍可不愿去踩这趟浑水，他权衡利弊，如此也好，一再的提醒皇上，让他对你有所亏欠，这样殿下死后，皇上定会帮着照看子涵。周瑾嘴角一扯，可真是姑的好哥哥。穆衍被他叫的鸡皮疙瘩掉一地，两人就站在门外说话，可没说几句，穆衍的身体就受不住了，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吐出来的血都是浓稠的黑。周瑾很爱惜他这一身袍子，丝毫没有心理负担的后退。穆衍明明疼得不行，可他面上不呈现半分，他用帕子狼狈去擦。穆衍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阿吴也知道叫大夫没用，手忙脚乱的跑过来伺候，反倒是穆衍漱了口后又对着雨天发呆。周瑾走近，居高临下的看着穆衍：“宫宴那会给他挡箭后悔了吗？”嘴里的他就是端墨皇。穆衍所为在周瑾看来就是蠢，别人都知道跑，就他傻的往上冲，一世英名有了，命也没了。穆衍神色微僵，就听周瑾嘲讽：“姑要是你，就该将兵符捏在手里，用边境和百姓的安危去桎梏帝王，权力大的让他畏惧。那时即便有妙影大师流的话，父皇也不敢在你面前提冲洗一事，也不会到最后妹妹都护不住。好在没嫁错人，他这个疯批就是比别的体贴妻子。”也不怪周瑾冷漠，当初因为穆衍救驾有功，端墨皇感动得一塌糊涂，脑袋一热，做主将邵阳赐给他。后来得知穆衍剑上有毒，此生废了，太医都束手难策，不免又后悔了。帝王心便是海底针，后悔又不说，等着穆衍自己主动去请他收回成命。果然穆衍和端墨皇想的一样懂事，他说不敢耽误公主。帝王一诺千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怕留下诟病，开玩笑般随口许诺姑和穆家大小姐的婚事，口头之约随时可废。要不是后面出事，端墨皇定然不会再提及。你瞧瞧，才过去多久，宫里那位惦记过你几回？他觉得这天下都是他的，理所当然，谁都该给他卖命。穆衍，你后悔了吗？穆衍身体有过片刻的颤抖，事情都发生了，说这个其实并没有意义。别的不论，皇上是个好帝王，若他出事，天下怕是不能太平。在边境待久了，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老将军生前所留下来忠君报国的教诲，谁都贪生怕死，可我不能。穆衍垂眼，倒是说了实话，3年前的我没后悔过，可若是如今让我选，我只怕不会出手，还不算没有救。周瑾面无表情地往回走。还有一事，穆衍把他叫住，当年我便发现，朝廷只怕有人和敌国勾结，宴会行刺之人和之前试图混入军营的奸细是同一拨人。他从没跟人提起过，不过就是没有证据，又怕惹上是非，遭来祸端。那时的他担心护不住穆子涵。周瑾一听这话，突然又有了兴趣。你猜猜，和敌国勾结的是谁？穆衍抬眸，谁都有可能，但绝不是荣德侯府。周瑾倏然看向他，嘴角玩味的笑意散去。少爷，要煎好了。阿吴这时端着要过来。穆衍没去看周瑾的神情，将要一饮而尽。外面的确冷，他有点熬不住了，正要让阿吴把他退回去。周瑾从袖子里取出药瓶，扔到他怀里。这是……穆衍打开瓶塞，从里面倒出一颗红色的药丸。他闻了闻，有鲜血的味道。他猛地攥紧瓶盖，药王谷竟还有幸存的药人。
想要活命就吃下去，问太多就没意思了。第163章，世上再无要人。周瑾孤孤冷冷地站着，再也没有了往日里假装出来的温柔。他黑眸沉沉，里面藏着丝丝缕缕的死寂。死了的确可惜，慕言，你这样的人，加上孤这样的人，合力将京城的水彻底搅浑，将那些恶心的畜生一个个踩在脚底，肆意蹂躏，应该是极有趣的。孤等着你的身子治好，感激的废话就不必说了，不如100年之后替孤向岳母道声谢，她生了个好女儿。说完这句话，他再也没回头，就这么走了。慕言眼眸剧烈颤抖，眼底的神色却逐渐清明，手里的药瓶变得格外烫手。他其实很早因为邵阳留意过周瑾，但从没有过交集。可4年前，陈国公犯了科考舞弊案，是周瑾去抄的家。他正巧路过陈国公府，就听说里面竟然搜出一个早就被折腾得半死不活的药人。消息一放出来，所有人都沸腾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能想到还有药人活着？陈国公甚至没在外透露过分毫。那些钟鸣鼎食出身的人都想来分一杯羹。慕言当时就站在门口，他看着药人经脉寸断，浑身没一块好皮肉，一心悲戚求死，可为他过来的人全都虎视眈眈。周瑾提着剑，浑身冷厉，一言不发，结束了药人痛苦的一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将药人的尸体烧了，骨灰扔到了河里，剑下还在滴着血。他看了眼人群，为了贪欲，喝人血，吃人肉，把人折磨致死后连骨头都不放过，磨成粉用来入药。30多年前的荒唐事还不够吗？生而为人，还望诸位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那时慕言听到周瑾语气格外冷淡，从今日起世上再无药人。想到这里，慕言沉沉地叹了口气，这药瓶应该就是当时从陈国公府搜出来的。周瑾刚从小门那边走回去，就撞上了小姑娘，他也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都听见了。穆子涵把暖手炉往他手上送，听见了。周瑾眉一挑，没想到他这么平静，可仔细去看，因为昨夜哭过，眼睛这会儿都是肿的。好像只要碰到他在意的人，小姑娘总会方寸大乱，平常又格外镇定。比如这时，他仰着头看他，皇上是位好君主，只是听你方才所言，怕不是个好父亲。我不知其中可有苦衷，也不愿去论是非。可那次街上谋杀，死了那么多的人，他说会为殿下做主，他没做到。他答应过母后，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无辜惨死的冤魂一个交代，可他仍旧没有做到。是什么能比亲生儿子的安危还重要的？难不成端墨皇对周瑾的好只是假象？周瑾听他说这话，仿佛被戳中了笑点，他忍不住笑得肩膀跟着抖，最后用穆子涵手里的帕子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穆子涵看他这样，莫名心情沉重，他低声道：殿下明明很难过，为什么还要笑？小姑娘，你哥哥没教过你，这世上人心叵测，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最会下棋吗？他笑容说收就收，语气凉飕飕的，谁都是他棋盘里的一枚棋子，废了，没有用了，即便舍不得，也会在大局面前说弃就弃。可惜了，周瑾不是任谁都能摆布的，端墨皇的选择，他也并不意外。穆子涵明显一愣，穆衍从不会和他说这些。他抿抿唇，听他说哥哥昨夜又哄着他喊了一次又一次，这会儿头脑一热，点头，现在交了。周瑾掀开眼眸，这会儿是真的乐了。那红色丹药并非是周瑾的血研制的，一是时间太短，研制丹药所需的药材一时间也难寻，并无时间准备；二是穆衍的身体也等不了。也诚如穆子涵所想，便是有时间准备，周瑾现在的身体也遭不住日日放血。他身上有2种毒，一是断顶，二是每次中午吃的药丸。因他体质特殊，身体虽说一直是平衡的状态，可血到底是含有毒性的。上回去诬陷小姑娘烧得太厉害，周瑾别无他法，给她喂了血，后面下了船后，也在小姑娘的吃食里面放了些解毒的草药，这才不至于出事。而上回救穆衍是没办法了，不得不如此。蒙时后面又开了药方一直吃着，可若再来一次，只怕没把人救好，反倒送去阎王那里报道了。而他今日拿出来的丹药，的确是药王谷药人留下的，是昨儿夜里周瑾命姬妻去取的。药王谷的事，穆子涵也有所耳闻。为什么那次周瑾用血救穆衍时，邵阳会大发雷霆，命在场的人不准走漏半点风声？其实那次他就有些许猜测，只是不敢去深思。30年前的一场火灾，将药王谷烧了个干净，满山的药材尽毁，药人被捕，成了权贵之间竞相争夺的物件。活生生的人，因为血肉能治百病，传闻中更有吃一口堪比唐僧肉的说法，就成了别人豢养的食物。歹毒到了极致，周瑾手里怎么会有？或者更准确的来说，他和药王谷的人有什么关系？穆子涵很想问，可昨夜他从季琦手里拿着到手的药瓶后，
眼里情绪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时，他竟然有种荒唐的错觉。如果他问，周瑾定会说，可答案显而易见，就是血淋淋的伤疤，扯一次疼一次，注定鲜血淋漓。淮南侯爵府为了这次的宴会下了不少功夫，京城里头能请的人都请了。这一天来了不少人，府外停满了马车，便是街道也格外拥挤，路人路过时都忍不住驻足一二。也不知今儿荣小姐来不来？自然不来，上回的事都差点把人吓疯了。这可说不准，毕竟侯爵府的门第，谁不想来的来攀一攀？有人嗤笑出声，示意大家去看站在门口迎客、笑容得体的侯夫人。侯夫人哪里还能准许女儿再和荣小姐有往来？怀郡主又一向听母亲的话，且看着吧，以后定是路上见了也不会打招呼了。的确不会打招呼了。即便侯夫人没说，怀轩也不想理荣安这个蠢货了。第164章，姑应该还算有天赋的，他是利用荣安，有意让穆子涵名声扫地。毕竟那样恶毒的人，何能站在殿下身侧？可没想到会被反噬。他抽空问婢女：“殿下怎么还没来？”奴婢不知，外头也没瞧见东宫的马车。怀轩惆怅，能看见周瑾，他无疑是欣喜的，可想到要看见穆子涵，他又很不舒服。让他很不舒服的穆子涵，这会儿还没出发。他刚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沾着面粉。原本是想进去帮忙的，可舅母觉得他越帮越忙，就被赶出来了。他完洗手回去，就瞧见周瑾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面色透着病态的白，手里拿着刻刀，膝盖上放了块木头。这是哪里找来的？哥哥都藏起来了，便是阿吴都寻不得。周瑾语气格外轻蔑，便是在京城丢了1文钱，姑都能寻出来。信不信？穆子涵信不信？季期不知道，但季期信，因为周瑾真的找过，是上回收到那边的信时发病所为。小姑娘半蹲下来，看了许久，对着粗糙不堪的半成品木头，艰难地分辨不出他刻了什么。殿下刻的什么？周瑾看他一眼，没理他。穆子涵改口：夫君要刻什么？姑养在东宫的狗，那条瘸了腿的狗。穆子涵见过，他在穆衍身边待久了，即便没拿过刻刀，也知道周瑾的手法是错了的。他正要纠正，就听前一秒还很耐心的男人啧了一声：“姑应该还算有天赋的。”木子不能打击周瑾的积极性。周瑾，回头刻个你。不了吧？换来一阵沉默。偏偏有人不怕死。蒙石这些时日就住在景园，他走过来，伸长脑袋看了一下，自以为是聪明的开口，语气虚伪又夸张：“殿下这是刻自己呢？真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真是太像了。”周瑾一个用力，木头被他刻成2半。不知怎么了，蒙石背后凉飕飕的，觉得掰断的是他的脑袋。穆子涵一个没忍住，笑了出声。周瑾的脸色黑了。蒙石察觉不对，转头就要撒腿跑，可他这时候看见了喜公公，死也要找一个垫背的。他把人拽到跟前：“你过来看看，能瞧出这是什么不？”喜公公记得有段时间，周瑾也不知怎么了，学起了雕刻，全都是对着那条狗刻的。他眼珠子一转，很会拍马屁，怎么瞧不出来？这不是咱们东宫的阿黄吗？殿下若是思念了，回头奴才就去东宫把他牵出来。不是。蒙石裂开了，你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周瑾将刻刀扔到一处，冷淡地看向穆子涵。小姑娘丝毫不见惊慌地和他对视，他还冲他弯了弯唇瓣。周瑾转头看向蒙石，蒙石一个哆嗦：“我。宫里传来消息，皇祖母身上恶臭至今未除，姑实在忧心。可这几日手使不上劲儿，那10份佛经实在抄不得，看来又得麻烦你了。”10份？周瑾弯了弯桃花眼，也是10份太少了，不足以表达姑的孝心，那就20份吧。说着，他哀愁悠悠道：“怎么了？可是姑为难你了。”一听这话，蒙石猛地给了自己一耳光：“让你嘴贱，让你嘴贱！”许是看他太惨，穆子涵心有不忍：“我们何时出发？可别去得太迟了。”喜公公谄媚道：“马车早就准备好了。”周瑾躺在椅子上，病恹恹的不想说话。要不是小姑娘在这里，他又人善，蒙石都能去见死去的太爷爷了。不急，他是去收拾人的，可不是早早眼巴巴去了给怀家撑脸面的。喜公公继续谄媚不已：“对，咱们和怀家又不沾亲带故，去这么早做甚？您和殿下过去，都是他们在脸上贴金了。”又磨蹭了许久，他和周瑾才慢悠悠地走出景园。算起来，这是穆子涵第一次以太子妃的身份出席。他检查了一下妆容，谨慎又很懂事地问：“我曾和怀轩有过冲突，只怕怀家人会耿耿于怀，需要注意什么？”喜公公看向他：“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注意？该注意的分明是怀家人才对。先前西家办宴，殿下以公务为由推脱，要不是念在西家老太爷亲自过来请，殿下可不会过去。”说到这里，他皱了一下眉。
这怀家推不会办事，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没出门，老奴就不痛快了，竟然不把殿下放在眼里。他一愣，总觉得这个阵仗不是去吃席的，是去干仗的。周瑾玩着他的手指，若是有人没长眼惹你了，就把和咕叫板的劲儿撒出去，不太好吧？穆子涵毕竟是去做客的，别把自己当客人。这句话让穆子涵的心蠢蠢欲动，他抠抠手心，又抠抠周瑾的手心。怎么了？小姑娘苦恼道：我之前在街上放话，说淮南侯爵见到我也得恭恭敬敬跪下来向我请安，如今京城都传遍了，一般没有特殊情况，淮南侯行小礼就行，可不用跪啊。穆子涵，今日过去，定然很多人看着，淮南侯只怕也存了一肚子的气，他后悔了，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周瑾还以为什么事，今天心情好，淮南侯高低也得磕几个呀。这时候已经到了用饭的时辰了，淮南侯在门口等了又等，没瞧见周瑾过来，还以为他不来了。淮南侯夫人脸色也不太好看，老爷，这么多人知道殿下收了咱们的请帖，殿下突然又不来了，那些夫人可问了好几回了，准在笑话咱们怀家。淮南侯一甩袖子，定然是太子妃吹了枕边风，都说娶妻娶贤，殿下却娶了个如此心性的。也罢也罢，二皇子还在呢。他深吸一口气，将怒火压在心底。行了，不等了，开席。总不能周瑾不来，让所有客人饿肚子吧。等他们都吃得差不多了，小厮从外面跑进来，老爷，殿下来了，殿下来了。淮南侯，他倏然起身，周围的宾客都没反应过来，就见他们的太子殿下脚步虚浮地走过来。今日身子不适，出门难免晚了些。穆子涵听到他悠悠出声，若是不想请姑，侯爷何必送请帖？周瑾的视线和淮南侯对上，怎么就先吃上了呢？第165章，一个病秧子也配和我争？前院发生的一切并未影响到后院，格外幽静的院落里，一位和淮南侯夫人年纪相当的妇人，此刻正跪在牌位面前。那是淮南侯兄长的牌位，也是妇人的丈夫。妇人身边跪着的是一言不发的怀氏。大夫人，这是侯爷亲自挑的簪子，您瞧瞧，可喜欢？管家就在一旁，他来了很久了，对妇人陪笑。您且快些收下，奴才还等着复命。侯爷是记挂您的，这些年来他来您这边可比去侯夫人屋里更勤。妇人红着眼睛站起来，住嘴！他不过是一个连嫂嫂都要侵占的畜生。夫君才死，用我父母的命做要挟，逼我就范。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也不想活了，却有了身孕。他是不想要的，可身边时时刻刻有人盯着，无论他暗地里怎么折腾，孩子都留不掉。渐渐的，他舍不得了，尤其孩子出生后，在他怀里纯净的冲他笑。他为自己的不堪恶心也对不住丈夫，可侯夫人做主将儿子送去了江南，就是10几年，他忍着恶心讨好淮南侯，无非就是盼着怀氏回来。怀氏回来了，他也长期受着精神折磨，也快疯了。管家眼里闪过不屑，大夫人，您这话就难听了。什么叫憋？这些年侯爷待您可不薄，侯夫人有的您都有，侯夫人没有的您还有，您身上穿的戴的可都是侯爷送的。说着，他视线瞥一眼一言不发的怀氏，养在江南这么多年，模样不错，可这二少爷和世子比差远了。二少爷是您和侯爷的儿子，侯爷也是喜爱的，可伦理纲常在前，他没法认二少爷，只能以侄子的身份让他出现在世人眼前。侯爷心有惭愧，可这也是没有办法，您得体谅啊。什么侯爷的儿子，你休胡言！妇人微微一愣，她一把掐住怀氏，眼里有崩溃之色。孩子，你说，你的父亲是谁？怀氏连忙安抚着他，娘，我是你和父亲生的，我父亲只有一个，他已离世了。妇人一听这话，这才露出浅浅的笑意。即是如此，给你父亲上炷香。管家冷漠地看着，可念着侯爷对大夫人的痴缠，又不好甩脸色。等哄好了妇人，怀氏和管家去外面说话。管家皮笑肉不笑道：大夫人神志不清也就算了，二少爷可得清楚，谁才是你的生父？怀氏袖下的手紧了紧，他忍辱负重道：自然是侯爷。管家满意的点点头，离开前留下一句：您快收拾收拾，可前院都开席了，侯爷那边还等着把您介绍出去。见他一走，怀氏的脸就阴沉下来。少爷，身后跟了他多年的小厮怯怯出声：今日来了不少姑娘，您有看上的，侯爷势必会做主的，何必对那仅有几面之缘的女子念念不忘？怀氏一脚踢过去，狗奴才，还想做我的主了？说到这里，怀氏就格外烦闷，因为他至今没查出穆子涵的身份，就好像查无此人。也是奇怪了，去查，让下面的人继续查。小厮为难，就算查到了，老爷也不会答应的。怀氏，侯爷不是对我愧疚吗？我要的
他还能不满足？可她是嫁了人的妇人啊，嫁了人又如何？我看上就得是我的。一个商户出身的病秧子也配和我争？光线明媚，晒在身上暖融融的，席宴就设在流水区商旁，主人又花心思精心布置，入目之处很有雅致。可淮南侯夫妇察觉不出半分暖意，如坠冰窖。周围的宾客纷纷回过神来，哪里顾得上吃饭，齐齐起身请安。淮南侯快步过来，行动间撞上了桌上的酒壶，他顾不得去扶正，只听瓷器落地声，酒水四溅。殿下，他上前拱手，实在对不住，下官以为您不来了。下面的话还不等他说出口，喜公公丝毫不给颜面的打断了。侯爷，你这是责怪殿下了。喜公公原本是伺候皇后娘娘的，后来又被皇后送去伺候周景，他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便是皇亲贵胄都要给他几分薄面。他说话格外不留情。这满京城谁不知殿下一诺千金，既是收了你淮南侯爵府的请帖，便是一定要来的，除非是宫里的主子召见，或是遇到了棘手的事脱不开身，便是真不来了，也是一定会提前告知。谁不知殿下身子弱，便是每次入宫皇上身边的公公都要亲自来见，生怕殿下路上身子不适。殿下今日过来，无非是看在淮南侯爵府往日的功勋上，不惜拖着病体过来。贵客登门，侯府门口却冷冷清清，只有零星几个奴才。如今来了此处，侯爷好大的威风，竟然还出言怪殿下了。老奴活了半辈子，还是头一次碰见如此不体面人家，真是笑话，还是个侯爵府。他叭叭叭一顿讲，把穆子涵都听懵了。好了，他确定了，今日的确是过来找茬的。不，公公误会了，下官怎敢责怪殿下。淮南侯见周景没有打断喜公公，不由慌了神。周景别是过来给太子妃撑腰的吧？他气恼得很。周景都快死了，怎么还这般的理不饶人？要知道周景一死，周玉就是太子，日后他女儿怀宣就是太子妃，更会是皇后，侯府的荣耀永垂不朽。自从皇上赐婚，他就等着做国丈的美梦。可现在一切都没发生，他只能伏低做小。是下官的不是，下官考虑不周全。二皇子周玉和三皇子周成纷纷朝这边过来。周玉怪不是滋味，之前他没见周景，下意识以为他来不了，也给淮南侯爵府说过了，哪里知道是他这个未来岳父自以为是的直接开席了。他本来对怀宣没有男女之情，那么一闹愈发看不上淮南侯爵府。要不是有太后这层关系在，他想如果他是周景，一定得气死。这不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才会出现如此疏忽吗？第166章，殿下这样娇弱，不会死在淮南侯爵府吧？可事已至此，他只能劝和，让皇兄受罪了。众人眼里仁厚的太子，又怎么可能会揪着一处不放？他格外好说话的温声道：“说起来也是姑来的迟了。按着规矩，周景身为储君，自然要做主席位的，淮南侯爵夫妇该做其下手的位置。主席位就是方才淮南侯夫妇做的，上面的饭菜用了一半，酒水也洒了一地。周成环视一周，竟然没有多余的席位。他虽说是皇子，却往往被忽略，此刻倒是很难得的出声。侯爷，皇兄不宜久站。”周景看过去，微笑，还是阿成体贴。被夸的周成忍不住的嘴角往上抿，露出一对小小的酒窝。周玉，你不是和我最好了吗？叫他这么亲热作甚？侯夫人连忙让人收拾。淮府的奴才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不行，手忙脚乱的打扫，将桌子擦干净，吃了一半的饭菜撤下去。喜公公又不爽了：“侯夫人，你怎么办事的？还不快些！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折辱殿下的。”说到这里，他胸口气得上下起伏，眼角却浮现出泪花。穆子涵真的很猛。喜公公，他轻轻一喊：“喜怀氏见殿下，希望得其赏识。”淮南侯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起来吧。周景双手撑在桌子上：“还是你们要姑亲自来扶？”他格外纵容，等阿玉和郡主成了婚，算起来侯爷也是姑的长辈了。他拖长语调：“你这样，姑可受不起。”淮南侯心里有气，扶啊，他反正跪了，周景不亲自来扶他，给他台阶下，他就不起了。而周景刚站起来，却没站稳，膝盖磕到了桌子上，身子一晃，朝右侧倾去。他动作太快了，穆子涵压根没拉住。“殿下，小心！”喜公公猛地扑过来，稳住他的身体：“您是吓坏老奴了。”周景温和依旧，他白莲花的娇弱不已，一手捂着心口，说话格外艰难：“别拦姑，姑是一定要扶侯爷起来的，不然他定要误会姑是在为难他。”周景是姑之过，精神不济，这几日眼神也不大好，竟未察觉让怀家人跪了如此之久，姑心里实在有愧。他说到这里，止不住的开始咳嗽，咳得撕心裂肺。周成格外担忧，他低声对一旁的周玉道：“
皇兄一开始去就没让侯爷跪，是怀家人心虚自己跪的，明明是怀家有错在前，怎么现在还仗着人多就不起来了？这不就是为难皇兄吗？二皇兄，这事若是父皇知晓了，只怕也会开罪于你。这还没澄清，怀家就借着您的身份四处招摇了，奇心昭昭，也不怪皇嫂气恼。周玉本来以为周瑾和穆子涵做得太过了，毕竟这是他岳家，可现在他和周成一样的心思。先前穆子涵说的话是不留情面了些，可他知道明明句句属实，这样的轻视只会拖累他。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亲自上前把淮南侯拉起来，低低警告：皇兄人善，侯爷还是适可而止，闹到后面谁也不好看。重新开辟出席位后，怀家人纷纷入座。侯夫人臭着一张脸，今日怀家已是笑柄，母亲再不情愿，也该落落大方的招待宾客。怀世子怀楚低声告诫后，举着酒杯起身：今日诸位赴宴，怀家很是感激，这杯酒我敬诸位。发生了那些事，他竟然还能笑着镇定敬酒。穆子涵诧异的看过去，周瑾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周瑾语气悠悠，觉得他长得如何？这怀楚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温润俊朗，怪酸的。穆子涵点头，公子如玉，是极好赞美。这3年，不少人称他一声公子楚，可和周瑾和穆衍相比，到底差远了。偏偏这3年，穆衍病重养伤，周瑾边境打仗，这才有了世家大族中的怀楚和西回的冒头之势。西回已经嘎了，这怀楚就不好说了。周瑾瞥小姑娘一眼，不轻不重的将筷子扔下：殿下。怀楚举杯朝他恭敬道：今日您大驾光临，实在是怀家之幸。周瑾很好脾气的假笑：姑不胜酒力，便以茶代酒了。说着，他端起小姑娘喝了一半的茶水，正要送到唇边，手却一抖，茶杯脱落，摔在地上，砸成了4瓣。宾客齐齐看过来，又出幺蛾子。周瑾沉重的闭了闭眼，在所有人的视线下，他低颤：姑的手如今竟连酒杯都举不了了。穆子涵眼瞪大，他真的长见识了。接下来的气氛变得格外和谐。周瑾问了怀楚明年科考准备的怎么样了，又夸了他一下，让他好好备考，以后前途定然无量。眼看着怀家人的脸色越来越好，周瑾话音一转：姑听闻侯府的2公子回京了，怎么不见他？侯夫人想到那个孽种，筷子都要被他折断。周瑾微笑说起来，姑对怀家顾区大爷是有些印象的，他那人刚正不阿，想来子嗣也格外不错，姑早就想见见了。怀侯爷不喜别人在他面前提及怀大爷，可他今日是想向大家介绍怀氏的。周瑾金玉良言，若是怀氏得了其夸赞，他心里打着算盘，许是有事耽搁了。他正要吩咐奴才去催一催，又想着的叮嘱怀氏几句，便亲自站起来：我这就去寻他过来，这孩子刚回来，可别是迷了路。怀楚的脸色有过一瞬间的不好看，很快就恢复了笑容艳艳。淮南后刚出了曲水流觞的喜宴，就撞上了朝这边匆匆过来的怀氏。怀氏忍着恶心，笑着上前：叔父怎么出来了？在外面，淮南侯都是让他这么叫的，只有私底下会让其喊父亲。来寻你的。淮南侯负手而立：你可和殿下相识？怀氏一愣：未曾，我这个身份哪里能和殿下有交情？那他倒是抬举你。淮南侯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没深思。殿下亲口提出要见你，可见你的福气来了，待会在殿下面前好好表现，最好能得他赏识。你要知道，殿下在文武百官面前的地位可不比皇上低，他若说你一句好，那些大臣都愿意给你几分薄面，便是你的婚事都能往高了择。怀氏一喜，他没想到自己竟有如此机缘，若他入了殿下的眼，就能将所有看不起他的人都踩在脚底下。他的心脏砰砰跳，已经迫不及待在周瑾面前好好表现了。叔父，我已有心仪的姑娘，非他不要，这么多年从未求过叔父，还望叔父成全。淮南侯你没，别是少阳公主吧？不，公主那样天仙般的人物，我是断不会和大哥抢的。我看上的姑娘，她的身份不太高。淮南侯放下心来，只要不是少阳凭着侯府的权贵，怀氏要什么女人要不到。他拍了拍怀氏的肩：叔父同意了。他甚至鼓励怀氏：你若有本事，让殿下亲自保媒，那姑娘便是身份配不上侯府，也绝对令外人艳羡。你这才是真的在京城站稳了脚跟。行了，随我进去，别让殿下等急了。怀氏脸上的喜色藏也藏不住，他正衣冠，斗志昂扬的给自己打气，怀揣着梦想往前走。第169章，快给殿下请安。喜宴的气氛由怀楚刻意带动，周瑾也格外配合，变得高涨。谁不知那故去的怀家大爷是庶子出身，但也颇有才情，凭着本事入了翰林院，当年写的几篇文章，顾太傅见了很是夸赞，
也生了提拔之意，可惜刚有冒头之势，就染了恶疾，不出1年，人就没了。不少人都要道一句可惜。好在淮南侯爷十分看重手足之情，对寡嫂体贴入微，更对淮大爷留下的唯一子嗣格外看重。当年的事，淮家上下瞒得紧，没人知道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除了封批周景，毕竟几年前怀楚对邵阳透露爱慕之意时，周景就把怀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打听得清清楚楚，就连淮南侯这个老头喜欢穿红色裤衩，腚上有颗痣，他都知道。毋庸置疑，怀楚配不上邵阳，但不妨碍周景了解，这是哪里来的自不量力的玩意，妄想做他姐夫。后来怀氏又出现在穆子涵面前，周景又派人继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查，这次包括了怀家坟头草都很高的8代祖宗。世人只知怀氏一出生就体弱多病，侯夫人高傲惯了，但也不至于欺负孤儿寡母，特地将其送去江南养病，也算一桩美谈。如今见周景都对怀氏上心，所有人的心里都打着算盘，殿下看中的人，他们自然也要看中。怀家人模样一个比一个俊，想来这怀二少爷也是不差的。殿下都提出要见，只怕此人有过人之处。怀轩掩面难受。哥哥，他对怀楚小声道，怀氏就是回来和您争家产的，他和他那个娘都不是好东西，一个没皮没脸就知道霸占父亲，一个……怀楚拍了拍他手背，跳梁小丑，不必在意，你如今是准二皇子妃，宾客面前需注意仪态。兄妹俩的说话声无人听见。坐在侯夫人边上的妇人很是关切地问，侯夫人，你怎么了？怎么脸色这般差？侯夫人扯出一个僵硬的笑来，我只是想着事儿，这孩子这些年在江南孤零零的，就格外难受。那小孽种怎么没死在江南啊？想到这里，他就气得够呛。当年把人送出去，就没想过让他活着回来，偏偏淮南侯留了一手，江南那边他安插过去的人全给换了，并警告他不要生事。侯夫人心善，众人恭维。穆子涵就瞧见先前那个怀着身孕的美妇人低笑，怀大夫人我见过，是个极温顺的女子，只是可惜怀大爷出事后就没见着了。他笑盈盈地问，怎么如今怀家设宴也不见他？虽说是个庶嫂，可侯夫人也不该拘着不让他见人。什么叫拘着？所有人看向侯夫人的脸色都不对了。顾少夫人说笑了。怀楚这时候站起来，大伯母自大伯父离世后就得了失心疯，见着人非打即骂，闹出不少笑话来。穆子涵一听这话，转头去看周景。失心疯？周景，他编的。想了想，他补充，不过也快被逼疯了。周景挺能理解的。怀氏回来不想着如何让生母早些脱离火海，只想着和怀楚争夺侯府，靠着自以为是的本事斗的同时，还不知死活笑向他不该肖想的人。怀楚再不行，可到底是世家贵族养出来的，他要是怀大夫人，没疯都要气疯。穆子涵喝了一口甜酒，味道清甜，应该是果子酿的，他止不住的又喝了一口。他指尖点着酒盏，转眼间将一杯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见他喝得那么豪爽，周景下意识以为他很能喝，毕竟周景认识的女人里面，皇后和邵阳就极贪杯，也就没去劝，更没有提。果子酒喝着清口，但后劲很大。殿下为何要见怀氏？穆子涵蹙眉，他可是记得周景之前说过，这怀氏很不是东西，最喜欢勾三搭四，私底下乱得很，有其父必有其子，听着就是个变态。他小声嘟囔，有什么可见的？也不怕污了眼。周景神色放松，他反正就是喜欢听穆子涵说别的男子不好。疯批体贴的给他又倒了一杯酒，很有心机道，你身份是压他一头，可姑不能时时刻刻在你身边护着，他若起了歹念，你一个弱女子可招架不住，总要让你见见，也让他见见你，知道你是太子妃，不是他能祸害的女子，日后若是碰见了，他才不敢把主意打到你身上。穆子涵被他说得骚得慌，不必吧，他又不是天仙，还能是谁瞧见他就生出不该有的念头？周景庸叹了一口气，悠悠道，姑在宫里这么多年，什么畜生都见过。他甚至意有所指地打了个比方，还有畜生就喜欢在外撩拨姑娘，不用着真实身份，随意取个名字得逞了，拍拍袖子走人，受害的姑娘怎能用假名把人找着让他负责呢？周景想到怀氏曾经用张氏的身份接近穆子涵，就没好气，他表里表气，也许怀二就是这样的人，也不一定呢。穆子涵听到这里，更觉得怀二少爷恶心了。来了来了，就听下方有人说，这就是怀二少爷，眉眼和怀世子有二分相像，我倒觉得更像侯爷，不过也正常，毕竟是叔侄。怀氏走得很谨慎，他穿着一身白袍，飘飘欲仙的模样，五官和怀楚相比逊色了不少，
可架不住他嘴里含笑，如沐春风，丝毫没有怯懦，走在怀侯身侧，给人的感觉就上来了。这后生有点东西，不愧是殿下看上的人。所有人看过去的目光，除了怀夫人和怀宣，都格外和善。淮南侯最后领着人立定，他对周景笑：“殿下，这就是我的侄子怀氏。”“是儿，快给殿下请安。”怀氏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见大人物，他不敢直视上方的太子和太子妃，垂下眼眸，很是恭敬的拱手：“给殿下、太子妃请安。”他很是懂事的补充：“殿下的风姿闻名天下。”怀氏钦佩多年，今日得以一见，很是欢喜。这小嘴巴巴巴的挺甜的。第170章，给孤往死里打。怀楚面色不改，却险些将手里的茶杯捏碎。他对怀氏的反感只会比母亲多。他自诩不凡，尤其熹回死了后，他在京城公子哥里面可是独一份的尊贵。淮南侯将怀氏当宝贝，可在他这里只是污点，肮脏下贱的东西。怀楚还记得前些时日怀氏回来，父亲高兴的喝了不少酒，还特地嘱咐他：“你是最让为父放心的，父亲老了，以后的侯府就要交给你们兄弟二人了。事儿才回来，你得多多提携，也多带他出门结交朋友。”他才不，他也同样厌恶大伯母。被父亲惦记时，他若是知道礼义廉耻，就该随大伯父一同去死。怀楚不觉得淮南侯有错，怀家上下都觉得男人贪恋美色是再正常不过的，有错的只会是女子。只要大伯母赴死，父亲就会断了念想，也不会有怀氏的存在。怀楚那时还小，但他却记得大伯没死时，淮南侯看向大伯母的眼神就不正常。他觉得一定是大伯母不知廉耻，表面上看着和大伯恩爱，背地里没准早就动了挑逗的心思，才会勾得父亲礼义廉耻都忘了。毕竟大伯再有才学，也比不得父亲是嫡子，身份尊贵。而现在大伯母神神叨叨，一直念着大伯，无非是故意让父亲吃醋，欲拒还迎的手段罢了。楚儿，你瞧瞧这个贱东西，他可是觉得攀上了殿下就能高枕无忧了。怀夫人咬牙切齿。怀楚压下情绪，冷冷道：“母亲，世子之位只有一个，只会是儿子，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怀氏还保持着请安的姿势。周瑾也不靠着椅子了，他像是见到了有趣的东西，身子微微前倾，像是平时逗弄猫狗般。他念了念1丈开外站着的畜生名字怀氏，随意的把人上下打量一番。顾太傅为孤启蒙时，就拿你父亲的诗文给孤看过。周瑾笑，只是可惜你去了江南，不然孤该早早见你的。说到这里，他变得格外平易近人。当年你父亲去后，你母亲因私盗亡夫，多次险些小产，好在把你平安的生下来了。如今身子可养好了，可要孤找太医给你看看。不知为何，木子寒有些热，听到这话，忍不住瞥一眼周瑾。怀氏一听这话，心里止不住的雀跃。他是知道太子殿下仁厚的，没想到这般善良。可他哪里是身体不好，分明是侯夫人非要把他送走找的借口。只是这声音怎么有些耳熟？应该是他多虑了，毕竟他没见过太子。也好了，劳殿下挂心。周瑾的确挂心得很，他都在想怎么弄死怀氏了。是割脖子还是割腰子？年几何了？怀氏恭敬18了。周瑾才是很惊讶，与怀楚同龄。他又看向怀楚，估计的你的生辰在3月。怀楚站起身子，是，其实是比晚1年出生的。毕竟怀氏是大伯死后大伯母和父亲生的，但为了掩盖真相，将怀氏的年纪提高了1岁。当初把人送去江南，有侯夫人的意思，也有淮南侯的意思。前者是容不下，后者是送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掩盖真相。毕竟1岁的孩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是可以看出来的，等年纪大些，比如这时才会分辨不出来。周瑾成功恶心了周楚后，又开始借着别人很无辜的恶心侯夫人。太傅曾同我提及，怀大夫人是个不错的女子。话音刚落，就听那怀有身孕的美妇人道：“公爹和婆母也常和我们小辈提及。”穆子涵突然对她的身份有了猜测，这应该是顾太傅府上的少夫人。美妇人，当初婆母老家一个叔伯逝世，婆母回去奔丧，路上马车坏了，正巧遇上了怀大夫人。那时婆母一身孝服，为着珠钗环佩，怀大夫人不知婆母身份，还特地请她上马车，亲自送了婆母一程。说到这里，她嘴角含笑，不问婆母身份，也不道自己身份。后来婆母费了好大的功夫一番打听，这才知道是淮南侯爵府的，很是惊讶。毕竟侯夫人的性子，后面的话他没说了，毕竟他什么都没说，别人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和他无关。周瑾姑也惊讶，怎么会是一家人呢？说到这里，向氏才反应过来，怪姑一时将心里话说了出来。他虚弱的掀开眼皮，
侯夫人就要吃力的站起来，姑这就向你赔个罪。侯夫人，可别了，你要是又没站稳，摔了怎么办？不，殿下坐着就好。侯夫人一辈子都没受那么多的气，臣妇的确有很多不足，她不敢拿周瑾怎么样，事后一定搞怀氏这个孽种。怀氏没想到周瑾还会为了他说话，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未来可期。周瑾给他拉满了仇恨之后，心满意足地看向淮南侯。侯爷，二少爷可有定亲？淮南侯没想到周瑾这么关心怀氏。不曾。那你这个当长辈的可得好好上心。怀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突然跪到地上行了个大礼。实不相瞒，我有个心仪的女子，我不愿委屈那姑娘，就等着日后时机成熟，就会找合适的人保媒。周瑾眼下杀意，他更加温柔了。是吗？你看姑怎么样？所有人都吸了一口气，这怀氏到底凭什么入了殿下的眼？殿下保媒，这可是天底下独一份的荣耀。怀氏没想到这么顺利，他有些不敢相信。谢殿下。怀儿，主位上又传来男子的声音，你怎么不抬头看姑？怀氏拍马屁，不敢亵渎殿下，毕竟淮南侯都不能一个劲地盯着周瑾看，这可是大不敬，更是冒犯皇家威严。无妨。怀氏得到鼓励，深吸一口气，露出一个他自以为最好看的笑容，缓缓抬头。主位上的男子病恹恹的，很是困倦，面色苍白，可这时就像索命的鬼，一手搭在桌面，好整以暇地冲他笑。怀氏瞳孔一缩，这不是？他浑身一软，吓得翻白眼，就要晕厥。就见前一秒还对他笑的男人蓦地沉了脸，在众人眼里从来没有发怒过的殿下重重一拍桌子。淮南侯不解，殿下您这是？周瑾冷冷道，淮南侯府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季期表示他早就准备好了，属下在，给孤王死里打。第171章，连姑的宝贝也妄图觊觎。谁也没想过周瑾会突然变脸，明明前一秒还好好的。再看怀氏闪躲惊慌之色，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不对了。此人到底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这才导致脾气最好的殿下如此震怒？压根不等季期有动作，喜公公就冲过去了。他撩起袖子，对着地上的怀氏就是干脆利落的2大耳光，啪啪2声，动听又美妙。喜公公啐了一口，今日老奴若不好好收拾你，都没脸去见宫里的娘娘。这小杂种竟然敢觊觎太子妃，和殿下抢人，就得死！喜公公早就想抽他了，稍稍出够了气后，他理了理衣摆，哼，然后给季期让出位置。淮南侯压根没从这个反转回过神来，就见季期把人提起来，一掌把人打飞。季期内力深厚，可也有所收敛，没有一巴掌没人拍死。他的儿子在空中抛出一个优美的弧线，重重砸到了他脚边。怀氏疼得身体抽搐，耳边嗡嗡作响，五脏六腑仿若都有了损伤，嘴里吐出好大一口血。淮南侯沉着脸上前护住怀氏，殿下，事儿到底做错了什么？您要如此不留情面？淮南侯是真的怒了，他把人扶到自己怀里，死死盯着周瑾。他不觉得怀氏和周瑾有冲突，毕竟怀氏才刚回来，回府后谨小慎微，怕和侯夫人起冲突，又要照顾生母，就没出过门。就算真的有冲突，有什么不能好好说，非要伤人？您有什么怒气朝下官发，为何要伤他？他就是觉得周瑾是打给他看的，故意要给侯府难堪。这个时候的他相当硬气。周瑾似笑非笑的玩着手里的茶盏，明明他什么都没说，但气势压得身侧的穆子涵都蜷缩了一下手指。他刚侧头看过去，周瑾以为他要吃玉盏里面的花生，便送了过去。穆子涵晕晕乎乎的捧过玉盏，反应有些慢的往嘴里塞了一颗。周玉的位置和怀轩隔得很近，他也觉得周瑾的行为很是古怪，没忍住问了一句：“你这二哥的品行如何？”怀轩疯狂贬低，他叹了口气：“二哥才回来，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倒不能胡乱做评论。只是……”他一顿苦笑：“二哥不愿和我们亲近，许氏都是怀家子孙，他一个人孤零零在外，多多少少有些不平。”周玉的眉皱了又皱，只觉得怀家门风不正，笑话，他的父亲是姨娘生的，如何能和你们比？别的府邸嫡庶更有云泥之别，侯府倒是乱了套了。怀轩还以为周玉是为他打抱不平，嘴角也勾起了浅笑。侯夫人这下胸也不闷，气也不短了。我身为一家主母，没尽管教之责，这怀氏常年在江南，不懂规矩，定是哪里得罪了殿下。殿下要打要罚臣妇，绝无二话。看看，这就开始狗咬狗了。周瑾微微挑眉，他嘴角微动，吐出2个字：继续。淮南侯只觉一股力道冲他而来，下一秒，怀里的怀氏被提走，
季期也不知哪里来的铁棍，直往怀氏心窝处捅。啊！尖锐的痛忽险些撕破耳膜，木子寒一抖，圆滚滚的花生掉落在地上。他刚看向生源处，脑袋很快被转到另一旁。周景冷冷淡淡：“看哪儿呢？”木子寒嗓音软的不行，他没有问怀氏分毫，只是冲他轻笑：“殿下要吃核桃吗？”自从上次冷战后，周景已经很久没吃他包的核桃了。周景不可否认的愉悦了。他看了喜公公一眼，喜公公连忙将一盘核桃送到太子妃面前。木子寒熟能生巧的捡了一颗到手里，取了枚刀片，用尖端插入核桃挖进去的部分，轻轻一转，只听咔嚓一声：“住手！不准动他！”淮南侯黑了脸：“殿下身份尊贵，可也不是能随意伤人的，还请您给下官一个解释，不然下官就算是告到皇上面前，也绝不会吞了这委屈。”怀氏觉得他要死了，他再也顾不得别的，冲周景的方向疯狂磕头：“殿下，殿下放过我，求求您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是我不知死活。”周景站起来，他慢条斯理的来到淮南侯面前：“不准！”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淮南侯是在叫姑做事。淮南侯脸色一变，周景将手里的酒盏狠狠掷在地上，冷声：“姑愿意敬你是个长辈，你还真拿自己是姑的长辈拿瞧了。”众人深吸一口气，齐齐跪到地上：“殿下息怒。”淮南侯也知说话冲动了，微微收敛神色，再不情愿也跪到地上：“殿下息怒，殿下。”世子怀楚也跪下，正义凛然道：“父亲对大伯的血脉很是看重，急上心头，这才冒犯了殿下，不知二弟犯了何错？他是淮南侯爵府的人，若真犯了错，就是淮南侯爵的错，我定不会饶恕。”周景仿若未闻，没去看淮南侯的脸色有多差，微微俯下身子去看疼得弓起身子的怀氏，知道错了。他眯了眯眼，戾气重的人喘不过气来。上回妙隐寺你不是很嚣张吗？也是奇怪了，怀家大爷的为人，太傅说好，自然是好的，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大逆不道的东西？他到底没当着众人的面说。怀氏垂涎木子寒，毕竟这个世道，即便是非黑白面前，事实胜于雄辩，可事情传出去，总会有闲言碎语，会坏小姑娘的名声。他看向淮南侯，嗤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亲父子呢。你叔父顶撞姑，你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语气悠悠，连姑的宝贝也妄图觊觎。众人哗然，怀氏竟然要偷殿下的宝贝，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可一定万分珍贵的。怀氏哆哆嗦嗦不敢说话。淮南侯一看他这样，心里一咯噔，他气急败坏踢了怀氏一脚：“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怀氏看了周景一眼，飞快垂下视线，欲哭无泪。他哪里敢说啊？说了他怕是得死100次，可如果不说，光是一个宝贝2字，他也得死100次。第172章，把手往他掌心塞：“叔父，你救救我，救救我！我当时没认出是殿下，这才出言不逊，做了错事啊！母亲就我一个儿子，还求你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上，保下侄儿。”暴怒的淮南侯听他那么说，就动了恻隐之心。毕竟这是他和心爱之人生的儿子，是他有亏欠的血脉。这时候宫里来了人，是端墨皇身边的公公。一进来看着满地跪着的人，心生疑虑，可没有过问分毫，规规矩矩的上前调查的是有了线索，皇上特地命奴才过来请您过去，不知殿下这会儿可方便？周景微笑：“自是方便的。”有了线索，周瑜突然站起来，他一直以为杀了他表兄西回的和当日街上行凶的黑衣人是一伙的。皇兄，我随您一道进宫。周景颔首，没说什么，往外走了几步。见他要走，怀家上下松了口气，就见男人折而往返，怀氏的心又提了起来。好在周景从他身边走过，径直朝前去，走向了他日思夜想的人儿。木子寒没有刻意的涂抹胭脂，唇瓣还残留着酒渍，盈盈素叶下眸色蒙蒙，容色屹立，环佩叮当，好像又美了。可怀氏却不敢多看，他的心如坠冰窖，浑身血液都冷凝了，太疼了。他更怕。这边周景来到端坐着的木子寒面前，怎么不走？小姑娘啊了一声，是要走了。殿下进宫，我便回锦园吧。说着，他将包好的核桃肉装在琉璃盘中，送到周景手里：“殿下路上吃。”封丕看着果肉饱满的核桃，心情很好，也格外会做丈夫。姑送你锦园，再去皇宫也不迟。这样不好吧？总不能让父皇等着。小姑娘见周景病恹恹的，也知道他吃了药不舒服，这会儿应该困极了，也不大放心。不如一道进宫，我正好去见见母后。也好。见他答应，小姑娘冲他乖巧一笑，很自然的把小手往周景掌心一塞。走啦。周景有些不对劲，可他是封丕，
表示很喜欢穆子涵的不对劲。他如善如流的带着人往外走，有药的作用下都不用装，他走路都格外吃力。周瑾从不是好人，他比谁都要恶毒。比如这个时候，他把人牵着走至怀家人面前，像看蝼蚁的眼神看向怀氏，冷淡吩咐：押去宗人府。殿下不可，宗人府一旦进去，鲜少人能活着出来，请。周瑾微微一笑，侯爷这是要和孤对着干了。怀氏若是冤枉的，宗人府不至于就要了他的命。还是你觉得孤是个泥人脾气，被你这个侄儿爬到头上欺辱，也得看你脸色，看淮南侯爵府脸色，得忍气吞声。他鄙夷道：便是当着这多人的面，孤将他杀了，你淮南侯爵府又能把孤如何？侯爷若有不满，就去父皇面前告孤罪状就是。他凉薄道：人孤事关定了，能不能保得住，就看你的本事了。他没急着处死怀氏，也料定了怀氏没胆子说实话，那就让在场的人去猜。周瑾要让整个淮南侯爵府上下惴惴不安，彻底在京城里抬不起头来。果然，周瑾一行人刚离开，季期就把人带去宗人府了。宾客就开始议论，能让殿下大发雷霆的宝贝，难不成是那把御敌3年片刻不离身的青云剑？那可是先皇留下的。剑已经被周瑾扔到角落积灰了。也有可能是皇后娘娘亲自去庙里求的平安符，殿下都是片刻不离身的，就装在随身佩戴的玉佩里头。那玉佩可是贡品，有些人难免会动心思。淮南侯爵府的门楣养出了个贼，偷谁的不好，非去偷殿下的。殿下在外面低调，只怕没言明身份，才让他觉得殿下身子不好，容易得手。行了，怀有身孕的美妇人打断：殿下平易近人，侯府没准备席位，他都不愿计较，可见这怀二少爷犯了殿下忌讳了。怀家今日也的确让我长见识了。我怀有身孕，婆母体恤怕我操劳，家里的事务便全揽了过去，可有些事我还是能做主的。往后淮南侯爵府的宴，我太傅府是绝对不会再赴了，日后也少往来的好，免得被惦记上又丢了什么物件。他一边指桑骂槐，一边往外走。这偌大的京城，真是什么妖魔鬼怪都有。顾少夫人一走，众人面面相觑。有一个站起来：我也告辞了。殿下不喜侯府，我自然也不喜侯府。有人站起来：我程伯侯府自然是要跟随太傅府的。走了走了，有什么好带的？王夫人，不如咱们一道去茶馆听个戏。有踌躇不定的，见状也连忙跟上去。有这次过来想和淮南侯爵府搞上关系的，又怕得罪太子和别的府邸，也纷纷离席。划一下，刚才还坐满的席宴，突然间所有人都成群结队的走了。穆子涵已经坐上了去皇宫的马车，他微微蹙眉，明明上次就有了线索，皇上不愿提，怎么如今又改了主意？周瑾垂下眼眸，这件事动静不小，总得有个结果。自然是编好了始末来糊弄孤的。穆子涵一听这话，怪不是滋味，就没说话了。等到了皇宫后，周瑾和周玉朝御书房去，刚传唤过来的蒙时一刻都没歇，又被太后宫里的人找过去了，说太后又出了新的症状。喜公公送他去皇后那里，中途有太医院的跑过来，说是研制出了新的药浴。喜公公是负责每日给周瑾泡药浴的人，要知道每种药材浸泡时间不同，煮的时候先后准许，要注意的事项很多，一个不留神，非但没有强的药性严重起来，还会泡死人的。穆子涵知道他心急，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你先去吧，奴才得将您送到。穆子涵有些头晕，他也没什么力气走路。我有些累了，先去前面的亭子歇歇。喜公公便抓了个宫女过来，到时候给穆子涵带路，这才放心的走了。宫女是个圆脸，拘谨的立在一旁。穆子涵坐在亭子里，身子靠着柱子，像是没了骨头那样，眉微微蹙着，一呼一吸间都是酒气。他眼皮子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走了过来，在他身侧坐下。属于年轻男人的手触碰上去，和周瑾不同的是，他的指腹没有剪，冰冷的指尖从他红扑扑的脸蛋往下滑，最后不含情绪的碰了碰他的唇。呵，第173章，儿臣不过是个短命鬼。等待周瑾过来时，端木皇特的让奴才准备好了椅子，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软垫，又命御膳房的人送来了些易消食的点心，还有燕窝银耳茶。他没有处理书桌上的文书，眸色深沉，想到等会要说的话，忍不住叹了口气。外面传来通报声，他看过去，病恹恹的周瑾由公公搀扶着走过来，他的气色瞧着相当不好。不必请安，快坐下说话。周瑾恭敬道：谢过父皇，不过几日没见，你这身子骨怎么瞧着？端木皇看着心慌。因为他嗑药没有睡觉。端木皇忧心，不行，
今日你就将蒙氏带回去，有他时时刻刻照顾，朕才能安心。孝顺的周瑾坐到椅子上，气若浮丝道：“还是让他留在皇祖母身侧，每日出宫一趟，给儿臣把脉即可。皇祖母的病根尚且没找到，当孙子的无法踏前尽孝，已是惭愧。”端墨皇不认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太医院都是摆设不成？虽然蒙氏的确医术卓绝，可刀要使在刀刃上。说难听点，太后的那些古怪的病又不会死人。”他一锤定音：“行了，此事朕做主了，你不必再言。”周瑾娇娇弱弱，谢父皇体恤。端墨皇见他说话有气无力，想来是过来时累着了，又招呼他喝些燕窝引耳缓缓。这时公公走到他身侧，低低附在耳侧说了淮南侯府看到的事。周玉就这样被晾在了一旁，他该死的早就习惯了，只要有周瑾在，他就是陪衬。周瑾低垂着眼帘，喝了几口就放了下去。就听上方有人问：“淮南侯爵府有2代功勋，受祖上福荫，便是朕都要留几分面子。那侯夫人是你皇祖母的嫡亲侄女，到底那怀儿做了什么错事，才让你如此气恼？”嗨嗨，周瑾用帕子捂住嘴，咳得厉害。儿臣处事不够冷静，嗨嗨，这才一怒之下没给淮南侯府脸面。他艰难地站起身子，摇摇欲坠道：“儿臣有罪。”说到这里，他善良的闪闪发光。来的路上，儿臣就后悔了，不该一时冲动。侯爷是朝中重臣，我虽贵为太子，也的确该斟酌三思后行。他脸色惨白，唇也惨白，像是一脚踏入了棺材里，语气悠悠：“儿臣和怀儿也不过是有些不愉快罢了，不该拿私人恩怨放大到皇室和侯府上头。”端墨皇也觉得周瑾冲动了，要知道周瑾是最让他省心的儿子，也一直明事理。你明白就好，就算有些不愉快，回头私下将人处置了，一个不成气候的人不用放在心上。再不行，你同朕说，朕给你做主，怎能大庭广众之下让淮南侯爵府上下难堪？周瑾认同的点点头。父皇说的是。他的唇动了动。那怀儿不过是3番4次出现在太子妃面前，当着儿臣的面有意搭讪调戏罢了。端墨皇呼吸一滞。周玉瞪大眼。周瑾垂下眼帘，自顾自道：“嗨嗨，怪儿臣没有言明身份，他才会用侯府之名百般羞辱儿臣。他见太子妃貌美，就动了心思，直言儿臣是个短命鬼，保不准那一天就没了。若是识相，就该将太子妃双手奉上。”谁也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端墨皇的脸色已经黑了。什么叫做没有言明身份？怎么，寻常妇人，那怀儿看上了就能抢了去？这天下怕是姓怀了吧？穆子涵是他这个当皇帝的赐给周瑾的，别人也配肖想？他都看不上怀楚当驸马，那怀儿又算什么？端墨皇觉得，要是他在，当场就会砍了怀氏的脑袋，让他血溅当场。周瑾还是过于心善。而一旁的周玉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他蓦然出声：“所以那怀氏在宴席上说看上心仪的女子是皇嫂。”周瑾没说话，他只是沉重的闭了闭眼。这番举止答案昭然若揭，他真是胆大包天。父皇，当时儿臣也在，那怀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还想让皇兄保媒，这分明是赤裸裸的羞辱皇兄。淮南侯还想让皇兄得饶人处且饶人呢。端墨皇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嗨嗨，周瑾用帕子擦了擦嘴角的血。风披白莲花微微一笑，怀氏虽说动了心思，不还是没得逞吗？他语气轻缓，格外深明大义。父皇前面说的对，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孤身为储君，不能太斤斤计较。儿臣受些委屈没什么，毕竟怀儿说的对，儿臣不过是个短命鬼，是残躯之身，护不住太子妃就能认命，只是对不住太子妃，让她受惊了。听听这是什么话？别说端墨皇，就连周玉都听不下去了。怎么，一个太子难不成还要看一个侯府里面的庶长子之子的脸色？谁给淮南侯爵府的胆子？反了，真是反了。周瑾温和低语：“不如现在把怀儿放出来吧，毕竟怀侯爷是2皇帝以后的岳长。”端墨皇深深吸了口气，他再也听不下去了。帝王怒：“来人，让怀朕给朕滚过来！”就见周玉扑通一声跪下，求父皇收回成命，怀家的女儿，儿臣可不敢要。怀家家风不正，品行不端，那怀轩也不见得是个好的。端墨皇正在气头上，看他也十分不痛快。太后看中怀郡主，当初订婚他也是出了力的，也问了你的意思，是你点了头阵才下旨的，如今昭告天下了，你说不要就不要了。父皇，好了，你的事回头再说。端墨皇一口火憋在胸口，越来越旺。他本来就对不住周瑾，愧疚得很，如今又有人欺负到周瑾头上，他能善罢甘休？再见周瑾昏昏欲睡，精神不济，
端墨黄也没忘记让他来的初衷。他整理了一下措辞，刑部那边有结果了，朕得了消息，这才让你跑这一趟。当初跟踪你去诬陷的和那日街上遇到的刺客，却如你所想是同一伙人。周瑾认真的听着，朝端墨黄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后者一时间竟然忘了说话，甚至不敢去看周瑾的眼。第174章醉酒。端墨黄朝身侧的童公公看了一眼，童公公会意，退下后很快领着刑部尚书入内。帝王喝了口茶，淡声道：“事情是你调查的，便由你说吧。”刑部尚书已是年逾半百，蓄着胡须，恭敬地给几人请安。跟踪殿下诬陷行踪的人名为祝正，已被抓捕，如今正在牢狱。同殿下上回所言一致，此人和那些街上行凶的黑衣人袖口处皆有莲花状的图文。下官严加拷问，可此人是死士，嘴严得很。好在机缘巧合之下，下官竟然在前朝的一处暗宗里瞧见了莲花状图文的记载，正是前朝未覆灭时，皇室宗亲一族在皇位争夺败后占山为寇的图文。说着，他将一幅残破的暗宗递上。豢养死士是大罪，下官斗胆猜测，这些人为前朝余孽。便又见了那祝正，提到此事，他听后果然有反应。端墨黄适时出声：“你是太子，也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自朕登基，老将军去后，这些余孽多次出来挑衅，当日故意行凶，只为闹得全京城人心惶惶，更是给皇室警告。有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皇兄出不出事，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周瑾死了，京城必定大乱；周瑾没死，也足够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周瑜说，3年前木眼回来那次，也是前朝余孽作恶。”端墨黄点头：“朕会继续追踪这些余孽，全都绞杀，绝不放过。”从黑衣死士跳到了绞杀前朝余孽。周瑾眼底暗色汹涌，之前木眼出事就说是前朝余孽作乱，他出事给出的解释也是前朝余孽。卷宗什么的，只要帝王愿意，造假也是简单的。只是他嘴里的前朝余孽也挺无辜。周瑾没接卷宗，原来如此，卷宗便不用看了，上书查案，孤自然是信得过的。说着，他站不稳的身子晃了晃。端墨黄见状，腾一下站起来：“望父皇见谅，儿臣实在困倦的厉害，来人，扶太子去偏殿歇息。”不了，与理不合。知道他注重规矩礼数，该说的也说了，端墨黄便让童公公把人送回去。周瑜问：“父皇，那我表哥西回？”端墨黄才不关心西回的死因，他看刑部尚书。刑部尚书温声道：“西公子的案情暂时还未有进展。”周瑜没想到跑了个空，可他认准了，西回也是前朝余孽害的。他没多留，很快退下，一走出御书房，就看见外头跪着淮南侯。周瑜沉眼，直接离开。御书房内传来帝王疲惫的声音：“你说太子信了吗？”“殿下，大智若愚。”“是啊，他一向聪明，怎么可能猜不到？不过是明白朕，算了，你也退下吧。”“是，臣告退。”御书房的人全部都走了，最后只留下端墨黄一人。他没见淮南侯，而是走到窗口处，负手而立，周身气息压抑。也不知过了多久，殿内传来脚步声。端墨黄没回头，但也猜出了来人。他冷冷道：“没有下次，你要是继续伤太子分毫，朕也绝不会再保你。”天儿变暖和了，凉亭处，穆子涵还未醒，酒劲上来，他的小脸变得酡红，格外明艳。周瑾过来时，他还保持靠着柱子的姿势。他脱下披风，把人裹住，免得受凉。倒是没法把他抱回去，周瑾只能把他喊醒：“醒醒，回去再睡。”穆子涵头晕晕沉沉的，很不舒服。他猛猛地睁开眼睛。周瑾哪里想到他不能喝，突然又好气又好笑，怕他站不稳，就伸手去扶他的腰。出宫到底费时间，他的确撑不下去了，便打算把人带去离这里很近的东宫歇息。走了？我不想走，我想睡，回东宫再睡。小姑娘不舒服地靠在他身上，突然来了一句：“你别摸我脸。”周瑾一顿，气笑了。无赖姑，往下看。穆子涵听话地垂下脑袋。你腰上是什么？他瓮声瓮气。手。谁的？你的。周瑾，站好了，姑牵你走。他却没应，皱了皱眉，握住周瑾的食指，然后往自己脸上蹭了蹭，又往唇上蹭了蹭，是温热的，好像不对。周瑾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毕竟是个醉鬼，没有发酒疯。周瑾拉着他往外走，谁曾想小姑娘脚下一软，有些站不稳的朝周瑾的方向倒去。他不防，这时候的他是最虚弱的，被小姑娘撞得趔趄，后腰抵在李石桌上，疼得他嘶了一声。他还没说什么，就见小姑娘知道犯了错，心虚的低着头不说话。周瑾看他怂的模样，没好气笑了一声：“又不骂你。”
能走吗？不能走话，姑让人抬步撵来。小姑娘看他，你呢？姑不做。他不做，穆子涵自然不会做。我能走的。见他不说话，小姑娘证明自己，鼓着腮帮子，慢吞吞地走出台阶，走得有些歪，像是小孩子学走路那样。周景好整以暇地跟在后面，看他笨拙的模样，他甚至觉得自己都不困了。每当穆子涵走偏，要撞上公道两侧的树时，他就伸手把他拨正方向。谁知道他还挺不乐意，扭过头来冲他道：“你影响到我了。”周景懒洋洋地接话：“那姑给你赔个罪。”穆子涵醉醺醺地看着眼前人，他的大脑已经彻底被酒精麻痹了，眼前三叠人影有些分辨不出来，便吃力地凑近去看。周景看着他突然走回来，沉默了一下。怎么？话音刚落，穆子涵贴近，鼻尖对到鼻尖，他语气软绵绵的：“我看看你是谁，没认出人，还敢贴那么近，都要亲上来了。”他变得格外冷漠。哦，看清了吗？穆子涵重重点了点头。眼前的男人病殃殃的，他又想到了先前被此人使唤的团团转时，周景展现出来的娇气。他口齿有些不清。周景有些意外，他以为穆子涵要说他的名字。小姑娘还没这样喊过他，就听他哼了哼，口齿不清，软绵绵的道：“娇娇。”第175章，对姑的小心思就怎么也藏不住了呢。周景面无表情。娇娇疯批很不高兴，他掀了掀眼皮。再说一次。小姑娘很听话的喊了2次。他张嘴：“娇娇，周娇娇。”周景眯了眯眼。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宫婢的哭声，两人的身影被假山挡住。2名小宫婢只当四周没人。娘娘的脾气愈发见长，西家出了事后，她心里不顺，就拿我们这些当奴才出气，哭得厉害。那个抽抽搭搭，我不过负责是端茶送水的，又不是御膳房送膳食的。娘娘见没有她想吃的点心，却转头开难于我。你瞧瞧我的脸，可有被打肿了？她嘴里的娘娘就是熹贵妃，周玉的生母。另一个年长些，也沉稳些，不由劝说：如今熹公子的死因不曾查出，娘娘心里堵得慌，宫殿的奴才可都小心翼翼，生怕触了霉头。你小心伺候吧。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谁不是爹娘生的？娘娘却当我们是畜生，随意欺辱。住嘴！你当这里是何处？这是皇宫，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儿。娘娘就是你的主子，她做对的就是对的，做错的也是对的。你刚进宫，更该谨言慎行才是。这些话若是让旁人听见了，你有几条命够死？眼看着她哭声一顿，年长的宫女也怕吓坏了她，叹了口气：什么畜生？咱们分明连畜生都不如。娘娘养的那只猫儿，金贵的不成样子，吃的喝的都要最好的，就连专门伺候的也有4人，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娇娇。周景，他嘴里蓦地浮起一声冷笑，偏偏小姑娘通红着一张脸，不自知的拱火。好巧哦！周景黑着脸踱步而出，2名宫婢吓得大惊失色，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殿下，周景显然很在意。熹贵妃的猫儿叫娇娇。是。2人面色煞白，奴婢不该背后嚼主子舌根，还望殿下饶奴婢们一命。周景像是遇到了他难以理解的问题，他格外困惑，为何要取这个名？不知道，他现在就想去把那只猫给宰了吗？周景后悔了，当初吸回的人头，他就该送去熹贵妃床上，让她一醒来就吓得尖叫。娘娘亲自给猫取的爱称，这自然是喜欢。周景面色稍霁，爱称，喜欢。2个宫婢瑟瑟发抖，毕竟周景是最注重规矩的，他们背后嚼主子舌根是犯了忌讳。不安间，头顶传来一道温和的嗓音：行了，退下吧。这是不处置他们。婢女小心翼翼抬头看了周景一眼，他们的殿下明显这会儿很愉悦。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2人不敢多留，心有余悸的跑了。疯批的心思猜不得。周景丝毫没有觉得猫是畜生，熹贵妃是当宠物养的，而他是人，和穆子涵是夫妻，分明情况有异。他就抓住了自以为的重点。他慢悠悠地走回去，嘴角往上翘，语气却阴阳怪气的：平时也不见你喊，可见醉了酒，对姑的小心思就怎么也藏不住了呢。可见你平时相当克制了，这些日子还挺不容易的。穆子涵仰着头，眼眸湿漉漉的：那殿下喜欢吗？他说还挺好听。周景悠悠：姑的确格外娇弱，他甚至不觉得娘气了。这里去东宫的路，穆子涵显然是不认识的。他继续摇摇晃晃的走，等到分岔口后，就立在那里不动。往左，身后传来男人奄奄春慵的声音。小姑娘表示知道了，她很自信的往右边转。周景愣了一下，很快沈笑出声，走过去将他的身体搬向正确的方向。走吧。穆子涵晕晕乎乎的，他低头分辨了一下左右后，很固执的转回去。我最会认方向了，所以
他乖乖地冲他笑。周瑾真的服了，他抑制不住的大笑，笑的肩膀都止不住的一抽一抽，甚至连在御书房时的阴霾都消散不少。他记得上回楚哲成在楚王生辰那日喝得酩酊大醉，晕头转向的要回房歇息，见他走得稳当，所有人也没就在意，任由他去。谁知道楚哲成绕着楚王府转了又转，然后出了门，心满意足的躺在街上睡了。周瑾当时就觉得楚哲成蠢，清醒时蠢，醉酒时更蠢。现在看穆子涵这样，周瑾觉得他怪可爱的，可见疯批也会双标。周瑾没有冷嘲热讽，等笑够了，也没和一个酒鬼分辨左右对错，甚至很好脾气的自我纠正道：是姑说错了，往右走。穆子涵脾气软，喝醉后更软，他当然不可能计较周瑾的过失，慢吞吞的转回去，继续走得摇摇晃晃。等到了东宫地界，穆子涵就无需周瑾指路了。偌大的东宫，他其实并未各处都走遍，可之前刚定亲时，他却是经常去周瑾屋里给他抄写佛经的。去主殿的路，他走了不知多少遍，已然熟记于心。所以等进了东宫，他便轻车熟路的沿着假山走，可能是先前岔路口都要停下来看周瑾，他觉得没面子。这会儿为了展现他不是路痴，小姑娘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却不忘时不时转头看一眼身后的人，像是看他会不会跟丢。周瑾正和季期说话：你去熹贵妃那里跑一趟。周瑾好脾气道：估计的熹贵妃整日大鱼大肉的伺候着，养的那只猫肥的像个球，曾抓伤过不少宫妃，爪子尖利凶悍的很。他语气轻蔑：那种肥胖子也配叫娇娇吗？他叫这个了，那肥猫就该改名。有些事是不能讲究先来后到的。说着，他挥了挥手，让季期下去办事后，继续慢条斯理的跟在小姑娘身后。而这时，穆子涵突然撒腿小跑了起来，周瑾也不知他突然间亢奋什么，他追得还挺吃力。好在他一路颠颠撞撞，倒没让自己磕了碰了。等周瑾额间冒着冷汗，唇色白的刺眼追上时，他已经在主殿坐下了。东宫的伺候的宫婢正围着小姑娘伺候，有喂醒酒汤的，有用帕子给她擦拭的，更有在一旁变着花样夸她的。她真是会享受。一相对比，周瑾很狼狈。第176章，腿不听我使唤，我也办法呀！都退下！一声令下，宫婢齐齐离开。人一走，周瑾来到他身侧，去解他的外衫，把人按到床榻前坐下。穆子涵扭了扭身子，手里捏着几颗糖，打开包纸，往自己嘴里塞了一颗。我这会儿不困了。周瑾仿若未闻，弯下身子褪去他的绣花鞋。不，你困。我不困。他的语气平静无波。你困。小姑娘爬到床上，用被子盖好自己，乖乖躺好。我困。周瑾褪去外衫，也跟着躺进来。不等他去揽人，穆子涵已经习惯地滚到他怀里，软软地问：娇娇，我们今日还出宫吗？周瑾合眼，语气低低，倒也愿意搭理他。你想出宫？他却答非所问。我还没去见母后呢。那就睡醒去见。我们什么时候吃晚膳？周瑾眼里都是红血丝，说话都费劲，性格最恶劣的人，这会儿脾气却好到了极致。饿了。怀里的人摇摇头。娇娇。周瑾愉悦。你身上酒气好重。周瑾匪夷所思地看过去。这种话你怎么说得出口？今日滴酒未沾的他都没嫌穆子涵身上酒味臭，他倒好，转头冤枉他身上来了。穆子涵又闻了闻自己，觉得周瑾都把酒味染到他身上了，他劝诫：你身子不好，不能饮酒的。周瑾自己想想，今日谁一杯又一杯？他很果断。你。疯批开始较真了。方才也不知是谁，走路都歪歪斜斜。一听这话，就是他变得格外苦恼。那腿不听我使唤，我也办法呀。你。穆子涵无辜地看着他。周瑾有过片刻的扭曲，他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面挤出来。没错，是姑。说着，他泄了气般无力出声。睡觉。天还没黑，那就闭眼歇歇。这个可以。穆子涵温顺的闭眼，总算不再闹。耳边有人深沉地叹了口气。周瑾浑身不舒服，甚至感觉有无数只虫子在啃咬他的血肉，喉咙涌上来的心甜被他压了下去。他把头埋到穆子涵颈间，压制着不适，眼皮越来越重，耳边属于小姑娘的呼吸逐渐趋向平缓。前一秒还在说不困的人，就这么睡过去了。周瑾的唇微勾，虽然在宫外开辟了公主府，可少阳也经常入宫住几日，过来陪皇后。他这时就在交房殿，既然要去江南，穿的用的可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妥善了，母后不必挂心。殿内掌灯，皇后的面庞格外温婉，无奈看他，你让吾如何能安心？小瑾去淮南侯爵府赴个宴，都能被一家子逼得发了火，这还是天子脚下，
他虽比你年幼，也娶了妻，可至少进退有度，不像你一发起脾气来，石头牛都拦不住。江南那么远，你要是有个闪失，吾也只能干着急。店内只有他们母女二人。少阳想起一事，我这次出发前打算绕路去趟竹林，瞧瞧姨母。皇后听罢，有过片刻的愣神，她将所有情绪都藏得极深，去时小心些，莫让旁人发现了行踪。说起来，吾也许久没去见她了。你姨母生前最黏着我了，比你还皮，便是后头成了亲，你姨父也愿意纵着。她有了身孕后，还像个孩子那样，只是后来我亲眼看着她。她突然话音一顿，手紧紧攥起，不敢再去回忆。耳边仿若传来妹妹的痛苦呼救声，还有她为求解脱在高城墙上纵身一跃血肉模糊的尸体。她没和任何人提及，在荣德侯府被扣上通敌叛国罪名时，荣德侯府的二姑娘白嫣并未从那场火灾中身亡，她是自尽的。而邵阳和周景也只知道那竹林有300多空墓，只有一关不是空的。这件事过于沉重，白嫣说是荣德侯府被冤枉沦为敌国奸细的导火索也不为过。知道这件事的除了零星几个人都死了。皇后哪里知道，周景早就知道了，也早就变态了。邵阳伺候皇后睡下，又去了东宫。他今日已经第3次过来了。这时候的天已经彻底黑了，怕是打扰里面的人，刻意放低嗓音。都这个点了，母后都睡下了，他们竟还没醒。喜公公，让小厨房熬些粥，配些清淡小菜，再煲个汤，他们2人醒来定然饿了。喜公公忙道：是。邵阳就准备走，可没走几步，竟然发现周景身边平日冷冰冰的季妻异常面色焦灼。他走过去，怎么了？季妻对他是恭敬的，殿下吩咐属下的事，属下并未完成。毕竟他这个人杀人可以，实在不擅长交际。而这次周景又没教他怎么说。不得不说，邵阳是意外的，毕竟季妻的实力他是知道的。什么事？季妻抿唇。邵阳沉脸，还以为周景有了棘手的事，说熹妃娘娘不答应将养的猫改名，说她叫了3年，已经习惯了，断不会因为殿下说让改她就改的。他还说殿下的手伸到太长了，竟然管起了他的事。喜公公一叉腰，下意识就要骂熹贵妃，毕竟东宫都是自己的人，也不怕被外人听见了。可一张嘴又觉得不对，殿下为什么好端端要让熹贵妃的猫改名？邵阳是个地控，他问都不问原因，快步朝外走。他行事傲慢惯了，直接闯到熹贵妃的宫殿，对着抱着爱猫散步的熹贵妃嚣张地动了动唇。改！邵阳，不然本公主保不准那1日一不小心就把你的猫弄死了。熹贵妃真的服了，她觉得这对兄妹就是有病。她气得够呛，我的猫叫什么？碍着谁了？邵阳的声音比他还大，碍着我了。本公主让你改，你最好识相的就改，管你是谁。父皇的宠妃今日可以是你，明日就可以是别人。你最好趁着本公主愿意和你好好说话时，不要起什么幺蛾子。第177章，不管有理没理，也要盛气凌人。邵阳从不是脾气好相与之人，除非对方入了他的眼。很显然，熹贵妃没有。他自小就看熹贵妃不顺眼，还觉得她格外会装。在父皇面前，熹贵妃一向温顺可人，可父皇不在，就换了高高在上的嘴脸。也是，熹家嫡女也有这个本钱。当初周景还年幼，就被立上储君之位，百官皆不服。熹贵妃更是暗地给母后使了不少绊子，母后顾忌太多，只能忍耐。毕竟那时候荣德侯府不复存在，只有一声声讨伐和骂名。他们背后的靠山如大厦倾覆，便是邵阳也开始畏首畏尾。他自幼就是端墨皇捧在掌心的明珠，要不是有皇上和太后庇护，也不知要吃多少苦。邵阳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暗地里听到熹贵妃的嘲讽，他白家可是卖国贼，也就皇上念着夫妻情分，这才没夺撕他的皇后之位。而我熹家贵极人臣，祖父和先皇交情颇深，父亲也为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你且瞧着吧，那母子3人又能得意到哪里去？真当什么人都能当储君，也就空有虚名罢了。除非是有真本事，我就不信周景这个如今才4岁的孩童，再过10几年能让文武百官彻底心服口服。至于邵阳，一个黄毛丫头罢了，要不是看在太后和皇上都愿意宠她的份上，我还能看她脸色？没发现吗？这几日他看见我都老实了不少，可见皇后警告过了，不许再惹是非。可那时的邵阳没老实太久，堪堪几日，他见证了人心险恶。那些往常对他阿谀奉承的人，见交房殿的天塌了，转头变了嘴脸。宫里的奴才个个见风使舵，在他面前还算有所收敛。可太后因立储之事收回皇后凤印表示不满后，那些奴才便不拿皇后和周景当主子看了。往前饭菜都是紧赶着往交房殿送的，可那时送去的只有残羹冷炙。宫里的开支，每月内务府要送的例份大大缩水。
据说少阳一出生，谁抱都哭，到了太后怀里，却咯咯地笑起来。那时的他也不过比周瑾大2岁，他就明白一个道理，他是端墨皇的头一个孩子，太后也愿意对他疼爱，道理是不一样的。宫里的人不太敢给他脸色瞧，而他貌似也只能越发顽劣，才能让母后和阿弟的日子好过些。既然御膳房送残羹冷炙，他就大闹御膳房，将各宫的饭菜全都打落一地。小小的人儿，那时也才6岁，他站到灶台上，高傲地扬起脑袋。既然母后吃不上热饭，不如全皇宫的人都陪他饿肚子吧。母后一顿吃不上热饭，大家那就饿一顿，1日吃不上就饿1日。反正最后被罚的是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奴才，不是本宫。本宫闹定了，就不信父皇还能惩戒本宫了。再比如，照看周瑾的奶娘并不尽心，少阳有次发现阿弟身上因为磕碰青一块紫一块的，他直接将所有奴才召集一处，顶着烈日就让他们跪着。等所有人撑不住了，这才独独叫了奶娘上前。他什么都没说，把他的手按到桌子上，突然抓起剪刀就狠狠地刺了下去。耳边是凄厉的哭喊，小少阳却冷静不像个孩子，他用帕子擦去脸上的血渍，对着一地的奴才道：不尽心伺候，有了2心的狗东西，这就是下场。如今不过是废手，便是要你们的命，你们也只能顺从的份。什么是主，什么是仆，想来聪明的人不需要本宫教。那时的他就是个刺头，看谁不顺眼就发落，凶悍的不行，谁也不敢招惹。便是后面碰到熹贵妃，也要和他杠上一杠，每次都能把前者气得不行。好在周瑾争气，随着他的地位高涨，皇后也恢复了强势，从太后那里拿回了凤印，后宫又彻底换了天。而少阳从一开始是谁欺负母后和阿弟了，他会大发雷霆，摆起架子还回去。到了他看见谁不爽，也不管有理没理，也要盛气凌人。比如今夜大闯钟粹宫，他身体站得笔直，冷淡又挑衅。等把熹贵妃气得半死后，他这才心满意足，大摇大摆离开。钟粹阁的奴才大气都不敢喘一声。虽说熹贵妃身份尊贵，又是2皇子下的生母，以后的江山都是2皇下的，可殿下这会儿不是没死吗？而且长公主从来都是没理又不饶人的人，她行事只求一个自我畅快。少阳一离开，钟粹宫传来噼里啪啦瓷器被砸到地上的声音，熹贵妃的胸脯气得上下欺负。娘娘息怒，息怒！本宫在自己宫殿被少阳这个混账指着鼻子教训，这口气你让本宫如何咽得下？他可真是无法无天了。似他这个年纪的，别的姑娘可都当娘了，难怪至今嫁不出去。这狗脾气，只怕没有人敢娶。等着吧，周瑾一死，等他的皇儿成为储君，他一定找到机会狠狠教训少阳。少阳自然不知道熹贵妃的这一番话，如果知道，他一定重新闯回去。东宫四下静悄悄的，夜里突然下了一场雨，来得也快，去得也快。穆子涵因为醉酒没醒来用晚膳，周瑾更因为身体的原因也不曾醒来。第2日清晨，光线落在窗子上，透进屋子。小姑娘缓缓睁眼，眉儿皱着，她似不舒服。昨儿醉酒发生的一切，她也忘了得干净，所以她并不心虚，也不觉得自己能做什么荒唐事。入眼的都是刺眼的红，被褥是红的，床幔是红的。她的口有些干，见周瑾未醒，她从男人怀里退出来，轻声下榻。视线所及之处都是喜庆的红色，窗子贴着喜字，屋内红绸还未扯去，就连燃着的蜡烛都是龙凤烛。这是东宫，又不像东宫，摆设和他记忆里的不一样了。看这布置，分明是为成亲而准备的喜房。也是，要不是当初发生了事，他和周瑾是要在这里拜堂成亲的。穆子涵忍不住的仔仔细细的打量一圈。第178章，凭什么只有他一人还在追忆往昔？倒了一杯茶，他小口的喝着。解渴后穿戴好走出去，就瞧见院内坐着的人姿态端庄，高贵冷艳。他有所觉得抬头，厨房准备了粥，过来用早膳。穆子涵走近，轻声轻气道：谢皇姐。他胃里不舒服，几口热粥下肚，才少了些灼热感。少阳现在看穆子涵挺顺眼，我这几日就要启程去江南了。穆子涵之前听周瑾提过，也不意外。皇姐真的如殿下所言，是去江南物色驸马吗？少阳有过片刻的愕然，毕竟他去江南只是为周瑾跑一趟腿，去取物件，拿了就回来，不会耽搁太久。去江南小住也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怎么就成了物色驸马了？小瑾和你说的。穆子涵对自家人一向无防备。他当时提及此事，我们正在景园用饭，穆将军也在。眼见小姑娘乖顺的轻点了一下头，哥哥当时也有些吃惊。少阳的语气平淡了下来，也不知说给谁听的。没错，我就是去相看的，都说江南养人，京城的公子哥我早就看厌了，也没什么值得惦记的，
自然要去江南看看，没准用不了多久就带了3、4个男人回来，也是说不准的。木子涵粥都忘记吃了，三四个，他连一个周瑾都有些应付不过来。邵阳像是不愿再谈这件事，他道：“等小瑾醒来，你们最好就出宫。他最是心善，之前捡了只半死不活的雀儿，都要亲自包扎、喂水喂粮，最后那雀儿死了，他还难过了1月有余，只说是自己没照顾好的缘故。你脾气又软，看一眼就知道熹贵妃骂你一句，只怕你都不敢顶嘴。谁曾想你们2个绵羊凑一对了。我在还好，那熹贵妃也掀不起风浪。等我一走，若你们在皇宫，便是母后在，她也指不定要如何动歪心思，防不胜防。昨天那么一出，熹贵妃定要怀恨在心。”木子涵觉得有道理，点点头：“我会和殿下说的。你最好也别让小瑾再和周玉那货色有联系。”木子涵这下特别认同：“我会的。”说到这里，他蹙了一下眉。邵阳见他这样问了一下：“怎么，还是要见的？”木子涵语气低下来：“二皇子欠了殿下一大笔钱，昨儿在淮南侯爵府，我就该提出让他还的，只是出了后面的事，就给忘了。”邵阳是知道周瑾当散财童子的事的，他也劝过，可周瑾慷慨地说：“给楚小王爷是因为楚王的关系，阿玉更是自己弟弟，钱财于孤而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是身外之物，全给他们又何妨？”邵阳为此气得半死，可周瑾就是昏了头：“你去要也没用，皇帝是不会允许的。”木子涵温声道：“殿下答应了的。”“凭什么啊？媳妇的话要听，姐姐说的就不听吗？”邵阳一言难尽的同时，又特别欣慰。既然心里有了成算，你们拿主意就好。他站起来：“行了，我也该出发了，早点去，拿了东西早些回来，免得夜长梦多。”他走了几步：“对了，我听说楚小王爷上回被楚王揍了，至今都没法下地走路，他那里我就不去了，你们若有空，不妨去看看。”木子涵站起来送他：“皇姐出门在外，要注意身子。邵阳，你照顾好皇帝。江南的才子如何我不知，可皇姐千万不能被油嘴滑舌之辈给哄骗了。邵阳，你照顾好皇帝。最近水患格外严重，皇姐身边得多带些人，伺候的、会武的。若是到了江南有什么缺的，便给我写信。”邵阳有过片刻的愣神，小姑娘年纪不大，还挺会照顾人，倒和他哥哥挺像。你照顾好皇帝。邵阳叹气：“皇帝就是个1岁的娃娃，我见他走路怕他摔着，见他喝水又怕他呛着，便是他睡得久了，我都担心他醒不过来。”木子涵沉默了很久，这种想法他曾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很想说：“你的皇帝只要不嗑药就没事，没准谁也没他活得长。”邵阳离开皇宫后没有急着出发，他冷着脸回了趟公主府，抱起柜子里的匣子，里面装着他最宝贝的东西木偶人。他眸色不悲不喜，没有犹豫，拿上就往外走，去了郊外。前面有一处亭子，已有败落之象。邵阳还记得3年前他和穆衍在此处初相识时，这座亭子才刚刚修葺完工，一切都物是人非了。凭什么只有他一人还在追忆往昔？彼时的他并不知这一块土地已经被人买下，也许哪一日就被立为墓地。邵阳挖了个坑，狠狠心没有再看匣子一眼，连同他的爱意一同埋入土里。3年了，够久了，他也累了。邵阳一走，估摸着一炷香，这边周瑾醒了过来，睡眠充足，他的精气神也好了不少。男人改成侧躺，掀开眼皮去看窗前拿着水壶在浇花的小姑娘。他侧脸恬静又温婉，听到动静转头看过来，他笑容依旧，却也没有了昨日黏糊劲。殿下醒了。娇娇拧了眉心：“你昨日不是这样叫的。”木子涵欢欢喜喜地放下水壶，来到床榻前。我将主屋转了一圈，瞧见了足有人高的镜子，比景园的镜子还要奢华，照得清楚。当初搬进景园，那镜子就足够让他吃惊了，没想到东宫的御发让人惊叹不休。他眼睛亮晶晶，喜公公说是殿下特地为我准备的。他不提周瑾都要忘了这些小事了。小姑娘凑上前，粉唇凑近亲在他脸上：“我很喜欢。”说着，他就要站起来，就是整个东宫都太喜庆了。今日我喝粥用的碗碟都是红的。刚说完，脖梗被人扣住，小姑娘不防，软绵绵地倒在他怀里。周瑾眸色变得深邃：“不喜欢红？也不是。”木子涵刚要说什么，他却一翻身把人压到身下。也许他的视线过烫，木子涵竟然有些闪躲。“你起来。”周瑾自顾自道：“姑倒是喜欢，血的颜色也是红的，他最喜欢血花四溅，像烟花一样炸开的场景。”而此刻，小姑娘眼睛水汪汪的，小脸瓷白，嫩得像豆腐一样。她的头发如绸缎密而长，铺撒在正红色的枕头和被褥上。周瑾突然喉结滚动了一下：“你在想什么？想亲手给你穿一次嫁衣？”他有些愣。
又听他格外语气雅道：“就在洗床上，再亲手一件一件脱了。”第179章，疯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多低啊！他的话说的实在是直接又坦荡，夫妻间说这些，大抵也不算流氓。穆子涵的脸顿时烧得滚烫，好在周瑾意味深长地看他许久，好心情地用指尖戳了戳他红扑扑的脸蛋。殿下饿了吗？周瑾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声。小姑娘推了推他，那快起来用早膳。周瑾却把头埋在他肩处，懒洋洋地合眼，再眯会儿。我们何时出宫？周瑾有些意外，不想在东宫住着，毕竟小姑娘方才笑盈盈的模样，可见她是极喜欢这里的布置的。东宫为了迎接新的女主人，光是布料不可多见缝制的衣服和昂贵稀缺的首饰都堆了不少，还有各种各样女子会喜欢的小玩物。当初内务府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穆子涵摇摇头，昨儿淮南侯在御书房外跪了一下午，最后愣是连父皇的面都没见着。今儿早朝，父皇大发雷霆，怒斥其管教无方。淮南侯爵府的人自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和东宫的人对着干。只是二皇子要退婚的消息也不知是谁放了出去，熹贵妃应当是不愿意二皇子胡作为非，今早母子两人不欢而散。周瑾听得并不专心，他的视线转暗，就看着小姑娘的唇一张一合。始作俑者周瑾丝毫没有心理负担，他懒懒散散起身，背对着穆子涵穿衣，神色有过轻蔑，语气却惊愕不已。怎会如此？他怎么好端端的要退亲了？那怀家少爷不行，可那怀郡主是无辜的呀。说完这句话，周瑾去洗漱。合着二皇子那样的人，你当好弟弟；怀轩那种白莲花，你说他无辜，怎么眼睛瞎了呢？可穆子涵已经很聪明了，他丝毫没有去反驳的意思，而是顺着周瑾的话温声道：“是啊，虽说之前街上我和郡主发生冲突，可这是两码事。他和二皇子郎才女貌的，昨日两人站在一处，可登对了。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就锁死吧。”穆子涵说：“今儿一早，熹贵妃请我去喝茶，我给拒了。他不傻，可不往上凑。熹贵妃的为人我也见识过了，可不敢招惹，平白天会气。”周瑾想说熹贵妃算个屁呀，就听小姑娘闷闷道：“这不过是次要的事，最主要的是，若长久安顿在东宫，你我隔三差五就得去给皇祖母请安。”他说到这里蹙了蹙眉，毕竟前不久才从喜公公嘴里得知太后身上的恶臭未除，但好在蒙时和张太医研制出了一种熏香，能掩盖味道，可又出了新毛病，近些时日总爱流泪，眼睛都要哭干了。也是厉害，这些太医治不了太后，都开始研制熏香了，看把人给逼的。说到这里，他就觉得诡异，寻思着这太后可别是中了邪，如今要经过慈宁宫的人都恨不得换条路走。这时候周瑾洗漱妥当，又重新走过来。穆子涵要从床上起来，他低头吻却落下，从他的唇到脖颈，脖子是他的敏感地带，他痒得一个哆嗦，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口。周瑾气音哼笑了一下，重新捻上他的唇，难得温柔的，没有先前夜里恨不得将他吞之入骨的蹭着。他受不了，粉唇忍不住的轻张，他的舌尖就闯了进来。屋内传来亲吻的暧昧声响。出宫前，两人去了趟交房殿。皇后关心了一下周瑾的身体，便道：“春烈的事，你就莫去了，免得途中颠簸，身子受不住。午晚些就和你父皇提一提。”周瑾摇头，依着祖训，每年春烈，帝王和储君都得在场。儿子前3年都在边境，回不得，如今回来了，自然也该前往的。皇后蹙眉，可也清楚周瑾一向重规矩，只好退一步道：“行，无不拦你。”两人陪皇后说了会儿话后，又不得不去慈宁宫。毕竟这次进宫，若不去看望太后，是说不过去的。穆子涵挺不情愿的，不过他觉得这次过去一定会扑空，太后只怕不愿意见他们。周瑾是兴奋的，他的确想看死老太婆出糗。慈宁宫太后已经苍老的不行，不见不见，谁来了也不见。传话的嬷嬷顶着压力道：“殿下说他心疼您，就在外面站着等，那就让他站着。可若是殿下又晕了，只怕顾太傅那边。”嬷嬷为难：“殿下还说了，如果娘娘您不方便，隔着一扇门，他问安也是行的。看看疯批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多低啊！可太后烦都烦死了。老奴觉得您还是露个面才好，一次两次不见也就罢了，可若是回来您都不见，只怕说不过去。再说老奴打听了，殿下准备出宫了，他以后也没法来碍您的眼，不如您就忍一忍，全当吃个亏，免得不见他。他要是突然改了主意，准备在东宫住下，日日过来，那您才是真的头疼。”穆子涵捏着帕子，终于等到慈宁宫的门被打开，太后将冷冷站在那里。周瑾正要拉着小姑娘向太后行大礼，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动作一顿：“皇祖母，您的眼睛怎么肿的
像是核桃人似的。太后不想和他周旋，人既见了就走。皇祖母，您怎么一瞧见我就哭了？太后止不住的哗哗流眼泪，越想克制流得越凶。她也不想，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想哭，她每次流眼泪的情绪总会被调动，可那些都是小毛病，顶多就是心里空落落的。可这次悲伤的情绪将她彻底蔓延，她甚至突然想到了先皇在世，心里眼里都是那个短命的妃子。后来先皇死前的遗愿竟然是和那个女人死同学。太后很难过，她突然捂着戴着面纱的脸泣不成声，想质问先皇为什么？明明她才是正妻，为什么先皇却不愿意多看她一眼？周瑾病殃殃的气人，只是还越哭越凶了。您是太后，身份尊贵，眼泪怎么就这么不值钱了呢？穆子涵实在没想到会这样，他很轻很轻地问周瑾：“皇祖母，这是怎么了？”周瑾有些不好意思，更像是吃惊，嗓音却没有故意压低，他确保那个死老太婆能听见。可是因为见着多日不见的孙子，给感动的。第180章。可是周瑾这狗贼欺负你了。马车摇摇晃晃，周瑾神清气爽地出了宫。穆子涵刚提出去看楚哲成的事，周瑾兴致缺缺，他很忙的。小姑娘突然叹了一口气，在周瑾懒懒散散看过去时，她将自己的烦恼说了出来。我在找合适的时机找周玉还钱，这些年的账我算了又算，他欠咱们足有10万两了，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穆子涵甚至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别说还了，周玉怕是一时间也拿不出来。我便是跑去二皇子府要，他怕是都不愿意认。周瑾顺着他的话，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了？当初二皇子借钱可是从不打欠条画押的，好在每次喜公公都一笔一笔暗戳戳的记了下来。说到这里，他看向周瑾的眼神都夹着幽怨。周瑾丝毫不吝啬的给他一块核桃仁，恰到好处道：“不如等春猎过后再议。”说着，他吩咐外面驾马的继妻去楚王府。穆子涵不知周瑾怎么突然又想去看楚哲成了。他如今身为太子妃，不能凭着冲动做事，也是刚进门不久心腹，总要顾及东宫颜面，不好为了钱财的事大闹到端墨皇面前。这笔银子他是一定要拿回来的。可周玉的人品他是真的信不过，不如春猎的时候趁着人多，可要顾及的太多，不能太强硬，也不能太绵软。虽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这件事他和周瑾出面都不太妥当。小姑娘一声不吭地坐着，愁苦得很。马车在楚王府门前停下，楚王府的奴才急急忙忙过来请安。周瑾温和如玉，姑是来看望楚小王爷的，无需兴师动众。奴才心领神会，殷勤地把人送去楚哲成的院子。路上，穆子涵问了几句：“小王爷情况如何？”回禀太子妃，小王爷这几个月怕是都没法下地走路了。这么严重？可小王爷的精神是相当好的。穆子涵还在领悟这一句话，等他刚踏入楚哲成的院子，就听到有人中气十足的在骂人。那太后什么玩意啊？他就是拉了呀，我总不能说他屎香吧？楚哲成动不了，每天都要嚷一嗓子。他手趴着，身上盖了条毯子，面前摆了一盘被他嗑了一半的瓜子，瓜子壳被他吐了一地。他现在开始伤悲怀秋，在床上躺了这么久，竟然没有一个人登门看病的。楚哲成情绪变得异常激动。不是，京城里的都是些什么破烂货色啊？他不相信，他堂堂小王爷，人缘竟然有着这么差。说着，他愤愤捶了一下床。穆子涵精神的确挺好的，就差要发疯了。带路的奴才生怕楚哲成又说了什么，连忙提醒：“小王爷，殿下和太子妃来了。”楚哲成倏然扭过头看过来，周瑾缓步进来，就有人搬来椅子请他坐下。他弯了弯唇瓣：“姑这些时日一直惦记着你，只是一直抽不出空来。”这话楚哲成是不信的，但他这些日子都要憋坏了。你我这些年的交情，我还能怪你吗？楚哲成毫不吝啬地夸这个黑心肝，我就知道你是个讲道义的。姑这次过来，特地带了些疗伤的药。说着，周瑾转头看向蒙石。蒙石，不是，您没说啊？让他从哪里变？蒙石很配合地拍了自己的头，看我这记性，殿下才吩咐的，竟然转头就忘了。楚小王爷，实在对不住啊，回头我定然给您送来。楚哲成一言难尽，他看向周瑾：“你把我当傻子？”周瑾微笑。楚哲成深吸一口气，不想理他了，转头要和穆子涵说话。看到小姑娘白白净净、乖乖巧巧的，他就难受，嫁谁不好，偏偏入了个狼窝。刚要张嘴，就见他半垂着脑袋，像是遇到了棘手的事。怎么了？可是周瑾这狗贼欺负你了？周瑾微笑，丝毫没有被这个称呼影响。他悠悠道：“因为先前借给阿玉一些银票，他正和姑闹呢。”楚哲成突然不好了，他狠吸一口气：“穆妹妹，
你不会上门找我要钱的吧？穆子涵倏然看向周瑾，看完周瑾又看眼神闪躲的楚哲成，他好像领会到了什么，甚至所有的难题在此刻迎刃而解。穆子涵温声：“小王爷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是什么交情？我和那坏透了心思的周玉又是什么交情？你们是没法比的。这事不找他还钱，楚哲成高兴了。穆妹妹说的对。”他很好奇地问了一句：“周玉那混账借了多少钱？”周瑾轻飘飘：“也不多，不过是10万银票。”楚哲成，他一下就不高兴了，他扯着嗓门：“不是，凭什么呀？你满打满算只借我5万，周玉凭什么比我多？”他骂周瑾：“你是不是有病啊？给他10万，他那种货色配吗？”他支持穆子涵：“啊，这个钱必须得拿回来。”穆子涵有些丧良心道：“我也想，只是现在遇上个难题。”“什么难题？”“殿下从未让周玉写过欠条。”楚哲成又炸了，他死死瞪着周瑾，比穆子涵还要激动。“你说，为什么我要写？”“他不用。”他咬牙切齿：“是他的手格外金贵，提不动笔吗？”“是，他是你弟弟，可又不是一个娘生的。周瑾要是缺弟弟，他愿意喊他哥哥呀。他个不知羞耻的东西，管他有没有欠条，这个钱一定要拿回来。”周瑾似不愿再提此事，等春猎后再说吧。楚哲成知道了，周瑾就是不想让周玉还，所以一直推三阻四。等什么等？趁着春猎就要回来。楚哲成看向穆子涵：“找男人，你得找靠谱的，周瑾这样的靠不住。”他一锤定音：“不过穆妹妹你放心，有我在，别说10万，就算一个铜板，他都得吐出来。”穆子涵为难：“小王爷的腿怕是不方便，你还是在家养伤吧。殿下既然和我不是一条心，那我再想想别的法子。”“不养了。”楚哲成：“我决定的事，谁也拦不得。这口恶气我咽不下，走不了又如何？我身残志坚也得找人把我抬过去。”穆子涵第一次做这种事，良心有些不安。周瑾啊，呆子又上钩了。第181章，是想口汁都被孤吞了吗？从楚王府出来，两人重新上了马车。穆子涵难得寡言少语，沉默了许久，最后止不住感叹一句：“楚小王爷是真性情，就是有些缺心眼。”周瑾不以为然，他玩着小姑娘的手：“你以为他会白忙活？回头他真拿回了银票，你不如再数数，他会抽多少当辛苦费。”楚哲成这种人是真好骗，但只要涉及银子，就相当精明了。那也是他该得的，便是他不抽，咱们也该给，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一点好处都捞不着。我只怕回头楚王又是一顿敲打，新伤加旧伤。说到这里，穆子涵又想到了楚哲成躺在床上，明明动弹不得，但迫不及待跃跃欲试，想大杀四方的样子。楚哲成说了：“我恨不得周玉这个瘪三跪在地上叫我爷爷。”他突然很期待周玉遭殃。小姑娘慢吞吞看向周瑾：“我原以为殿下只装病，却不想殿下的真性情，只怕都与我想象中的背道而驰。说他尊敬长辈吧，也不尽然。只怕当初顾太傅檄文500关，大闹慈宁宫，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要说他有多爱护周玉这个弟弟吧，更加不见得，不然也不会有来楚王府这一趟。”穆子涵不蠢，他比谁都清楚，楚哲成这个人一出场，恨不得将天都捅他了。若是春猎行事，只怕周玉得彻底声名狼藉了。周瑾突然咯噔一下，到底上次冷战给疯批留下阴影了。好在小姑娘没有半点要追究的模样，他甚至欣慰，这样挺好的。太后不仁，二皇子不得，殿下又不是泥人，凭什么要受这两人的剥削？我最是厌烦那些断掉牙的规矩，什么敬重长辈，爱护兄弟，这两人若是好的，自当敬重爱护，可若德行有亏，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去成全他人，还落得吃力不讨好的地步？穆子涵是吃过教训，疼过了，才后知后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有一部分也是糟粕，数以万千的人深受其害。周瑾低垂着眼帘看他，不恼，原先该恼的。穆子涵显然被教得极好，可殿下分明可以自己寻除小王爷，却偏偏带上了我，可见用意。他是将他的一切暴露彻底在他面前，只要他肯深究。哥哥说过，有些事真相难辨，人也如此，好的坏的不是听信他人所言，得自己用心去看。周瑾听到他的小姑娘嗓音温温柔柔地说：“殿下为我做的事，我都记在了心里，真真假假，我不知什么是假，但殿下既然愿意让我自己去看，我总会慢慢知道。如今我知殿下待我是真，这就够了。”穆子涵很少和人推心置腹地说这些，何况这人是周瑾，他有些别扭。说完后，他忍不住看了周瑾一眼，男人没有半点反应，甚至挪开视线，莫名叹了一口气。这是什么态度？周瑾难道不该说什么吗？他如今不过17，能有此感悟已是很了不得了。便是
便是哥哥听了，就算不夸，也会给他刻一副耳坠当奖励呢。他突然怪不是滋味，忍不住指尖勾了勾他的掌心。殿下怎么不理我？是我说的不对吗？穆子涵有些羞赧，可下一秒手被他紧紧攥住。男人语气沉了沉：你是想口汁都被孤吞了吗？还在马车上，总要注意些。周瑾懒懒地掀开眼皮，哼笑一声，心意收到了。小姑娘说话还挺招人。可风批突然心情不太好的嘶了一声，必须得找个时间快些解毒了。他眯了眯眼，穆子涵不知他心中所想，周瑾说的那些话也不至于让他羞愤。周瑾这个人也只会打嘴炮，过嘴硬，又真不能把他如何。穆子涵已经听多免疫了，他想着春烈要带的物件得开始慢慢收拾了，可这些穆子涵没操持过，到底怕有遗漏的，回头还得问问喜公公。正想着，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楚哲城有个追不上的姑娘，现在还没放弃。那个姑娘貌似正是哥哥心仪的女子，他没有想打探楚哲城的私生活，可穆子涵忍不住的抿了抿唇，凑近周瑾：夫君，你知道楚哲城喜欢谁吗？呵，有事夫君，无事殿下。呵，最后娇娇。周瑾斜着眼睛看他，穆子涵期待的看着他，就听他悠悠道：你也认识？穆子涵一愣，他认识？在京城他相识的女子实在是少。穆子涵突然有些不好了，别是怀轩吧？他一点一点把身体挪回去，可突然又觉得哥哥喜欢的自然是顶顶好的，眼光不至于差到这个份上。而且楚哲城对怀轩偏见挺大的。正想着，男人的声音传来：是黄姐。穆子涵身体一僵，明明这三个字他听懂了，可脑子有过片刻的空白。他猛然转头看向周瑾：黄姐。见他反应这么大，周瑾有些意外。他玩着小姑娘的小拇指：姑的姐夫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不用在意楚小王爷。黄姐对他更没这个心思，若不然，你当黄姐为何不亲自去探望？无非是为了避嫌。穆子涵心情一点一点变得不好，然后突然瞪了身边男人一眼。现在的周瑾城府深着呢，没准穆言喜欢少阳的事他都知道。就算不知道，穆子涵这会儿如鲠在喉，忍不住想瞪他。马车在景园停下，他甩了周瑾的手，先一步下了马车。周瑾拧了拧眉，只会杀人的脑子，好不容易才有了情愫，可琢磨不透女儿家多变的心思。他刚出车厢，就见喜公公欲言又止：殿下，您这是和太子妃闹别扭了？周瑾脸色有些黑，他没理喜公公就要追进景园的穆子涵，却不想穆衍正躺在院子里晒太阳，听到动静，他抬眸看过来，见小姑娘抿着唇，闷头往里走。她的脾气一直都很好的，穆衍说的比喜公公还直接。殿下怎么惹着她了？周瑾看他就愈发不顺眼了。第182章。那么殿下回头也要喊我一声姐夫。穆子涵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当晚就消气了。接下来的几日格外相安无事。东宫的阿黄也被带出了宫，都是穆子涵亲自喂的，有时还会买些肉干给他。不愧是周瑾养出来的狗，走路一瘸一拐的，平时总喜欢在院子里晒太阳，还喜欢把脑袋送过去给他撸。起先穆子涵看他这样很是怜惜，直到有次门外来了个路人讨要水喝，阿黄闻到了陌生气息，凶悍的眼睛死死盯过去，嘴里发出威胁的声音，警惕的只要那人敢迈进门半步，他就能扑过去一口咬住其脖子上的动脉。直到边上的柳茵茵小声的叫了他的名字，阿黄呜咽一声，重新在地上趴下来，晃着尾巴。柳茵茵和穆子涵说了此事，穆子涵为此特地问周瑾，阿黄会不会咬人？周瑾没有告诉他，他的狗不但会咬人，还会用爪子还有锋利的牙齿杀人，除了爱吃肉干，生人肉和骨头也是要吃的。彼时的他正和穆衍下棋，闻言嘴角轻勾了一下。阿黄是极温顺的，从不随意咬人伤人，若没有柳茵茵出声制止，他只会把那个路人吓得屁滚尿流后，然后拖到周瑾面前，等待他发落。一般会有3种情况。第一种是周瑾看一眼，冷漠无情凉薄道：怎么想加餐了？他就开膛破肚，场面血腥。第二种是周瑾语气不耐，嫌恶不行，恶不恶心？怎么什么脏东西都要碰，离骨远些？他会咬死后哼哧哼哧挖个坑，把人埋里面。这2种一般都是疯批不想动手但要杀的人。第3种反而最常见，毕竟周瑾是个仁厚的太子，很多都是被阿黄误抓的。那时候的周瑾会蹙眉，温声对受害人致歉：对不住，姑养的犬实在不懂事，让你受罪了。阿黄就会垂着脑袋，呜呜咽咽，像是个受气包一样跑去角落蹲着。穆子涵听周瑾说温顺，有些不太信，不过没再说什么。他是会下棋的，平时经常陪穆衍下当作消遣，可每每都是输。
如今见两人势均力敌，每一步棋都下得有深意，就在一旁坐下看着。穆衍这几日很少咳了，连气色都好了不少，至少没有了往昔的那副将死之态，都是那瓶药的功效。也难怪那些权势曾为了要人而争个你死我活，没有半点体面。他问：殿下可是要带着阿黄一同春猎，留在锦园？娘子不放心家里。穆子涵一听，当下眼眸亮晶晶看着周瑾。是啊，家里多为女眷，哥哥病着，舅舅是个庄稼汉，空有一身蛮力。阿武也不过是有些习武的底子。京城繁华，可经常也有盗窃案，有很多家里是养狗的。这么一想，阿黄的确是个看家的好犬。殿下有心了。小姑娘望着他的是神色，周瑾很受用。他抬头将他衣摆上的褶皱捋了捋。你我是夫妻，这些都是姑应该做的。穆衍看在眼里不说话。韩丫头，韩丫头。外头传来刘老太的呼喊声，穆子涵哎了一声，快步走出去。他一走，周瑾神色寡淡，他随意瞥了穆衍一眼。接下来只怕京城得不得安生。他话里有话，穆衍神色依旧。算着日子，若是不出意外，你也该到断鼎毒发之时，只怕有人盯着许久了。毕竟穆衍死了，第二个就轮到周瑾了。偏偏这些时日，周瑾一直在锦园住着，穆衍甚少出门，外头的人皆不知他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幕后之人自然会留意，若是个谨慎的，还会亲自看一眼穆衍的死状才会安心。好歹是用千金难买的丹药吊着命的，你若出事，姑的心思可就白费了。你的那些丹药吃的差不多了，姑也就回来了。穆衍目光温和，周瑾以为他至少要问几句，比如丹药吃完该如何，比如周瑾有几分成算，再比如他真的能活下来。可这些时日，穆衍没有问上分毫。他只是每天按时按点的吃着药，吃完药后，除了陪伴家人，就是对着窗户发呆。哦，还小气的把周瑾搜刮出来的那些雕刻的工具给收走了。周瑾冷冷看着他，就没半句想说的，不说感恩涕零，甚至害得疯批都找不到救人的自豪感了。我若问殿下可愿意说？殿下既然不愿，我为何要自讨没趣？穆衍轻笑，日子过一日是一日，能活下去是我之幸，活不了为我之命。他的确心有期盼，可这3年的绝望缠身，他变得格外的小心翼翼。有些事，有些人，若是没有彻底好全，穆衍都不敢奢望。周瑾嗤笑一声，他突然站起来，朝外去。等等，棋还没下完，懒得和你下。穆衍平静地收回视线，正要端起茶杯喝茶，周瑾突然顿住身子，语气变得相当恶劣。对了，娘子应该还没和你讲。他每次这样说的话，穆衍都还不是很喜欢听。果然这次也不例外。我黄姐这次去江南，准备找3、4个男人当面手。这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毕竟黄姐是公主，回头哪个伺候的好得她的心，再提上选为驸马也是成的。穆衍的温和刚有几分裂纹，就听到小姑娘的声音：殿下，你站在门口作甚？穆子涵刚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刘老太塞给他的烤洋芋。周瑾一秒变脸，微笑：姑是和哥哥交心呢。穆子涵哦了一声，没有多想，跑去找柳茵茵吃洋芋了。他一走，周瑾听到身后的一声轻笑，穆衍吃力地站起来。殿下貌似忘了一件事，我若是好不了，末了逢年过节，您都要过来烧炷香。若是好了，我这人做事急，这个年纪也早该娶妻了。少阳怨我自当亲自登门赔罪，求他谅解。那么，殿下回头也要喊我一声姐夫，辈分都比殿下高。穆衍朝他做了个揖，没管周瑾脸色多难看，不知死活地说了句：不论结果如何，还得谢殿下成全。第183章护短。烤洋芋是刚从火堆里面扒拉出来的，穆子涵剥去外面烤得焦黄的皮，沾了点白糖，就忍不住地送到嘴里，烫得他吸了一口气。他极喜欢吃这些。当初在穆家，哥哥在外打仗还没回来，他还是个没人要小可怜，经常食不饱腹。有次慕如莲瞧不过去，偷偷给他塞个馒头，偏偏被慕如月给撞见了，馒头当场被打飞，甚至当着他的面用鞋子被踩得稀巴烂。那句话他现在还记得：吃什么吃啊？你这种命硬的人，吃了也是浪费粮食，不如死了。他当时吓得不知所措，慕如莲又是个庶女，更是大气都不敢喘，后又被慕如月警告一番，至此再也不敢给他送吃的。穆子涵没办法，他那时太小了，便是会反抗，也没有资格反抗。后来他就偷偷跑出府，去集市上买些洋芋，此物存放的时间长，有时饿得不行了，尤其是冬天就会烤来吃。已经很少去想之前的事了，一则那时候的日子太苦，想起来也没滋没味；二则慕如月做的再恶毒，可他已经遭报应死了。表姐在想什么？柳茵茵见他久久不言，便笑着问了句。穆子涵侧头看他，
忍不住唇瓣也轻轻往上弯。方才在厨房，外祖母和舅母还在为你的婚事头疼，我便想着哪家儿郎有福气能娶到我们英英。一听他说这个柳英英，就苦着脸，如今表姐也会取笑我了。穆子涵本来也只是随口一言，可既然提到了，也忍不住问过，之前见的副将审核，这些日子你考虑的如何了？他温声道，只怕人家那里也急急等着回复，成了便皆大欢喜，别的不提，你娘和外祖母自然就不会念叨了，若是不成，也趁早说清楚，免得拖着人家，这也不好。柳英英点头，红着脸道，我省的。说着他有些不好意思道，已经和表哥说过了，过些时日何家长辈应该会登门议亲。穆子涵刚刚还在催，一听这话又开始舍不得了，这也太急了吧？也不算急的，毕竟我还在校期，婚期也得出了校。说着他低低道，我也想过了，沈大哥挺好的，愿意等我3年，他既然愿意等，那我为何不敢嫁？这3年也足够他去了解审核的人品了。穆子涵正要说话，就见暗香从外面匆匆过来。太子妃，孙姨娘那边派了人过来，瞧着模样怪急的，您可要见见。穆子涵有些意外，他刚刚想到了穆家，穆家就找过来了，把人带过来。暗香应了句，很快带回一个人来，瞧着并不面生，是孙姨娘身边的婆子。穆子涵笑着道，姨娘可有什么要紧事？婆子砰的一声跪到地上，我们姨娘也是没办法了，实在不想扰了大少爷和大姑娘您的清静。穆子涵一听这话就知道出事了，洋芋他也不吃了。不等婆子再说什么，我随你回去一趟，有什么事路上同我细说。此时的穆府，孙姨娘敢怒不敢言地站着，对面坐着个穿着极为体面的妇人，高傲地喝着茶。那妇人不屑同一个妾室说话，转头瞥了一眼媒婆，媒婆连忙道，孙姨娘，你考虑的如何了？给胡家少爷当妾，也是你家三小姐高攀了，胡二夫人方才也说了，愿意给足聘礼，虽说是个妾，可回头若是生下男婴，过继到正妻名下，三小姐的好日子可不就来了，有数不完的荣华富贵。你还犹豫什么？谁不知你另一个女儿刚和离，虽说是男方有过错，可一个妇人被休，那是相当丢脸的事。说的话每一句都让孙姨娘觉得恶心，可念着对方的身份，她不得不忍气吞声。家里的事，我一个妾室是做不了主的。胡二夫人这才愿意施舍她一个眼神。你倒是认得清自己的身份。媒婆丝毫不在意道，不找你还能找谁？难不成还能寻穆将军或者太子妃？穆将军不见外客，太子妃又身份尊贵，还能为庶妹的婚配上下打点亲力亲为了。你要是点了头，他们自然不会过问什么。何况胡家可是德妃娘娘的母家，要不是念着太子妃姓穆，这种好事轮得到你女儿身上，怎么还给脸不要脸了？你们若是看不上，为何要登门？孙姨娘也火了，不就是念着我们大小姐如今是太子妃了，谁攀谁高枝还说不准呢。胡二夫人气得一拍桌子，你刚说了一个字，就被一道女音打断。在外头都听见有人拍桌子叫嚣了，我倒要瞧瞧是谁在穆家的地盘撒野。穆子涵从外面走进来，眉眼不带半点笑意，倒有些不怒自威的意味。他一来，孙姨娘总算找到了主心骨，一改心气都顺了，腰板都直了。胡二夫人，你许是不知道，我的2个女儿是庶女不错，可她们命好，有这么个嫡姐护着。这不，一听说有人在穆家耍威风，就赶过来了。胡二夫人这还哪里坐得下，她忙站起来，笑脸相迎。可不等她说什么，穆子涵从她身边擦过去，主位坐下。听说有人登门求娶三妹妹，我是个闲不住的，便过来瞧瞧。一听这话，胡二夫人的脸一僵，太子妃您怕是弄错了，我儿不是求娶，是那小。媒婆想到出发前胡二夫人塞的金锭子，咬咬牙，忙巧舌如簧帮着说话。虽说是纳妾，可胡二夫人亲自过来，可见是极看重三小姐的。这胡少爷模样生得好，人也肯上进，就连宫里的德妃娘娘，她都要喊一句姑姑。住嘴！穆子涵冷冷道，让你说话了吗？说完这句，他似笑非笑的看向胡二夫人，甭管是娶妻还是纳妾，都得按照章程来，既然女方不愿意，识相的就该离去，保全各自体面。胡二夫人这是做什么？穆家若是不应，你还要抢人不成？第184章，你当我是死的？胡家如何？我来前也遣人去打听过了，胡家的却是德妃娘娘的母家，也就是三皇子周成的外家。相比西家和怀家，胡家相对于低调，毕竟三皇子不受宠，可再不受宠也是个皇子。东昌伯府胡家在京城也有一席之地，如今的东昌伯是德妃的亲兄长，他们是老伯爷和正妻所生，德妃生母亡故后，老伯爷再娶，眼前的胡二夫人就是老伯爷同继室的儿子娶的夫人。太子妃，您既然打听了，也该知道胡家的门楣并不低，殿下和我们三皇子是兄弟，若我儿和穆三小姐的事成了，这就亲上家。打住！
你不必同我吹嘘，别的不说，你儿子只怕身高都没我三妹妹高。眼看着胡二夫人变了脸色，穆子涵却丝毫不在意。什么姑姑，你也别喊得太亲近，谁不知道德妃多不待见你们二房，毕竟当初生母才亡故不过数月，父亲就娶了你婆母。据我所知，三皇子对你儿子也不亲近。胡二夫人，你在胡家日子不太好过吧？毕竟如今是大房当家，如今你打的什么心思，你自个儿清楚。我也不想揣着明白当糊涂，当母亲的为儿子谋划没什么，可你想借着我三妹妹好同东宫有牵扯，这不大妥当吧？穆子涵诞生，你当我是死的？胡二夫人的脸涨红，实在不明白穆子涵这种人怎么配当太子妃。我婆母是后娶的不错，可贵妃娘娘也得喊一声母亲。两房虽有龃龉，但也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兄弟。我儿是有缺陷，可他用功，日后前途无可限量。上回在街上偶遇三小姐，便求着我这个母亲过来。我今日是带着诚意来的，想着三小姐是您的庶妹，自然不能寻常当纳妾那样对待。胡二夫人实在不明白穆子涵怎么半点不心动，毕竟在他看来，太子身份是尊贵，可到底是要死的。三皇子虽不得圣宠，坐不上龙椅的位置，可这亲事百利而无一害，日后到底能抱团啊？穆子涵气笑了，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你才听得懂吗？你儿子娶妻3载，儿媳至今无所出，吃的要只多不少。你二房是想纳妾，还是想借女人肚皮生子？胡二夫人，这生不出孩子，也并非全是你儿媳的问题。我若是你，与其在此丢人现眼，不如找个大夫给你儿子看看。别怪他说话难听，实在是这胡二夫人忒讨人厌。若是一开始好言好语也就算了，穆子涵也愿意好言好语把人送出去。他性格温婉，可真恼火起来，木眼都拦不住。胡二夫人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不愿听半句诋毁的话。太子妃若是不愿那便罢了，全当我白来这一趟。再如何，我儿也是胡家子嗣，穆三小姐只是庶女，我倒要看看她的身份，还能当高门显贵的正房夫人不成？除了给人做妾，还能做什么？他实在想不通穆子涵拒绝的缘由。穆子涵却没有回答他，他直接道：孙姨娘，下回若是还有人登门说什么晦气的纳妾，你且记住了，直接撵出去。咱们穆家的姑娘不求显贵，但得3媒6聘8抬大轿。若是个不知好歹的，你应付不了，便让他们来寻我。孙姨娘忍不住红了眼圈，您做平人妻，不做贵人妾。她是妾室，这些年熬过来，自然清楚其中艰辛。妾室说的好听是姨娘，说的不好听些，不过就是比奴才高一等，得看人脸色过日子。还好老爷被送进去了，如今站在这里是大小姐，不然穆正那利益熏心的货色就答应了。胡二夫人觉得这话分明是说给他听的，谁稀罕啊，真当穆家小姐是什么香饽饽不成？就听穆子涵慢悠悠道：一个妾室，好像我穆家上赶着求似的，别说如今是你，便是胡家大房的当家主母来了，我也不同意。瞧我记性差的，大房的人怎么可能为你二房出面？你不能，但我倒是找三皇子过来，让他出面找你这个不太相熟的二舅母谈谈，求放过我穆家女，换别家愿意糟蹋女儿的人家祸害。穆子涵说累了，孙姨娘送客。孙姨娘听得不要太爽，嘴里的笑怎么也收不住。是，胡二夫人，请吧。胡二夫人气得一甩袖子，走路都踩得格外重，似在发泄她都不甘。她一走，穆子涵脸上的神情却淡了下来。胡二夫人明显想要拉近东宫和胡家的关系，的确可以理解她的小算盘。可若是往深了想呢？比如胡二夫人今日过来，胡家大房那边可知情？或者说是周成可知情？也许是少阳离开前的句句嘱托，生怕周瑾被人害了。穆子涵又念着皇宫的水深的浑浊，真的能孕育出单纯的人吗？还是说胡二夫人受了谁的意，是有人故意引他深思，想要东宫和周成也有隔阂？他想不透，想多了更是头疼，索性就不想了，希望是多虑了，反正人都轰走了。穆子涵看着孙姨娘欢欢喜喜从外面进来，如情如怜他们呢。我得知胡二夫人带着媒婆上门，就让他们去屋里待着了。穆子涵点头，是我知过。如晴和茵茵差不多的年纪，的确该议亲了。孙姨娘这边可有合适的人选？孙姨娘眼珠子一转，倒有几个，如今我还在斟酌。可这不是重点。大小姐，奴想着让如晴早早出嫁。她说话也不顾忌了。穆正迟早要问斩的，如晴若是没在他死之前嫁出去，还得给他这种人守孝，这可不得被熬成老姑娘。又不是个好父亲，守什么守？便是人头落地后，我也不想让2个女儿去他坟前磕头。穆子涵想到穆如莲的遭遇，就忍不住唏嘘。他温声道：你做主就是，回头等三姑爷人选你看好了，且让我和哥哥去探探品行。他觉得孙姨娘说话已经够客气了，因为他觉得孙姨娘下一句被吞了下去。
如果没猜错的话是第185章解毒。胡二夫人回了胡家二房住处，脸还是阴沉沉的。她将媒婆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出气，犹不解气。这时，有身高只及她肩膀的男子迎了上来：“母亲回来了。”胡二夫人，纳妾的事你别想了，咱们胡家可是不少人上赶着当姨娘的，回头母亲定然给你寻一个品貌比穆三小姐还好的。胡少爷似有落魄，很快安抚胡二夫人几句离开。品貌？那穆如晴到底长什么样？他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胡少爷回了屋子，朝里面喝茶坐着的人恭敬地拱了手：“您放心，母亲去了穆家，只是事没成，还吃了一肚子气。没曾想太子妃竟然半点脸面都不给，到底和世家出来的小姐不同，缺些涵养。”男人重重搁下茶盏：“他如何是你能说的？胡斌，管好你的嘴，若是愿意给我做事，好处是少不了你的。”景园。周瑾眉目淡漠地扫视一圈，没有瞧见熟悉的身影。柳英英仍旧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瞧见他，连忙起身：“殿下。”男人到底是皇家贵胄，还是立在一处，金贵的威仪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不知怎么，柳英英还挺怕他的。别说是他，就连柳父柳母在周瑾面前相处的也不自然。他摇摇唇瓣：“表姐回穆家了，她说最近开了家核桃酥的铺子，回来给您带些。”周瑾掀开眼皮，总算有了别的反应。柳英英。周瑾显然心情很好，他懒洋洋地朝小门，回了平时住的院子。今日天气难得晴朗，蒙石正翻着医书，他病恹恹地朝其勾了勾手。蒙石其实不想搭理他，因为那个姿势就像招呼猫狗一样，可他又不敢不搭理，连忙上前，但有个身影比他还快，是阿黄。阿黄咬着尾巴，谄媚地在周瑾脚边蹲着，狗眼圆溜溜地去看向蒙石，似不明白他怎么还不过来。蒙石很想骂人：“我和你这条狗能一样吗？”周瑾抬脚轻轻踢了踢阿黄的狗头：“走开，没叫你。”阿黄走了。蒙石更想骂人了，他深吸一口气，不敢骂周瑾，于是转头骂阿黄：“殿下让我过去，你这条狗凑什么热闹？不像话！”话音刚落，就听风批嗤笑一声，蒙石下意识身子一僵，他最近没惹祸吧？他心慌意乱地跟在周瑾身后入了屋。天气虽然热了起来，可到底还是初春，到底透着几分寒气。周瑾却穿得极少，他去案桌前坐下，手落在腰间的玉佩上，无意识的抹撒，眸色深沉。蒙石将门掩上，就对上周瑾凉飕飕的眼眸：“殿下，你有什么吩咐的？”他突然想到，周瑾中午都要吃的药，算着时间应该吃完了。好在他早有准备。蒙石连忙从怀里又掏出一瓶新的来。他为医者，自然清楚，这药吃了损伤身体，长期服用便是殿下身体恢复异于常人，可是要3分毒，何况这种缠了毒药的丹丸。念及此，忍不住又苦口婆心：“殿下，这药再吃1月就不宜继续吃了。您的脉象已然紊乱，这些时日你吃了药睡得愈发的沉，夜里定然时常心绞痛，无需我提，您应该是知晓的。”周瑾面无表情，他哪里不知道，每次心绞痛，他怕吵醒穆子涵，就去屋顶上坐着。前夜正巧被出来起夜的穆衍撞上了，穆衍匪夷所思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神经。也是，谁大半夜不睡觉，光着脚穿着一件单薄的里衣跑去屋顶吸收月光洗礼，嘴里还大口大口吐着血，越疼他嘴里诡异的笑容越大，好似在享受。殿下，你可别不把身子当回事，回不听医嘱，我便是再有能耐，也没法次次从阎王手里夺人。说到这里，他就来气。从边境回来的路上，蒙石本就担心路途颠簸，毕竟周瑾在胸口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还在养伤。车队停下，不过是吃顿饭的功夫，周瑾就将一碗断鼎熬制出来的汤药给喝得一滴不剩。要知道当年射中穆衍的箭雨也不过是抹了一点断鼎的毒，穆衍就那样了。他当时气的手都在抖。殿下，你明知有毒，为何要喝？周瑾说了什么？他语气相当不屑，姑就想看看你的医术精湛到什么地步，可有给你祖父蒙羞？蒙石至今想到这句话都火气旺盛。我谢谢你啊。眼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将药瓶递过去，周瑾却是没接。男人像是累极了，双眼合上，准备。蒙石听到他吐出2个字：解毒。蒙石没好气：殿下，您就让我省点心吧，我这个年纪还没娶媳妇，要是再为了您的事费心劳神，要不了多久就要满头白发了，还解毒，您这是在为难。他吐槽的话音倏然停下，不可置信地看向周瑾，语气都结巴了，破音道：解毒。周瑾这个疯批竟然主动提出解毒。蒙石怕他改主意，嗖一下将药瓶又藏到袖子里。我这就去。
他高兴得连蹦带跳地离开。蒙石一走，季期很快出现在屋里，恭敬地将穆家的事简明扼要地提了提。胡二夫人在穆家闹得正凶，非要破穆三小姐为妾。太子妃去后发了一通火，将他堵得哑口无言，拂袖而去。胡二夫人，周瑾眼皮都懒得抬，他不意外，毕竟这京城的确该乱了。他只在意一点，太子妃骂人。季期微微一愣，这是重点吗？重点是胡家啊！周瑾语气一撼，可惜姑没瞧见，小姑娘骂人应该奶凶奶凶的吧？胡二夫人真是好福气。季期到底是跟在周瑾身边很久了，他垂眼想了会儿，那胡二夫人已经回去了，可要属下把她抓过来威胁一番，再让太子妃配合，当着您的面场景重现。周瑾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季期，疯批觉得季期有这个想法挺变态的，虽然这件事周瑾做过，后者才会提议的。第186章，殿下看上的就是殿下的。晌午，周瑾没再吃丹药，也就没了往日都要午歇的习惯。他将自己关在屋里，翻着就差被他翻烂的生死簿，嘴里勾勒着春风拂面的笑意，相当随意抬笔在一处名单上狠狠画了个叉。什么纳妾，分明是有人别有用心。至于目的，周瑾并不是特别在意。他既然要解毒，那有些事也该加快进程。端墨皇非要保这个人，可他偏偏要逼得此人自乱阵脚，路原形。不过半炷香，京城有了骚动，胡家二房的少爷暴毙而亡。穆子涵刚从穆家出来，去糕点铺子里买核桃酥，刚要付钱，就听身边的妇人唏嘘：“胡家少爷真死了？不应该吧？前几日我还在街上撞见他，面色红润，可不像有病啊。”“你是听谁胡说的？”“什么胡说？消息是胡家传出来的。胡家的奴才都去棺材铺加急买棺材，收敛尸身了。你若不信，可去瞧瞧，胡家门前如今白灯笼都挂上了。我听说胡家少爷是上吊死的，就是不知他为何想不开，只怕其中有蹊跷。胡家都去报官了。”穆子涵付钱的动作微僵，他眼眸瞪大，试图加入那些妇人：“各位嫂嫂可否告知，死的是胡家的哪位少爷？”“二房的独子。”穆子涵心里莫名一跳，他匆匆付了钱和暗香，准备回去。怎么胡二夫人前脚刚走，胡少爷就没了？琥珀忍不住道：“死的要是别人也就算了，偏今日他母亲才登门。好在太子妃您看重姊妹，若不然换成别的德行有司的人家，前脚将纳妾的事谈拢，后脚就能让胡家用一顶轿子把人从胡家小门抬进去了。真是膈应人。”后面的话他没再说，可穆子涵清楚，如果真如琥珀所言，那抬进去的姨娘日子并不好过，还会背上命应克夫的名声，倒是无妄之灾了。他抱着点心，左右胡家和我们并无瓜葛，人残了死了都无需在意。琥珀点头，太子妃说的是。两人没再耽搁，穆子涵一路再无话。他想着春猎的事，要打点的行李不少，得和周瑾说说回城垣提前收拾的事，却不想刚迈进院子，就见一家子都在忙着蒙石晒各种各样的草药，晒了满满一院子还不够，隔壁穆衍的院子也全晒满了，角落还堆着一些刚挖回来，根部还带着泥。这个阵仗让他有的微滞。你们这是？喜公公脚不带风，太医院给的泡药浴偏方，这几日用着效果实在平平。蒙石就给停了，说是好几宿没睡，重新开了方子，想让殿下试试。他至今还被蒙在鼓里。喜公公特别高兴，因为蒙石拿药方给他看的时候，激动都快哭了。蒙石平时看着不着调，可对殿下的身体这方面，只怕没有医者比他更靠谱的。于是喜公公很讲究气氛的和蒙石一起抱头痛哭。蒙石终于，疯批打算好了。喜公公，这方子一定有不同寻常之处，大部分都是老奴去太医院取的，药房里的还有些老奴觉得用得上的，全取来了。蒙石说天气好，不如拿出来晒晒。说着，他指着角落刚出土不久的那些得用特殊的法子炮制。穆子涵眸光一颤，他想，他大抵知道周瑾的打算了。喜公公晒得很小心，因为这些都不是普通的药材，在外头的药铺多半凑不齐，其中还有几位是附属国上贡的，他可就差将太医院的存货掏空了，可都千金难买，若是没处理好，再要找就难了。这时候蒙石从屋里出来，眉头紧锁。喜公公，我看还是算了吧。喜公公一下不好了，扭头嗓音尖细，为何算了？还缺了一味药引，得平时煎着喝。缺什么？你快说啊！玄冰花。喜公公一愣，要是没记错的话，先皇曾将的玄冰花赐给了淮南侯爵府。是啊，就仅有那么一株。这时周瑾捂着心口走出来，虚弱道：玄冰花对淮南侯爵府而言为殊荣，
实在贵重，日日供奉在怀家祠堂，姑怎能厚着脸皮讨要？这方子有用无用尚且不知，可姑迟早要死的，怎能肆意糟蹋药材？周瑾身子因站不住而摇摇晃晃。姑不配。木子寒沉默地看着他眼，喜公公心疼死了。他的道德也可高可低，玄冰花本就是药材，就是让人治病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想到殿下前不久还将怀家二少爷送入了牢狱，殿下要用，怀家就该双手奉上。只是怀家都是些小人，怕对玄冰花上动手，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姬姬，你跑一趟，直接偷过来不就成了？最省事。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凭着季期的本事，还能被怀家发现不成？木子寒听到他铿锵有力道：“什么淮南侯爵府的？殿下看上的，就是殿下的。”周瑾似不愿意，不准去。孤心不安。喜公公，殿下就是要罚我，我也要让姬妻去偷。柳家人一听这话，生怕周瑾太讲道理，太大公无私了，急急忙忙的给季妻开门。刘老太甚至把木子寒拉到一边叮嘱：“等药弄好，殿下要是不喝，咱们灌也要给他灌下去，你可别舍不得。”木眼，木子寒。季妻一走，周瑾靠在了门扉上，懒洋洋的，光线照在他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柔和。殿下可知胡二少爷身亡的事？木眼突然问了一句。周瑾悠悠：“哥哥的消息还真灵通。是阿吴在街上听人提起，说是仵作尸检后道，不是谋杀，是自杀。我只是不明白，胡家少爷怎么就突然想不来自尽了？听说房中还有封遗书。”周瑾继续悠悠，语气白莲花一样，半点不愿透露。姑和哥哥一样，也不知道呢。木子寒却忍不住看向木眼：“遗书，哥哥可知写了什么？别是娶不到慕如情，心生怨念，要死要活的试图给穆家施加压力，然后一不小心真的吊死了吧？”木眼摇头：“这就得问衙门还有胡家人了。”木子寒点点头，心事重重的将点心送到周瑾怀里。男人仍旧靠着门，垂着眼，好整以暇的看他。你问他作甚？他的消息能比姑知道的快吗？毕竟是他干的。木子寒软声：“夫君能去查查吗？”也没写什么。周瑾：“不过就是这胡少爷羞耻自身矮小，自知不足。想了又想，没准是胡家先辈作恶多端所致，他无言活着还写了。”木子寒荒谬的看着他，他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要么就是胡少爷有病，还有什么？祈祷下辈子能身长8尺，最好窜的比望天数还高吧。第187章，都娶妻了，怎么还像个愣头青似的？胡家死了人，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在湖面荡起波纹，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不过胡家二房成了世人嘲笑的重点，原因无他，当时随仵作一同去胡家的小丽，夜里酒馆吃了酒，醉糊涂了，同好友提起了遗书的内容，很快又在京城传了个遍。百姓先前还唏嘘到底是一条人命，甚至许多人猜测这胡少爷可是在外得罪了人，结了仇，伪造成自杀的假象。这也是胡家急急报案的缘由。毕竟这二房即便是季氏生的，可到底还没分家，虽不受大房待见，可没断了往来。胡家公子虽矮小，时常被人私底下嘲笑，可人家也是正儿八经世家养出来的，有谁好端端的公子哥不做，非要求死呢？答案是有的，就是他，胡斌。死就死吧，非要留这么一封遗书，这就耐人寻味了。木子寒总觉得不同寻常，便让喜公公出去打听。那玄冰花祭期到手后，几人就回了城园，蒙氏将玄冰花给炖了，熬了一个下午，才得了那么一碗。这会儿天都黑了，木子寒捧着药碗走得谨慎小心，就像捧着的是他的身家性命。小姑娘走路本来就不快，这下恨不得一步分成3步走。屋内正熬着药浴，周瑾刚褪去外衫，身上就穿着件雪白的里衣，白的不染一点尘埃。像他这种沾过数千人血的，其实穿黑色才更符合他的气质。可周瑾偏偏不，黑色耐脏，沾了血都看不真切。他病态地享受白衣一点一点被血染湿的快感，但他这会儿坐在椅子上，时不时添一根柴火进去熬药浴，光线落在他身上，温暖的让他眯了眯眼。男人如果不疯批，举手投足间倒真是惊艳温润。听到脚步声，他扭头看过来，突然唇瓣带笑，脑袋歪了一下。木子寒，他突然连名带姓的喊了一句。小姑娘很少听他这么称呼，有些没反应过来的啊了一声。你是蜗牛吗？周瑾走过去，食指弯起，弹了弹他的脑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爬过来的。木子寒吃痛，额头上很快有了红印子。周瑾沉默了一下，他也没用力。蒙石抱着手臂看着，没忍住扑哧一笑。我说殿下，您今日没吃坏身体的丹药，可不虚弱了，
别说太子妃额头敲红了，就连人的骨头您都能敲碎了。他心里高兴，得意忘形间说话也没个把门。媳妇就这么一个，可得悠着点，回头木眼见了，还以为你家暴呢。日后也得控制好力道。太子妃娇滴滴的，可不是军营那些粗犷的臭汉子，可经不起您这样。都娶妻了，怎么还像个愣头青似的？蒙氏突然想起来，哦，有毒在身，还没圆房呢。可不是，还不会疼人吗？等等，殿下突然急着解毒，别是憋不住了吧？也是，每天抱着香香软软的太子妃，殿下定力再好，他也不是太监啊。蒙氏觉得他真像了，他刚要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就对上了周瑾的死亡凝视。周瑾什么都没干，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他。蒙氏熟练地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让你嘴贱，让你嘴贱！殿下快些喝药，我去看药浴熬得如何了。他可不敢造次了，跑到周瑾方才坐的椅子坐下，见炉子里的柴火被添得极旺，嫌弃地取出2根掐灭了。真是媳妇不会疼，看火候不会，就会杀人是吧？周瑾接过药碗，几口就给喝了，就要把药碗扣到一旁，不要浪费了。穆子涵扒着他的手，还有几滴。他显然很清楚这一碗有多珍贵。周瑾见小姑娘顶着红印子，幽怨地望着他，这可怜兮兮的模样，就好似不答应他就要哭了。他抬手将最后2滴药汁倒在嘴里，小姑娘眼尾红红的，应该是困倦打哈欠所致。娇气，药浴也不知何时熬好，回头又得泡上许久，还得辅以针灸疗法，也不知要折腾到何时。你先回去睡，我陪夫君。回来的路上你就困得不行了，现在不困了。周瑾恶劣地朝他靠近，孤药浴可得脱光了泡，你在这里不大好吧？2人平时亲近，最多就是周瑾无赖地将他脱光了，又亲又摸。小姑娘回回都羞得不敢看他，试图用被子盖住春光。反观周瑾，衣服上的扣子都没松上一颗。穆子涵还没见过他不着寸缕的模样，原本是中规中矩的泡药浴，怎么被他这么一说，他的耳根都开始发烫。周瑾原以为小姑娘害臊，听后也就回去了，没想到她脸红扑扑的，却格外倔强。都是夫妻了，殿下有哪里是我不许看的吗？他的手忍不住的攥起帕子，明明指尖都攥得发白了，还故作镇定道：咱们又不是作奸不得人的勾当。周瑾嘴里的玩味散去，他意味深长的收回视线，就要将药碗随手放置一旁。哪里知道今夜的木子含肥得很，眼巴巴地看着药碗，不如给舔干净了。周瑾一言难尽，倒没珍贵到这个地步。木子涵见他没音，也反应过来，哪有堂堂太子抱着碗舔的，有伤风雅，也就没坚持，转头让暗香回房寻一面铜镜。周瑾在药房转了一圈，找来有粘性的油纸，这些油纸是贴在一排排药柜上，写上药名，平时抓药用来区分的。他取了个还没用过的，贴到小姑娘的红印子上。行了，戴上了。木子涵慢吞吞撕下来，照着镜子看了看印子，她皮肤又白又嫩，稍稍用力就会落下痕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很小声的嘟嚷一句，掩耳盗铃。说着他又去看周瑾的手，这明显不是文弱书生的手，指腹上带着厚厚的茧，可他的手修长得很漂亮，虎口处有一道浅浅的伤疤，但不仔细瞧，压根瞧不出来。这伤怎么来的？周瑾看过去，眼眸沉了沉，有些阴暗的回忆涌上心头。他耳边嗡嗡作响，好似听到有人在争执。茶器被掷落在地，瓷片四溅落在幼时正趴着门缝瞧的他手上，随即是女子的哭泣和恨意，哭得肝肠寸断。那时的他在抖，明明是3伏天，却冷得如坠冰窖。第188章，知道解完毒姑会对你做什么吧？木子涵没等到他的回复，就听外头喜公公在找他，闻声走出去。如何了？喜公公刚从外头跑进来，这会儿还喘着气呢。平复会儿后，绘声绘色的将外头传得沸沸扬扬的事倒豆子似的说给他听。那胡二夫人晕了一会，醒来后要死要活，嘴里念叨着不可能，还说那遗书一定是假的。胡家觉得丢脸，不愿让他再闹。德妃这些年一直礼佛，甚少露脸，这次同样没出面，可见对娘家2房的积怨已深。周玉也没吊唁，只是让奴才送了些香烛纸钱，还赠了贴身的一枚扳指，让胡兵带着入土，也算全了表兄弟一场。怎么，难不成会是有人买通了刑部，或是买通了仵作不成？而且胡家也找了人验过尸，胡兵的确不是他杀，身上也没别的伤痕，更没有缠斗的痕迹，可见是自愿上吊的。胡二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如何能医？二老爷又是个没主见的，2房是乱了套了。胡二夫人趁着上下操办丧事，无人顾暇他时，偷跑出门。木子涵微微蹙眉，不会是拿着遗书和胡兵生前的字迹找人验吧？太子妃怎么猜出来了？
哪里还用得着菜？穆子涵无奈，结果如何？找了3、4家卖字画的铺子问了，又寻了胡斌的夫子，还问了好几名平时交好的同窗，这些人都说是胡斌的字，让他节哀。胡二夫人这么一闹，又一次将胡家放到火上烤。这二房的人都是拎不清的，这些年两人为了儿子私下多了不少事，如今苦主一个一个的冒出来。有说这胡斌好赌，欠了一屁股赌债没还，有说他奸污孤女，用10两银子封了嘴的，还有闹事不嫌事大的人说曾在医馆瞧见他偷偷摸摸看病，意图治男科的不孕之症的。这会儿天都黑了，胡家门口还是热闹得很。最后是胡家当家主母黑着脸出面给二房收拾烂摊子，毕竟闹得大了，大房的人也没脸。若是宫里的皇上听到风声，没准还会责怪德妃娘娘。穆子涵脸上有了怒容，这种货色竟然也敢肖想他三妹妹。太子妃放心，这股风注定得再吹会儿，如今胡家是内忧外患了。穆子涵一听这话，心口的郁气散了散。也是，胡斌的正妻这些年因为没为二房诞下子嗣，在婆母那里受了不少气。胡二夫人的做派他也见识过了，只怕没少杆媳穿小鞋。喜公公压低嗓音凑近了说，您是不知道，那少夫人日日都要吃不知哪里来的裘子偏方，她在皇宫待了这么多年，见过的肮脏事不算少了，可还是第一遭听到这么恶心的。那偏方里有一味药，您只怕都没听说过。见他这样，穆子涵忍不住好奇，是什么？小产出来的还没成型的血肉。喜公公嫌弃道，二房也不知哪里来的门路，和三教九流的暗门和青楼有往来，那种地方的娼女以伺候男人得赏银为生，这有了身孕自然生不得，就要下药流胎，也就有了足够的供给。那少夫人被刁蛮婆婆3天2头煎了入药吃，还不准她吐出来。穆子涵听着都觉得污秽。这胡斌既知道自己身体的毛病，竟半句口风不漏，怕被人笑话，竟然亲眼瞧着母亲遭践发妻，真是可恨。谁说不是呢？那少夫人是家中的独女，这些年把苦往肚子里咽，也不敢告诉娘家，如今闹得人尽皆知，娘家的全跑过来闹了。不过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喜公公道，外头如今已经不说胡斌的身高了，如今可都在议论遗书上的那一句先辈作恶多端是怎么来的。胡家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药房内，蒙时将熬好的药汁倒入浴桶，就听周景不冷不淡出声，玄冰花曲来了，怎么淮南侯爵府至今还没动静？蒙时，这不好吗？周景阴森森丢了一下午了，却还没察觉一群死人。蒙时道，我听季妻说了，他只拿了该拿的，装玄冰花的匣子如今还在祠堂摆着，上了8道锁，季妻是个心眼实的，一道锁都没破坏，拿了玄冰花后又给锁回去了。看管祠堂的奴仆如何能瞧出里头东西没了？周景抬了抬眼皮，让季妻再跑一趟。他嘴角动了动，心情很好的样子，将匣子给砸碎了。总要告诉他们一声，这点道德估还是有的。猛时，泡药不用真的脱光了。那些话是周景逗穆子涵的。等温度差不多了，周景只穿了里衣里裤便进了浴桶，各种药味让他狠狠的拧眉，臭死了。可下一秒被痛苦所取代，骨头像是重组，额间青筋暴起，他喉间翻滚着腥甜，一口血吐了出来，娇艳的血色将发白的唇给染红。他脸色苍白，此刻在灯光下竟有几分妖冶。穆子涵是这时候进来的，正巧目睹这一幕，当下吓得脸色发白。蒙时连忙解释，一开始解毒都是极难挨的。说完这句话，他识趣的去外面等着，还得听周景的话去找季妻。穆子涵见他痛苦，指尖轻颤，用帕子擦去他嘴角的血。他的心脏突然疼了一下，像是被一根又细又尖的针扎了一下。小姑娘一靠近，她身上好闻的气息抚平周景猩红的眼底涌出的燥意。穆子涵不等周景回应，他就红着眼睛，杏眼荒颤，无助的眨着眼睫，也不知在安慰周景还是安慰自己。夫君闭着眼睛睡一会，睡着了就不疼了。周景忍不住想嘲笑他，疼成这样是睡不着的，除非将他敲晕。可他却勾勾手让他走近些。穆子涵配合的弯下腰同他平齐，周景却按着他的后脖重重啃咬他的唇瓣，进入纠缠。他的身体很烫，呼吸更烫，嗓音带着痛苦的闷哼，却紧绷哑到了极致。知道解完毒姑会对你做什么吧？他缩着发麻的舌尖费力地吞咽了一下，竟然不敢去看他，嗓音又颤又轻。第189章排除真凶疯批。所有人都在外头候着，喜公公焦灼左右来回的走，时不时的朝药房看一眼。期间季妻出去了一趟，但众人都留意屋里的动静，没有人留意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而这时淮南侯爵府大乱，看守祠堂的奴才婆子们战战兢兢地跪着，脑袋砰砰砰地往地上磕，许是慌极了，脸上还挂着2行泪。
侯爷，老奴实在不知是哪个畜生盗走的玄冰花呀！侯爷，咱们祠堂夜里都要落锁的，今日是成贵守夜。叫成贵的脸色惨白，奴才不过是打个盹的功夫，就听到有重物坠地的动静，察觉不对，进去瞧玄冰花就已经没了，就连匣子也被砸得稀巴碎，可半个人影也没瞧见。夜里侯府巡逻的奴才瑟瑟发抖地表示，今日未察觉异常，我等更没瞧见有人夜闯侯府。小的是看守侯府大门的，没听到半点动静。淮南侯阴沉着脸，难看到了极致，就连手里的扳指都被他折断了。他重重一拍桌子，怎么？难不成玄冰花长了翅膀，自个儿跑了？所有人吓得伏地，不敢再言。淮南侯看向闻声赶过来的世子怀楚，目光凛冽。此事你怎么看？怀楚深吸一口气，让这些下人去外面跪着，回头想法子堵了他们的嘴，关了门，确保说话声不传出去。玄冰花是先皇所赐，先皇曾当着诸多老臣的面言明楚家子嗣可拿着此物去皇宫要一个恩典，说是一块免死金牌也不为过。儿子觉得咱们侯府是被盯上了。侯夫人一听这话，急得不行，那还等什么？速速去报官！先皇御赐之物也赶到，真是没长眼了。咱们定要将那畜生千刀万剐！母亲，不可！怀楚叫住他，若是寻到了，咱们侯府也抵多落个失察的罪名，被皇上训斥罚上一罚，此事估摸着也就过去了。可若是没寻到呢？先皇赐的，怀家也敢弄丢了，这是不敬先皇，不敬皇家，更没把皇上放在眼里。被他这么一说，怀夫人吓得双腿无力。听到了吗，蠢妇！淮南侯冷冷道，咱们非但不能闹，还能将此事瞒严实了。淮南侯气得呼吸不畅，自从事儿入狱，我的官途便不顺畅，以楚王为首，故太傅为辅，都在给我使绊子，偏偏皇上睁只眼闭只眼，他焦头烂额得很，四处走关系，甚至多次意图拜访周景，可周景不见他，以至于现在怀氏还在牢里关着。可即便如此，他都没想过动用玄冰花去换人。他疼爱怀氏，可却没想过用家族兴衰去换。如今又碰上这种事，定然是小人使坏。怀楚的眉头紧锁，父亲觉得是谁下的手？平时咱们淮南侯府得罪的人还少吗？说到这里，淮南侯就心乱如麻。知道是谁还好，至少心里有底，可不知道才最让他恐惧。今日没了玄冰花，焉知明日可会没了命？淮南侯这些年身居高位，做的孽可不少。侯夫人因为有个太后姑母，总是拿着鼻子看人，京城里的朝廷命妇，他也大差不差得罪了个干净。还有怀轩，他娇若拂柳，名扬京城，可是不少宗父眼里的儿媳人选，又是公子哥爱慕的心上尖尖。怀轩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不少没出嫁的姑娘对他心存嫉妒。也只有怀楚待人和煦，甚少得罪人。怀楚将京城赶在淮南侯爵府盗窃的人全都想了一遍。二皇子和小妹已然定亲，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定然不是他所为。淮南侯却冷着脸，觉得谁都有可能害他。周玉想退婚，都闹到皇上跟前了，谁知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三皇子没这个实力，平时也谨小慎微，不爱出头，更不会冒尖。淮南侯会咬人的犬还不会叫呢。怀楚又道，父亲觉得可是楚王所为。他说到这里，心神定了定，上回楚王不得不在皇宫重罚楚哲成，伤势颇为严重。楚王对这个儿子非打即骂，可也是出了名的护犊子，若不是冒犯了太后，也定不会大打出手。怀愤在心，对付不了太后，对付咱们怀家也是极有可能的。这时候淮南侯认同点头，我同楚王多次打交道，他平时看着豪爽，可手段极狠。父子二人一个一个猜过去，就差将京城的皇亲贵胄及勋贵世家翻个底朝天。最后怀楚压低声线，皇上呢？他望着淮南侯，有条有理道，怀氏做的事父亲知，儿子也知，他多次挑衅殿下不说，甚至对太子妃设宴那日大言不惭，更是想让一国之楚将妻子割爱成全他。如此大逆不道，便是砍了脑袋，害得父亲被绞了官职也不为过。皇上最看重殿下，此事还能轻拿轻放不成？淮南侯眸色一沉，如果是皇上做的，那明显是警告和威胁了。怀楚见他变了脸色，又低声安抚父亲放宽心，儿子也只是猜测，既然谁都有可能，没准是殿下所为。淮南侯头一次否认，周景怎么可能？是周景在怀家大发雷霆，怀氏就是他下令押去宗人府的。可在所有人眼里，殿下不过是怒发冲冠为红颜，是个男人也忍不了啊。何况他有个兄弟在宗人府当值，淮南侯早就托他照顾好怀氏了。那人说了，周景也没有特地让人好好照料怀氏，一切都得按着规矩和律法来。你当周景这么多年的人后，是世人为了恭维才封吗？
殿下妇人之仁的很。这时候各的淮南侯哪里知道，他嘴里的好兄弟其实是周景底下的人，而怀氏早就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只吊着一条命了。但是好兄弟每次都告诉他，你放心，怀二公子能吃能喝好着呢，谁都有可能，绝不可能是他。淮南侯特别笃定，一个快要死了人，还能折腾出什么水花来？只怕每日恨不得多念几句经文，求着佛祖让他多活一日。谈了一晚上，谁都有可能，然后排出了真凶。第190章，孤的太子妃倒是过于聪明了。成元药房灯火通明，药浴泡了足足1个时辰，周景疼得晕厥过去，呼吸轻微。期间蒙石探了脉，周景的手腕冷白，可手腕上经脉暴起，脉络是黑色的，由上蔓延。黑色的毒只在停留在小臂的位置就中断了。穆子涵去看男人的另一只手臂，也是如此。穆言手腕上也有，可穆衍却不知他早已知情，每次都遮得严严实实的，生怕让他瞧见了。他知道周景也中了断顶，可从没在他身上看见过，便以为周景中的没想象中的那般严重。穆子涵没法瞧见自己如今是什么神情，可心里五味杂陈，他嗓音格外冷静。夫君断了每日吃的药丸，可有抑制毒素的作用？蒙石像是怕惊扰周景，低声道：没有。穆子涵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问，和蒙石一同把人从浴桶里扶出来，去小榻躺下。他浑身湿透，雪白的里衣早吸满了药汁，屋内燃着足够旺的炭火，倒不怕冷。穆子涵将他的衣服脱了，小姑娘做事很认真，又怕周景睡着不舒服，心无杂念地将周景衣服脱了，用干净的棉布擦干药渍，再重新换了一床被褥。在他做这些时，蒙石取出针灸包，将一根根针用酒泡过，最后在火上烤。等做好这些，他一转身就看见周景被安顿得极好。娶了妻到底不一样。蒙石无比庆幸，在这里的是穆子涵。小姑娘明明有很多想问的，可她知道轻重缓急。殿下很多事都瞒着喜公公，实在是喜公公的嘴不严，没准转头就和皇后说了，自然不方便让她进来。至于继妻吗？杀人放火的是他在行，可让他照顾人，哪有穆子涵精细？整个成员只有他和穆妹妹才堪当大任。这么想着，他去看穆子涵，女子脸色除了担忧，再无其他。不是吧？周景的身体都没让你有半点杂念吗？蒙石甩开一脑子黄料。中了此毒的人会损伤五脏六腑，毒从脚腕为起点，由下往上蔓延，大腿、腰部、胸部、手腕，最后齐齐冲向心脏的位置。什么时候到了，命也就没了。穆子涵都不太敢看，他屏住呼吸，亲眼目睹蒙石将又长又细的针一根又一根避开战场留下的伤疤，从心脏的位置落下去。他没再出声，生怕影响蒙石一不小心下错了位置。就见那密密麻麻的针从胸部、腰部、大腿一直往下，最后落在了脚腕，足有上百根。可晕过去的周景却没半点反应。平时最张狂的人，此刻唇色发白，任人宰割。蒙石下完最后一根，长长的松了口气，又擦了擦额间的汗。针灸是最损耗心神的，得等半炷香。也不知穆子涵有没有听进去。他又说，殿下的底子好，可解毒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损伤身子，还是求稳妥的好，大概也要小半月才能彻底好全。穆子涵看了眼刻漏，算着时辰。所有人都以为穆眼中的是静疼，但只有他们几个知道那是断顶。可宫里太医院皆知周景中了毒，却不知什么毒，便是知道了，只怕都不会想到断顶头上。毕竟两者表面上瞧着症状相似，断顶在前朝被禁，医书上甚少有记载。殿下是回京途中中的毒，这又不是什么不能说的。蒙石点头，他开始说当时多么凶险，然后吐出自己的医术多么高明。殿下不至于百毒不侵，可寻常的毒害不了殿下分毫。那断顶多厉害，您是知道的。何况当时殿下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我当时吓得腿软，急急封了奇穴道，好在施救及时，殿下身体又排斥断顶，双双达成一个平衡的局面，我才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从阎王殿拉了回来。穆子涵听完，一针见血，我从没见过，夫君手腕先前还没这样。他抬头继续去看刻漏，我其实一直很疑惑，殿下为何每日都要吃那祸害身子的丹药？要出门也就罢了，可他先前整日待在城垣都没断过。那丹药既然不是抑制，想来另一个作用是掩盖手腕的毒。说完，他抬头去看蒙石，对吧？蒙石，是。可我又极为纳闷。他嗓音沉静，断顶的事，夫君有意瞒着，可为何明明可以早早解毒，非要一直拖着，甚至为了让自己逼真些，每日吃丹药？蒙石绞尽脑汁，他可能有点毛病。穆子涵仿若未闻，是给下毒的人看的吧？蒙石继续猛逼。穆子涵，可问题又来了。蒙石，
夫君的毒，手腕一瞧便知。可周瑾每次出门，总要虚虚弱弱的抬手捂住心口，或是学着木眼咳嗽，10次有5次衣摆往下滑，露出手腕那么一截。不知怎么了，穆子涵现在的思绪格外清晰，以前那些从来没特地留意的事，在此刻全都串联在一起。他是刻意为之混淆视听，让暗中的人怀疑。蒙时懵逼，他知道的实在有限。毕竟周瑾心思深沉，这些事不会和他一个治病的说。至于他知道掩盖中毒，无非是周瑾需要他来配药。这样的吗？穆子涵吐出一句话，不出意外，下毒的人就在京城。蒙时为何这般说？穆子涵陷入自己的思绪里，没有留意蒙时的反应。若是中毒，为何手腕没有痕迹？若是没中毒，夫君为何身体虚弱至此？所以下诬陷时有人跟踪，无非是想一探虚实。他慢吞吞道：所有的都在证明夫君中毒了，可手腕没有。有人便急了。周瑾一直在逗别人玩，只是夫君没想到那人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迎亲那日便有了黑衣人行凶，与其试探，不如一杀为快，了绝后患。蒙氏很想说：你想多了吧。他刚要说话，却突然发现疯批睁开了眼。周瑾也不知何时清醒的，漆黑的眸子如同寒潭沉星，阴冷冷道：孤的太子妃倒是过于聪明了，听着像是威胁。蒙时却看到疯批眼里的得意。不是，穆子涵瞎说，还真说对了。可他说对了，你得意什么？第191章，将殿下看光了，是我吃亏。听到声音，穆子涵眸光一颤，转头去看，对上周瑾幽暗的视线。他身上的针密密麻麻的，并无衣服遮挡，浑身赤裸。周瑾觉得身上的那些针碍眼，倒没真的直接拔了，他更没有被看光的错愕。别看周瑾平时装的弱柳扶风，可到底是在边境领兵3年的人，衣物下的胸膛厚实，宽肩窄臀，每一处的线条都恰到好处。再往下，腿很长，还有，显然疯批的脸皮很厚。他甚至悠悠出声：看够了吗？方才还能面不改色给他脱衣的穆子涵，像是被点醒，手足无措，突然背过身去。到底昏迷的周瑾和视线凝在他身上的周瑾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需要人照顾的娇花，后者看他的眼神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猛时，他觉得现在的他有点多余，好像气氛也不太对劲。蒙时出去了一趟，端着水壶进来：殿下多喝些温水。这其实不是普通的温水，是他用今日刚摘的草药熬出来的。周瑾除了胸部以上还有手臂没有被下针，其余地儿都动弹不得。蒙时怕这祖宗不慎碰到不该碰的，索性倒了一杯就要送到周瑾唇边。可他是个机灵鬼啊！蒙时聪明地将茶壶送到不知要不要出去的穆子涵手里。劳烦太子妃为殿下。穆子涵沉默了一下，我觉得不太方便。蒙时笑嘻嘻：殿下的药喜公公那边应该快熬好了，等拔了针后就得让殿下喝了，我不放心的过去瞧瞧，这里就交给太子妃了。再说了，方才您不是做得很好吗？殿下的衣服2、3下就给脱了，还给殿下浑身上下都擦了个遍，脸都没红一下，如今怎么就不方便了？周瑾浑身都不爽利，甚至针落之处都如火烧。他刚闭上眼睛养神，就听到这么一句。疯批刚闭上的眼睛又睁开了，里面有意外，也有匪夷所思。是的，独独没有窘迫，脸都没红一下。周瑾看穆子涵的眼神都不对了。蒙时把水壶往穆子涵手上一塞，就跑出去了。很快就传来他故意压低的声音：喜公公，都按照我说的顺序煎的药吧，来来来，让我瞧瞧。行，你来，老奴去看看殿下。看什么看？殿下让你进去了吗？你就非要去碍眼？平时挺机灵的，今日怎么糊涂了？我都是故意出来的。穆子涵，我听得见。他深吸一口气，垂下眼帘，转身朝小榻走去，眼儿乖的不敢乱飘，倒了一杯水就要送到周瑾唇边。周瑾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小姑娘不知是被热气熏的，还是不好意思，脸蛋是红的，耳根是红色，就连挺翘的鼻尖都是红的。你……周瑾刚说了一个字，穆子涵就觉得大抵不是他想要听的。果然，你还挺豪放。周瑾拖长语调，都把姑给看光了，还摸光了，如今怎么就没胆子了？原来喝醉了会长胆子，趁着姑昏迷不醒，你也会对姑上下其手。周瑾看向他，你这样，姑还是挺怕的。穆子涵听得不可置信，到嘴的话一梗，他蹙了蹙眉。上回我喝醉，可是对殿下做了什么？周瑾凉凉，姑敢说，你敢听吗？穆子涵很少碰酒，最多就是冬天太冷了，喝几口暖暖身子，可每次喝的度数都很浅。上次醉酒的事，穆子涵也没太在意，左右他也不会做太出格的事，可如今看周瑾提起，好似不是这样的，但他真的一点也没印象了。敢？穆子涵问：我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穆子涵刚要松口气，不过是让你去睡，却非要人陪，还黏着姑、亲姑，说些吃馋姑的话，如何也堵不住你的嘴。如今想想，实在让姑困扰。穆子涵端着茶杯的手一抖，他强装冷静地喂周瑾喝水，为了避免洒了，他一勺一勺地喂。醉酒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得了，自不知夫君所言真假，不信也罢，反正你是做了不承认了。周瑾体贴，酒量不好，下回少喝。穆子涵他原先是不信的，可周瑾这样，不由信了几分。可他不想认，他努力忽略周瑾的话。方才殿下的衣服还有擦拭，却是我所为，可那又没半点不妥。湿了的衣服若是穿着没准冻着了，何况也不方便湿针。再者，浑身湿漉漉的躺在榻上，哪有干爽了的舒服？他越说越有理，语气也大了些许。别说是我，便是喜公公也是会这么做的，所以没必要去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周瑾懒懒地应了一声，怎么说着就急上眼了。穆子涵一听这话，也觉得自己嚷得大声了，嗓音低了下来，我没有。也是，猛时都是证人，你也不好不认。穆子涵忍不住地瞪他一眼，偏偏小姑娘眼睛雾蒙蒙的，丝毫没有震慑力。她破罐子破摔，就是我干的，我就是将殿下看光了，你不是也将我看光了吗？穆子涵瘪嘴，这可不一样，说起来还是我吃亏。周瑾身体的构造他的不同，男人长得很好，身子挺拔，容貌也格外出挑，可他两腿之间却不好看，还挺吓人的。的确不一样。周瑾还挺遗憾，这里的烛火可比寝房的亮，每次你都闪躲的厉害，不让顾。越听越不对劲，穆子涵下意识捂住他的嘴，掌心却传来湿润，是他用舌尖舔了一下。男人依旧俊朗，可此情此景实在让人想入非非。他浑身一震，反应大的站起来，手里的茶杯也滚落在地。周瑾却眯了眯眼，眼圈红的，这是哭过了。穆子涵抿唇，倒是没隐瞒，蒙时说头回药浴也是有几分凶险的，中途夫君晕了过去，如何都叫不醒。他眉目舒缓，愉悦的嘴角往上勾，有你那几颗金豆子，姑也舍不得死。第192章，周瑾不要的我给捡了，就像是捡破烂的。这一炷香过得格外漫长，蒙时端着要进来时，他都担心自己瞧见了什么极限制的画面，可他显然多想了。他看到的是穆子涵规规矩矩的在小榻边椅子上坐着，周瑾躺着闭目养神，两人隔了手臂长的距离。地上的茶杯早就被清扫了，但那一壶水已经空了，再无其他，水都没作妖的喝了。怎么都不亲个嘴呢？亏他走了这么久。蒙时心里在骂周瑾也许不是男人。穆子涵见他进来，连忙起身接过药碗给蒙时腾位置。蒙时恨铁不成钢的收下杂念，收针时他从脚腕那里开始收，一路往上，最后只留心脏周围那些没动。手里的药刚好温热，这下喝最合适。周瑾被扶起来，半靠着小榻，几口喝了。他大咧咧的，丝毫不在意身上每一寸布料。穆子涵实在看不过眼，用轻软的被子轻轻盖在他腰部以下的位置。周瑾看他狠狠地松了口气，再没有前面的不自然，忍不住嗤笑一声。蒙时将针再一次的用酒精泡着，再一根一根放火上烤，也目睹了这一幕。盖什么啊？直接盖那个位置就行了，哈哈哈哈哈！他刚要说话，就对上周瑾似笑非笑的眼。蒙时紧紧闭上嘴，认真做事。药效起得极快，周瑾小臂那一节的黑色的经脉愈发暴起，像是随时能炸裂开来。他忍受着铺天盖地的苦楚，咬着牙，却不见闷哼半声。蒙时将处理好的针又下了过去，这次是从心脏周围那边为起点，朝两臂延伸，一直到那一节黑色经脉处。穆子涵看得很真切，蒙时每落一阵，周瑾的脸色苍白一分，到最后汗涔涔的，脸色白到几近透明。他不忍的呼吸放轻，放血了。蒙时将准备好的匕首在周瑾食指处轻轻划了一下，刀锋寒气逼人，被打磨得极薄，食指被划出一道极深的刀口，黑色的血涓涓往地上备好的盆里流。他问：这是将毒逼出来了？是。蒙时可并不能彻底清除彻底，还得继续泡药浴，1日都不可断。等小半月后再施针一回，这才能彻底痊愈。这些时日得注意些，殿下失血过多，就得食疗温补。蒙时想说，从太后那里坑来的血珊瑚也就炖了一次，还留下大半，刚好能派上用场。可周瑾曾提过留给穆衍，也是周瑾的身体恢复得快，不吃血珊瑚多养几天就好了，可回头给穆衍解毒时就得用上。等黝黑的血被鲜红取代，蒙时还是任由其流了会儿，这才开始止血。做好这些，再吃另一只手臂。2日后就要春猎了，夫君的身子可能前往。
周瑾有些头晕眼花，唇动了动，姑故意选在今日解毒，正好也不用吃丹药了。这一段时间身子最是虚弱，别人也不会看出破绽。不必多虑。春猎那日，阳光明媚，所有的人从皇宫门口集合，兵队开道，开始清场。往年太后总喜欢凑热闹，可她今年没参加。端墨皇牵着皇后的手从皇宫出来，免了众人的礼。邵阳好端端的去了江南，倒是错过了这场热闹。皇后闻言温婉一笑，她定然是怕皇上趁着这次机会再让她相看，索性就去外头躲清闲了。得知周瑾身体不好，提前上了马车后，两人特地过去看了，叮嘱一番，这才上前头的马车。小瑾的脸色实在不好，也不知可受得了这路途颠簸。他那媳妇是个周到的，臣妾早早看过了，马车上垫了好几层厚厚的褥子，驾马的又是喜公公，皇上放心。等帝后坐上马车后，众人才开始按照内务府的安排上了各自的马车。而就在这时，熹贵妃将周玉拉到角落：“适才，淮南侯有意和你攀谈，你为何心不在焉？这婚你退不了，我不答应，你皇祖母不答应，便是你父皇也没答应，你是给淮南侯摆脸色，还是给谁摆脸色呢？”周玉说到这个就心烦，淮南侯让我多照顾怀轩，这不是应该的吗？怀轩是你的未婚妻。熹贵妃拧着眉：“我就不明白了，怀二公子入狱是他人品差，作风败坏，可那只是淮南侯的侄子，又不是亲儿子，一个养在江南缺乏管教，怀轩却是养在京城，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孩子百家求着要，你怎能为了个不相干的人而生了退婚的心思？”他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周玉浑身都难受。母妃别被他骗了，那怀轩可不像表面上那般无害，他可是亲眼瞧见了怀轩变脸时的阴毒。别说什么侄子不侄子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看他们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周玉咬牙切齿：“皇兄看不上的，我为何要捡？儿臣觉得自己就是个捡破烂的。”住嘴！这话我听了也就算了，要是让你皇祖母听了，可不是寒他的心。熹贵妃压低声音：“那位娶的太子妃，哪一点比得上怀小姐？我的儿，你可别被朱佑蒙了心。等他一死，淮南侯势力可不小，又有太后帮衬，咱们熹家更是谋划多年。你父皇也看重你，可见你当太子指日可待，其中制衡还需我说吗？可别闹脾气，坏了一方和气。你若再不喜欢，母妃给你择几个合你心意的侧妃，这不就行了？”两人谨慎地说着话，就听后头传来一阵唏嘘骚动。楚小王爷怎么来了？他不好好在家养伤，这是也要春猎。楚哲成显然在家里憋坏了，所以此刻他的出场很是隆重。穆子涵听到动静，期待的特地撩开帘子去看。他没失望，就见楚哲成趴在担架上，被4个奴才抬着过来，担架上挂满了金珠子。他虽然走不了路了，可还是一样的金光闪闪。楚王妃嫌丢脸，离得远远的，可楚哲成呼吸着新鲜空气，甚至很礼貌地和众人打招呼：“熹老太爷，你今日瞧着格外硬朗，伸手不打笑脸人。”熹老太爷正要关怀一下楚哲成的伤势，就听他道：“你孙子死了，脑袋被割了下来，虽然很惨，可如今又过继了一个，熹家也不算绝后了，真是可喜可贺呀。”熹老太爷顿时冷了脸。楚哲成接着和另外一人打招呼：“这不是荣安侯世子吗？你只顾着和小妾厮混，逼走了原配，被前岳母打了一巴掌。你说说你，文文弱弱的，怎么就能和小妾睡觉，将环床给弄塌了？臭男人，还真是不小心。”说着，他格外激情澎湃地看向怀轩：“我听说周玉要和你退婚啊，楚小王爷，请慎言。”楚哲成一向没道德，也不会怜香惜玉，都传开了，你还遮掩什么？不就是周玉不要你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不要我。怀轩一听这话，突然有些意外。楚哲成每次看见他都没好脸，而且只对他厌恶，难道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也是，想娶他的世家公子那么多，楚哲成想来也不是例外。可惜他看不上楚哲成。怀轩很享受被人爱慕，他正要拒绝楚哲成，告诉他两人是不可能的，就听楚哲成哈哈大笑：“我也不要啊。”第193章，失心疯的人都没你会变卦。所有人的视线齐刷刷看过来，到底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家，他们不可能和市井长舌妇那般对此指指点点，可眼里都是看戏的意味。楚哲成很满意，丝毫不觉得丢脸，甚至还很享受。他的出场就该如此惊艳。这只是一道小小的开胃菜，毕竟他的真正目的是让周玉还钱。可有人受不了，怀轩泫然欲泣，仿若受到天大的委屈。楚小王爷为何要这般折辱我？别是说他，淮南侯爵府的人个个脸色黑沉。淮南侯冷冷看向远处没有出声呵斥的楚王：“王爷，这件事……”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却被对方轻飘飘的掀过。“我说侯爷，您恼火什么？
不过是年轻人起了些口舌之争，咱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何故要和他们这些不懂事的计较啊？楚王那句不懂事和口舌之争，明显是说给他听的。因为当初太子妃和怀宣在街上发生纠葛，他们怀家就是以怀宣不懂事和穆子涵有了口舌之争，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这边的动静闹得这么大，帝后那边没出面，可见是默认楚王给东宫撑腰。淮南侯冷硬着脸，没再说话。同辈人怀楚上前一步，把怀宣护在身后。楚哲成劝你口下留情，你楚王府便是权势滔天，我淮南侯爵府也不见得怕。无需熹贵妃多言。周玉黑着脸匆匆赶过来，毕竟熹老太爷是他的外祖父，他也的确得维护未婚妻的体面。他想退婚不假，可楚哲成却拿出来做文章，这是什么意思？他焉能舒服？周玉一直看不上楚哲成，原因无他，因为楚哲成也看不上他，甚至逮着机会就给他使绊子，真是可笑。楚哲成这种败类凭什么看不上他？甚至多次说些不中听的话。周玉，你和周瑾比真是差远了，小时候比不了，如今大了愈发比不了。黄伯伯看中周瑾并非他嫡子身份，而是人家有本事，不然怎么会重心栽培？至于黄伯伯看中你，无非你是熹贵妃生的，瞧见了吗？周瑾如今身子是不好了，可照样压你一头。哎呦呦，怎么就气了？行了，你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有我这个不成器的给你垫底呢。瞪我作甚？难道我说了实话伤害到你了？人呢，总要和我一样有些自知之明的，委实让人厌恶。偏偏楚哲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次都能将端木黄哄得喜笑颜开，如今也算新仇加旧恨了。楚哲成，你还是注意口德的好。熹老太爷上了年纪，可位高权重，容得了你放肆？他老人家脾气好，我可不是。我表哥死的冤枉，已是熹家心里一拔就疼的刺，你倒好，非要在外祖面前提，安的是什么心？楚哲成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我怎么了？你表哥又不是我杀的，难道我还要心虚？提都提不得了。我夸你外祖父身子骨硬朗，又恭贺熹家过继了子嗣，不会断了香火，还有错了？楚哲成很不高兴，熹老太爷都没说我什么，就你一张嘴叭叭叭说个不停，可是和你未来丈母娘学的。熹老太爷，他还能在这个场面跳脚吗？他懒得和这个庶子一般见识，免得丢了自己的颜面。突然被提到的侯夫人倏然瞪大了眼，气得呼吸急促，胸脯起伏。又不是他生的，什么叫做和他学的？这一句话，楚哲成将所有人都得罪了个干净，偏他还半点不知死活。周玉受够了这个泼皮无赖，不说外祖父，怀郡主是个姑娘家，你都不放过。他是有些小聪明的，也知外头都在私下传他求端墨皇退婚的事，如今退不成，自然是不能认。非但不认，他还要表明立场。谁说我要退婚？父皇赐的婚，岂能儿戏？不说母妃，就连我对怀郡主也格外满意。你休要胡言编排他。楚哲成又不吃这一套，一言难尽地看着周玉，说退婚的是你，如今不退婚的也是你。失心疯的人都没你会变卦。也不知是谁，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笑。周玉一噎，怒到了极致。够了！楚王和楚王妃是出了名的平易近人，怎么生出你这种纨绔？楚哲成扭头，父王！他张嘴就来。周玉说：“我不是你和母妃亲生的。”这一句话，穆子涵都听傻眼了。这一场闹剧，最后还是端墨皇身边的童公公平息的。童公公笑着过来，他对周玉道：“二皇子还不快扶熹老太爷上马车？皇上可舍不得老臣受了罪。”说着，他笑容淡了淡，看向楚哲成：“小王爷可是皮又紧了？您年纪不小了，要是再生事，皇上说了，就亲自打断您的腿，一辈子都别出门了。”听着好似威胁，可实则就是不痛不痒的训斥几句。童公公的视线环视一圈，从淮南府的人身上擦过，直接无视没有理会，而是对还没上马车的人道：“诸位可快些，这迟迟不见启程，可别让皇上等急了。”他的态度也是端墨皇的态度，可见怀氏的是端墨皇的气还没消。车轮滚动地面，缓缓驶出京城。穆子涵意犹未尽，小王爷倒是不怕得罪人。周瑾淡笑，他从小就有一身反骨，这些年没有半点长进。偏偏这种人，你越和他较劲，他越是胡搅蛮缠。这一回，顾太傅冷眼旁观，楚王没阻止，端墨皇室等闹的差不多了，这才施然派了公公出面。可见他这一闹是顺了不少人的心。小姑娘眉眼一弯，我还挺解气的。周瑾哼笑一声，这才哪儿到哪儿。从京城到皇家围猎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若是一路上不耽搁，天一亮出发，紧赶慢赶也是能在太阳落山前到的。这些对武将来说实在不算什么，毕竟他们什么苦都吃过。可除了帝后，一同随行的不是文官就是官宦女眷，
有年纪大的老臣，更有娇弱的太子，所以今夜会歇在途中要经过的驿站。第194章，正巧姑也并无睡意，既然不赶时间，随行队伍也为求平稳慢了下来。晌午，整支车队都停靠在路边，由宫里的御厨有条不紊做些简单的吃食。而坐了小半日马车的贵人，身子骨都僵硬了，纷纷出来走走。经过东宫的马车时，特地压低嗓音，生怕吵着里面的周景。周景闭眼假寐，夫妻都没有要下去的意思，也算躲个清静。可有人朝这边靠近，周成恭敬地立在马车下，臣弟求见皇兄皇嫂。听到他的声音，穆子涵有些意外，他缓步出了马车。殿下身子不适，昨夜一宿没睡，正犯着困。三皇帝要说什么，若是方便的话，不如由我转达。周成连忙向他拱手，是。说着，他脸上带了歉意。我也是方才从舅父嘴里得知，二舅母糊涂，竟然去二皇嫂娘家闹。二舅母眼皮子浅，做错了事，可如今痛失爱子，又大病一场，人至今都是糊涂的。可他便是再不堪，我到底是小辈，也不好对他过多责备。只是吓着了穆家三小姐，又惊动了皇嫂，我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穆子涵嘴里挂着浅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此事与你何干？你也是不知情的。周成语气低低的，我只怕皇兄会因此对我生芥蒂，不来请罪，我心里也过意不去。说着，他呈上2份匣子，这是赔罪礼，一份给穆家三小姐，一份给嫂嫂。穆子涵看了暗香一眼，暗香双手接过，收下你也能安心些，那我就不客套了。周成一笑，嘴角露出2个可爱的梨窝。送出了东西，他也没再逗留，很快离开。穆子涵上了马车，还没打开匣子看，就有人被抬过来了，他便将匣子搁置到角落。楚哲成丝毫不觉得麻烦，让奴才把他抬到周景的马车里，本来空间刚刚好，多了个他，一下子逼仄了起来。可他却浑然不觉。楚哲成很兴奋，我方才将那些人堵得哑口无言，够不够俊？周景懒得理他，楚哲成只好看向穆子涵。穆子涵看了一下面无表情的周景，小姑娘又看了楚哲成，俊。周景有反应了，嘴里溢出一丝冷笑。楚哲成更兴奋了，你果然是有眼光的。说着，他还摸了一把脸。也是，别的不说，周景这样循规蹈矩的古板，哪里有我幽默风趣？你和他成婚是吃苦了呀。说着，他又开始分享，我方才瞧见怀轩眼圈都是红的，可见是哭过了。装什么啊？谁不知道他的心眼比谁都多？他还装模作样的用帕子擦了擦，欲盖弥彰的说是风大迷了眼，就跟算准似的，手里的帕子被风一吹，吹到了周玉脚边，正是好深的心机。如今这2人正在一处说这话呢。不过周玉瞧着挺不耐烦的。对了，那和小妾搞他床的荣安侯世子童真，你应该是头一次见吧？穆子涵点头，方才你在宫外对他发难，可是有矛盾？这倒没有，就是他块头挺大的，我一眼就瞅到了。周景微笑，楚小王爷吵着我歇歇了。楚哲成亢奋地表示，你可以下去的，正好我和你媳妇单独说说话。周景黑眸沉沉，忍住把人踢出去的冲动。穆子涵有过片刻的荒谬，不过楚哲成眼睛清澈干净，本就是个混世大魔王，走的都不是寻常路，他倒不觉得冒犯。我还真想问问，小王爷是怎么让楚王同意你一同参加春猎的？楚哲成笑容有过片刻的僵硬，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我在家里还是有话语权的，我可是他唯一的儿子，随口一提，当老子的还能不应吗？这话没人信。周景轻蔑地扯了扯唇瓣，小王爷的确幽默风趣，毕竟据姑所知，王爷是不许你来的，你求了好几日也没得到准许，便对着楚王妃好一顿的痛哭流涕。听说前几日嗓音都哭哑了。周景，姑很是感动，毕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为了给姑讨债。楚哲成的笑容消失了，然后他听到了更戳人心窝子的话。至于那荣安侯世子，块头大不大，姑是没印象了，可却记得他那小妾曾是青楼出身，你喜欢听他唱小曲，便格外舍得砸银子。外头都说他是你的红颜知己，偏偏冒出来一个荣安侯世子，为其赎身，将人从你手里抢了过去。楚哲成恼火，来人，扶我下去，扶我下去！亏我还想着过来说一声，那童真是个色胚，方才你媳妇和周成说话，那小子正直勾勾地盯着媳妇瞧呢。不过也不能怪他，毕竟你快死了，穆妹妹还格外貌美，有些事心知肚明就行，还非要说出来，我不要面子的吗？他一走，车厢总算清静下来。穆子涵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周景悠悠的眼神看过去，你靠近些。穆子涵毫无防备的靠过去。周景，多看看姑。他阴阳怪气的，想来下回也说不出楚哲成俊的鬼话了。这醋味还挺大。小姑娘没把童真的事放心上，可有人那里过不去。
到驿站后，各自进了屋子歇息。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变得安静，大家都歇下了。穆子涵正睡着，却被人推醒。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怎么了？周景悠悠，你也睡不着吧？我睡着了。周景继续悠悠，正巧姑爷并无睡意。穆子涵，于是疯批太子又上房顶赏月了，这次还带着穆子涵。小姑娘窝在他怀里，身上披着周景给她裹上的披风，避免夜里着凉。这不是我们所住屋子的房顶。夜色里，周景黑眸沉沉，语气却格外温柔。荣安侯世子童真的。正要打哈欠的穆子涵有种不好的预感，就听周景低低一笑。3，他语气携着夜风，格外寡淡凉薄。2、1，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穆子涵吓得一抖，是彻底清醒了。很快，有人闻声而来，他听到了楚哲成的声音：“童真，怎么又是你？”他的声音穿透了整个驿站。你和你小妾把床压塌了也就算了，自己一个人竟然也能搞他，你他娘的多多少少是有本事在身上的。都是男人，这已经涉及到楚哲成的知识盲区了。楚哲成头一次觉得一个人又恶心又让他佩服。好兄弟，你快大声告诉我，你到底背着我们对床做什么？第195章，真是看你一眼就嫌脏。这里的事惊动了不少人，童真因为床榻也跟着滚到了地上。他块头大，人却不粗犷，他身上堪堪穿了件里衣，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羞愤欲死的用被子把自己裹住。楚哲成，你休要胡说！楚哲成很贱的悠悠了2声，你私下那点破事，真当别人不知道呢？童真很想晕过去一了百了，他从没这般绝望过。他除了私生活乱，学识还是不错的，日后科考也能有个好名次。可自从被前岳母打了一巴掌，逼着他写下和离书后，他和小妾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外头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被长舌妇传成了一段风流韵事。他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他这些时日并不好过。别说外人，便是亲娘看他的眼神也充斥着埋怨和恨铁不成钢。小妾被母亲以祸乱家族清誉为有处死了，童真为此也难受了几日。毕竟小妾虽只是个玩物，可床上技巧好，会尽心伺候他取悦他，不然他也不会被迷得神魂颠倒，非要给他赎身。而他的前发妻在床上却僵硬得很，像一条死鱼。除了劝他勤勉读书，就是说些圣贤道理，无趣又寡淡，他怎么可能喜欢？但被罚是真，他在家被关了数月，甚至父亲下令他不得离开房门半步。要不是宫里春猎的名单有他，他也不会出这趟门。童真挺烦的，倒不是后悔和发妻和离，而是烦那些异样的目光。他要面子，怕被人说闲话，这也的确不是一件风光的事。果不其然，这一路过来，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甚至楚哲成这种货色都要来嘲讽他。他不好起冲突，只能一一忍了。可到底是色胚，被幽禁的了几月，他也宿了几月，半点没沾女儿香，饥渴的一路上都在不动声色地打量周围漂亮的小姐。他其实觉得公主邵阳最美了，美帝张扬明艳，可惜这次没来，童真没法一饱眼福，所以他一直心心念念着怀萱。怀萱就是他心里的皎月，说话娇娇柔柔的，温柔又知礼，像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小仙女。要知道，他瞧见怀萱渲然欲泣的模样时，就一阵心痒难耐，恨不得把她搂入怀里，好一番安慰。这份情绪一直延续到晌午停下用膳时，他看到了传闻中那个配不上殿下的太子妃，他的眼睛恨不得沾到穆子涵身上。尤其瞧见进驿站时，穆子涵对着病秧子周景巧笑嫣然，他杏眼桃腮，袅袅婷婷，皮肤白得如玉，唇瓣一点朱红，说话细声细气的，宛如一曲江南小调，以至于他在夜里辗转反侧，一闭眼就是太子妃的温柔婉转。这样的美人留在周景身边，可不就是暴殄天物？只怕如今还是女儿身，他越想身子越热，翻身的动作也跟着变大，甚至想要解开裤腰带，用手疏解。谁曾想噩耗来了，驿站的床最结实了，偏偏这时候塌了。他整个人都处于呆滞状态，暗叫一声不好。果然楚哲成就像一条闻着味追过来的狗。本来床榻的动静就不小，楚哲成那几嗓子直接把附近住着的人都喊了过来。童真手足无措，不，这时候已经不用楚哲成说话了，就有青衣华服的男子闯了进来，是他认识的，也格外熟悉的。童真的脸色一白，是他的前大舅哥永宁伯府的世子。永宁伯府世子朱顺讥讽着脸，家里的妹妹千娇百宠长大，偏偏遇人不淑，嫁给了个畜生。如今两府关系彻底破裂，他更是恨得牙痒痒，好不容易抓着机会，他哪里会放过？真是看你一眼就嫌脏。我小妹端庄大方，知书达理，
求娶她的人并不少，真是瞎了眼才会许给你。说到这里，他就气不顺，他甚至招呼闻风过来的各贵人道：“诸位快来看看，这是个什么肮脏玩意！家里有女儿的，可得避开他这样的。当初他披了一层皮，在外伪装的如何君子。京城谈起童真，可都说他模样不错，性格不错，人也上进。荣安侯府派来提亲的媒婆，又是对他夸了又夸。我永宁伯府这才答应了这门婚事。谁知道不过半年，他府上的小妾却快正妻一步有了身孕。我永宁伯府不至于如此霸道，不许他后宅不纳小妾，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家，哪个不是等发妻有了身孕才给姨娘小妾断了婢子汤的？除非是2、3年后，正是肚子里还没音讯。”屋顶上风有些大，穆子涵将身子又往周瑾怀里缩了缩。我能下去听吗？在屋顶上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画面。不过下面如今都是人，只怕挤得慌。周瑾很友善，也行，姑带你下去，顺便去屋子里找把椅子坐下看。穆子涵，这就有些过分了呀。周瑾，你觉得如何？他瓮声瓮气，不如何。疯批实在不明白，穆子涵刚刚还很向往的，怎么他那么体贴，竟然又不愿意了，还挺善变。朱顺指着童真，我们那时才得知，他府里的小妾竟然是青楼出身。楚哲成举手，是我跑去宁伯侯府说的。是我。喜爱打抱不平。朱顺，正经人家便是小门小户，哪里有谁把小妾往家里领的？他倒好，背着我们做这种事。他对我小妹从不体贴，一心只想着和一个下贱货色厮混。早不读书，晚不读书，就知道往女人裙摆下钻。当初他家小妾有了身孕，童家还想隐瞒，好把孩子生下来。童真恼羞成怒，可他不敢得罪楚哲成，既已和离，不如各自安好。朱顺，你为何还要揪着不放？朱顺，自然是看你不顺眼，我没用拳头招呼你，已经够给你脸了。眼看着剑拔弩张，有人黑着脸过来，是顾太傅。他一出现，所有人都让了一条道，纷纷行礼。顾太傅看了眼床，又看了眼童真，气得捂着心口，成何体统？你成何体统？第196章。这个小贱人，他一出现，场面变得格外严肃，偏偏有个搅屎棍说话。太傅，您总算来了。楚哲成激昂，您先前也教过我读书，虽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可我到底也要喊你一声夫子的。顾太傅冷漠地看着他，担不起，当初受你父亲嘱托，教了小王爷1月，小王爷皮糙肉厚，足足坏了老夫10副戒尺。楚哲成丝毫不觉得丢脸，甚至也没半点羞耻，他依旧热情地邀请文人界泰斗顾太傅，您学识渊博，快过来和我一起研究研究这个床，告诉学生他到底是怎么踏的。楚哲成学生思来想去，觉得童真没这个本事，看他如今连气都不敢喘的怂样，想来也不见得床上多厉害。我记得幼时不懂事，曾和一群人比谁撒尿撒得远，那里面就有童真，他最没用，那玩意还挺短的。楚哲成，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这货是故意的。人吗？越没有什么，越想得到什么。他想让大伙知道他很厉害，这攀比心还挺重，为了达到目的，脸都不要了。他真是什么都敢说。周围一阵唏嘘，贵妇们骚得慌，哪里听得了这些污言秽语？虽然还挺想继续听的，这可不比那些东家长李家短的有意思。可他们没好意思待着，纷纷拉着懵懂没出阁的女儿走了。穆子涵前面听得津津有味的，后面他有点听不懂。小姑娘困惑，正要请教周瑾，就被人堵住了耳朵。夫君。周瑾凑近，夜深了。他微笑，你该睡了。穆子涵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把我喊醒的是你，如今让我睡的也是你。小姑娘抿着唇，她声音压得很低，是怕下面的人听见。我听着正起劲呢，你这不是欺负我吗？与此同时，下面的朱顺，他本来就没脸啊。童真通红着眼，恨不得上前抓花这两人的脸。他是个窝里横的，但骑射不错，这次本想着在春猎大放光彩。你们欺人太甚！楚小王爷，你先前欺辱我也就罢了，为何还要这般用言辞羞辱我？我实在不知这床怎么就坏了，我真的不知。顾太傅，求您给我一个公道，不然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楚哲成要死要活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娇娇姑娘家。朱顺无疑爽了，他甚至叉腰说，你若觉得人家小王爷说错了，那就脱了裤子让我们瞧瞧啊。事实摆在眼前，若是小王爷说错了，我也愿意还你一个公道的。于是顾太傅劈头盖脸的把这3个人一起骂了。够了，都闭嘴。童真，你的事老夫闲惹了一身腥，管不了。白日我就发现你盯着那些小姑娘瞧，可见还不思悔改。朱顺可没半点骂错，这次荣安侯府就来了你一人，依老夫看，你也不必春猎了，
明日一早就回京城去，让你父亲好好管。说着，他一甩袖子，看向搅屎棍。今日的事，你也有错。谁不知殿下身子不好绝浅，你若是吵着他歇息，且看我怎么收拾你。还有你朱顺，你笑什么？楚哲成废了我10根戒尺，你没有10根也有6根了吧？看到你们2个我就头疼。每次国子监考试，楚哲成倒数第1，你倒数第2。我原以为你家遭了事，你当兄长的有了担当，这些日子也没闯祸了，还替你爹娘松了口气。如此看来是半斤8两。说到这里，他一顿，你们看看殿下，人家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却谦虚得很。老夫教学，他更能举一反三。提及周景，顾太傅就格外欣慰，眉目都带了笑意。我就不说了，殿下大才举国上下谁不知啊？武的话，你们也清楚，殿下要不是病了，别说走路不需要扶，便是轻功也十分了得，只怕一根手指就能将你们的脖子给折了。当然，殿下人善，除了杀敌军，他干干净净，手上没有背负半点人命，已经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又最喜欢杀人的周景，殿下从小就懂事，就连二皇子不慎将我的砚台砸坏了，殿下念及手足之情，特地同我认错，说是他所为。这孩子从小就有担当。周景，那真的是他砸的，也是他故意栽赃到周玉这个蠢货身上，更是他跑到太傅面前说，他愿意为周玉担了罪责。太傅，殿下一向是以理服人的好储君。周景听得嘴角勾起，他甚至转头和小姑娘道，太傅说的没错。木子寒沉默了一下，床榻是殿下做的手脚。周景笑容渐大，顾心眼小，没把他眼珠子挖下来，为阿黄已经是格外开恩了。夸起周景，顾太傅可以夸一晚上。殿下他……朱顺听得很认真，因为他这个人虽然不是读书的料子，可他真的崇拜周景。楚哲成却听得很不耐烦，周景优不优秀关他屁事啊？太傅，这么晚了你还不回去啊？顾太傅这才堪堪停下嘴，他冷淡道，都是人，也是同样的年纪，你们怎么就……算了，不提也罢。顾太傅一走，朱顺来到童真跟前，抡起拳头就是一顿揍。别看童真块头大，可他真的手无缚鸡之力。朱顺留下一句，下回撞上我，童世子还是绕道走得好，我可保不准我会不会发疯。楚小王爷，朱顺朝他行了一礼，今日的事便是阴差阳错，你也让我出了一口恶气。楚哲成没想到这家伙打人挺厉害，他聪明的脑子心生一计。朱顺，他把手放到朱顺肩上，我要搞一件大事，需要你的助力。朱顺不想惹是生非，身子往后一躲，小王爷继续忙，我就告辞了。楚哲成觉得虽然倒数1、2看着差距不大，可他京城一霸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他让奴才把他抬出去。朱顺也打算回自己屋子，沿着过道小廊中和楚哲成竟是同路。他听到楚哲成嘀咕一句，这么多钱我一定要追回来。周景真的太傻了，吃了亏都不知道。搅屎棍自我感动，没有我照看着他，他真的要被人剥的皮都不剩。朱顺眼眸睁大，连忙追上去，小王爷，是哪个畜生要剥殿下的皮？楚哲成，还有谁？就是周玉啊，告诉你有什么用？你个怕惹事的。朱顺拳头紧了紧，他之前觉得周玉特别好，所以每次都很尊敬的二皇子叫着，可现在他咬着牙齿，这个小贱人。第197章，我愿意为了殿下赴汤蹈火。朱顺一路跟着楚哲成进了屋子，他开门见山，需要我做什么？楚哲成这会儿挺看不上他，不需要了。朱顺表示，我愿意为了殿下赴汤蹈火。楚哲成怎么看上去比他还激动？果然，第2日童真就被送了回去。这件事闹出的动静不小，昨夜就传到了端墨皇耳里。他今日一露脸，当着众人的面说了很重的斥责。荣安老夫人巾帼不让须眉，让人钦佩，偏偏膝下子孙不成器，儿子胸无大才，如今又有这孙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此德行，便是科考名次位列前茅，朕也怕脏了眼。这一句话简直堵死了童真科考的路。不过到底是个小角色，端墨皇很快又抛到了脑后。用了早膳后，吩咐车队启程。木子含扶着周景从2楼下来，周景一出现，所有人都抬眼看过来，齐齐请安。风披苍白如纸的脸上蓄着温和，他抬手虚虚握拳抵在唇瓣，咳嗽不休。随着他的动作，袖子往下滑了几分，恰到好处的露出手腕的黑色纹路。嗨，不必多礼。这时周玉也恰好从2楼往下走，他看到这些人这么恭敬周景，就心生怨怼。可众目睽睽之下，他非但不能展露半分，还得兄友弟恭的走过去。皇嫂快歇歇，我来扶皇兄。
别看周瑾半个身子压在穆子涵身上，可他其实真没用力，穆子涵也不觉得重。既然周玉这么爱表现，穆子涵视线往目光炯炯朝着里看的朱顺一落，他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句小贱人。穆子涵眉目一转，那就劳烦二皇帝了。周玉，是我应该的。他接过周瑾的那一瞬间，周瑾轻轻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稍稍施力，周玉吃力的腿下一软，险些没摔了。怎么这么重？周玉扶得脸色涨红，可他又不好意思把这个病秧子还回去。他甚至很会表现，声音不轻不重，却让不少人听了个清楚。我和皇兄一向手足情深，这些年皇兄待我的好，外人看在眼里，我更是刻刻不敢忘，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回报。我恨不得替皇兄担了身体上的病痛。他说的格外真情实意。周瑾果然很感动，他轻叹一声，姑到底是没白疼你的。周围的人纷纷开始夸二皇子的高尚，但里面透着几分真还是几分假，这就难说了。只有朱顺听得面无表情，这个贱人靠着花言巧语把殿下耍得团团转，真是有本事。有人嗤笑一声，没有，又是搅屎棍，有他的地方就是江湖。真的假的啊？你别只是过过嘴瘾吧。周玉就是过嘴瘾啊，可他不能承认。我自然是不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的。楚哲成趴在担架上看着周玉，周瑾都这样了，他是什么情况？你该是心知肚明的。承担就算了，毕竟这件事咱们办不了。他给出建议，不如你给胸口上捅一刀，再让张太医给你一份毒，等你半死不活了，也就知道周瑾的痛苦了。你们兄弟也算同甘共苦了。周玉的脸色有那么一瞬间的炸裂。嗨嗨，周瑾适时解围，楚小王爷，嗨嗨，休要在姑面前开阿玉的玩笑。周玉这才舒服点，他现在格外庆幸皇兄是周瑾这样的好骗的，不是楚哲成这样抓着一点就想将人往地上踹的。他压着怒火，吃力地扶着周瑾走着。穆子涵跟在身后，经过一旁的朱顺时，他止住了脚步，面色温婉。永宁伯府和前亲家荣安侯府势均力敌，但和别的勋贵相比，根基不算深。因为慕如莲的事，他对这永宁伯府的小姐格外怜惜。都是女子，他深知做女子的不易。要不是永宁百夫人够硬气，只怕女儿的命都要被那些黑心肝的啃得骨头都不剩。被和离的妇人就是没错，也得遭闲言碎语和世俗的眼光。穆子涵昨日甚至听到几个妇人围在一处说，永宁伯夫人着实是冲动了，有什么不能好好谈，非要撕破了脸，坏了女儿的姻缘。女婿做错了事，把那妖媚妾室打发了，在口头上训斥几句也就成了，他倒好，非要耍威风。谁说不是呢？那朱小姐底下没婚配的弟弟妹妹都要被拖累了，那朱小姐和离后，哪个正经人家敢娶啊？偏偏朱家上下失心疯似的，还宝贝的留在家里养着，每次路过那永宁伯府，我都觉得晦气。就好似女子这一生的使命就是生儿育女，不嫁人是错的，嫁错人后和离也是错的。永宁伯府本就是弱，就愈发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谈，格外受排挤。反倒是慕如莲和离的事闹得如此大，但因为有东宫的撑腰，私下别人怎么说，穆子涵不知，可明面上却没人敢议论分毫。穆子涵浅笑，听说令妹画的了一手好丹青，只是不知他可能为我画一幅，回头若是他得闲，不妨让他来成园坐坐，时刻留意这边动静的众贵妇。太子妃这是什么意思啊？故意要抬朱家脸面吗？若是那朱小姐真得了太子妃的欢心，那他们突然也觉得朱小姐挺好的，就是命不好，被畜生糟蹋了。这也不是朱小姐的错啊。宁安侯府留着女儿不送去庄子里，可见一家子都是重情重义的。朱顺他想的没有贵妇们这么多，毕竟他每次都考倒数第二，不懂那么些歪歪绕绕，还真以为太子妃听别人说过小妹丹青不错，所以来了兴致。是，他自然是愿意的。他激动的一口应下，因为他要是送小妹去成园，是不是还能见到殿下？又赶了一日的路。车厢里，穆子涵捏着颗棋子，左右为难，实在不知下何处。好似落在哪里都是死局。偏偏周瑾丝毫不放水，别人下棋是为了夫妻情趣，丈夫多多少少是要让着妻子。可和周瑾下棋，他下了6盘，输了6盘，还输得格外惨烈。第198章，他是个体贴的丈夫。他娇艳的小脸越绷越紧。对面的周瑾好整以暇的等着，也不催促。他很享受每次穆子涵输棋时那不甘心的小模样。周瑾一般不和臭棋篓子下棋，他很嫌弃，甚至觉得和蠢货只会浪费时间。有这个空闲，他去杀个人多好啊！可他是不可能嫌弃穆子涵的，毕竟他是个体贴的丈夫。
风披丝毫不知道他是在危险边缘反复蹦跶，他甚至还很贴心地问：“木眼教的吧？”木子涵闷闷地应了一声。他飞快看了周景一眼，意有所指：“哥哥都会让着我的。”周景没有领会，只顾着拉踩。难怪你的棋艺一塌糊涂，可见他不会教。周景也是，他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眼尾往上挑，姑就不一样了。在姑的指点下，你定然能突飞猛进。周景说到这里，又毫不犹豫吞了他刚下的那枚棋子。看，你又输了。周景还不忘提醒，你都输了7回了。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你的对手是姑。别气馁，再来一次，凑个整。听听这是什么话啊？就好像下一局他依旧输。虽然是真的，脾气最好，一向没有强烈胜负欲的木子涵死死抿着唇，紧绷的弦彻底断了。我不玩了。本来是为了放松的，可他现在一点也不轻松，有些不高兴。他深吸一口气，扭过身子，不再去看他，甚至觉得车厢格外闷。还是和昨天一样，用午膳时车队再度停下来。小姑娘这次招呼也不打了，头也不回打下了马车。木子涵原先想着出来透透气的，他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学着那些贵人，用帕子垫在路边石头上坐下。可没等多久，就有人围了过来，都是和木子涵差不多年纪嫁了人的，少了几分没有年长些的端庄。和他打招呼，甚至以他为中心，纷纷坐下，将他拉入交谈的阵营。太子妃您擦的是什么胭脂？瞧瞧这唇红齿白的，实在俊得很。回头我也去买一盒。木子涵强撑着笑，我为涂粉脂，那就是天生丽质了。这京城可难找出和太子妃一样貌美的姑娘。木子涵被夸得还挺不自在的。不过谁不喜欢听好话呀？夫人们又不好将恭维摆得太明显，纷纷岔开话题。他们开始你一嘴我一嘴的说着今年最时兴的首饰和衣裳，但到底是世家养出来的，不会叽叽喳喳，让人听着头疼。木子涵对这些并不太感兴趣，只是在听到价格时会偶尔眨一下眼睛。见他不怎么插嘴，兴致缺缺，周围女子说话的声音也渐渐轻了。可像他们这个年纪，除了聊衣服聊首饰，就是聊夫君了。对了，还可以聊夫君。先前问木子涵胭脂的圆脸夫人，眼儿一转，压低嗓音道：“我昨儿夜里撞见楚王端着一盆水出来倒，我才知道传闻不假。”别提木子涵了，在场的人都被勾了心神。什么传闻？你快别卖关子了。自然是楚王宠妻了。我先前听别人说过，楚王妃生下楚小王爷后，身子就格外畏寒，夜里都要泡脚，楚王都是亲力亲为的。有人一阵艳羡，我夫君是断不可能为我做到这个地步的。行了，谁不知道你和你夫君两小无猜？你前阵子不是和我说，你夫君每日不得闲，却日日都要给你画眉吗？可见是十分爱慕了。何止是画眉啊，你夫君看你的眼神都能拉丝，让我实在艳羡得很。木子涵倒是不羡慕，这也没什么好比的，何况画眉他自己也能画。然后他听到，好了，谁也不及殿下，殿下是我见过脾气最好，性格最温柔的人了，这才是最好夫婿的人选，我常让我夫君多学学。这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点头说是。真羡慕太子妃，和殿下相处，只怕连生气的机会都没有。木子涵微笑不语。实不相瞒，他现在就窝火。那王家少夫人你们可还记得？他见人就吹他夫君给他在郊外买了一处庄园，他不能日日去打理，便荒废了许久。前几日难得来了兴致，过去一瞧，谁曾想他嘴里挂着的夫君竟然养了外室，还养在那庄园里。木子涵闻声看过去，见木子涵的反应，说话的人更卖力了。听说撞见时衣衫不整的，那外室妖妖艳艳的，受了惊吓还往王少爷怀里钻。有人不解，为何要养在庄园里？这不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抵把柄吗？那我就不知了。木子涵生的白，阳光下愈发耀眼。他之前一直没说话，这会儿轻声道：“也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王家人多眼杂，自然不方便。庄园就不一样了，一则将王少夫人哄开怀了，二又能物尽其用。他声线格外好听，像是绵绵的春雨。”木子涵察觉出右侧坐着的女子一言不发，隐隐带着怒气。许是发现木子涵的视线，女子面色有些发白。可是我坏了您的雅兴。木子涵也不知他是谁，细声细气地问：“夫人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心里难受。太子妃您不知，方才我和夫君下了一路的棋。木子涵突然有点惺惺相惜。怎么了？可是他不让你。女子愁苦地摇摇头。是他一直在让我，每次都变招法的让我赢。哪有这样的，我岂不是胜之不武了？木子涵猛地深吸一口气，然后他发现不远处的人周景也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了。他和众人告辞，走路都比往前快了不少，倒有几分气势汹汹的模样。小姑娘走过去：“殿下听见了吧？”他仰着头：“不如说说你的感想。”周景本来见木子涵出去，
还觉得是不是打击到小姑娘了，可现在她彻底松了口气，懒懒道：“可见当丈夫也是门学问。反正疯批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费心思让妻子赢。”疯批表示他绝不会让穆子涵，他甚至补充：“固定会让你虽败犹荣。”第199章，疯批很久没有去磨刀了。午间吃的是御膳房带来的细面干粮，配着这次出门特地带的鸡鸭鱼肉，撒上香料支起小火烤着。两人之间的气氛明显不对劲了，得巧皇后身边的嬷嬷过来了。今日的风大，殿下怎么也下来了？老奴扶您回去，等午膳做好了，自会安排奴才给您送来。说到这里，他看向穆子涵，娘娘寻太子妃过去说话，有些事要交代。穆子涵脸下所有情绪，他点头表示知道了，看都没看周瑾一眼，可见真的是气着了，直直朝前面去。小姑娘的仪态是没得挑的，缓步而动，头上的步摇都没晃动几下，稳稳当当的。皇后边上除了伺候的宫女，再无其他，便是3丈之内都无外人。她坐车坐得难受，这会儿也没什么精神，由着宫女揉肩捶腰。穆子涵过去俯身请安，见他这样，道了一句：“这次出门，我怕路上头晕，就带了些亲自做的蜜饯，母后若是不嫌弃，回头我送下来。”一同回来的嬷嬷笑：“这感情好，先前娘娘还说应该带些的，倒是我们这些奴才疏忽了。”皇后招呼穆子涵上前，她当皇后这么多年，身上的威严是藏不住的。可知吾叫你过来是为了什么？小姑娘停顿一下，想过，换成别人自然是说知或不知了，可穆子涵这个答案倒是让人觉得稀奇。皇后微微坐直是身子，她对这个儿媳无疑是满意的，可到底相处的时间太短，至今还摸不透她的性子。她本以为是个性子软的，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左右人好，心思简单，没坏心眼就成。毕竟这京城里的那些光鲜亮丽的名门贵女，私下是不是另一副嘴脸都难说呢。不说别人，那怀轩皇后就看不上，为人不坦荡也就算了，每次就喜欢装委屈，就好似全天下都委屈她了。这副做派，偏偏爷们就喜欢。好在他的小景没多看怀轩一眼，便是太后不喜周瑾，也拗不过怀轩这个侄孙女，当初也动过心思的。好在这件事没成，不然有这个儿媳，他有的头疼。也就熹贵妃把怀轩当个宝，还时不时的在他面前提着未来儿媳多么多么的好，出身好，模样好。有一回在众嫔妃过来给他早间请安时，甚至夸完怀轩后，意有所指的又提到穆子涵。那次皇后直接冷了脸：“熹贵妃，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怀郡主好，吾听听也就算了，可你提到太子妃，这是故意拉踩吗？太子妃是皇上做主定下的储妃，是你区区一个贵妃能指点的。出身，太祖皇后原先是以卖豆腐谋生的寻常出身，可如今提起她时，谁不说一句贤德？你西隅敢说太祖皇后的一句是非吗？吾今日就把话撂这里了，皇上觉得太子妃好，太子也中意心腹，吾倒要看看谁敢说他一句不好。”想到这里，皇后又看向面前穆子涵，眼里闪过满意。先前他虽在皇宫，可也听到外头东昌伯爵府2房想拿穆家庶女为妾的风声。那2夫人的泼辣皇后是知道的，却不想得了穆子涵一通训，转头又被轰了出去。不说别的，便是方才他可是瞧得真真的，穆子涵被一群妇人拉着说话，面上没有半点拘谨，算得上落落大方。哦，皇后淡笑：“你不妨说说。来时我便寻思，可是夫君身子不好，我未能时刻伴在身侧，不察殿下也跟着下了马车吹了风。母后身为母亲，自然挂心，心下担忧，故过来斥话叮嘱的。可我转头一想，应当不是。这也的确，若是换成别家婆母，早就责备不休了，更有不少点习立规矩的。”皇后惊讶，倒是想听听他怎么说。为何？穆子涵垂眸，还能是什么？在穆家的那些年，他最会察言观色了。若是皇后有意发难，他身边的奴才自然摆着冷脸的，可如今个个都是笑盈盈的。刚才过来时，嬷嬷还冲他说：“世子妃小心脚下，这道路有些滑，方才都有仆人摔了。”穆子涵嗓音依旧温温柔柔的，实话实说：“母后和善。”你倒是嘴甜。皇后笑：“你照顾小景如何？吾是在看在眼里的，如何能鸡蛋里挑骨头，找你错处，吾都嫌马车闷。你下来走走，如何不成了？吾让你过来，的确是别的事。”他让穆子涵在身侧坐下，倒没废话。吾自小被点为太子妃，这一生都循规蹈矩的很。可吾有个妹妹，似你这般年纪时，最爱日日出门和手帕教听戏玩闹。说到这里，他眼里有些怀念。你呀，别太拘着自己，总要多结识他人，不然，即便皇后不情愿去想，可小景走了，穆子涵的日子得有多难熬。方才同你说话的圆脸夫人是少府监夫人，此人最会汲汲营营，只怕说了不少奉承你的话。可她丈夫少府监同西家最是交好，西家
周玉的外祖家。穆子涵微微一愣，很快认真去听。那边的紫衣夫人是提督府的少夫人，虽寡言少语，可为人厚道，可交好。那怀着身孕的是太傅府上的少夫人，你应该也见过。太傅府的人皆可深交。从皇后那边回来，穆子涵还是格外的感动。婆母开明，小姑娘甚至嘴角都是翘着的。可她的笑容没维持多久。回了马车后，把蜜饯让嬷嬷带回去后，看见周瑾就垮了下去。穆子涵现在不是很想和他同坐一辆马车，他的表现实在不要太明显了。周瑾眯了眯眼，可是母后给你气受了。不应该啊，毕竟穆子涵被叫走，他就猜出了皇后的用意。殿下胡说什么？母后是极好的人，怎么又不叫夫君了？周瑾黑眸沉沉，那就是有不长眼的惹着你了。穆子涵在隔他很远的位置坐下，闻言慢吞吞的点头。周瑾眼里星光忽明忽灭，他眼里刚涌上杀意。的确，疯批很久没有去磨刀了。他怕吓着穆子涵，压着诡异的情绪，嘴角却舔了舔，像是个随时能扑食一口咬死猎物的野兽。是谁？穆子涵沉默地看着他。周瑾冷静地等着他指名道姓，视线对上，1秒、2秒、3秒，第200章，活该被戴绿帽子。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外头的说话声有些嘈杂，可车厢内却安静的可怕。周瑾等啊等，然后倏然萌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想法，他语气里带着愕然。别是姑吧？穆子涵没有说话，但他诚实的点了点头。周瑾就很荒谬，他狠狠拧眉。对面是穆子涵低低的嗓音，带着古意不明的味道，仔细听去还有点恼意。他攥着帕子，又瞧见桌上还没收拾的棋盘，气得想要在帕子上戳2个洞来。我一直很疑惑，殿下是怎么娶到媳妇的？穆子涵说得很慢，看我糊涂了，毕竟当初是皇上赐婚。在那之前，哥哥曾多次问过我，日后想找个怎么样的夫君。我记得有回同他说要寻个儒雅斯文、笑容和煦的。如今看来，我想象中的夫君和殿下似乎没有一点是符合的。周瑾，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说了这一通话，穆子涵目睹周瑾的脸色黑了，他可耻的畅快了，玉洁也散了不少。饭食是喜公公送来的，烤鸡还滋滋冒油呢。御膳房厨子的手艺自不会差。穆子涵吃得很满足，腮帮子鼓起。周瑾不知道他是怎么吃得下的。小姑娘方才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放，周瑾面无表情地看着。等吃完饭后没多久就准备启程了。皇家猎场处于偏锋，行宫坐落于主峰。这次前来的宗亲世家全都安排在行宫住下。天已经黑了，月格外的皎洁，主峰外的一片山林枝叶繁茂，挡住了一切光线，周遭黑黝黝的，巡逻的将士一般不会过来。有人负手而立，京城那边还没动静。一道黑影惶恐地跪到地上，未曾收到穆衍病死的消息。呵，他为何还没死？那人冷冷道，不光是他，周瑾也没死，明明都该下地狱了。这2人至今安然无恙，可偏偏胡斌死了。黑影大气都不敢喘，他是知道主子的心狠手辣的，明明和穆衍无仇，给他下毒，无非是得知他和少阳私下定情。穆衍有领兵之才，若是娶了公主，便成为了东宫的一分势力。主子只在射中穆衍的箭雨抹了点毒，这才让他苟延残喘的活了3年，而对待周瑾是满满当当的一整碗毒药，可见是恨到了骨子里。他想要周瑾的全部声望、地位，还有女人，找个机会这几日春猎杀了周瑾。黑影问，主子的意思是胡斌的死和周瑾有关？他若死了那就不是，他若没死，那人的声音带着势在必得，我也要让他死。黑影恭敬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等那人离开，这才往反方向走。2人说了这么久的话，都没发现树上坐了个人，是周瑾。若是放到先前，他撞上这件事，他会特别有耐心的等着别人来杀，然后讥讽的来一句自不量力。可现在他没心情。是的，自从听了穆子涵那句话后，他就不太好。他耿耿于怀。疯批心情很差，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去行宫屋顶上坐坐。但有巡逻的人，周瑾还没失掉理智，坏了人设，他便出去走了走，然后就听到了这一幕。周瑾真的无话可说，他也听出了那个言之凿凿要让他死的人是谁。不意外，早猜到了。黑影走着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猛地警觉，脖子被人死死掐住。天色太暗，他压根分辨不出眼前的人是谁，甚至痛呼都没从嘴里溢出，就听咔嚓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很快人就断了气。在行宫，2人住的是之前周瑾每次过来住的宫殿，这里的摆设和东宫有异曲同工之处。喜公公忙上忙下的收拾着，并未察觉2个主子之间的异常，因为
穆子涵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周到，他在人前会搀扶周瑾，他会给周瑾煎药，会和喜公公盟时他们一同准备药语。别说穆子涵，从外面回来的周瑾也如此。周瑾也格外的冷静，冷静到恐怖，不过身体应该又不舒服了，格外病殃殃的，不怎么说话。他依旧温和，就连之前刚到行宫下马车被顽童不慎冲撞，周瑾都半蹲下身子给顽童戴好掉落在地的帽子。殿下，我不是故意的。顽童吓得不行，因为周瑾被他撞得一个趔趄。他知道眼前这个殿下身体不好的，周瑾却没当一回事，他随意的拍了拍他的头，悠悠嗔了一句：调皮。只有季七看得心惊肉跳，因为周瑾拍碎别人的头颅也是这个动作，上回就是这样。周瑾一边说孤大度，不会和你计较，可手一拍下去，脑浆鲜血四溅。过后嫌弃的洗了一晚上的手，甚至半夜不睡，来到季七床前，疯批的问了一句：你闻闻可还有臭味？季七眸色复杂，他觉得很不对劲，可他不善言辞，他不敢问。可算算还没到殿下发疯的时间啊。孟石也觉得很古怪，虽然夫妻间好似无事发生，可为什么殿下泡药浴的时候和太子妃之间没有粉色泡泡了？为什么？正当他抓狂时，就听到喜公公很没眼的感慨：老奴上次过来还是3年前，太子妃您不知，每次都热闹得很。头一日男子去偏锋围场那边打猎，谁猎的最多就能得好彩头，这第二日就是女子打马球，赢了皇上都有赏呢。有一回眼看着他就要喋喋不休了，周瑾冷冷看过来，吵着哭了。喜公公连忙闭嘴。穆子涵反正就突然找到了和周瑾对着干的乐趣，他只是没想过周瑾想了一路，到现在都想到他生气的点。喜公公，你再同我说说。喜公公不知为何有些瑟瑟发抖。穆子涵见他不说话也不为难，这春猎的事我知之甚少，喜公公说累了，那我就同你说说我知道的。景园那条街住着一户人家，我舅外祖母说那家里就一个女儿，挑挑拣拣为她寻得个郎婿，刚成亲不过半年，那女子就和别的男子私奔了。这个事情让喜公公忘了害怕。为何？私奔这种事实在是荒唐。那女子本也想好好过日子的，可大抵是郎婿不体贴吧，听说下棋都不让那女子半分。这话明显是说给周瑾听的。周瑾眼里情绪涌动如潮。喜公公惊愕，什么这么斤斤计较？他啧啧嫌弃，女子是要哄的，细枝末节，以小见大，他活该被戴绿帽子啊。说完，他察觉屋里所有人神色各异，一片死寂。喜公公摸不着头脑，他还笑眯眯地看向周瑾：殿下，您说是不是？